楚群，就凭你也想进镇妖司了？我才是侯府嫡女，你居然敢抢我的名额！看着下方那双怨恨的眼，谢菲菲得意地笑着。是不是好奇？好端端的，你怎就灵力全无了？你真以为天赐表哥会看上你这种小杂种？他送你的丹药里掺杂了化灵散。许天赐，居然是他！是他！这断崖下就是禁区，没人敢进来的。你死在下面，连尸骨都不会有人找到。不过杀你之前嘛，你这张脸我也要毁了。他说完拔下簪子，对着楚群的脸簪簪入肉，最后那一簪更是直接刺进了眼睛里。打扰人睡觉，很不仁义呀。咦，这血脉的气息倒是熟悉。泥土化为沼泽，黑暗中有什么在慢慢地蚕食着少女的身体，将她一寸寸包裹。本该死绝的少女在黑暗中睁开了眼，她撑臂坐了起来，看着这具新的身体。也叫楚群吗？倒是有缘。楚群勾唇笑了笑，感觉右眼处有些阻碍，他伸手一摸，簪子还在眼睛里扎着呢。他漫不经心地把簪子拔出来，鲜血顺着眼眶重新流淌下来，他脸上的笑容却异常愉悦。真疼啊！长长的簪子拔出来后，他眨了眨眼，右眼的伤口顷刻愈合，但那双眼瞳却是如厉鬼般的血眸，左眼漆黑如深渊，右眼诡秘如血海。他叫楚群，魂魄被封印于此已有1000年。楚群翻看着脑子里原主的记忆，谢菲菲，同父异母的妹妹，灵脉破碎，丹田被毁。现在的小姑娘戾气这么重吗？下手倒是够狠。楚群感知了下这具身体的修为等级，这1000年后的世界等级划分倒是与过去的一样。1000年啊，我那些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应该都死光了吧？真可惜，不能亲手拧爆你们的狗头。昔日的仇人都死了，就剩下一群对方的不孝子孙还在。楚群多少有点意兴阑珊，但有一点，他既然回来了，势必要查清楚当年到底是谁背叛了自己。这具身体太过虚弱了，为了把这具肉身修复完整，也耗费了他不少神魂之力。好在他知道这禁区里有东西能派得上用场。黑暗深处悠悠纯白萤火，最万恶诡异之地却开出了纯白色的花朵，古灵花，禁区特产，100年一开。说白了就是牛皮哄哄的人死后开出了牛皮哄哄的花。按理说他死了1000年了，肉身残余的力量应该不止才开一朵古灵花出来才对呀。只有一种可能，他死了之后有人乐呵呵地吃着他的骨血馒头开出来的花。楚群笑出了声，与其便宜别人，倒不如便宜自己。花入口化液，强悍的药力瞬间充斥全身，带劲儿。我还是回来了。逆视了一下自身的情况，碎裂的灵脉恢复了一些，丹田还是一团浆糊。楚群无所谓，反正他最珍贵的就是他的神魂力量。古灵花养魂，魂魄结实了后，他有的是法子把肉身修为给提上去。楚群刚要将剩下的半朵古灵花连根拔起，一种被窥视的感觉传至脑海。有活物。楚群不动声色地伸出手，在触碰到古灵花的刹那，黑暗中一物朝古灵花急射而来。狐狸挣扎的赫然是一只白毛小狐狸，说是狐狸更像一坨毛球，尤其是那尾巴简直就是一根大大的棒槌，合在一起就是蒲公英加毛棒槌。想要这花？这个姐姐好可怕，好变态，抓我尾巴。皮毛摸着还挺顺溜的，用来当个围脖应该还不错啊。明明是含笑的声音，却有浸透骨髓的冷意。狐狸身上的毛骤然炸开了。哟，还是听得懂人话吗？女人的声音又变得玩味起来。一片花瓣被放在了嘴边，小白狐疑惑了。一片花瓣够了，吃下整朵你会被撑爆。小白狐一口咬住花瓣，囫囵吞下。他眼睛里闪过狡黠，企图趁机逃跑。没等他的小短爪探过来，掐住他命门的手陡然用力。没良心的小东西啊，给了你吃还想挠我。楚群抓着狐狸尾巴将它拎了起来，抖了抖皮毛上的灰。这棒槌似的大尾巴可真好看，可惜带着你不方便啊。
他倒是想带在身上，不过此番上去，他定是要先闹上一场的。横竖这小狐狸吃了古灵花瓣，短时间不会醒，带着碍手碍脚，等姐姐报完仇再回来找你好了，小乖乖。该离开这鬼地方了。他离开后不久，一道身影出现在禁区之下。男人看着古灵花原本生长的位置，旁边躺着一只小白狐，目光落到它被撸成爆炸毛的尾巴上时，视线凝了一下。醒过来。清冷低沉的声音蕴含着灵力，此为言灵之术。小白狐身体抖了一下，看到男人后，眼神顿时变得委屈巴巴的。下一刻，爹爹，本人宝宝不敢。安静。小奶娃瞬间失声，嘴巴夸张的大张着，看样子是在嚎，奈何发不出一点声音。眼看鼻涕就要掉下来了，他抓住男人垂下的袖袍就要擦鼻涕，一根骨节分明的手指制止了小奶娃这一埋汰的举动。他用力一吸，又把鼻涕给吸回去了。男人才撤了言灵术，把声音还给了他。爹爹，人家真的被欺负了吗？有个变态坏姐姐，她抓我尾巴，她把我尾巴毛都软分叉了，头可断，尾巴不能软。我没有尊严了。男人面上没什么表情，垂眸看着他。你擅离镇妖司跑来禁地，我还未罚你。我想试试看能不能进来嘛。不过这个禁地也不怎么厉害嘛，我轻轻松松就进来了。小奶娃才不会说自己差点死翘翘了嘞。男人睨了他一眼。我被禁地结界反噬了，差点死翘翘，是变态姐姐救了我，她还为我吃了一片花瓣。小奶娃神色慌张，就是控制不住嘴。爹爹坏话，居然用真言术控制我。男人没有理他，若有所思地看着不远处。古灵花被他拿走了。那个变态姐姐好奇怪啊，她生嚼了一朵古灵花，居然没有被称炸。人族的肉身，我记得没有这么强悍呀。还有一朵被她拿走了。爹爹，咱们快去找她，去晚了花花被她吃掉，就要变成粑粑了。男人没理会小家伙的叽叽喳喳，拂袖间，楚群在禁区下留下的痕迹被悉数掩盖，唯有那滴精血还在男人手里。爹爹厉害哈，这样就只有我们能找到变态姐姐了。不过爹爹，你找到她后不要杀了她好不好？她救了宝宝一命呢。虽然她是个变态，但是爹爹，你有没有在听宝宝讲话呀？爹爹，我的尾巴。地溪，安静，变回真身。世界清静了。下一刻，小奶娃被打回原形，又成了毛球一团。哪来的乞丐？侯府也敢闯，找死是不是？楚群冷眼睨过去，他面上染满血污，右眼是骇人的猩红。郡主，滚！楚群回来了，怎么可能？他人在何处？谢菲菲起身往外走，就听砰的一声，谢菲菲猝不及防摔倒在地，抬头就对上一双森然的眼眸。楚群！谢菲菲惊声大叫，未等她起身，楚群上前一步，一脚踩在她胸口上。惊不惊喜啊？你是楚群？不，你怎么可能还活着？自然是舍不得你呀，我的好妹妹。断我灵脉，偷枪切腹，毁我面容，簪刺右眼，你送我这么多厚礼，我岂能忘记啊？所以啊，我这不是变成恶鬼也要回来找你吗？我的好妹妹。你死都死了，还敢回来找我？贱蛋，我怕你吗？凤儿小姐，楚群，你还不放开菲菲？你敢伤她一根毫毛，本夫人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啊？是吗？我好怕呀！眼看着王氏松了口气，嘴上说着怕，右手那么一抖，撕拉。惨叫声骤然响起，下一刻，楚群手里的簪子直接刺进了谢菲菲的嘴里，尖锐的簪头停在喉咙的软肉前，瞬间将惨叫声逼停。我的好妹妹，放心，簪子刺不死人的，我被你刺了那么多血窟窿，我还好生生的活着吗？
住手！王氏骇然变色，周遭所有人全部吓得头皮发麻。这个妖星郡主真的疯了！嘘，安静点，我胆子小，你们声音太大吓着了我。我手一抖，一不小心又刺伤了妹妹的喉咙，可如何是好啊？娘，救我！楚群，菲菲可是你妹妹，她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你要害她性命？楚群，你好大的胆子，还不快放开你妹妹！爹爹！谢群脸色阴晴不定，刚刚他那一声厉喝用了灵力，修为低于自己的定会头脑昏聩，有片刻神志不清。而对面楚群依旧好端端的站着。楚群，你是要忤逆不孝吗？你若再不放手，休怪本侯不念父女之情。父女之情，侯爷对我有过这东西吗？哪儿呢？你这逆女！谢群目光如电，脸上浮现了煞气，看样子是准备动手了。我说侯爷，楚群漫不经心地打断了他。你口口声声说与我是父女，怎么你眼中看到的女儿只有谢菲菲一人呢？我寻思着，谢菲菲此刻的模样再凄惨，应该也惨不过我才对啊。谢群目光一闪，其实一开始也看见了，只是不在意而已。你这副鬼样子到底怎么回事？那就要问你的好女儿了。我变成这副鬼样子，可全都是拜她所赐。你含血喷人！菲菲从小就心地善良，连只蚂蚁都不忍杀，更何况你修为远高于她，她如何能害得了你？她做没做，侯爷自己问不就知道了？楚群眼尾上挑，侯爷乃文官如修，修为已到百阶，可使用真言术，是真是假一问便知。谢菲菲，你爹敢问，你敢答吗？你爹敢问，你敢答吗？谢菲菲在怕，她不敢。爹爹，你别信他，他在冤枉我。谢菲菲可不敢让人知道自己干的那些事儿，顾不得小命还在楚群手上，急声狡辩。是他嫉妒爹爹你疼爱我，把我骗到悬崖边去。要不是天赐表哥恰好经过，是表哥把他打落悬崖的。姐，你放过我吧，我没有想要伤你性命，我也是为了自保啊。把所有的锅先丢到许天赐身上再说。谢菲菲没余力思考楚群是怎么活过来的，她现在只想自保。楚群，此事就是你的不对了。倒插门驸马爬上侯爷的尊位，谢菲菲有没有说谎，她还是能看出来的。不过眼下这些都不重要。身为长姐，怎能结恨亲妹？你妹妹是为了自保才把你推下悬崖，你虽然吃了点苦头，但性命无损。恢复后不闭门思过，竟还狠下毒手。楚群神色淡淡，由始至终笑意都没散过。他早料到了谢娟的反应。侯爷是不是在考虑似我这种妖精坏种，还是死了的好？可是不行啊，侯爷，我要是死了你就完了。楚群似笑非笑地看着谢俊。我回府前特意在王都里绕了一圈，侯爷你可别忘了，我楚群再怎么不受待见也是楚氏女人，我有皇族可定生死，此乃铁律。所以你配吗，我的驸马爹爹？谢俊脸色铁青，他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被人叫做驸马。唉，好气呀！想杀我又杀不了我，驸马爹爹，我都替你委屈呢。爹爹，侯爷，妖星，你该被天打雷劈！滋啦，楚群又是一簪子划他脸上了。让你说话了！谢菲菲尖叫声戛然而止，她泪眼朦胧，盖不住恨意，又惊又惧。楚群，你真以为本侯不敢杀你吗？你不敢，一大把岁数了，你要有点自知之明啊，驸马爹爹。这到底是何等的孽障呀？这妖星是不是坠落悬崖，把脑子都摔坏了？本侯杀不得楚氏女，但打断你手脚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楚群眼露兴奋。好啊，你来，赶紧来。下一刻，就见楚群抬起左手，小拇指朝下用力一折，清脆的咔嚓声，他直接将自己的小拇指给折脱臼了。全程他都面带笑容，丝毫感觉不到痛苦一般，反倒是谢菲菲厉声惨叫了起来。痛死我了！住手！你这妖女，你对菲菲做了什么？你居然对你妹妹下了替身术！替身术一下，楚群不管承受多少伤害，都会落到谢菲菲的身上，且这种术法只能靠施术者解开。是啊，身为妖星坏种，不恶毒怎么行呢？你还不赶紧来打断我的手脚？这要求，王氏气血攻心，直接昏了过去。侯爷可是百级境界的儒修呀，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人太可怕了，明明像茅坑里的臭石头，可你就是打不碎的，还要被他缠上，恶心死。你只是世界中品的修为而已，怎可能施展替身术？
你是不是忘了我姓楚啊？你难道觉醒了血脉？如果楚群真觉醒了血脉，怕是陛下那边也不会再对他不闻不问了。毕竟现在皇族宗室人才凋零，几个皇子公主迟迟都没能觉醒。该死，怎么偏偏是这个妖星？不，一旦他觉醒了血脉，就不是妖星了，定会成为香饽饽。王氏悠悠醒转过来，大叫起来：侯爷，杀了他！这个妖女不死，咱们侯府定……闭嘴！楚群再忤逆，也是我侯府的嫡长女。楚群笑意淡淡，眸色讥诮，这位便宜爹还真是一点没让他失望呢。为父先前也是气昏了头，我知你性子，我不是受了委屈，定不会如此胡来的。那你对我可真不了解。你先放了你妹妹，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侯爷是在求我吗？楚群，谢军被气的是丹田翻腾，心魔都要生出来了。侯府众人的神情更诡异了，内心坚定了想法：招惹谁也别去招惹这位群主。气氛正僵持之际，侯爷来人了！应天涯的人？不是，是镇妖司，镇妖司。镇妖司的国师大人，他来了。这下连谢俊都慌了，国师居然来了！快把人请去花厅。不必了。谢俊浑身僵住了，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了院门的方向，不少人面露痴迷，崇敬地看着来人，如看新人降世。见过国师大人，小侯不知国师尊驾到来，实在是……帝臣没有理会谢俊，眸色淡淡地看着对面。那边那位可是楚群郡主？那边那位可是楚群郡主？谢俊顿感窒息，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解释这局面。国师大人，小侯可以解释，这里面有误会呀。看着这位突然驾到的贵客，楚群并未被对方天人般的颜值给暴击到。男人嘛，长得好看的大多心眼不咋地，还不如一根毛茸茸的大尾巴撸起来舒坦呢。他漫不经心地想着，视线落在了这位国师大人的胸膛上，那里有几根白白的绒毛，像是刚抱了某种毛茸茸的生物不小心留下的。让国师大人见笑了，小侯教你无方，还不快放开你妹妹！国师面前岂容你造次！切！哎呀，驸马爹爹，都说叫你别吓我了。周遭抽泣声连连，这妖星胆子也忒大了吧，这是连国师也不放在眼里了。国师大人见谅，小侯是真拿这孽女没办法，他仗着既是郡主，对亲妹妹下如此毒手，连我这父亲也不放在眼里。帝臣恍若未闻，而是看向楚群。先前你说是他将你推下悬崖。此话一出，谢俊脸色变了。帝臣身后的亲事贺清似笑非笑地看着谢俊。文远侯恐怕不知，贵府门外聚了不少百姓，你们吵架的声音可是连外头都听得一清二楚呢。主上不喜欢热闹，所以就在外面多等了一会儿，等你们吵够了才进来的。谢俊脸色更难看了，这叫不喜欢热闹？这分明是看够了热闹才来的好吗？国师大人，这里面有误会啊！你可曾谋害郡主？这一句话蕴含凌厉，帝臣用了真言术，谢俊脸色彻底变了。楚群略有意外，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位国师大人。我想杀了他，降入镇妖司的名额就是我的了。我明明已经把他推下悬崖，他应该死了才对。众人都惊呆了，真相竟是如此。楚群没有撒谎，杀人偿命。既如此，郡主找他报仇，合情合理。谢俊更是说不出话来，有帝臣这一句话在，他就别想再借此事找楚群的麻烦。够狠够毒，气魄还大，有仇报仇，这才解气呀。贺清不免有些欣赏起楚群来了，想起小主子的吩咐，唯有皇族楚氏子孙才可免试入镇妖司。贵府的二小姐可真有意思，就算郡主死了，这名额也落不到她头上啊。侯爷，他该不会以为您过去是驸马，他就算是半个皇室子弟了吧？驸马这个梗过不去了是不是啊？怎么谁都要来用这事踩他一脚呢？贺清，贺清立刻老实了，保持微笑，乖乖站好。言之有理。谢主上夸奖。目光在帝臣主仆身上转了一圈，像是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这人还挺有意思的，看来这世上的聪明人与明眼人还是很多嘛。这位朋友，会说你就多说点。贺清愧不敢当，就要开口，对上了帝臣斜睨过来的视线，老实闭嘴。是位挺有意思的，主子就没什么意思了。他一贯不喜欢这种冷冰冰没啥人味儿的男人，太无趣了。
你要入镇妖司？楚群歪了歪脖子，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眼里多了几分兴趣。镇妖司里可是有许多妖族，大尾巴、毛茸茸，很好抓那种。很好抓？何清表情有一丢丢奇怪。帝晨点头，很多。楚群眸光一亮，那我来。好，不过你灵脉受创，伤了根基，入镇妖司会死得很快的。无妨，我命硬。楚群灵脉受创，自己怎么没看出来呀？帝晨也未再说什么，刚刚那些话仿佛只是随口的交谈。他要离开之际，楚群忽然叫住他：国师养宠物吗？毛茸茸，吱吱乱叫，尾巴大的像根棒槌，4条短腿宛如摆设，抓起来手感很好的那种小狐狸。帝晨顿了一下，仿佛没听见，走了。尾巴大的像棒槌，这说的是小主子吧？这是不礼貌啊！哪能这么说人家狐狸，还抓人家尾巴？狐狸尾巴不能乱抓的好吗？狐狸尾巴不能乱抓的好吗？这么喜欢笑，那你今日就一直笑下去吧。贺清表情顿变，嘴角两侧的肌肉被无形的力量拉扯起来。主上，你这是迁怒啊！你灵脉受创？是啊，拜你的好女儿所赐。按照那位国师的说法，我报仇是合情合理，所以我是不是该让你的好女儿也感同身受一下呢？楚群，你别太过分！娘为女儿做主，她毁了我的脸，她还给我下了替身咒，杀了她！你们快杀了她呀！侯爷，你看看菲菲。住口！都闭嘴！楚群打了个哈欠，才懒得搭理他们呢。从今日起，我要搬回凌霄院去，那是我母亲的院子，没道理让一个继室糟蹋了。楚群，你还敢得罪进池？这府邸现在虽改名成了平阳侯府，可在宫里登记造册上写的可一直是长公主府。此乃我母亲的遗产，我住哪儿轮得到你指手画脚吗？他看脸谢俊，笑容灿烂。国师都来了，想来应天涯的人也来了。驸马爹爹可是想事情再闹大一点。凌霄院归你。楚群吹了下口哨，大摇大摆地走人了。他走后，谢俊看着在场其他人，今日之事，港外传者必箭射晚木而死。爹爹，那贱人给我下的替身咒怎么办？你还好意思提？看你惹出的大祸！侯爷，你不能不管菲菲呀！闭嘴！本侯会想办法。这段时间你们都安分点儿。爹爹，你难道不惩罚他吗？他毁了我的脸，还有镇妖司。你还敢提镇妖司？实现侯府今日丢人还不够？愚蠢的东西！原本没人记得楚群，经你这么一闹，他倒在国师跟前露脸了。难道就任由那妖精逍遥？他灵脉受损，就算真进了镇妖司，未必有命活下去。可国师今日过来，没准是受到了风声，为了那名额过来的吧。楚群算什么东西？帝晨那种人岂会将他放在眼中？偌大的院子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下人。楚群也不在乎，烧水洗澡后换上了身干净的衣服出门了。还得想法子搞钱啊！剩下那朵古灵花炼制的花需要丹炉，这具肉身受损的灵脉也需要丹药修补。但是原主真的是太穷了，原主生母倒是留了嫁妆，短时间内应该搞不回手里。不过他在谢菲菲身上种下了一些好东西，在杀之前嘛，楚群不介意帮原主找王氏和谢菲菲母女多讨回些东西。如今的中州都以修行者为尊，至于楚群嘛，1000年前他是个灵修，想打架时他是个武修，想骂人时他是个儒修。不过现在他是个穷逼，作为一个战时渣，要尽快跨入百阶，不搞钱怎么变强啊？这世间什么职业最搞钱？首推丹师呀！让开让开！没见到户部侍郎家的梅少爷来了吗？挡什么道？楚群回头推自己的人一副武夫打扮，神情的跋扈得很。他身后立着个年轻公子哥，长得油头粉面，穿的是珠光宝气。楚群挑眉，又是大少爷出行狐假虎威的老故事来了。他笑眯眯的，准备好开始打脸了。公子哥脸色骤变，哎呦，小妹妹，你没事吧？我这刁奴没伤到你吧？嘿，好你个阿大，告诉过你多少次，对姑娘家要温柔，温柔你懂不懂啊？多少次因为你，少爷我痛失初恋，你咋就不长点记性呢？少爷，你这初恋都10多少回了，我没使劲啊，这小丫头太脆了。刁奴，你还敢顶嘴？回去罚你抄10本春宫图。梅富贵低头一看楚群，哎呀，妹妹呀，你这是有点干瘪。楚群眼角抽了抽，一言难尽地看着这位小白脸儿。哎呦，穷人家的孩子就是造孽。来，哥哥的一点心意，你赶紧收下啊！别客气啊，就当哥哥我给你赔礼道歉了。嘿嘿嘿。
楚群这才正眼打量起此人，只觉此人这脸与这不要脸的骚棒气质很熟悉，脑中浮现出了一张脸。你姓梅？你家先祖不会叫梅人品吧？梅福贵一脸骄傲。家祖正是梅任平。你家先祖不会叫梅人品吧？家祖正是梅任平，他可是咱们中州的盖世天才，1000年来唯一能与丹圣比肩的丹王啊！啥玩意儿？梅人平是丹王？他怎么不知道？他记忆里梅人品那小子一直是丹师中的奇葩，别人当丹师都是富贵齐天，他是能把自己穷的都要去卖屁股那种。原来是丹王后代，牛！老梅，你可以瞑目了。不用担心后代子孙因为贫穷而去卖屁股了，他们比你混得好。哎呦，哪里！梅富贵一撩额上的罪发，只觉这小姑娘顺眼得很呐。妹妹，你也是来参加丹师考核的？妹妹。楚群笑而不语的点头。这小子还真是和他先祖一个德行。梅富贵眼带怀疑。我觉得你不太行啊。为何？因为你看着很穷啊。很好，没想到我也有被姓梅的嘲讽穷的一天。要成为丹师可是很烧钱的，不瞒妹妹你说啊，我梅家的祖训就是没钱不炼丹，不然卖屁股。哎，你是不知道啊，我家祖辈们那为了炼丹差点痛失贞操啊。不是差点儿，但他们毕竟是男人嘛，没了贞操就没了。那像你这种女孩子可不行啊，很危险的。楚群大为震撼地看着他，旁边的武夫捂着脸想离远点儿。梅家先祖的棺材板要盖不住了哟。楚群忍着抽搐的嘴角，拱手诚挚发问：还未请教兄台大名？丹王后代，当朝户部侍郎之子，梅福归是也。楚群恍然，老梅你名目早了，从这一代开始你家估计又要去卖屁股了。唉，梅富贵呀。丹师的考核在丹楼内，负责此番考核的丹师名叫玄清。进门后，梅福贵生怕楚群穷人家孩子没见识，小声提醒：玄清大哥可了不得啊，年纪轻轻就能炼出4品丹药，更是寒天学院的内门学生，王都人称小丹王是也。哎呦，当然了，比起我这种天才，那还是差一点点的。我也觉得富贵兄赶超丹王，吊打丹圣指日可待。梅福贵被夸得小脸通红，简直要把楚群视为知己了呀。嗨，年轻人低调低调。妹妹啊，你会夸你就多夸点啊。玄清除了是丹师外，更是百节如修，岂不会听到楚群和梅富贵的悄悄话，差点没忍住翻白眼儿。好吧，是户部侍郎家那傻儿子，难怪能说出这种猪猪话。旁边脚丫子也够狗腿了，这马屁拍的丧良心啊！肃静！丹楼内瞬间安静，楚群扫了眼，除了自己和富贵兄外，还有7个在参加考核。玄清领着他们到了一幅画像之前。考核之前，依规矩先拜丹圣珊珊。楚群猛地抬起头，画像上的乃是一名老头，大脑袋地包天，满脸褶子，说他丑都侮辱丑这个字儿了。搞了半天，丹圣竟是我自己。可是谁能告诉他为什么画像那么丑啊？不但丑，还变了性了。当初他为了坑钱，化名珊珊，虽从未用真面目见人过，但也不至于被丑化成这样吧。扑通一声没响，将他唤醒，扭头就见富贵兄跪了下去，咚咚咚3个响头，磕得内疚实诚。珊珊祖师爷，求你庇佑徒孙顺利接待呀！每年中元节，徒孙都给你烧了17、18个大美女下去，保你死了舒坦呐。我还特意买的雪花膏烧给您呢，抚平您老脸上的这个褶子，勾的7、80个鬼老太婆都妥妥的呀。祖师爷在侧，你滚！你怎不跪？马上！他跪的也很干脆，尤其是旁边还有好几个跪着的孝子贤孙。楚群拜完自己后，就去了桌子旁，只有梅福贵还在地上虔诚的祷告。梅福贵，回你位置上去。青哥，你别这么凶嘛，我还有好多话没对祖师爷说完呢。你可别说了，再不回去取消你资格。拜再多祖师爷有什么用啊？梅福贵，你这回可别又搞出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出来啊！我们可不想为你祸害的短命。嘿，许飞，你个丑人啊！小爷今天我毒死你信不信？
你个丑人啊！小爷今天我毒死你信不信？你个废物，你骂谁呢？嘿，谁丑我骂谁？我去，你鼻孔缩小点行不行啊？鼻屎都要掉出来了。我炼丹最多有毒，你炼丹是要人命吧？恶都恶心死了。梅福龟那嘴巴碎的能把10个婆姨喷自闭了。楚群实在没忍住，这一笑可把许飞给惹了。哪来的贱民，也配来考丹师？我说梅福龟，你要自甘堕落和牛马为伍，别把我们的门槛也拉低了，行不行啊？就是丹师何等高贵，岂能经贱民之手？哟，这年头什么人都配炼丹了吗？这贱民若能炼出丹药，我许飞把头砍下来给你们当球踢。哼，什么一口一个贱民？你许家往上数几代还在田里挑大粪呢，哪儿来的脸在这废啊？难怪嘴臭，原来是祖上熏陶下来的。贱丫头，你是找死！我又不挑粪，我找什么屎啊？可不敢抢许少爷你的祖传手艺。楚群勾唇，原本他都没注意到这许飞。说起来，好巧不巧，这许飞就是许天赐的弟弟。楚群没找着许天赐，但也不介意找对方弟弟收回点利息。都闹够了没？他出身不高，本也是平民。许飞那一口一个贱民，自然也得罪了玄清。谁再吵嚷就给我滚出去！现在我宣布考核规则。玄清大哥，这炼制出的回灵丹不知归谁所有啊？一般来说归学院。不过，若你能炼制出品相上佳的丹药来，学院愿除开成本，以市价回购丹药。这贱民是穷疯了吗？笑死！他不会真以为自己能炼出丹吧？如果我真的炼出来了，你待如何？你要能炼出来，小爷把头砍下来给大伙助兴。哦，那倒不必，这么丑的头砍就砍了，吓坏了花花草草就不好了。你，若是输了，许少爷就承袭祖业。帮忙把王都城里的夜香都给倒了吧。修行者打赌受天地规则限制，一旦硬赌，若是毁约，日后修行会遭心魔反噬的。许飞自然硬赌。可要是你这贱民输了，就给本少学狗爬遍王都。喂，妹妹啊，你行不行啊？不行怎么办？啊，那你狗爬的时候，哥哥我替你摇旗呐喊。我谢谢你啦。行了。开始考核吧！众人专注于考核中，除了楚群，众目睽睽下，他拿出了打火石。我说老妹儿，你干嘛呢？生火炼丹呀！笑死了！这蠢货是从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来的呀？喂，我叫你姐了，这是炼丹呀，不是烧菜做饭呀。有什么区别啊？罢了，你还是看为兄的本事吧。哎呦，头一回认妹妹，怎是个傻子呢？其他人都在用灵力认真炼丹，只有楚群在煮菜，时不时还用小指头蘸一下药液，尝着咸淡儿。众人已将他看作笑话，草草瞥了几眼之后就不再搭理了。很快，一个接一个的人炼制完毕。中品宜兴回灵丹，勉勉强强吧。玄清过去看了眼，点点头。我说梅福贵，你到底行不行啊？梅福贵冷哼，在他要解开丹炉的瞬间，捂住口鼻。梅福贵不明所以，下意识地捂住了口鼻后，打开了丹炉。这谁家粪坑炸了？咦，梅福贵，你炼丹还是炼屎呢呀？风来！丹楼内荡起清风，吹散了这该死的臭气。众人这才保住了小命。好家伙，我这丹威力惊人啊！众人脸色发菜，你这可不是威力惊人嘛，都能把人给抽死过去。朱红色上品，我炼出了上品回灵丹，我这是个天才啊！拿起丹药凑近一闻，屎味回灵丹，谁敢吃你炼的丹呀？的确是上品，可是真的是太臭了。臭有什么关系啊？管用就行呗。梅福贵可不管那么多，进去捍卫自己的天才身份。玄清神色复杂，楚群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你的丹可炼好了？好了。等丹炉被揭开的那一刹，浓郁的药香瞬间盈满整个丹楼。你的丹可炼好了？好了。不是吧，真叫他把丹药给炼出来了？我不信，怎么可能？青哥，你快让我们看看成丹的样子呀！啊，我可没听说过一性丹药能有异香的。他炼的那丹有多臭，楚群炼的这丹就有多香。赤红色，极品啊！丹生异香，还有丹韵，
这不是4型丹药才有的标志吗？不，这不可能！回灵丹明明只是1型丹药啊，而且丹楼所给的药材只可能炼出1枚，怎么可能炼出3枚？他肯定是作弊。我乃百阶儒师，他若作弊，我岂会发现不了？哈哈哈哈！牛啊，妹妹，你真是太牛了！还好还好，一想到许大少要替整个王都到粪桶，一不小心就超常发挥了一下。梅富贵笑得更大声了，竖起大拇指，够狠够损呐！许飞脸都青了，楚群懒得搭理这孙子。不知这3枚回灵丹，学院可收啊？自然是收的，不过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方才你炼丹的手法，众人也无比好奇，楚群炼丹有啥手法，比后厨大妈煮菜还要来得糙。楚群笑而不语，玄清也知道自己这问题有些冒犯，还未请教姑娘姓名。珊珊。珊珊？玄清倒没想到单胜珊珊那里去。珊珊姑娘，可否稍后，我去请师长过来鉴定一下这3枚丹药，再行定价回收。不用，我还有急事，就按照1型丹药的市价给我就行。这寒天学院要不起，我要得起啊！妹妹，这里头有银票500两，够不够？不够我还……够了。我这3枚回灵丹虽有丹韵，但的的确确还是1型丹药。不过你用500两来买，倒也不亏。告签成功，楚群也不准备久留。珊珊姑娘留步，你此次丹师考核。我不是来考核的，我是来赚钱的。谢了。一屋子的人瞠目结舌呀！别人来考核，你来赚钱，要不要这么秀啊？哦，对了，许大少可别忘了咱们的赌约，今夜王都里的粪桶就拜托许大少了。许飞膝盖仿佛中了一箭，早知道就不赌了。哎，青哥，你别跑呀，我钱都给了，回灵丹可就是我的了。钱我一会儿还给你，这3枚回灵丹必须归书院。凭什么？不行半路抢劫的呀！两人争执间，方才老夫闻到好浓的药香。玄清啊，你今日兴致不错呀，居然舍得动手炼丹。刘老，哎，这丹药是我的，我已经花钱买了的。这位是寒天学院丹道长老，当朝大学士，你老实点。大学士、丹道长老也不能抢我的东西啊！我爹还户部侍郎呢。你就是梅家那丹道奇葩呀！这什么叫这几枚丹是你买的？玄清，你在丹楼里做生意了呀？玄清赶紧摇头，把情况如实说来。我的丹呀！混小子，闭嘴！刘老一喝，梅富贵直接给禁言了。老人家浑身颤抖，面色发红，激动的仿佛吃了什么不可描述的药一般。明明是1型丹药，怎可能有如此浓郁的药力啊？紧跟着丹楼内又出现了奇怪的臭味，好臭啊！谁裤裆窜稀了吗？梅富贵干呕一声，首当其冲的退后5步。玄清虽也被熏得厉害，但却看出了端倪。洗精法髓，玄清，这丹药真不是你炼制的？不是。那不是你炼的，是谁啊？还能是今天来考核的学徒的小后生炼制的不成？的确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姑娘。你说什么？你管能炼出这种极品灵丹的人叫平平无奇？丹圣珊珊的棺材板都要盖不住了，好吗？丹圣珊珊本人道：不但盖不住，我还直接活过来了。楚群走后，丹楼就乱了。梅富贵大骂寒天学院恶霸，强买夺走了他的3枚回灵丹。刘老大骂玄清糊涂，对待这种妖孽就可直接绑了抓回学院呢。玄清灰头土脸的把报名点的人叫过来。大学士，玄清师兄，没有一个叫珊珊的呀。找，就算动用整个寒天学院的力量，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楚群票子到手，第一件事就是去血拼，采购了一尊破丹炉，又买了些药材，原路返回了侯府。贫穷使人精打细算啊！楚群泡在药浴里感慨：哥哥又不干净了，这个姐姐太变态了，她吸我。贫穷使人精打细算啊！这要是手头富裕，区区小伤，还不是1枚丹药就能解决的事。正当他沉心吸收药力的时候，窗外生出响动。楚群抬眸，慵懒的朝窗边一睨，窗户砰的一声打开，探头探脑的想要偷窥的小狐狸猝不及防，愣在当场，大眼睛瞪得溜圆。哟，这不是我的小乖乖吗？碧溪吓得炸成了毛球，望住尾巴高高竖起，转头要溜，带着水珠的玉臂伸出窗户，直接握住他的尾巴。碧溪皮毛又是一炸，难以置信的瞪着他，看向他后方的浴桶，小小的脑袋，大大的问号。怎么那么快？明明刚刚变态姐姐还在洗澡的时候，
楚群把他拎到眼前，笑容摇曳动神。地西被他看得直哆嗦，眼里写满了弱小可怜和无助，把他往榻上一丢。楚群系好秦衣的带子，直接扑了上去，抓住地西的前爪，把他弄成屈辱的大字形。变态姐姐又开始变态了，这次目标不是我的尾巴，而是我纯洁无瑕的小身体了吗？爹爹，救我！楚群笑容逐渐扭曲，猛地将脸扎进他柔软的皮毛里，一顿猛吸。唉，就是这感觉。这皮毛。地西的眼神从屈辱逐渐呆滞，半盏茶后，楚群脸上大写的满足二字，地西呆滞的眼神里透着生无可恋。爹爹，宝宝又不干净了，这个姐姐太变态了，她吸我。楚群笑出了声，自来熟的抓起他的棒槌尾巴，从厚实的皮毛里揪出了一根四品灵草巨幽兰。小乖乖，这是你给姐姐带的礼物吗？地西伸出小短腿，一个劲儿的比划。才不是呢！哼，宝宝才不会给变态带礼物。啊，知道了知道了，既然是你诚心送的，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好了。看他呆滞的模样，楚群拿出炼好的活灵丹，来而不往非礼也。丹药入嘴，地西瞬间眯起了眼，不满的小情绪消失无踪，只有享受之色。倒是个嘴馋的，看样子是真听得懂人话啊。为了你一半古灵花，按说你不会这么快醒来才对啊。地西一惊，睁大眼。啊？哦吼，忘了这个变态姐姐不好骗的说。楚群抓住他的尾巴，断了他的退路，笑容更盛。好歹我也是救了你一命，是不是该解释下你究竟是什么来头啊？狐妖？寻常狐妖应该破不开禁区的结界，更别说我走之后你还从结界里跑出来了，跑出来后还知道我的踪迹，连报恩都送的是4品灵草。综上所述，小乖乖，你的饲主很有钱啊！地西惊恐的瞪大眼，下意识开口：“你胡说，我没有，我爹爹超穷的。”楚群红唇微张，下一刻，小狐狸的脸就垮了。完蛋了，被你知道我会说话了。居然真会讲话，不过你这小狐妖体内怎么没有妖气啊？哼，宝宝生气了。宝宝就不告诉你。楚群觉得这只小傻狐还挺有意思的，不过他脑中浮现出了那抹龙章凤姿的身影，对方身上粘了几根毛毛。你的饲主爹爹该不会是国师吧？地师身子一僵，国师是谁啊？西西不认识。你叫西西？变态姐姐不许叫西西的名字。的确可怜西西的，所以你爹是国师吗？西西生怕暴露，灵机一动，才不是，我饲主爹爹已经死翘翘了。死了？死得棒棒硬的，宝宝是个孤儿，变态姐姐，你不能欺负孤儿。楚群看着这位孤儿，眉目渐渐眯了起来。令尊可真是养了个好大儿啊！我饲主爹爹已经死翘翘了。死了？死得棒棒硬的。令尊可真是养了个好大儿啊！那张清冷却美的脸上，眉头蹙了起来，耳畔响起熟悉的小奶音。我爹爹死了，死得棒棒硬的，宝宝是个孤儿。帝晨揉了揉眉心。帝西，按照乌尔西西的说法，他那饲主爹爹既抠门又冷暴力，重则让他小黑屋，轻则让他饿肚肚。于是老丁开眼收了他爹的狗命。所以咱们相遇那天，你是想去取古灵花救你狗爹的命？西西点头，卖爹卖得毫不犹豫。那这4品灵草哪来的？他坟头上摘的呀。西西实乃大孝子啊！小狐狸的棒槌尾巴左右摇摆，小奶音飞起。那是楚群信了他的话，才有鬼了。这小狐狸来历特别，体质特别，鉴于它身娇体软皮毛厚，楚群不介意陪他玩玩。狐狸多狡诈，你倒是特别单纯。姐姐，你在说什么啊？西西没有听清，楚群又塞了一枚火灵丹到他嘴里。啊，没什么，以后姐姐挖坟养你啊。挖谁的坟啊？你爹的坟呀，好不好？西西，你知道镇妖司是干什么的吗？西西犹豫了一下。中州人都知道呀，镇妖司就是抓坏蛋妖族的地方嘛。哦，
妖族与人族现在的关系很恶劣吗？楚群问着，脑子里也在搜刮原主的回忆。无奈原主过去实在是窝囊，常年闭门不出，对如今的世道了解太少。西西奇怪地看着他，妖族和人族不是世仇吗？1000年前妖族就被镇压到了缥缈海下了呀，现在大陆上的妖族都是些散兵游勇。楚群怔了怔，他死之后竟起了这么大的变故吗？妖族妖皇呢？西西眼神飘忽了一下。传说妖皇死翘翘了，被楚家皇族的10位先祖给灭了。楚群笑出了声。姐姐你笑什么呀？没什么。楚群还是楚一侯那会儿没服过谁，但妖族妖皇却是他唯一认可的对手。至于楚家那10个草包加一起都不够妖皇一条尾巴来抽的。西西忽然神秘兮兮的道，不过呀，我听说妖皇的尾巴还在大陆上，被分别镇压到了不同的地方。你是怎么知道的？宝宝以前偷溜到镇妖司里吃东西，听别人说起的呀。楚群眸色微亮，他被分尸，尸体镇压在禁区，妖皇被斩了虎尾，尾巴也被镇压。那虎尾该不会也在禁区里吧？镇妖司嘛，看样子有很多秘密啊。一日大早，小狐狸西西趴在他肩膀上，好奇的左看右看。临出门前，他在花厅遇见谢俊，挑了一下眉，算是给这渣爹面子了。逆女，你眼中可还有我这个父亲？自取其辱使人上瘾吗？侯爷这是欲罢不能了。方劝你不要再三挑战本侯的忍耐，速速解了你妹妹身上的替身咒。我不解又如何？父为子刚，本侯会让你知道这个家谁说了算。油腻！原主他娘当年一定瞎了眼。侯爷，他是非要置菲菲于死地呀！那犯不出风浪。哼，天罡锁你可交给菲菲了。天罡锁真能保护菲菲？此锁乃空云大师所铸，定没问题。他若是敢对菲菲用咒术，只会反噬到他自己身上。本侯念在父女之情，你给过他机会。天赐已经知晓菲菲受伤的事，等这小贱人到了镇妖司，有他好果子吃。有楚氏血脉又怎样？有的是办法弄死你。姐姐，那是你爹吗？他好讨厌哦，长得还丑，不如死掉。等他死了，咱们大邀宾客广吃席。席好吃吗？世间美味，宝宝想吃。你爹死的时候你没吃过？姐姐，你比我爹狗多了。席好吃吗？你爹死的时候你没吃过？姐姐，你比我爹狗多了。进门左走，丁子院等着。这就是文远侯府那个妖精，这种人凭什么进咱们镇妖司呀？简直晦气！切，谁认识妖精身上有皇族血脉？皇族也是倒大霉了。这种货色进镇妖司能活几天？那些门将说这些话时，可不怕楚群听到，敞开了嗓门，细细的狐狸尾巴棒槌似的摇摆着，大眼睛里满是怒气。这些坏蛋说话比宝宝放的臭屁屁还臭。楚群被逗笑了。那你帮姐姐记住那几人的长相，下次咱们好好还回去。怎么还啊？嘴那么臭，不去吃屎可惜了。他楚群人坏心眼小，他睚眦必报。不是说这妖司最低都得10阶上品才能进吗？这个10阶中品是怎么混进来的呀？走后门，有权有势的话，也不会被分来丁字院啊。算了吧，咱们这群人横竖都是炮灰，多一个少一个也没啥差别。楚群没吭声，走到角落立着，漫不经心地打量起周围的环境。就当众人以为人都到齐的时候，哎呦，这就是以后要与本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姐妹们吗？梅富贵儿，来人一双桃花眼到处放电，不是梅福归是谁呀？这一身珠光宝气的大傻子是谁呀？就见大傻子热忱地握住他们的手。哎，来，初次见面，区薄礼，一定收下。鄙人梅福归，丹王后代，当朝户部侍郎之子。哎呀，这位兄台不要客气嘛，区和田暖玉而已啦，上天香楼吃顿水酒都不够，小意思了。众炮灰此刻的表情，大概就是看着地主家的傻儿子吧。楚群抬手捂住眼，内心感慨：梅家重操祖业去卖屁股，还是迟早的事。还好老梅死得早，不然看到这后代，还不得从棺材里跳出来。梅福归散了一圈财，终于到了楚群跟前。这位小妹妹，楚群小郡主。楚群眸色微动，这富贵居然认识原主的吗？丁字院里骚动了起来。啊，楚群那个妖精啊！这下咱们完了，进丁字院就够倒霉了，这下还要被他给克死。楚群没有理会那些议论。侍郎公子认识我？你忘了呀？去年文远侯生辰宴时咱们见过呀，我还送你一枚玉佩来着。忘了。梅福贵愣了一下，摸着自己的脸。
不应该呀！本少俊美如斯，令无数少女一见倾心，直呼想嫁呀！你居然不认得我了？就离谱了，兄弟！西西在他肩膀上趴着，小脑袋一扭。这个哥哥真是人傻钱多还自恋。旁人对楚群是避之不及，但梅福贵这种极品却似一点也不在意他的妖星名头，还颇有点找到同类的架势了，站在楚群身边喋喋不休，那嘴皮子溜得飞起。小君君，此番有为兄在，你放心，区区丁子院绝对藏不住你我这种卧龙凤雏啊！楚群也算见识到了他的自来熟了，这话痨的德性倒是让他有短暂的失神。他才隐约记得1000年前自己身边也是很热闹的，可为什么他想不起那些伙伴的脸了呢？怎么了？小君君可是发现了我的美貌了？你不说话的样子应该挺美的，堂堂户部侍郎公子，怎么来丁字院了？提起这事儿，梅富贵就恨本少这是被奸人所害啊！刘学士那老不休的，屁的学院长老，抢我丹药，还上折子蹭我爹，说他教子不放。我那黑屁眼的爹愣是大义灭亲，把我塞这里，说要让我尝尝什么世道黑暗，挨一顿世道的毒打。你说他是亲爹吗？亲的不能再亲了，就冲你口无遮拦说你爹是黑屁眼这点，你妥妥的梅家血脉。梅富贵儿还遇卖惨，一股威压如山岳般骤然降临，压在所有人肩头，不少人哇的惨叫，摔倒在地上。梅富贵也一屁股栽了下去。楚群身子摇晃了一下，睨了眼周围，慢慢坐了下去。百界上品午休，哼，一群垃圾！从今天起，老子胡大彪就是丁字院总教头。小垃圾们，准备好送死了吗？胡大彪看着倒地不起的中炮灰们，对自己造成的效果很满意。这窑司里不养废物，面对老子呀，你们一个个的就成软脚虾。真正的妖族现在在你们面前，那还不得吓得尿裤裆啊！想活命的，现在就滚！好不容易见了镇妖司，怎么可能因为这3言2语就退缩呢？很好，既然都不怕死，那就把生死契签了吧。楚群扫了眼内容，直接就签了。梅福贵更是看都懒得看。总教头，我想问，这生死契是每个新人都得签吗？你若是皇室子弟，便可不签。楚群瞬间成了视线焦点。凭什么呀？瞎呀！没看到小群群也签了吗？今天若换成甲字院那几个姓楚的，你可敢问一句凭什么？那人语塞。哼，柿子都捡软的捏，我这软柿子都敢签，怎么你还不敢？原本以为楚群享受特权的其他几人也都闭了嘴。哎呀，9个小垃圾带一个大垃圾，看来本教头可以让人替你们准备棺木了。小君君，这黑蛮子故意针对你啊？他也没说错，在座的都是垃圾。你不是在座的？我现在也是垃圾啊！不会是你啊？分起来自己都骂。胡大彪朝楚群的方向看了眼，以他的修为，自然听得到他们的悄悄话。怎么那么像国师养那只狐狸啊？不过这狐狸只有1条尾巴，应该不是同一只吧？生死契契签，那么从现在起，你们的试炼就开始了。皇都城外桃源山上有妖物作祟，你们10个收拾收拾上路吧。3天之内将此事解决，妖物可就地格杀。若能生擒带回，分数翻倍。这就完了？如此草率，不再给一点信息什么的？若3天过了，仍未解决此事，会如何呀？生死契都签了，你觉得呢？马上就要进山了，大家都是丁字院的，这山内具体有什么妖物也不明了。要不进山前，大家先互相认识一下。我叫徐青，10阶上品午休。天风，10阶上品午休。天宇，10阶上品午休。我叫轩轩，10阶上品如休。我叫孟周，马上就要步入100阶，他们仨是我的表妹，介绍认识就没必要了。生死各安天命，我可没工夫照看你们。梅少爷上山后，若遇到麻烦，倒是可以来找我。可别啊，我关兄台乌云盖顶，怕是命不久矣。我可还是远着点啊，万一血溅我身上，我这袍子可是很贵的。明智之举。孟周脸色唰啦沉了下去，他没敢冲梅福贵发怒，却是盯着楚群。等上了山，我倒要看看你这妖星能活多久。这熟悉的恶意，哼，果然是冲我来的吗？姐姐，刚刚那个人肯定在打坏主意。西西挪了一下小屁股，嘴巴贴近他的耳朵。我闻到他们身上有臭妖妖的气味。姐姐，要不我去跟着他们，看他们准备干什么坏事。好，那宝宝去了呀。姐姐你等我，千万不要去山顶啊。
山顶上有什么吗？西西小鼻子动了动，眼珠滴溜转。宝宝也不知道，直觉告诉宝宝的。这小家伙知道的事还不少，不过既然开口提醒他，那他就大方的不追究了吧。谁让他是有着棒槌尾巴的小朋友呢？楚群朝山顶的方向看去，眸子微眯。梅福龟这时凑了过来。哎，你肩膀上的小狐狸呢？肚子饿了，找吃的去了。不怕走丢啊？他很聪明。梅福龟点了点头，压低声音说：小菊菊，你小心点啊，我估计那个叫孟州的短命鬼要对你下手。哦，你得罪人了吧？哎，今天一进钉子院我就发现了啊，他和他那3个妹妹一直在起哄，刻意让人针对你呢。楚群佯装惊讶，还有这等事啊？啊，你没发现吗？事头凶险，小君君，你要有防人之心啊。怪我涉世不深。哎，没事，有哥罩着你啊，那我可真幸运。嗨，知道就好。大哥，这锁妖葫芦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妖物啊？哼，这里面可是装了一只百阶下品的狼妖。这畜生虽没有人形，但神通却厉害得很，张嘴就能照出100来只恶狼。再加上咱们兄妹4人，收拾下面那群废柴和那妖精绝对够了。刚刚的声音是……姐姐，不好了！坏蛋4兄妹放出了狼妖，要来杀你们！姐姐，不好了！坏蛋4兄妹放出了狼妖，要来杀你们！狼妖？那头狼妖可以吐雾换狼，足足有上百只狼，咱们快跑吧！姐姐不是对手的。那4兄妹可跟来了？他们藏在暗处，想偷袭。偷袭？这手艺我熟啊！哎，醒醒！姐，我再吃会儿啊。楚群脸一黑，再不醒，我就把你丢去喂狼。狼？什么狼？我不是色狼啊！狼马上就来，别废话，安静点，跟我上来。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带你看戏，但愿那几个家伙别犯蠢。楚群手紧贴着树身，桃源山是他曾经的斗场，这漫山遍野的树都与他息息相关。此刻他仍能感觉到与这座山之间灵魂的联系。来了，树活了，真的树妖啊！别乱动，这些树不会伤人的。树妖，果真是树妖！大家小心，砍树！快把这些树都砍了！我来。枯树上骤然燃起烈火。我来，来，烧光这些树妖，劈死这些树妖！他们怎么和树打起来了呀？你不是说树不伤人吗？树不伤人，树不能自卫吗？一群睿智啊，这倒是。哎，这些树也没攻击咱们，不过他们怎么活过来的呀？因为有别的妖物来了。这些树要对付的是那些妖，不过现在嘛，这4个憨憨靠本事拉仇恨呀！蠢人找死啊！死去吧，都用不着再去找麻烦了。这4人自己作大死。怎么会还有狼妖？百阶下品狼妖？那妖精和姓梅的呢？哎，这4兄妹怎么回事啊？自然是杀人喽！百阶下品狼妖加恶狼一群，再加一群树大爷，这徐静这4人就死的帮硬啊！楚群眯眼笑，不扫心道：是啊，好惨！你说咱们要不要帮忙呢？帮什么忙呀？看戏不好吗？梅富贵掏出了一把瓜子儿，往楚群手里塞。嘿，有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之后有小儿，小儿脚下还有坑。两人对视一眼，会心一笑。哎，果然是同道中人呀！西西摇晃着尾巴，小眼神超兴奋的。啊，爹爹说的果然没错，人心啊，脏得很呀！孟州，你居然勾结妖族，你想做什么？哼，要怪就怪楚群的妖精，谁让你们运气不好？放心，等你们死了，我马上也送他下去给你们陪葬，吃了他们。啊，该死，这些树怎么回事啊？孟州交给我，速战速决。螳螂已残，黄雀将死，时候到了。喂，跑这么快，小圈圈，你给我留口汤啊！明明差一点就要赢了，要死了吗？现在的孟州还有谁能战胜？咦，看来我来早了。服狂暴丹者必爆体而亡，短命兄居然还没被撑死啊！这个楚群竟然一直躲着在看戏。楚群，我要杀了你，你最该死！就见孟州朝楚群冲了过去，百阶午休之力一剑劈下去，而他竟然还站在原地不闪不避。他是下死了吗？他们看不到，在孟州一剑砍下来的刹那，血眸出，摄魂夺魄。孟州在对上他血眸的刹那，
灵魂剧烈震荡。与之同时，孟州怎么就死了？死得这么轻描淡写。世阶中品武修，怎么可能杀得了百阶下品的武修？早说了嘛，你是短命相。小群群，哎呀，孟州怎么都死翘翘了呀？哦，徐清，你们还没死呀？好生命硬，本少佩服啊！救我！我不想死。你放心，徐大哥一定不会弃你不顾的。是封妖壶，可以封住那只狼妖。富贵儿，这玩意儿会用吗？啊，封妖壶呀，这不是镇妖司里的东西吗？孟州这短命鬼从哪儿搞来的呀？嘿嘿，哎，放心，有这玩意儿在，这头狼交给我了。梅公子且慢，这只狼妖有百阶修为，轩轩此刻受了重伤，此狼的妖丹或许能救他。长得不咋地，想的还挺美。梅富贵，你是要独吞这只狼妖吗？你说你来这么快干嘛呢？小君君，让孟州砍了他们多省事儿呀！我的错，短命兄死的冤呀！哎，就是，要不咱们联手把他们砍了？也不是不可以。今日我若死了，就是被你害死的，我化成厉鬼也要找你索命。笑死！那孟州敢放出这狼妖，就没有想过留活口。要不是我们家小群群，你们4个早去投胎了。梅公子这话不对吧？要不是我们4人拼着重伤杀了孟家3姐妹，困住狼妖，还把孟州击成重伤，楚群能杀得了他？你2人躲在暗处，而黄雀在后，非但不帮忙，还抢了我们的战利品，是不是太无耻了些？梅富贵气笑了，还欲再骂，楚群摁住了他，轻蔑地看着许清4人。帮你们？凭什么？凭你脸大？若没他控制枯木林，这4个家伙早死了。笑话，这4个家伙还是死了更死。该死，这些树妖怎么又活了？为什么只攻击我们？那耀星和梅富贵怎么没事？先离开桃源山再说。薛大哥，雪妹子，是楚群不肯救你，你别怪哥哥呀。梅富贵虽不同情轩轩，但也被徐清的无耻给嗅到了。很快他发现，原本对自己没有攻击行为的枯树林，我去，小君君，这些树不对劲儿啊！他们怎么开始乱抽人了呀？我靠！哎，打脸不打定啊！树兄，你过分了呀！你速速下山！不行，我怎么能丢下你去呢？快滚！楚群一脚将他踹开，黑暗渐浓，梅富贵压根看不到楚群身在何处，周围的枯树一个劲儿地抽打他的腚。你只管下山，千万别出手伤树。梅富贵正要出手呢，闻言一顿，又被枯树抓来了个猴子偷桃。再不走，怕是要绝后了。群妹，为兄先走一步，这可不是不讲义气啊，你千万小心啊！在黑暗完全降临的那一刻，楚群出手打昏了他。你说，若是楚一侯的怨气还在，你要第一个拍散了他。那你有没有听说过，楚一侯最不喜欢别人在他的地盘上大放厥词？你到底是谁？抱歉，我这个人小气又记仇，横竖你受了重伤都是要死的。既然死后要化作厉鬼来找我索命，我怎么能不成全你呢？还有3个麻烦，要不也杀了？无着。咦？别伤他。是你在呼唤我吗？你是木木？桃源木林，恭候我主归来。主人，木木终于等到你了。楚群想起来了，1000年前他亲手刨土施肥，栽种下了这棵桃源木，他一起长大，在他成年那日生出树灵。为什么我会忘记你？不止你，我还忘记了谁？主人不要着急，主人没有忘记我们，是我们自己抹去了在这世界上的痕迹罢了。什么意思？1000年前主人身死，楚家人将你五马分尸，想要粉碎你的神魂，可我们不甘，哥哥姐姐们献祭了自身，换来了一线生机。不是你故意忘记我们，而是我们不能被记起，这是我们与天道规则交换的条件，以真心献祭换你归来。我的神魂得以醒来，是他们牺牲自己换来的。主人不要难过，如果大家知道你哭了的话，醒来后肯定会骂木木的。这老天他就是故意的。是啊，超不要脸的。他还说主人一定会忘记我们，醒来后一心报仇，绝对不会来找我们的。他要我咪咪。树还有咪咪？木木，怎么了？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是拐杖啊？
你觉得这配我吗？昨夜木木豪气干云地说要化为他手中之刃，然后楚群就得到了拐杖一根，就离谱嘛。这可是树灵界最高端的审美。主子，你看着这拐杖又长又直，雕花又美又真，你要相信木木呀。是我年轻了，忘记你已经是根成熟的木头了。儿大不由娘啊。那是哦。我的错，居然和一根死宅树讨论审美这东西。楚群加快脚步，在半山腰的位置找到了西西。小家伙睡的那是四仰八叉，小肚皮挺得溜圆。这只小狐狸是主人的新宠吗？目前还不算，准备把它策反。这尾巴这皮毛不过尔啊，等我能变回人形，我一定抓7、8个毛光水滑的美男妖回来给主人洗脚。楚群目露神往，我等着，美不美无所谓，重要的是皮毛啊。怎么白天了？啊，会说话呀，不是普通狐狸，是妖族啊。楚群在脑海里回了一声木木的声音只有他能听到，倒不怕露馅。昨天你睡着了？我怎么记得是姐姐你把我打晕的？是吗？一定是你记错了。西西哼唧唧在他肩膀上闻来闻去的。姐姐，你身上好香啊，你是不是背着宝宝吃好吃的了？香吗？一大股果香味，甜滋滋的。西西说着还吞了口唾沫。你好好吃的样子啊！西西嗅着嗅着就看到他手里的拐杖。这根木头更香，让宝宝啃一口好不好？哎，主人快阻止他！是胡太太在给我挠痒吗？特意咬我咪咪。楚群拦下了小奶壶黄暴的吸木行为，他有点慌，在脑海里问道：树还有咪咪？树当然有了，主人你不能种族歧视啊！我都成熟了，可以结果子了。主君，桃源山出事了，桃源木的气息从天地间消失了。还有一事，小主子也去了桃源山。丁子苑的试炼不该在桃源山，有人用了手段改了丁子苑的试炼地，卑职疏忽，定会将此人查出来。主君可要卑职去把小主子接回来？桃源山那个地方毕竟有些特别。不用，桃源木不会主动伤人。那桃源木气息消失的事儿要查吗？怎那么凑巧？那位郡主一去，桃源木就出事了。不用查。主君，那位郡主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帝西很喜欢他。这算什么理由啊？他进过禁区，古灵花在他手里。这怎么可能？那地方不是只有拿着楚家的血印才能进的吗？上次禁区的封印松动过。原来如此，看来这位郡主身上有不少秘密啊！难怪主君你纵容小主子待在他身边，小主子这么聪明，定能替咱们把这秘密挖出来。没必要。什么没必要？他开心就好。所以主君你只是单纯放小主子出去交朋友？帝臣没回答，贺青估摸着自己猜对了，这是不是太儿戏了？下一刻，幻灵密文顷刻化为流光点点，朝桃源山的方向扩散而去。主君动用幻灵术是要掩盖桃源木的事，也对。楚家的奸心阁一直有留意桃源山，要不是他们上不去山顶，早就把桃源木上最后那朵花给摘了。如果让他们知道桃源木已经没了，肯定要折腾不休，没准还要查到小主子身上。贺青自认为自己猜中了帝臣所想，帝臣没理会他那些碎碎念。镇妖司的事你看着些，这段时间本君不便露面。反噬之期又到了吗？退下吧。贺青颔首退下，出了院子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每隔3月主君就要经历一次反噬之苦，修为大跌，还要变成，如果能进入禁区就好了，再不然有古灵花也成啊，至少能少受点反噬之痛。小主子可别只顾交朋友就忘了你爹呀。树还有咪咪？树当然有吧。在哪儿？主人，你怎么能问男孩子那东西在哪儿呢？这么重要的东西肯定是要藏起来的呀。千万藏好啊，放出来立刻没收。木木惊恐了。重生归来的主人太可怕了，昨晚还叫人家小木木，现在就要没收人家的东西了。媚儿啊，曲媚儿啊，你可算出来了。不是让你下山吗？我也想啊，你是不知道啊，昨晚那些树啊何其变态，我差点痛失贞操啊。嘿，这厮不愧是没人品的子孙，一样的不要脸。楚群看着梅富贵那张脸恍惚了一下，梅任平当年该不会也献祭了吧？木木闷闷地嗯了声。
梅富贵感觉楚群看自己的眼神变得慈眉善目，颇有点自家老娘看自己时的那种慈悲。小君君，你为何如此看我呀？忽然发现富贵兄乃是人中龙凤啊！梅富贵双目发光。群妹慧眼识珠，上一个这么夸我的还是我认下的另一个好妹妹呢。果然天底下还是聪慧的女子多呀。你另一个好妹妹不会倒霉催的又是我吧？唉，就是不知我那珊珊妹子现在在何处。许巍那孙子挑粪时不小心栽进了粪坑里，可惜他没看到啊。楚群也觉得有点可惜，晚上恰好西西来了，都没去看那许飞挑粪。两人闲话间下了山，楚群脚下一顿，抬头朝山顶看去。是坏灵术，有人用坏灵术掩盖了我消失的气息。主人，是谁在帮忙呀？楚群也疑惑，他在王都里仇人一大堆，要说朋友还真没有，或许身边的梅富贵算一个吧，但这二世祖肯定没这能耐，还会有谁呢？楚群瞥了眼肩膀上的小狐狸，西西一直眼巴巴地盯着他手里的拐杖，哈喇子都要流下来了。难不成是？不可能吧？楚群觉得自己有机会，还是得试探下那位国师。半个时辰之后，啊，是徐青，这三个居然也活着下山了呀！总教头，那都百劫狼妖就在他俩身上，轩辕就是被他们给害死的，还有孟周，都是楚群杀的。我们是来除妖的，却差点被他俩给害死。这种人留在镇妖司，迟早要害死所有人。嘿，你个臭不要脸的垃圾啊！这么会瞎编，你不去唱戏真是屈才了。都给老子闭嘴！楚群鼻子动了动，嗅到了他身上淡淡的血气。胡大彪这会儿也是憋了一肚子鬼火，丁子苑失恋被人捣了鬼，一大早就在星堂挨了50鞭。你杀了孟周？是。以你的修为，如何杀得了他？大概我比较聪明。那说来听听。孟周四兄妹想杀我，没找着我，找着了徐青四人，于是他们干了一架。他们干架时，你在干嘛？嗑瓜子儿啊。徐青三人先前显然没说实话，不过楚群是怎么做的，如此气定神闲的呀？我也是偶然发现，那狼妖出现后，山上的枯木就活过来了。一开始我也害怕，后面发现这些枯木结网，倒像是在保护我们，所以我和富贵儿就爬到树上按兵不动，然后就看了一场好戏。徐青几人脸色变了，楚群的声音含着讥诮：原本那个叫轩轩的也不用死，可有人一声令下放火烧树。镇妖使看他三人已不是在看傻子了，完全是在看憨批。就算如此，我们遇害还不是被你牵连？那孟周想杀的是你。是啊，所以他死了。试炼嘛，生死契都签了，死在人手里和死在妖手里有什么区别？总教头，你觉得呢？胡大彪也咧嘴笑了起来。这三个蠢瓜蛋子是把镇妖司当自己家了吗？受委屈了哭着回家找爹呀！老子才没这种儿子。蠢归蠢，不过你们撇下的轩轩屁滚尿流逃命的样子可漂亮极了。桃园身上发生了什么，胡大彪大致也了解清楚了。楚群给了梅富贵一个眼色后，后者把风妖狐交了出来。这次失联作废，你们5人运气不错。要去给你爹上坟吗？头七，宝宝去烧点纸。那是得去。你等我一下，总教头修为高深，但一直流血不止的话，还是容易伤了根基的。哼，想收买老子，老子也不白拿你这丹药。楚群郡主是吧？想要你命的人，能耐可不小。下一次，但愿你还有这样的好运气。谢总教头提醒，这丹药若是总教头还有需要，可来找我。哼，普通的回血丹罢了，我还能没有？嘿嘿，要不趁机弄死他们？不用，木木，奴印种上了吗？嘿嘿，主人放心，桃源山的枯木都是我的根茎所化，他们砍伤了枯木，树叶溅进了他们的伤口，除非他们突破成千劫，否则主人想他们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楚群笑眯着眼，虽是3把钝刀，但也不能浪费了。那么该把这3把刀送进谁的脖子里呢？小娟娟，你这是得罪谁了呀？我如此弱小，像是敢得罪人的。也对，没事啊，以后为兄罩着你，明枪易堵，暗箭难防，实在防不住了，为兄定为你量身打造一口好棺木，选个风水宝地，给你烧个7、80个美男，保证你风风光光的。楚群看着他，杀心渐起。默默，你确定梅任平当年也献祭了？没有吧，没有吧？老梅家的血脉到这一代怕是得绝后了，不绝后很难收场了。
进城后与梅福贵分道扬镳，就往文远侯府去了。西西终于能开口说话了，这一路都快憋死了。那些大坏蛋居然欺负姐姐，宝宝一定帮你打死他们。西西这么厉害的吗？不要小看宝宝，宝宝生起气来超凶的。小奶壶碎碎念，他眼咕噜一转，姐姐，宝宝能离开一下下吗？晚点再来找你。楚群睨了他一眼，要去给你爹上坟吗？头七，宝宝去烧点纸。那是得去，你等我一下。楚群点头，拐进了一条巷子。片刻后，他把买好的元宝蜡烛包好，拴在西西的尾巴上。去吧，我的一点心意，愿令尊地下安好。改明我再给他烧7、8个童男童女的。虽然这礼物怪怪的，但毕竟是姐姐的一片心意，爹爹应该会高兴吧。毕竟谁不喜欢礼物呀？目送小狐狸扛着一大包的元宝蜡烛消失在巷子里。主人，相信这小狐狸，他分明是妖族，却没有一点妖气，来历很奇怪。这世间上谁没点秘密啊？我对他爹挺感兴趣的。木木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主子自有打算就对了。爹爹，你最爱的宝宝回来啦！帝晨了声，这冷淡的态度让西西很不满。宝宝有给你带礼物呀，你都不理宝宝。他不开心地摆动着尾巴。帝晨神色终于起了些变化。这些都是姐姐送给你的呀，姐姐真是大好人。爹爹，你喜欢吗？贺晴进门就听到了西西的声音。小主子虽然顽皮，但心里还是念着主君的，是个孝子啊。然后他看到了一桌子的元宝蜡烛。厉害，我的小主子，人间大孝啊！贺晴笑了一声后，可不敢再笑了，赶紧行礼。宝宝忘记给大青青带礼物了。谢小主子，礼物不必了。贺晴憋着笑，他还想多活几年呢。爹爹喜欢这些礼物吗？帝晨眸色波澜不惊，倒也看不出生气，让贺晴把这些元宝蜡烛给收了起来。爹爹，宝宝有事要和你商量。莫要半吃，说吧，想要什么？就知道爹爹疼宝宝。变态姐姐，她被坏人给欺负了，宝宝要替她出气。爹爹是镇妖司的院主，所以爹爹也有责任啊，这是御下不利。好。西西眼睛一亮，还有一件事，能不能把我另外2条尾巴还给宝宝？还有，宝宝想变回人形。不可。小狐狸顿时丧气，没等他再撒娇，帝晨让贺青把他带下去洗澡。爹爹不和宝宝一起，宝宝可以用尾巴帮爹爹搓澡哦。反正宝宝是爹爹肚子里的床床，我就是知道。我的小祖宗，你可别折腾你爹了。才没有呢，明明变态姐姐就很喜欢宝宝的尾巴，爹爹不晓得珍惜。这个小活宝呀，别人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小主子倒好，有了漂亮姐姐忘了爹。宝宝才没有呢。那你可还记得主君的反噬之期快到了？当然记得了，古灵花现在是姐姐的东西，宝宝不能去抢嘛。爹爹说过了，抢夺他人财物的是坏人。谁说让你去抢了？咱们换不行吗？这个主意好，爹爹的宝贝那么多，我全给姐姐送过去。还有这次欺负姐姐的大坏蛋们，大青青，你要狠狠教训他们，看谁以后还敢欺负我姐姐。贺青哭笑不得。教训镇妖司那些不安分的人倒是没什么，原本主君也有此打算，不过宝贝全给是不是太豪横了？是啊，那宝宝一点一点给。小主子真孝顺。那是，贺青都给整无语了。我觉得你怕是想把你爹的宝贝给搬空啊。可是小祖宗，虽然楚群郡主救了你一命，不过你这偏心的也太厉害了吧？哪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爹爹教我的。再说，我觉得他是好人，好人就该有好报，这不是爹爹说过的吗？你编吧，主君怎么可能说这么多话？反正宝宝是爹爹肚子里的床床，我就是知道。贺青见他一副胳膊肘往外拐的样子，好笑又无奈。究竟他有什么力量，能让小主子神魂颠倒的？楚群这个小贱人，我要让他不得好死！为什么天罡锁魂没用？侯爷呢？快去请侯爷回府！菲菲，我苦命的女儿！夫人，不好了！看来我回来早了，再晚个几天，
应该正好能赶上吃席才对啊。楚群，你怎么还没死？你到底对菲菲做了什么？什么替身咒？从一开始就是拿来唬人的。我给他下的自然是替身咒喽。其实我也没想真与侯府闹得不死不休，毕竟这儿才是我的家嘛。王氏听他服软，气势又横起来几分。你知道最好，还不速速给菲菲解咒！区一个记事，你在教我做事？我乃侯府当家主母，你的嫡母。我生母乃是皇室长公主，她谢郡封侯，不代表她就不是赘婿了。至于你，赘婿的记事又算什么？也就文远侯府尊卑不分，才让你们忘了谁是主子。王氏气得胸口阵阵起伏，楚群却懒得与他废话。2日之内将我王母的遗产整理好送来，我自会放了你女儿。若不然，那就鱼死网破好了。哦，对了，转告许天赐，下次要杀我，找点本事大的人来，好歹也是个世家天才，出手别这么小气。王氏脸色惊变，不敢想楚群居然堂而皇之的点破了暗杀之事。这个妖精，本夫人要他死！去把表少爷给我叫过来。丁子渊失联，这么好的机会，楚群怎么就活着回来了？怎么变出朵花来了？主人，你试着控制右手的桃源花灰烬。楚群心念一动，掌心灰烬处有些滚烫，他试着摸了摸花蕊，手指有一种奇怪的酥麻感，像是在被小嘴儿啃咬着。主人，不要戳了，要戳进我喉咙眼里。这一行为属实变态。少年好哑口啊，不愧是我养的好崽。主人没有再调戏小木头，楚群端详着自己的右手。木木，你变出一张嘴，到底想干什么啊？吃东西啊！你现在还要吃东西？当年我养你那会儿，你可不吃东西，喝水管饱。主人给我喂点灵草就好了，也不用太好，4品5品就可以。木木很好养活的。你再说一遍。他揉着眉心，不得不告诉傻木一个事实。木木啊，你家主人现在是个穷人，很穷很穷那种，咱们家真的没余粮了。主人相信木木，现在你养我，等我长大一点，我给你养老啊！信木木有肉吃啊！好好一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不就是养崽崽吗？我身上还有些丹药和一株4品灵草，你先垫垫肚子。主人居然不相信木木的本领，那木木就悄悄的别离，等你修炼完，经验坏你。大将军府，哥，你可算是回来了。怎么那么大味儿啊？二少爷被人算计了，前几天夜里稻叶香不小心栽进了粪坑了。许飞，你脑子坏了吗？稻叶香，让你多嘴。哥，你听我说。你别过来，你就站在原地说。许天赐前几天不在府上，倒是不知道自家弟弟的壮举。许飞添油加醋的把那天在丹楼里的事儿说了出来。就是那个叫珊珊的小贱人害我，还有梅福贵那个王八蛋。珊珊？你是说寒天学院这几日疯狂寻找的那位丹道天才？屁的天才，那贱人就是狗屎运罢了。闭嘴！你眼里见的东西能让大玄氏如此关注，甚至不惜闹到陛下跟前。会是普通人？那个叫珊珊的女子与梅富贵关系如何？屁的关系，他俩也就刚认识。我会让人留意那个叫珊珊的，说是找到了人，你就去给我登门道歉。什么？那个叫珊珊的不可得罪，但梅富贵那混蛋小子，为兄一定帮你好好收拾。大少爷，文远侯夫人遣人过来，请你得空一定上府一趟。续回了表姑母，就说镇妖司中有事儿，我暂且无暇脱身。楚群在屋内闭关了3日，吸收着桃源木灌入体内的勃勃生机。木木，你长大了。对啊，主人，你摊开右手，木木有东西给你。这不是你的半生桃水吗？对啊，不过木木现在太小了，3天只能凝结出1滴。有了它，主人的修炼速度就能快上好多了。楚群大喜，拿起桃源权杖摸了又摸。好木木，好崽崽，我儿成才了呀！快快长大，等你养我。桃源权杖内，我为主人开辟出了一片小天地，日后主人有什么东西就放在权杖内就好了。等木木再长大点儿，就能帮主人更多了。楚群又是一阵夸奖。主人，有人过来了。看样子送钱的人来了。他推门出去，就见院门口站着的是王氏的贴身嬷嬷，此人是王氏的乳母，
一身穿着打扮，说是个贵妇人都不为过。老嬷嬷看到楚群后，目露怨恨，阴阳怪气的道：“老奴奉夫人之命，将长公主遗物和账本送来，郡主收好了。”匣子打开一看，全是些珠钗手镯之类的玩意儿，且品相低劣，值不了几个钱。我王母的遗物只有这些。长公主去世多年，府里开销甚大，这还是夫人仁义，用自己嫁妆贴补了呢。是吗？老奴奉劝郡主见好就收，人心不足蛇吞象，仔细命都没了。老嬷嬷话完，傲慢的带人走了。什么德行，还真当自己是郡主？不过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小杂种，夫人怕他，我可不怕。横竖我贱命一条，处事血脉又怎样？光巧的还怕他穿鞋的？他们欺人太甚。淡定，有些人啊，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把匣子收进桃园墓里，楚群似笑非笑的出了门。他这人呢，还真是受不得气。众人只听到一声尖叫，就见老嬷嬷身体失衡，栽进了荷塘里。一番强制下，人还是没了。这世道可怕呀！好好一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楚群弯腰，从老嬷嬷腰间扯下了一枚玉佩，大大方方的把玩，疑惑的嘶了声：“这玉佩上刻了‘玉净’二字，我记得这不是我母亲的闺名吗？哎呀，这是我母亲的遗物才对啊！”楚群垂眸看着瘫在地上的一干奴仆，所以说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人若不仔细点，小命莫名其妙就没了呢。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郡主饶命，这些都是长公主的遗物，使我们鬼迷心窍了。郡主饶命啊！楚群卷起一地金器首饰，依依然的走了。至于侯府里乱不乱，干他屁事儿呀！侯爷，今日他敢杀妾身的乳母，明日他就敢忤逆弑父啊！杀人偿命，本侯这就处置了他去。侯爷，怕是不妥。李嬷嬷是溺水身亡，更何况什么？李嬷嬷私吞了长公主的遗物，还有夫人身边的婢女小厮都藏死了。什么？侯爷，令尊的坟头在哪儿啊？姐姐，你打听这个干嘛？姐姐挖坟养你啊！这种天打雷劈的事，老让你干多不好啊！侯爷恕罪，郡主他还让带了话，说让夫人仔细算算已故长公主的遗物，还说偌大侯府居然要靠着他王母的遗物吃穿度日，也不怕被人笑话。谢君脸色顿时难看。侯爷，你听妾身解释。解释？长公主的遗物你也敢私吞，还敢伤给你手下的人，你不要命了？是妾身一时糊涂。愚蠢妇人！这么好个机会，能名正言顺地处置了楚群，却被王氏的贪念给毁了。把长公主的遗物整理好，给他送去。王氏不敢置信，先让他解了菲菲身上的咒术再说。只要本侯还在，这侯府就没他楚群说话的份儿。不过暂时把长公主的东西放他那里罢了。楚群看着重新送来的账本与库房钥匙，懒洋洋地哼了声，就让管家退下了。管家可不敢再怠慢，现在府里都盛传，谁与他作对，他动个心思就能要对方小命。小狐狸回来了。天空一声巨响，宝宝闪亮登场。看他那调皮样，不由笑了起来，熟人地抓起了他的大尾巴。给你爹上完坟啦？西西笑声一滞，上完啦。我送你爹爹的元宝蜡烛，他可喜欢？应该喜欢吧。楚群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这只傻狐狸。西西赶紧岔开话题，姐姐，宝宝给你带了好多好东西，你快夸我。西西跳到桌子上，棒槌似的大尾巴抖了两下，噼里啪啦的掉出来好多瓶瓶罐罐，哐当一声，好家伙，还有一把大刀。楚群眉梢跳了跳，没急着看他带回来的是什么，而是好奇的拉起他的尾巴，光摸起了他的俏皮嫩腚。哎呀，姐姐变态，怎么可以看男孩子的屁股啊？我就好奇，你这些东西藏哪儿的？屁股一撅，吧唧掉出了一把大刀的场面，实在太震撼了。这是宝宝的秘密，不告诉你。楚群戳着他的肉屁股，你这屁股还是个百宝袋呀！没再打趣西西。楚群看着他带回来的这些东西，4品丹药就有10来颗，还有5、6株4品灵草，再来那把刀。楚群从上面感受到了极强的妖气，应该是某种妖物的利齿锻造出来的。西西啊，令尊的坟头在哪儿啊？姐姐，你打听这个干嘛？姐姐挖坟养你啊！这种天打雷劈的事，老让你干多不好啊！姐姐没关系，姐姐可以。西西刚想说自己没挖起那坟头，反应过来，她主动奉上自己的棒槌大尾巴，委屈巴巴道：“姐姐，宝宝主动让你抓尾巴，随便抓。
你可不可以答应宝宝一件事啊？说吧。姐姐可不可以把古灵花给我？宝宝不白拿，我用这些宝贝换。这些不够的话，我再去偷。去我爹爹坟头挖。这是何等的大孝子啊！楚群意味深长地看着西西。古灵花是什么？就是咱们刚认识时，姐姐你喂我吃的那个花花呀。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吗？不知道啊，当时我受伤闻着那花挺香，就吃了一朵。他惊呆了，木木啧声，只觉这只小狐狸太好骗了。原来那朵花叫古灵花呀，想来很珍贵吧？难怪我吃了它后能捡回一条命。那朵花最大的功效就是养魂，宝宝真的有急用。姐姐，能不能借给宝宝？西西眼巴巴地盯着他，宝宝真的不白拿。看样子，需要古灵花的那位仁兄对西西一定很重要了。非常非常重要。楚群沉吟，佯装去内室。拿去。谢谢姐姐。古灵花姐姐是给你了，不过西西，你可要念着姐姐对你的好才行哦。楚群点了下他的小鼻头，笑意妩媚。宝贝就免啦，放过你爹的坟头吧。姐姐放心啊，我爹爹超富的，我挖出来的都是最普通的东西，真正的宝贝都有禁制，我挖不出来。楚群眉梢抖了抖，反正放着也是浪费嘛，以后西西养姐姐。你的名字？忍冬。从现在起，你只听命于楚群一人。是，卑职忍冬，只听命于郡主。反正放着也是浪费嘛，以后西西养姐姐。楚群托腮看着他，翘起嘴角。好啊，那西西先把花花送出去，一会儿我就回来。紧跟着，楚群亲眼目睹了他是怎么把古灵花给藏进身体的。那毛茸茸、肉嘟嘟的屁墩儿朝古灵花上一坐，整朵花就消失不见了。大约是这小家伙的神通，能将东西藏进体内。不过这收纳之法嘛，总让人觉得很有味道，且菊花一紧。主任，把古灵花给西西，是准备顺藤摸瓜抓到他身后的人吗？不抓了啊，小狐狸太单纯，上当受骗会哭的。哎，也行。不过他黏着主人，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古灵花吧？那现在古灵花到手了，没准不会再回来了。他也带了礼物，咱们不吃亏，就是可惜了，尾巴还没抓够本啊。我是被发现了吗？不可能啊，我是百阶中品，他一个10阶武修，怎么可能察觉到我的存在呢？啊，人呢？是在找我吗？侍卫转过身的刹那，对上一只森然的血眸，侍卫脑子嗡的一声陷入混乱，被楚群掐着的地方像是被什么给咬了一口般。你的名字？忍冬。楚群的声音带着蛊惑人心的魔力。从现在起，忘记谢俊下的命令，你只听命于楚群一人。是，卑职忍冬，只听命于郡主。很好，乖孩子。沈东眨了眨眼，像是回过神，看到楚群后，郡主，我要出去一趟，你替我掩护，别让其他人靠近院子。谢俊那边日后问起我的消息，你可知该怎么说？郡主放心，人都明白。楚群点了点头，看了眼他脖子上那朵桃花状的印痕，以后别把脖子露出来，遮着点。是。楚群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唇角勾起，摄魂血眸可以让人意识眩晕，再配合木木你的傀儡术，倒是能成功操纵对方为我所用。可惜目前只能操纵百阶境界的。主人很快就能突破百阶了，到时候操纵一个1000阶傀儡也不难的。1000阶境的如修和武修已有了质的变化，可没那么好搞，先别好高骛远了。相比起被动挨打，楚群更喜欢掌握主动权，所以他今夜会很忙。文远侯府里百阶境界的侍卫人数还不少呢。我爹爹呢？反噬之期要到，主君在准备闭关，你怎么又跑过来了？姐姐把古灵花送给我啦！西西兴奋的手舞足蹈，贺青也不敢置信。当真？是啊！西西屁股一撅，一朵花从他屁股里冒了出来。西西晃动屁股，大青青，你愣着干嘛？快把花花拔下来啊！贺青表情一言难尽，仔细检查了一下，没忍住嗅了嗅，还好，没啥怪味。有这朵花在，至少这一次的反噬之期，主君不用再受尸体之苦了。贺青松了口气，西西眼睛眨巴。我就说，姐姐肯定会帮我的嘛，她这么大方，我们是不是也要大方点呀？这我可做不了主。不过我倒是能透露点消息，主君找远地请了旨，下一轮的试炼在妖域里，妖域的地形你熟吧？里面有什么宝贝？贺青冲他眨了眨眼。懂啦懂啦。目送西西离开后，贺青摸着下巴，我这也不算开后门吧？这叫知恩图报。反正试炼只在妖域外围，
应该不会影响楚军的计划。翌日天还未亮，楚军就出门去镇妖司了。侯爷，夫人，不好了，库房空了。什么？两人赶去库房，只看到库房里空空如也，毛都不剩一根。忍冬，侯爷，卑职赶力解释，昨夜郡主真的从未离开过院子。其他侍卫也纷纷跪下。我等也赶力士，昨夜府内真无异常，一整个库房的东西一夜之间全都凭空消失了不成？不是楚军还能是谁？王氏心都在滴血，是他，肯定是他。可关键的是，他哪来的这本事啊？会不会是妖法呀？这楚军郡主邪门的很，没准真有什么特别的法子。我是真没想到那只小狐狸还会回来。木木语气酸溜溜的，他现在有危机感觉。姐姐，说好了呀，今天的试炼你要听宝宝的话。楚群懒洋洋的嗯了两声。昨夜小狐狸回来后，就信誓旦旦的保证镇妖司的这一波试炼要带他开后门躺赢。木木对此表示怀疑，这只肥屁墩小胖狐简直骚媚的很呐，如此会讨好主人，他的地位威仪，尤其这崽子一有机会就偷偷用小奶牙啃他。木木觉得被冒犯了，不能忍，他清清白白的少树身，绝不能糟蹋在一只奶狐狸的爪爪下。小君君，来这里。是梅福龟，楚群瞬间又成了众人焦点。他就是楚群，那个妖星。听说这次所有人取消试炼成绩都是他害的，真是可笑。他算什么东西啊？还害得四皇子和五公主也跟着重考。楚群脚下一顿，朝说话那群人撇去。甲字院和乙字院的这群人前方立着一对少男少女，如众星捧月那般，想来就是四皇子楚明月和五公主楚明珠了。两人本不想理会楚群，奈何楚群就站在原地直勾勾地盯着他们。你盯着本公主干嘛？楚群严肃地盯着五公主，抬起手停顿了片刻后，算了，然后扭头就走。五公主杏眼瞪圆，周围其他人也是一阵的抓心挠肝，好奇心都被勾起来了，结果没了，这感觉太难受了，就像粑粑拉到一半，硬生生被逼着夹断。四哥，他是不是戏弄我？不必理会，他再不济，论辈分也算你我的表姐。这次试炼为重，不要节外生枝。什么表姐？父皇压根记不起有这么一个侄女。你听话家，这次试炼父皇很看重，咱们表现好点，父皇也会更看重我们一点。表现好有什么用？反正父皇最喜欢的还是三哥。我说小君君啊，你刚刚去找五公主是要干嘛呀？梅福龟好奇道，见他一直低头看着手，大拇指和食指还一个劲儿的搓着。你不会还想和他们絮叨下不存在的亲情吧？我就是觉得五公主长得挺好看的，你看她那脸蛋软乎乎的，像不像肉包子？要是能捏一把。众人下意识地看向五公主，这婴儿肥的肉脸，手感似乎真的挺好的呀。四哥，他调戏我。话音刚落，他的脸被捏了下。楚明珠震惊地看着自家四哥。楚明月讪讪地收回手，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动手了。小少年立马露出了严肃之色。楚君此人实在是太无礼了，咱们以后要离得远一点。四哥，你说这话使你心虚不？因为楚群的骚操作，这会儿许多人看他的眼神都奇奇怪怪的，倒是没在阴阳怪气的嘲讽。他连五公主都敢调戏，鬼知道能不要脸到什么程度呀！公主你都敢调戏啊？学妹，你干了我可不敢干的事啊！以后你就是老大了。淡定，这么高调，不像你啊！近距离观察下那群骂我的家伙，免得一会儿打起来坑错人了。梅富贵眉梢起舞，你知道今天重考的内容了不成？不知道啊。那你怎么笃定一会儿就会有机会坑人呢？梅富贵脑子比嘴快，还没把这话问出来。今儿重考可有大动作，镇妖司可是要把所有人都丢妖狱里去，到时候你可得跟着哥哥我，保证不会迷路的。消息很灵通嘛。有钱好使。他俩闲话间，徐青三人也过来了，火药味就冒了出来。徐青冷笑，倒没说什么，与楚群两人拉开了一段距离站着。很快，甲乙丙丁四院的人都到齐了。梅富贵忽然咦了声：“云素表弟，你居然也来了镇妖司啊？来，小君君，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可就是我的新表弟。”云素。不料他还把人拽过来了。被拽过来的少年戴着半张黑铁面具，只露了下半张脸，唇形精致漂亮。楚群一贯不看重人族的美貌，但此刻还是禁不住赞了句：“好美啊！”
笑死了！谁不知道户部侍郎家有个远房穷亲戚死了爹娘，容貌尽毁啊？一个眼瞎，一个貌丑，一个地主家的傻儿子，这三人凑一堆倒是正好。一群嘴巴吃屎的家伙！当然是扒光了他，手感应该也挺好的。这是查我表弟身子呀！一群嘴巴吃屎的家伙，欺负我表弟和小群群，小爷用钱都能砸死你们，信不信啊？一群穷狗，酸什么酸，瞪什么瞪啊！小爷有钱你嫉妒啊？有本事你用钱来砸死我呀！顶子院的人大骂晦气，谁不知道户部侍郎家比国库还有钱呢？表弟，一会儿考试开始你就跟着我们啊，有表哥在，带你躺赢。他本欲离开，不期然对上了一双圆溜溜的狐狸眼。我去，小群群，你养的这啥狐狸啊？他咋盯着我表弟流哈喇子呀？这是查我表弟身子呀！西西赶紧吸回口水，呸呸呸！让你这个傻大款乱说话！小狐狸此时觉得这个面具哥哥身上好香啊，比姐姐手里的那根木头还香，吃起来肯定很……楚群似笑非笑地看了眼西西，目光挪到云素身上。我没意见。喂，表弟。梅富贵催促着，云素避开小狐狸垂涎的注视，冷淡地嗯了声。楚群不免又多看了他一眼，这回看的是云素的头发，就好浓密，好丝滑，手感应该也挺好的。嘿，主人，你变了啊！明明过去的你从来都不缠男人身子的。我不缠呀，但你看他的头发又浓又密，如果可以，你还不如缠他身子呢。楚群过去名声也不太好，原因之一就是恶癖太多。是三皇子，他旁边的是大将军府的天赐少爷。天啊，他可是武道天才。楚明月和楚明珠兄妹却是神色冷淡。不过见过三哥。四弟五妹，今日试炼你们可得加油了，三哥对你们很是期待的。楚明轩笑得温和，又对众多菜鸟新人道：这要司是国之重器，此番考试不论身份不论地位，只看能力，届时会有玄仲将军与镇妖司四部统领一同监考的，诸位要珍惜此次机会，切莫因小失大呀。楚明轩这话明着是鼓励众人，实则却是敲打，让参加考试的选手们不能再借机偏帮楚明月兄妹。三皇子这一手釜底抽薪，果然是高招啊！许天赐那厮是不是又帅了呀？王八蛋，穿白衣这么好看呀，难怪那些贵女都叫他白衣公子。好看吗？很一般呀，画虎不成反类犬。虽说我也觉得这小子装，但咱们还是要承认他的美貌的啊。世间白衣者甚多，比他好看者多如牛毛，更何况还是在镇妖司里穿白衣。说这话，小君君，你是见过比他还好看的吗？国师就不错啊。西西的尾巴根颤了一下。啊，你见过国师啊？见过，白衣嘛，就要穿成国师那样，远看似仙，近看啊，那近看怎么样？当然是扒光了他。啊！云素长睫轻轻一颤，高深莫测的朝楚群看了一眼。本殿倒是险些忘了，皇族里还有这么一位郡主啊。算起年岁，她该是本殿的表妹喽，倒是有趣。殿下说笑了，她岂配得上当殿下的表妹？桃园山上，许天赐动用了40个世阶后期加100阶狼妖，都没能搞死楚群。这楚群看上去也才10阶而已，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参加考试的菜鸡新人们并未察觉到暗流涌动，这时贺青身为一部统领站出来宣讲规则。此次考核地点在妖域外围，杀妖兽后割下兽耳，妖耳数多少决定排名，只有前10才能成为镇妖使。你们手中的玉符可在关键时刻保命，捏碎后能将你们传送出妖域，同时也意味着丧失资格。丁子园这边，胡大彪把玉符发了下去。到楚群这儿时，可别说老子没帮你啊！胡教头怎么突然对你示好了呀？大概是我的人格魅力。我魅力也不差呀。贺青说完规则之后，妖域已开，尔等入画吧。进去后，众人可是会被传送分开的，入口是固定的。楚明月和楚明珠最先进去，咱们现在进去，快赶着去投胎啊！这都抢！这位小郡主反应很迅速嘛。玄仲将军未免太看得起他了。名额只有10个，所有试炼者都签了生死契。甲子院的人本就是修为最高的，如果让他们先进去，剩下3院的新人能活下几个？腰带，小君君，你抓的是我的裤腰带啊！怎么是你们仨？紧跟着进来的不该是甲子院的人吗？妖域里可不讲身份。小包子，你和你哥最好赶紧跑，混战起来了可没人管你们是不是皇子公主。楚群说完，他太无理了，我才不是小包子呢。他说的对，快跑！啊！他们疯了吗？干嘛自相残杀？咱们不是进来杀
名额只有10个，失联的人太多，入口又固定，最好的法子就是从一开始把碍事的都给解决掉。要不是楚群提醒，没准我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可就咱们2个，周哥哥他们还没进来，我们要不要？明珠，你忘记楚明轩说的话了吗？这一次失联，没人会帮我们。就算如此，我们毕竟是皇族，他们再疯也不敢对我们动手才对啊。普通人不可杀皇族，又没说妖兽不能生，都进妖域里了，要掩盖一个人的死法，还怕没办法吗？距离入口100米处，3人猫在草堆里，梅福龟把裤腰带拴紧。那可老死的！要不是小君君你反应快啊，等咱们3个进来，怕是要被人剁成饺子馅了。现在怎么办呀？3步留下干嘛呀？他们杀不了多久，很快会四散开。为什么呀？这哥哥除了钱多，脑子是真不好使，血腥味太重了。楚群觉得鼻子有点痒，下意识想挠一挠，抬手才发现有哪里不对。他右手抓着少年瓷白的手腕，对上云素那双幽潭般的眼眸，他自然的松开手。表弟还挺香的啊！你不是吧？刚调戏完五公主，又调戏我表弟，小君君，你为何不来调戏我呢？我很好调戏的呀。楚群送他白眼儿。其实我是正经人。云素看着他垂下眸，感觉不太信的样子。楚群放弃解释。入口那边的厮杀，等所有人都奔走逃命后，楚群蹦了起来。走！云素慢悠悠的起身，带着几分困惑。他是想离开的，但看脸楚群肩膀上的西西，还是跟了上去。小君君，咱们干嘛呀？还能干嘛？捡漏啊！抓紧时间，妖兽闻着血腥味就要来了。啥？我堂堂户部侍郎之子，丹王后代，超级有钱人2世祖，你让我跟着你一起摸尸体？丙字院的不用看，肯定穷。重点关照甲字院和乙字院。甲乙字院都是有修为有背景的，楚群今天来时就观察过。都是一根根肥嫩的韭菜。对于穷人来说，任何白嫖捡漏的机会都不能错过。这些穷口能有什么好东西啊？梅福龟嘴上嫌弃，动作却实诚得很。只有云素冷冷清清地站在旁边，因队友太无耻，显得他无法融入。这小子居然有乾坤袋！哇，这把匕首不错哎，还有这个。楚群2人对着死去的10几个倒霉蛋上下其手，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若有人看到，定要大骂一声：从未见过如此无耻之人！无耻啊！妖域里发生的一切都呈现在画卷上，贺青是目瞪口呆。另外3部统领，我去，这都行，连尸体都不放过。这位郡主实在是个妙人，别人都去逃命，粗鄙不堪，简直有失皇族脸面。玄仲没吭声，盯着画面上的楚群，只觉越来越有意思了。专心摸尸的楚群忽然抬起头，右眼像是刺破了虚妄。楚群刚刚的确感觉到了一种窥视感，所以直勾勾地盯着梅富贵腰间的保命玉珏看了会儿。走。发了！没想到这些小垃圾们居然还挺有钱的，摸尸体这事儿有瘾啊！你别忘了咱们进来是干嘛的？哪能啊！放心，哥心里有谱。这是我花大价钱搞来的妖域外围地图，详细记录了那些妖兽群在什么地方，咱们避开妖兽群，找那些落单的妖兽，妥妥的安全呀！西西瞄了眼，直吐舌头。傻子哥，还大价钱呢，地图都是假的。楚群看出了西西的鄙夷，意味深长地盯着梅福龟。多大价钱？8两。80两。梅福龟骄傲地断句：黄金。这种大傻子不拿来忽悠死，真是对不起苍生社稷。你家真的很富贵啊？楚群想不明白，明明老梅过去是个穷的要去卖屁股的。我家呀，穷的只剩下钱了。离谱！你这地图确定是真的？必须的呀！看到这下面的印泥没有？这可是云香泥，只有镇妖司的公文玺印才能用这东西。演武场内，梅富贵拿出地图的一幕，所有人都瞧得一清二楚。但他不知道的是，有这份地图的不止他一个。这是怎么回事？这地图是真是假？怎会流出去那么多？图是真的，不过是5年前的老地图。妖域里的布局每年都有变化。玄仲哑然。老梅家小子说他花80两黄金买的，这我不知道呀。那其实被骗了吧？哎呀，这世道人心不古啊！千珏笑眯了眼，像梅福龟这样的傻儿子，他是越看越喜欢。主君不知道这事儿吧？哪能让主君知道？他要晓得了，还不把我丢进刑堂去脱层皮啊！亲哥，你可得替我保守秘密，咱俩2八分账。哪能要你的血汗钱啊？收着，都收着啊！亲哥你最好了。你看亲哥那笑，老三妥妥要遭坑。他不露痕迹的瞄了眼画里匀速的方向。老三，不是哥不帮你，你这回是自个儿舞到绝路上了。
楚群不想再研究梅福贵的智商，将他腰间的保命玉诀一拽，你的也给我如何？云素没太多犹豫，下一刻就见他挖了个坑，直接把3枚玉诀给埋了。哎，小君君，这可是保命的玩意儿，你埋了它干嘛呀？入口处只死了10几个人。这次通关的要求是斩杀妖兽，得到兽耳，凭1人之力又能杀多少？那你的意思是，与其杀了竞争对手，不如让竞争对手为我所用，拿走保命玉诀，既能威胁对方的性命，又能让对方乖乖为自己所用。这东西留着反而麻烦，不如埋了，反正也用不着。也对啊。事实上，楚群只是不想被人监视罢了。梅福贵好糊弄，但云素嘛，楚群总觉得他没表面看着那么简单。那接下来干嘛呀？挖灵草，让那些人先杀一会儿。嘿，没问题，我带路。半盏茶后，不对呀，按说前面应该有一条岔路的呀。1盏茶后，小君君应该走右边。半炷香后，骗子，这地图是假的。别气啦，就当花钱买教训。等我出去后，我定要抓到那地图贩子，把他的屁股打烂。楚群忍着笑，给西西使了个眼神儿。小君君，这里可是妖域，你怎么放他乱跑呀？他是我养的寻宝狐，鼻子灵得很。走吧。楚群扯谎眼睛都不眨，云素依旧慢吞吞的，唇线又抿紧了几分。没过多久，一只小狐狸在灵草堆里到处打滚。啊！白香草、铁有兰、不归菊、听风藤蔓，这么多灵草，还都是3品的呀！这是妖域吗？这简直就是金山好吗？发了，小君君，咱们发了呀！挖他个10斤，我都不姓梅。没志气。楚群把摸尸摸到的乾坤袋丢给了他一个。敢不敢挖个100斤？云素眸色深深的看了他一眼，下一刻，有人往他手里塞了一把镰刀。表弟，一起干坏事啊！你想要多少？可以的话，全带走也不是不行。云素眸色更深了，你想的果然够多。太香了，宝宝控制不住，就要一小口。他张着小嘴巴朝云素的手扑了过去，少年的手轻轻一甩，指尖的泥星精准无误的落进了小狐狸的嘴里。西西龇牙咧嘴，一个劲儿的吐舌头，委屈巴巴的看向云素。下一刻，没人教过你不能乱咬人吗？西西回过神，他刚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像被射住了魂似的。这小家伙又乱咬人了，大概是调皮吧。的确挺调皮的，一开始他还想咬我来着，他的小脾气可不少。你表哥碰他一下都要被嫌弃，在你怀里他倒显得温顺得很。梅福贵对西西那是喜欢的紧，抱着西西就想献上初吻。云素忽然道：你丢掉保命玉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原来表弟早发现啦。不怕被镇妖司记恨？都是强盗，谁也不比谁高贵。再说了，我不说，富贵不说，表弟你不说，谁知道啊？楚群漫不经心地朝他靠近，直勾勾地盯着他。表弟会说吗？唉，你很大胆。富贵险中求嘛。都是强盗吗？他怎么会知道妖域的存在是被人抢来的呀？哎，那个云素有什么特别的吗？它好香啊，香的宝宝控制不住，香的宝宝控制不住想咬它。只有这点？西西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自己觉得云素身上的香气很熟悉。他应该是好人，宝宝很喜欢他。那他肯定哪里有点问题。姐姐，你居然不相信宝宝的判断？我信啊。你不还觉得我也是好人吗？他这种大魔头都是好人，按照西西的判断标准，这位表弟与他应该是同类。西西傻眼，想了想，觉得好像又没毛病。楚群他们3人究竟在干嘛呀？哼，没准早就死了，自作聪明，连保命玉诀都敢丢。许公子对楚群郡主倒是关注，我岂会关注他？将军说笑了。贺青垮着个脸，他大概知道楚群现在在干嘛，可问题是，那位云素该不会也跟着一起去了吧？秦哥，你看上去怎么不高兴啊？难不成这批新人里有你看上的被传送出来了？没有。贺青的悲伤说不出口。我高兴得很呢。四弟和五妹怎么不小心分开了呢？五妹运气不错，她遇到的这几个像是熟人啊。忽然他声音一滞，瞳孔睁大了几分。这是妖域何处？怎会有这么多灵草啊？贺青心里一咯噔，下一刻所有人都看到了，半山坡的灵草都没了，有3道勤勤恳恳宛如老农的身影，闷头收割个不停。这年头大秋风居然敢打劫到镇妖司的头顶来了。那位楚群郡主和梅富贵儿薅羊毛就算了，那云素可是……怎么是你们？哦吼，悄悄薅镇妖司羊毛的事暴露了。楚明珠和身边的男子都是一脸震惊之色。全是3品灵草，妖域里竟然还有宝贝，半山坡都空了，肯定被他们给挖走了。你们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偷镇妖司的灵草！灵草
什么灵草啊？这不就是一朵平平无奇的花吗？对啊，这就是花啊。梅富贵点头，默默地把作案工具藏了起来。这山坡风景极好，可惜就是秃了一半，也不晓得镇妖司的人是怎么管理的。梅富贵，你好歹也是半吊子，但是睁眼说瞎话，你不害臊啊！梅富贵朝楚群靠拢。小圈圈，你咋个搞啊？那周丽可是百街上品，不好干啊！楚群没吭声，不知在想些什么。我劝你们别耍花样，凭你们3人是打不赢周哥哥的。小可爱说的对，你看要不这样，我们3个认输，给你们当打手，杀了的妖兽都归你们，怎么样？你叫谁小可爱？我可是公主殿下，你们3个实力这么差劲，我才不要呢！自己捏碎保命玉诀出去吧。公主殿下真是善良，可惜我们的保命玉诀掉了，出不去了。什么？你们怎么那么笨？保命的东西都能掉？是啊，所以公主殿下，要不然收了我们3个。那好吧，不过你们要听话点才行。不行，姐姐，不对劲，我闻到了奇怪的气味。是那个叫周丽的男人，他身上有引兽香的气息，这气味会把大量的妖兽给引来。楚群心里有谱，你就地坐下，立刻炼丹。炼什么丹呀？哎呀，随便什么丹，你看着练。上一次梅福龟在丹楼里炼的回灵丹，几乎能把人抽晕过去。表弟，剩下的灵草交给你了。还有多少？全部。你们这是干嘛？忽然不想和你们一起了。小可爱，要不你弃暗投明，过来和我们一组怎么样？我疯了还是你疯了？公主殿下，何必与他们撒废话？给他们生路不要，那就杀了吧。不行，怎么可以胡乱杀人？小可爱就是小可爱，这么善良，都舍不得看你白白送死了呢。你个老色女，调戏我还说疯话！哼！小可爱，我要是你的话，就离你身边这个男人远着点儿，他想杀你。你胡说八道，周哥哥岂会害我？不去算了，引兽香能让妖兽兴奋，寻味而来。等他把妖兽都给引来了，不知他到时会不会护你周全。旁人杀不得楚氏皇族，不代表妖兽不能杀呀。周丽脸色骤变，引兽香？你在胡说什么？公主殿下，休听他胡言，他是在离间我们。你这个妖精，该死！引兽香的事，楚群怎会发现呢？现在这情况，绝不能留楚群3人性命。百阶午休杀意全开，周哥哥，让开！就在这时，让开！妖兽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啊？该死，都是这楚群破坏了我的计划。你们3个，谁也别想活着离开妖域。居然是真的，周哥哥居然真的想杀我，还不起来，准备给妖兽当点心吗？如此傻白甜，你真是楚家的后代子孙？果然，好看的都不中用。楚明珠醒过神，妖兽群马上来了，你们还不快跑？跑不掉，也没必要。楚明珠觉得他们3人都疯了，这可是妖兽群呢。是个色女，虽然讨厌，但实打实救了我2次。如果逃跑了，那多不仁义啊！小圈圈，继续练。楚群神色不变，睨了眼他的丹炉，家破规矩。下一刻，丹炉内一股难言的恶臭弥漫开来。楚明珠，用吐刺术。楚明珠惨白着脸，下意识的听从。言出法随，吐刺。可这也只是暂时的，往此地过来的妖兽越来越多。不行，我拦不住他们。换冰刺。演武场外，所有人神色都变了。那个周丽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引来妖兽群谋害五公主。这定是计划好的，他背后定有人支持。一时间，所有人都看向了楚明轩。查这件事，必须彻查到底。楚明轩大怒：考试能否终止？现在妖兽暴动，5皇妹和4皇帝都有危险。只有国师才能关闭妖域，但他现在在闭关。难道就看着我5皇妹她遭遇不测？出了事，国师能负责吗？现在局面虽危险，但5公主身上有保命玉诀，实在不行，他可以捏碎玉诀出来的。听到这话，楚明轩才冷静了一些。这个楚群到底发什么疯？真以为他们能抵挡妖兽群吗？他话音刚落，演武场上响起了惊呼声：木灵结界！楚群怎么可能控制木灵撑开结界？他不是才10阶吗？楚明轩也瞪大了眼，难以置信。妖域里惊变骤生，冲过来的妖兽越来越多。此阶木灵，听吾号令，戒起！难不成？楚明珠只想到一种可能。就在这时，楚群控制着的木灵结界应声而碎。楚明珠，愣着做什么？赵雷！我还不会控雷。你好歹百阶了，你给我说不会赵雷？3阶云动，雷降。清冷的男声骤然响起，3道足有人大腿粗的紫雷从天而降，惨叫声焦糊味四处弥漫。你
你不是百阶下品吗？怎么能招来3道紫雷？百阶竟能招来1道紫雷就算不错了。云素神色冷淡，看向楚群，还需要帮忙吗？不用，继续割你的灵草去。好。云素真就割草去了。离谱！此刻觉得离谱的何止楚明珠，燕无常里的所有人都是一副见了鬼的神情。说好的低调呢？您老随便照雷就算了，照就照吧。可您老为什么还要回去割草啊？为什么呀？疯吗？一个楚群不够，还来一个呀！一个木物，一个天道眷顾者。楚明轩目光闪烁，许天赐眸色却阴沉到了极点。楚群如果真觉醒了血脉，那绝不能再留了。这个叫云素的小子可以啊，要是他能成为镇妖使，真是我要了。贺青意味深长地扫了他眼，我倒是对楚群这小郡主挺感兴趣的，就是不知道他一直让梅福归炼丹是要干嘛。我听说梅家这小子炼丹颇为古怪，常常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成了，终于练成了！一团乌青的瘴气冲炉而出，楚明珠第一个顶不住，干呕了起来。楚明珠，过来！真的是太臭了，4颗都不会这么臭的。照风术都会吧？我们4人合力用风术把气味吹出去。吹到哪儿啊？能吹多远吹多远，这么臭不怕熏不死妖兽。何止熏死妖，也能熏死人吧？那真是可怜呐！4人合力言出法随，所过之地妖兽哀嚎，境界低又负了伤的，这一波直接可臭死了。不太对，玄中将军觉得哪里不对？我记得他不是午休吗？他是午休，可他照出来的木灵结界与刚刚的照风术可都是如修才有的手段啊！将军的意思是他是如武双修？这可能吗？整个中州如武双修的天才就只有国师帝臣一人啊！此事关系重大，玄中将军可敢确定啊？我去，我炼的丹药这么厉害吗？哇，不愧是我啊，天纵奇才！楚明珠震惊于他的无耻。你练的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富贵儿坦诚道，就凭着感觉来的，不过应该是好东西。小爷的丹越臭效果越好。你确定是丹不是毒？省点口水吧，先去割兽耳。一趟功夫下来，4人足足收割了120只兽耳，找了个四下无人、大概安全的山洞。4人看着战利品，楚明珠到现在都回不过神。楚群做主，4人平分兽耳，然后他还拿了一枚乾坤袋丢给楚明珠，里面是灵草。你给本公主灵草干什么？我不要。那不行，你必须要。为什么？你是公主，要起带头作用啊！镇妖司的羊毛是你带头薅的，我们听的都是你的命令。我哪有啊？你这是让我背锅！救了你的命，你背点锅不亏。楚群随口道，伸手捏了捏他的肉包子脸，入手软乎乎的，果然和想象中的手感一样好。好歹是个公主，镇妖司没那么小气，还能让你堂堂公主把区几根3品灵草给吐出来不成？妖域外，镇妖司众人啊，几根？再说妖域试炼，居然有人想趁机杀你，镇妖司这都没察觉，你要追究他们失察之过才行。赔点灵草算什么？似乎好像有点道理啊。那我收下了。自家人啊，客气啥？收下。哎，旁边的云素微不可察的抿了抿唇角。嘿，表姐，小群里厉害吧？学着点儿，以后出门在外，这些都是发家致富的妙招。梅福贵感慨呀，哎，镇妖司真是太大方了啊！这哪是考核呀？本质上是想给我们送钱吧？虽然小爷很富贵，但谁能拒绝白嫖呢？燕无常理，镇妖司众人无语了。谢谢，拳头已经帮硬了。现在应该是晚上了。小圈圈，你怎么知道的呀？月亮和进来时的形状不同，这里说是妖域，但更像是一处空间秘境，灵气充沛，灵草旺盛。你见过外面有血月吗？难怪我这么饿，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啊！你怎么知道这些的？还需要知道，事出反常必有妖，很难猜吗？进来前胡教头送了我一枚辟谷丹，我估摸着这妖域里有点门道，现在看来应该是和外间的食宿不同。看戏的胡教头忽然被点名，一下子成了目光焦点。别大爷的，能不能低调点啊？楚群把玩着嬉戏的尾巴，小狐狸被他抓了一会儿后，就跑云素那边去了。表弟深藏不露啊，百阶下品居然能照出3道紫雷。哎，对，我也想问这事儿来着。表弟，你几时变这么厉害的呀？云素还是那副冷淡模样。郡主也不差。对，小青姐，你好厉害呀！木灵结界都能召唤出来啊！你是墙头草吗？什么墙头草呀？小爷是天才，不信给你尝我的丹药啊！他作势要拿出丹炉，楚明珠赶紧躲远。我说吴公主，你这什么玩意啊？我这丹也就臭点而已。刚才我偷偷尝了口，没有毒，比回灵丹还牛呢。那恢复灵力杠杠的。是吗？
给我来点。不是吧？你真敢吃啊？还不错，臭豆腐味的，效果应该是正常回灵丹的2倍。我也觉得还行。这3个人瞧着，就没一个是正常的。闷葫芦加老色女加20组，偏偏就这样3人愣是把妖域里搅得天翻地覆。他先前炼丹的时候，你让他往里头加那些草药，你也懂炼丹？不懂，练着玩呗。听说富贵之前练出了臭丹，我想着随便搞，能搞死人就最好了。哼，运气还不错。这都行？那你是不是血脉觉醒了？小明珠啊，你的问题为何那么多？楚明珠炸毛，吓我公主殿下。好的，小明珠。山洞内安静了一小会儿，我真没想到只有哥哥会想杀我，可是我4哥的伴读跟我们一起长大的。楚群打了个哈欠，唠这嗑他很难不困。也不知道我4哥现在情况如何。如果没死，大概正在逃命吧。什么？既然连你都要杀，又怎会放过他？唉，我要是周丽的话，肯定是不敢离开妖域的。反正都要死，肯定要拉上个垫背的。搞不死你，搞死楚明月，没准他背后的人瞧见这结果，还能放他家人一马呢。他是孤儿，没有家人，那更绝了。那必须得搞死你们兄妹才行啊。为什么？必须得搞死你们兄妹才行啊！为什么？他想杀我的事，现在没人知道。他捏碎玉珏逃出妖域的话，楚群逆向他腰间那块玉珏，怎么可能没人知道呢？镇妖司试炼，请了玄仲将军来监审，就连三皇子和那个白衣土狗也在。就算其他人看不到，他们仨肯定也知道妖域里的情况。明珠小公主发现滑点，白衣土狗是谁？哎，这许天赐那土狗啊！你看他穿白衣，再看国师穿白衣，你说土不土？楚明珠是见过地尘的，他认真对比了下，那他的确土。那是国师才是真角色，我家群妹儿可是立志要扒了他的衣服的。楚群立刻否认，我不是，我没有啊，别瞎说。你没有？表弟你怎么看？云素沉默了片刻，他有。已经是这种表弟，该死，收获了2头猪队友。楚群佯装失忆，这说话的不可能是我，我都没见过国师，怎么会想扒光他呢？梅富贵拆台，不是你那是谁啊？白衣土狗吧，他老学国师穿白衣，没准是暗恋人家，都是天才。可国师在一日，他算个什么天才呢？不管干什么都被压上一头，久而久之，爱恨交织，不自觉地模仿起对方的言行穿着。土狗之爱国师，爱得深沉啊。反正是恶心人，楚群绝对比天桥底下说书的瞎子能编会造，寥寥几句，国师与土狗之间的爱恨情仇就深深的刻在人脑海里。可他们是2个男人啊！国师喜不喜欢男人我不知道，但土狗嘛，不要因为他是只舔狗就歧视他，舔都舔了，何分男女啊？真爱不讲性别。呸！原来那许天赐进镇妖司打的竟是这个主意，国师他好危险。我觉得三皇子比国师还危险。唉，可不是说。镇妖司内，难不成？难道说？楚明轩看许天赐的眼神都有些不对劲儿了。殿下，我喜欢的是女人，我对国师绝无那种念头呀。楚明轩僵硬地扯了扯嘴角，我对殿下你也绝无那等想法。天上的楚群，天上的梅富贵，我杀这2人，誓不为人。今日起，我许天赐绝不再穿白衣。许天赐气的是目眦欲裂，脱下白色外袍，挥剑怒斩。这时画卷里的楚群，我要是许天赐被人知道了心事，大概这辈子都不会穿白衣了，保不齐还会来个割袍断情，以示决心。楚明轩忽然同情起许天赐了，紧跟着明珠小公主则道：最惨的还是我那3皇兄吧，和许天赐形影不离，据说感情好的都能大被同眠。回想他睡着后，身边的男人对他竟然也不知道许天赐有没有趁他睡着偷偷干什么，毕竟真爱在身边，谁能忍得住？楚明轩的脸瞬间青了。楚明珠，他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本殿何曾与许天赐大被同眠过？楚明轩气的是怒发冲冠，再看许天赐，只感到满腔恶心。小姑娘胡言乱语，三皇子息怒，你与许公子自然是清白的。本来就是。这该死的默契。众人眼神不大对劲儿，气氛微妙的诡异。楚群看楚明珠的眼神越发慈祥，脑补能力很有前途吗？哎呀，糟糕！如果咱们的一言一行外面都能看到听到的话，刚刚那些话是不是都传出去了？这样的吗？楚群恍然大悟，也很后怕的样子。哎呀呀，不过三皇子殿下深明大义，应该不会怪罪吧？毕竟小明珠你也是替他担心嘛。对。至于许公子，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应该也没这么小心眼。是，为了大事虚土天才兄肯定会大气。云素斜眸看着篝火旁一脸虚伪害怕模样的少女。若然国师听到了呢？山洞内安静了一瞬，楚明珠眼里露出了惧色，梅富贵脖子也僵了僵。我要是国师的话，一定杀了许天赐。坏国师名声的不是你吗？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嘛。横竖名声都坏了，杀鸡儆猴，杀一个许天赐可警告天下人，一本万利。国师杀他不亏，稳赚。倒是诸多歪理。许天赐气到几欲吐血，这楚群何等歹毒，居然怂恿国师杀他。以主君的脾气，没准真会杀了他的。杀一个许天赐可警告天下人，不亏，稳赚。倒是诸多歪理。以主君的脾气，没准真会杀了他的。这会儿众人看许天赐的眼神都忍不住同情了。那位楚群郡主是真狠人啊，靠一张嘴就毁了一个天才的名声，顺便还给他立了一个压根打不过的敌人。千阙等4个镇妖司的统领倒是知道许天赐和楚群之间的过节。这位小郡主不但手腕狠，心眼多，胆子也够大的，连咱们主君都敢利用。贺清点头，但打成这样，他也是没想到啊。楚明轩这会儿也没有安抚许天赐的意思了，被人传与身边亲信男人有染，他名声还要不要了？三皇子殿下，许天赐刚开口，楚明轩还没等他说完。许公子，冷静，只是小女孩家的玩笑话，等楚君出来，本殿替你斥责他2句便是了。咱们不是在说我四哥吗？怎么扯到无关紧要的人身上了？你四哥人比你机灵，修为和周丽相当，有什么好担心的？唉，此刻最该坐立不安的应该是三皇子才对。忽然被点名的楚明轩顿时僵硬，他现在是真怕楚群这张嘴了。妖域里你和四皇子出了事的话，他这当皇兄的难辞其咎。不过听说三皇子很聪明，这么聪明的人，此刻应该已让人将此事上禀，或者派下属去严查情况，总不至于还像无事人那样坐着看戏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盼着周丽得手似的。三皇子那么贤明，肯定会护着你和四皇子的。或许吧。楚群这话可是字字诛心呢，偏偏还被他说准了。此事关系重大，本殿亲自去趟刑部，这里就劳烦玄仲将军看顾了。镇妖司这地儿今日是留不得了，再留下他不知还要踩多少坑。3举一算，他这是人在妖域中，却把所有人都玩得死死的呀。他该不会知道许天赐对付他的事儿，三皇子在里面帮衬吧？这位小郡主如果真通过试炼了，我觉得镇妖司以后怕是难有安宁了。风雨欲来啊！楚群不喜欢被监视，所以楚明珠的保命玉诀被他用代为保管的名义给要了过来，然后一不小心弄丢了。没了玉诀，真遇到危险怎么办？捏碎玉诀意味着淘汰，你想淘汰？明珠小公主摇头，那不就对了，反正用不上，不如丢了。等找到你四哥，咱们就分开。虽然对方的脸蛋抓起来很舒服，但区区色相不足以让他心动。妖域森林这么大，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我四哥。楚群没吭声，桃源权杖的根茎深入森林地下，整片森林里的一切动静都在他的执掌中。放心，你四哥一定很安全。主人，那个周丽发现楚明月了，现在他们5个人在一起呢。距离我们还有多远？往西1000多米。楚群按照木木的指示朝西方前进。不对劲，他们5个人的气息消失了。不对，剩下那些人的气息也全部从妖域里消失了。怎么回事？怎么了？前方有什么吗？云素在最末漫不经心地朝天上的血月看了一眼。不，他们没有离开，是妖域，妖域是在被侵蚀。该死，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楚明珠忽然叫了起来：呀，天上的血月怎么起火了？我去，这到底是怎么？黑暗骤然降临，连声音都在这一刻消失不见。楚群瞬间丧失了对身边人的感知。富贵、表弟、小明珠、西西，这妖气属于真正的妖，这片黑暗中藏有大妖。看来妖域这根韭菜比我预料中的还要肥壮。木木的声音也带着兴奋：主任，敞开肚皮吃吧，让我们看看这妖域里到底藏了什么大宝贝呢？吐出来！出家人都该死！吃了楚明月，你也无法离开这处血牢。你想毁约？你擅自行动，提前失约，想冲破妖域，到底是谁想毁约？你若真以为吃了楚明月就能打破封印，那么自便。1个出家人不够，那就2个、3个。哼，我可是闻到了，妖域里不止1个出家人。愚蠢！他垂眸看着小狐狸，脑中浮现出一只狡黠的黑眸。朱雀发狂，应该也不会放过他吧？妖域内所有人深陷黑暗，而镇妖司中画卷上却是一片风平浪静，只有贺清掌心已捏出了汗。就在刚刚，他听到了君主的传音：朱雀发狂，计划有变，
主人，小心点，妖气变了，咱们恐怕进了大妖的妖域中了。他试着招来水灵术，浇灭牢笼上的火焰。看来这只大妖不简单啊，能令水灵退避。他的妖域有点门道，不能引水灭火，那就只能……他拿出石头，精准地弹射到梅福龟的肚子上。小红，你讨厌，让爷再睡会儿啊。走你！不卖屁股，我打死不卖屁股。没家卖屁股这传统，居然流传到了现在啊！小娟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被关火牢子里了？哪个天杀的干的？不知道。楚群耸肩，大致说明了一下情况。大妖？你说咱们是被妖域里的大妖给抓来关着了？或许吧。那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在笼子外头呀？不对，我表弟呢？他不在。主人，那个表弟看来真有问题啊！小狐狸跟着他不会有危险吧？那个小家伙鼻子灵得很，真有危险，没准比我们跑得都快。倒是那个云素，我倒是好奇他到底想干什么啊！这是什么鬼地方？哪来的火牢？四哥，五妹，你还活着？兄妹俩可算团聚了，就发现另一边苏醒过来的周丽赶紧退到远处和梅富贵会合。哥，周丽他要杀我！什么？楚明月面色骤变，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害我五妹！你是我的伴读，这些年我带你不跑，究竟是谁让你害我们的？带我不跑，如果不是给你当伴读，我会处处受人白眼吗？跟着你这么个破落的皇子，有什么好日子？这就是你背主求荣的理由。好，今日我便亲手杀了你这条白眼狼。其他人面面相觑，并不想卷入这场内斗。怎么会这样？我捏碎了保命玉诀，为什么没被送出去？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呀？其他人神色一变，纷纷捏碎玉诀，结果毫无反应。我的法术也不管用了。有午休挥剑想要砍断火牢笼，可手中的长剑刚碰上火焰，就被烧成了铁水。这下好了，你们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值了。徐青三人进入了妖域后就全程苟命，他一眼就看到了火牢外的楚群。这个妖精为什么没被关起来？楚群，是你对不对？你用了什么妖术把我们给关起来了？对，你为什么在外面啊？楚群，你快放我们出去！楚群翻出了一个六亲不认的白眼儿。我去，你们脑子里面是装的是屎吗？他把咱们关起来干嘛呀？他心肠歹毒，什么事干不出来？不是他还能是谁？不是他，四哥，要不是楚群姐姐的话，我早就死了。这个徐青是在妖言惑众。五公主，我看你是被这妖心给迷了心智了吧？四殿下，我这一路可一直跟着你的，你总得相信我的忠心吧？你跟着我是想自己活命，本殿不相信自己妹妹的救命恩人，相信你是个什么道理？哇，可算是有个脑子正常的了。徐青，你何不与我联手，杀了这些楚家人？周丽说这话时，眼底发红，像是魔怔了一般。旁边一直作弊上官的那些人，神智也有些恍惚。杀了楚家人，凭什么他们生来高贵？这家伙怎么回事啊？四哥，他们的眼神好可怕呀！他们被控制了。什么？就在这时，将楚群隔绝在外的火牢忽然消失了一面。杀了他们！这些人都疯了！土刺、风刀，一声声如修的言出法随响起，却没有反应。修的能力被限制，调动不了灵气。富贵儿，带着小明珠到旁边嗑瓜子去。楚明月，先杀午休。咱们只有2人，对面午休就有7个。谁说咱们只有2个人了？原本对他们虎视眈眈的许清3人骤然倒戈。他们仨怎么会？啊！为什么我的身体怎么不听控制了？他能控制徐清3人？该死！快杀了他们！周丽，这么多年究竟在为谁卖命？你这很不像是楚家人啊！拿出你的残忍来呀！楚家人残忍？你不也是楚家人吗？是啊，所以看我哪里像个好人了？明珠，过来！这个楚群太危险了，还是离他远点为好。小君君，牛啊！别笑早了，一会儿我不见得顾得上你，自己机灵点。本座倒是小看你们这几个小东西了，不愧是楚家人的后代，言行举止都透着一股子令人作呕的恶臭。你这小鬼倒是有点意思啊！怎么会是朱雀呢？昔年楚氏开国，曾有4圣兽镇国，镇国圣兽朱雀怎么会被关在妖域里？你竟能认出本座？你这一身鸟骚味儿，认不出你都很难吧？故人重逢的感觉很微妙。他当年被搞死的时候，4圣兽可都是冷眼旁观着的。楚群一时说不上自己是该幸灾乐祸，还是该同病相怜了。你是丫头？朱雀忽然眯起了眼。7年前有个死丫头也爱这样盯着他，经常趁他睡着了过来拔他的毛。后面那个死丫头真成死丫头了。朱雀一个机灵，点燃了沸腾的杀机。只要是楚家人都该死，你们都给我去死！
他手腕一抬，烈火如凤凰振翅，卷向楚群四人。这死雀雀的暴脾气还真是千年不变，啥都不管，先一把火烧了再说。你就不能先和我唠两吊钱吗？一道灵符从天而降，抬头间对上了那双长睫交错下的深眸。站好！臭小子，你坏我好事，休怪我对你不客气。杀了他们对你没好处，我与楚家人不共戴天，你敢阻我，那就与这些家伙一同去死。楚群站在云素身后，眸带异彩，木木更是震惊。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呀？朱雀的凤火他都能挡住，他刚刚居然凌空画符，这是大儒才有的手段吧？朱雀和他居然认识，姚玉的异变难道是因为他？楚群笑容古怪了起来，先把这只死雀雀给干翻了再说。表弟，能画水符吗？帮我搞点水灵出来。你准备做什么？咱们联手把这只死雀雀打来吃，听说朱雀肉吃了美容养颜的很呢。死丫头，想吃本座的肉，你乖乖到本座肚子里来吧。朱雀浑身燃烧起来了，下一刻变回本体，一只欲火燃烧的巨鸟出现在前方。我勒个乖乖，死雀雀，你怎么变成秃毛鸡了？变回本体的朱雀的确威武不凡，奈何它除了脑袋上，浑身的羽毛都被拔光了。烧烤鸡翅膀，我可以。本座非杀你不可。侮辱达到了巅峰，朱雀浑身上下的火焰燃烧到了极致。你刺激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楚群无辜地摸着肚子，他看上去太美味，怪我了。云素没废话，左手起阵纹，右手画水符，双管齐下，这才叫天才。许土狗算个球啊！水符升空，铺天大雨来得好。朱雀瞳孔骤然一缩，云素眼中也闪过异色，诧异地看向楚群。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天归水神，玄武降临。顷刻间浇灭了凤火，朱雀坠空，变回了人形。楚群往嘴里塞了把回灵丹，迅速冲了出去。云素判断出他的意图，两人前后包抄。全是索要脸，臭小子，你准备倒是齐全。云素没有理会他，都不知道是夸你秃毛凤凰不如鸡，还是落水凤凰不如鸡好了。你可侮辱本座！朱雀气得嘴里都要喷火了。要不是本座本就有伤在身，能被你们两个小儿制住？火气这么大做什么？毛都没了，万一把你脑瓜子上仅剩的几根也气秃了怎么办？楚群的嘴，杀鸟的鬼！你为什么会玄武印？我是楚家人，会玄武印有什么奇怪？小丫头片子，你糊弄鸟呢？玄武印那妖术，你绝不可能。人族不能使用妖术，可觉醒了血脉之力的楚氏族人又不受这个约束。我就是在糊弄你这只傻鸟。你竟觉醒了血脉！他横看竖看楚群都不像觉醒了大巫血脉的样子呀。刚刚他用出玄武印时，直接把他给吓到了，他还以为是当年那个死丫头回来了。楚一豪那个死丫头被五马分尸，神魂都给捏碎了，哪还有活着的道理？想到这里，朱雀眼底闪过了一抹复杂之色。表弟，这只雀雀是蒸是炖，你给个准话。他对我有用。看来妖域生变的确是你动的手脚，你真是没富贵的表弟。云素不答，朱雀见状立马攻火。死丫头，你放了我，本座保证绝不杀你。这臭小子来历鬼得很，咱俩联手先搞死他。联手是不可能和你联手的。楚群毫不犹豫地拒绝。你愚蠢！你秃，有毛都丑，秃了辣眼。你愚蠢！你秃，有毛都丑，秃了辣眼。与你合作，我恐要瞎。你个死丫头，这小子妥妥的妖族奸细，他身上那么大的骚味，你闻不到吗？云素眸色幽沉，骤然勒紧了锁妖链。的确有本事，能藏住妖身，连本座都看不出你是个什么妖。可你身上的那股香味藏不住，成年妖族一年总有那么几天不对付，你也到时候了吧？表弟，你发情期到了。四周的温度都像降到了冰点。发情的妖族小子就是不好惹。少女不怕死的声音还在继续。我说你怎么那么香，原来是发情了。哎，你到底是什么妖？发情起来还自带体香，如此好闻。死丫头，你别说了，你那嘴叭叭叭闻个痛快，老子的腰都快被勒折了。臭小子，你勒我做甚呢？你都是抽那个死丫头呀！朱雀太气了，楚群开黄腔，凭什么他代为受过呀？你，别说了。死雀雀，你怎如此难受啊？你发情期也到了？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不是楚家人吗？你不该见妖就杀吗？他是妖族呀。你什么反应啊？你不也是妖？
不知多少年没有听人说过他是妖了。千年前，人族尊称他为圣兽，真够讽刺的。一声奶乎乎的叫唤骤然响起。哇，好大一只秃毛鸡！朱雀膝盖再度中箭，一只毛茸茸的小狐狸一脸好奇地盯着他们。糟糕糟糕，宝宝又说人话了。哪儿来的傻狐狸啊？醒的可真是时候。朱雀被捆得结结实实，以屈辱的姿势趴在楚群脚底下。既是要合作，就要拿出点诚意来，懂了吗，表弟？朱雀给我，我送你一只妖婆。楚群毫不心动。小门小户养不起妖。若是肥肥呢？楚群立刻心动。你手上有肥肥？肥肥这种妖，其模样似猫，有摆尾，虽没什么攻击力，但架不住这种小妖格外受天道偏爱，能给人招来好运，拉粑粑都能从茅坑里捡到金子那种。楚群觉得高老天与自己一直不对盘，很有必要在身边弄只吉祥物。妖域里关押了一只，我能带你去学。我自己去找不是一样？你找不到。好，一只肥肥你就把本座卖了？本座堂堂圣兽朱雀，还不如一只只会给人找乐子的小妖。你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你不如，你秃。鸟兔就没尊严了吗？活该，这死朱雀落别人手里。当年他遇火劫时，主子你送了他凤凰胆，助他历劫。他倒好，楚家人对你下手，他作弊上官，似圣兽。我呸，4个白眼狼还差不多。楚群面上只是笑笑，没啥感觉。比起他那群好亲人们将他五马分尸，这算啥？西西显然有点找不着北。香香哥哥居然是妖族吗？啊，小乖乖，你不知道啊？宝宝不知道呀。姐姐，宝宝没撒谎，宝宝真不知道他是妖族。料你也没看出来。如果看出来了，估摸着你也不会一个劲儿的要去嘬别人的手指头。香香哥哥，你是什么妖精？你坏坏，居然骗我和姐姐！你抓秃毛鸡是要干什么呀？它除了喷火一点用都没有的。香香哥哥，你是不是早知道宝宝会说话呀？香香哥哥，你为什么这么香啊？香香哥哥快烦死了，有这只小狐狸在都不用主人去问，他都问全乎了。是啊，多可爱的小机灵鬼啊！云素疯没疯无人知，朱雀反正快疯了。臭小子，你要杀要剐赶紧的，本尊要被这只小狐狸愁死了。是个狠妖，活生生从灵台中把朱雀的妖丹给挖了，真疼啊！香香哥哥好可怕，怎么可以吃秃毛鸡的妖丹？直接吃了秃毛鸡不好吗？这小狐狸是不是这死妖都生的呀？嘴一个模子的毒。没再管朱雀，楚群去看了眼梅福归三人。昏是昏了，死不了，这就行了。我的肥肥呢？离开妖域后给你，不会赖账。你又不是真的表弟，万一你跑路了，我找谁说理去啊？楚群忽然上前，伸手欲摘他的面具，云素握住他的手腕，楚群右手劈来，云素拆招，两人几息间对上数百招，手臂交错，谁也奈何不得对方。楚群抬眸，险些鼻梁不经意间擦过他的唇，他鬼使神差的来了句：“好香啊！”云素浑身僵硬，下意识要推开他。楚群呵呵笑了起来，顺势而为，将他朝自己的方向一拽，两人身影重叠，看上去亲密无间，说不出的暧昧，只有云素能感觉到。放在自己颈后的细指裹挟着多浓的杀意。表弟这么紧张做什么？莫不是怕我吃了你？表弟这么紧张做什么？莫不是怕我吃了你？活脱脱比女妖精还女妖精，不知道的还以为陷入某种妖族尴尬期的是他呢。你越来越香了呢。楚群笑眯着眼，眼底冰冷如铁，信了他的温柔会死。郡主到底想做什么？回答我2个问题。表弟可是替妖族来找人族复仇的？不是。第2个问题，你认识国师吗？未等他回答，西西就叫了起来：“他怎么可能认识？姐姐，你是馋香香哥哥身子了吗？女人不能这样三心二意。你不是说好了要扒光国师的衣服吗？”西西无比激动，仿佛瞧见了楚群要红杏出墙那般，唯恐楚群不去扒了国师的衣服。姐姐，你相信我，国师比香香哥哥好看100倍，他不穿衣服的样子更好看，谁看谁馋。
表弟，你身上的香味又浓了，听到扒衣服你兴奋了吗？你要是邀请了我，其实我也可以。云素的身体刹那僵硬，面具下他脸色骤变，用尽全力将楚群推开。他身形摇晃了一下，猛地半跪在地，像是有什么闸门被打开了一般。西西最先嗅到，瞬间如吃醉了一般，晕乎乎的追着自己尾巴转圈圈。你这是药？怎么回事？是香味！该死丫头，你玩大发了！香味变了。但这香味的威力巨大，便是他都能感觉到，刚刚自己身上起了一些难以启齿的变化。还好他有木木，桃园神木，清心寡欲，保平安。他到底是哪门子妖啊？哪有妖族发情期散发的气息比叉叉药还刺激的？千年女魔头什么大场面没有见过呀？现在这场面他真没见过。云素，他是叉叉药变成的妖吧？死雀雀，你也是妖，这个场面怎么搞？你拱的火关我屁事啊！撩他做甚呀？妖你都下得去手，你何其变态呀你！我都还没开始好吗？明明是他捂我的嘴，然后就插。楚群很生气，表弟，我怀疑你在碰瓷我。朱雀快疯了！哎呀，你杀了他吧，赶紧下手！再不杀他，老子要憋疯了！那你死去吧，表弟。云素，云素一直低着头，楚群看不到他的神情，看样子是自控不了了。喂，朱雀，打昏他有没有用啊？你是晦气！抬步朝云素走过去，他的手刚伸过去，他看到了一条前所未见的漂亮尾巴，长尾卷住他的腰身。下一刻啊！狐狸！楚群看到了一双惑人心扉的眼，是无边无际的黑夜，此刻弥漫起了大火，要将一切燎尽。仅仅是一双眼，却美得惊心动魄。楚群感受到了他的克制，紧箍着他腰身的兽尾，也没真的伤害他，只是好像不太肯放开他。你这碰瓷碰的属实有点过分。云素紧抿着唇，他从未如此狼狈过。纵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时期，可过去他的自制力从未像这一次这般脆不可击。眼前的少女就像一个怪异矛盾，专门针对他的钉子一般，轻轻松松地击穿了他的防御。诡异到不合逻辑。我帮你。云素呼吸一紧，现身是不可能啊，别的可以试试，或者你叫出来，用声音发泄下，我给你加油打气。朱雀觉得自己大概是疯了，他听到楚群这没心没肺的话，竟还有心思幸灾乐祸。苍天饶过谁呀？这死丫头是魔头转世吧？主人，我觉得为了你的清白着想，你还是别刺激他为好了吧。楚群不懂，他怎么就刺激了？他明明是合理化建议啊！感觉腰间缠着自己的狐尾骤然缩紧，他下意识握紧狐狸尾巴，入手的瞬间，他和云素齐齐一颤，这尾巴竟如此丝滑。云素浑身发烫，从脖子红到了耳根。楚群也发现了他的不对劲儿，难道说摸尾巴管用？云素紧咬住唇，闭眼不看他。半晌，他才艰难开口，清冷的声音染上暗哑，狼狈中带着一种想让人狠狠蹂躏的支离破碎感。我此刻控制不了的，你最好想办法离我远点。看来是真有用。尾巴的话，我倒是可以。他细白的手抚上狐尾，云素整个身体僵成铁板。楚群睨了他一眼，眼神由始至终都很清明。放松。早点解决你的问题，对所有人都好。再晚点，那只死雀雀要给憋死了。还有我家的小狐狸都醉糊涂了。另外3个躺尸的人也不晓得啥情况，被叉叉药给憋死，这种死法就很离谱好吗？楚群都不好意思替他们收尸。云素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楚群的手却慢慢的活动起来了。摸尾巴这件事儿他是专业的，不管是顺毛撸还是逆毛撸，轻重缓急，分寸感拿捏的恰到好处。听到了他压抑着的细碎撩人的闷哼，楚群叹了口气，表弟啊，你不会翻脸不认人吧？我的手付出良多，你要不考虑考虑？表弟啊，你不会翻脸不认人吧？我的手付出良多，你要不考虑考虑？再送我只肥肥。两人不自觉间交颈相对。我会补偿你的。楚群摸尾巴的手一顿，这只妖还怪实诚的。浓香渐弱，变回夹带霜雪的冷意。可以了，是不是太快了点？楚群叹息，他还可以继续的。低头之际，掌心的狐尾已消失不见。冒犯了，抱歉。云素轻声道歉，将他推开，冷淡的模样丝毫看不出前一刻情动时的迷离之色。各取所需，我等你的补偿。哼，倒是半点不吃亏。不过你不用整理一下吗？云素嘴角轻轻抽动，他其实并没有。罢了，横竖也看不出来。他把西西放在肩膀上，看向朱雀。这里是妖域内部。朱雀没吭声，云素嗯了声。其实内部应该不只关了朱雀吧？还有什么大妖？你还想要什么呀？到现在外面都没动静，想来是并未察觉妖域里的变化。楚家那2兄妹，你是何打算？他们不会记住朱雀的存在。楚群眼底藏着狡黠，这都麻烦呀！来都来了，咱们干一票大的。云素知道大胆，听完他的想法后才知，我替姑娘
反正死雀雀都是你的笼中鸟了，那就光明正大的闹一波，搅个天翻地覆，方便咱们浑水摸鱼。谁来背锅呀？好问题啊，反正轮不着咱们。那徐青的背后是许天赐、周丽，鬼知道是谁指使他来杀小明珠兄妹的。别有居心的是他们，关你我什么事啊？要不是他们胡搞乱搞，朱雀哪来的机会挣脱封印呢？唉，平平凡凡如你我，只是两个修为不济的丙字院和丁字院而已啊！大妖打架，凡人遭殃，为了活下去，你我已经拼尽全力了，总不能要求咱俩打赢朱雀吧？不会吧，不会吧？怎么会有这种无理要求呢？云素听着他颠倒黑白的口才，眸色耐人寻味。你是人否？你头上的雀翎想秃否？死丫头，你就做梦吧！把妖域里面所有的大妖都放出来，你想的倒是美。他们身上可都有楚家的镇妖印压着的。哼，镇妖印啊！楚家后人靠镇妖印关押大妖，真够不要脸的啊！那镇妖印可是主人你炼制出来的。淡定淡定，如果真是如此，我还得感谢我这群好大孙呢，这是多心疼老祖宗啊！把宝贝都给囤起来了，等着来收割的嘛。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吗？镇妖印在哪儿？咱们去瞅瞅。哼，你看了又能怎样？云素睨了他一眼，朱雀老妖开始抽痛。走吧。你俩是不是有毛病啊？打开你的领域。朱雀沉着脸，还是把领域给撤了。妖域内层真实的模样暴露在眼前，宛如地狱之境。据传妖域内共有大妖数十，皆在人间作恶，食人无数。听上去表弟更想他们死呢。你不是妖族吗？你觉得妖族都该是非不分？作恶这事儿也不分什么人族妖族。这不是冉宜云吗？这就是传说中食人无数的恶妖。世人眼中妖域里的大妖皆是如此，所以他刚刚那句据传实则是在讽刺楚群勾唇，还挺会阴阳怪气的。一路看来的确有些喜欢嗜血食人的大妖，但更多的却是冉宜鱼只在渊水下千尺生活，食草独居，吃了他的肉可以灵气入体，抵御凶邪，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震天下妖邪，荡世间鬼祟啊！怎么回事啊？他看到镇妖印的山体在颤抖。无主已归，镇妖当醒。咔嚓一声，锁链断裂的声音响起，来自朱雀身上。可怎么就断了呢？你动手了？是镇妖印啊！楚群捂着嘴害怕的大叫。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主人，吸过了。云素看向他，乌瞳更沉了几分。表弟，你看着我做什么？你看这些链子是不是要断了？咱们还不快跑！妖风阵阵中，楚群拉起他的手就往外跑。朱雀，将你领域中的3人丢到外围。探索凭什么听你？云素冷睨了他一眼，朱雀心里陡然一颤，看在妖丹的面子上，接下来怎么办？靠，这内域真要塌了吗？这么大动静，外面肯定知道了呀！臭小子，死丫头，你们快想办法呀！傻鸟，浑水摸鱼你懂不懂？撕开一道口子直接逃啊！好歹镇国圣兽呢，逃跑总没问题吧？跑出去后，记得先放火，把那个穿白衣服一脸狗样的男人给烧了。别想真就一走了之啊！你的妖丹还在我表弟手里呢。臭小子，死丫头，你们跑快点！本座的朱雀火可不长眼啊！楚群没有回头，随着他心念的变化，镇妖印的锁链在不断断裂，好几只大妖被放了出来。表弟，你外头有人策应吧？有。死雀雀没了妖丹，估计打不过那么多人，没帮手不行啊！妖域里关了一只妖君魁牛的后裔，魁牛后裔还能被抓？血统不算纯，但实力接近人族万阶。万阶还能被抓？他是吃了多少人啊？他吃草，被抓是因为听说妖域里管饭。啊，感情还是个自愿的呀。楚群2人跑到了那魁牛后裔所在的地方。镇妖听令，解封。束缚的锁链断了，结果那头牛大妖还在睡觉。此刻内域里天塌地陷，动静之大震耳欲聋。这头牛有毛病，它是魁牛后代，魁猪后代吧？楚群幽怨地看向云素，这头牛是个傻的吧？哎呀，不管了。楚群给这懒牛整郁闷了，桃园权杖对准牛屁股就狠狠戳了进去。主人不要用我！正中靶心。哦耶！牛眼猩红，牛疯了，跑啊！脏了，我脏了！谁抽老子屁眼？这妖域里难道还关了鸡鸡药？趁乱吃妖豆腐吗？连头牛都不放过呀！朱雀火与狂牛践踏披靡间，楚群兴奋的眉梢都在跳舞，双腿卖力的奔跑。云素扫了他一眼，把他往自己的臂弯一拽，报警。妖族的体魄就是好，跑起来的速度也比人族快，看来断体的事情得抓紧安排了。
对于搞事情的爱好者，逃跑是一门必修学科，楚一侯从不挂科。姚玉丽，这都第5天了吧？就是那点人了，怎么磨磨蹭蹭的都去杀妖兽了？贺青听着这些嘀咕，心里乱如麻，只求别出岔子了。忽然，妖域已破，做好侧翼。贺青人麻了，什么玩意儿？啥破了？没等他反应过来，那声音又加了句：“许天赐交给朱雀。”走水了，走水了！何处走水了？归兰院和晋楼走水了。这伙来的蹊跷，速去查探。玄仲将军，此事就拜托你了。嘱咐千阙留下，便带着另外2位统领离开了。这妖寺里起火，偏偏是这时候，会否太巧？总感觉像是有什么事要发生啊！起火了，幽月。不，花里烧起来了。下一刻，铺天盖地的烈火从妖域里冲了出来，紧随烈焰冲出来的还有楚群5人，立马滚到角落。大妖逃出来了，救命！妖域破了，有妖兽跑出来了。这只鸡妖连毛都没有，丑瞎我了！冲出束缚的朱雀刚要发出一声嘹亮凤吟释放一下，就听到鸡妖！朱雀鸟眼猩红，本座是朱雀，堂堂朱雀。说谁是鸡呢？这不是外围的妖兽吧？这只鸡妖的气息不简单，难道真是从内域里跑出来的？又是鸡妖！愤怒值达到了巅峰。下一刻，铺天盖地的朱雀火直奔他而来。这只鸡妖怎么回事？玄仲本是要帮忙制住朱雀，可当那只巨大如有半座小山的牛大妖从妖域里冲出来时，不好，牛妖要冲出镇妖寺了，快带人去追！许天赐什么垃圾？怎么连只鸡妖都对付不了？丑陋鸡妖，看我斩你首级！朱雀鸟眼翻出急着的白眼，一口火唾沫朝他推过去。许天赐目眦欲裂，他闻到了什么烧焦的味道。他下意识抬手一摸，头上空如也，他的头发没了。臭狗，自个玩蛋去吧！本座不放没了，动静闹这么大，再不跑晚点就真跑不了了。角落里，楚群捂着心口，一副柔弱不能自理的样子。在下要露馅了。宫中收到消息，派人来时，一干凶残大妖早就跑得没影了。小爷真是福大命大啊！但望老祖在天有灵，我那7、80个纸人老太婆没白烧啊！须臾后，玄仲面色难看的赶回镇妖司。逃走的那只鸟妖是何来历，暂时不知，但那只牛妖神通非凡，足有万劫境，我拦不住他。镇妖使们正在四处捉妖，情况不乐观。玄仲向楚明轩禀明情况，脸色凝重无比。好好的一场试炼，先是有人趁机谋害皇室，再来内域大妖逃走，只怕是有人算计好了的。玄仲将军，本殿与这件事绝无关系。三哥与此事当真没有关系吗？老四，你这是何意？哼，三哥贤明在外，就不知你手底下人是不是也如此了。没错，那徐青亲口承认是受许天赐的指示。许天赐不是三哥你心之所爱吗？他干的这些好事，你当真不知？楚明轩险些喷出老血。什么叫许天赐是他心之所爱？他和许天赐这个基佬有毛奸情。许天赐，你给本殿滚过来！你敢对我动手？瞎吗？我分明动的是脚。够了，许天赐，你给本殿滚过来！许天赐，殿下，我一直在这里。你是许天赐，你怎么成这样了？抱歉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笑的，除非实在忍不住。楚群，你叫我什么？笑你楚群怎么了？不好，你敢对我动手？瞎吗？我分明动的是脚。够了，你们是不将本殿放在眼中吗？天赐不敢。楚群郡主，许天赐乃我中州未来栋梁，更是大将军府嫡子，你此举是何意啊？三皇子这话说得好，敢问三皇子，你刚刚管我叫什么？本殿自然是叫你你叫我郡主。是啊，我楚群再不济也是长公主之女，有郡主之位。他许天赐算个什么东西？在镇妖司里连个统领都算不上。论其品阶，他当尊我一声郡主大人，谁给他的胆子对我大呼小叫，对楚氏皇族大呼小叫？楚群一顶大帽子扣下去，许天赐变色。殿下，我绝无对楚氏皇族不敬之意。哼，没有，刚刚你对郡主大呼小叫，难道有假？就是怕不是某些人狐假虎威，目中无人惯了吧？梅福贵也掺和了进来。对啊，何止是目中无人啊，都敢买凶杀人了。许天赐，你敢让徐青三人对小徐家下手，你倒是认啊！许天赐脸色骤变，奈何脸太黑，就算变了脸色也看不大出来。殿下，这栽赃陷害！陷害？你是说本殿和五公主也在陷害你吗？云素孤身立在角落，似在说些什么。这许天赐和周丽定是一伙的，帮楚群等于帮自己。
殿下，卑职是清白的，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徐青啊！楚明轩脸色也很难看，心里暗骂许天赐给自己找事儿。此事或许有误会，楚群郡主息怒，眼下最重要的是大妖出逃的事。身为楚氏皇族，凡事当以大局为重。三皇子英明，胆敢对皇族下手，简直泼天狗胆，背后之人实在狡诈，用这个法子转移视线，然后放出大妖。玄仲将军，你说是吧？偏偏这话是他先前说过的，不点头附和都自打嘴巴。此女简直刁钻至极。四皇子五公主加我这郡主举证，还不够查一个大将军之子吗？还是说三皇子觉得同胞血亲的性命还比不过一个外人？一顶又一顶大帽子盖下来，楚明轩眼前都要发黑了。许天赐这个蠢货到底招惹这楚群做什么？这不比踩了一坨屎还痛苦吗？踩了屎还能洗干净，招惹这楚群他就像根搅屎棍，还能把屎星子溅你嘴里，往死了恶心你啊！楚明珠看楚群的目光也称得上是星星眼了。是老色女色归色，但如果能一直这样打楚明轩的脸，那我牺牲一下色相，让他摸摸脸蛋什么的也没什么嘛。气氛正僵持之时，胆敢谋害皇族，这等忤逆犯上之徒，不收押大狱，留着作甚呢？楚家三兄妹齐齐变色。学长见过老师，见过顾大儒。顾真睨了眼许天赐，你可曾参与买凶？哼，大将军倒是疼惜儿子，想来是给了你可抵挡真言术的法器了，却不知你这法器能抵挡住几次啊！顾大儒息怒，哼，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自己去刑部吧。完了，连顾大儒都来了，父皇那边肯定已知晓了。所有人都心神不宁之际，顾大儒笑眯眯地看向楚群的方向。难不成顾大儒是为他而来？下一刻，顾真面朝楚群走去，然后擦肩而过。你就是天道眷顾者，徒弟啊，你是老夫的亲徒弟啊！云素茫然。贺青刚进院，就被眼前这一幕给震惊了。那个围着云素一直打转的老头是谁？顾真，顾大儒。徒弟，你可知老夫盼星星盼月亮，等得胡子都白了。宝贝徒弟，可是害羞了？哎，无妨无妨，来日方长啊！不要被为师的热情吓到了。顾真疯了吗？授徒说到云素跟前去了。要说帝臣在朝中与谁不对付的话，顾真排第一，无人排第二。我不拜师，拜见顾大儒。让开！顾大儒到镇妖司里来收徒，怕是不妥吧？宝宝可以帮忙哦，我记住他的气味了。不急，大儒跟着我是何意？这个顾大儒当真有些本事，他在万界居然掌握了领域之力，帝臣好大权势，还管到老夫身上来了。顾大儒玩笑了，只是这位云公子已说了不拜师，他通过了试炼，便是镇妖使了，自然要受镇妖司的庇护了。庇护？我看是帝臣想与老夫抢人还差不多。这国师的心思，我这当下属的也不明白，顾大儒就别为难我了。哼，那许天赐也是镇妖司中人，国师也要庇护。镇妖司自然不会庇护有罪之人。好，顾真点头，看向许天赐，你还不自去刑部认罪？许天赐身影又摇晃了起来，看了眼楚群，这才离开。如此畏惧，帝臣还在闭关不肯露面，那这关他就一直闭下去好了。顾真说完，拂袖离开。恭喜五位通过试炼，3日后来镇妖司报道吧。3日后见。楚群说完这话就走了，有人比他溜得更快。哼，跑得倒是够快。宝宝可以帮忙哦，我记住他的气味了。不急。楚群目光微闪，走进一条暗巷里。顾大儒跟着我是何意？这个顾大儒当真有些本事，他在万界居然掌握了领域之力。顾真张开了领域，不管说什么做什么，外界都探知不到。你与长公主生的倒是没半分相似。这是哪门子开场？我是你母亲的老师，倒是不曾听说。私下拜师，旁人不得知。所以呢？你当叫我声师祖。我母亲已死。楚群很平静，顾真沉眸看了他许久。我知你心有怨气，这些年你在侯府过得并不好。楚群看着这位老人，对方眼中的悲伤与怜惜不似作假。之前他就觉得奇怪，顾真出现在镇妖司，云素拒绝后，他虽未死缠烂打，但总归有些太好说话了。要说他干了什么，就这一出场便收拾了许天赐，不忘敲打贺青，令镇妖司不得庇护对方。全程顾真都没有看他一眼。你当真觉醒的血脉之力？楚群不答，脸上故意暴露出3分警惕。有警觉性是好的，
老朽顾真知天理事，今日前来对楚群绝无半分加害之心。苍穹并无动静，说明顾真并未说谎。这个老爷爷好凶的说，每次看到爹爹都板着一张脸。过他身上的气味闻着不像坏人。主人，这位老爷子瞧着像是个友军。楚群心里嗯了一声，我的确觉醒了血脉之力。能操控木灵，楚群觉醒了目无血脉之势，怕是实锤了。丫头，你觉醒血脉之势绝不能承认，会招来大祸的。为何？有诅咒在，楚家不可能有人觉醒血脉。诅咒？对，楚一侯的诅咒。大爷，这就离大谱了。神魂苏醒后，他第一件事就是诅咒自己那群好家人们。不过应该不管啥用才对呀，不然楚氏早就断子绝孙了呀。你母亲就是最好的例子。她的死和楚一侯的诅咒有关。有些事你现在不知道为好。不论如何，你绝不能承认自己觉醒了血脉。我在妖域里动手时，有不少人都看见了。此物名为藏幽戒，乃是你母亲的遗物。纵然宫内派人来查验你的情况，也不会被看出破绽。至于你在妖域里的所作所为，老夫会为你找到合理的解释的。宫内会信？会。我这具肉身的秘密怕是还不少啊，谢谢。这些年老夫知你在侯府过得不易，你可愿老夫？若是过问，想必我也活不到现在吧。哼，楚氏皇族吗？你是个聪明孩子。若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捏碎这面令牌，里面有老夫的一缕浩然之气，可挡住万劫强者的一击。谢过顾大儒。你进入镇妖司只有一事，老夫希望你记在心上。顾大儒请说。镇妖司所行之事太过专横，日后你若与妖族交锋，还望你擦亮双眼，明辨善恶。顾大儒觉得妖族也有善良之辈吗？人与妖有何不同啊？好吧，他要承认这个老爷爷还是挺好的。你的眼睛何人所伤？谢菲菲。老夫知道了，那谢君若再刁难你，只管一棒子打去，我顾真的徒孙还轮不到一个赘婿欺辱。谢太师傅。臭脸爷爷还挺会说话的。宝宝决定从今天开始喜欢他了。哦，以前你不喜欢他？不喜欢，他凶巴巴的。这么说，西西过去见过他？完蛋，又被绕进去了。博士是你爹？怎么可能？我爹爹坟草都3尺高了。这么说，西西过去见过他？完蛋，又被绕进去了。小毛球自闭。如今这世道，有顾老爷子这种觉悟的人可不多了，难怪他能修出浩然正气。楚群心里应了声。主人，他提起的诅咒和长公主之死，反正楚一侯死了，什么都往楚一侯的脑袋上丢，蠢没错。嘿，这人臭不要脸的，1000年前这样，1000年后还这样啊！楚群是狮子多了不怕痒，不过都重活一世了，哪有一直替人背黑锅的道理呀？诅咒吗？太师傅，您老人家还有事吗？哎呦，年纪大了，丢三落四的，忘性大。这朵6品雪莲，你替太师傅送给你小师叔吧。小师叔是何人？您老为何自己不去送啊？老夫与他不熟，送了他未必会收。你徒弟，你说和他不熟？他名云素，迟早会成为你小师叔的。太师傅，我对他是势在必得呀。你与他关系不错，如此一来，亲上加亲，再好不过了。关亲上加亲什么事啊？这老爷子绝对哪有点问题。再叫声太师傅听听。顾大儒慢走，顾大儒再见。徒孙为何如此无情啊？表弟，你可算回来了。我并未邀请你。本就是无主之宅，进来还需要邀请吗？他并非真的云素，说此宅无主倒也没错。你有何事？来与你亲上加亲啊！云素除了沉默还是沉默。楚群抬起手细细打量，之前他就是用这只手反复来回摸了某人的虎尾来着，指尖似还有那冷香在缭绕。唉，之前才说要补偿我，转头就忘了。男人呀，无情。哥哥，渣男！渣男看着毫无自知之明的大孝子西西，哼。姐姐，虽然哥哥是渣男，但国师一定不是渣男。这么喜欢国师？国师是你爹？西西晃荡的棒槌尾巴僵了下，云素长睫微颤。怎么可能？我爹爹坟草都3尺高了。
真是笑出强大呀！哎，有朝一日真想见见这只小狐狸的亲爹。谁说不是呢？云素眉心有些刺痛，眸色沉沉。郡主，那么生分干嘛？叫我楚群便是。我渴了，表弟不请我喝杯茶吗？好。香味变淡了呢。这杯茶，谢你。云素将茶推至他桌前，楚群冷不丁的想起他动情时握在自己腰间的手了，倒还挺有力的，手也好看。妖族一向皮相优越，其中狐族更是貌美。表弟何不露出真容让我瞧瞧？容貌丑陋，不堪入眼。我不介意。我不愿。楚群挑眉，倒是拒绝的干脆。当下他也不绕弯子了。真的云素呢？死了，病死。我可没问他怎么死的啊！表弟这是不想误会。云素微蹙了下眉，冷不丁对上了西西那好奇中带着几分鸡贼的小眼神儿。这小家伙，郡主非要如此说话吗？都是狐族，怎你是这么个没情趣的？你爹也是如此？我爹爹那肯定更无趣。哎，说起来你俩都是狐狸，彼此真不认识？不知西西的爹爹叫什么名字啊？没准表弟听说过呢。云素知道他是在试探，论起心眼儿，狐狸未必有他多。注意啊，他又开始瞎编了。我爹爹乡野老狐，秃毛短尾，村口傻鸟，管他叫阿秃。大概就叫阿秃吧。表弟听说过狐族阿秃吗？未曾。这样啊，小傻狐估计是真不认识云素。不过云素嘛，还真是各方面都很狐狸啊。朱雀呢？这么晚才回来，表弟该是找他去了吧？唉，可惜了我这手啊，都酸了。某些狐的补偿居然就只是一杯茶。唉，可惜了我这手啊，都酸了。某些狐的补偿居然就只是一杯茶。姐姐，我觉得比我还不像人耶。噗！这个补偿我不认，你换个实际点的，不然我扭头就出卖你。云素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反问了一个问题：为何帮我？帮你？镇妖夜，你动的手脚？我凭什么动手脚？难道不是你安排好的？楚群觉得他藏得深，他同样觉得楚群不简单。干脆咱们坦诚点，说说你的目的，万一咱俩能合作呢？人族与妖族有合作的可能。之前咱俩合作的不好吗？你的尾巴可是缠着我都不肯松开呢。开始了，主人这该死的嘴啊！当年就是因为这张嘴，惹下了多少妖精啊！一个个上杆子的要杀了他几天呢，休要再提此事。原来提这事儿还是会生气啊！原来生气也会变香，那是不是再生气点儿，一不小心就又动情了？这只狐狸动情时，看着可比现在好拿捏多了。合作未必不可，我入镇妖司是为调查一些事情。哦，俺也一样。你要查何事？表弟准备帮我。楚群笑看着他，算作补偿吧。我胃口大，只这样怕是不够呢。比起你帮我调查，我更馋你身子的尾巴。他成功的又嗅到了那股冷香，没被楚一侯撩过的男妖，不是美男妖。云素注意到自己的情绪竟被他所牵动，心里也生出了几分愕然。是因为这特殊时期所致，还是妖域里的那场亲密接触啊？又或者咱们换一种交易，你带我去见朱雀，再助我深入镇妖司，我帮你解救那些可怜的同族，如何？你帮我？是啊，帮你。楚群笑容透着真诚，如果眼底的真诚能更多点就好了。这次逃出来的凶残大妖虽不少，可镇妖司和镇妖印在一日，就会有源源不断你的同族被抓进去。你在镇妖司里有人，我有权有势又有钱，你我配合，那就是天作之合。楚群的嘴骗狐狸的鬼。主任，天作之合用在这里不合适吧？我不管，我就要用。我是姐姐，你明明很穷的说。傻乖乖，等姐姐挖了你爹的坟，不就富贵了？楚群笑得更和善了，小傻狐吓得魂飞魄散。你这会儿和香香哥哥计划干的坏事，与挖我爹爹的坟也没啥差别啊。如此想来，西西也不怕了。挖吧。西西还要继续说话，嘴里忽然被塞了一样东西，云素到底还是动手了。是糖豆子。还要。你不说话，我便给你。那宝宝不说话了。傻西西叼起糖包就跑一边吃去了。我的呢？没糖了，补偿之一。狐尾果，这可是妖族的疗伤圣品，据说只有上古青丘才有。
表弟比我想象的还要大方呢。楚群也大大方方的收下了，不愧是能让我缠尾巴的男人。天黑之后，我带你去见朱雀。既如此，那天黑后你再叫我。哎，你睡哪间屋啊？云素眉心再度刺痛。你随意吧。这小破宅看上去能睡的也就这一间了。傻西西感觉自己被阴影笼罩，一只修长有力的手麻木不仁地夺走了他的糖包。糖吃多了坏牙。可是你都给宝宝了，就是宝宝的了，不许吃。哥哥你坏！西西被他盯得狐狸毛都要炸开了，一个劲儿地骂他坏蛋，迈开小短腿跑去找楚群求安慰了。到底为何会养出这种傻儿子呀？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啊？屋内安慰着哭唧唧的傻西西，感觉到云素的气息从宅子里消失后，他掀起凤目。主任，与他合作真的靠得住吗？不用他靠得住，本就是各取所需。更何况他在云素身上发现了一点有意思的东西。他对西西这小家伙倒是格外的好脸色。好脸色吗？明明才把傻西西弄哭呀。狐族一贯疼爱小辈，西西不能化形，云素应该年长于他，对他亲近些倒也正常吧。或许吧。但愿朱雀能知道一些其他人的线索。过去那些伙伴残魂碎魄，如今身在何处，要找到实在是困难。如果他都一无所知的话，楚群就必须冒险去探镇妖司的禁楼了。不过云素又想从朱雀身上知道什么呢？你这么坏，我更喜欢了。表弟，你先还是我先？云素又想从朱雀身上知道什么呢？或许与妖皇有关。妖皇？哎，也对啊，听说那只老狐狸也陨落了，还被楚家人斩断了尾巴呢。可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当年楚家那几个草包是怎么赢了主人你的？明明他们加起来都不是你的对手啊！还有妖皇，怎么也会被他们给算计了呢？我忘了，不是嫌丢脸，是真的忘了。但还好，他找到了木木。贺晴此刻很害怕，很想哭。他收到了主君的传音。帝西为何会与他出现在妖域内？被酒醉，悔不该叫小祖宗带楚群去薅羊毛啊！那位郡主就是个魔头啊！你与前雀自取灵罚。贺晴可不敢为自己辩解，默默领罪。那主君还让楚群郡主入镇妖司吗？贺晴心里真是没谱。楚群那句要扒了国师衣服，主君偷偷还记得。哦不，现在整个王都都快传遍了，那等豪言壮语，谁听到不叫他一声勇士啊？随他。为何他从楚君的声音里听出了几分无可奈何呢？大将军府许天赐的院子里，朱雀大马金刀的坐在软榻上，一脸老子不爽，老子想杀人的表情。表弟好阴险，不愧是狐狸。狐狸不阴险，你是个特例罢了。朱雀藏在许天赐的屋子里，这要是被抓了，许头狗又得背锅了吧？不好吗？很好，你这么坏，我更喜欢了。云素没当真，他的嘴就没正经过。你俩够了没啊？大惊骂笑的，乖点啊！楚群笑而不语，云素更加干脆，拿出了他的腰丹。痛！这只死雀雀，真是一如既往的见着棺材也不落泪。表弟，你先还是我先？云素倒未遮掩，看向朱雀。禁区深处的封印如何解？禁区？原来如此，你是冲禁区里那条妖皇之尾来的吧？妖皇的一条尾巴被镇压在禁区里。他神魂苏醒时怎么没发现啊？妖皇死后，你们妖族的日子也不好过吧？小子，你是狐族，妖皇就是你老祖宗，楚家就是你的死对头，咱们目的一致啊！这只鸟废话好多呀，被关太久，关成话痨了吧？表弟，要不你再凌辱凌辱他，让他抓重点。哼，你个死丫头，不愧是楚家人，就是讨厌，信不信本座一口吞了你？我在，聒噪。就是，秃毛鸡鸡太吵了，再不听话，小心我香香哥哥一口吞了你！再骂我姐姐，宝宝打你了呀！报应嘛，形势比鸟强，不低头都不行。妖皇之尾你就别想了，禁区深处的封印是楚家那几个仙人板板设的，就算你能进入深处，也解不开妖皇之尾的封印。为什么？因为能解开那封印的人已经死了，死的不能再死。为什么除了这人，其他人都解不开这封印？这小狐狸，废话怎么比我还多呀？算了，反正本座现在与你们也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都是千年前的事了。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你的废话文学完了没有？我烦了。你仙人板板，你家那11个先祖就是垃圾，不服来战。你要去干那11草包的棺材板，还有这等好事儿？我服，你一定要说到做到啊！不是，
你这死丫头怎么回事啊？本座辱骂的可是你家祖宗啊！你这样盛情邀请我去干你家祖宗的棺材板，真的好吗？确定过眼神，这是个狠人呢。楚一侯，你们都听说过吧？楚家先祖用来封印妖皇之尾的，正是楚一侯的血肉。他的表情忽然有些迷离。凡尘纵有3000月，不及天骄楚一侯。解开此封的，也非楚一侯不可。唉，可惜呀，如此天骄也已身死，他和妖皇生为同亲，死倒是同果了。哎呀，你的语气太恶心，你的表情丑到我，离谱，简直离谱！死雀雀，不打你我就不是楚一侯。的确恶心。听闻1000年前楚一侯死时，四圣兽袖手旁观，如今对他百般推崇啊。朱雀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可惜的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不过1000年前的事儿，你怎么知晓的呀？楚爹好眼光，可引为知己啊。可惜死早了。1000年前的事儿，你怎么知晓的呀？又不是什么秘密，只是人族被蒙在鼓里罢了。以前我家门口的大青鸟就和我说过好多楚一侯的事情，还说他老厉害了，就连我阿秃爹爹也夸过他呢。我阿秃爹爹可是从不夸人的。秃爹好眼光，可引为知己啊。可惜死早了。云素看向了他，欲言又止。表弟觉得楚一侯如何？未见其人，不知全貌。云素本不想回答的，听到楚一侯3字儿从他嘴里说出来，身体莫名有种奇怪的感觉。或是个妙人。我也觉得能被称为女魔头，想来是坏到骨子里吧。姐姐越坏，妹妹我越爱呀。主人又开始了，自己表白自己可还行啊？什么姐姐妹妹，他是你老祖宗，楚家到底怎么养出你这种孝子贤孙的呀？你这么讨厌楚家人，楚家养出我这种大孝子，你不该开心吗？怎么还替仇人着急了？这是啊，我急什么呀？我就该直接奏乐，原地起舞呀！朱雀顿时看楚群顺眼了。问题本座可都答了，反正臭小子你进去了你也解不开封印啊！更何况那禁区下只封印了1尾，妖皇可是被砍断了9条尾巴呢。那剩下的8尾呢？这我哪知道呀？不过我知道，有人知道。哟呵，死雀雀还会玩心眼了。你说的是4圣兽之一的青龙？靠，你居然又知道呀？什么都知道，自己靠啥拿捏这臭小子呀？主人，狐狸表弟真的知道好多呀，咱们拉他合作，看来是拉对了呀。楚群也这么觉得。死了1000年，消息闭塞，有云素这么个百事通在身边的话，哎呦，天作之合。尤其对方的尾巴还那么好摸。你都知道你还来问我？你是想问他，你这么没用还留你命做什么吗？云素唇角若有似无的翘起了几分。本座当然有用了，本座只是现在实力受损，加上妖丹没了而已。青龙那家伙可不同啊，一直被楚家人供奉着，要对付他，凭你们可不行，待我恢复实力。秃毛鸡鸡也是4圣兽，为什么臭长虫被供奉，你却被关起来呀？你这管谁叫鸡啊？哦，我知道了，肯定是报应，对不对？朱雀心窝子又被扎了刀。你要问之事，需要我回避吗？不用多此一举，我想问的是，正好也和楚一侯有关。你要问什么？楚一侯的诅咒是怎么回事啊？什么诅咒啊？有人告诉我，楚家不可能有人觉醒血脉。我看典籍里记载，楚一侯麾下有不少强者，没准是这些人搞出的诅咒，也不一定啊。诅咒之事，本座闻所未闻，说不定又是楚家人为自己后代子孙的废物找的托词罢了。倒也未必，昔年楚一侯麾下的8大妖君的确颇有本事。表弟听说过他们。听闻楚一侯陨落后，他们相继自强，随其主而去了。全都死了？倒也未必全死了。妖君韩农孤身入王都，为救主扶灵炼尸。听说楚家人剜了他的双目，剥了他的龙鳞，所幸烛龙一族最后将他救走了。楚群脑中嗡嗡作响，血液冰凉，只记得朱雀那句剜青木，剥麒麟，被灭族。烛龙一族最珍贵的就是那双眼，睁为昼，闭为夜。楚楚，你看我这身花衣裳可漂亮。所以到头来你这死雀雀还是没用啊，一问3不知。表弟，你这次救他亏呀。
果然楚家人都该死，可恶！说起来，死雀雀，你那身毛该不会也是被楚家人给拔了的吧？朱雀脸色更难看了。楚群心气儿稍微好了一点，果然快乐来自于别人的痛苦。话说我的肥肥呢？过去时日会送到你手上。表弟这口吻，总让我感觉在和奸商打交道。你很聪明，并不好骗。表弟这么会夸，多夸点，我受得起。楚家要完吧？真是一倍不如一倍。云素则是身子僵了下，察觉到他靠近自己，一个劲儿的偷偷吸气，他不由抿紧了唇。楚群，我在啊。有人来了。二少爷，咱们偷偷来大少爷这里。以前本少爷自没发现你如此秀色可人啊。楚群，我在啊。应该生气才对，为何自己只觉得无可奈何呢？有人来了！朱雀立刻收起领域，楚群拉起云素往屏风后靠墙的角落里一塞，他错愕地看着一个劲儿往自己身上挤的楚群，想把他推出去，但那偏偏是正面挤进来的，一时间呢无处下手。朱雀是鸟，自然第一时间飞到房梁上。这么大屋子里，你俩没处躲吗？非要拱一堆武躯啊！二少爷，咱们偷偷来大少爷这里不好吧？要是被将军知道了……闭嘴！我大哥都被关刑部了，我爹这会儿哪有功夫管这些啊？那这会儿也没别人，怎么没必要这么小心吧？许飞闻言一愣，用你提醒，本少爷会不知道啊？少废话，赶紧找宝贝！我让大哥帮我找的那个叫珊珊的贱人，他就说对方要是有能耐的单修，绝不可结仇。这是亲大哥能说的话吗？还教育我呢，这会儿自己倒被弄去刑部吃牢饭去了。二少爷，那个13楼真靠谱吗？咱们都给出去那么多银子了，他们还说不够，你再偷了大少爷的宝贝去抵钱，万一将军知道了……再废话，本少抽你信不信啊？那个小贱人还有丢了大脸，不把他找出来塞粪桶里，本少爷难消心头之恨。书童只能闭嘴。两人在屋子里翻箱倒柜，眼看就要绕到屏风来柜子这边了。哦吼，这地儿没选好。齐生，别动。借我放放。他的左脚就踩在他的靴子上，西西一直蹲在楚群头顶，屁股被他头上的发簪硌得慌。楚群只觉眼前一黑，被一条棒槌尾巴啪的打脸。啊哈，宝宝不是故意的。傻兮兮的这条尾巴吧，他是真的爱，可在他脸上扫来扫去的感觉真要命呀！打喷嚏这事儿很难控制的好吗？云素看出了他的痛苦，他下意识抬手捂住他的嘴，四目相对间，那双乌瞳浸染了夜色。我这，屋内香味骤然弥漫了开来，熏熏惹人缭乱。楚群神色逐渐变态。表弟呀，你这少年郎的火气属实有点大呀！要命！该不给鸟活路了呀？这臭小子是葫芦里移动的叉叉药吗？云素冷玉般的肌肤改了颜色，这种失控令他生厌。外间许飞和书童两人被香味支配，晕晕乎乎的晕乎到了一起。以前本少爷自没发现你如此秀色可人啊！两人四目相对，深情款款。小川川，二少爷要瘦，那是俩男人呀！朱雀哆嗦了下，吓得紧闭双眼。为什么闭上眼，自己脑子里也有画面啊？至于始作俑者此刻吗？楚群叹气。尾巴。云素咬着唇，还在死撑。一回生二回熟嘛。外头那两位可是越玩越花了。楚群这会儿也很无奈。表弟，你再犹豫，一会儿双人游戏可要变成3人游戏了。那只鸟要是失控了，就麻烦了。第2次了。别看。我速战速决。啊，你俩这对话是不是哪里不对啊？主人，这嘴还是别说话为好。你俩这对话听起来咋像是拿错剧本了呢？香气在屋内逐渐变淡。好点了吗，表弟？好了。啊，香香哥哥怪怪的，是不舒服，发烧了吗？你哥可不是发烧了吗？此骚非彼烧啊！朱雀表情一僵，心窝子又开始疼了。这什么死狐妖呀，老对他的妖丹下手。这死雀雀在求凌辱方面像是有那啥大病，次次遭虐，次次勇，毛都不剩几根了，还学不会教训。这会儿屏风外也消停了，许飞和书童激动完后已经昏厥了过去。别看，伤眼睛。外面有什么呀？你更不能看，影响声誉。好好的一根幼苗，不能这么早就被掰弯啊！
云素心神恍惚了片刻，回过神前，楚群又把蒙着他眼睛的手放下了。我想了想，你是成年狐，看看也无妨。并不想看，谢谢。你是成年狐，看看也无妨。并不想看，谢谢。哎，这是虚土狗的弟弟呀，差点瞎了本座的眼，能收了他不呀？收了他，曝光你吗？楚群调侃，下意识看曲飞，可不敢多看，会瞎的。不过这小子先前那些话他是全听见了，想花钱买凶找他呀。来都来了，空手而回，好像说不过去哈。朱雀眼神诡异，我可实在是太穷了。从妖域里挖空了整个山坡的灵草，还穷吗？楚群连个板凳腿都没给对方留，将军府是不能再待了。朱雀只好跟着转移阵地。死丫头，你真是楚家人呐！不要怀疑，我若不是楚家人，我这一腔邪气从何而来？坏得如此明明白白，叫他无言以对。夜深了，云素委婉地下了逐客令。楚群叹息，手又酸了。又开始了吗？姐姐为什么手酸？你用手干了什么大事情吗？很大的事情。楚群似笑非笑地看着云素，明明此刻已经情退，云素却觉得那视线灼人不减。朱雀不想再被牵连，与这二人拉开距离。唉，还想要什么？你看咱俩都二回熟了，你要不给我交交底？镇妖司里你的依仗是谁啊？朱雀本人也好奇呀，又凑了过来。喂，能在帝臣那混蛋眼皮子底下把我弄出来，本座也要承认你这个臭小子有些能耐啊。楚群挑眉，他一直怀疑国师和云素是一伙来着，毕竟对方是西西的秃爹嘛。虽说这只小傻狐一直觉得自己瞒得贼牢靠，不过听朱雀的口吻，似乎与他猜测的有出入。西西奶凶奶凶地瞪着朱雀，毛鸡鸡居然敢骂爹爹宝宝生气了啊！听上去你和国师有仇啊？我观国师倒像是个面冷心热的呀。对，爹爹只是看上去冷冰冰，内心火辣着呢。傻西西是坚定不移的爹吹。云素看着他激动到打旋的尾巴，很想动手让他冷静一下。面冷心热，你可知那妖域里9成9的大妖都是帝臣亲手抓去的。撇开那些为非作歹食人的大妖不说，像染衣鱼那样的妖族在妖域里有多少？你会没见过？朱雀嘲弄无比。镇妖司建立近1000年，本座与镇妖司历任院主也都打过交道，谁最狠辣无情，非得帝臣莫属。死在他手里的无辜妖族比历任几代加起来的都多，还面冷心热。哼！若真是那般厌恶妖族的话，干嘛养只小奶狐在身边啊？还让这只小奶狐管他叫爹？国师才不是那样的呢！傻西西着急想替自家爹爹辩解。他不是这样是哪样啊？难不成你这只奶狐狸还认识他呀？宝宝当然不认识了，可宝宝远远见过他，他那么好看，肯定不是坏人。你养的什么狐狸啊？脑子还没完全发育呢吧？嘿，臭小子，这奶狐狸真是你同族？那他怎么一点狐狸的机灵劲儿都没有啊？会说话却不能变形，莫不是个天残地缺呀？宝宝不是天残地缺，秃毛鸡鸡，你个大坏鸡！宝宝最讨厌你了！哎呀，不是，他打我，他还委屈了呀！去你的！真乃狐狸个死丫头，真当他是死鸡不成？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云素依旧坐着未动，那双眼却如冷泉一般。看什么看？本尊哪句话说错了呀？那帝臣本就是个杀妖如麻，那只奶狐狸见人好看就觉得对方是好人，日后怎么被剥皮抽筋的都不知道。你说的没错。朱雀怒意烧至，刚想说他是个脑子清闲的狐狸，下一刻，你没错，可狐族护短，你断不该惹哭那小家伙。你这是护短，你这是护犊子吧？不知道的还以为那奶狐狸是你亲儿子呢。我感应了一下，不知道西西的去向。朱雀那只死鸟，至于这么欺负小孩吗？还骂人天残地缺。他最后几根毛也别想要了。主人，那咱们还找吗？他应该是回镇妖司了。小祖宗，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呀？好家伙，该不会是挨亲爹揍了吧？可能性很大哇。毕竟这小祖宗卖爹坑爹一套套的，还一个劲儿的往外推销自己的亲爹，所有人郡主扒自己亲爹衣服。有人说爹爹是坏蛋，
说他杀了好多无辜的夭夭的。大青青，爹爹是被冤枉的，对不对？好嘞，不是被你爹揍哭的吗？哪个家伙敢坏主君风评？他差点脱口而出，是不是朱雀那死鸡在胡说八道了？还好话到嘴边止住了。小祖宗什么都不知道，这要是说了，这不立马露馅儿啊！主君做事自然有他的考虑，外人不懂。不过小主子聪明可爱，肯定相信主君的吧？当然，爹爹是世间最好的爹爹，宝宝永远相信他。可是坏蛋说西西是天残地缺，大青青杀千刀的胡说八道！该死的朱雀，看来是在妖域里被搓磨的不够。小主子，你的血脉尊贵非凡，只是你现在还小而已。等你长大了，绝对是一代天骄。真的吗？真的？那必须的。咱家小祖宗是谁啊？贺青资深习纯，不过有些话贺青藏在心里，无法说出口。西西是半妖啊。至于西西的生母，楚群回到小破宅，准备烧水杀鸡，今夜直接煲一锅朱雀香菇汤。朱雀呢？灶上挂着放线。楚群去小厨房看了眼，都滴了小海碗了。非常好，明儿晌午可以吃毛血旺了。可他，你把它变成鸡的？他说如此练功有助修行，这是个引火。睁眼说瞎话的本事都快赶上我了。夜深了，第二次下了逐客令，真是动情时对他客客气气，完事后就冷冰冰呀。哼，男人，哼，男狐狸精。走，我这就走。心念一动，拿出一物塞在手里。我觉得顾大如人不错，你是妖族，在王都行走，多一个靠山，多一重掩护。你那天道眷顾者的假身份也好遮掩吧。楚群没忘记替自己的便宜太师傅说好话。云素想起顾真，神色有一瞬的怪异。他与顾真间也有关系，我用不上。那你自己还给别人去，不然就丢了。我的肥肥，记住了。麻烦。楚群趁着夜黑风高回了侯府。进院后，他叫来了忍冬。听完他们日子过得如此痛苦，楚群收获了双倍的快乐。本郡主先睡一觉，明儿你再去给谢君汇报，说我回来了。是。慢着，郡主还有吩咐？3品断体丹呀！吃了这断体丹，应该能突破到上品。好好替本郡主办差，别人有的你都会有，别人没有的你也会有。卑职一定竭尽全力。有摄魂血魔的控制，他应该生不出叛逆之心才对。主人为何要提拔他呀？用法术控制人不是长久之计，如今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了。木木沉默，知道韩农的遭遇后，木木就意识到找到昔日的那些故友会有多艰难。这趟妖域走得不亏啊！盘点宝贝的时间到了。笨牛，好不容易出了妖域，也不远远逃命，还在原地打盹吗？又是你这老头，你走。逃是不逃？不逃，我屁股痛。顾真胡子颤了下，为什么没人来抓我？快来抓我呀！我肚子饿了。顾真从未见过如此奸懒馋滑之蠢妖。主动求助了，你真是妖界先驱啊！那妖域你若再回去，要不了多久，你就会被做成一顿牛肉火烧。哼，糟老头子坏得很，你少骗牛！这妖司这是准备把你养肥了杀来吃，你真当那里是食堂了呀？清蒸牛蹄，红烧牛肉，油炸牛鞭。我呸！你个糟老头子，好不要脸！你才有牛鞭，姑奶奶是头母牛。失误，竟是头母牛，母牛还如此馋烂，真是。我呸！你才有牛鞭，姑奶奶是头母牛。失误，那你更惨。这妖司的手段你未见过，等你回去，他们定会找来17、8个青壮公牛，让你1年生俩，3年抱8。牛大姐脸色终于变了。那还有这等好事？顾大如觉得哪里有些问题。这头牛有毛病吧？老夫连脸都不要了，如此劝说你逃命，你还执迷不悟。你这老头真是奇怪，你是人族，关心我们妖族死活做甚？老夫行事只看善恶对错，救你一妖也等同救我人族万万民。牛大姐不懂，牛脑子想不到那么多弯弯绕绕。此刻大概就是对牛弹琴吧。可我只想吃饭，
如果有17、8个美男牛就更好了，早死晚死都是死，不如享受了再死。顾大如确定了，这是头咸鱼牛。他沉吟了一下说：那你去找一人护得周全，老夫管饭。还得干活才有饭，不太想答应呢。美男牛呢？顾真气结，老人家快起杀心了。20头够不够啊？牛大姐考虑再三，勉勉强强道：行吧，我不要老黄牛，老黄牛都长得丑。这一趟，哎呀，走毁了。啊，我还要找一仇家，那个抽我屁股的老色鬼，毁我清白，害我名节。顾大如身上的后人正气都溢散了些。这妖厮何等道德沦丧之地，连头牛都不放过。楚群狠狠打了个喷嚏，他揉了揉鼻子，谁在背后夸他呢？这铁匣子的材质有些古怪啊，居然连我都认不出是什么。不过这铁匣子是放在什么地方的呀？我怎么没印象啊？楚群也不记得了，他先前一股脑把许天赐的房内陈设给搬空了，清点的时候才发现这玩意儿搞不懂是什么，先丢一边。主人，这把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也说不上来，只是感觉这把剑上残留有灵的气息。啊，剑灵啊！可剑都这样了，就算有过剑灵也用不了了吧？我感觉他连一根木头都砍不断。楚群试着砍了一下木凳，刚刚那一瞬，楚群感觉剑身上涌出了一股淡淡的煞气，不太对劲儿啊！或许这把剑上的坑洼不是受损，而是某种封印。楚群一时研究不透，也没趁手的材料，只能先把剑丢回藏油界里。清点这些琐碎，实在耗费心神。木木现在没有恢复灵体，不能出来帮忙，只能楚群自己动手。咱们需要一个管家婆啊！主人，是不是还忘了什么呀？那只染衣鱼啊！楚群一拍脑袋，他的意识沉入权杖中。楚群刚要开口，池中那尾鱼猛地一变，画出了人形，倒也不是啥美男鱼，而是丑乖丑乖的小胖子。大哥，你莫吃我！大哥，我身教体软会暖床。大哥，我啥子姿势都可以的。有一说一，这胖头鱼不是个正经鱼。楚群无语了片刻，把胖头鱼从权杖里放了出来。你不是大哥，你是大姐。不，我是马上要吃掉你的大魔头。吧唧，胖头鱼瘫坐在地，两行眼泪如银河落九天直接飙出来了。苍天啊，大地呀，一生凄惨，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才出虎口又入狼窝呀！再让他哭下去，房子都要被淹了。楚群脑壳痛，他当初做甚要把这只鱼给带出来呢？哭得真好看。来，接住眼泪，别浪费了。鱼眼泪煮鱼，原汁原味儿，肯定鲜美。小胖头鱼哭不出来了。你是人否？继续哭啊！凭什么？不哭了。小胖摇头，抽着鼻子，扑通一声归楚群脚边。美丽大姐大，人美心善，鱼鱼那个惨喽！你忍心再吃鱼鱼吧？女魔头麻木不仁，模仿她的口音。那个嘛，看你表现了噻。我肯定表现好，我身教体软会。会伺候人吗？会是会，可是我还是个玩的嘛。饶着楚群这种老妖精，都足足愣了3秒，才反应过来这条鱼的意思。这条小笨鱼在妖域里到底经历了啥呀？主人，要么你对它温柔点，瞧着太胆小了吧，可被吓死了。死鱼煮汤也不新鲜。楚群心里哦了一声，怎么温柔？我不会。你怎么对西西的，怎么对他不就成了吗？这哪儿一样啊？西西一身毛摸着那么爽，这条小胖头鱼又没毛。他看出楚群的嫌弃，一咬牙，狠心从自己身上一揪。美丽大姐大，你莫吃我好不好？那个鱼鳞是好的，好看的很，可以给你打首饰，煲汤也可以，巴适的板。你多放点葱姜蒜就不行了，再不然你慢慢吃我好不好？莫要一口气全吃了。好，张嘴。楚群往他嘴里塞的是一枚3品固本丹，拿来疗伤倒是不错。大姐大，没等小胖感动，楚群道：刚刚你吃的是毒药，每隔7天必须服用1次，不然会爆体而亡。毒药？什么毒药？吃了之后会如此舒服？以后你就待在权杖里，没人的时候再出来。
权杖内放了许多灵草金银，你去给我都归类了。另外，楚群忽然抬头看向窗户，眼底的戏谑散去，生出了几分暖意。姐姐，你坏坏，居然不等宝宝自己跑回来了。宝宝生气了，要你火。西西话还没有说完，看到了屋内的那条胖头鱼，小胖略显扭捏，西西表情瞬间变了。姐姐，你朝三暮四，你背着我养其他呀。哎呀，这小醋壶。西西哭了好一会儿，见楚群都没有动静。你为什么不来哄我？你不爱我了吗？宝贝，你哭起来太好看了，要不再哭会儿，我还能继续看。姐姐，你没有想，女魔头大姐大，好像不止对我一条鱼残忍啊。西西不哭了，求抱抱，求抚摸。楚群倒是不问他先前跑去哪儿野了。姐姐，你别信土毛唧唧的话，国师才不是那样的人呢。你秃爹美着呢。宝宝用自己的漂亮尾巴发誓。哇，这誓言太狠了，我信。涉世不深小奶壶被虚伪的女魔头骗到了，并且沾沾自喜。那姐姐，你什么时候去扒国师衣服呀？孝子小朋友，你是不是太笑了点儿？为什么那么想我扒他衣服？不是宝宝想，是姐姐你想啊。我只是一个肤浅的嘴炮而已。国师好厉害的，宝宝怕姐姐你挨打，你什么时候要扒他？提前给宝宝说一声，宝宝给你打掩护呀。好大儿啊！这是什么坑爹仔啊？无知的虎娃子哟，又是女魔头豢养的食物之一吧？哎，要被吃掉了，还烂个天真，真是世人皆醉鱼独醒啊！西西感觉到小胖眼中的冒犯。姐姐，那条鱼看着好蠢的样子，我可以咬它吗？以后它就是你小弟了。西西眸光大亮，小弟好，以后本宝宝就是你大哥了哟。小胖经历过社会毒打，大哥你好，大哥最牛，大哥要暖床吗？木木啊，早年我卖的最红火的丹药是什么来着？冰肌玉露丸呀，那东西炼制起来又不麻烦，成本还低，那些人傻钱多、爱漂亮的富婆最喜欢了。财富密码拿捏了，赚钱这种头等大事耽误不得。楚群一夜赶工，搞出10来颗冰肌玉露丸来。找谁呢？一日大早，五兄富贵，见字如面。嚯，好家伙，这年头信都能修炼成精了。小妹珊珊与君丹楼一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现有一桩绝世大买卖，想与君详谈。贵府后门狗洞旁，不见不散。楚群本以为梅富贵会从后门出来，然后他看到一人钻出了狗洞。狐媚珊珊，真的是你啊！楚群今日戴着面具掩盖了气息。富贵兄啊，咱们还是谈生意吧。对，正事要紧啊。狐媚珊珊，真的是你啊！富贵兄啊，咱们还是谈生意吧。对。此为我所炼的冰肌玉露丸，有驻颜去疤、令人改头换面之效。王都城中贵妇众多，富贵兄有没有兴趣共谋大事啊？啊，这是2品丹药，怎么又有丹约？哇，妹妹，你这能耐牛逼啊！还好，反正比你家老梅好点，不至于沦落到去卖屁股。能先试试不啊？全会，1颗50两。黄金。楚群从来不和朋友谈钱，都是明算账。好在梅富贵财大气粗，他在屁股后面里掏了掏。他把钱藏哪儿了呀？你我之间的关系，谈钱俗了。富贵兄只管一试。山妹简直爽快，不愧是我的知音。没必要，谢谢。梅富贵亲身试了一下冰肌玉露丸，他手腕处本有一处疤痕的，转眼疤痕就消失无踪。嚯，好家伙，这丹药神了呀！非但如此，他感觉自己好像还白了一个度。这要是去卖，呸！山妹，这生意哥哥接了啊，91分账如何？50两黄金还是便宜了。你是不知道王都那些傻大姐的钱有多好赚。28也行，价格你看着定。他和梅富贵大致约定了一下，下批丹丸的交货时间就分道扬镳了。哦，对了，还有一物，山妹你一定要收下。这同为丹师，你与丹圣珊珊如此有缘，此物定合你心意。楚群见他又开始掏了，整个人难受无比。想逃跑，想后退，能放过定吗？
定何错之有？下一刻，梅富贵从屁股后掏出来了一个金灿灿的牌位，上刻着“丹圣姗姗之灵位”，啊，居然还有温度！咱们丹氏人不骗丹氏人，晨起3炷香拜丹圣老人家，求他保佑咱们开业大吉，不用卖屁股，妥妥的靠谱啊！富贵兄送完礼，见楚群呆滞，还以为他是在感动，内心大为得意，沾沾自喜的原路返回了。我记得老梅当年恐婚恐育啊，其实他压根儿不想要后代的，对吧？对吧？主人，冷静冷静啊！老梅能留个种不容易的。是啊。老梅，你何不从棺材里跳出来，好好看看你的好大孙？什么破牌位，我丢！黄金的，10斤呢。主人，咱们现在很穷呢。回府后，忍东来报信，说是宫内来人了，还真是被便宜太师傅说中了。郡主怎么还不来？让李公公等急了多不好，快派人去催催。郡主是主子，奴才等主子也是本分。好歹也是个侯爷，这前倨后恭的德行。原主他娘真的眼神不好。公公好，咱家李春见过郡主。主人，这老太监身上有妖气。楚群也感觉到了，且这妖气还不比妖狱里那只牛大妖弱。陛下听闻郡主在妖狱里救了4皇子和5公主，甚是欢喜，特令老奴带了嘉奖过来。多谢陛下。此乃乾坤镯，可容纳百物。陛下说了，让老奴亲自替郡主戴上。那就有劳公公了。镯子戴上的刹那，楚群感觉老太监的手搭在了自己的脉搏处，像是不经意的举动。藏油戒微微泛热，楚群不动声色。李公公撤回手，眼中似有几分疑惑，并没有感觉到楚群身上有血脉觉醒的迹象啊。公事已毕，那老奴就不打扰郡主修炼了。公公，陛下怎突然想起小女了？谢侯爷甚也。楚群郡主乃是长公主之女，陛下自然一直记得。突然二字从何说起呀？谢俊心下凛然，赶紧点头。宫内这般态度，这楚群那自己可不好再与他为敌了呀。谢俊决定做出些让步，露出了自认为慈祥无比的笑容。楚群睨了他一眼，你有面部癫痫？谢俊当场就给镇住了，一口气儿没上来。癞蛤蟆他娘给癞蛤蟆开门，恶心到家了。当年王都城的男人是死绝了，还是都娶妻了？照这么个赘婿，还好我长得不像他。哎，不太懂，侯爷你为何要屡屡主动受侮辱呢？这事儿还能有瘾？一日不见如隔3秋，5日不见，表弟有没有想死我呀？那就是楚群，不是说他只有10阶境吗？这几天是突破了，胆子是真大呀，居然要扒国师的衣服。你知道3皇子和许天赐是将将娘娘的关系吗？当真？谁上谁下呀？我听说呀，不止许天赐如此，他那弟弟许飞还和自己的书童，哎呦，场面吓人的很哦。凡楚群经过之处，势必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他笑容不改，颇有点这盛世如我所愿的架势。表弟啊，你得对我负责。哦，真爽快，就知道你会同意。我是同意。他不与楚群辩，心知辩不过。负责什么？杨仔南呀，那只小胖啊，就是冉宜鱼，养起来真是太烧钱了。正在权杖里努力收纳归类，把金银玉器擦得星辰不染的小胖，他很震撼。我烧钱？淡定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活。骗到钱的话，大姐大是不是就不吃我了？木木深得其主精髓，慢慢吃应该是可以的。可以，好死不如赖活着嘛。云素不是第一次听他哭穷了，贫穷2字与他来说太过遥远，所以不懂，眼中染上了困惑。要多少？你有多少？我都要几个字儿咽了回去。你看着给吧，就咱俩这2回熟的关系。那位小鱼受伤不浅，若服下鲛珠，应该能令他伤愈。鲛珠价值1000金，不好寻吧？还好。没富贵算什么？表弟才是真大款。回宅后给你。算了，你留着吧。逗你的，那位小鱼的伤我自有法子。不过表弟本事大，不如帮我寻一味药。真的是没个正经。什么药啊？凤凰草，要至少500年。云素没问他要做什么，点了点头。我记下了。想要什么直说，不必试探。狐狸就是聪明。木木在权杖内叹气，看着懵懂无知的小胖。这条小飞鱼是真好运，主人就是这点不好，老把自己的心思藏起来，明明就是想帮小胖嘛。小娟娟呀，你好生薄情啊，整整5日放我独自一人。楚群笑而不语。我有个好东西，晚点给你，别说当兄弟的没念着你啊。楚群有不祥的预感。
即日起，尔等便是镇妖使，再无身份之别。不论是皇子公主，还是贵人显赫，在镇妖司中直论品级。贺清简单说完，拿了5个葫芦上来。此番陛下体恤，特开恩典，赏赐给了你们5人1人1只妖奴。妖奴，这可不是谁都能有的。贺清将右侧的2枚葫芦交给楚明月和楚明珠，则让楚群3人自己选择。看来咱们仨是沾了四皇子和小明珠的光啊！楚群没吭声，云素随意拿过了一个葫芦。楚群注意到他最开始选择的其实是中间的那个，临时变成了右侧的。他眸色微动，拿了中间那个。这是肥肥！木木惊呼：“哦，狐狸表弟，牛啊！居然用这样的法子！天风兽，居然是天风！”哇，好家伙，能化成人形！这只大妖少说得活了500年了吧？拜见主人。郡主的这只是肥肥。哥，肥肥是什么？楚明月神色略显怪异。肥肥是妖族中比较特别的存在，力量嘛，虽说一般，但据说它能让人忘忧，还能带来好运呢。啊，那不就是除了好看，啥用也没有？吉祥物啊！楚群，你这手气，挺吉祥的。我也觉得。喂，表弟，你是什么妖族呀？快放出来让我们瞧瞧呀！咯咯哒，咯咯哒，咯咯咯咯咯哒。这是鸡，家鸡，大公鸡。会不会是哪里搞错了？咯咯哒，这鸡怕不是个害瘟的吧？朱雀突击暴怒，对着梅福龟就是一嘴壳子过去。这只鸡精还会伤人，难道还没被完全驯服？我已滴血认主。哇，表弟，你这就太不小心了吧！你要管好你的鸡啊！放心，表弟有分寸，他的鸡很好。说完，见众人神色各异地盯着自己，老色女，你要管好你的鸡啊！放心，表弟有分寸，他的鸡很好。老色女，我是正经人，表弟。云素沉默良久，正经人会摸尾巴？有道理呀，那以后我换个地方摸。两人间的暗流涌动，不懂的完全不懂，懂的人嘛，不对劲儿啊，非常不对劲儿啊！之前的妖域里肯定还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该死！又不敢问楚训，早知道前几天就该从小祖宗嘴里多套点话。梅福龟反正是没察觉出。丹圣在天有灵，大王老祖宗保佑，让孙儿开出个大宝贝吧。不保佑，你走开！梅福龟嘟嘟囔囔完，嘴里大吼：“大宝贝，拿来吧你！”肯定是我打开的方式有问题。富贵不肯面对现实。屎壳郎，你的妖奴居然是只屎壳郎！楚群看到那只屎壳郎，眼皮却狠狠挑了下。主子，你真给他显灵了呀！富贵儿，这什么鬼运气啊？这是裸虫，养成后可化万物的裸虫啊！我不要搞一个这种妖奴，是要我带着他去推粪球吗？不！梅富贵绝望惨叫，宝山在前却不知呀。若是不要，拒绝也可。你可确定了？梅富贵刚要点头，楚群上前匕首一抽，滴血认主完成。小群群，这是屎壳郎啊！是啊，我觉得配你啊。现在他可没时间给富贵解释那么多。梅富贵心里一片苍茫苦涩。这妖奴不能要的呀！噗！楚群立马第一时间去拉匀速，结果抓了个空。好家伙，你个不讲义气的狐狸！这不是屎壳郎，这是放屁虫啊！见鬼了，这个味儿比梅富贵炼的丹还要……梅富贵，管好你的虫！五位新人来镇妖司报道的第一天，镇妖司乱。贺清他下意识地朝某个方向看去。楚君，我不理解。他也不敢多看自家的大祖宗和小祖宗，溜了。贾自愿教头邀请了楚家兄妹和云素加入自己麾下。云素是丙自院出来的，自然归丙自院。王思周，不带你这样抢人的吧？按惯例是如此，可镇妖司的规矩又没说不能抢人，甲自院的资源可不是丙自院可以比的。楚群和梅富贵反正是没人要的，你俩就老实的在丁字院待着吧，除了老子这里，谁敢要你俩呀？胡教头，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小爷还就喜欢丁字院呢。嘿，你让我走我都不走了。梅富贵也是有脾气的好吧？另外3院教头瞧不起我们，小爷还瞧不起你们呢。胡大彪看向楚群，我这个人也很专一啊。他眸色微动，我观老胡你生的浓眉大眼，肯定不是个怕事的。那就得看这事儿值不值得了。表弟，犹豫又徘徊等于白来呀。丙自愿资源垃圾，甲自愿与你毫无瓜葛，丁自愿有我和你表哥，你还不速速来与我们会合？楚群嘴一张，好家伙，
这还真是个搞事情的好家伙。你说谁自愿垃圾？楚军又没说错，你丙自愿能和甲自愿比资源？我丙自愿再垃圾，也比你丁自愿强。哼，那是从前，现在丁自愿归老子管。胡大彪的情况在真妖司本就有点特别，他是犯了事儿才被贬成了教头。我加入丁自愿。既如此，这里是我甲自愿地盘，你们不相干的人快走吧。稍等，包子、小明珠，你过来下，我有事和你说，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啊！楚明珠愣了下，反应过来他在叫自己。叫谁包子呢？叫我公主殿下。公主啥公主啊？真妖司里不讲这些虚头巴脑的。你给我过来！梅富贵没大没小惯了，把楚明珠拉到角落。楚群大致知道这货干嘛去了。给小明珠推销冰肌玉露丸吧，虽然不受宠，但好歹也是公主啊，认识的贵妇贵女肯定不少。梅富贵这小子还是有生意头脑的。丁自愿的资源是整个真妖司最差的，日后你若有需要的，可以来甲自愿找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帮。楚群来者不拒。那可真是太好了。三人随胡大彪回了丁自院。你们进入丁自院，日后便要守我胡大彪的规矩。我胡大彪的规矩就一条啊，少废话，别质疑，多干事。城郊十里坡的建民村里据报有妖族作祟，你们去斩杀了，10日为限。干，小君君，你被我压吐血了。我没事。有妖族作祟，你们去斩杀了，10日为限。啊，斩杀是些什么妖啊？眼睛是摆设啊，你不会自己去看啊？嘿，你个大彪！那不谈任务，咱们说点实际的。咱们丁子院的人有啥便利没啊？丁子院排最末，都最末了，你要啥便利啊？干活去吧，早点完成任务，你们就能进妖域外围修炼1天。妖域里的灵草不止咱们上次挖那点吧？我估摸着不止，灵气那么足，还不是随随便便长？当然了，上次挖那一小山坡算个啥？下次我带姐姐你去挖大一山坡。忽然西西感觉背心一寒，这个匀速吧，我还真不是很想要，总感觉鬼里鬼气的。我的心思就像是被他全部都看穿了似的。改了妖域里的地形。贺青原本也想禀报此事的，现在只怕放人进去，他们也不会修炼，都去挖灵草去了。罢了，随他吧。干，这种药被薅了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小群群，别说我没念着你啊，这个是好东西，美容养颜，去疤增白，男人吃了变小白脸，女人吃了美赛仙啊。梅富贵吹的是天花乱坠，你试试看。他没忘记往云素手里也塞了一瓶。表弟，你要相信表哥呀，吃了这个你妥妥能摘下面具，美死那群只看脸的肤浅王八蛋。楚群除了笑只有笑，他压根不需要好发。至于云素，楚群看到他偷偷把冰肌玉露丸塞进了西西的嘴里。主人，我没事。我干，小君君，你被我压吐血了，我怎么站不起来了呀？镇妖司内，请用他人造次。你没事吧？许我，此处是我镇妖司，由不得你放肆。贺统领误会了，徐某人岂敢在镇妖司造次，不过是和小朋友打声招呼罢了。原来是徐武将军啊！大将军府果真同气连枝，小的入了狱，立马就有老的来出头了。果然牙尖嘴利，不过嘴上再厉害也没用，这人要想命长啊，还得看实力。贺青想过出头，势必会引起怀疑，让人更加注意楚群和云素。小贱人，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别以为你的楚家血脉是保命符，要杀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区区一个妖星剑种，我会让你知道得罪许家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是吗？哈哈哈！西西气的是浑身炸毛，只恨不能当众说人话，不然他一定要问候道：眼前这个三角眼18辈祖宗的棺材都冒烟儿。嘿，吐死你，吐死你！宝宝用口水淹死你！楚氏皇族，
我有是人能杀，可没说一只下贱畜生杀不得。这只小畜生，小郡主可要照顾仔细了。这个丑猪猪是威胁要杀我吗？就他也配？贺青听到这话，如被冷水浇头，反而冷静了。他看着徐武的背影，眼神如看死人。呵呵，这傻子说要杀谁？哦，主君想杀人了。这个出去，看着可真叫人恶心。本将军今日是奉皇命而来，镇妖司庙大，我义帝天赐高攀不起。哼，我怕告诉你，陛下已还了我义帝的清白，长公主之女，郡主，你算什么郡主？我楚群算什么？你虚无很快就会知道。我楚群算什么？你虚无很快就会知道。今日我楚群以血立誓，10日后必杀你虚无，你可敢应战？哼，你既然活得不耐烦，本将军自然乐得成全你。哈哈哈哈，10日时间倒是足够郡主你打点后事了，准备棺材吧。这许家狗，小军你冲动了？不冲动哪来的年少轻狂？肉身菜鸡这一点儿是硬伤啊！小君君，你快吃点丹药啊！这是3品固本丹，不，还是这个，这是4品养息散，3品就行。吃了丹药后，楚群气息平顺了些。云素拿出锦帕，替他把手给包扎了起来。楚群微讶，眼角漫出笑意。好痛啊！表弟，要不给我吹吹？云素抬眸盯着他，骤然用力，楚群痛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是个不好聊的狠狐。怕疼？立什么邪气啊？嗨，我表弟是面冷心热，他肯定是替你担心着来着。他的爱我感受得到。倒也谈不上爱吧。不过听徐武老狗的意思啊，许天赐是被无罪释放了，这也太没天理了吧。楚群神色倒没多大意外，心头更梗的是贺青。楚群什么时候学会怜香惜玉了？不可能啊！那4个字和主君能有半毛钱关系？肯定是为了伪装，为了隐藏，再不然就是为了小祖宗。这位小郡主还真是有胆色，还一个刚入百阶境的，敢和徐武这1000阶上品武修立血气。可惜年轻人还是沉不住气呀。未必，这位小郡主身上的门道多着呢。再说，那徐武未必活得过10日。徐武大摇大摆离开镇妖司大门，骤然感到一股可怖的威压从天而降。将军，将军，你这是怎么了？就听徐武骤然惨叫了一声，哇的张大嘴，这一口血喷完还没结束，他胸口又像是被人捶了一拳，又是一大口血喷了出来。徐武那块头又大，摔的那是人仰马翻，直接在地上滚了一圈。恰好楚群和梅福贵从镇妖司里出来了，两人就看着高贵的徐武将军，果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徐武暴怒，试图站起来，可那诡异的威压竟又出现了，压得他全然站不起身。徐武惊恐过后，却明白了，能在镇妖司动手的还有谁？帝臣，你欺人太甚！是国师出手。许将军，我家主君只是和你打声招呼而已，他人在闭关，不方便出来送客。贺青这话简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帝臣太强了，中州第一儒武双修，传言他的实力早就破了万阶，只怕不是假的。徐武颜面扫地，再无脸待下去，发誓10日后定要杀了楚群。许将军慢走啊，有空再来串门啊。那得抓紧串门了，不然10日一过，只有头七才有机会来相聚了。徐武心头一梗，把血咽了回去。我要楚群死，还要帝臣镇妖司，定要灭了这些家伙。刚刚是国师出手，太可怕了吧？徐武将军可是1000阶上品武修啊！不敢想象国师到底有多强，可他这是在帮楚群出头。镇妖司容不得外人放肆，这是规矩。此话一出，众人的疑惑也散了。你与徐武10日后的生死之战与镇妖司无关。我知道，谢谢。贺青没吭声，心里倒是明白这句谢谢不是冲自己说的。主君闭关后不是从来不管外界的事儿吗？这次怎么会？那徐武在咱们的地盘耀武扬威，打的可是镇妖司的脸，主君自然是要收拾他的。再说了，许天赐无故脱离镇妖司，按规矩该断他一只手，
也是，不就仗着那许贵妃得宠吗？主君要是没闭关的话，我看他许家敢不敢这么乱来。乐强心里也窝火，但更多的是震惊。他料到主君会出手收拾人，可没想到就在镇妖司门口呀，还选在楚群出门的时候。主君真的是为了替小祖宗出气吗？还是说是为了那小郡主？不可能吧！干，所以当时在妖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啊？徐武急着回府疗伤，结果半路收到消息，刚出了城门没多远，徐武就察觉不对，下一个下贱庶子，狗胆包天，敢欺老夫的徒孙，真当我徒孙楚群无人撑腰吗？你敢让他吐血？顾真得知楚群和徐武立下生死血契时，一腔怒火无处散发，直接出手把徐武引到城外。你扇他巴掌管什么用？杀了他多干脆啊！你用什么？他和群儿有了生死血契，老夫杀他就是破坏天地规则，会反噬到群儿身上。一个千阶武修以大欺小，好不要脸！您老现在不也在以大欺小？老夫这是在教他做人。反正顾大如是理不直气也壮，他才信誓旦旦地对楚群说要护他周全，转眼他就被人欺负了。顾真想想就痛心疾首啊！那头笨牛非得让老夫把戳他屁股的仇人先给找出来，什么玩意儿嘛！他堂堂一大儒，总不能在街上逢人就问。你好，请问你有没有戳过牛屁股？既然不能打死，那就往死里打吧。不能让人看出来是儒修动的手。可老子的这武修皮怎么那么厚啊？我这把老骨头，你愣着干嘛呀？还不来帮老夫一起打？哎，再葬给武修就算了吧。最近不是正好有大妖出逃吗？反正你看帝臣不顺眼，把锅甩他头上多好啊！哎呀，这多不仁义啊！那你悠着点儿，别把人挠死了啊！留口气给我徒孙练练手。小破宅里，朱雀已恢复了人形，此刻的内心极度苍茫。云素出手时，那分明是臭不要脸的阴险恶毒、杀妖如麻的帝臣的气息啊！云素是帝臣。是狐狸，是妖族啊！朱雀的世界观都在崩塌，但现在他的妖丹在对方手里。当初他是当着帝臣的面羞辱正主，赤裸裸的打击报复呀！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云素没有理他。现在的楚家皇帝不知道你是妖族对不对？好家伙，你这卧底卧得够强的呀！不愧是狐狸。下一步你要干什么呀？说来听听呗。是不是要入禁区找妖皇呀？个蛋！朱雀的废话戛然而止。该死的狐狸！该死的帝臣，不带你这样侮辱鸟的。没等他怒多久，楚群来了。香香哥哥你叛徒，居然不等我们就走了，你错过了好戏哟！那只老臭狗被国师打吐血了。宝宝就说国师是好人吧，粗毛唧唧就会乱说话。哥他本尊乱说，你个傻奶壶，嘴里的国师就在你面前，你都认不出来，你还不承认你傻呀？云素看着叽叽喳喳的小家伙，悠悠叹了口气。哦吼！西西后知后觉的回过头，看向了呆滞了的某富贵儿。好神奇，狐狸会说话耶！梅富贵儿的世界观也在重启，也就是一只能说话、能寻宝，除了可爱外毫无用处的小狐狸罢了。妖族的世界博大精深，出现啥奇奇怪怪的妖都不足为奇。前不久还有信纸成精扇耳瓜子的呢。云素一如既往的我行我素，开口就是赶课。我要修炼。楚群信他的邪，不过他敏锐感觉到对方不想搭理自己，也不晓得他在气啥。行吧，那明天城门口见。镇妖司的任务总是要一起的吧？云素不置可否。楚群走了，梅富贵摸不着头脑。哎呦表弟呀，你这性子得改，不要爱在心口难开呀。你这样可搞不到初恋啊。哥大，我靠，这温姬又发疯了。你才温姬呢，你全家都是鸡。下贱狐狸不当人子，明明是他控制自己去捉人呢。姐姐，你生香香哥哥的气了吗？没有啊，姐姐撒谎。不过这次是香香哥哥不对，他生气生得奇奇怪怪，咱们和他绝交。绝交1天，让他好好反省。好，让他反省1天。谁还没点小脾气呢？哼，生气。那你慢慢气，眼下的重点是尽快提升这肉身的修为。百劫下品实在脆皮不够看呀。小君君，你等等我呀。
镇妖司给你的那只虫妖，你好好养着，别小气，只管拿好东西喂养起来。啊，这事儿我还正想问你呢，那只虫不喂我呀？楚群拿起桃园权杖就想给他杵过去，真是拿着金山都不知，你不卖谁卖？那是裸虫。啥虫啊？那不是屎壳郎放屁虫吗？有裸之虫360，而圣人为之长。小圈圈，你能人言否？这龟儿啊，老梅的棺材板完要冒烟了。简而言之，养大这只虫，你能成圣。二货，裸虫可是至宝，现在它还是幼虫，等它再长大点，生出神智，能化万物，你让它变成龙都没问题，让你成圣有什么了不起的？再说了，它现在是你的妖奴，裸虫最大的能力就是能反哺其主，养个它等于养个分身帮你修炼。裸虫在1000年前都是令人眼馋无比的存在，多少人为了得到裸虫杀红了眼。梅富贵这次真的是踩狗屎了，不过这妖司也是瞎呀，这种宝贝在手里居然没人认识。我勒个亲娘啊！从今天起，他就是我亲儿子。累呢，毁灭吧！他不想再打扰梅富贵与他的野生好大儿增进父子感情，抱着西西先回府了。回去后，楚群沉吟了会儿，取了一滴桃园玉水装好，拿给西西。姐姐，这是什么？好香香啊！给你秃爹的礼物。啊！西西都吓出了鸭子叫。宝贝，你这么向着姐姐，姐姐给点礼物算啥？拿去撒你爹坟头上，让他知道你现在过得好极了。西西这才松了口气，吓死宝宝了，他还以为自己暴露了嘞。不过姐姐给的这个肯定是好东西，不然不会馋到我流口水。爹爹今天出手教训了坏猪猪，肯定也损耗元气了。小奶壶还是念着自家秃爹的。那西西先去爹爹坟头看看，一定帮姐姐把祝福送到啊！去吧去吧。楚群笑眯眯的送走小家伙，木木忍不住道：主任，桃园玉髓拿出去的话，会不会引起他的怀疑啊？他恐怕早就知道了吧。木木不懂，还记得桃园山上的幻术吗？我一直好奇，当初是谁帮了咱们？不能是顾大儒吗？时间对不上，思来想去，只能是国师了。这位国师为何几次三番的帮我？有机会还真想见他一见。夜里，小破宅里来了位不速之客，这小主子带回来的，说是楚群郡主的谢礼。玉瓶揭开，这是桃园玉髓。当初桃源墓的气息消失，这和楚群郡主有关？不对啊，他怎么接近桃源墓的？那地方有禁制的。不过太大胆了吧，居然敢把这个拿出来送人。云素眸色悠悠，他应该是猜到了。主君是说他知道桃源墓的事是您在帮他遮掩，他怎么猜到的？这事连小祖宗都不知道呀。因为他聪明，桃源玉髓是谢礼，同时也是楚群的侍卫。他真的很聪明。主君这是在夸人？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云素目光有片刻的复杂，莫名想到了今天楚群走时陡然冷下来的眼神。主君，贺青真有点搞不懂这局面了。让地心把天之罗玉果送去。天之罗玉果？吃了那果子，楚群的修为妥妥直接突破成百阶上品吧？主君这是要帮他进阶，因为10日之后的生死之战吗？主君几时也会关心别人了？还是个女人。哼，又偷你爹的宝贝去养别的女人啊？姐姐才不是别的女人呢，她最好了。西西摇头摆尾，有点幽怨道：好过分，每次爹爹闭关就只见大青青你。大青青，你为什么比我还会争宠？贺青心存，你当着你爹的面日常坑爹，你爹没家法处置你，都是仁慈了好吧？是，小的有罪。贺青讨好着小家伙，把天之罗玉果递了过去。这是主君给的回礼，你别偷吃啊。爹爹终于懂事了，这个回礼嘛还算大方。那位郡主可是撂下狠话，要扒你爹的衣服啊，你就不担心？扒就扒呗，咱们当狐狸的要大气，只是区一件衣服嘛。贺青觉得是自己龌龊了，成年妖和人的世界他如何能懂？神族渣女，生了崽还不养，主君何等尊贵，连睡自己的人是谁都不知道，又当爹又当娘的，把小祖宗拉扯大。哎，切！该死的，到底谁在背后骂他呀？这喷嚏止都止不住。这是秃爹地下有感，梦里告诉宝宝，让宝宝拿给姐姐的回礼。秃爹客气啦，仁义呀。然后楚群毫不犹豫地交给小胖打理去了，身边散味儿。哎呀，国师真是大气啊！有了这个果子，主任你的修炼的话，那是事半功倍啊。就是味儿有点大。听说你和徐武将军定了血契，要生死一战。不过你放心，等你死了，
我一定会亲自去替你收尸，把你尸体挂在城楼上，扒光你的衣服，让整个王都的人看着你那下贱模样。谢菲菲简直兴奋到发抖。楚群笑了，伴随疑惑：你谢家莫不是有祖传癫痫？你颠颠脸，你颠全身，你马上就要死了！我看你是疯了。他盯着谢菲菲看了一会儿，忽然嘶了声：我就说差了点什么。下一刻，楚群掐住他的脖子，拔下发簪，在谢菲菲的尖叫中刺进了他的右眼里。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你说你又干不掉我，还非要来挑衅我，脑子是不是有啥大病啊？楚群，你不得好死，不得！西西快速对着谢菲菲吐了一趴口水。哼，想看我的热闹，我就先让你们热闹热闹。这女人真的是又蠢又坏，主人就应该直接杀了她。那太便宜她了，不过她也蹦跶不了多久了。等搞完任务，杀了徐武，文远侯府这边也该彻底解决了。楚群那个妖心坏种，菲菲，你何苦要逞这一时之气？他注定要死的。哎，我不甘心，娘，我的脸和眼睛怎么办？你一定要帮我。菲菲，你放心，娘已经找到法子了。最近出现了一种叫冰肌玉露丸的丹药，能让人改头换面，宫内的娘娘都在用，娘一定会为你把那丹药寻来。我能恢复，我不会毁容了。可是我的眼睛怎么办？等楚群那个小贱人一死，娘就把他左眼挖下来给你。西西给那蠢货吐的口水有什么用啊？姐姐不是被他害得掉到禁区里，差点死掉吗？宝宝才不是只会卖萌呢，我假装吐口水，其实刚刚给他下毒了。小家伙还有那本事啊！宝宝真的很厉害的哦，我身上的毒可多啦。很快他的脸皮就会全部烂掉，反正他不要脸。干得漂亮。城门口，哎，小群群啊！没有理会日渐风骚的富贵，楚群看向旁边那道，云素与他四目相对，想起昨夜收到的桃园玉髓，上前的步伐带着犹豫。楚群面不改色的朝他走过去，然后让让，挡道了。云素幽深的梧桐中有片刻狼狈和茫然。还在生气啊？没富贵的马车也很富贵，这派头做啥任务呢？分明是去踏青的。此刻负责赶车的是云素。姐姐说好只请你1天的，再过几个时辰就算1天了。香香哥哥，不要伤心，不哭不哭啊！云素往他嘴里撒了一个糖豆子。安静点，喜儿。刚被甜甜的糖豆子给美到的西西猛地打了个寒战。好可怕！刚刚香香哥哥的口吻简直和爹爹一毛一样。不过嘛，要是我爹爹也和哥哥你一样温柔就好了。过去带着小家伙很严苛吗？你父亲待你不好？没有一个当爹的会不好奇亲生仔对自己的看法。我爹爹待我可好了，只不过他老人家生前对宝宝很严厉嘛。我犯错了就关我小黑屋，还不和我一起洗澡澡。生前，哼，原来我是个死人啊！不过现在他在九泉下可以安息了，宝宝已经是一个成熟而优秀的宝宝了。小傻蟹尾巴翘上天，云素面无表情。安息？哼，这辈子都不可能安息。大孝子啊，我是天天都在过头期吧？小君君，我说的话有那么好笑吗？啊，你刚刚说啥来着？我说徐五老搞遭报应了，他昨儿在城郊遇到妖族袭击，肠子都给掏出来了，据说境界都给打废了，差点掉成百界。何方大妖出来行侠仗义啊？那不清楚，据说是那天从妖域里跑出去那只秃毛鸡妖，看他的伤口挺像的，据说毛都给烧没了。那许天赐现在也没毛，这兄弟俩是凑对儿了。在蜂妖湖里的朱雀直呼离谱，本座鸟在湖中坐，锅从天上来呀！哎呀，主人，咱们是不是误会表弟了？昨个他暗戳戳的差遣朱雀替你出气来着。楚群差点就感动了。梅富贵又道：不过那徐武运气好啊，被顾大儒给碰见了，顺手就救了他一命。嗨，这顾老头瞎跑个什么劲儿啊？楚群收回感动，便宜太师傅。不过太师傅也是损啊，往镇妖司头上栽黑锅，
塞得真带劲儿。哎，我这手啊，真酸呀！马车外，云素有些无可奈何的抿起唇。哎，大姐大，揉手我可以啊，要整套全套马杀鸡吧？小胖殷勤的替楚群捏手揉肩。梅富贵看着这位，我一直想问呢，这童工你打哪儿捡的呀？妖玉啊！楚群倒没遮掩，它是一条鱼，以后对外宣称是我的妖奴，对内是我的长工啊，还是西西的小弟。梅富贵闻言羡慕了，能化形，这岂不也是大妖了？大妖算不上，不过我身娇体软会暖床。蝈蝈，你要搞一下吧，我可以安排的呀。这条鱼不太对劲儿啊。但我儿能化形了，他也能给我暖床了。富贵口是心非。哼，我不羡慕。以后别人要是问起，小君君，你就说是这次任务收的这条鱼吧。现在镇妖司里到处都在抓逃窜的大妖呢。好啊，很诡异的事儿，他对梅富贵有种近乎天然的信任，是因为他是老梅后代的缘故吗？哎呦，小胖，既然你是西西的小弟，那以后也是小爷我的小弟喽。小胖鼻子一酸，大姐大，富贵姑，你们都是好人。楚群见他要哭，二话不说起身离开马车，一只手攥住了他的手臂，防止他跌下去。坐好。楚群了声，与他并排坐着。昨日是我态度不好，抱歉。没关系，反正我单方面和你绝交1天了。1天已过，时间刚刚好。所以现在表弟愿和我双方面重新建交吗？楚群笑眯眯地看着他，吐气如兰。云素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鬼使神差地点头。好。楚群眸色大亮，得寸进尺。为了深入发展你我的友情，以后你的尾巴我是不是可以无限畅撸了？云素眼神冰冷的，还是绝交吧。哎呀，干啊！小群群，你这养的是什么鱼啊？哭起来都要把马车给我淹喽。十里坡建民村，肉眼可见的脏乱贫瘠。好家伙，这味儿啊，比我好大儿放的屁都上头。你谦虚了。他瞥见云素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僵硬，楚群朝他靠了过去，见他没反应，得寸进尺，越靠越近，最后干脆上手了。放开！不放。云素身上的香味正好能压住这些臭气。离了你我不能活呀，表弟。云素身体僵硬的更厉害了，眸色沉沉的盯着他。这些话他到底是怎么信口拈来，不带犹豫的呀？梅富贵也来了。表弟，这身男儿香了不得呀！小娟娟，还是你牛啊，这都被你给发现了。三人这架势，伪石像有啥大病？云素手臂一用力，将梅富贵震开。表弟确定要推开我？我这手腕啊，也不知干了什么，这些天又酸又痛的。真不知到底谁才是狐狸啊！到底谁才是狐狸啊？梅富贵幽怨的像个弃妇，云素不让他碰，他就只能。以前还叫人家表哥哥，现在碰都不让碰呀！说好的兄弟爱呢？就是。楚群投去了谴责的眼神。演技呀，表弟。云素睨了眼梅富贵，紧缠着楚群的手臂，蹙了下眉，像什么样子？你过来，表哥。嘿，来嘞，表弟。可算是来了。以前每隔3月就会来一次，这回半年才来。三位大人是来咱们村驱妖的吧？太好了，可算是等到你们了。你们知道我们要来？小乞丐刚要开口，三位大人一路辛苦了，你们放心，那属妖的老巢我们已经找到了，就等大人你们出手了。楚群三人神情都有些微妙。既然如此，你带路吧。大人们请随我来。臭不要脸的李二狗，这3头肥羊明明是我先碰上的。阿七，快去，听说村口又来了4个肥羊。什么时候妖族这么听话了呀？还能被普通人给堵了老巢？如果真是鼠妖作祟，那咱们该小心的就不是那群老鼠了，暗处有人。云素自然注意到了一只只浑黄的眼睛，目光扫过去时，那双双眼睛就消失不见了。三位大人，那就是鼠妖的窝点。对了，有只鼠妖已经被我给抓住了，大人只管杀了便是了。哦妈，好大一只妖啊！嘿，是你傻还是我傻呀？这是妖啊！人家耗子长得是肥头大耳的点儿，你因为人家吃的好长得胖，就说人家是妖啊？喂，你礼貌吗？大人，这真是妖啊！李二狗见三人脸色，大人觉得哪种妖合适？小的立马替大人去找。感情你们这村还提供送妖上门服务，所以过去来你们村的镇妖使杀的都是你手上这种妖。李二狗觉得哪里不对，这3个人和过去来的那些镇妖使好像有些不同。这肥老鼠要是妖，小爷我家后院那就是妖精他老巢了。建民村闹妖，到底闹的什么鬼啊？正莫名其妙之时，居然真的是你们3个！你们丁字院也接到这任务了？楚俊3人在镇妖司已经出名了，都不是啥好玩意儿。呸，耻与为伍。即日不见，明珠小可爱的脸蛋儿越发可人了。呸！
又胡言乱语，都说了要叫我公主殿下。好的，小明珠。你让人把话说完。原来他的乱谋行为是不分男女、不分人妖的吗？只要合心意都可以啊。郡主，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看来咱们任务一致。喏，妖在那边，杀吧。那能是妖？这村里人的鬼话你也信？刚刚还有个小乞丐抓了只毛毛虫，说那是妖，居然还管我们要辛苦费，说是惯例。哎，我们看上去有那么好骗吗？楚群笑眯眯听着，他就喜欢这种一股脑把什么都往外倒的小姑娘。那人跑了，你们怎么不追啊？有什么好追的？兴许那李二狗和小乞丐都没骗人，不过是遵循惯例呢。这事儿问你们身边那2位镇妖司老人不就清楚了？姬爵、柠檬，你俩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四皇子前面需要的任务只是惯例而已，给新人练练手罢了。只怕是甲自愿的惯例吧？厉害啊！你知道什么叫胡说八道？怎么为小秦群戳穿了你们的丑事儿，恼羞成怒了呀？他们的任务是杀了此处的妖物，楚明月等人则是驱逐妖物。胡大彪是让他们来抽甲自愿的底火呀。心渣大彪，不愧是你啊！浓眉大眼儿个坏东西，简直喜欢死了。谁恼羞成怒了？你们丁自愿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我们酸。现在你们过场也走完了，还不回镇妖司邀功去？我们这就走，但也不会去领什么赏。等这次回去，我定将此事上禀。你们不走？妖物还没除呢。装模作样，真有妖物轮得到你们丁子院的辣鸡？就是，马上都要死了，还在那儿大放厥词。你俩嘴很臭啊！刚吃完屎吗？几乎是条件反射，楚明珠拉着自家哥哥后退了一步。不等他二人抱起，楚群的声音骤然如魔音贯耳：跪下！这么漂亮的嘴巴子，不拿来打烂了多可惜啊！跪下！这么漂亮的嘴巴子，不拿来打烂了多可惜啊！你敢？楚群，你别太过分了。你这么说，我不过分点都显得我怕你了。我哪能受这委屈啊！疯子，赤裸裸的疯子！两人都想不明白，楚群的言灵之力怎么会这么强？回答他们的只有少女邪恶。你俩面对面，对，就这样，别害羞，都是午休，脸皮厚度肯定也非同一般。那先随随便便互扇100个巴掌，给大家助助兴吧。两人只想破口大骂：你家午休修炼会武装到脸部，有毛病吗？骂声还没出口，对方的巴掌就过来了。这巴掌声响得格外动听。哎，对，就这个声音。接着扇，接着响。明月心有不忍，刚要开口，对上了楚群笑眯眯的视线。喂，刚刚你拉开我是为什么呀？小明珠一脸怕怕。当然是怕血溅到咱们身上啊！四哥，你对女流氓的可怕之处是一无所知啊！不，我现在隐隐知道了。季寻和宁梦还在原地跪着互扇巴掌，楚群三人却走了。楚明月也拉着楚明珠走了。无人离开后，一道的身影从棚屋里走了出来，盯着他们离开的方向，目光停留在楚家兄妹身上，满满都是垂涎。楚明珠打个哆嗦：怎么了？哥，刚刚有人一直盯着我们，他们眼睛都是黄色的。你是不是看错了呀？没有，我真的看到了。啊，黄眼人？你说的是黄眼病吧？什么黄眼病？你俩这都不知道呀？一开始本没在这建民村，那黄眼病好像也不会死人，就是眼睛变黄，看着有些吓人。可是刚刚那群人看我的眼神真的不对。的确不对。要说垂涎，也该垂涎小爷吧，毕竟我如此富贵呢。大概是小明珠看上去比较美味吧。什么叫美味？哈，你秀色可餐呐。楚明珠半点没被安慰到，他总觉得楚群说的美味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宝宝刚刚也看到了，那群黄眼人看着好可怕，眼神像是要吃了那个包子姐姐还有他哥哥。楚家人的血肉这么美味的吗？你也是楚家人。表弟，你身为妖也觉得我血肉甜美，很想咬一口。这又是什么虎狼之词啊？对其他妖族如何暂时不清，但对他，我如素。身为一只狐狸，你居然不吃肉，你太过分了。就是，肉肉那么好吃，怎么能不吃肉肉？尤其是大鸡腿子。我爹爹就不喜欢吃肉，所以他英年早秃。西西点头。英年早秃的秃爹先睨了眼肩膀上的大孝子，舔了舔后槽牙。表弟听到没？这是前车之鉴，我不介意晚上帮你检查。早秃不可怕，早预防
早治疗。我介意。他无情地把楚群推开，掐住大孝子的后颈皮，忍了忍，到底没能对亲儿子下手，大步朝前走。姐姐，他掐我后颈皮，哥哥他又是个坏蛋，咱们和他绝交。绝交！撸秃他尾巴，立马绝交！走在前方的云素听着后面一大一小的小声逼逼，冷不丁想到某人的手身上有种诡异的酥麻，身上的香味猛地又浓烈了几分。这么纯情的吗？真是不经斗。云素脚下一顿，好可爱啊，表弟。算了，随便他吧。凤瑶湖里的朱雀，遇上他是你的劫呀！你上辈子做了多大的孽呀？这辈子遇上了他，哥哥大。一到村口，楚群拽住云素，放下狠话：“我和表弟要在马车里办点正事，富贵儿，你们3个看着办。”紧跟着，他们看到马车剧烈的摇晃了起来。表弟，你别乱动！哎呀，冷静，你是不是又动情？他们俩光天化日下贱。楚明月此刻也稳重不起来了。呀，有辱斯文，他们怎么？不愧是小圈圈，就是直接嘛。表弟，你别乱动！哎呀，冷静！他们俩光天化日，不愧是小圈圈。我要是有他的勇气啊，还能搞不到初恋。学到了。你没问题吧？马车上，云素正襟危坐，微颤的长睫暴露了内心的不平静。我是想借你腰上挂的风妖壶试试啊！表弟差点捏碎我手骨是什么道理啊？云素抿唇，他刚刚以为他是想。楚群叹息，准备碰瓷儿到底了。我这手啊，承受了太多，你能不能正经点？半晌没有回应，他睁开眼，看到了楚群无比震惊的模样。甲子院的2人也出来了，看来咱们走后发生了不少有意思的事儿。好臭啊！您2位这是扇耳光扇泥地里去了呀？他们身上沾着的不是泥，是血。是啊，真是不讲究。瞧瞧，还带碎肉渣渣呢。在梅富贵几人眼里，季寻和宁梦2人就像是在泥潭里打了个滚，但在楚群和云素眼中，裹满的分明是猩红刺眼的血浆。那些该死的贱民就是疯子！你们走后，他们就跑过来围观，还不知死活的用地上的黄泥来砸我们。楚明月皱了下眉，觉得哪里不对，但没点名。我和明珠会留下来除妖，你2人若无事就走吧。我们不走。你们不会还想留下找楚群的麻烦吧？他迟早要死，我们才不会费劲儿对付他呢。四皇子，您先前的训诫的没错，我和宁梦随你们一起将这事上禀。楚明月神色微动，既然你们悔悟，那就再好不过了。这2个笨蛋在说谎，但好奇怪啊，他们好像不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的话的确漏洞百出，但神情里的确没有撒谎的迹象，是被摄魂了吗？表弟怎么看？他们留下应该别有目的，那群黄眼人似乎格外在意楚家人。是啊，黄眼泥沙听上去颇像一种妖物的特征啊！他和云素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阳鬼，地阳鬼是什么坏猪猪？地阳鬼黄眼，金角势利，与人乡愁，能用妖术以土石换取人的5脏6腑，中术者上傀儡。地阳鬼这东西实力并不强，只是他用的妖术收拾起来有些麻烦罢了。这剑民村显然已经成了他的巢穴。楚明轩的草包认不出地阳鬼，镇妖司的人也认不出。地阳鬼已在人族大陆上消失几百年了。哦，难怪连宝宝都不知道呢。姐姐，你是怎么知道的？哎呀，一不小心暴露了没？书中自有黄金屋，少吃饭多读书。楚群面不改色的忽悠狐。那宝宝还是不上天了。中途，楚群借着打牌九的名义，把梅富贵也叫上了马车，给他说明了情况。富贵一声大叫，马车摇摇晃晃。这3个人，楚群这老色女，她居然表哥表弟2个都要。小明珠低吼，脸红得快滴血了。吃得消吗？妹妹，你的关注点是不是不太对呀？打牌九应该要4个人才对吧？楚群这不就来了吗？小明珠啊，小明月啊，一起上来玩玩呀！你连我们都不放过！兄妹俩带着宁死不屈的眼神，倔强起身上了马车。马车上这会儿挤的是满满当当呀。楚群3人是衣着整齐啊！你们真的在打牌九？当然不是了。果然，我就知道。楚明月撞了自己妹妹一下，看得出来3人在车上没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他心生罪恶，自己刚刚的想法实在是下流。正想和楚群道歉，就听他的：小明月的那头雪狼妖啊，生的是皮毛溜滑，腰背挺阔，何不放出来一起玩玩？小明珠的听风兽就算了，还太小，不好玩。果然不是我下流，楚群。
真是个古板的表弟，这么严肃做什么？我这不是怕真相吓着这2个小朋友吗？谢谢，现在就已经被吓到了。放出你的妖奴，让他替你们兄妹开眼。果然，当妖的就是和当人的不一样。主人，马车外有好重的血气。血气？你们偷偷看看外面那2个笨蛋就知道了。哦，别忘记了，让这头狼用妖力给你们开眼啊。此刻那2人竟如痴如醉地舔舐着自己身上的血污，如毛饮血，寒气从尾椎骨处窜了上来。这吃的可真够香的，你说那肉渣渣是心还是肝还是肾呢？2位皇族孕吐的厉害，还好只是干呕，富贵也跟着呕了起来。这就是你说的他吓着小朋友？女魔头对楚家后代子孙很是嫌弃了，这心理素质就这。燕氏先祖那11个草包，在这个年纪也已经杀人如麻了，好吗？这一届的孙子不大行啊！这2人到底怎么回事？他们身上的不是泥，而是血，他们居然还在……楚明珠说不下去了，再说又要哕了。中了妖术而已，淡定。此刻他们还是人，对你俩的内脏还不感兴趣，但其他人嘛，不一定了。楚明月抓住了关键，我俩？当然，毕竟你俩看上去最美味嘛。果然，你先前说的美味是这个意思，你是不是早就察觉到不对劲了？你故意留下他2人，是为了让他们当诱饵？是啊，此女不似人，不似妖，却有种深渊恶鬼的邪气。你叫我们进来是想做什么呀？楚群审视了他一会儿，反应还行。他俩，或者说村子里的那群妖的目标是你俩，今夜他们应该会有所行动，你们将计就计就成了。你这是让我和四哥当诱饵？当然，你们也可以不当，逃走便是。有这只狼妖护着，想来你们的安全也有保证。我当。楚明月的性格被拿捏得死死的，让他当逃兵是不可能的。诱饵1个就够了吧？让明珠留下。那不行，我怎么能让四哥你一个人犯险？小明珠何等义气啊！你俩下去慢慢兄妹情深，另外把你的狼妖收起来，演技自然点儿，别打草惊蛇了。他俩下去后，季寻和宁梦就凑了过来询问可有事儿。楚群他太恶劣了，他打牌输了不给钱。正是打牌，不是你们5个一起玩的什么见不得人的小游戏吧？梅富贵显得异常兴奋。哎，小君君，今晚我干嘛呀？要练什么单你说了算。你喘气儿就好，建民村还有活人呢。谢谢。你想大家都被毒死吗？夜色凌凌，楚群忽然拉着云素下了马车，她容颜娇美，整个人几乎要挂在他身上了。云素显得很僵硬，以至于显得楚魔头格外娴熟老练。表弟，今晚夜色甚好，我们去小树林看星星看月亮，畅聊人生，岂不妙哉？楚群亲昵地挽着云素的手臂，把她往小树林里拽。云素僵硬的身体带着几分欲拒还迎的倔强。这2人是在演戏吧？不会假戏真做吧？唉，奇怪啊！哎，小君君和表弟呢？这2人去尿尿，居然都不叫上我。你们的关系真的好难理解啊！很快，兄妹俩发现季寻和宁梦不知何时也不见了。四哥，楚明月摇摇头，2人稳住心神，继续假装睡觉。又过了一会儿，殿下，公主，2人佯装惊醒。怎么了？金门村里有异动，我们发现了妖物的踪迹，请殿下公主速随我们来。晚点，怕是要让妖物跑了。快带路！那3人，别管他们3个了，我知道在小树林里干什么龌龊之事。他们走后，一群黄眼睛的人尾随地钻进小树林里，开始找人。怎么没人？有人啊，人不是在这儿呢吗？松手！少女掌心的温度像是撩人的火源。楚群哦了声。妖物数量多吗？不少，否则我和季寻也不会出来求援。这2人看上去都不像在撒谎，他们是真的被摄魂了，起了歹意。那总该记得那群妖物的样子吧？宁梦下意识道：“那群妖，他声音戛然而止，眼神里透着迷茫。是啊，那群妖长什么样子来着？他们眼睛是黄色的。宁灭兄妹脸色一变，黄眼，那群黄眼病人。兄妹俩下意识远离他们。白天你们说那群黄眼人围着你们，还给你们丢泥巴。如果是他们，白天你们又是怎么逃出来的？2人的记忆开始扭曲，宁梦骤然尖叫了起来。他们舔舐的那些不是泥沙，是内脏。就在这时，一个个黄眼神将他们4人围在中间，骤然，宁梦和季寻的神智又恢复了起来。明珠，小心！楚群和云素原本都准备出去帮忙了，却听地阳鬼里有人道：“留他们2人性命，他们是屋主看上的祭品，屋主要亲自动手。”还有个大的，那就再等等好了。显然云素和他想法是一样的，楚明月都想骂娘了。他敢肯定楚群3人藏在暗处呢。他们身上有风妖符，
这2人有妖奴，封住他们的妖奴。这2人有妖奴，封住他们的妖奴。奉无主之命，妖灵禁停。楚明月和楚明珠身上的封妖符死活都打不开。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感觉不到天地间的灵气了。是禁灵诀，这不是主人你当年创的禁灵诀吗？这群地阳鬼怎么会使的呢？宝贝，你问我问谁呢？禁灵诀他可没外传过。虽说对面那群用的禁灵诀很拉胯，但绝对是禁灵诀没错。我有种蛋疼的预感。主人，你那是幻肢疼吧？不过你一贯好的不灵，坏的灵，估计这回真要糟了。老弟，建民村百姓的安危就交给你了，别忘了救富贵，他这回估摸着是要栽，保住他的屁股。他说完，把西西也塞进到。你要做我去自投罗网。尔等黄眼丑狗，放开那对少男少女！地阳鬼的首领心头一惊，正要让手下傀儡反击。这是个傻的！我的灵力呢？谁夺走了我的灵力？主人，你的戏或多或少有点拉胯啊。楚群，你是个憨子吗？你跳进来干什么？他们使妖术封了我们的灵力，你还来送死？楚群痛心疾首啊！无耻妖族，你们下界！地阳鬼首领勃然大怒，骂我们下界，杀了他！都是楚家人，凭什么他俩要活的，我就要死的？你家主子是不是眼瘸啊？你也是楚氏皇族，本郡主哪里不皇族了？你还犹豫？你什么黄眼妖？你眼瘸吧你？地阳鬼首领受得了这等侮辱？把他一并绑了，我要剐了他那身烂肉！如此贱人，没资格当无主的子民。3人成功被擒拿，绑住他们的竟是一根腰带。幻肢蛋疼又开始了，这根腰带眼熟啊！被腰带绑住后，3人和地阳鬼首领就从原地消失了，傀儡们也隐没进了黑暗。哥哥，快去救姐姐！他不用人救。云素将朱雀放了出来。那群地阳鬼用的是禁灵诀，你快追上去！禁灵诀是那个人的指诀，这里没有大问题。那个人楚一侯吗？我听夭夭们说起过楚一侯，他好厉害的，姐姐肯定有危险。哥哥，你快去帮姐姐好不好？他不需要。坏哥哥，宝宝不喜欢你了。他挣脱云素，钻进了黑暗，寻楚群去了。云素皱起眉，帝西和他相处不过短短数日，为何这般在乎他呀？还有自己。我去找希尔，你去保护梅富贵。你这个狐可真够矫情的。以他的能耐，就那小傻狐能跑得掉？明明你自己就想根据好不好？还拿一个奶娃娃当借口，这狐狸不是一般的心口不一啊！云素淡淡的逆向他：你与楚一侯有何前尘，本君并不关心。千年前你既选择冷眼旁观，如今何必惺惺作态，野人作火？朱雀脸色发白。千年前的事，你又是如何知晓？云素未答，寻西西去了。如果当年我不那么懦弱的话，可惜啊，没有如果了。猪猪，这老十字的圣兽有什么好当的？为什么我连他的样貌都想不起来了呢？你最好告诉我，你冲出来还留了后手的。啥后手？小明珠要炸毛了。你表弟呢？还有梅富贵，你总不会真的是头脑发热吧？不是，我就单纯好奇这黄眼狗的主子是谁，眼有点瘸呀。我不比你们2个小崽子更香。小明珠崩溃了。完了，这回真要交代了。到现在你还不肯说实话，楚学，你到底有什么打算？打算？楚学没那玩意儿。到了我主面前，你们还以为自己能逃？待我先剐了你这牙尖嘴利的小贱人。不急不急，好吃的留到最后才有滋味不是？你先把这2个小的掏了，反正我又不会跑。地阳鬼直接给整不会了。楚色派，你是人不是？到底发哪门子疯啊？都闭嘴！你在打什么歪主意？我这不是好奇吗？都是祭品，怎么非得选楚家人呢？你家主人的口味比较特别。宁宁兄妹也安静下来了。楚家人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你们的血肉就是迎他老人家回归此世最好的祭品。所以先前你们用的指诀也是你们的主人传授的？自然。无主魔灵天成，只有他才能将你们这些卑贱的人族湮灭。你吹牛！要真是那么厉害，至于躲这么个腌酸菜的地窖？你不嫌磕碜，我都替你害臊。无主魔灵天成，你吹牛！要真是那么厉害，躲这么个腌酸菜的地窖？就这，你还颠覆人族，吃得饱饭吗你？有一说一，真的很磕碜。地阳鬼勃然大怒，无主乃灭世魔头楚一侯，尔等贱种居然敢如此辱骂于他！楚群笑容逐渐枯萎，楚明月和楚明珠一愣。如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恐怖气息扑面而来。无主，你醒来了吗？无主，吾乃楚一侯，谁道吾灭不尽你人族蝼蚁？噗！他身上穿的是金缕紫衣，这是楚一侯。这个魔头在7年前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灭不了。你是楚一侯？你是的话，那我是谁？魔主楚一侯就在眼前，你竟不识？楚君，还真是楚一侯，他身上穿的那是楚一侯的战袍。我当然知道了。本尊闻到了你身上的血气，倒是与你们的先祖一样张狂。待本尊吃掉你们的血肉，到时你们的皮囊就能为本尊所有了。这一次真的完了吗？搞了半天，原来是想夺一具肉身啊！哦，是因为你没脸没皮没肉身吗？难怪这么着急。好一根利蛇，不知死活！本尊就先从你开始吃好了。雪人勃然大怒，破天威压袭来。这回楚明珠和楚明月是真顶不住了，齐齐晕死了下去，唯有楚群还立在原地。怎么可能？这个贱丫头明明只是百阶下品的实力，怎么可能抵挡住魔主的威压？少女孑然而立，双肩忽然抖动了起来，终是没忍住笑出声。你找死！你怎么可能伤到我？有一说一，你打造的这出幻境还行，愣是弄出了狐假虎威的效果。楚家这两个小鬼，若不是被金履带给限制了灵力，想来也不会这么容易被你给唬住。也就地阳鬼这种没什么脑子的小妖，能由得你哄骗。雪人却像是被人踩着尾巴的猫。卑贱人族，你少信口雌黄！本尊的能耐还没使出来呢。楚群笑得更动人了。楚一侯就是人族，你自称楚一侯，这是把自己也骂进去了。哼，本尊岂是寻常人族能比拟的？无乃灭世魔灵，灭你爹个世！对面被打得抱头鼠窜的那位，真是我信奉的魔主。魔主楚一侯这么弱，到底哪里出问题了？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楚群抽了他一会儿，也觉得索然无味。我是谁？你真的认不出吗？雪人的身体骤然僵住，从灵魂深处窜出了恐惧感。你真是让我惊喜万分啊，小子！这个声音，这个腔调好熟悉。不曾想昔年我穿的一件破衣裳也能修炼成妖。可是小子，你不乖哦。怎么能打着我的名头干坏事呢？他纤细的手臂径直没入血人的胸腔内。找到了！闭嘴！你复活了！他的声音陡然变惊喜。主人，我是小紫，你最喜欢的小紫啊！我好不容易修炼成妖，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等您归来。哼，这破衣裳满嘴鬼话。楚群自然不会信。为了我可没有吃人内脏用活人献祭的臭毛病。主人，这些都是卑贱的人族，还有楚家人。当年不是楚家人害的你吗？你为人族付出了那么多。楚群笑眯眯地听着他叭叭叭，桃园权杖对着他的喉咙眼就戳了进去。这小嘴巴子啊，叭叭叭个没完了！我这个正主还没开枪，轮得到你一件破衣裳来替我义愤填膺，打着我的名头作恶？你与那些人有什么不一样？你也配？冤枉啊！主人，你真是冤枉我了。若然八大妖君还活着，他们一定会和我一样杀光这些人族。这个蠢货，好死不死，偏要来触碰主人的逆鳞。楚群眼中怒火大炽，更是直接动用了神魂的力量。你也配和他们相提并论？你算个什么东西？别杀我！主人，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他是真的怕了，主人是真的想杀了他。主人，你不想见寒龙妖君了吗？楚群掌心的魂火一滞。你说蛟蛟龙？是寒龙妖君，他还活着。你别想迷惑主人，若你真知道蛟蛟龙的去向，你为何隐隐狗狗藏身在这贱民村里？你不过就是想求主人饶你一命罢了。我没撒谎，主人死后被分尸，蓝龙妖君入王都福临，未能夺回主人的尸身，于是将我带出了王都。是他对主人的执念让我生出了意识，是因为他我才修成妖的。他没撒谎。身为其主，楚群自然能感觉得出金缕紫衣话里的真假。既是蛟蛟龙让你生出意识，你又为何不留在他身边保护他？主人，他被挖眼剥离灭族，自身难保，纵然活了下来，也是朝不保夕。所以你弃他而去了，是吗？主人，楚一侯，你就是个灾星！你所爱之人皆因你而死，爱你之人为你献祭。我不配活，你又配活在这世上吗？
范农还活着，可你救不了他。你活过来又如何？还不是要眼睁睁看着他死去？谷主，这该死的冒牌货竟然敢冒充你！我不等他的话说完，他的身体连同妖魂一起被搅得粉碎，周遭又恢复成了现实中的地窖，一团毛茸茸的白影朝楚群直奔而来。姐姐啊，主人，你刚刚过度耗费神魂之力了，快服下桃源玉髓。楚群像是听不到木木的话一般，铺天盖地的疲倦席卷而来。娇娇，谁是娇娇啊？楚楚，是梦啊！主人，姐姐，宝宝担心死你了。西西真乖，来姐姐摸摸尾巴。是表弟救了我。我找到你时，地阳鬼首领已死，发生什么？打打杀杀了。我也是拼尽全力才赢了的。他信口胡诌，也不管云素信不信，只说是个憨子血妖，善用幻术，把自己伪装成楚一侯，在招摇撞骗。小明珠和小明月呢？昏迷中，还未醒。富贵呢？云素沉默了下。你若无恙，自己出来看吧。下了马车，肉眼的一幕让楚群愣了愣。小群群，梅富贵委屈巴巴的往楚群身边扑。站住！看着他那磕碜的打扮，堪堪遮住重要部位，头发焦糊，眉毛也给火燎了。你怎么搞成这样的？还不是那只死大妖！小群群，你是不是早知道表弟的那只妖奴就是妖域里想要杀我们那只大妖啊？楚群睨了眼不远处人形状态的朱雀，诧异的嘶了声：“居然是他！表弟，这怎么回事啊？”就看到楚群在演戏，他唇角一抿，完全不准备配合。朱雀嗤笑，木木刚想提醒：“主人，你个骗子！那只死大妖说你醒来后定要忽悠我，果然如此。”干！我哪里露馅了？他看向云素，不对呀，以表弟的性格，不会这么多嘴才是啊。这时一个瓮声瓮气的女声响起：“俺记得你。”从树林里走出来了一位勉强说是大姐吧，关键是这位大姐身上的妖气她有点熟啊。这只牛大妖怎么会在这里啊？不，这只牛大妖居然还是牛大姐。大姐怎么会认识我呢？明明我们第一次见。俺记得你，还有你身边戴面具的小白脸和这只秃毛鸡，就是你们三个破坏了妖域，把妖族们放了出来。你看吧看吧，小群群，你和表弟真是太过分了。富贵啊，你们干这种大事居然瞒着我，居然不带我，我们还是不是钉子院铁三角了呀？这可是能载入史册的大壮举啊！原来你是因为没带你一起干坏事生气的吗？下次一定带你。我们去把国师的棺材本给薅了。说到做到啊！再抛弃我就要闹了。我拿我的人格发誓，挖坟我最在行了。我们去把国师的棺材本给薅了。说到做到啊！我拿我的人格发誓，挖坟我最在行了。宝宝可以带路。朱雀嘴角在抽搐，在忍笑。已有些麻木了。表弟，到时候一起啊！富贵点头。咱们铁三角一起发光发热呀！不如说是一起作死，一起作大死呀！云素深吸了口气，远离这俩人。果然，麻木是不可能麻木的。好人总有办法把死人都气活。朱雀憋笑都快憋到窒息了，他忽然觉得自己成了妖奴也不算啥。地神又如何？国师又怎样？一尊降贵，装成个小渣渣不说，还得天天和两个仕途扒自己衣服、刨自己坟头的混头子裹在一起，这滋味，想想都爽翻了。牛大姐很有理，即便被冷落了，楚群从梅富贵的嘴里知道，刚解决了那群地阳鬼傀儡，牛大姐又跑出来了。他俩为何打架？朱雀和牛大姐有仇吗？梅富贵表情怪异，云素嘴角也轻扯了一下。朱雀看他的眼神里更是带着诡异的愤恨。俺怀疑是他在妖域戳俺屁股啊！这主人，小场面，莫慌。他慢条斯理把握着权杖的手背到身后，装若自然地走到云素身边去。表弟，那只秃毛鸡是你的妖奴，这事儿的确得给人家牛姑娘一个交代。云素盯着他，眸色高深。之前是俺误会了，戳俺屁股的不是他。哼，当然不是老子了，老子没那么变态。朱雀怀疑是楚群，不过他没证据，毕竟现场只有云素这一个目击者。放开！我虚弱，我手酸，表弟帮我拿一会儿。我肌无力，这是光明正大的想让他背锅呀！你的良心呢？让狐狸吃了。云素高深莫测地看着他，倒没把权杖塞回去。他察觉出了不对劲儿，竟然是桃源木。当初在桃源山到底发生什么？桃源木怎会落到他手上呢？这桃源木上的木灵也不知还在不在啊？干！他摸我！
云素手指忽然一僵，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万分嫌弃之色。哥哥，这木头老香了，啃一口香一天。但是姐姐每次都不让我乱啃，一会儿你让我悄悄啃一口好不好？主人，你快拦住他，他又想咬我咪咪。这别乱吃，拿捏就是这么简单。牛大姐在后方道：“你是叫楚群吗？是我。哦，那我以后跟着你了。有个老头让俺保护你，说给俺管饭，还包20头美男牛呢。”啊，他说的不会是顾老爷子吧？20头美男牛，楚群觉得便宜太师傅不至于这么不正经。他还答应俺要把戳俺屁股的凶手找出来。这位老人家还没见诺啊？那你也不用跟着我呀。不，你当时在场，跟着你比跟着他管用。牛也是有脑子的，更何况俺还有女人的直觉。大姐啊，你这直觉多少有些见鬼了。凶手就在你眼前，你知道吗？你跟着我有危险，现在镇妖司的人到处在抓你。那这只鸡为什么没被抓？你说谁是鸡呢？牛大姐好脾气，你不是秃鸡，难道是凤凰？老子是比凤凰更高贵的朱雀。如果是凤凰，还能被锁在妖域里，那你这凤凰很辣鸡呀！不怕牛牛憨，就怕牛牛说实话。老子要回凤妖湖。云素没搭理他，心念一动。哥他看嘛，俺没说错，它就是一只鸡。一会儿楚家兄妹要醒了，这头牛你最好尽快处理了。但这位牛大姐吧，万阶大妖，目前来说战斗力还不错的。凶手楚群沉吟了会儿，你跟着我可以，但必须奉我为主，与我缔结主仆契约。包饭，包美男牛，包抓出俺屁股的凶手，啥都好谈。饭和美男牛不是由好心老大爷包吗？尊老爱幼你不懂，你们人族不是最兴这一套的吗？楚群仰天叹气呀，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走上了羊仔包饭的这条不归路。牛吃草应该不至于让我太穷吧？战斗力不错，还出去烧沙巧呸，劫富济贫应该也是一把好手。结契吧。主仆契约一成，楚群道：收敛你的妖气，不要让人瞧出你的本体，对外只露出百阶上品的实力就行。话说你叫啥？俺叫牛。你叫啥？俺叫牛。你是有点牛。楚群看了眼牛大姐发髻上的花，以后你就叫牛大花吧。俺觉得你没文化。牛大姐接受了这个名字，不忘贬低下楚群。俺去睡觉了，吃饭的时候你再叫俺。都是报应啊！他当初不该把这头牛放出妖域。我觉得镇妖司欠我一个大人情，这头牛其实镇妖司也不想要吧。你说对了。楚家兄妹醒来后，楚群几人就踏上归程了。他们离开几个时辰后，小狼到地方了。那件破衣上的气息消失了。若是真的楚一侯，你们还看得到今天的太阳？可那血人身上穿的的确是金缕紫衣啊。幻术，什么血海威压都是幻术罢了。你们噗噗吐了半斤血，这会儿有感觉自己受伤了吗？的确，所以那楚一侯就是一整个大忽悠。我就说，真的楚一侯怎么会那么脓包？一个邪教总坛居然在腌酸菜的地窖里。我们昏迷后是云素和梅福龟与你里应外合的吗？梅福龟刚想帮楚群圆谎，不是，是我手下的妖奴。他大大方方的让牛大姐和小胖露面了。这两只妖来的路上遇见的，顺手收成妖奴了。怎么可能？妖奴须得驯服后才行。谁告诉你的？只要妖族自己愿意，奉上本命精血就成。小明珠你不知道？楚明珠当然知道，可是让妖族自己献上本命精血为奴，这可能吗？跟着大姐大有肉吃，她说给俺包饭，包美男妖，包后面那句戳屁股，在楚群凶狠的注视下被应过去。楚明月问了风阳湖里的雪狼妖，这两只小妖修为平平，那头黄牛百阶上品，另外一只鱼应该只是10阶，能化成人形，或许是与上古一些大妖沾亲带故。这不等于养了2个饭桶吗？忽悠完人，楚群享受着小胖的揉肩摁腿。一次谎言需要用1000万次谎言来补。原来这道理表弟也懂啊！撒谎这件事上，咱俩半斤8两，谁也别嫌弃谁。楚群坐直了起来，对梅夫归道：你去外头赶车，让四皇子骑马去。哪能这么使唤皇家子弟啊？多不好意思啊！一表弟之间，这谎要怎么圆才算圆满？镇妖使的妖奴可在镇妖司内单独造册，以后行走王都能免去不少麻烦。表弟神通广大，不要油嘴滑舌。那就拜托表弟了呀。云素嗯了声，也不能白让你帮忙，表弟有要求，但说无妨。云素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你与梅福龟之间倒从未计较的这么清楚。他对我毫无保留，
我还要与他计较什么？云素目光微闪，忽然不说话了。的确，他和楚群之间彼此保留的东西可太多了。表弟的问题听上去有点酸呀，你在吃醋不成？香香哥哥居然会吃醋，羞羞。小胖也一脸暧昧。牛大姐好奇，你俩是一对儿？云素皱眉，不是。她否定的极快，仿佛怕与云素扯上关系似的。当然不是了，姐姐现在只想扒国师的衣服，不会扒香香哥哥的衣服的。云素眉头皱得更紧了，楚群摸着下巴道：国师啊，的确是真角色，可惜没有尾巴，不然的话……云素眉梢跳了下，蜂妖湖里的朱雀也躁动了。不然你待如何？当然是扒光、抢光、撸光光。帝晨，你怕不怕？就你怕不怕？这样啊，祝你心想事成啊！当然，现在我最喜欢的还是表弟你的尾巴啦。我呢？我的尾巴呢？姐姐，你不喜欢吗？宝宝有小脾气了呀！楚群赶紧各种甜言蜜语往小家伙身上砸。真的好傻，好骗。大姐大这嘴，不晓得骗了多少无知小男妖。俺有这口才，50头美男牛都不在话下。那你们也太小看主子了吧？没有800也有1000呢，好吧？这次回去后，我要进妖域修炼。内域里的大妖，表弟可还有想救的？嘿嘿，这丫头真以为妖域内域是她开的呀？上次是你们运气好，镇妖印松动，你怎么啦？表弟你为胡这么好？很适合发展成好朋友。这一笑眼底有温度。等你大胜之后再说吧。虚无可是天阶5修哎，表弟信我能赢。信。表弟真好。楚群，你别靠这么近啊！吹毛对上他的目光时，却并没有看到立马的戏谑，唯有认真。楚群把小胖收回了权杖里，让牛大姐在马车外和梅富贵凑对儿。云素，你其实并没有处在妖族的动情期，对不对？这是他第一次认真的叫着他的名字。云素缓缓点了点头。你上2次情动时，我就觉得奇怪，你动情时的香气也很奇怪。妖族动情时虽然容易失控，但不至于像你这样。你是有什么暗疾吗？云素身上的香气又冷了几分，他的情况被楚群说中了。早年为人所害留下的隐疾，一直未能找到破解之法。你的症状倒像是中了销魂饮。是何物？云素微疑，他竟从未听说过此物。一种蛊术，不过是种在神魂里的。这一次动用神魂之力后，想起了一些1000年前的事儿。这玩意儿吧，不是什么好东西。千年我在我王母留下的手记里看到过这东西，乃是楚家人研制出的一种秘蛊，专门为了对付一些容貌姣好的妖族所用。楚群说到这里时，表情有些奇怪，瞄了云素好几眼。一般来说，此蛊种下后不会有什么反应，除非与人内什么后彼此血气相融，神魂交染。云素面具下神色骤变。干，表弟好惨一壶啊！别这么看我，你自己身上发生过什么，你应该清楚啊。如果清楚就好。清楚的话就不会。他看了眼西西，小家伙一脸蒙圈，显然不懂这种成人话题。此蛊可有解法？有，杀了对方。云素皱眉，又睨了眼西西。只有此法，若不知道对方是谁呢？啥？这回换楚群傻眼了，被睡了都不知道对方是谁。表弟你也太惨了吧！他说出了心里话，换来了云素的冰冷注视。莫慌，淡定，有法子。这个销魂饮吧，中蛊者对对方是会有感应的。感应？楚群点头，具体的他也不清楚。怎么个感应法我也不知道，大抵是靠近后会有什么不同吧。云素看他的眼神瞬间诡异到了极点。靠近时会有什么不同吗？表弟你这什么眼神啊？我只是撸了你2次尾巴而已，应该与你过去动情时那什么没什么不同吧。可我过去动情从未被任何人撩拨到失控，唯独遇见你啊。楚群只觉那双眼深的可怕。抱歉，我有些失态啊。这事儿换我也失态。无人知云素内心翻腾起的滔天骇浪。解蛊之法，唯有杀了对方。倒也还有别的法子。何法？再与对方睡一次。困扰了他1000年的答案近在眼前。1000年前他虚弱时被人种下销魂饮，恢复神智后已被斩断9尾，身边唯有一个奶娃娃。1000年前自己失阳元被断尾，莫名有了西西这个家伙。1000年后，西西在禁区下发现了身受重伤的楚群，眼下的楚群或许还是那壳子，但内里的心子怕是早已换了人吧。所以云素压下眼底翻腾的情绪。楚群，你到底是谁呢？任务完成了，好你个大彪！吴大彪一瞪眼，蒲扇般的巴掌差点扇过去了。你个二世祖，说啥呢？
大彪啊，你这就不仁义了，让我们去抽甲子院的嫡虎，这不是给我们树敌吗？他一看楚家兄妹，心里就门清了。你们3个闯祸精，还怕树敌啊？镇妖司里你们怕谁呀？国师的衣服都敢嚷嚷着要去扒。少废话！建民村的妖物已除，甲子院死了2个人，脏活累活我们干，上头找麻烦你顶着。啊，拒绝讲价，不然一拍两散。胡大彪表情愁苦，心里却乐开了花。你们真把建民村里的妖物给一锅端了？胡教头，甲子院欺上瞒下之事，我们会如实向上禀报，你大可放心。哎呀，四皇子果然胸有大义，与那些吃闲饭的下贱胚子不一样。此事本就是甲子院不对，只是我不明白，胡教头既然早知，为何不直接上禀啊？人微言轻啊！他利用楚群3人，让楚明月兄妹知道真相。我要入妖域修炼，只1天可不行。哎，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啊！我要入妖域修炼，只1天可不行。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啊！我暂时不用修炼，把我的机会让给小群群吧。胡大彪瞄了他一眼，得了吧，你能有啥机会啊？啊！这是我的教头令，拿着去妖域，够你们3个在里头待几天的了。小小大彪就是仁义哈！去，老子是看你们3个还算好使，你抓紧修炼啊！过几天和徐武生死之约，没准还能够走点狗屎运，不被他砍死呢。好好修炼，打死徐武后，你们仨就给老子继续打工，把欠我的修炼天数给我补回来。嘿，你个浓眉大眼的英雄！胡大彪忽悠他们的确不仗义，不过这浓眉大眼的汉子有是非曲直，滚去修炼去，少在老子面前套闲。甲子院找麻烦，你一个人顶得住？小丫头，瞧不起谁啊？楚群笑了，泡了一瓶丹药给胡大彪。大彪你可得挺住啊！作为丁字院的头，以后有很多压力需要你扛。 3个小东西还挺会干事儿的。3品炖体丹，看3品丹药随便送人，这死丫头还哭穷啊！胡大彪哭笑不得，自己好像又占便宜了呀。希望这死丫头能打赢徐武吧。哼，大彪是真个狗啊！哎，我听说大彪以前是指挥使呢，那犯了事儿修为大跌，才被降成教头的，也不晓得他到底干了啥。表弟知道吗？他私放妖族。啊！大彪胆子这么大呢呀！云素没吭声，回来后他整个人的气息都有些奇怪。楚群倒是感觉到了，刚要开口，我先走一步。表弟，不和我们一起去邀约，处理一些私事。去给小胖和牛大姐造册。云素淡淡的嗯了声。你若要修炼，去妖域外围的星野湖。啊，星野湖，表弟好像知道很多事情的样子啊。当然，你的表弟可不普通。香香哥哥的确是密兮兮的，不过星夜湖宝宝去过，那里有好多好多好吃的果果。西西觉得好吃的东西一般都不会普通，很多灵草，比当初的山坡还多得多。楚群和富贵看向彼此，富贵啊，小君君啊，咱们去整他个灵草300斤，格局小了不是啊？那得薅光啊！正在看着公文的贺青，只觉背后一凉。这种熟悉的感觉，怎么回事？屋内景象一变，成了白茫茫、冰雪堆叠的世界。这是妖域。主君，主君，究竟发生了何事？甲子院建民村之事，你知道多少？甲子院与楚明轩交往深密，他们在建民村中干得勾当，卑职有所耳闻。不过建民村中似乎并无真正的妖物。云素逆向他，贺青心里咯噔，惨埋着脸低下头。建民村中的妖物为地阳鬼。地阳鬼？神族地界还有地阳鬼存在？此事是卑职失职，我定会彻查下去。楚明月会上谏，你顺水推舟便是。诺，这等失误，卑职以后定不会再犯。人族内斗、皇权之争与我们的确没有干系，但妖族作恶，尔等则无旁贷。主君，卑职斗胆，此次您与楚群郡主出去，可是又遇见了什么？楚群2字乱心，贺青感觉冰封妖域里的风刮得更凛冽了。楚群，干！主君笑了，要出大事了！该不会小祖宗那坑爹仔又干了啥大买卖吧？他不是楚群，不是，本君早该猜到才是。若他是楚群，怎能活着离开禁区呢？云素自言自语地笑着，眼神中带着近乎偏执的凛冽。他那壳子里的灵魂究竟是谁呢？那灵魂属于1000年前的某个人。主君是说，现在的郡主楚群换了心子，那心子还是1000年前的老鬼？难道是禁区里的某个大妖的残魂保留至今？不，云素眸子忽然想到了什么。必然，
你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呀？那死丫的身体里的魂魄来自千年之前，你何以如此笃定啊？何以？就凭靠近楚群时身体不同寻常的反应，就凭一直觉得他灵魂深处存在着什么令自己蠢蠢欲动。以前不知，现在知道，原来是因为销毁眼，因为她就是当年那个女人啊。那死丫的身体里的魂魄来自千年之前，你何以如此笃定啊？何以？因为她就是当年那个女人啊。云素不会好心解答朱雀的疑惑。妖域里的镇妖印是楚家哪位先祖之物？你明知故问吗你？云素见他的反应，脑中豁然开朗。楚一侯，还真是他呀！难怪桃源木会在他手里，也难怪那日镇妖印会忽然送到，难怪他旁敲侧击找朱雀打听楚一侯昔日旧部之事。原来楚群就是楚一侯。朱雀被他笑得毛骨悚然，总觉得这只狐狸好像知道了什么和楚一侯有关的事儿。帝臣，你什么意思？你说楚群体内的魂魄来自千年前，你又问我楚一侯的事儿？朱雀急切地想得到一个答案。云素近乎嘲讽地看着他，拂袖就把他收回了封妖壶里。帝臣，你这个死狐狸，你回答我呀！楚群，楚一侯会是他吗？他真的是他回来了吗？主君，楚群是楚一侯。云素淡淡的了声，贺青整个人都快裂开了。天爷啊！楚一侯啊！我记得千年前那女魔头还闯进清修里来过，还和主君你打过一架。他居然是他！贺青都要控制不住表情了。不好，如果是他的话，那小主子危险啊！帝息跟着他很安全。不，主君，你对他的魔鬼一无所知，要捉到他手里，十妖九脱啊！云素笑容诡谲到了极点。毕竟是亲儿子，他下手有分寸。啥？他怀疑自己幻听了。不是，主君在说什么？什么亲儿子？谁？小祖宗是楚一侯的亲儿子。千年难题，今朝解。原来千年前的那位渣女竟是楚一侯，睡了主君就跑，生了小祖宗还不管，现在他居然还活过来了。贺青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云素的神情。主君是在生气吧？应该是，但好像又有点别的情绪。主君，这负心薄情吃了就跑的渣女可算是被找着了，接下来咱们可是要……云素冷睨向他，贺青感觉有冰刀子从喉咙眼儿刮过去。好像是不太妥哈。毕竟她是小祖宗的娘，这没娘的孩子地里黄，小祖宗现在又喜欢她的很。云素冷哼了声。不对，千年前他就已经死了。算算时间，与主君您走火入魔消失那一年正好对上。会不会当年他并非故意不负责，而是被楚家人所害，所以才没来得及告诉主君您啊？贺青小心翼翼地推测着。主君您还是想不起那一年。云素神情幽沉。不过楚一侯既复活，不管怎么说，他也该来找寻主君您啊，再不然也要寻小主子啊。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可他好像压根没这打算啊。云素身上的霜气又重了几分。此事先不要告诉帝息。那楚一侯那边一切如常，他过爱胡来，镇妖司内且由着他吧。不是，主君，您这也太由着他了吧？好吧，到底是孩子他娘那天上的女魔头。站住！我们要入妖域修炼，非一没资格入妖域，滚吧！怎么着？镇妖司的规矩你定的呀？哪条哪款说了完成任务后，非一不能进妖域里修炼的？啊！镇妖司等级森严，区非一敢质问绿袍，再不走，小心我给你苦头吃哟！好大的威风啊！清血统领，可不敢当啊！您都能替镇妖司做这么大的主，我哪敢受您这一拜？小人不敢。清血统领息怒，50鞭。或者滚出镇妖司，你选。不敢再废话，仓皇下去领罚了。哎呀，千雀叹了口气，全程看都不看楚群和梅富贵一眼，楚群却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的背影。这个千雀也是国师的心线。西西顺口回答：是的咯，不过国师最信任的还是大贺青，缺钱的千雀他不靠谱，死要钱，经常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所以能命令他的也只有国师了。严格来说是这样的。是帝臣让他来帮我解围的，那我这算不算上头也有人啊？哎，国师是好人呀。
青哥，你交代我的事儿妥了，按照说好的，你要替我向主君求情啊，可不能没收我的老婆本啊。他想要老婆本，你找得到媳妇吗？那不搞钱才没媳妇好不好？不过那储群郡主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偷偷说他强了？青哥，你这就不对了，趁主君闭关，你胆子肥了。说多少了？咱们5，再不然4、6也成啊。贺庆只想把这家伙的嘴缝上。对了，刚刚我近距离观察了一下，秦却表情严肃。那小郡主养的小狐狸不对劲儿啊，怎么和咱家那小祖宗长得一模一样？就是那尾巴数量不太对。睁眼瞎，不是长得一模一样，那就是咱家小祖宗。啥？那储群？贺庆也不懂啊。或许是仇人，或许是一个更大的祖宗。那上回咱们来怎么没发现还有这么个地方啊？上回顾着坑人，薅羊毛倒成次要的了。不过这么多灵宝居然没有妖兽聚集，倒是反常。因为星夜湖连着内域呀，那些猪兽当然不敢过来了。楚群眸色微动，这湖下就是内域吗？采药去，采了就丢里头。牛大花，你敞开了吃。你虽然没文化，但你很大方。等我吃饱，帮你打架。小君君，你别管我啊，你修炼你的。我不把这里挖空，我就不出去了。姐姐要修炼了吗？宝宝帮你护法哦。不用，去玩你的就好。小君君怎么跳湖了呀？姐姐说她要修炼，让我不用管她。水下修炼，小君君这路数不怕憋死啊？香哥哥看着他家伙，云素神色有些复杂。难怪他会和楚群这般亲近。楚群呢？姐姐去湖下修炼了，可是宝宝不放心。云素往西西嘴里塞了枚糖果子。我下水为他护法，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干，表弟还有这么一手呢！空手画符还是分水符，这不是人族万劫往上的如修才有的本事吗？血眼两域中，楚群入定。这世间竟有人族敢修不动冥王诀，怎偏偏是你呢？楚以后，也幸好是你，被夺了元阳这种耻辱，不将对方挫骨扬灰，如何能泄愤？可若是你的话，那便先活着吧，活下去，回到昔日巅峰，拿回你楚一侯的身份。本君再与你算着一笔笔旧账。楚群有被爽到，忽然磅礴的妖力从灵台处注入。不突破吗？楚群嘴角扯动了一下。你怎么进来的？这可是他的神魂领域。抓紧时间突破，我替你护法。楚群神色怪异，话到嘴边咽了回去。木木也很震惊呀。狐狸表弟，你搞突然袭击，你玩不起啊？他什么鬼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主人，你是不是又不小心惹到表弟了呀？你修炼时他看你的眼神活脱脱像看一个抛妻弃子的渣男。离谱！木木，你眼神有问题啊。我拿我木格发誓，早年主子你乱摸妖精尾巴，表弟这会儿看你的眼神就和那些幽怨的小妖一个德行。楚群不信，于是他佯装淡定的睁开眼，毫不意外的对上了那双。木木，你还不承认你眼神有问题？表弟这是幽怨，他分明是想杀我。多谢表弟为我护法，我好了。云素嗯了声，朝他伸出手。平时这狐狸对他避之不及，现在居然主动对他伸手。云素骤然上前，干！这狐狸精不对劲儿啊！腰间骤然一紧，锁住自己腰身的竟是一条漂亮至极的狐尾。云素，他声音沉了下去，抬头想质问他到底闹哪样。怎么不喜欢我的狐尾了？我的销魂引不慎发作，麻烦郡主你帮帮我，你会帮吗？楚一侯。楚群是见过大场面的女人，可是眼下这场面吧，哎呀，这狐狸精他在勾引你，对吧，主人？楚群咽了口唾沫。莫慌，稳住，表弟应该不是这种狐。你吞口水了，主人，你为什么吞口水啊？你清静点，你不要看到一条好吻你就原形毕露啊！楚群此刻如天人交战，撸还是不撸，这是个问题啊！麻烦郡主你帮帮我。撸还是不撸，这是个问题啊！不愿意吗？楚群馋归馋，脑子很清醒。表弟，你看上去和上2次不太一样啊。我再忍。狐狸嘛，撒谎也面不改色。云素盯着他记忆里的那张脸，逐渐与眼前的他重合。很奇怪，这具肉身的模样竟与他1000年前长得极为相似，只是1000年前他的眉宇间满是煞气与不可一世的狂悖，如今却似脸尽锋芒，将利爪和獠牙藏了起来，剩下的全是虚伪和狡诈。我看你挺冷静的。是吗？表弟，云素，你冷静点。
冷静冷静，我帮你还不成吗？楚群一手握住他的虎尾，一手把他往外推。好家伙，撸尾巴可以，现身这事儿没可能啊，这辈子都不可能。你要控制你自己啊，表弟。云素死死地盯着他，楚群被他盯得浑身发毛。好吧，我承认，他此刻看我的眼神的确像个怨妇。楚群第一次觉得撸尾巴不快乐，手真的酸了。还没到位，继续。我刚刚突破，此刻很虚弱。云素死死地盯着他，楚群也不假笑了，很光棍地与他对视。撸尾巴也要看姐姐的心情好发，心情不好，你尾巴再美，送上门也不要好发，居然还和我闹脾气。云素眼中的锋利感慢慢的淡去。这就是你说的要与我做朋友？好熟悉的话呀。我帮。狐狸天性狡诈，但此刻的动情与失控又的的确确是真的。1000年时间都等了，我不该急着一时。他太过聪明与警惕，我应该更小心一点，等他变强，等他放下戒备。云素眸光晦暗不明，看着眼前少女白皙的脖颈，有点想知道她的血究竟是什么味道。你干什么？表弟，你刚刚是不是想咬我？不是。二货，你刚刚是不是把我当母狐狸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妖族激动的时候就爱咬着对方的脖子上。杀气又聚上了云素那双眼，楚群退后了2步，假笑上脸。看样子你现在是正常了。那是不是该给我解释解释了？你今天很不对劲，怒火攻心，失了神智。销魂饮那事儿，不知为何，楚群有种不太妙的感觉，应该和我没啥关系才对啊，我又不是那个渣女。顶多算那渣女的老祖宗。表弟啊，事已发生，你节哀顺变，放下过去，抬头向上，你还是一只好狐啊。换作是你，能放下？那肯定不能，那必须把对方弄死。那你劝我放下？我这个人双标啊。哼，看出来了。那怎么办呢？以你的妖灵，当初把你扎了就跑的楚家渣女，应该已经入土了吧？要去皇陵鞭尸吗？倒也不是不可以。鞭尸？不用鞭尸，那人还活着。冒昧问一句，你中招？30年前。云素随口胡说。楚群算了算，楚家皇族里到现在还没死的老姑娘，只有远地的姑姑太长公主了吧？她就是把你吃干抹净了的渣女。哼，好家伙，她现在都80岁了吧？30年前，岂不是她50岁的时候把你给……楚群眼中的同情都快溢出来了。这真是个悲伤的故事。所以表弟你才戴着面具的吗？因为没脸见人呀！天哪，主人，表弟好惨呀，树叶献给老太婆呀！可不，我都想为他流泪。云素的身体似在发抖，楚群以为他这想起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别伤心，别难过，身为朋友，我不会嫌弃你的。楚群隐隐听到了什么咬碎的声音。你放心，此仇不报非好狐。表弟，这等无法无天的渣女，我帮你杀，不孝子孙，祸害好狐。你要帮我杀他？咱们是朋友嘛。一言为定。好。多好一狐啊！毁了。云素克制着内心的杀气，他总有把死人气活的本事。你刚刚突破，再继续修炼，稳固下境界吧。等等，下次不要随随便便闯进别人的领域哦，会有危险的，表弟。不太走心的回答。下次再擅闯，我杀了你。云素开口的刹那，楚群出其不意的往他嘴里塞了什么。云素记得这味道是桃园玉髓。开玩笑的，表弟都这么惨了，我怎么舍得杀表弟呢？他神色有些复杂，明知故问。你给我吃的什么呀？小小灵液，当时谢谢你用妖力帮我了。云素心里滋味怪异，看似轻佻无状，没心没肺，对身边的人倒是从不亏欠啊。表弟，你这是什么反应啊？不会是感动了吧？这么就感动了可不行，漂亮男孩子不能这么好骗的。云素盯着他，心里翻腾的杀机慢慢沉入心湖底，只剩复杂而起的涟漪。你在骗我吗？我骗你什么了？云素沉默。我继续修炼，你出去吧，让西西陪你解解闷儿。他觉得云素今天是被打击的有点心智失常了。香香哥哥，表弟，小君君他还好吧？他已突破，不必打扰。说完，他抱起西西就去了远处。富贵哥，你觉不觉得云哥哥有点吓人啊？有吗？表弟很柔弱的呀，怎么会吓人呢？吃草的牛大姐看了眼梅福贵，这是个傻子人。是错觉吗？他觉得这个云哥哥身上
有一种让他害怕的气息耶。梅富贵后知后觉地琢磨起小胖的话，表弟好像是有点不一样了。希儿，小家伙一抖，幽怨地看着他。每次哥哥叫我，我都以为是我死去的爹爹在叫我呢。这小家伙匀速内省过许久，想不明白自己的育儿方式哪里出了问题。你想过你娘亲吗？想，当然想了。这个问题他曾以帝臣的身份问过，果然当时说的假话。你爹爹也知你想他。爹爹才不知道呢，每次提起娘亲，爹爹就不说话了。西西有点委屈，我娘亲死得早。匀速看了眼湖面，心里忽然有点好受了，但也没能好受太久。我知道爹爹肯定很爱娘亲的，所以每次提起娘亲，他才沉默。这个误会从何谈起？错觉。才不是呢，爹爹就是很爱我娘亲嘛。大青青说，爹爹背着我以泪洗面，想起娘亲就会哭得好惨的。他们是真爱，宝宝就是他们的爱情证明。以泪洗面，哭得好惨，真爱证明。他咬紧牙关，真是好一个贺星啊！忽然觉得这小家伙被养歪的根源找到了。这种寒雨从何而来啊？守着你姐姐吧。哥哥要走？处理些事情。那好吧。西西大哥，你哥看上去好像你爹哦。胖鱼鱼，你乱讲话！哥哥怎么可能是我爹爹？西西吓得直摇头。我爹爹头七都过了好久了。就是感觉，你懂的噻。刚刚他抱着你，看上去好温柔哦，对其他人就冷冰冰的。有吗？哥哥对姐姐的时候也温柔呀，他还给姐姐摸尾巴呢。可是我听说狐族的尾巴不能乱摸的吧？成年之后只有情人才能摸。我的个仙人嘞！大姐大和袁姑姑是那种关系啊？是这样的吗？完了，那我爹爹岂不是没有机会了？爹爹思念娘亲，以泪洗面了这么多年，我还指望着姐姐治愈他呢。啊，你秃爹不是都死了吗？万一又复活了呢？哦，秃爹牛啊！匀速不知道自己在入土和出土间反复横跳的时候，他离开妖域后，身影出现在了真妖司的枢密阁第5楼。天启25年，晋字卷。楚一侯，开国天启帝第13女，生母不详，命格卑贱，故无名讳。无名讳。楚群就是楚一侯，对不对？我入他领域后所见之景，你又不是看不到。朱雀脸色发白，他活过来了，想见他？看来是没脸见啊。帝臣，你想对他做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今天几次三番对他动了杀机，那又如何？楚家人对不起妖皇妖族，可他楚一侯从来没有亏欠过你们妖族的。他活着时，人族妖族从未真正的兵戎相见过。我知道。那你不对。你想杀他，不是因为他是楚一侯，你是听他说起了萧文尹后才……他被拔掉的是毛，不是智商，好歹也是只千年老鸟。所以你怀疑是他睡了你？哎，等等，那这么说来，你岂不是至少活了1000年了呀？哎，等等，再等等，傻兮兮是你的儿子？难怪上次说那傻兮兮天残地缺，这死狐狸要把我变成鸡吊在灶台上放血呢。这是替自己崽子出气呀！晦气，这狐狸忒险了，全怪那小傻乎太傻了。傻兮兮不是说自己爹……朱雀把剩下的话咽了下去，他已经感觉到匀速身上的杀气了。很好，傻兮兮棒极了，人间大笑。他的过往你知晓多少？你想知道什么呀？楚一侯非他姓名，他真名叫什么？这狐狸明明都想杀他了，干嘛还想了解他呀？天启帝膝下有13个女儿，他排最末，楚一侯是他的封号。至于名字嘛，以前皇宫里的人都叫他楚13，据说太子曾给他取过一个名字，但未曾告诉过外人。太子死了，算是他那个12个兄姐里唯一对他好的一个人吧。朱雀看向他，你怀疑他当年对你下萧文尹？我告诉你，他绝不可能。普天之下不晓得多少妖精人族自荐枕席，他犯得着给你下萧文尹？听上去他的过去倒是飒爽风流啊，从来不缺自荐枕席什么。朱雀情理上是相信楚群的，不过这狐狸也不像撒谎的。以他的实力，当年怎会死在楚家那11人手里呢？我也不知道呀。
你不是在现场吗？我不知道当时他们是想要他的命。楚家那11人以太子病危之事将他骗出来，他们围攻他时，一开始他还好好的，忽然力竭了，于是你冷眼旁观他被人所害。是啊，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戕害，我就不敢站出来，我怕死啊。会又如何？背叛了就是背叛了，他倒是有群忠心的好下属。他死前那1年身边有哪些人，或者说妖？这我哪知道呀？他身边有谁，只有那几个妖君才知道。如此说来，妖皇断尾这事你也不清楚了？那会儿我都已经被拔毛了。楚群死后，他发了疯的后悔，想要去阻止那11草包将他分尸，结果被青龙打伤。兜兜转转，事情又回到了原点。你终于出来了，我已经吃不下了。小君君啊，这宝贝也不能一直好，容易失去快乐呀。这话不要出去说，容易被送去投胎。大姐大，拐杖给你。权杖？什么拐杖？我还没到那年纪呢，怎么才这点儿？花花姐太能吃了，一半都被她啃了。还没消化，需要的话我可以反刍出来。我路子走远了。主人，这头牛咱们养不起啊，这也太能吃了吧。一盆鲜红刺鼻的黑狗血与他们擦身而过。算你们躲得快，一个妖精坏种加酒囊饭袋，你们2个倒是臭味相投啊。哎呦呵，熟人啊。许飞，你个栽茅坑吃屎连自己书童都不放过的死变态，还敢给我和小君君泼狗血，你哪来的狗脸啊？没富贵，你给老子闭嘴。老子不跟你们一般见识，反正明天你身边的妖精就会死。就算我义兄徐武受了伤，要捏死他楚群，依旧比捏死只蚂蚁容易。哎呦，听说这瓜怂疯了，看样子是真的呀。楚群，你没想到吧？我的脸和眼睛都已经好了。是吗？我怎么不觉得啊？以前单看你脸倒是看不出，现在看你那斗鸡眼，一看就知道脑子还没好。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他长得像个智障啊！你这小白脸帮什么腔？莫不是这妖香的姘头？聘你爹个头啊！富贵那嘴也是脏啊！我知道你是谁了，我家小群群那驸马爹的续弦生的女儿，难怪像个智障泼妇似的。我家小群群贵为郡主，他一身皇族血统，何其高贵！你个歪眼丫头，敢对他大呼小叫？仙女就是这么教你的？没富贵那嘴比得过100个婆姨，专捡谢菲菲的痛楚处。我爹乃文远侯啊，他以前不是赘婿啊。我乃文远侯嫡女。你爹赘婿，你娘赘婿他媳妇儿。梅富贵，你欺人太甚！小君君，他拿斗鸡眼瞪我，好可怕呀！人家小心肝吓得扑通扑通的。这梅富贵是什么碎嘴子贱男人，白瞎了那油头粉面的样。梅富贵，真当你是户部侍郎之子就无法无天了？许天赐站了出来，前阶为压，朝梅富贵压了过去。你这妖精，没死在刑部，你觉得自己又行了是吧？许土狗儿，不是发誓说不穿白衣了吗？怎么又穿上了？土狗儿，你还对国师贼心不死啊？楚群，死妖精，你敢侮辱我大哥！许飞这憨批直接冲了上来。我明白了，土狗，你这是提前替你那义兄披麻戴孝呢，真是感天动地的兄弟情啊！你突破了百阶上品。是啊，怎么可能？他进真妖司的时候才世界中品，这也是令许天赐心惊的地方。太快了，简直是骇人听闻。这有1个月吗？假以时日，真有他成长的话，许天赐不敢想，这个妖星必须得死。凭什么我遭了这么多罪，这个妖星却越活越好？只要你还是百阶，注定死路一条。哼！楚群，你目无尊长，对青妹痛下狠手。从今日起，你与文远侯府再无关系。拿着你的行李滚吧，别指望明天会有侯府的来替你收尸。要杀人吗？我可以。楚群还在想断绝关系啊，甚好。你文远侯府10数年来苛我欺我，谢俊薄情寡恩，鸠占鹊巢，苍天有眼，你文远侯府一个都逃不掉。晴天白日，骤起厉风。楚群，你敢咒我们？尔等既唤我为妖星，我岂能堕了这声名？我倒要看看，是尔等死，还是我活？不愧是你，你还是你，风采不减。他忽然期待了起来。你要战，战便是。我在真妖司外大出了风头，表弟你看到没？没。可我看到表弟你了。幻觉。一日不见，如隔3秋。难道是几天没见你的缘故，我思念到产生幻觉了？既然如此思念我，大便帮我铺床去吧。不，
这狐狸它变了呀！我觉得你来看吗？不看。西西，你先帮我照看着，杀人带血，吓坏了小孩子就不好了。云素见他蠢蠢欲动，要去杀人的模样。你今夜不睡？子时一过就是明日，杀个人罢了，不耽误回来睡觉。倒是表弟可以先帮我把床铺好，若是愿意帮忙暖床的话，那就更好啦。云素冷冷地盯着他，楚群大笑出门，声音从外传来：“真不来看我啊？不来。小狗才来看。幼稚。”徐武，时辰已到，出来受死！将军府里众人惊醒，许飞被吓到，直接滚到了地上。老子不搞男人，不搞男人！练功房内，徐武睁开眼，双目杀意如电。楚群，妖精楚群来了！爹爹，表哥传书给我，说楚群上门了。走，咱们这就去。鸣人带上棺木，今日我这父亲就去送他最后一程。爹爹，那咱们可得快些去，去晚了。徐武大哥一刀砍死了他，可就没热闹看了。杀人不过夜啊！这暴脾气的丫头，她这性子急的。哎呀，可怜我一大把岁数，还要熬夜去观战。你倒是不担心他的生死？笑话，那个徐武算个球啊！这楚群真够猖狂的，还敢到将军府门前叫阵。他这是以为徐武有伤在身，自己就有胜算了？可笑！好家伙，这脾气果然很楚一侯。那人要不是主君动手太快，怕是这位女魔头早就下手了吧？看来今晚是有热闹了。你这妖精是真活得不耐烦了吧？急不可耐的来送死啊！不知死活，真够慢的，赶紧打，杀完你我好回去睡觉。主君，你莫不是以为本将军被国师和妖族所伤后，你就真能赢我？杀你如杀鸡，何须赢？狂妄！看本将军一刀杀你！楚群，今日就是你的死期！砍死他！这个贱人，马上就要死！刀可不是你这样用的。刀该是这样用才对。天地刀义，多少午休穷其一生想追求的刀义呀！今日楚群若不死，待他成长起来，谁人能杀他？楚群，他如何能劈出这样一刀？运气吧，他是运气吧。没人回答他。乖乖，刀义啊！要领悟这玩意，就算觉醒血脉之力也没用啊！这是纯粹的天赋啊！我这徒孙真是如虎双修，一刀引天下。今夜要不太平了，哼！王都里那些老鬼只怕坐不住了。顾真顿时感觉到了危机感，果不其然，有好几道熟悉的气息。有老不要脸的来抢徒孙了！如虎双修，是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你竟在藏珠，我也兴奋起来了。杀一个天才，可比杀一个废物有意思的多了。可惜，面对你这种垃圾废物，我兴奋不起来，太丑了。楚群必死！主人，不用。他有意拿徐武当磨刀石，正好练练不动明王诀第一重的力量。死！死的只会是你！破！好，竟能将灵力如此使用，这丫头是个天才。你明明只是百阶上品，怎么会有这么强的肉身？赢不了。这个念头一出来，徐武控制不住的颤抖。你不知，是因为你太弱。弱？这怎么可能？不明白自己输在哪里。胜负已分，徐武输了。楚群，我依旧是官职在身的武将，你敢杀他，陛下不会放过你。住手！许天赐看到来人松了口气，他们许家最大的依仗来了。楚群郡主刀下留人，徐武将军认输，
此番你留他一命，贵妃娘娘金口玉言，欠你一个人情，来日必……不留。楚群郡主刀下留人。不留。义兄，好一个楚群郡主，竟是连贵妃娘娘的脸面也不给。凡立血誓，不死不休。贵妃娘娘莫非还要管到天道规则上去？我饶她一命便是破坏规则，倒不知天道给不给贵妃娘娘脸面。好一张利嘴，好大顶帽子。不作死就不会死。许贵妃人在后宫，手持那道场，现在技不如人死了，倒成了别人的过错了。老太监脸色骤变，他竟没有注意到这位也在。朱武王，哼，叫老子朱长老。朱长老，血誓决斗，便是陛下也无从阻止。许娶一个贵妃，还是安守点本分的好。老太监不敢反驳，为难的看了眼徐武的尸体，走了。哟，这是替我把棺材都准备好了，看来还是苍天有眼啊！今日死的是徐武，不晓得明日天谴会不会降到文远侯府呢？谢驸马，楚群，你侥幸获胜。你得意什么？你这妖精连父亲都诅咒，和侯府如果出事，那也一定是被你诅咒害的，是吗？那我问你，谢菲菲，你可曾伙同许天赐加害于我？若是撒谎，天谴立现。我没有，明明是你谢菲菲话还没有说完，就痛哭起来，她的脸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疼死我了，疼死我了！真是天谴！群儿，误会啊，都是误会啊！为父怎会想你死呢？这个棺木是给徐武准备的，为父知你天赋异禀，今日定能杀了此僚，无耻！许天赐，菲菲与群儿乃是亲姐妹，她年幼无知，定是你在中间挑唆。本侯从未说过要断绝父女关系这种话。便是谢菲菲都被自己父亲的无耻给震惊到了。群儿，你再敢上前一步，我就砍了你！再用你那臭嘴叫我的名字，我割了你的舌头！本侯，我可是你父亲啊！父女关系昨日已断，你算哪门子的父亲？再说，就算你是，反正我是妖星，大逆不道何其正常？用老父亲的血祭我妖星的名头，刺激啊！谢君吓得连连后退，他冷嗤一声，扭头就走，还没忘给许天赐补上一刀。棺材送你了，不谢。那位朱武王目光灼灼地盯着他，刚要开口，不拜师，谢谢。他直接闪出老远，跑得飞快。丫头，你别跑啊！你等等我呀！朱武王赶紧追出去。商量商量，老子好歹是个王爷，你给点面子啊！喂，徐家这回是真栽了。谢俊是什么蠢货呀？这种女孩也往外推，以后最好别惹楚群了。刚刚那个是不是鹤青统领和千雀统领？他们也来围观了。我刚刚还看到了荀仲将军，朱武王追着楚群跑了，他不会真想收楚群为徒吧？不止，还有寒天学院的好几个武道长老都来了，只是没露面。干，后面那胖老头有点东西啊，追魂似的追着我，愣是甩不掉。用神魂之力的话，倒是能甩了他，可容易暴露啊。嘿，这些老爷子不讲武德啊！这群老爷子疯了吗？把咱们当大肥肉在撵呀！便宜太师傅不给力呀！刚刚他偷窥的时候一个劲儿骂骂咧咧，该出来帮忙的时候不帮忙了。他正头疼怎么甩掉这群打鸡血的老大爷时，黑暗中伸出了一只手。不是不来看吗？林小狗，再逞口舌之快，丢你出去！又是威胁人的话语，楚群却听出了色厉内荏，他干脆变成了一副软骨头。站好！不逞口舌，你没说不能动手动脚啊！杀人好累啊，表弟帮人帮到底，带我回家吧。回家两字令云素眼眸颤了颤。人呢？废了！还不下来？楚群没有急着松开，而是问道：追我的4个老爷子至少都是万劫，表弟能悄然无息带我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我真是越来越好奇表弟有多强了。楚群语气带笑，在他耳畔轻声问道：表弟，你的妖灵应该也不小吧？表弟，你的妖灵应该也不小吧？云素知道他的鬼心眼又开始动了，此刻若退，好嘞，这是啥发展啊？以进为退吗？狡猾的狐狸，要一起睡吗？好。喂，主任，你这是在玩火呀？不是，表弟他不按套路出牌啊，这什么路数啊？我看他就是知道真相后，被楚家那渣女老太婆给刺激疯了。
楚群也觉得他有理由怀疑自己被迁怒了，刚准备急流勇退，松手做甚？想逃？孤男寡女，不妥不妥。连儿子都有了，何来不退？心念一动，楚群感觉到了熟悉的毛绒柔软触感，心跳加速的同时，感觉手腕又开始酸了。不是吧？又来？少年，你内分泌是不是失调啊？表弟，我不是那个渣女老太婆，你不能误伤友军啊！哼，对不起，还真就是你。要不，我还是替你杀了那个渣女老太婆吧。自己杀自己吗？还真是开人族历史之先河啊！云素也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又失控的自荐狐尾。你走。香味没变化，看来没发情。所以刚刚用尾巴缠的是几个意思？那我走。云素先眸掩饰杀人刀。要不还是杀了他吧，我看你都要生出心魔了。还是说你舍不得？那这解开销魂引的法子就只剩……可人家现在都80岁了，表弟，你这有点为难人家。我马上走。表弟刚刚对我动杀意了，我好冤啊！主人，你字字戳的肺管子，很难不想杀你吧？有理，怪我。楚群说的毫不走心，罪魁祸首还是那渣女老太婆。那是你的后代，不孝子孙，该杀。虚无死了，楚群却乃如虎双修，还一刀引天下。竟连朱武王都被惊动了。据说还有寒天学院的另外几名长老，顾大儒昨夜也去了，授徒的念头。据说这5位还动手了。楚群，该死的许天赐，本殿当初怎就信了他的蛊惑？与楚群比起来，许天赐这所谓的武道天才算个啥呀？四哥，你听说了吗？楚色女也太吓人了，她简直是个妖孽呀！用妖孽形容她，怕是都浅薄了点。他的潜力太可怕了，我也没想到，那可是徐武啊！今早朝野上下，怕是都要乱了吧？你说父皇会不会惩戒他？应该不会，皇权不为天道，更何况他是楚家人，父皇最喜欢天才了。他能杀徐武，那是给咱们皇室长脸啊！都是楚家人，为什么我这么垃圾呢？楚明月看向身边的雪狼妖，心里才有了点安慰。还好，自己的妖奴还挺强的。还请公公替我在陛下面前。哼，咱家可没那么硬的脖子，敢去承受陛下的怒火。文远豪，咱家上次似乎提醒过你，陛下可从未忘记过有楚群郡主这位侄女，自然也未忘记过这文远侯府曾是长公主府。陛下还有口谕。长公主府乃郡主母亲之宅，不好叫赘婿与外人白占了去。若请不回楚群郡主，文远侯还是带着自己的家人另觅安身之所的好。不过一旦离了长公主府，那侯爷你自然也不是侯爷啦。李公大步跨出府门，拂尘一挥，文远侯府的牌匾砸落在地。字儿写错了。长公主府4个字不是这么写的。侯爷啊，你要救救咱们女儿啊！都怪楚群，都怪这个妖蛋！闭嘴！到现在你还敢张口胡说？就是你这蠢妇！若不是你苛待楚群，他岂会与我父女成仇？今日我非打死你这个蠢妇不可！我非打死你这个蠢妇不可！楚群啊，我的亲女儿啊，我要接她回府。这谢逊才是真小人，真疯子啊！木木，当初娇娇说要去妖族地界给我抓一只肥肥养着玩来着。唉，现在肥肥我有了，你说他在哪儿呢？破衣裳说娇娇龙还活着，咱们定能找到他的。咱们都进镇妖司了，那接下来前进里面的枢密阁，里面肯定有关于伙伴们的记载。那地方得找个万无一失、不被发现的法子进去。死雀雀和破衣裳都说过，楚氏挖了娇娇龙的眼睛，若是能找到娇娇龙的双眼，以此为媒介。主人是想用追魂术，可是以你现在的力量，用此禁术会受伤的呀。受伤而已，又不会死。姐姐，宝宝吃醋了，宝宝的尾巴你不喜欢了没？你摸摸，求求不摸我。以后他就是你的2号小弟，人家还是个奶娃娃呢，你当哥哥的不得照顾点儿？哥哥，宝宝是哥哥了。这只小肥肥的确还奶得很，不具备变化人形、口吐人言的神通。小青雀，
小君君，那个太过分了！昨晚你去杀徐武那么大的事儿，你居然都不带上我。昨儿走时我不是提醒过你，晚上别睡的吗？可惜呀，错过了你杀那狗崽子的精彩场面。梅富贵既痛心疾首，又兴奋不已。对了，你是不知道，现在整个王都城都在议论你，还有文远侯府。陛下在早朝痛斥了文远侯，听说还派了内监去侯府痛打了谢菲菲20大板呢。活该！照我说，那20大板就该抽他脸上，嘴给他打烂。20板子是少了点儿。这陛下惩罚个人都惩罚的这么小家子气啊！谢俊遭难，早就收到消息了。毕竟那侯府里现在有的是他的引线。这远帝对谢俊如此手下留情，倒是有些奇怪。那谢渣男身上还有什么利用价值不成？的确，谢俊本就是个废物，又是赘婿，竟然还被封侯。哼，看来我这便宜爹和远帝之间还有点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啊！楚群暂且没有心思去探究这些小秘密，少给他吃糖，他有颗牙都坏了。姐姐，哎呦，那是不能多吃啊！哎呀，这以后要是化成人形，少个门牙那可就搞笑了。楚群不为所动，让他带着肥肥去云素房。小君君，有事儿要和我说。想你帮个忙，帮我找小明珠打听点事儿。楚家皇族内有2颗烛龙宝珠，我想知道现在何处。烛龙宝珠，我好像听说过呀。你听说过？对啊，我爹户部侍郎嘛，皇族有什么宝贝，他还能不清楚啊？想起来了，据说是皇族祖上流传下来的，斩了一条作恶的烛龙。作恶的烛龙？那龙鳞制成百灵甲，收在皇族宝库里。至于那2个烛龙宝珠，则制成了2盏天灯，其中一盏前几年太长公主80岁寿诞时，陛下当做寿礼赐给了她了。楚群一愣，赐给了谁？太长公主啊！这么巧的吗？在睡了表弟的渣女老太婆手里。这是老天让他帮表弟痛斩情缘。好吵啊！属下去打听了下，说是楚家那位妖星郡主越阶斩杀了许大将军的意思。许久没回这人族王都，楚家几时又出了个妖星郡主？那郡主乃已故长公主所生，很不起眼。但听说她昨夜一刀引天象，还是如五双修呢。哼！主子，无妨，故地重游难免引发旧伤。目光凝视着某处，那是禁区的方向。楚楚，我来寻你了，等我。太长公主倒是没住在皇宫里，她现在在皇家别院里养着呢，包子里也住在里头。不在皇宫里的话，那就好办多了。行了，没你的事了，明儿镇妖司见。他开始无情的赶人。富贵幽怨，小君君啊，其实我干了件对不起你的事儿。就你还能对不起我？就谢菲菲那个斗鸡眼啊。他不是吃了冰肌玉骨丸后脸就好了吗？那丹丸是从我手里流出去的，但我发誓啊，我真不知道是他买的。没事儿，不过你这冰肌玉骨丸卖的多少钱一颗？那可不便宜，一开始我就只抛出去了10颗，定价100两黄金一颗，但有价无市，剩下的货我都丢进了黑市，定价500两黄金呢。好你个没富贵，你不富贵都没天理。不过我现在手上也没存货了，得去找我的珊珊老妹儿去补点货去。这冰肌玉骨丸现在这么火的吗？珊珊本人眯着眼，物以稀为贵，这要是多起来了，会不会滞销啊？怎么可能？你是不知道那些富婆为了变美能有多疯。楚群心里稳妥了，果然这波找富贵一起赚钱是找对了。那谢菲菲如果再找你买药，只管卖它便是，不过价钱要翻个倍啊！没必要吧，小君君，我跟你说啊，咱不差这点钱，就该让他顶着一张烂脸，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出来招摇过市。你当天道惩罚那么好破的？他又开始忽悠大法了。你那冰肌玉骨丸顶多让他的脸好上几日，完全治愈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楚群拔出留在谢菲菲身上的邪气，否则让那斗鸡眼烂脸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这可是头能多次下刀的肥羊啊，你得抓住了，富贵儿。有道理，很有道理啊。不过他那脸要是一直不好，会不会砸我冰肌玉骨丸的招牌啊？格局小了不是？连天道惩罚都能压制个4、5天，你卖的那是神药啊，必须得提价。干，那谢薇薇以后岂不是我的活招牌啊？斗鸡姐不能死，她得好好喘气儿啊！你下次再遇到她，下手轻点啊！不行，我得给斗鸡姐整个牌位，一天3炷香，请她活久点。咱大富大贵可就都指望她了。听到牌位，楚群想起了那坨刻着丹圣珊珊的黄金实心灵牌，瞬间失去了对富贵兄的温柔。这女孩子的心情，怎么和天气一样嘛？说变就变，一点都捉摸不透。姐姐，好玩吗？我在欺负秃毛鸡鸡哦，让他以前说我坏话，不过他现在已经知道宝宝的厉害了。刚刚他还和我道歉了呢，所以宝宝决定原谅他了。你香香哥哥呢？不知道哦。元素呢？
我也不知道。他心里乱成了麻。他是楚一侯，是楚13。我说死雀雀，你怎么怪怪的？朱雀惊醒，老子是朱雀。朱雀怕被他怀疑，继续嚷嚷：一天到晚念着那死小子做甚？难不成你真和他有一腿啊？死丫头，你可长点心吧！人妖相恋没好下场的，狐狸盛产渣男，你小心他把你经济吸干喽！你果然不对劲儿。该死，自己哪里说错了吗？暴露了吗？干，他是聪明，但也不能这么聪明吧？表弟难不成也让你撸尾巴了？好端端你给我扯到吸精气这事儿上去，看来销魂饮对他打击太大。我撸个屁的尾巴，你当我是你啊？朱雀脱口而出，险些说出更多让自己露馅的话，幸好清醒的快。不是，你管谁叫渣女老太婆呢？元帝他姑太长公主，你在风妖湖里又不是听不到外界的动静，难道没听说表弟是栽在这个老太婆手里？楚群，你长点心吧。朱雀挨了顿揍，楚群终是没忍住，他侮辱人的眼神，以为他看不出来。天都要黑了，你要跑到哪里去啊？你管我？我是怕你惹麻烦嘛。放心，牵连不到你身上。朱雀心里一梗，红毛鸡鸡，你看上去好伤心的样子啊！看错了吧？西西还要说什么？找你爹玩去。说完，他兀自回了风妖湖。宝宝爹爹都死了，不能陪宝宝玩。主君，我们的人传回来消息，他已确定太长公主手上有一面楚家皇族的血印，但血印具体藏在哪里还不清楚。禁区深处，唯有手持楚家皇族的血印才能进去。还有一事，这一次内域之乱，主君故意让楚一侯救走了冉夷鱼。那条小鱼虽逃过了一劫，但太长公主没了进补之药，怕是会打别的主意。之前咱们让不少大妖假死偷生，但这一次乱子太大，怕是不好再私下处置了。将计就计便是，他喜欢用妖族血肉进补，就将内域里那几只恶妖送给他。可那几只恶妖身上血煞之气太重，只怕不好骗啊。不过最近王都城里流行那什么冰肌玉骨丸，卑职觉得若能将那恶妖血肉融进丹丸里，没准能骗那太长公主吃下去。云素淡淡嗯了声，贺青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总觉得主君最近的性情有点琢磨不定。主君，楚一侯那边……贺青，听帝西说，你曾告诉他，本君思念其母，夜夜以泪洗面。主君啊！哼。哭得太假，重新哭。主君，你学坏了，怎么还学楚一侯玩冷幽默呢？下一刻，贺青感觉自己骨头都要被妖力捏碎了。果然，那肉不是不的是假的，主君还是这么残忍。主君，我错了吗？夜夜以泪洗面的是我还不成吗？皇家别院里，四哥，这种日子咱们到底还要熬多久啊？再过2年，我就能出宫开府，到时候我会向父皇请旨，带你一起出宫。父皇会同意吗？如果我能有楚群那样的实力，得到父皇的重视，就没人敢再瞧不起我们了。实话说，有点难。你相信一下你亲哥哥好不好？日子虽难，但好在他们兄妹俩一直互相扶持。两人对视一笑，心情刚好了点，一声有点销魂的尖叫划破夜空。皇姑奶奶这也太过了吧！她都80了，怎么还这么放浪形骸？咱们还是去睡吧。太上公主息怒，是奴婢伺候的不好。你这脸蛋倒是不错，可看久了就无趣了。拉下去剁了当花肥吧。翻来覆去都是这些庸脂俗粉。要说这真角色，还是帝臣的模样最得我心。可惜我那皇帝侄儿对他过于看重。姑奶奶，你是真敢想啊！国师要是知道你对他起了这念头，还不动手砍了你？太长公主殿下，近日别院来了个乐师，容貌姿色与国师相比，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把人带上来瞧瞧。小人吕乔见过太长公主。吕乔谓之交。大花，到你展现真正的实力的时候了。需要我杀人吗？魁牛一族有遁地神通，你带我遁地进去，别叫人发现了。那样会不干净哎。啊哈，好吧，看在那么多草料的份上，一人一妖遁地潜入皇家别院。下面有东西挡着，我过不去。我看看怎么回事。他小心翼翼用神魂之力去感知了一下，不曾想刚一触碰，就有一股可怕死气紧咬而来。快跑！我感觉到了，东殿内有大妖，至少2只，实力不弱于我。来不及的，
有老鼠，逃了，追吗？麻烦，未入东殿，懒得追。追，这两只妖到底是什么来头呀？竟能夺走外界的生机？是罗刹鬼，罗刹鬼族以万物生机为食，蚕食四方。罗刹，他们不是1000年前就被灭了吗？怎么还有余孽在啊？漏网之鱼嘛，倒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幼年的罗刹鬼与人族无异，10人之后才会产生异变，所以未10人前的幼年罗刹鬼混在人群中是极难被发现的。我见过这2只罗刹鬼，他们曾出现在妖族内域里。多久前的事？几十年前了吧？那时候镇妖司和现在不太一样。如何不一样？死的妖更多了，食人恶妖死得最快，能入药供人族炼丹制器的大妖死得最惨。因为地尘？它很可怕。可怕吗？楚群总觉得自己所见的地尘似乎不是这个样子的。不管是朱雀还是牛大姐，都视他为妖族屠夫。这样一个屠夫，怎么会养出西西这种傻儿子呢？且如此厉害的人，会不知道镇妖司里潜伏有妖族奸细，不知匀速。今日先退，楚家后代居然将罗刹鬼养在身边，可笑。到近前了。诺。今夜你先退下吧，以后就留在别院里伺候。到近前了。诺。今夜你先退下吧。白鬼。罗刹鬼吗？竟还没死去。方才那人的血肉闻着挺香。瞎子痨病鬼有什么好吃的？你喜食人眼珠，我又不爱。嘿嘿，他模样不错，先吃腿，再吃身子，把头留到最后，那时他的表情定可口无比。够了，这人本宫还没玩腻，你们且收着点。我饿了。方才拉下去那个，随便你与黑鬼吃。今夜出了什么事？有2只老鼠试图从西殿那边偷溜进来，可抓住？没。那来历呢？是人是妖？气息收敛得很干净，应该至少是万阶精通遁地之术的如修或是大妖。看来本宫那位皇帝侄儿还是对我不放心的很呢。嘿嘿，谁让太长公主您是楚家最有希望觉醒血脉的存在呢？狗屁血脉！楚家除非帝王，但凡觉醒血脉，哪个不是下场凄惨？楚一侯的诅咒啊！所谓诅咒不过托词，无非就是觉醒了血脉就会被当朝帝王抓去制成补药。楚一侯当年不就是这样吗？再怎么精彩绝艳，不还是沦为了自家兄弟的养料？有你俩助我，待本宫修为再进一步，定能要了我那皇帝侄儿的小命。到时候这天下便是本宫的了。只是普通人族吃了还是不顶事儿，西殿那2个小鬼何时能下嘴啊？不急，他俩进了镇妖司，等他们步入千阶再吃，味道岂不更好？镇妖司的纳贡也该给了吧？嘿，这次该让他们把完整的染衣鱼交上来了。这个月第几个了？第38个了吧？说弄成化肥，这庭院里的坑挖出来全是骨头，种都种不下呀！哎呀，这鬼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那群人走后，一道身影出现在后山上。楚群用木棍把草席挑开，正是之前伺候楚明玉的那个少年郎。倒是会吃啊，半个月吃了38个人，胃口养这么大，普通人应该已经满足不了了吧？楚群扯起红唇，眯眼笑着。默默，你说小明月、小明珠住进这皇家别院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给那老太婆送菜呢？若是故意，能有这权利的，只有他们的父皇远帝了吧？楚明玉饲养罗刹鬼，远帝真的不知情吗？说是知情的话，还把亲生子女往这样的人物身边送。楚家人呀，刻薄寡恩、自相残杀的传统还真是刻在骨子里了。云素见到楚群是在镇妖司里，西西趴在云素的肩头，目光谴责，像是在看一个抛夫弃子的渣渣老母。走，城东王大娘家的肉包子吃吗？姐姐昨晚没回家，是不是又去找其他毛茸茸的妖妖了？这都被你发现了？昨夜发现了2只臭鼬，准备抓回来给西西当玩具的，可惜被他们跑了。当真？那宝宝原谅你了。不过臭鼬好臭臭，宝宝不要。只有小傻西才会被楚群随便忽悠了。走吧。去哪儿啊？上头有令，近段时日城中有不少人失踪，疑是妖族作祟。胡大彪接了任务，让我们去查。人口失踪啊？
小君君，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梅富贵风风火火的冲过来，眼看就要撞楚群身上。莽撞！莽撞！楚群第一时间检查他的尾巴有没有冒出来，见他还是正常的，不由松了口气。你嘴挺硬啊，差点把我牙磕断。这反应就不是一般人。云素忽然想到了朱雀对他的评价：不懂情爱，不开窍的木头一根。除了不开窍的，还有煞风景的。您二位就不关心下我的鼻子吗？表弟练了铁嘴功，小君君你是练了铁头功了吗？你铁鼻功啊？哼，咱们铁三角也不是这么铁的呀。少贫嘴！你急火火的做什么？对，出大事了呀！你猜我刚才遇见了谁了？太长公主身边的管事太监，那太监派头可够大的，直接和千雀统领吵了起来了，嚷嚷着让真妖司交出染衣鱼，说是给太长公主的纳贡。梅富贵挤眉弄眼，那鱼小胖，你懂的。过去瞧瞧。哎呦，表弟你快点吧，这么慢，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了。云素最大的失误，或许就是冒用了梅富贵表弟这个假身份。太长公主亲口说了，这染衣鱼真妖司必须得交出来。陛下那边已经允了，真妖司现在说染衣鱼逃了，咱家可回去交不了差。千雀还是笑眯眯的。的确是逃了。真妖司总不能凭空给太长公主殿下变出一条来吧？那条鱼明明都被砍了4足，怎还能出逃？真妖司就这点本事？福公公知道徐武将军是怎么死的吗？福太监神色一僵，他呀来咱们镇妖司闹事，结果国师大人一个不高兴，让他在门口吐血3声，被我们镇妖司一个非衣使给一刀砍死。福太监面色发白，嘿嘿，福公公的修为比起徐武将军不晓得如何呀？福太监有个屁的修为呀！砍死徐武的非衣使来了。哎呀，这下真的很想再见识一下他乱了天下的那一刀啊！总而言之，这也是陛下的旨意。跟上去，麻袋一套，打断腿。云素意味深长的睨了他一眼。去啊，这事儿我担着。好，你俩现在也是钉子院的吧？看什么热闹？跟上一起啊！老话说得好，看热闹要遭，这不就遭了吗？你们2人要吸取教训啊！关我和我四哥什么事？我们就经过。楚明月也很无语，现在他和楚明珠就住在皇家别院，你俩也调来钉子院了，甲子院待不下去了。楚明月把甲子院给卖了，那边自然容不下他们兄妹呀。去吧，大义灭亲才是钉子院的风格，那老太监就交给你们了。二位记住啊，打断腿就好，别打死了，不好收场的。楚家兄妹就这么赶鸭子上架，被使唤去了。小君君，这种好事咱们干嘛不自己动手啊？小胖子那些伤就是这群人害的吧？现在太长公主那死老太婆居然还想拿小胖当菜，所以才让他们兄妹去嘛。这2个小傻帽，一个假聪明，一个缺心眼儿，怕是到现在都不晓得最大的危险在身边。打了福太监，自然也会防着点那老太婆打击报复。再则，把这段梁子摆在明面上，短时间内能防着楚明玉对他俩下黑手。正瞌睡就有人递枕头，楚军似笑非笑地看向云素，总觉得很巧合呀。梅富贵听不懂他话里的讥讽，表弟是不是知道我昨夜干嘛去了？唉，别绕弯子了，有话直说。那个缺钱王就是你镇妖司里的同僚。云素就知道千雀在他面前耍弄心眼儿，等同自爆。云素嗯了一声，本以为他要趁机追问更多。既然是自己人，那他应该会说到做到，出了事儿他罩着吧。忽然很好奇，他到底想做什么呢？他轻嗯了声，会罩着。小明月胆子小，怕是不敢下狠手，咱们去帮他添一把火。四皇子第一次打黑拳，业务非常不娴熟。楚明月，你给他挠痒痒吗？名字被叫破，楚明月大惊。四皇子听到楚群的声音愣了一下，他趁机把麻袋一掀，看到打人者果然是楚明月后，四皇子你何故打老奴啊？四皇子你何故打老奴啊？救命！救命啊！楚群，你干什么？他看到了我的脸了，你是故意的吧？所以你愣着干嘛？还不去杀人灭口？
你疯了？做甚要杀人？你不去，那我只好帮你喽。楚群，你们快拦着他呀！那福太监是太长公主的亲信，杀不得的。哎呦，你急什么呀？小群人还能害你不成啊？他不是害我，他是在给自己惹麻烦呀。那2个随从距离并不远，楚明珠借口自己掉了东西，让他们帮自己找寻。四哥也太菜了吧！福太监这种垃圾都能从手里溜走。镇妖司办案，闲人退散。我是太长公主身边的太监总管，打的就是你。我记得他每次他一来，我就要被剥皮剜鳞，他都把我4个脚砍了，还要吃我。楚清郡主，你这要公然打太长公主的脸啊！居然还能说话，是我的错，下手轻了。可恶！楚色女疯起来好帅啊！这点痛就忍不了了。从小胖身上割肉的时候，小胖该有多痛。楚清郡主，你疯了吗？他可是福公公，我们是太长公主身边的人。镇妖司内不讲身份，我乃镇妖司丁字院非医使楚群，奉命打断此人双腿。此人在镇妖司内大放厥词，公然挑衅。镇妖司有镇妖司的规矩，皇子公主都得遵守，更何况区区一个太监。太长公主贵为陛下的姑姑，身边岂能留这种祸害？我这也是为他老人家分忧啊。妖精啊！这楚群真的是个不折不扣的妖精煞星。四皇子殿下，还愣着做什么？还不来替你的皇姑奶奶分忧？把这个人的尸首带下去。他是在救你，你最好听他的。那老太监还活着？把尸体带回镇妖司。千雀统领说了，要拿他喂妖兽。五公主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跟上你四哥！楚明珠猛地被点名，也如热锅上的蚂蚁，赶紧跟着自己四哥跑了。二位还不走？想去给那老太监作伴吗？那2人岂敢多言，屁滚尿流的逃就报信儿了。楚明月跟着云素和梅富贵跑回巷子里，实在是憋不住了。楚群到底要干什么呀？什么叫他是在救我的命啊？楚明珠也是一脸疑惑。云素看着他2人，楚明玉身边养有2只恶妖，以神为食，你们兄妹2人都在食谱上。怎么可能？楚明月更是如听天方夜谭。果然表弟什么都知道啊！2个小傻帽今日遭受了太多的惊吓。楚色女，你表弟说的不是真的吧？太长公主她怎么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寻常人的血肉哪儿比得上楚家人的甜美？寻常人的血肉哪儿比得上楚家人的甜美？这点你们在建民村还没体会啊？兄妹俩哑然，的确4次出事儿，4次都是目标。可他也是楚家人啊，还是我们的皇姑奶奶，再怎么丧心病狂也……楚家人才能杀楚家人这条铁律的真正含义，你们2个小家伙还没懂？楚家人专杀楚家人，自相残杀才是这条铁律的真正含义。这一刻，兄妹俩从骨子里愤怒，更可怕的是，都觉得他说的才是真相。把这个人关在丁字院里，千雀统领的命令。听说他让你套麻袋打断腿，没说让你把人打得半死不活拖回来呀？密令。楚群过去，大彪拽到角落。小小非议，没大没小。嗨，自家兄弟不拘小节。大彪，你别娘们儿唧唧的。老子浓眉大眼一身的肌肉，你说我娘们儿唧唧的？城中人口失踪，或与太长公主有关，那太监是重要人证，你看好了。大彪眉梢一挑，啥也没问。小大彪有意思的很啊！看来大彪早就知道
人口失踪和太长公主有关吧？故意把这任务丢给我们的？哼，是这皇族，当然要找个头铁的上了。谁叫你最能搞事？事成后，你的教头令牌借我。这丫头真是不做赔本买卖。若你真能解决此事，今后这丁子院由你楚群当家做主都成。胡大彪撂下话，楚群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会儿。大彪，你到底为什么私放妖族啊？哼，老子成为镇妖使是为了守护黎民百姓，杀恶妖守太平，又不是为了给那些权贵当牛马的。恶妖该杀，可有些妖其实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楚群笑容深了几分。人看好，我走了。丫头，现在四方势力关注着你，有人想收你为徒，势必会护你周全，但同样想杀你的人也会更多更强，你自己小心着点啊！只要我胡大彪不死，这福太监就会留一口气在。我可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大彪。滚！小丫头家家对谁说喜欢呢？不害臊！走在大街上，面具下，云素面起寒霜。喜欢两字对你来说如此随便。我的确喜欢胡大彪啊，多有意思的一个人呀！小君君，你原来喜欢大彪那种类型啊？你这口味有点特别吧？大彪哪里不好？浓眉大眼的，奸诈归奸诈吧，男人不坏，男人不爱呀。梅富贵总觉得这话哪里不太对。他被贬是因为私放妖族，修为跌成百阶又是为何？表弟，胡大彪得罪了人，被人打落了境界，命保住了，但这辈子的修行的路算是断了。楚群皱了下眉。何人？楚群，这事儿你还是别打听为好。楚群看了他一眼，瞬间猜到了什么。难不成与陛下有关？小点声，别老往自己身上惹麻烦。没等他开口，手被人用力一拽，与其他人保持开了距离。年初，南海郡上贡了一尾鲛人，胡大彪当时为指挥使，奉命押运，途中他私放鲛人，回朝后远帝下令斩杀胡大彪。可他现在还活着。镇妖司出面保人，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远帝身边的大太监李春亲自动手，断了胡大彪的修行之路，所以胡大彪被贬为丁子院教头，实际上是在保护着他。只要他低调点，旁人想杀了他去阿谀奉上也没什么机会。国师的意思？不知道。我猜是妖族说他是屠夫，人族也说他冷心冷情。他若真如外界传言那般，何必保一个小小大彪呢？他只用帝臣的身份与他见过寥寥一面，何以他这么笃定他的为人呢？你觉得帝臣是好人？未见其人，不知全貌。这句话很耳熟，云素曾用他评价过楚一侯。可我觉得帝臣或许是个妙人。表弟，你与帝臣真不熟啊？不熟啊，可惜。你很想见他？有点，毕竟我与他神交已久啊。有吗？又毕竟……楚群狗狗碎碎地指着后方在梅富贵怀里睡觉的小傻西。你很想见他？有点，毕竟我与他神交已久啊。有吗？又毕竟人家是小傻西的秃爹嘛。秃爹本人神色了然。然，你早就知道，那你还教唆西西去挖坟啊？需要我教唆？哪次不是小傻西自己主动的？是，那这锅甩不到他这个当娘的身上。下回咱俩一起挖坟去。云素忽然明白了心里那古怪感觉叫做什么，是愉悦，世间知音难求，楚一侯竟是他的知音。好。楚群几人在城中走访了一圈，去的家中有人失踪的那几户人家。楚色女，真是太长公主掳走这些人的吗？她到底想做什么？恶妖食人越多，胃口越大。楚明欲借荒淫之名广纳美男子，再怎么那也有数啊。这当妖的肚子饿了，自然要出来打点野食了。楚明月和楚明珠都是一脸骇然。楚娟，你这个话得讲证据啊，这事太大了吧？我知道。所以我不是把福太监丢给大彪看管着吗？人证有了，现在差物证。既然要抓他，干嘛不光明正大的抓呀？让他假死是为了避免太长公主去要人？说话好累，不想答。我的问题很准吗？为什么楚群翻白眼啊？小明月啊，你这脑子是不太行啊，这不很浅显的道理吗？啊，你明白？我的智商竟要被这练屎的碾压。小群群当街杀人，避免你家那老太婆上门要人，这是原因之一。梅富贵说的头头是道。这原因之二嘛，自然是想要看看这镇妖司里有没有老太婆的帮手了。这道理大彪都能明白，不然他最后干嘛说拼死都要护那太监一口气啊？小群群这招叫一石二鸟。哎呦，脑子呀，好东西怎么能没有呢？天赋修为比不过楚群，脑子也比不过，这就算了。居然连梅福贵都比我聪明啊！这可是梅福贵啊！四哥，走吧，
别幽怨了，像个怨妇似的。楚色女比咱们聪明，不是很正常的吗？可刚刚说话的是梅福贵啊。那也正常，正常人能炼丹炼出10。楚明月转念一想，似乎还是不对。这道理胡教教都明白了，我这好吧，这一点他的确找不到理由安慰自家四哥了。城南花牌坊以天香河为界，左侧是青楼，右侧是南风馆，就很绝。小行君错了，该去右边的。啥？青楼不招待女宾，找小官，咱要去南风馆呀。梅福贵一本正经，那地儿啊，专业卖屁股。楚群沉默了少顷，这业务你倒是熟啊。祖传的绝学不能丢嘛。南风馆下次先去青楼。人家初恋都还没呢，你这不是带坏我吗？讨厌。楚群很想找个猪笼把这个家伙给就地解决了。云素神色未变，压根儿没有阻止楚群的意思。楚群，你来这里干嘛呀？梅福贵，你抹香粉干嘛？哎呦，姑娘家的不都喜欢香喷喷的男人吗？小爷岂能弱了派头啊？敷过一个劲儿的补粉，楚明月傻眼了，他只能寄希望唯一正常的云素了。云素，你不拦着点啊？为何要拦？青楼啊，那又如何？不都是女子啊？青楼里又没有皮毛水滑的腰，楚群不可能对他们动手动脚，更何况都是女子。哇，兄弟，你这么脑回路也很不正常啊。楚群也诧异地看向他，第一次来。云素点头。楚群一指街边那位袒什么露什么的大姐，你觉得她在做什么？她言有疾，似在抽筋。哪来的毛都没长齐的小鬼，耍你姑奶奶玩呢？滚蛋！云素皱起了眉，他听贺青等人说起过青楼，说此地与茶楼无异，只是些可怜女子男子卖艺谋生罢了，相当于说书的。你不觉得他们的穿着有问题？许是喜欢，许是天热吧。梧桐里带着罕见的茫然，竟有了几分呆萌之意。不是吗？当然不是啦。不知怎么的，他的眼神让楚群想到了小傻西，无力犯傻的样子都这么相似吗？青楼里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女妖精，最喜欢的就是表弟这种秀色可餐的小少年了。表弟可要跟紧我哟，男孩子啊，在外面要学会保护自己。他鱼尾声音上翘，像是钩子，不轻不重地挠在云素心坎上。他眸色瞬间暗沉了下去，深深凝视他，跟着手里珍珠的指引，楚群拉着云素进了一处青楼，13楼。这名字有点耳熟。这药司的鹰犬怎么来了？偏偏这时候得通知主子才行。镇妖司的人去了13楼，追那2只罗刹鬼而去的吗？男子如寒冰般的手锁上楚明玉的咽喉，他试图睁开眼，意识却被锁在了梦魇中。男子森寒世骨的声音钻入脑海：楚氏血印你藏在何处？楚明玉紧闭嘴唇，血印在何处？那一声声低吼震荡着他的神魂，锁在他咽喉处的手像是要将他的脑袋拧断。楚明玉嘴唇张开，将要说出话的刹那，骤然亮起了一道强光，男子的手骤然松开。烛龙之目，被炼化成了楚家法器的烛龙之目，1000年前被挖去的眼睛成了楚家人的法器，此刻竟还保护着此人，何其讽刺！既已失之不听话的肺炎，倒不如毁了，也好过便宜了仇人。韩农又将动手时，一股危机感扑上心头，他不甘地收手。你若再晚回来一刻，本宫这命就没了。哼，不是还没死吗？有这枚烛龙之目在，即便是万界大妖，也要不了你的命。怕什么呀？本宫若死，你们兄弟2鬼也要一起陪葬。别忘了，你们是本宫的妖奴，那只妖物是冲着楚家血印来的。结界未破，他是怎么溜进来的？可是昨晚试图闯入的那2只老鼠。溜进来不可能，没准是被人请进来的。楚明玉也想到了什么，神色骤冷。韩农回到水榭，第一时间吃下了一枚丹药，盖住了浑身的妖气。太长公主殿下，他像是不知发生了何事，整个人凄楚又惶恐。便是楚明玉这会儿满心杀意，也被这美色给狠狠地震了一瞬。
黑鬼。黑鬼明白他的意思，他张开嘴，一口狠狠地咬在韩农的脖子上。韩农惨叫了一声，气息骤弱，昏死了过去。够了！黑鬼气如敝履般的把韩农往地上一丢。人血的味道，这小子不是药。看来老鼠不是他，那这只老鼠躲哪儿去了呢？就算不是，这小子身份也可疑，还是吃了为好。你和百鬼还嫌给本宫惹的麻烦不够多？你们可知镇妖司已经查上门了？这小子是13楼送来的，我和百鬼今天刚过去，还没来得及用餐，后脚镇妖司的人就来了。若不是我察觉到你这边状况不对，回来的及时，怕是你命都没了。怎么，你觉得这小子没问题？13楼里有异常？那倒没有，不过是些做皮肉生意的。楚明玉虽好色，但人也谨慎多疑，送到身边的美人儿，他都会让百鬼黑鬼再去细查一下身份。不过这2只鬼不老实，老借机去打野时，你和百鬼的存在不能暴露。既然镇妖司的人追到了13楼，那就将计就计，用妖术改了这小子的记忆，把黑锅栽到镇妖司头上。镇妖司有大妖出头，在城中肆意吃人，更潜伏到本宫身边，想夺取血印。这小子就是我们的人质。殿下机智过人。这小子就是我们的人质。殿下机智过人。还差一点，福公公那废物被带进了镇妖司，得先把那家伙给弄死才行。镇妖司里不是有你的人吗？黑鬼浑不在意。楚明玉眉头忽然皱了下。百鬼怎么还没回来？百鬼他与我本是一体，我心中所想他能感知得到。镇妖司那群鹰犬既然去了，他自然要留下陪那些人好好玩玩了。镇妖司去的人是谁？西殿的2个，还有3人。那为首的丫头身上也有楚家人的气息。楚明玉脸色骤变。不好，快让百鬼回来！那丫头是楚群啊！那个一刀引天象的小郡主，是他又如何？百鬼乃是万界，还能被他识破了？愚蠢！现在城中那几个老不死的都在盯着楚群，想收他为徒。百鬼躲得过楚群的眼睛，躲得过那些老不死的眼吗？黑鬼脸色骤变，他俩没有发现昏迷中的韩农在听到楚群2字后轻轻一颤。哟，几位大爷，瞧这眼神啊，怎么还有小姑娘也来咱们这儿啊？正常来说，楚群应该站出来护住身边的青楼出歌，结果前嘴才说要保护人家，现在直接把云素往女妖精堆里推了过去。就在那一双双魔掌要袭来的瞬间，云素逼停自身，瞬闪到楚群身后，一双乌瞳死死盯着他，想盯着一个薄情寡义的渣女。小群群这偏心眼的，干嘛不推我呀？人家白准备了。楚明月和楚明珠不想说话。镇妖司办案，所有人到1楼集合，不配合者一律扣押。楼内就乱了起来，楚群没管那么多，让楚明月兄妹守在出口。权杖在落地的刹那，木木的神魂就已覆盖整个13楼，谁也别想跑。几位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南枝一脸谄媚讨好，楚群扫了他一眼。现怀疑有食人恶妖躲在里面，不想死人就老实配合。主任，刚刚有一只鬼溜了。只溜了1只？是。剩下那只能找到吗？他气息完全隐蔽起来了，虽可以找到，但我的存在会暴露的。那先不急。从他离开镇妖司开始，身后就跟了4条尾巴，正是那几个老爷子。楚群看向云素，没开口，云素却知他心中所想，手指在他掌心轻轻写字儿。白鬼躲身在人群里，讥讽地看了眼楚群。忽然他脑中响起黑鬼的声音：素丽，此女身后潜伏有5道大能。白鬼脸色骤变。表弟，昆凌镇的符箓会画吗？云素看了他一眼，明白他的打算，单手起符文，昆凌阵起，覆盖住了整个13楼。南枝看到那符文，眼角颤了下，不动声色地退到一旁。黄客里走出来一人，长得獐头鼠目，派头倒是不小。镇妖司，不过一个区区非裔，架子倒是挺大。你知道我是谁？想死你就继续说。后方有个公子哥将此人拽回去，胆战心惊地骂道：你疯了，他是楚群。楚群。公子哥吞了口唾沫，他连徐武都敢一刀砍了，你不想活了呀？去招惹他。一开始那些面露不服的人都低下了头。你们这群人里混进来了一只食人恶妖，我们会一一排除，没问题者
会放行。说完，他把在睡觉的肥肥抱了出来，最先去的就是试图挑衅他的那个公子哥身边。郡主，我真不知要，我是东篱澹台家的人啊。澹台大少你好，澹台大少请滚。那人松了口气，叫上自己的书童就要离开。澹台大少来嫖，只带了1个书童？2个啊。澹台狗顺口答完，转身的刹那，对上了身后书童狰狞的目光。云素不知何时挪到了门口，一脚将澹台狗踹飞，险险躲开了书童挥来的鬼爪。百鬼正是藏身在澹台狗身边书童的身体里，他想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暴露的。几位大爷跟了一路了，何不露面一起来找找乐子？几位大爷何不露面一起来找找乐子？好你个机灵鬼，倒是会使唤人！小小恶妖敢来王都城害人，本剑先斩了你的狗头，给我未来徒儿当见面礼！滚！那是我的徒儿。谁杀了这恶妖，徒儿归谁？4道神识锁在百鬼身上，让他动弹不得，更别说逃跑了。他怨毒不已地看着楚群。楚群，今日之仇，你等着！富贵，表弟快退！这只罗刹鬼竟会选择自杀？他和云素对视了一眼，两人显然又想到了一处。这只罗刹鬼死得不对劲。皇家别院里，黑鬼面色骤变狰狞。下一刻，我要杀了楚群，我非杀了他不可！楚群2字让韩农心神动荡。世人知楚一侯，但只有寥寥几人知道楚群这个名字，是巧合吗？13楼露面的3位老大爷神色各异，表情有些尴尬，还有一位藏在黑暗中。楚群捂着心口，一副要吐血的样子。表弟快扶着我，吓死我了！他俨然一朵娇花，柔弱不能自理的德行。没忘冲梅富贵眨眼。我重伤了，要死了！这妖的自保之力竟可怕如此。是也，我也没想到啊！4位老前辈合力出手，那恶妖精还能自爆。表弟你手抖得如此厉害，想来也是受了内伤吧？云素扫了眼自己搀着他的手，的确在抖，被他带着抖。伤了。楚群可怜兮兮的看向仿佛很厉害，实际没啥屁用的4位老大爷。最后要不是他出手，怕是这13楼里的人要死绝。丫头啊，别急，来，这颗5品火元丹你先收下。刚才就是这朱一枝拉着我，不然我早砍死那恶妖。丫头，师傅丹药不多，但灵宝多啊，我送你把剑佩如何？有了这个，杀妖如切菜呀！的确是我们几个老家伙失手，这些全当见面礼了。丫头你收下。小郡主，老夫这里有天品5绝相赠，你切莫上了这3个老匹夫的当啊！楚群看了他们3人一会儿，忽然松开云素，不装了。没意思。朱武王3老愣了下，其实以他们的修为，自然看得出楚群是在装模作样，他们自知理亏，自然也乐得讨好这位未来宝贝徒弟。不过楚群忽然放弃伪装，难道是见面礼不够？肯定是。楚群没理他们。恶妖已退，都散了吧。楼外没事吧？楚色女，你又趁机吃我豆腐，还能骂人，看来的确没事。那个恶妖死了？死？怕是未必。楚明月目光一挪，注意到后方追出来的3位老者，神色微变。朱武王、王剑仙、李长老、鬼长老可是也在？暗处传来哼声，朱武王3人对他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了。3人的注意力都在楚群身上。4位的来意我知道，所以我拒绝。这丫头，你再考虑考虑嘛，给老子当徒弟，你稳赚不亏的好吗？我楚群不才，但也不代表给我当师傅不需要门槛。恕我直言，4位不大行。这话一出，一直躲在黑暗里没露面的老阴鬼都走出来了。丫头，你说这话不怕把我们4个得罪死了？哼，我们4人乃武道巅峰，我们都不配，那谁配？徒弟呀，做人还是要低调啊，你这样容易被打死的。够嚣张，老夫喜欢。你们这么厉害，还让区区一个恶妖在面前自爆，是想试试看我还有没有底牌？3个老大爷纷纷摇头，只有老阴鬼不合群。是，看你个老鬼居然抢跑，你老实回答了，岂不显得我们3个很不要脸？收徒都收得这么不坦诚，我很难不怀疑几位的诚意啊。
再者，刺猬试探我事小，可想到若我挡不住那恶妖自爆之威，会有什么后果？恕我直言，刺猬不大行。丫头，你说这会死了。刺猬试探我事小，若我挡不住那恶妖自爆之威，会有什么后果？我楚群死便死了，可13楼内的无辜百姓呢？刺猬既是武道大能，识朝廷俸禄，享百姓爱戴，恶妖在前不斩之后快，反而因私废公。那恶妖食人血肉，其同党还在逍遥法外，刺猬居然还有闲心在这里与我谈收徒。楚群之声字字诛心，刺猬大能何曾被人这样当面斥责过？哼，不怪乎顾真顾大儒能修出浩然正气，若是他在场的话，定不会因私废公，让无辜百姓被牵连。这武道看来还是不如儒道，不修也罢。这话瞬间如点了火药桶。气死老夫了！顾真那老狗算个啥？不就是只恶妖吗？丫头，你等着，老夫非把他背后同党全给揪出来，斩草除根，让你知道午休的厉害。是吗？哼，吹得比唱的还好听。老不休。说完他扭头就走，没忘记对云素和梅富贵狂使眼色。又忽悠了4个免费劳力，送上门的羊不宰白不宰吗？谁在背后骂老夫啊？搞明白楚群的骚操作之后，楚明月看他的眼神如看神人。到底还有谁是你不敢忽悠的呀？小场面，淡定。不过你是怎么知道那只恶妖藏在书童的身体里的呀？肥肥告诉我的。楚群撒谎眼也不眨。肥肥还有这能力？定吉凶招好运，信肥肥得永生。云素不忍直视的挪开眼，吐出了一口长气。注意后这个骗子。肥肥还告诉我，那只恶妖很可能还没死绝。楚明月和楚明柱背后汗毛直竖。还没死绝啊？即便真死了，楚明玉身边可是有2只恶妖。镇妖司的事，那老太婆应该已经知道了，现在又在13楼吃了亏，老太婆的心思不好猜呀。她接下来会怎么出招呢？楚群眼咕噜转着，悄悄拱到云素身边。表弟，你和他熟，你有什么看法？我熟，一夜夫妻本。等着，这次我一定帮你搞死他。是吗？两人僵持间，云素忽然道：“我们去皇家别院，动作要快。梅富贵，你们回镇妖司听胡大彪调遣，守好福太监。”不是吧，表弟，你和小军又抛弃我？怎么回事？刚收到传音，楚明玉被妖族刺杀，他已入宫，他身边的罗刹鬼不知去向。入宫前，他干了2件事：将一个受伤的乐师送去了刑部，然后命人清理整个别院东殿的花坛。他想毁尸灭迹？不对，他不可能被刺杀。那受伤的乐师又是怎么回事？楚明玉手里有一枚楚家血印。楚群瞬间明白了，他想将黑锅栽到镇妖司的身上，以血印为由头，让自己和罗刹鬼撇清干系。至于那乐师，大概就是所谓的人证。那渣女老太婆想得倒美，眼下当务之急是阻止那老太婆毁尸灭迹。别院东殿下定藏有那些受害者的尸骨，这一点楚群可以肯定。前夜他在后山上蹲点时，可是亲耳听到了的。那只罗刹鬼的行踪，你的人有找到吗？云素摇头。但愿那4个老头子给力点，若是让那罗刹鬼逃了，王都城不知又要死多少百姓。楚群思来想去，总觉得哪里有疏漏，但眼下情况容不得细想太多。先把那渣女老太婆的后路给断了再说。漏洞到底在哪里呢？主子，刑部牢房找一具与我体型相似的尸体丢进去。诺。看到韩农身上的伤势，心里一抖。都怪镇妖司的人忽然出来搅局，我的眼睛在楚明玉身上，即便没有镇妖司的人捣乱，此番我要拿到血印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主子，你身上的伤，皮肉伤不打紧，服了换髓丹盖住了妖血的味道，否则骗不过那只罗刹鬼。那换髓丹对身体可是有大害的。说正事儿，镇妖司与楚明玉斗法，对我们来说没有坏处。倒是今日镇妖司来人中，可是有一女子叫楚群。是，主子忘了吗？咱们刚回来时就听过她的名头，一刀引天象的那位。她是何容貌？可有什么特别之处？南枝看到她灰蒙蒙的眼，心里一暗。那位郡主的确天赋异禀，长得也极美极艳，不输妖族。不过她好像瞎了只眼，除此之外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倒是她身边那个戴面具的少年，一手符箓之术很是了不得。是吗？韩农莫名失望，他自嘲地闭上眼。想什么呢？这是个相同的名字罢了。世界上只有一个楚楚。哦，对了，主子，
你不是一直在寻肥肥吗？那个楚群郡主手上就有一只肥肥。枯槁的内心像是骤然被打入了活泉。你说什么？楚楚，等以后去了妖族地界，我替你抓一只肥肥当吉祥物玩。誓言犹然在耳，这是过去他对楚楚许下的承诺。他不爱美色，偏就喜欢那些皮毛尾巴。楚群肥肥是凑巧吗？我要见那位楚群郡主。楚三，你不能再擅自行动了。再这样下去，撑不到夺为血印入禁区，你就会死啊！皇都城对你来说已然是禁地，一进这里，你的旧伤就会反复发作。你用换血丹压住妖气，更是火上浇油。那丹药再吃下去，你的妖丹会碎的，到时候你妖丹早就没了啊！妖丹没了，献祭了。我与天道做了个交易，可是我被耍了。狗老天让我忘记了交易的内容，可我觉得这场交易应该与楚楚有关。与楚一侯有关吗？南至愕然，他本体乃是只黑豹，500年前被韩农救下，并未经历过1000年前那个浩大灿烂的时代。那一位到底是怎样的人物？他就是个懒虫、骗子、无赖、奸懒馋滑，优点一大堆，除了不好色这个缺点，优点数不胜数啊！这优点缺点是不是说反了呀？主人，你确定你评价的是你天天念叨的楚楚？是你引为挚友，不惜上9天下黄泉也要追随的大人吗？主子，你先暂且养伤。那位楚群郡主身边跟着的4位人族的武道大能，贸然接近的话，咱们容易暴露。主子，你想查证何事？卑职可以代劳。想法子给楚青传一句话，如果他真是楚楚的话，应该会记得那句话。主子请说。养肥肥不如养只猪。卑职一定竭尽全力。主子，你一定很爱楚一侯吧？韩农的身体猛地一僵，南枝带着局外人一切都懂的眼神。爱他？我活腻了吗？你和楚一侯之间不是爱情？活得多想不开，才会爱上楚楚那个没心没肺的渣女。不是爱情，能这样啊？爱情算个啥？这世上远远有比那东西更珍贵的人和事，你不会懂的。快拦住他们！你们好大的胆子！知道这是何处吗？就敢擅闯！楚群理都不理这些看门狗。表弟，借我一场东风可好？云素对上他的眼，瞬间知他心中所想，素来平静的心里忽然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情。好，四方封神，听吾号令，封校。漫天大风席卷而起。封神令，这小子修为不高，怎么可能照出封神令？符箓生出的结界将他和楚群护住。想要毁尸灭迹，一个个挖坑多麻烦呀！干脆我帮你们好了。他骤然将权杖插入地下，木坚则荣，手荣则实，天地木灵，复武为主，破邪诛魔。楚群一掌将桃园权杖拍至地下，顷刻间，整个别院的植物仿佛都活了过来，数不尽的藤蔓破土而出，藤蔓化为参天大树，直耸天际。而在那些藤蔓之上，缠绕着一具又一具的骸骨，埋藏的罪孽暴露在人间。怎么会有这么多尸骨在地下？纵使万人坑也不过如此了吧？尔等皆为助纣为虐的刽子手。那是皇家别院的方向，那些都是被恶妖所食之人的尸骨不成？那个妖妇，他竟是用百姓在饲养恶妖，必须斩杀了那恶妖才行。李哲子，否则咱俩这张老脸就别要了。到底是谁？是谁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只差一点他就能面圣，要将这盆污水泼到镇妖司的头上。能令四方木灵听命，唯有木屋才有此能力。楚群小郡主虽未觉醒血脉，只是如无双修就已强悍至死，前途不可限量啊！是楚群那个小贱人，明明之前还在13楼，怎么会那么快就到了皇家别院？这一招伏地抽薪又毒又狠，显然是料定了我的谋算。那小贱人难道在皇家别院里藏了眼线？太长公主，陛下正等着您呢。楚明玉心里咯噔一跳，本宫思绪风转，循着升级。楚明玉心下一狠，这么大动静，想来顾真等人也已知晓，很快就要入宫了吧？祝武王与鬼长老在殿内，想来顾大儒也快来了。顾真若是来了，以那老不死的脾气，就算当着远帝的面也敢对他下手。李公公，有一事本宫还没告诉陛下。本宫觉醒了血脉之力。楚明玉伸出手，惨然笑道：“是真是假，公公一试便知。”太长公主，你很聪明，
陛下想来会很高兴的。楚明玉艰难地扯出了一个笑容，他遮遮掩掩了这么多年，没曾想最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这一切都怪楚群那个小贱人，眼下他唯一能赌的就是暴露自己觉醒血脉的事儿，成为远帝的垫脚石，至少能争取一线生机。楚明玉，好你个毒妇，饲养恶妖，为祸百姓，那皇家别院下的尸骨都是你手下的亡魂。陛下，本宫冤枉了。本宫素来吃斋念佛，岂敢饲养恶妖？今日有恶妖闯入皇家别院，要夺取楚家血液，本宫险些命丧其手。你满口胡言！皇家别院乃是你的居所，下面埋了那么多尸首，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太长公主，臣妾问你，你说有恶妖抢夺血印，可有证据？回禀陛下，有一人证，臣已让人送去刑部。好一个人证！刑部刚也来了消息，那名乐师无端暴毙，太长公主好手段啊！楚明玉一愣，陛下，有人是想冤死我呀！分明就是镇妖司办事不力，那恶妖夺走了血印，定是妖族余孽为了禁区里的妖皇之尾而来的。老毒妇倒是牙尖嘴利，是真是假，用真言术一试便知。我乃皇族，就算要定我罪，也要讲个证据。原本祝武王和老阴鬼笃定远帝在这件事上不会偏私，可刚刚的李老太监不知在远帝耳边说了什么。果真你个老狗，关键时候跑快点啊！整个中州也只有顾大儒敢以真言术问罪皇祖。镇妖司递了奏折，倒是有一人证，乃是你贴身太监。太长公主可敢与人对质？本宫问心无愧，自然敢。既如此，李公公，你亲自去把人带来吧。大表你扛住啊，咱们丁子院还得你撑着呢，你别想这么玩赖死了。小娟娟表弟梅富贵看到他俩如见到救星一般，这老太监他杀人灭口，他还想杀了大表呢。梅公子慎言，咱家可什么都没做，户部侍郎虽得圣宠，梅公子为了家门着想，还是收敛一点的好。富贵只想吐着烟垢，一脸唾沫。楚群径直朝胡大彪过去，检查了下他的伤势，心脉俱断，的确快死了。丫头，留点力气，活下来再说。狐尾草，世间竟还有狐尾草的存在！郡主把如此珍贵的灵草用到一个废人身上，简直是暴殄天物啊！吃下狐尾草后，胡大彪的气息瞬间平和了许多。楚群居然用它来救我这条烂命！李公公把都没了，管得到宽；李公公把都没了，管得到宽。本郡主自己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你管东管西，是不是还要管骡子拉屎放屁呀？李春脸色阴沉，周遭响起憋笑声，唯一憋不住的。老话说得好，有些人越没什么，越要装的有什么。这把都没了，再不管宽点，那还不得憋屈死呀？李春看向梅富贵的眼里也露出了杀机。在镇妖司里杀人，李公公也是好大的胆子。怎么还想再杀第三个？郡主说的哪里话？咱家奉旨来拿人，这福太监身患暗疾，经不住下，一听说要面圣，便把自己吓死了。至于胡大彪，此人本就是戴罪之身，又对咱家不敬，陛下当初开恩免他死罪，他不珍惜，受咱家一掌，也是他自讨苦吃。好一句自讨苦吃，若不是我及时出手，想来李公公想教训的还不止胡大彪吧？既然人犯已死，咱家就回宫复命了。且慢，我要入宫面圣，烦劳公公捎上一程。陛下怒火正盛，郡主确定要此时入宫？外甥女见舅舅也要挑时间。既如此，郡主随咱家入宫便是。楚群就要跟上，云素忽然拉住了他的手腕。事情恐有变数，我必须要进宫一趟。云素拉开他的手掌，在他掌心快速写了一行字：小心远地，切莫暴露。宫外的事交给我。楚轩，我陪你一同入宫。还有我和四哥一起帮你禀明父皇。这李太监定是和太长公主一伙的。是吗？楚群看着这两个单纯的晚辈，由衷的心累呀。你们真觉得楚明玉那老太婆能命令得了李春？他说完大步离开。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不可能，难道杀福太监的命令是父皇下的？父皇要保楚明玉，这是为什么呀？
云素没管他俩，将西西交给了梅福贵。小家伙显然不情愿，但这会儿人多，他又不能开口说话。哥哥凶起来的样子，真是越来越像爹爹了。你看好他，让楚家那两兄妹也老实待在丁子园，不要入宫。那表弟你呢？我自有打算。云素朝千阙看了眼，奈何千阙眼神不好，也不知道云素就是自家主君。千阙统领，借一步说话。哦，好吧。千阙撇嘴，他挺赏识云素的，要不是贺青一直拦着，他早想把这个好苗子破格提升到自己麾下了。千阙正纳闷，一股熟悉的气息从云素身上涌现而出，竟让人在镇妖司内得手，你这统领当的倒是称职啊！千阙膝盖骨一软，楚君，娘嘞！他终于知道自己倒卖地图为啥会被抓包了。楚君，你不讲武德，你居然玩小号！默默，主任，刚刚的确有人窥视，但现在藏起来了。桃园权杖还在皇家别院下插着，楚群叮嘱他别管自己，进宫后也不要与自己神魂交流。郡主，请吧。不男不女坐过的马车，本郡主嫌脏。郡主竟还能笑得出来。马上要见我亲爱的舅舅了，属实高兴。李川对上的笑意未及眼底的面容，目光也沉了几分。自己上次是走了眼呢。此女心思手腕乃至天赋无一不属妖孽，这等人物若不能为友，还是死了为好。郡主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胡大彪的那一掌先赊着，李公公收好了，本郡主定会连本带利的找你要回来的。咱家恭候郡主。放心，不会太久。这楚玄怎么偏偏这时候入宫了呀？刚刚那么好的机会，偏生那个叫李春的太监又在。楚群拜见圣上。哈，是个好孩子。听闻此次食人恶妖乃是你发现的，你的功劳朕记着的。场面话懂的人都懂，偏偏楚群爱装不懂。为舅舅分忧是外甥女的本分，早听说舅舅乃千古明主，爱民如子，今日一见，舅舅实乃天人，目光如炬，一切妖魔鬼怪在舅舅眼中都无所遁形。不是，哎呀，你这又是啥路数啊？恶毒妖妇，还不跪下！恶毒妖妇，还不跪下！向陛下，向天下人认罪！舅舅，外甥女愿为你分忧，这就替你斩杀了此妖妇。朱武王，借刀一用。朱武王二话不说就把刀递了过去。楚明玉勃然色变：楚群，你敢！你饲养恶妖，纵妖10人境外，杀你有何不敢？刀将出鞘的刹那，远地的声音响起：楚群。声音含有威压，一股力量阻止他拔刀出鞘。他状似疑惑地看向远地：啊，是外甥女考虑不周，这等妖妇须得当众受千刀万剐之刑，否则民怨难平啊！舅舅，你说是不是啊？舅舅。楚群一口一声舅舅，便是朱武王和老阴鬼也听出来了嘲讽。这丫头的嘴一看就很如羞。老臣觉得楚群郡主说的没错，不杀妖妇不足平民愤呐。远地脸上的温和已淡去。陛下，臣冤枉，他们要冤死臣啊！李公公，你记一回，证人呢？凡事都要讲证据吧。证人啊，被李公公杀了。陛下，老奴冤枉，那真人乃是惊厥暴毙而亡，老奴从未对他出手啊。郡主，太长公主有句话说得对，凡事得讲证据啊。要证据还不简单，正好顾大儒也在，顾大儒身负浩然正气，让他老人家用真言术一审，不就知道真假了？立春低头不语，眼里却有潮色。郡主还是年轻了啊，顾真已经来迟了。现在的问题是，就算顾真能审，陛下愿不愿意让他审呢？好孩子，事关皇家颜面，你对朕的忠心，朕已知晓。但没有证据之前，你莫忘了太长公主还是你的长辈啊。远地的语气温和的像个慈祥的长辈，一句好孩子就把楚群恶心他的招数给还回去了。所以归根结底，只要有证据证实太长公主之罪，舅舅定会杀她，还万民公道，对吧？刹那间，店内的气氛凝重到了极点。自然。如此，舅舅定会杀她。如此，可就太好了。到底楚群哪来的自信？所有的证据应该都已经被抹除了才对。不对。就在这时，陛下，我是帝臣求见。远地的神色也变得高深莫测了起来。帝臣，他不是在闭关吗？陛下，
国师怎提前出关了？处理一桩私怨。帝臣淡淡道，径直走向李公公，全程没有看楚群一眼。你在我镇妖司伤人，用的哪只手？国师不答吗？那就一并废了吧。可怖的力量朝李春搅去，他的2条手臂被拉扯起来，咔嚓2声，扭曲成可怕的角度。李春面色赤红，目眦欲裂，但也硬气的没有惨叫出声。国师，咱家是奉旨入镇妖司拿人呢。李春，帝臣声音里的凌厉未散，冷冷俯视着他。可是废你2臂还不够。李公公霎时噤声，远帝也沉声开口：够了，李春，朕令你拿人，你却在镇妖司内擅自出手，伤了镇妖使，国师废你2臂，不算理亏，你且退下吧。楚群看着帝臣，眼里有点惊喜。好家伙，秃爹这么牛的吗？朱武王和老阴鬼目露忌惮，整个中州敢在远帝面前如此放肆的，也就只有帝臣了。哼，木村上，千算万算，漏了帝臣。国师是提前出关吧？既除了私怨，还是回镇妖司吧。臣的确还要回去继续闭关，不过走之前，臣要带走太长公主。楚明月脸色骤变，远帝也眯起眼。太长公主施舍妖祸，真相查明之前，理应由镇妖司看管。若查明太长公主乃是无辜，镇妖司自会放人。如今人证物证皆无，太长公主或是冤枉。陛下有所不知，王剑仙与李长老在王都城中追杀那只恶妖，已闹得人尽皆知。那只恶妖手持楚家血印，逃入了禁区之中。远帝神情终于起了波动。那只恶妖逃入了禁区。他看向楚明玉，眼底也多了寒气。故臣想向陛下再借一枚血印，入禁区及妖。臣想向陛下再借一枚血印，入禁区及妖。禁区之物关系重大，且内部有天机阵，修为越高，入内危险越大。臣知晓，入禁区者修为不会超过1000阶。远帝看了眼楚群，都退下，国师和太长公主留下。丫头，这一次帝臣出关，此事怕是难了。国师难道会帮着那老妖婆？哎，你这么聪明，还看不明白吗？现在是陛下要保楚明玉，现在那恶妖逃进了禁区，帝臣命人去击妖，定是要去灭口的。唯独悠悠之口，很大可能也会派你进去。我若是你的话，就不会去涉险了。陛下竟这么信任国师吗？若非信任，怎会将镇妖司交到他手里？乖徒儿，镇妖司那地方，你尽早脱身吧。老鬼这话说的对啊，要我说，徒儿，你还是来寒天学院的好，那是咱们的地盘，没镇妖司里面那么多弯弯绕绕的。2人一嘴一个徒儿，倒是先把便宜占上了。祝武王和老阴鬼都先出宫了，北妖叫楚群一起，他却没有走的意思。远帝的反应还真是不出他所料，不过此次帝臣居然会出现，倒是让他意外。狐狸就是狡猾呀！罗刹鬼逃进了禁区，这结果楚群多少有点想笑。云素对皇家别院内的动静了若指掌，恐怕早就在打楚明玉身上血印的主意。那老太婆又将血印给了罗刹鬼，这一波绝处逃生，恰好合了云素的算计。帝臣再来停止捉拿，找远帝光明正大的要血印，这不是正瞌睡着就有人送枕头吗？狗表弟又没说老实话，回去了撸秃你。少女低声的嘟囔被风吹乱，恰好吹进了身后的人的耳中。鹰字院非一使楚群拜见国师大人。楚群这会儿整个人就一个字儿：假。随我出宫。行嘞。楚明玉关入镇妖司，由丁子院看管。楚群眼中露出了几许金光，他看着帝臣的背影，心里忽然松了口气。谢谢。帝臣大抵能猜到他此刻的样子，应该比先前笑得要真诚些了吧。帝臣见了马车后，楚群在贺青震惊的注视下，也一股脑钻进来了。看到拱进来的少女，无语了。楚明玉必须死。国师大人是站在我这边的吧？笑眯眯地凑过去，帝臣有刹那恍惚，差点拿出匀速的态度对他。本君站在天下人那边。楚群心里啧啧，目光却肆无忌惮地在帝臣脸上转悠。这男人，这皮囊，不知道表弟面具下的容貌与他相比如何？帝臣被他盯得有些难受，干脆闭眼，默念清心诀。秃爹送的天象罗玉果，我很喜欢呢。秃爹。这个称呼真拜自家那大孝子所赐。秃爹先眸看向秃娘。秃爹，好家伙，小祖宗，你可真孝敬你爹，天天头七加挖坟还不够，现在连头发都不给你爹留了是吧？桃园玉髓是宝物，以后莫要乱送，
太惹眼。这一句话等于就是承认了秃敌身份的。低调低调。不过那个我挺多的，你喜欢吗？我再送你点，只送你不就行了？刚说好的低调，转头就忘了。他这张嘴啊，真是……帝晨目光从他那叭叭叭的小嘴上一晃而过。你安静点。好嘞。所以国师大人认识云素吗？帝晨知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于是乎，你若再废话，本君便杀了他。杀谁？杀云素？看来国师是承认云素是你的人了。他笑容不改，但眼里却没了温度。楚一侯原来如此护短，他已然把云素当作自己人了呀。那我表弟可真够可怜的呀，如此忠心耿耿还要被杀。帝晨听着他的话却不接茬了，自己慢慢琢磨去吧。你下车。我也要回镇妖司啊，顺路。不下车杀了云素。你把皇家别院的古树收了。楚群磨了磨牙，笑容假的一痞。得嘞，我这就下车，您老慢走。他骂骂咧咧的下了车。帝晨隐约听到了挖坟2个字，太阳穴开始痛了。楚一侯真的很记仇啊。帝晨是什么狗男人？哇，他居然要杀了表弟！我这下相信西西说的爹老把他关进小黑屋不给吃饭的事了。我这波人贩子当定了，非把他儿子给拐走不可。杀完楚明玉和罗刹鬼，我就带西西挖坟去。去，把帝神的老婆本都给他薅光。主君，你这次强行变回来，肯定又触怒旧伤了。反噬之期还没过呢。无法。他若不以帝臣的身份出面，远帝不会轻易交人，更不会拿出血印。你这次为了楚一侯，牺牲也太大了。他要杀楚明玉和罗刹鬼，应该是为了那棵烛龙木。我们要取血印入禁区，各取所需，并非为了谁。主君这话你说出来，你自己信吗？退下吧，别让他起疑了。主君，你明明就是在帮他嘛，刚刚干嘛非说那种自己杀自己的话，还不是故意让他误会你吗？自己杀自己，跟他学的。所以这是夫唱夫随。楚群半路上就遇见云素了，拉着他就往巷子里钻。你受伤了？云素看着他臭着一张脸的样子，心里像是被什么挠了一下。没有。楚群直接一个壁咚。好你这狐狸，嘴里没一句真话。帝臣是你主子？不是。不是，他会帮我们。我们这2个字有点悦耳。云素垂眸看着他，眼也不眨的撒谎。交易，他想要古灵花，我想要妖皇之尾。你的伤可是他下的手。云素哑然，倒是没想到他会误会成这样子。他这一犹豫，楚群脸色更不好了。自己长点心吧，你若死了，我可不会替你报仇的，表弟。你在撒谎呢，楚一侯。我受伤，你生气，为什么呀？楚群纳闷地看了他一眼，这种傻问题会是他问出口的。正要回答，他眸色骤厉。谁？滚出来！妖族。哈，我乃白离离，是顾真老头的妖奴。太师傅。白离离抬起右手，上有顾真的气息。太师傅让你来找我的。啊，顾老头说了，禁区之行，帝臣恐会派你前去。陛下要保楚明玉，帝臣定会令人在禁区内杀了那恶妖。顾老头让你先保全自身，楚明玉他会替你杀。云素眸色微动，什么也没说。太师傅不用出手，我已有打算，暂且没必要与帝臣为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不过顾老头未必听我的，他出宫后一直骂人，实在太烦妖了。楚群忍俊不禁，估摸着以顾真的脾气，在皇宫里也是憋狠了。这是他让我给你们的。禁区下邪气肆虐，这2枚护心镜里有他的浩然正气与本命精血，可护你们不被邪气所侵。本命精血，用那个炼器很损心脉的。白离离笑而不语，看向云素。哈，顾老头他徒弟，你为何不收啊？我并未拜师。那也收下，便宜不占白不占嘛。话已带到，我走了，2位保重，别死了。我太师傅人挺好的，你真不考虑考虑？给顾真当徒弟，若顾真知道自己把传承给了帝臣，没准要气得呕血3斤吧。我并非真的天道眷顾者，他的传承者不能是我。你是因为这个才一直拒绝？欠他2次人情，来日还他。先回镇妖司吧。帝臣入宫前应该都计划好了，要派人入禁区。现在民怨沸腾，最迟明早镇妖司就会有动作。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啊，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你想走之前杀了楚明玉？是啊，你说我要是杀了他的话，帝臣会如何？不如何，将人押回来本就是给你杀的。那便杀吧，本就是该死之人。楚明玉死是肯定要死，但死之前他得先拿回一样东西。蛟蛟龙的漂亮眼睛，那渣女老太婆不配啊！杀了他的话，表弟你的销魂饮
应该也能破解了吧？一举三得呀！云素眼神忽然飘忽了下，想到了个问题：楚明玉死后，销魂引这锅又该丢给谁背呢？那啥，破解后我还能摸你的尾巴吗？你再说一次。楚群回到丁子院，西西往他怀里一拱，大眼睛委屈极了。楚群摸了摸他的尾巴，把他塞给了云素。一刹那，西西差点哭出了泪。姐姐，你又抛弃我啊！楚明玉关在哪里？就在咱们丁子院的牢房里。楚明玉关在哪里？就在咱们丁子院的牢房里。小君君到底什么情况呀？陛下真不杀他？我怎么听说那恶妖还躲进禁区里了呢？你问表弟吧，我先去一趟牢房。哎呀，表弟，你说这陛下是不是脑壳有包啊？应该有吧。是吧是吧，肯定有包。你说小君君这么急，是不是去杀那老太婆了呀？咱们要不要准备准备，跟他来个里应外合？老太婆死了，陛下肯定要怪罪，咱给他找个背黑锅的。云素无语的同时，忽然明白楚群为何会和他成为朋友了。替罪羊已经有了，谁啊？就选帝臣吧。安爹爹，郡主啊，李绿衣，周绿衣。嗨，自家兄弟，客气啥？这次多亏你救了胡大哥的命。他说了，以后你就是咱们丁子院的头。我们两兄弟的命都是胡大哥救的，你救了他，等若我们的再生父母，以后这丁子院里谁敢不服你？希望我们两兄弟的拳头。我就进宫了一趟，你们咋都变了？那不成，这老大还得是大彪？笑话，这年头当老大风险也老大了，好不？搞事儿他在行，出事儿大彪扛，这才是丁子院该有的规矩嘛。我有话要与里头那个老妖婆唠唠，两位大哥要不先上去吃一碟花生米？中。那我们俩先上去了。楚群，看来帝臣还是没对你手下留情，把锁灵链都给你用上。这会儿楚明玉被锁灵链捆着，等同一个普通人。楚群满意的点了点头。你敢对我下手，陛下绝对不会放过你。没理会他的乱吠，楚群径直抓住其衣襟。你个区区百阶，真以为能伤我？就算本宫沦为阶下囚，也不是你能伤得了的。有烛龙宝珠护体，除非帝臣亲自动手。这个小坏种，有点天赋就自视甚高，还敢在远帝面前耍小聪明。殊不知，这只是让自己离死更近罢了。真疼啊！这条龙的眼睛还在他身上，楚家那群垃圾居然把龙目炼制成了护体法器啊！若是娇娇知道自己的眼睛正在保护这么丑的老太婆，估计要呕吐血了，没准要气得捏爆自己的眼珠。那家伙可是最讨厌丑八怪的，更别说还是这种喜欢强叉叉美少年的变态渣女老太婆。楚明玉，真是谢谢你呢。谢我做什么？下一刻，一抹刺目的鲜红撞入眼中，楚明玉甚至来不及看清发生了什么，就感觉神魂俱产，整个人都意识不清了起来。要破除这层禁制，避免伤到龙目，楚群不得不采用最温和的手段，用血肉之躯一点点去磨平禁制。主人，没事的，木木，快了，马上就能破开这该死的禁制。小心一点，再小心一点，不能伤到娇娇的眼睛。娇娇最怕疼，最怕丑了，要是眼珠坏了，以后还给她时，她该不高兴了。主人，楚群！木木急得都叫出了声，他一直用生机在帮楚群治愈着手上的伤。木木，我手上有汗，你帮我把龙木收好。没事。安静点儿，我生气了。主人，你再这样以后我就不理你了。凶巴巴的小木头，当年给我献祭的时候，你们就不疼吗？木木，没把你们都找到之前，我没有资格说疼。他脸上的笑容忽至，一道身影撕开了黑暗，出现在牢房内，怀里沾着红毛，不知前一刻正在干嘛。嗅到楚群血味的刹那，他几乎是想也不想就把西西丢给了梅福贵。楚群，你到底对你自己干了什么？有点饿，烧点自己的肉，闻点肉香解馋。嘿，这种情况下都能讲冷笑话，不愧是你，我的主人。要吃吗？带脆皮的，贼辣香。不痛，一点都不痛，真的不痛。闭嘴！他掰开他的嘴，塞了一根狐尾草。暴殄天物啊！这狐尾草你要还有，给我拿来卖钱多好。云素此刻的目光大概可以杀人，地牢内死寂。狐尾草还有吗？楚群，表弟好凶啊！楚群，表弟好凶啊！他把自己伤成这样，怎还能如此吊儿郎当呢？是为了那烛龙之墨，以他的实力要破开那禁制明明不能，却选择这样近乎自残的方式，到底是为了什么？懒得管你。云素裹着一身寒霜起身，走到牢房外，头也不回。速战速决，
我在外面等你。楚群舔了舔唇，吃了虎尾草后，他整个人好多了。表弟是真凶啊！凶的对，让你胡来。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表弟那么慌。主人，表弟的确是一尾好狐哎。那么慌慌张张的赶过来，是担心他吧？嘴上还不肯承认呢。嘿，小傲娇，就冲这一点，楚明玉也必须死。表弟这么善良，居然被这种老太婆给糟蹋了。周拱白菜也不是这么个拱法，但若在镇妖司内杀了他，势必得找个背锅的。丢给地神那个狗男人呗。狗男人虽然狗，但是毕竟也帮过咱们。纵然咱们不杀，远帝也不会放过他这块送上门的大肥肉。这一次重回禁区，正好可以去挖点好东西。这么大块肥肉，我可得好好加点料，再给远帝奉上。楚群抹去了楚明玉在地牢内这段与自己有关的记忆，他正好可以接着老太婆去查证一件事儿。主人，那远帝身上有什么疑点吗？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活过来却只剩下这一只血眸还在？起初他以为是凑巧，直到这一次见到远帝，他感觉到了那熟悉的窥视之力。我怀疑当初我死后，那11个草包夺走了一部分我摄魂血眸的力量，并传承了下来。什么？所以需要事实究竟。这个老太婆就是最好的饵。主子，属下无能，实在无法接近楚群。现在是何情况？楚群身边一直有人族大能在，后他又入宫，偏生帝臣这时出关了，卑职担心暴露，所以不敢太过接近镇妖司。帝臣？听闻此人乃远帝最信任的鹰犬，他接管镇妖司后，妖族的伤亡的确更加惨重。不过倒是有个好消息，属下打听到帝臣此次是提前出关，远帝有意保下楚明玉，他手下的罗刹龟带着血印逃进了禁区，帝臣求得血印，明日将派镇妖使入禁区缉拿罗刹龟，那位楚群郡主也会前往，卑职有意混进去，替主子。不，这一次我亲自去。可是主子，你的身体，我必须去。他也不想再假手他人，若然带不出楚的尸骨，他就在禁区里陪他便是。再则，那个楚群有没有可能真和楚有关呢？桃源木的气息什么时候消失的？大概是2月前，那山上被幻灵阵笼罩，所以楚家人还未察觉桃源木已经消失。若非我有主君的灵印在身，也上不去山顶了。2月前，楚群可曾去过那里？南枝猛然想起了什么，去过。当时丁子院考核的去的就是桃源山。桃源山、木屋、如武双修、肥，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多的巧合。此行入禁区，丁子院为先锋，甲子院殿后。这命令一出，另外3字院都神色各异的看向楚群3人。哼，隔壁老王还挺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甲子院的都是垃圾，抓恶妖还得靠我们铁三角。我是这个意思吗？甲子院众人更是怒不可遏。梅福贵，楚群表情严肃，大声喊起他的名字。这楚群还算晓得轻重，知道阻止这炼石2世祖，担心把人都得罪死了。小君君咋了？你瞎说什么大实话呢？给孩子们整撕逼了咋办？到时候一进禁区，原形毕露，嚷嚷着让咱们救命，咱们都不好意思袖手旁观了。哎呀，师傅，还是小君君你考虑周到啊！甲子院的人气得相比起抓恶妖，更想先把眼前这2个瘟僧给砍了。都闭嘴！某些人既自诩能耐，但到了禁区，本教头拭目以待。云素从昨晚开始就与他冷战，表弟这气性还挺带劲儿啊。那可不，唉，这是伤在我身，疼在他心吗？表弟这心有点脆呀，不太抗造。话说，小君，你这手咋回事啊？昨儿你去了地牢后，怎就没影了？什么时候走的我也不晓得。啊，昨夜太饿，梦到了烤脆皮五花，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烤了。啊，撒辣椒面了吗？表弟今天好凶啊！那我们就先行一步了。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烤了。啊，撒辣椒面了吗？表弟今天好凶啊！人家就是开个小玩笑嘛。就是我这手啊，估计好久都不能动了。要是有人给我呼呼，念句腾腾飞就好了。昨夜还没听够，所以昨夜表弟在偷听小傻西和我聊天。西西大尾巴摇来摇去，也贼兮兮地看向他。云素目光从自家傻儿子的小虎脸上晃过，只觉着母子2人狡猾的眼神如出一辙。哎，你俩又背着我有小秘密是不是？这黑去麻空的，哎呦我，小君君，你说下头会不会有鬼啊？没准啊。就地重游，楚群一点也不慌。不是说楚一侯的断胳膊断腿在下头吗？听说还有些个什么圣人、古妖的尸骨，我估摸着凑能打好几桌牌九呢。楚群，
你还不闭嘴！禁区内绝不可提那3个字，你连规矩都不知道吗？哪3个？楚一，速速住嘴！所有人都惊悚地瞪着他。这里可是那女魔头的埋骨处，念她的名字，你也不怕把她招来啊？女魔头本人眨了眨眼，我真是怕极了。他目光扫过这群人，眼底唯有讥笑。忽然对着深渊下大喊：“楚一恒，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云素看着他满脸促狭与得意，眼底也不觉染上了笑意。若这些人知道他们视为魔物的楚一侯就站在眼前，楚群，你们3人自行下去探路，自己找死，不要拖累旁人。楚群可算是等到他这句话了。那你废话个什么劲儿？赶紧用血印把禁制打开啊！禁区一开，你们3个速速下去。成。诸位，那我们就先行一步了。等半个时辰后，咱们再进去也不迟。就让这3个温桑先去给下面的阴鬼填肚子吧。王思昭没发现的是，他们本该只剩7人的队伍中多出了一道影子。楚楚，才不是女魔头。富贵哥哥，你吵死宝宝了！哎，咱们不是跳崖下来的吗？这就落地了。禁区门户大开，血印能直接把人传送到内部来。这要是换平时，跳下来肯定是个死。梅富贵恍然大悟，别说，这禁区下头还挺冷的。楚群看了他一眼，拿出顾大儒给的护心镜，就见云素干了和自己相同的事儿。富贵看着他俩，第一反应竟不是感动。你俩背着我用通啊！这是护心镜，你揣好了，能抵挡禁区下的邪气。那小君君，你和表弟咋整啊？我俩还有。梅富贵感动的泪眼汪汪。小君君爱我，我知道，没想到表弟你也这么爱我，表哥感动死了。头，小君君，我挖了个头。收着吧，饿了还能煲汤呢。富贵哥哥，快跟上啊！落单小心被猪猪妖吃掉。见怪勿怪，晚辈得罪了。出去后，晚辈一定给你烧7、80个老太婆，没纸人给您作伴啊！小君君，表弟，你们等等我呀！这次入禁区，云素的目的应该是找到妖皇之尾，而我则是要杀了罗刹鬼。目前这情况，也没必要活捉那玩意儿。再来，顺便给自己收个尸吧。小君君，这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你们说，那只恶妖会躲在什么地方呀？深处。他若不想死，只能往深处走，但越往深处走，又越容易死。啊！姐姐，你是不是知道禁区里的情况？他和楚群初次相遇就在这里，那时他不人不鬼的，可把小傻西给吓坏了。书里看过，先杀罗刹鬼，再去帮你找东西，如何？好。地震了？不是。快走，跟紧我，别走散了。你指路，我用权杖开路，你跟着光走。梅富贵只觉得那冷像巴掌似的抽在脸上，像个配件似的在云素手边甩。他放在身上的护心镜滚滚发烫，最烫的还是他放裤子里那块。小君君，表弟，后面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团团灰雾般的存在紧咬在后方，明明是雾气，却有一种交织的黏腻感，如群魔乱舞。雾鬼，禁区中邪气滋生出的妖魔，杂碎而已。不过被缠上了会有点麻烦，没必要为他们浪费时间。富贵别回头！梅富贵瞬间感觉耳畔那些诡异的嘶吼与疯狂的碎碎念声被震散。楚群轻吸了口气，搂住了云素的脖子，血眸悠悠掀开，凝视向后方追逐的狰狞雾鬼。滚！他并未发出丝毫声音，自他神魂深处涌出的力量撕开邪气。雾气中的五官变成了惊恐，慌不择路的四处逃逸。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吃了他，我们也能逃出去了。吃了他！吃了他！
小君君，你的眼睛帅吧？好牛的感觉啊！或许这世上只有梅福龟在见到这只血猫后，才会有如此奇怪的反应吧。他身上的一切都不合理，梅福龟都理所应当的接受，并觉得合理，且毫不怀疑。梅家丹王梅任平的家族，千年前梅家与楚夷后之间也有关联吗？若是他固有的后人，那楚群对梅福龟的许多特殊照顾乃至信任，或许就能解释了。啊，我觉得楚楚应该更喜欢你们这种陪葬品。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呀？那些白色的石头是什么？那些萤火到处飘摇，整个洞窟内堆满了一些白色泛黄的石头。禁区深处，至于这些白色石头，大概是骨头渣渣。梅福龟刚要捡起一块，闻言赶紧把爪子收过来。这些骨头有些古怪，不是人骨，也非妖族。楚群点头，踩着骨渣继续往前走。禁区内奇怪的东西多得很，鬼知道这地儿到底怎么来的。至少在他死前，中州并没有禁区这玩意儿。有血味，好臭臭。是罗刹鬼，血还没干，看来还没有跑远。表弟，他友情提醒，剩下的路别藏拙了。如你所愿。死刑下来，咱们只需找到古灵花就行。那只罗刹鬼，就让楚群3人找去吧。方教头，这样会不会有所不妥呀？若是楚群他们抓不到罗刹鬼，咱们也会被连累的吧？我们的任务只是采摘古灵花，至于楚群他们和罗刹鬼，哼，不管他们能否找到罗刹鬼，别想离开这鬼地方。为什么这么恨楚群呀？不是恨，就是嫌他晦气，妖精坏种出身，白污了皇家的血统。更别说他还害得咱们甲子院挨了半年的罚，我就想不明白了，凭啥他就能如5双修了呀？真是天道不公，给这种人如此天赋。原来是因为嫉妒。谁嫉妒他了呀？那坏种马上就要死在禁区里，正好给那女魔头陪葬。哼，见人陪贱人，这样刚好做个伴。哎，不是，话说你到底谁呀？所以刚刚是谁在和我说话呀？我觉得楚楚应该更喜欢你们这种陪葬品。第一个，小君君，这到底是个什么鬼玩意儿啊？大花，你去帮富贵。但梅福龟一个百劫中品，靠嘴皮子喷人，抵抗得很艰难了。小富贵，抓紧了！大花，你别用手，用镜子。吃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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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能逃出去了。主任，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一群烂骨头渣子罢了。哼，当初从我牙缝里逃走的食物，现在居然还敢找上来。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丑东西的力量好像变强了。禁区下没有活物，还是靠什么变强的？表弟，我先走一步，我们在尽头处会合。你……云素皱了下眉，领悟到了他的未尽之意。好。小君君，那些怎么都追着他一个人去了？表弟，咱们快去帮忙啊！我会去，带他出走。走什么走啊？我们铁三角说什么也……哎，大花，你走反了，小君君他们不在这个方向。你留下会碍事，这里很危险啊！那你快点跑，咱们赶紧走。放弃的如此之快吗？都不再挣扎一下？你的义气，妞妞不懂了。小君君和表弟拼死拼活，我就只能当个逃兵，我实在是太伤心了。哦，其实跟着他俩我也好害怕，他俩的胆子比熊还大呢。但我当哥哥的哪能在弟弟妹妹面前犯怂啊？你话好多啊！我怕死了。大花，进去不来白不来，反正咱们都要当逃兵了，就好点再走吧。你说啥？禁区里不是有那啥什么古灵花吗？哦，还有那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白骨头，非人非妖的，一听就很牛皮，咱带回去煲汤。对，不是炼器，妥妥的好材料啊！富贵抹了下湿润的眼角，害怕极了。咱给他都挖走。你可真够害怕的。那可不，我都怕死了。什么叫用最怂的嘴干最狠的事儿？妞妞知道了。梅福龟害怕。都到齐了吗？那就开始吧。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小杂碎们。禁区里的骨头渣子们估计更害怕。这家伙是来禁区里挖坟的吗？
不是想吃我吗？你们倒是都来呀！他干脆敞开自己的神魂之力，任由神魂的气息溢散出去。吃了你，我们要吃了你！都到齐了吗？那就开始吧。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小杂碎们，就等你了，表弟。那我陪你杀个痛快。表弟，先别赶尽杀绝，虽是群渣渣，不过他们的魂力倒是大补。想吃？对他的不挑嘴有点难以评价。穷苦人家要节约嘛。越缩越小，变成漆黑光团。哼，当初嫌你们塞牙，把你们从牙缝里露出去。现在还敢自己送上门来！楚群一巴掌接连一巴掌，抽得邪魔哭嚎，体积越变越小。明明禁区里没有活物，你们这群渣渣哪来的养分？力量竟还上涨了！门？什么门？不晓得这群脑残邪魔在说什么玩意儿。木木直接把魔珠给吞了。这些邪魔的魂力，拿来给木木补身体，正好不过。主人，那魔珠里的魂力好强劲啊！等我把它彻底吸收了，实力一定能恢复一大截呢。那就好，吃的时候别忘了问问门是什么东西。这群渣渣的实力上涨的不对劲。表弟，你怎么回事？我没事，一些旧疾而已。你怎么回事？一些旧疾而已。旧疾？销魂饮？他下意识找他的尾巴。不是，刚吐出来的是淤血，现在已经好了。楚群看了他一会儿，忽然屈指抬手，本想弹他个脑瓜崩的，但他又戴着面具，只好对着他耳有伤你还逞能？刚刚就该让你和富贵一起走。云素眸色微睁，耳垂并不痛，反而有些酥麻痒意。他刚要起唇，嘴里被塞了一物，舌尖猝不及防触及了他的指尖。好点没？身上还有什么地方痛？不痛了。云素垂眸看着他，下意识握紧他的手，鬼使神差道：此物珍贵，不许喂给其他人。哪能啊？到现在为止，我就给你和富贵喂过，好吗？是吗？小骗子，不是才答应了帝臣，不再将桃园玉罪给旁人了吗？满口谎话。骗子群丝毫不知自己啪啪打脸的事儿。走吧，一会儿你站在我身后，别动手了。云素看着他的背影，这是要保护他，心念刚起，又是那该死的讨打语气。表弟细皮嫩肉的，要是给打坏了，不给我摸尾巴，可如何是好啊？就知道摸尾巴，没个正经。你果然还活着，罗刹鬼！楚群，这两只罗刹鬼情况不对啊，他们的脚长出来了。的确，那只白鬼被逼得自爆，既是一体双魂，那么黑鬼应该也会被影响才对，怎么反倒逃进禁区后实力还上涨了？楚群想到那群邪魔嘴里念叨的门，难道这罗刹鬼也是因为门的缘故？楚群，这一次你死定了！地狱无门，你偏要上赶着来找死！还真是要谢谢你，要不是你把楚明玉逼到那地步，他也不会把楚家血印给我们，倒让我们兄弟二人得了机缘呢。禁区？难怪楚氏皇族要封印此地，不让人进来，这里面藏着的才是真正的至宝。傻子，没听说过反派死于话多。哦，瞧您二位这么高潮，莫不是把妖皇的尾巴给嚼了？怕是楚一侯和妖皇两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尸骨和尾巴被用来干什么了吧？的确不知道。咋地？可惜你们来晚了，否则这便宜啊还落不到我们兄弟俩人身上呢。早知入禁区有此等好处，我们兄弟俩何苦吃那么多下贱人族呢？再吃2个也无妨，放心，你俩的内脏我会好好品尝的。傻子，没听说过反派死于话多。血眸世界再度降临，陶元木的身影出现在楚群身后。木木，吃饱了就干活消消食吧。怎么可能？血颜灵玉，这分明是……
是他，他是出以后，那个女魔头才又活过来了。以人族为食，还真是委屈你们了。这么委屈，那就别活着了，下去和你们的族人作伴，多好啊！为什么？千年了，这个女魔头为什么还能回来？宁面她的尸骨还在禁区下压着呢。木木，能吃吗？木木叹气，有点嫌弃。家里不景气，就不挑嘴了吧。那就吃了吧。黑鬼惨叫不已，忽然的鼻尖动了动。你身上为什么会有龙血的气味？这龙血的气味无比熟悉，就好像能动手就不逼逼，才是他的风格才对。他这会儿手舞足蹈那么激动，是怎么了呀？梅富贵，奇怪，不是说这禁区里还有什么古灵花吗？怎么咱们一朵都没见着呀？还是说摘了拿回去给小君君煲汤呢？这地方俺不喜欢，还是妖域里好。哎，大花，你这就不对了。由奢入俭是难了点，但千万富婆始于足下呀。咱有少极多，你要是富贵了，还怕没有美男牛啊？牛大姐被说服了，美男牛必须给，戳我屁股的坏人必须抓。那必须的，信群群的富贵啊！哎，不过戳你屁股的死变态应该不难找才对啊。那天内狱里试炼的人也没几个嘛。没几个是有哪几个啊？反正活着出来的就只有我、小群群、表弟、包子、小明珠，还有小明月。也就是说，玷污俺的凶手就在你们5个里面。女的肯定没嫌疑啊，那剩下的男的里面，匀速不可能，那就只剩大花阿牛，你看我像那种人吗？你什么眼神啊？你在侮辱我吗？牛牛不语，牛牛保持怀疑。梅富贵气得有，想他一个初恋都还没找着的纯情小初哥，会道德沦丧到对一头牛下毒手吗？你等着，我一定替你把这变态抓出来，连头牛都不放过，下贱！梅富贵指天立誓道，忽然觉得手上有些硌。哎呀，见怪莫怪啊，没摔着吧？这头骨真够圆的，这怎么感觉在哪儿见过呢？梅富贵抱紧的骷髅头擦了擦灰。这人的头骨吧，煲汤这还是不能够的，不能煲汤，切，没用。救命！救命啊！那人看到梅富贵，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救我！王教头。吧唧。干，好狠一药！还有漏网之鱼吗？禁区内竟还有药魁牛！哇，这哥们长得好帅啊，好帅，好帅呀！俺也觉得。梅富贵，救我！快救我！后面那是只大妖，你们快上，快杀了他！你别过来啊！大花，锤他！这傻子想拉我们垫背呢！梅富贵，你大爷的！你怎么知道我要拉你当垫背？吧唧。干，好狠一药！大花啊，对面那哥们儿，你搞得过不呀？搞他会死的。啊！你这头牛怎么回事啊？怎么黄黄的？你都搞不过，我们岂不是死翘翘了呀？大哥，友军，咱是友军啊！10米送人头，礼轻情意重。你看我刚送你一个人头，你别杀我们了吧？咱无怨无仇的，要不你这都没看见我们？哦，你这眼睛好像看不见呀！呀，这破嘴下贱呢！富贵儿，你的单还在吗？多得很。大花，你倒是跑啊！被他拖进妖域了，跑不掉。梅富贵，你的臭蛋为什么还熏眼睛？梅富贵，梅富贵被一只冰冷的手掐住脖子，韩农偏身一避，脸上浮现杀气。大哥，对不起，不是故意你的。你姓梅？是，小弟正是户部侍郎之子，丹王后代。韩农脸上的杀意治了治。好妖不杀好人，你要打，俺陪你打。梅富贵这会儿是涕泗横流啊，自己的臭蛋竟无法令他动容分毫。
大哥，你嗅觉是不是不太行啊？你，没人平视你的。忽然一口滚烫龙血喷了梅富贵一脸，还是吐了。这抽出血了，我也是没想到啊！大哥，你这有点虚啊，大哥，你这，妖域里掀起狂风，可算将所有的臭气都给吹出去了。你是梅人品的后代？是先祖正是丹王梅人品啊！我不杀你，带我去找楚群。你是楚群的妖奴吧？不想死，老实点。俺最老实了。在华贵这件事上，牛牛和富贵都格外的天赋异禀。大哥，你找我家小群群干什么呀？我家群群大好人啊，从不滥杀夭夭的。闭嘴，否则杀了你。带路。梅富贵撇了撇嘴，偷瞄向牛大姐。点子太硬，干不过。哎呀，好吧。忽然从梅富贵乾坤袋里钻出个白乎乎的毛球，对着韩农的手腕上就要来上一口。小傻蟹，全然不知这小东西是什么时候藏自己的乾坤袋里去的。英雄大哥，手下留情，他还是个孩子呀。坏妖妖，你欺负富贵哥哥，宝宝咬死你！狐狸，皮毛不错，楚楚应该会喜欢。坏龙，大坏龙，你想要扒了宝宝的皮吗？韩农眸子微眯，这只小狐妖竟能看破他的真身。龙，梅富贵和牛大姐七七变色，不管是1000年前还是现在，龙族都是可怕的存在。你也是楚群的妖奴？宝宝才不是，宝宝是姐姐的宝贝，她的最爱，只有姐姐才可以摸宝宝的尾巴和毛毛。大坏龙，你别想！韩农的神色忽然怪异了起来。楚群他也喜欢毛毛？那可不。富贵不知道这位美男龙表情为何古怪，但这个野字儿仿佛转机呀。我家小群群最喜欢毛毛了，那是见着毛就欲罢不能啊。大哥，你也喜欢呀？那你俩有缘呀，没准能吃个酒当个朋友。你看这打打杀杀的，这多伤和气啊！也是毛控吗？这大哥五官怎么开始抽筋了呀？这当龙的情绪都这么亢奋？带我去见他，立刻，马上！梅富贵偷瞄了眼无不亦可写的韩农，这大哥看起来很短命啊。大花，你真干不过他呀？俺从不找死。富贵哥哥，你别作死，坏龙龙好强的，打死100个你和1个牛牛肯定没问题。为什么是100个我和1个牛啊？我有尊严的好不好？嘿，这脑壳怎么挡道呢？不礼貌，揍你！韩农朝头骨的方向看了一眼，蹙了下眉。算了，先找到楚群再说，其他的都不重要。那什么，大哥，能问一下你为什么杀老王吗？谁是老王？就是被你踩碎脑壳的那位。嘴贱。其他人呢？你不会全杀了吧？怎么？你想去陪他们？那什么，大哥，你吐血老厉害了，要不吃枚丹补补？韩农妖冶的脸上忽然扯起了一抹诡异的笑。梅家现在还卖屁股吗？自家的优良传统，这头美男妖为什么会知道呀？这不卖了好不好啊？我家现在极富贵的。哦，那倒是可惜了。梅富贵臀部一紧，下意识离他远了点。总觉得这条大坏龙好奇怪。怎么奇怪了？它血的气味闻上去香香的，很好喝的样子，不像正经龙。梅富贵赶紧捂住小傻西的嘴。小宝贝儿哦，你可别招惹这大哥了，你没听他说嘴贱要死吗？不过的确奇怪啊，他怎么知道我家的祖传绝学啊？这事儿明明是秘密啊！明明富贵哥哥你天天挂嘴边说来着呢。哎呀，大哥，你干嘛用石头砸我呀？韩农面无表情，没有解释，石头不是他丢的。果然，你是个活的。为什么你体内会有焦焦的血味？为什么？果然，你是个活的，是跟着他的吗？所以你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可惜韩农看不见。那小子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后代，虽然那个老朋友厚颜无耻，丑的毫无自知之明，但总不好叫他绝后了。所以你还是别跟上的好。
好家伙，这当龙的实在是太喜怒不定了吧！小君君，表弟，人家好怕怕呀！朱寒冬，你大爷的，你个死长虫！老子就在你面前，你还是像从前就是看不见，你不想谁想？为什么你体内会有娇娇的血味？为什么？黑鬼惊恐地看着他，说：“我不知道。”楚群脑海里生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念头：娇娇龙难道来找我了？你最近一次食人喝血是什么时候？百鬼自爆前，皇家别院里的那个乐师。他终于知道自己疏漏掉什么了。你们那天为何去13楼？去填肚子，顺便调查那个乐师。楚明玉为人小心，身边每个男宠都会调查后再享用。楚明玉脖子上的伤是谁干的？不知道，有人潜入皇家别院想抢夺血液，他倒是怀疑过那个乐师，所以我亲自品尝了那乐师的血，对方是人族。人族吗？万岁丹，木木吃了它。我就是个傻子。娇娇来了，娇娇来寻他来了。他转头就往外走，什么妖皇之尾，什么替自己收尸，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楚群，你到底怎么了？他从没见过楚群失态成这样子。表弟，抱歉，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妖皇之尾应该就在里面，我先走一步。楚楚，我找了你好久。我先走一步。楚群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周围空荡荡的，不见云素的身影。表弟，到底怎么回事？楚楚，他转过身，看到了那道身影。楚楚，我找了你好久。楚楚，我好害怕，我眼睛好疼啊！楚楚，你快帮我打开这扇门好不好？劈开这根锁链，我就能出来了，我就能永远和你在一起了。楚楚，我好难受啊！木木，楚楚，我是你的娇娇啊！木木没有回音，楚群伸出去的手骤然收了回来。你是娇娇？是我呀，你不是要找我吗？快把门打开，打开我们就能在一起了。是吗？娇娇龙哭起来可没你这么丑。另外，娇娇龙的眼睛已经没了，你这睁眼瞎又是哪儿来的？这明明是铁笼子，哪儿来的门？牢笼里的韩农神色渐渐起了变化，起初的神情消失不见。怎么识破的？因为他从不会自称娇娇。韩农是个娇娇，但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叫做娇娇。是我小瞧你了，楚一侯，你识破了我，但可惜你的铜板输定了。楚群皱起眉，他和云素最后应该是被拽进了禁区深处。刚刚出现的那个玩意儿，能够钻人心漏洞，看到人内心深处最渴望想见到的存在。表弟，你争点气呀！一个破心魔而已，你要是交代了，我就把你的尾巴给薅秃了。云素睁开眼的刹那，就知不对劲儿。醒了？云素不为所动。表弟好生无趣呢。云素，楚群娇媚一笑，顺势贴进他怀里。表弟。表弟，你的身体是对我有感觉，不是吗？是，的确只对楚群有感觉。所以，你觉得本君是想与楚群重温过去？当然。春宵一刻值千金，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当年你我是如何行那欢喜之事的吗？我演与你看可好啊？不用，本君心里还有一件更想做的事。咔嚓一声脆响，男人毫不留情地拧断了他的脖子。云素像丢垃圾似的，面无表情起身，手腕轻转，像是在回忆着手感。原来拧断他的脖子是这种感觉。谢谢了。干！帝臣，你不是狐狸吗？你分明是狗吧？
什么狗男人啊？这你都下得去手？需要再换种死法吗？好歹也是与你春风一度的女人，下手这么狠，怎么识破的？聒噪！他应该不会死得这么丑。你话还没有说完，云素的手穿胸而过，直接将他身体给洞穿，眸色冷寂的。没有心脏吗？楚群反复复活，反复被虐杀，云素压根儿不给他说话的机会。狗男人！歇斯底里的怒吼响彻而起，云素彻底把人给杀疯了。黑暗中，云素和楚群齐齐睁开了眼，楚群压在云素身上，他刚要开口，就被人掐住脖子，反压在地，力气之大，绝对是真的动了杀机。干，楚群？当然是我，看来的确是从梦里醒来了。他站起身，将楚群也从地上拉了起来。这么激动，表弟做春梦了？云素沉眸盯着他，感觉到那是什么了吗？有点像心魔，能看到人心最想要见的人和物。应当不是，没有那么无能且愚蠢的心魔。他的心魔怎么可能是楚群呢？还是与楚群做那等事儿？也是，的确是个垃圾玩意儿。两人看法一致，存在于暗处的某心魔遭到了魔商最极致的侮辱。你们已是本王的掌中之物，瞧不起谁呢？主人，这里是禁区深处吗？真还有一扇门啊？这声音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楚群饶有兴致地盯着那扇门，换做以前，他肯定会充满冒险精神和求知欲，但现在他只想出去。娇娇在外头等他呢，云素也没搭理，两人都在找着出去的路。混蛋！你们竟敢无视星星大魔王！想出去，别白费力气了，赶紧跪地求饶，向本魔王磕头认错，否则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出去。好像还真没出口啊，表弟有发现吗？看吧看吧，本魔王就说你们出不去了，还不速速来求饶？先前那场梦就是这破门板子在捣鬼？吾乃星星大魔王。应该是此废物。吾乃魔王，魔王！血门气得疯狂颤抖，若非才智坚硬，估摸着这波要给气变形了。说的你不是来整你的狐妖狐狸尾巴？血门叽里咕噜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某些字眼从他嘴里冒出来，就像是被模糊消音了一般。这傻门板子叽里咕噜说什么呢？念咒吗？妖族语言？表弟你听得懂吗？许是智障口吃。狗天道，王八天道，你有本事别封老子的嘴！天道，封嘴？他大概猜到这破门板子想说什么了，云素自然也想到了，这血门应该是知道他和楚群的身份，但却有力量封了他的嘴，让他当着他俩的面道破对方的身份。血门发了会儿疯之后，像是精疲力尽，终于消停了。你们想要找的东西就在门后，拿了赶紧来。请君入瓮，你觉得我俩是傻的？哥大姐，算我求你们，赶紧拿走成不成？楚群云素不为所动。大哥大姐，我都自己送上门了，你们还不拿？你们是不是有毛病啊？见诱惑不动，说，大姐，你就不想知道这只狐狸刚刚梦到的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啊？不想。他在梦里杀了你，变着花样杀，拧脖子掏心脏，碎尸万段。楚群看向云素，摸了摸自己脖子。难怪表弟睁开眼就掐我呢，那门板子在梦里变成我的样子啦。他用你的脸想强行与我一夜春情，颠鸾倒凤。楚群愣住了，血门也愣住了。你把我的台词抢了，我说什么？你这狐狸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好你个小黄门，你缠我表弟身子，你还敢用我的脸？老娘是那等下流无耻之人吗？你坏我名声，木木给我往死里抽他丫的！表弟，我不是那种人，你知道的吧？是吗？不是吗？他顶多缠他的尾巴，对他的身子可是从未动过邪念呀。那便不是吧？这话敷衍到了极点。糟蹋你的渣女老太婆是楚明玉呀，你不能因为我姓楚，你就迁怒我。好，你梦到了什么？你这话题转的倒是突兀啊！还没等他回答，野男人，他梦到了野男人。死狐狸，你没想到吧？
人家心里压根儿就没有你。梦里的野男人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楚群觉得这血门着实有点啥大病吧。且不说蛟龙压根儿不是什么野男人，就算是野男人，与云素有半毛钱的关系啊。虎火骤起，焚烧着血门。云素眼底窜起自己的未曾察觉的杀意。这头狐狸有毛病吧？这女魔头给他戴绿帽子呢，他不收他反而收我，凭什么呀？这扇门着实有点啥大病，还新兴大魔王？切，那门子心魔这么垃圾啊，完全抓不住重点。是我抓不住重点吗？明明是你们两个有毛病。我愿说，放过我好不好？我还是个孩子呢。在两人的双重毒打下，血门实在受不得委屈，身体开始扭曲，变成了一个白乎乎的胖娃娃。主人，那是你的手啊！还有一条雪白的锁链绑缚着的胖娃娃全身，那是妖皇之尾。我没有骗你们，你们要找的东西的确在我身上。本质上来说，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呀，何不各取所需呢？你们拿走想要的东西，本王也能恢复自由之身。所以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这家伙身上没有妖气，但是有一股子说不出来的邪气。禁区内那些邪魔，还有先前那只罗刹鬼，都是从你身上汲取到的力量？只是门内露出来的一点点力量罢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何不赶紧拿回你们心心念念之物呢？你们拿走魔猴之首与妖王之尾，我保证送你们离开。还真是个脑子有问题的。封印不能轻易解，但自己的手与妖皇之尾也不可能不要啊！想出去，你们只有这一条路可选。哼，我现在的确是杀不了你们，但同样，你们也无法杀了我。其实我们双方无仇无怨，完全可以坐下来慢慢谈嘛。表弟，你信我吗？云素握住他的手，楚群微愣，应该也需要我出一份力吧？表弟，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啦。你心里喜欢的人可真不少，出以后一如既往是个骗子。胖娃娃目视着两人朝自己走来，眼角颤颤，觉得情况有点不对劲儿。虽不知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但这一回就如你所愿好了，我这就替你将这双手与狐尾给拿下来。他终于知道楚群要做什么了，他要炼化了自己的过去的双手，他还要连同妖皇之尾一起炼化，都被他所炼化，那自己恢复个屁的自由啊！你怎能同意？他无法喊出帝臣的名字，更无法说出妖皇二字。不，住手！住手！现在想我住手，晚了。魔猴之首，妖皇之尾，拿来吧你！是楚楚吗？瘦了，高了，可是那双眼里的光没了。小九，拿来吧你！那什么，大哥，好汉呀，你要不歇歇？我瞅着你这病得不轻啊。不需要，这回血丹你还是吃2颗吧。这虽说吐血不一定死，但这吐多了没准这还是要死的呀。烂好心，你炼丹的手艺谁教的？如此拙劣，梅任平炼丹臭不可闻，你倒是把缺点全捡了，优点半点不剩啊。你怎么知道我家老祖炼丹臭啊？不对啊，我家祖史上记得是清清楚楚，我家丹王老祖炼丹那是香飘万里。倒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梅任平啊，梅任平，有你这么欺骗后代子孙的吗？哇，这当妖的是不是都要掂一下吗？是，我觉得这大哥的脑子怕是有点那啥吧。坏隆隆的气味，闻着开心又难过，真是个奇怪的妖妖。坏隆隆，你为什么这么伤心？不怕我杀你吗？小家伙，还敢靠这么近？你不会杀我的，宝宝嗅到你身上没有杀气，不过你还是有点坏坏的。倒是个机灵的，若是楚楚在，定会喜欢你的。楚楚是谁啊？我的好朋友。坏隆隆是来找你的好朋友的，可你不是去找我姐姐的吗？小傻心脑袋瓜转着，难道我姐姐就是你的好朋友？不知道，所以得见上一面。韩农觉得这小狐狸虽然有种诡异的魔力，像是能抚平人心中的燥气。如果姐姐就是你的好朋友楚楚的话，那四舍五入，你和我们也是好朋友了呀。如果不是的话，
你也别伤心，宝宝和你做好朋友好不好？我们当好朋友，富贵哥哥和大花姐姐就是你好朋友的好朋友，所以你不要凶他们了哟。若是他的时间还能再长一点，与这样一个小家伙做朋友，应该也挺有意思的吧？小花头，放心，不管楚群是不是我要找的人，我都会放你们安然离开的。哎呀，坏龙龙，你身上好臭臭，全是血，你把宝宝的毛毛都摸脏了。我此刻的样子可是很丑。丑倒是不丑，不过埋汰是真埋汰。他即刻给自己施了个清洁术，将一身血气冲得干干净净。小花头，哥哥现在的样子可好看？好看好看，哥哥漂亮的让宝宝都想咬一口。说在我身花衣上就好了。真是阴魂不散，你们且等着，我去就来。这大哥应该算好妖吧？咱们还溜吗？他想杀我们，早就能杀了。宝宝觉得坏龙没有骗人的，万一他真的是姐姐的朋友呢？这大哥估摸着妖龄不小，小军哪来这种老妖怪朋友啊？老妖怪，没准还真是朋友。我去！富贵，小君君，姐姐，香香哥哥，你们这是干嘛去了呀？怎么还搞了个娃娃出来？这速度也太快了吧！富贵满嘴跑火车。少废话，快走！这一票又搞大发，抓紧时间把隔壁老王找出来背锅。老王死了。啥？咋就死了？老王死不死都不重要，有人呸，有妖在找你，你的风流债。老漂亮，贼拉好看了。风流债？妖？楚群愣上加愣，云素面无表情地看向他。楚楚，是楚楚吗？韩农的声音裹着颤抖，这一刻他竟是怕得不敢上前。楚群如遭雷击，瘦了，高了，可是那双眼里的光没了。娇娇，楚群不知这两个字是怎么冲出喉咙的。云素身子骤然一僵，下一刻，这娇娇是楚楚吗？娇娇，这娇娇龙，韩农。我只是个外人。对不起，我来迟了。楚楚，我来迟了。楚群跪在地上，呼吸间像是有刀子扎进肺里。不迟，一点也不迟，你还活着，太好了，你还活着，娇娇。是我迟来了，让你久等了，对不起，我现在才找到你。他从未哭得这么撕心裂肺过，是欢喜，是难受，是悔，是恨，这是最爱美最怕疼的娇娇呀。为了他变成现在这副模样，血眸两鱼骤然展开，包裹住他和韩农，两人的身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小军他们怎么不见了？他们那是他的朋友。云素声音有些沉。王思周死了。死了，还有另外的16个傻的，被小军的朋友给全灭了。知道了。表弟，你去哪儿啊？处理收尾。既然王思周等人都死了，没人背锅，那这禁区暂时还不能打。更何况他现在应该也需要些时间。表弟，这是怎么了？3个人的戏本子被绿了，他还没名字，难受很正常嘛。啥玩意儿？你们没对象，不懂很正常。小爷没对象，你这都牛难不成有啊？禁区暂时不能踏，你想办法。哪有什么办法呀？或者你想再尝尝永无天日的滋味吗？这狐狸好像比先前还不好惹的样子。果然，甭管什么物种，拈酸吃醋的最可怕。把累活丢出去后，云素放出了朱雀。此刻的云素身上流动着气息，翻滚着冷焰炽火，仿佛自己的所有物被夺走，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自己竟失控成了这样。那只妖你认识？过去桑远远见过妖君韩农。原来是那条龙。
那条维特福林被波林弯木的猪笼，原来娇娇叫的是他呀。地神，你别发疯啊！那是死丫头的挚友袍泽，他们之间的情谊可不是你能比的。你要是杀了那条龙，那绝对和你翻脸，不死不休的。本君作甚要杀他？故友重逢是好事，本君替他高兴。啊，高兴？你糊弄鸟呢？你这会儿的样子，活脱脱一个亲眼目睹媳妇红杏出墙的深闺怨妇，就差把你想杀人这几个字写在脸上了。有句话你说的对，本君与他之间本无情义。我说过吗？我原话不是这样的吧？倒也不是，你们毕竟连儿子都有了。云素显然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他与他的故友情谊有多浓，与本君何干？你酸了，狐狸。血眸世界中，楚群把眼泪一抹，又胡乱用袖子把韩浓的眼泪给擦了擦。楚楚，不哭了，咱们都不哭了。重聚可是喜事儿，哭鼻子多不吉利啊。可我止不住啊！都1000年了，娇娇你都长成大龙了，还哭得和以前一样，要被笑话的。韩浓破涕为笑，楚群看着他灰蒙蒙的眼，想起了什么。娇娇，你的眼睛我帮你讨回来了，对不起，我现在只讨回了一只，你的另一只眼，你的龙鳞，我会一一帮你讨回来的。韩浓怔了怔，这枚龙目应该在楚明玉身上才对呀。楚楚，你去皇家别院那日，我在墙外。楚楚，你去皇家别院那日，我在墙外。如果那天我能直接闯进去，就不至于让你等这么久。不怪你，楚楚，谢谢你帮我找回了眼睛。必须的，咱们娇娇最漂亮的就是这双眼睛了。它不脏的，我帮你洗干净了，别嫌弃它。娇娇龙有洁癖，哪怕是自己的东西，被别人用过了都不会再要。可是这是眼睛啊！不嫌弃，这是楚楚送我的礼物。龙目归体，右眼久违的酸涩感出现，他终于看清了眼前人的模样。楚群冲他笑着，忽然伸手遮住他依旧无法视物的左眼。瞎子可一点都不好看，在把左眼也找回来前，娇娇你且忍耐一下。韩浓一怔，顿时慌神。楚楚，你做什么？楚群右眼血眸里的光暗淡了下来，韩浓想要挣开他的手。教君韩浓。韩浓身子一僵，他颤抖着放下手。以武之眼观此事颜色。楚楚，你就是个大笨蛋，只是有人看不见颜色罢了。再说，我不还有一只眼睛吗？楚群红着眼灿然笑道：谢谢你还活着，娇娇，让我有机会还能偿还欠你们的情。楚楚和娇娇抱头痛哭的戏份结束，接下来换木木，眼泪没挤出几滴来，嚎啕大哭声响彻不绝，差点把楚群耳朵给震聋了。行了行了，差不多可以了，咱都活着也没死，不整哭丧那一套了。楚娇娇，你摸我咪咪干嘛？切，小木头，你说你好端端的变成根拐杖干嘛？还麻麻赖赖的，一点都不光滑，完全不被楚楚骂。什么拐杖？这是权杖，术界最高审美，懂什么呀？哟，小木头现在长脾气了。韩浓怪笑，看向楚群，搂着他的胳膊。楚楚，小木头凶我。楚娇娇，你又开始了，你现在不如你刚刚哭的时候有骨气呢。笑话，我都找到楚楚了，干嘛还要骨气啊？楚娇娇个臭长虫，霸占主人，就是仗着我现在没有人形。木木暗暗发狠，一定要快点炼化了魔珠。到时候自个儿至少能以人形的模样在外面溜达几圈。到时候他一定要主人亲亲抱抱举高高。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哥哥开心。错觉。你做什么？我们先出去，等离开了禁区咱们再慢慢聊。对了，外界那些人都是楚楚你现在交的朋友吗？对了，朱雀过去见过你吗？倒是没打过正面，怎想起那个白眼狼了？他现在是云素的妖奴，就先前站我身旁戴着面具那人。哼，那只忘恩负义的死雀雀被人拔了鸟毛了，在镇妖司下关了好些年呢。他活该，当年的护国四圣兽，谁没承过楚楚你的恩情？他们又是怎么回报的？横竖也不是朋友了，从今以后他与我们没什么干系，只要他不阻着咱们的路，不必给什么眼色。他当面点头，至于私下里会不会找机会报复朱雀，那真得另说。你掩盖下气息，别让朱雀认出来了。对了，梅福贵你已经认识了吧？还真是和美人品那臭不要脸的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过我真没想到那家伙能找到媳妇儿啊，这点我也百思不得其解。老梅啊，说起来美人品是真死了吧？
应该是，毕竟子孙后代都这么大了。等回去以后，咱们去给他扫个墓吧。成，烧7、80个纸扎老太婆送给他。7、80个猛男还差不多。楚群笑出了声，牵起他的手。等出去带你去买花衣裳。好。姐姐怎么还没出来呀？坏坏龙真的是姐姐的好朋友。嘿，宝宝好开心啊！你现在开心了？先前那大哥掐你的事儿，你都不计较了呀？我坏坏龙龙嘛，那个时候是宝宝先要咬他的。再说了，她长得好漂亮，宝宝喜欢。她还是姐姐的好朋友，就是宝宝的好朋友呀。也是。梅富贵说着咽了口唾沫。龙大哥是真好看呀！哎呦，谁又砸我呀？这脑壳，这有点眼熟呢。是有点眼熟。算这个脑壳倒霉，小爷把他带回去，赶明儿煲汤。人头汤啊！以后谁敢招惹小爷，就请他去喝人头汤。骷髅头直接被梅富贵丢进了乾坤袋里。梅富贵，你大逆不道的短命龟儿哟！你还要把老子煲汤，你天打雷劈！香香哥哥又调皮。刚才那一声好像爹爹啊。不过以小傻西的单纯脑袋瓜，显然是不会想到那边去。哥哥闻上去为什么不开心？错觉。心念忽动，两道身影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云素的视线落在两人牵着的手上，眼瞳刺痛了一下。在对上楚群的视线之时，他周身气息骤降，瞬移到了他面前，抬起手。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主角，你又对你自己做了什么呀？他直勾勾地盯着他右眼的血眸，似乎没什么变化，可分明缺了光彩。我没事啊，只觉云素的眼里像是有杀人刀，要把自己给活剐了。表弟真是越来越凶了。为了不伤他的龙目分毫，不惜让自己的左手血肉尽灼，现在又将必死之力送了出去。楚一后，你是真的情深意重啊！韩农看着云素，眸子忽然眯了起来。他身子一矮，下巴放在楚群的肩上。楚楚，这是你的新朋友吧？不给我介绍介绍？云素，我跟你提过的，富贵的表弟。等到了韩农这里，他顿了顿。这是龙娇娇，我的生死之交。幸会啊，表弟。哼。楚楚，你的这位表弟很有性格呀。表弟嘛，必须有性格。楚群倒是没觉得云素的反应有什么问题，相处久了就知道了。表弟就是面冷心热，1000年了，还是个铁树脑瓜子。不过那个叫云素的倒是有点意思。这胖娃娃是什么东西？古古怪怪，不像人也不像妖的。先把他丢权杖里，让木木看着。富贵儿、牛大花、西西，走了。太好了，坏坏龙和姐姐是好朋友，那你以后也是宝宝的好朋友啦。小滑头这身皮毛摸着是有点舒服哈，以后要叫我漂亮哥哥，坏坏龙一点都不好听。小傻些尾巴都翘起了，刚要开口，后方出现了一只手，云素去而复返，抱走了自家傻儿子。香香哥哥，豆豆姐姐嘛，刚才漂亮哥哥亲宝宝了耶，宝宝好看小傻些的嘴被亲爹捂住了。表弟这是生气了，为毛啊？是啊，为什么呀？小圈圈，你干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了吗？我哪有，我何曾啊？他摸着下巴寻思着，难不成是因为先前的破门板子搞出来的梦境？我冤枉啊！千古奇冤有没有啊？抽死你个小胖子，居然敢用主人的脸去勾引表弟，表弟也是你能勾引的呀！现在表弟生主人的气了，看我不打的你爹妈都认不出你来。冤啊，千古奇冤啊！楚一侯，你个看老婆的婆娘，明明是你绿了那狐狸，关我什么事啊？女魔头，你不能仁慈，这种修罗场的代价，为什么要我一个孩子来承受？亲眷最亲的日子很难熬，在刑堂硬生生挨了50大板，活该！军哥，你太不仁义了，要是早告诉我，我也不至于死这么惨啊！他之前居然还丧心病狂的想让云素跟着自己混。楚群身边的那个小狐狸，不会就是小祖宗吧？你觉得呢？太离谱了！主君这什么路数，我怎么看不懂了？之前也是，他是进宫帮楚群吧？为什么呢？唉，还能为什么？因为那是孩儿他娘啊！不过这一次倒是个好机会，主君光明正大的入禁区，定能把尾巴找回来，一箭双雕，正好王思周那群垃圾给收拾了。对了，以后面对楚群，
扭着点，别不小心把主君和小祖宗给卖了。你坑谁的钱都成，别坑他头上去。不坑他，坑梅江的二世祖成不成啊？哼，我知道你好像很怕楚夷侯啊。干，好死不死，你提他干什么？哎呀，楚夷侯出了名的护短，所以呢，秦哥，你别提他成不成？提他我瘆得慌。梅福贵是他罩着的人啊。啥玩意儿？有件天大的好消息，咱们小祖宗啊，终于找到亲娘了。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这亲娘呢就是楚夷侯。二货，哎呀，淡定，多大点事儿啊！主君都已经认命了，也是哈，反正他都死了，就难为了主君不能亲手手刃仇人啊，那不至于。嘿嘿，他又活过来了，楚君就是他。扑通，千阙这回彻彻底底的跪了。贺青统领，千阙统领，丁子远、楚群等人回来了。听到楚群2字儿，千阙就哆嗦，一把抱住贺青的腿。贺青哥，我怕。瞧你那点出息，笑话，你当我不怕？得亏楚夷侯喜欢的是长毛的，不是长翅膀，不然我这身鸟毛也得被他给拔光。别给主君丢脸，瞧你现在像什么样，记住了，别露相。青哥，你等等我，你别抛我一个人啊！此去禁区只有丁子远3个人活着回来了，贾子玉此去的人全死了。楚群下手都是够狠的，他现在的风头是越来越大了，若不能把他收进麾下的话，盯紧了楚群，顺便查查他有什么喜好。楚群回丁字院后，第一时间去了地牢，看了楚明玉，隔着牢门将邪气悄悄打入楚明玉体内后，就功成身退了，就等远地和这渣女老太婆慢慢相爱相杀吧。镇妖司里的事儿暂且麻烦表弟你了，西西你也帮我照顾几天。姐姐，你要丢下宝宝独自去找漂亮哥哥玩吗？过2天带他和你一起玩。楚群眨巴眼，抬头见云素还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表弟啊，晚上回家，有事与你商量。你家这狐狸脾气可真是越来越大了。罢了，不惯着，先去给娇娇买花衣裳。渣娘楚群走了，云素也当了把渣爹，把儿子托付给梅福归了。西西委屈的像个小胖胖，一个劲儿的往嘴里塞糖豆豆。哈，这主君怎么看上去比走的时候更不高兴呢？主君此行可还顺利？顺利。这顺利为何还心情不好？恭喜主君收回妖尾。没取回，送他了。哈，主君，那可是您的妖尾啊！您这送的那是你1/10的修为啊！云素还是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吧，您自个的尾巴怎么处置，您说了算。毕竟孩儿他娘特别关照也正常。就是您送这聘礼也忒豪横了，那是妖皇之尾啊，不是地里的土豆啊！这段时日或会有人留意到13楼，若有人查其来历，帮着遮眼线。13楼那不是处青楼吗？楚群以后会常去的。啊，又是为了媳妇儿啊？不过楚夷侯改口味了吗？不撸尾巴，改玩妹子了。主君，您头上绿光隐隐浩瀚啊，那13楼有什么特别吗？13楼的主子是他昔日妖君竹寒农。竟是他还活着，与楚夷侯重逢了，那楚夷侯得高兴坏了吧？屋内寒气凛冽了起来，贺青确定自己说错话了。楚夷侯该不会和那头龙有啥情况吧？主君这当面被绿了，这被绿了还要替情敌遮掩，主君这也太委屈自己了吧？主君，其实你大可不必。本君敬他2人之间的情分，遂他龙木龙鳞一身骨，茯苓既有觅归路。竹寒农此妖称得上一句大丈夫。主君说的极是，想那妖君寒农应该也是性情中妖。哼，是吗？云素话锋一转，谋似杀人刀。不是吗？主君，你不是在夸他？这日子真的是太难了，现在回答问题都要冒生命危险了吗？你既知13楼想来是经常去那地方。主君，卑职冤枉啊！卑职一直洁身自好啊，是千阙那小子。云素没听他狡辩。想来你很懂女子喜好吗？卑职不懂，卑职啊，去买件女子喜好的首饰，不必太贵重。买首饰送给孩儿他娘吗？主君，要不还是选个贵重点的？咱也不是没那家底儿啊，讨媳妇欢心不能抠啊。云素冷漠的眼神睨过去，贺青立刻闭嘴。给姑娘买东西这事儿上，贺青是个行家。虽不用贵重，但小心思得有些，至少得好看嘛。云素随意看了眼，拿起耳坠握在掌中。下一刻，主君，你这是干什么？主君为何将自己的变色之力给拨出？云素也没解释，重新将耳坠收好。宫内情况留意着些。楚明玉身上的烛龙木已被取走，宫内若问起，便说是本君拿的。
那楚一侯真是主君的结束不成？之前不是还想杀他吗？怎么就好像陷进去了呢？哎呀，要速要完啊！车车，不好看吗？没，头上若再配顶金冠，就更好看了。那车主买给我，买！南枝在旁感动不已。恭喜主子，终于寻得了楚一侯。他是南枝，自今日起，你的主子只有楚楚。诺。你的人你自己养着，我只养你。也行，不过南枝可是我特意给楚楚你选的，你真不要？楚群朝南枝看过去，见他面起酡红，羞涩地扭动了一下身子，钻出了一条纯黑的毛绒尾巴。豹妖，豹族一贯长相凶猛，你生得这么细皮嫩肉的，倒是难得。南枝腼腆不已，属下根骨太弱，若不是主子救我，怕是都活不到现在了。楚楚不洗他的尾巴吧，再不然留下暖床也好，等日后我再替你寻些更漂亮的来。那就等日后再说。楚群显然对南枝没啥兴趣，那豹尾瞧着是挺好看的，不过还是小傻西和表弟的最讨他欢喜。南枝见状颇有点失落，韩农摆了摆手，示意他退下。楚楚，那云素表弟也是要吧？狐狸。难怪，看来他就是楚楚你现在的新宠了。少打他的歪主意，表弟命运坎坷，你日后待他好点，别像过去似的老开不正经的玩笑。哎呀，真是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啊！这就护上了。楚群眯眼盯着他，心念一动，血眸领域展开。朱娇娇，你又开始皮痒了是吧？开表弟玩笑，小心表弟和你急啊！你们这一个个的都那么维护他，整得我都好奇上了。得了，赶明儿啊，我就去会会他。主仆三人插科打诨了会儿，也说起了正事儿。娇娇，其他人现在什么地方？你有眉目吗？天道手段太阴，当年楚楚你死后，他忽然降临与我做的交易，我想其他人应该也是一样的情况。我记忆中，你当时应该远在东篱，那时你身边还有谁？韩农失神了许久，道：丑八怪。其实一点也不丑，只是韩农惯爱这样叫对方。山川之主藏龟，他在我眼前献祭，神魂血肉化为灵光归于山川。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寻找他的气息，可这世间大山何止10万，川海不绝，也不知他的残魂在何处。会找到的，一定会，我保证。等找到丑八怪，楚楚，你一定要替我揍他一顿。那家伙呀，居然抢到我前头献祭，你说他是不是瞧不起我呀？韩农眼眶潮湿，上他一天到晚骂我是胆小龙，我胆子可一点也不小。找到他，狠狠地揍他，我会把你们全都找回来的，一定会。大家，且再等等我。所以从现在开始，娇娇你要好好活下去，必须活下去。当然，我还等着楚楚你给我买更多的花衣裳呢。这才是我认识的娇娇。以后楚楚你的洗脚暖床腰，我来安排。嗨，那些都不重要，随便弄个17、8个就行啦。大花姐，你说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我大姐大居然是楚一侯！哦天爷哦，我抱到金大腿了，我亏了。早知道他是楚一侯，俺就该要100头美男牛啊！俺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不？少爷，这次又在镇妖司里薅宝贝了。禁区带回来的特产，你就丢后厨去，改明儿让李大娘把里面那些骨头拿出来洗洗晒晒。哎呀，我爹最近不是老骂他朝中那些狗同僚吗？现成的骨头渣子磨成骨灰，给的那些同僚整点骨灰拌饭送过去。高招啊，少爷！老爷知道了，肯定得夸你。小的这就去办。嗨，咋还不开心呢，我的宝儿？西西想姐姐和香香哥哥了，他们不带宝宝玩，宝宝有小情绪了。的确过分。咱俩和他们绝交一天。梅富贵同仇敌忾。西西，想不想见识下我家丹王老祖和丹圣珊珊的风采啊？啊，他们是谁？千古前的风流人物啊！走，哥哥带你给他们上香去。一人一壶，没了影儿。乾坤袋里，老天无言啊！梅家祖坟冒青烟了！梅富贵，你个龟儿子呀！你完了！你祖宗我真的生气了。表弟，我回家了。某人活脱脱俨然像个寻花问柳吃醉酒，不敢走正门，只敢翻窗的薄情汉，半边身子卡在窗户里，脚试探了好几下，没挨着地儿，一只手伸了过来，将那朝内一带，直接打横抱起。酒好喝？好喝。有多好啊？好的让你想夜不归宿。楚群醉里糊涂想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还有点口渴，咂摸了下嘴。主要人比花娇，我家娇娇集世间风华于一身呀。
楚群像一块臭石头被丢到床上，正面与床板子来了个亲吻。云素，楚群仗着酒意一声怒吼，云素暴毙站在床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楚群呈现趴跪的姿势，抬起头，目光死死瞪着前方。你弄痛我了，你是不是故意的？然而他正前方是床头，云素站在他的侧面，面具下那双乌瞳沉得厉害。到底喝了多少酒才能醉成这个德行啊？楚群手伸向床头架子上的雕花，两个指头一个劲儿地戳，戳你双眼，再戳你鼻孔，让你冷冰冰。怕了吧？云素看他戳个不停的醉鬼模样，很头疼。表弟，你说话呀，表弟，你怕不怕？云素盯着他，悠悠道：我怕极了。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他说着改戳为摸，对着那床架子，怎么麻麻赖赖硌得慌呢？你尾巴的毛呢，表弟？表弟，你秃了！楚群的表情瞬间化为惊恐。你怎么能英年早秃呢，表弟？尾巴呢？尾巴的毛毛呢？你就那么喜欢尾巴呀？楚群点头，醉得像个憨子。尾巴，我的爱没了。云素看着他那天崩地裂的样子，冷不丁地笑出了声。这么伤心啊？下一刻就见那拂袖招了一把太师椅。这么伤心，那就哭吧，兴许哭一哭，毛茸茸的尾巴就长回来了呢。当真？云素懒洋洋的啊了声，像是一只戏弄人心的狐狸，也的确是只狐狸。那我哭一个。我听着。不够动听。太过虚伪。刺耳。狐狸表哥他是人不是？显然不是人，玩还是狐狸会玩啊！他居然敢戏弄主人，看主人的洋相，太过分了吧？他怎么可以这样？不过主人哭起来是挺好看的，这画面挺难得的，大家且看且珍惜啊！原来你是这样的，木木。竹林女魔头也有今天。如果他知道这狐狸，天道，你敢不敢不犯贱？那破门板子又在说什么鸟语？哼，天道犯贱，他下贱，肯定在说主人和表弟的坏话。哼，还是毒打挨少了，让你下贱，抽死你个灾贼！我哭不出来了，喝点水润喉。我还要。云素目光停驻在他湿润的唇上，明明是黑白世界，他依旧觉得那唇艳得过分。是涂了胭脂吗？否则怎会明艳到刺目呢？不自觉间，他伸出手开过他的唇，入手温软湿润，却无半点多余的颜色被开去，反而更加重了那艳色。楚群眼神有些迷茫，终于发现了云素正确的位置。哎，表弟你怎么到这边了？不对呀，两个表弟，表弟你会分身之术吗？云素有些不舍地收回手，指腹轻磨着，还醉糊涂着呢。表弟，我渴。还喝这么多酒吗？高兴不就得喝酒庆祝？云素忽然沉默。是啊，与故友重逢本就是幸事，倒是我管的太多了。慢慢喝也好醒醒酒。好吧，甜的，蜂蜜水。云素淡淡了一声。表弟真好。口蜜腹剑，楚一侯的嘴，骗人的鬼啊！这有点甜呐，俺怎么觉得有点酸啊？看来是我错怪表弟了，表弟用心良苦啊！原来他是想言传身教，让主人明白醉酒伤身这个道理啊！是这样吗？汤娃娃被抽得狂翻白眼儿。见鬼的用心良苦，这狐狸就是想睡他，睡他！哎呦，你们这群瓜娃子，脑袋里面装的都是铁疙瘩吗？喝完蜂蜜水，云素就被一个醉酒虫给抱住了胳膊。表弟，尾巴的毛毛长回来了吗？像是有细微电流在经脉血液中游走。云素手指骤然全紧，屋内冷香渐浓。狐尾勾住少女纤腰，将她卷至身前。你自己动手不就知道了？少女的手贪恋着狐尾，浑然不觉危险地凑近云素。表弟又变香了。勾人的尾音扫落在耳畔，云素不自觉地拥紧了他，眼眸深处偏执与克制在疯狂撞击，呼吸渐重。在他将要咬住他脖子的刹那，他用力咬破舌尖，收回了狐尾。尾巴不许摸了。表弟小气。看着他不满的样子，你老实些，下次给你。怎样才叫老实？乖乖睡觉。那好吧。倒头就睡。醉鬼俨然想不起自己是在霸占别人的床。喝了酒后胡来没个消停的是他，老实听话的也是他，倒是永远能给人惊喜。
云素手里忽然多了一物。贺青倒是会选东西，这只耳坠的确好看。戴好耳坠后，云素起身就要走。表弟说话算话，尾巴我的。他莫名松了口气，刚刚那一刹，他竟是担心楚群清醒过来，发现他刚刚竟主动献尾。尾巴你的。楚群睡到日上三竿子爬起来，只觉得喉咙干涩的厉害。我昨夜干嘛了？摸了摸鼻子，还有点痛的说。主人，你可算是醒了。楚群了声，环顾四周，愣了下。这是云素的房间，我什么时候回来的？主人，你自己走回来的呀，结果你都醉糊涂了，霸占了表弟的床。啊，表弟善良啊，居然把床让给我。好狐狸，不过我嗓子怎么这么痛啊？还有我这鼻子和身上，难道我昨晚摔跤了？应该是摔在床上撞了的吧。是吗？那我嗓子怎么哑了？哭多了吧？啥玩意儿？主人，你昨晚哭着要尾巴呀。哎呀，都是醉酒闹的。昨晚表弟也真是用心良苦。主人，你抱着他的尾巴玩了好久呢，可把表弟憋坏了。他走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就是闹人药啊。醒了，出来用膳。好嘞。楚群简单刨了2下头发，手触及耳畔，紧跟着他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入眼的一切皆有颜色。楚群摘下耳坠，右眼所见又变成了黑白两色。默默，这耳坠哪来的？表弟给的。昨晚我还当是个普通的首饰。主人，这耳坠能遮掩住你的摄魂血眸，还能让你的右眼看见颜色呢。别动，让我看看你的眼睛。他死死盯着云素的眼，云素任由他打量着。怎么？楚群没瞧出端倪，从桃园权杖里取出了一朵灵花。这花是什么颜色？黄色。那这个呢？紫红。他试了许多次，云素都应对如流。你觉得我将自己的变色之力给了你？不是吗？这只是寻常坠子，但上面附着的力量……我为何要将自己的变色之力给你啊？好像也是这个理儿啊。不过……那这坠子……小小福禄之术罢了，你若不喜欢，丢了便是。又是这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好看吗？勉强。口是心非，心里肯定觉得我美极了是吧？这份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你，表弟。云素微怔，明明眼中所见是黑白的世界，他抬眸一笑，他却像看见了姹紫嫣红。他戴这只耳坠真的很好看。用了早午膳后，楚群和云素谈起昨夜未谈的正事儿。再没弄清楚那扇破门板子到底是什么钱，妖皇之尾恐怕还不能给你。不急。女人，你好狠。谢谢夸奖。所以你是准备老实交代，还是继续接受侮辱啊？先前大魔王华贵的毫不犹豫。我坦白，想求优待俘虏。说吧，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我是大魔王啊！楚群把棒子举起来了，准备毒打儿童。我是门，我是一扇门总成了吧？小胖子，你是在耍我吗？你是破门板子这件事还需要你说？不是，大姐，你淡定点，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再废话，割了舌头。我是一扇界门，连通此世与魔地。我也不知道是谁把我召唤来此的，反正我刚出现就被封印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我没干坏事啊，我也是受害者嘛。魔地，楚群和云素对视了一眼。那是何处？万恶起源之处，邪魔汇聚之所。胖娃娃状似畏惧，然而那双黑眸血瞳却透着一股诡异邪气。就像你们人族有自己的地盘，妖族也有妖国，魔自然也有自己的领地了。魔族人数有多少？嗨，魔就是魔嘛，一群没脑子的东西，哪称得上什么种族？这世间还属妖族和人族最牛。如此说来，你也是没脑子的啊？人家也只是个孩子嘛。只是个孩子就得用妖皇之尾和魔猴之手才能封印，你这孩子可真厉害，是不是啊？星星大魔王，人家知道的真的都说了吗？现在人家都是大姐你的掌中之物了，哪还逃得出你的手心啊？楚群和云素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禁区谁弄出来的？不知道呀。唉，我刚刚都说过了嘛，我刚被召唤来就给封印上了。这样啊？不给他再废话的机会，丢回权杖内，继续毒打。楚一侯，你个死女人！说好的坦白从宽，优待俘虏呢？这女人和狐狸怎么那么难骗？表弟，看来咱们这回真搞了个大家伙，满口胡话的魔。你说1000年前
楚一侯和妖皇到底是怎么死的呢？天知道。是啊，天知道。天道，你肯定知道的对吧？否则干嘛一次次的引我下套，还封了那破门板子的嘴？原以为当年惨死是楚家那11草包的算计，如今看来真相比他想象的还要精彩。倒是可惜了妖皇，若他还活着，真想与此等冤种饮上一杯。楚一侯不冤吗？冤呀，千古奇冤。2个冤种。桌上多了2杯水酒。敬楚一侯。敬妖皇，管你棋子棋手，管你天道邪魔，我自饮酒破天门，颠倒因果破乾坤。对了，西西呢？渣娘想起自家崽了，应该在梅府。富贵的府上啊，正好我想去拜会下。今天递个门帖，明再上门好了。富贵家大业大，让西西在他家多吃点。梅福贵虽不着调，但与那小家伙确实投契，西西跟他在一起应该也很开心。唯一的不妥怕是那小家伙没人管着，到时候定要闹牙疼。富贵哥哥，爸爸牙疼。梅富贵给他准备了一大桌美味佳肴，结果他牙疼什么都吃不下，只能看着咽口水，咽着咽着胃都疼了。啊，西西好惨啊！没关系，哥哥帮你多吃点啊。富贵哥哥坏，宝宝去找大青青了。大青青是谁啊？昨儿我带回来的那些骨头呢？老爷嫌晦气，让人丢池塘里去了，还说少爷你再敢捡垃圾回家，就打断你的腿。嘿，我这不孝爹，不识好人心啊！深夜的梅府夜深人静，梅富贵他爹这一觉睡得很是煎熬，梦里不孝子孙天打雷劈，老子弄死你，让你们这俩龟儿尝尝陈汤的滋味。看上去与楚一侯关系很是亲近，会不会和主人争宠呀？这云素表弟又没尾巴，应该不存在危险。楚楚，韩农娇笑着就要扑到楚群身上，云素眉头蹙了下，他有所动作之前，楚群哈哈大笑，然后胳肢窝掐住韩农的头。想我了吧？韩农被锁喉锁得翻了个白眼儿，云素手抬起又放下，嘴角轻不可见的扯了扯。讨厌！韩农把他推开，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鬓发，头发都给人家弄乱了，一点都不优雅。哟，表弟也来了呀！云素不太懂这声表弟怎么就叫上了呢？见云素依旧没有理会自己，反而更饶有兴致了。他忽然注意到楚群的右眼与他的耳饰，愣了下。楚楚，好看吧？表弟送我的呀，我又能看到颜色了，以后右眼也不用藏起来了。好看。韩农点头，看云素时神情一变，多谢表弟了。云素眸色微动，那声不必还没说出口。表弟果然是为好药，面冷心热，心窝子呀滚滚热，烫死啊，不暖死我了。韩农假声啜泣了一下，眼波含情，握着云素的手摸啊摸。这等表弟啊，真叫人家喜欢死了。一股说不出的悚然感窜上体表，云素快速拽回自己的手，瞬移挪位，离韩农整整3米远。韩农沾了点口水擦在眼角，仿佛自己哭了。娇娇你好假，死相。表弟都快被吓死了。楚娇娇又故意使坏，妖皇大概这辈子都没被男妖这等轻薄过，以至于云素一时间有点接受无能，他有那么些许茫然。这位妖君似乎和自己想的有点不一样呢，他和楚群的关系似乎和我猜测的也很有出入。表弟过来吧，娇娇她和你开玩笑的。韩农倒没再挨上去，不过眼神还是直勾勾的，火热又滚烫。今天就是在你这露个脸，以后我好光明正大的过来。我昨儿给梅府递了帖子，今天一起去找富贵。好呀。韩农抱了葡萄喂给楚群，见云素一直盯着自己的手，他别有深意的笑了起来，又抱了一颗喂到云素唇边。是啊，表弟。楚群全程看戏，笑得合不拢嘴。不用，谢谢。韩农这才把葡萄吃了。哎呀，这葡萄沾着表弟的气息都变甜了呢。表弟好甜呀。来了，楚娇娇的聊骚大法来了。主人，他会不会被表弟打死呀？楚群隐隐听到了指骨捏的咯咯作响的声音，楚群剥了个葡萄送到快爆发的云素嘴边，张嘴啊！少女的细指抚过唇瓣，一时间让她分不清是她纸上沾了蜜，还是这葡萄真有那么甜。撩骚这事儿，谁害羞谁就输了。不信你给娇娇她硬起，她准怂。楚楚，不行你这样卖队友的，谁说我会怂了？你呢？会怂吗？啊嘞，我教你呢。表弟你咋给我挖坑呢？这位表弟
果然很有意思哈。梅富贵早就在门口等着他们了，一见楚群的排场，左拥右抱啊，人生赢家呀！哪里，要不分你一个？富贵的目光在云素和韩农间犹豫又徘徊，触及表弟的杀人刀般的目光后，大哥啊，富贵儿！韩农冲他一眨眼，梅富贵感觉自己心都动了。大哥，我扶你进去啊！住，少爷，你初恋换口味了？胡说八道，这是我大哥。梅少爷开玩笑呢，奴家可当不起这声大哥，你唤我娇郎就好。娇郎好，娇郎妙，娇郎呱呱叫。来，娇郎，小爷带你去看我的世界。韩农嘴角轻不可见的扯了扯，这小子不要脸，竟得没人凭真传啊！楚群和云素走在后面，他瞧着这一幕，只觉好笑。敲蛟龙的性子吧，能让韩农无语的，也只有梅任平了。啊，现在要加一个梅富贵。开心吗？开心啊。那就好。我也开心。开心吗？开心啊。我也开心。表弟，你在犯规啊。楚群抬眸剜了他一眼，不觉媚眼如丝。狐狸精就是会勾引人。说完的笑着跑走。某些人可比狐狸会勾引人多了，且还不自知，小骗子。屋子里，他看着地上的白玉砖，摸了摸这一层子的黄花梨木，随手拿起个地上一个纯金的盆儿，正端详着。小圈圈，你拿我的尿壶干什么呀？这一刻，他动了杀心。主人，稳住，稳住，咱不能仇富啊！我感到了极致的侮辱。他面无表情的放下手，在衣服后头开了又开。啊，觉得有点丑。是吧？我也觉得。梅富贵说完，喊来阿大，把这尿壶拿走，给后院的骡子当水盆去，换个玉雕的来，那个配小爷的气质。韩农阴恻恻地盯着梅富贵和楚群站在一起，传音道：“梅任平那个卖屁股的，按说应该没后代才对啊。”我也觉得没血缘，高子这小子应该不会对不起老梅吧？楚群叹了口气，仰头看天，又被头顶那镶金的穹顶刺痛了贫穷的双眼。我杀他之心已久。云素看着旁边酸得快变形的一人一龙，显然不太懂这两个穷人的仇富心理。这二人为何呼起杀意啊？富贵打了个哆嗦。怎么有点嗖嗖的呀？心呢？云素忽然问起儿子：“他没去找你们吗？他昨天闹着牙疼，说去找什么大猩猩，我还以为他去找你们去了呢。”找贺星去了呀？渣爹渣娘放下心了，那不用管了。那是他秃爹的朋友。梅富贵点头，云素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韩农好奇，小滑头还有个爹，狐狸尾巴如何？养父吧。楚群琢磨着地尘应该是个人，但不能完全确定。时而入土，时而出土，日后有机会带你去挖坟。有宝贝，大肥羊。楚一豪啊，你很好。今儿来梅府原本也是为挖坟，呸，烧香来的。毕竟是昔日损友，怎么也要来给老梅扫个墓啊。顺便看他的棺材板还盖不盖得住。富贵啊，我和娇娇还有表弟都仰慕丹王老前辈许久，很想去他的坟前瞻仰瞻仰，你看方便吗？方便呀，那这有啥不方便的？看方便吗？方便呀，那这有啥不方便的？我家丹王最喜欢热闹了，有人拜他，他求之不得呀。这你怎么知道的？我家祖史上写的呀，老祖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建庙立碑，让后人敬仰吹捧夸张他，他受得起任何的赞美呢。很好，这很没人品。过去的路上，却见一个御医打扮的被人领了进来。府上谁病了呀？回少爷，老爷身体不适。我爹他没去户部。老爷今日告假，早朝都没去啊。不过老爷说了，不能打扰你睡懒觉啊，所以没让人告诉你。我爹还挺懂事儿的。楚群韩农齐齐挑眉，朋友，你笑死了。云素沉眸，忽然觉得让西西跟着梅富贵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下人带着御医走了，韩农忽然坏心眼道：“小富贵儿，你爹该不会是叫没福气吧？不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大孝子的？哪能叫这种没说错的名字呀？家父单名东南西北中的中字，没种。好家伙，梅福归你的来历破案了呀！”没人平的丹王庙，冲击楚群视野的却是一副丑狗老男人画像。单身珊珊真是好丑一男人啊！小狼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怎么能说我珊珊祖师爷丑呢？他那是英武男人味儿。作为单胜珊珊的脑残迷弟，梅富贵誓要捍卫其尊严。是，感受到了，扑面而来，味儿好重啊！
楚群想杀龙，丹圣珊珊该是女子才对。楚群和韩农齐齐看向他，表弟怎么会知道丹圣珊珊是女子啊？这不可能啊！这画像可是我家丹王老祖亲自画下的，她可是丹圣珊珊的莫逆之交呢。你再说一遍，谁画的？没人品。楚群深吸了一口气，保持微笑。昨晚酒喝多了，我出去透口气，教教你帮我拜拜丹王老前辈。没人品，不愧是你呀，好家伙，你直接给我整变性可还行？小君君，不拜我家丹王老祖没事儿，不拜丹圣会被怪罪的吧？放心，丹圣不会怪罪，丹圣只会气死。表弟刚怎说丹圣珊珊是女子？过去曾有族人见过她。这样的吗？丹圣珊珊与楚一后认识？或许吧，都是那个时代的。表弟那位族人还在吗？不在了。他怎么见到丹圣珊珊的？巧合，受他施药之恩。楚群点了点头，那估计表弟这亲戚有一条好尾，不然当年他不可能送药。郡主，表少爷，我家少爷呢？里头呢？阿大面有急色，怎么了？老爷出事儿了。富贵他爹没种啊！听说自己爹有毛病了，梅富贵还是有些着急的。我爹咋了？痔疮又犯了呀？鱼怎么这么没本事啊？哪能啊！老爷他屁股没事，他脑子有点问题啊。楚群三人沉默。说真的，梅家这家风，总能在细微处叫人拍手叫绝啊！绝！哎呀，一时半会儿说不清，还是少爷你去看看吧。表少爷，正好你们也在，依依说这事儿没准还有正妖司出手呢。楚群几人面面相觑，这是闹妖了。你来啊！你来啊！你来了就别想走了。下一刻，他们看到一个白白嫩嫩的中年美男子穿着青衣跑了出来。天地有正气，邪魔不可侵。我梅中堂堂正正做人，尔等邪魔竟敢进我猪笼！我打！看，我爹真疯了呀！哎，是啊，明明局面很紧张，但楚群险些笑出声。梅家这一家子极品哦。楚楚，那老小子有点不对劲儿。楚群嗯了声，他也感觉到了梅中身上有邪气，禁区之下的邪气。静照邪灵，无所遁形；静照邪灵，无所遁形。诛邪！梅中目光一滞，张嘴哇啦啦的吐出一大滩水来，竟然还有几根水草，整个人也清醒了过来。爹，儿啊，爹的好大儿，吓死爹爹了！爹爹的小心肝扑腾扑腾的呀！啊，爹，你怎么还哭了呀？不哭啊！梅富贵哄着自己的娇弱美爹，让诸位见笑了。爹，我没笑啊，我儿孝顺，心疼爹。忠啊，你对孝顺的要求太低了。爹，你到底怎么了呀？刚刚你怎么嚷嚷着进猪笼啊？梅中心有余悸。哎呀，为父估摸着是撞邪了。昨儿梦魇，那梦里啊有个缺牙巴的骷髅头，把爹沉塘了不说，还把我关猪笼里，他侮辱我。骷髅头？楚群和云素不明所以。韩农眨了眨眼，他就说嘛，自己好像忘了什么东西。禁区里那颗头呢？没让中爹去镇妖司报案，楚群先把这事儿给揽了下来。韩农那小眼神，他一看就知道有猫腻。回了梅富贵的院子，梅富贵难得露出了思考的神情。啊，我想起来了，这小子终于也发现不对劲儿了呀。不曾想，昨晚我也做梦来着，梦到天打雷劈，一个骷髅头追在我后头，想咬我屁股来着。咬着了吗？那怎么可能？我何等雄姿英发，我在梦里转身就是一脚，送他到千里之外了。牛，小娇，你刚刚想说什么来着？韩农对梅富贵极其无语啊，这小子不靠谱的程度，赶超没人评啊！那骷髅头我在禁区时见过，跟了这小子一路啊，有吗？一开始我阻拦过一次，后来又跟来了，原本是打算把他带出来研究研究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呢？见到楚楚你太高兴，不给忘了，就随手一丢。你也不太靠谱啊！我的骄傲。楚群心念一动，把牛大姐放出来。骷髅头被富贵带出来了。对，嘿，瞧我这技巧。阿大，小爷我带回来的那堆骨头渣渣呢？你怎么又忘了？老爷嫌那些晦气，让丢池塘里去了。我算是知道你爹为啥会在梦里被进猪笼沉塘了。骷髅头被富贵带出来了。我算是知道你爹为啥会在梦里被进猪笼沉塘了。梅富贵，你把这些东西捡出来做甚？楚群语气难得严肃。煲汤啊！富贵呐呐道，有点委屈。不是小君君你说的煲汤挺好的吗？
他抬眸对上了云素谴责的眼神，韩农也戏谑地看着他，背锅全认栽。没任凭啊，我欠了你的。这些邪骨不能遗留一块。楚群也是这么想的。云素单手起符箓，水塘上空出现了一道聚水符。韩农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云素，他手里拿着桃源权杖，方便和木木灵魂交流，说悄悄话。小木头，这表弟到底是什么情况呀？狐狸啊，以为好活。你真傻还是假傻？他乃妖族，用的却是人族儒法。过去你见哪个妖族有这能耐？他可不是简单的狐狸。哦，主人不也能使妖术吗？有秘密很正常嘛，咱们谁没点小秘密啊？关键主人信任他呀。韩农骂了他一句：小马屁精。楚楚那铁疙瘩看到郝伟就神魂颠倒，他一贯是只缠别人的尾巴，至于别人嘛，韩农意味深长道，可不见得是只缠与他做朋友，尤其是当狐狸精的，那是最会勾人的了。云素朝他看去，自然是察觉到了韩农的窥探，韩农也不回避，抛了个媚眼儿。表弟累不累呀？来，我给你擦擦汗。云素立刻避开5步远，同时把楚群往身边一拽，直接挡住韩农，手上正是淤泥，不小心还把淤泥蹭到了他的袖口上。楚楚，你作死啊！我的衣裳，你死开点！楚群被他狠狠推了一把，直接撞进云素怀里。至于娇娇龙，他倒想看看这狐狸精表弟的道行如何，若真能教楚楚这铁疙瘩开点窍，那也是一桩好事儿。死娇娇，胆儿肥了。你倒是纵着他，不纵着他要闹，最是爱闹，最是会哭。云素倒是头次见他露出这种抓瞎的神情。你也会怕人掉泪？不怕，但怕哄人。两人浑然不觉此刻的模样有多亲密无间。云素的手还放在他的腰侧，楚群顺势靠得他更近了些，说着悄悄话：你是不知道娇娇哭起来有多吓人，多难哄。若不信，我把她弄哭一个，你去哄哄试试。云素看出他眼里的奸猾，我信。梅富贵扭头就见这两人在咬耳朵，顿时一声大叫：表弟，小群群，你俩咋回事啊？你们背着我有奸情啊！梅富贵差点被楚群丢下去沉了塘，这小子满嘴胡话。这两人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但凡不瞎的都看得出有事儿呀。骨头也捞完了，可愣是不见的骷髅头。云素暂且把这些邪骨收了起来，这些邪骨还是墨雨那家伙放在一起为好。指的自然是胖娃娃血门了。也是啊，骷髅头失踪，几人又各显神通的在梅府搜了几圈。那骷髅头我不是跑出去了？倒没感觉有邪气溢出去。不过那骷髅头既是冲着富贵来的，应该不会轻易放弃。他虽入梦吓唬人，但更像是报复，到底有何目的还不清楚。昨儿梦里富贵不是踹了他一脚吗？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轻易罢休。几人一合计，决定今夜暂且留下，守株待兔。入夜，有人敲开了云素的房门。有事？哎呀，深夜难寐，想找人说说私房话呢。表弟要是没空，我找楚楚也是可以的。云素嘴角轻扯，侧身让道。表弟真好，过来坐呀，表弟。有话直说。我家楚楚呀，虽不着调，其实是个顶好的姑娘。云素神色不变，她呀，最是喜欢皮毛水滑的小动物，尤其是这狐狸。表弟要不要考虑下？考虑什么？当然是我家楚楚了。我管表弟皮毛硬是不错，给我家楚楚当个暖床小妖，定是不错。表弟你要知道，可不是谁都配给我家楚楚暖床的。云素周身的气息忽然冷了下去。你常替他安排？那以前他年纪小不好安排，现在安排也不迟啊。楚群伤势未愈，还有找人暖床的心思，想来那伤也不打紧了。韩农怔了下，伤你说手伤啊？嗨，正是如此，才要找人伺候吗？云素朝他看了一眼，韩农敏锐地感觉到了那眼神中的讥诮。楚楚的手伤，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他的左手被灼伤的几乎只剩骨头，不过吃了药，想来也的确是不打紧了。韩农笑不出声了，声音阴沉的可怕。谁人伤的？他自己肚子饿便烤了自己的手，又或许是为了取什么东西。韩农手骤然全紧，他终于知道楚群是怎么替自己取回眼睛的了。那个傻子，楚楚那个傻子，难怪他说龙木已经不脏了，被他用自己的血洗干净了吗？表弟知道的可真多呀，不知表弟还知道些什么呢？韩农眼底藏着杀机，这只狐狸可是知道他烛龙的身份。他不想我知的，一概不知。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韩农怔了下，杀机逝去。
多谢。韩农走后，一道身影出现在屋内。为什么要告诉他？死丫头应该不想他知道的。你不怕死丫头晓得你泄密后怪你怀疑你啊？那便怪吧。你是想替那死丫头受宠人心，其实没必要。即便是韩农不知道，也不会影响他对死丫头的忠心的。那不一样。云素没给朱雀解释，有些付出就该让人知道。他未死之前，人族惧他畏他，唯独不爱戴他，为何？朱雀愣了下。妖国与人族之战甚多，若非他与8大妖君镇守疆土，哪来人族太平？1000年前，楚一侯之名可镇天下恶妖，世间邪祟，妖族惧他，却也敬重他。为何人族却视他为魔头呢？因为他太凶了，因为他不说。朱雀愕然，忽然明白云素为何如此了。他不说，所以你替他说。帝臣，你对他动心了呀！帝臣，你对他动心了呀！本君敬重楚一侯，替他不值罢了。切，狐狸也喜欢自欺欺人啊！你说楚群不说，你自己给了他变色之力，不也藏着吗？不，这，你这狐狸，每次说不过就把老子变鸡。一个小毛球冲进来，噔噔，天空一声巨响，宝宝闪亮登场。香香哥哥，有没有想宝宝呀？看着自家的傻儿子，云素眼底多了些暖意。贪吃，牙还疼吗？是不是富贵哥哥把宝宝卖了？宝宝才没有牙牙疼。见小家伙嘴硬，云素也不揭穿他，垂眸间脑中飘过了一个念头：对楚群动心吗？不，只是因为销魂眼，又或者他是西西的娘亲罢了。若知道自己亲娘受了这么多的委屈，这小家伙会哭的。怎么哭了？表弟打你了？坏楚楚，都怪你把我衣裳弄脏了，我不管，明天你给我买新的。哎，买，别哭了。韩农眼泪倒是止住了，人却恹恹的。夜深了，小富贵那边我去盯着，你早些休息吧。行。楚群把他送走，在心里叹了口气，看样子娇娇是知道了。主人，我可没出卖你啊。那就只有表弟了。主人，你就没怀疑过表弟吗？他应该知道烛龙之墓被你拿走了吧？他把这事儿告诉了娇娇，会不会是试探呀？他不会猜到娇娇的真实身份了吧？怀疑吗？楚群摸了摸右耳的耳饰，我不太想怀疑他，表弟很聪明的，真要试探的话就不会这么做，这不等于打草惊蛇吗？那他为什么告诉娇娇呀？或许楚群忽然笑了起来，气我不爱惜身体吧，他惯爱生闷气的，又或者心疼我。表弟好温柔啊，是吧？我也觉得他和云素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不再打探对方的秘密。你想我知道的，我便知道；你不想我知道，我便假装不知道。表弟，今晚一起看星星看月亮啊！刚把儿子哄睡着的孩子他爹额头上青筋直冒。你给我出去！姐姐呀，小宝贝儿回来啦！楚群顺势溜进屋，回来就找你香香哥哥，不想我啦？才没有啊！是香香哥哥说你在忙正事。傻兮兮一阵卖萌撒娇，云素面无表情地看着母子俩。娇娇哭了。来兴师问罪的吗？你是罪魁祸首。唉，我又得买花衣裳哄他了，老贵了啊！你出钱啊？罪魁祸首。原来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吗？他又哦了声，音色却已软化了下来。他和他之间竟是真的不用解释。不会是你啊，楚一豪。表弟啊，我这心也受伤了，你看要不尾巴？须臾后，楚群抱着西西被人丢出了门外。元素，你小气！就小气。一整夜，除了梅富贵睡得跟头猪似的，都没怎么合眼，骷髅头没来。怪哉，难道那家伙不是冲着富贵来的？少爷，外面有人寻你。有谁啊？难道是我的风流债？少爷，你初恋都搞不到，哪来的风流债啊？要你多嘴！那人不肯透露姓名，只说要与少爷你谈一笔大生意。大生意啊？难道是找我买药的？先把人请去花厅吧。买药？买冰肌玉骨丸？小群群要一起吗？好啊，不过我不想露面。那简单呀，你在帘后坐着就是，外头看不到的。一看那身形，楚群就认出是谁了。梅富贵更绝，斗鸡姐，原来是你们呀！梅富贵，你没等他骂出口，男人抬手示意他安静。皇室也赶紧安抚自己女孩。梅少爷，在下乃江东周胜安，乃是文远侯夫人的堂兄。不认识，废话少说，找起来干嘛呀？周胜安皱了下眉，他们周家乃江东望族，他来找梅富贵这么个纨绔，已是纡尊降贵了。这小子，还真和传言中一样，
是个不识抬举的二世子。听闻梅少爷手中有冰肌玉骨丸，今日登门是想与你做一笔交易。买药给斗鸡姐治脸啊，送上门的傻肥羊，不宰白不宰。这个药嘛，我手里多的是，你们要买也可以。不过这谢菲菲欺负我们家小群群在先，你们若要买，我得加价。还加价？你要不要脸？王氏赶紧拉住他，不断给眼色。现在这冰肌玉骨丸只有梅福贵手里有，加价就加价，只要能治好脸，暂时忍他一口气又如何？可以，我们愿出双倍价格。双倍？你们是在侮辱我吗？一枚冰肌玉骨丸也才50两黄金而已，双倍100两。我堂堂丹王后代，户部侍郎之子，差你们那100两吗？100两就想我出卖自己和小君君的感情啊？你们穷疯了吧？你们这是想讹我呀？梅富贵那嘴呀！我算是知道梅家现在怎么富贵起来的了。这小子当奸商绝对是一把好手啊！你说要多少才肯卖？1000两黄金一枚，不二价，不讲价。你这是抢啊！就算4品灵丹，也要不了1000两。我呸！1000两黄金都出不起，还来找我们小爷买药啊？阿大，把这3个穷狗给小爷轰出去，敲锣打鼓的让街坊们都来看看。好家伙，光天化日讨饭讨到我梅府来了，没天理了呀！梅福贵，你别欺人太甚！怎么着啊？还真是来我梅家撒野的？你小爷就在这站着，你们有胆动我一个试试？管你江东谁，敢动手，我让你们竖着进来，横着出去！黄口小儿，你敢侮辱我江东周家！周慎安也怒了，然而他威压刚起，自脸而后飞出了一道边影，梅府上空一时偏向其变。楚群，你的眼睛怎么好了？你就是楚群，准备好接受毒打了吗？不带任何废话，懒得和你寒暄。楚群郡主，误会，周某并非是来挑衅的啊！要不是他穿有护心甲，怕是内府都要被震荡。周慎安心里叫苦，嘴上只能求饶：“小舅舅，你怎么能给这个混蛋？”谢菲菲话还没有说完，就感觉到一道疾风扫过脸，与之同时，她膝盖像是被冰刺给狠狠扎了一下似的，直接跪在了地上。韩农和云素不知何时走了出来，在收拾某些嘴臭之人这件事上，一龙一虎难得默契。西西更绝，立刻闪电出击，飞扑过去，叼起谢菲菲的斗笠就跑。吓死爹了！鬼啊！救人救我！梅福贵直接扑向韩农的怀抱，被他笑眯眯的一巴掌拍开。讨厌，人家都被吓死了呢。表弟要抱抱。云素忽然站定不动了，冷睨向他：“你确定？”哼，我说你突然这么勇，整得我都有点不敢骚了呢。楚群郡主，菲菲与你到底是姐妹，你何必这样一再侮辱她？楚群一听这话，说得好，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还没侮辱她呢。你这当舅舅的既然热情邀请，我当然要满足了。菲菲，堂姐。周慎安一慌，下一刻楚群骤然出现在他近前，轻而易举地夺走他的佩剑。走你！送上门来丢人现眼，我岂有不满足你们的道理？三人被齐齐丢到了梅府大门口。阿大刚出去敲锣打鼓，忽然从天而降3个丑八怪，可把大家伙吓了一跳。尤其谢菲菲那张脸一抬起来，鬼啊！娘嘞，屎都给我吓出来了！爹爹，有妖怪！街坊们，快来看看啊！就是这3人跑来咱梅府来讹钱来了，这就是文远侯夫人和他家小姐，还有什么江东周家。天老妖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文远侯谢俊负心薄幸，苛待楚群郡主，他女儿遭了天谴，来找咱家少爷求药，还想不给钱。周遭百姓指指点点，眼里只有鄙夷。是楚群害我，都是他害我。菲菲，你别哭了，楚群他欺人太甚，什么天谴都是无稽之谈，分明就是楚群对你下毒手，苍天有眼，定会叫他楚群。周慎安的声音戛然而止。你说苍天有眼，本郡主偏要说天道瞎了狗眼。苍天不瞎，怎叫你们这种傻缺活到了现在？楚群拿起从周慎安手里夺来的佩剑。楚群，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楚群在众目睽睽之下折断了周慎安的佩剑。哇！小舅舅，楚群，你这妖心！寒光骤起，半截箭头破空而来，刺进谢菲菲的右眼里。你那只狗眼还是继续瞎着比较好。谢菲菲3人在各种鄙夷的目光下狼狈逃了，见还有不少围观群众，他挑眉道：“诸位还不走啊？也对，这么精彩的一场戏，白看多不好意思，那就有钱的捧个钱场吧。阿大，收钱。”
一通骚操作，围观群众立刻做鸟兽群散。嗨，这年头的人都太抠了。忽然一锭金子落在他手里的金碗中。郡主有个出手大方啊！谭太优见过郡主啊，有礼有礼。楚群点头，顺手把金子揣兜里了。兄台有眼光，谢谢了。多谢郡主之前在13楼救了族兄。有这事儿吗？楚群不记得了，两声。好说好说。郡主可否稍等？在下听闻郡主乃如虎双修，所以要打架吗？在下只是想与郡主交流交流。不还是打架？看着挺有钱的。打架可以，不白打。最近没空，要打先给定金，时间我定。谭太优神色有些古怪，倒是头一次听说打架还要先给钱预约的。好，只是这定金……我觉得你头上那顶金冠不错，配我家娇娇。谭太优脸色微妙一变，俊脸上也浮现出了几分怪异的绯色。云素几人一出来就瞧见这一幕，云素神色悠悠，韩农挑眉，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云素的神情，倒是没管自家楚楚的骚操作。反正那铁哥的脑子里不会有什么旖旎念头的。谭太优见少女神色清明，知是自己想多了。郡主喜欢，此物赠给郡主便是，定金另算。那倒不用。谭太优是吧？我记下了，会找你打架的。真的不是想和你打架啊。那给你。他把金冠往韩农手里一塞，说好的送你一顶金冠，好看吧？好看，就知道楚楚疼我。韩农一声娇笑，余光却往云素身上瞄去，敏锐地感觉到这狐狸身上的寒气淡了许多。不对呀，咋的金冠给我这狐狸就不吃味？我这么没威胁性的吗？自己的金冠就这么被传送给别人了？走吧。云素自然而然地牵起楚群的手，目光从谭太优身上一晃而过。表弟，楚楚，等等人家嘛。还有我，娇郎表弟，你们不能抛下我呀。谭太优若有所思地目送几人离开，一名老者出现在他身侧。老师，你觉得这位楚群郡主会是我们要找的人吗？如今世间的如虎双修，只有他与帝臣，帝臣难以接触，只能从他那边下手了。他身边那位就是天道眷顾者云素。黑铁遮面，应是此子能让顾真请来，此子也是前途无限呐。谭太优眼中露出了疑惑之色，他给我的感觉有点奇怪。幼儿何出此言呀？谭太优灵觉敏锐异于常人，更是谭太家这一代的窥天者。或许是我多心了吧。云素走时看他那一眼，让谭太优从灵魂深处窜起悚然。那一刹恍惚间，他好像在云素身上看到了一道雾蒙蒙的影子。那影子不似人，倒是像是妖。幼儿看从楚群郡主身上看出了什么？他比那云素更加奇怪。我从未见过一人身上的气是那般颜色的，像是汇聚了世间邪祟恶念，又像是凝结了天地所有光芒，暗色与光芒交错，藏于铺天盖地的浓雾之下。而那浓雾下方好像藏着一道道巍峨擎天的巨影，稍稍能看清点的只有一道树影与一道似龙似蛇的虚影。还有个蹦蹦跳跳的球。最奇怪的是，它和云素的气竟是连在一起的。幼儿，老师，刚刚我可是说了什么？奇怪，为何我想不起来我在楚群和云素身上看到了什么呢？你说了他们二人。老者一愣，他竟也想不起谭太优最后说了什么。师徒二人对视了一眼，都从彼此脸上看到了惊惧。幼儿，你切莫再深究他们二人之间有何联系。窥天者上窥天命，能抹去你所见的，怕是只有天道。这两人身上的联系，竟连天道都不敢泄露。会不会楚群真是我们要找的人啊？若真是他，那山主就有救了。此刻，一只肥胖橘猫叼着一个人头在疯狂乱窜，几条野狗恶狠地追在后头。待命啊！老子的命怎么那么苦啊？没负过你个龟儿子这一脚踢得好，害老子被狗撵。老天无眼，你倒是给我劈死这个不孝子孙啊！梅福贵一路喷嚏不断，楚群嫌弃道：“你跟来做甚？啊，小侄女，你要抛弃我呀？回家守株待兔去。”他特意闹这么大阵仗，不就是为了告诉那骷髅头他们走了吗？这么好的机会，还不赶紧回去找富贵做梦？富贵一脸不情不愿的走了。楚群三人暂时回了小破宅。夜没睡，皮肤都不好了。我带小花头去补补觉，小家伙正长身体呢。楚楚的房间我就不去了，她最没收拾了，屋子定和猪圈一样，还是表弟的房间合我心意。娇娇龙吧。
又娇又作，你居然由着他睡你屋，你们的关系几时这么好了？明明我留宿都会被他赶走。总不能让客人睡猪圈吧？哈哈哈哈！终于有人敢正面吐槽主人没收拾这事儿，这叫不拘小节，这叫埋汰。云素摇头，忽然明白西西不爱干净是为了什么。这一点是随了娘吧？难怪他用了7年都没纠正过来。方才梅府门外那人，你可知是谁？表弟认识，他自称谭台优。东篱谭台氏并不简单，传闻谭台家这一代出了窥天者。窥天者据说能窥探天道秘密，没想到谭台家竟然出了这么好人物，亏了呀！早知道我就多要他点金子，一顶金冠哪够啊？谭台优那小子浓眉大眼的，居然别有居心，唉，亏了呀！云素见他虽不正经，但也晓得自己的话他是放在心上了。倒是有一件事儿，他一直想不明白。很缺钱吗？楚群笑中带泪，你不懂，何止是缺呀！提起钱，楚一侯都要折腰了。有时候想想没人品也挺好的，至少还能卖屁股。表弟似乎很富，是要支援我吗？云素与他对视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之前他还与自己一笔笔账算的激情，现在倒是会打他的主意了，倒是长进了。想得挺美啊！刚要怒斥好无情一壶，就见云素转身离去，就那么刚刚好的掉下了一枚戒指。楚群挑眉，暗戳戳的捡起来，还是一枚储物戒指呢。他深深朝里一探，哆嗦了一下，干！一屋子黄金，只有一屋子黄金吧？表弟，这是把富贵家的金库给端了吗？我楚群富贵了！听到某人穷人乍富的狂笑声，云素不觉低头笑了起来。真是好哄啊！狐狸道行就是高啊，楚楚这眼皮子浅呀，这就被打动了。哎，没出息。西西蹲在旁边，一脸不赞同。姐姐很有出息啊，她还说要把国师衣服呢。帝臣韩农挑眉，暗自嘀咕：楚楚这口味变了呀，居然肯对人下手了，看来得找机会会会那国师了。报复过后，楚群也冷静了，脑子也转得快了。不提什么窥天者，我险些忘了，东篱谭台家最擅长的好像就是望气术吧。楚群早年倒是去偷师过一点，用望气术的话，没准能把那骷髅头找出来。表弟走了，干活。某狐看着被他拽着的手，默默的悄无声息的反握住。可瞧见邪气？邪气没见着，倒是见到了功德气和晦气。他怀疑自己望气术不到家，这功德气和晦气还是交织在一起的，并且在王都城里到处乱窜，活似背后有狗撵似的。楚群猛地一愣，他看到了远方某处聚了一团与城中流窜的功德晦气极为相似的气场。小娟娟，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呀？楚群站在梅家花园的丹王庙前，表情怪异到了极点。表弟，你说这人一般干了什么事儿才会遭天打雷劈啊？云素眼里浮现幽光，不知怎么的想到自家的大孝子，不孝子孙天打雷劈，是吧？楚群咽了口唾沫，有点麻木的看向一脸茫然的梅富贵。富贵啊，我有个不情之请。啥呀？介意我挖一下你家祖坟吗？啥？我挖啥？搞定富贵很简单，但要搞定富贵他爹，还得靠大孝子出马。搞定！我爹和府里人都被支开了，抓紧时间赶紧挖吧。你怎么办到的？妈，我往我爹屋里藏了个肚刀，然后把我娘引过去了。我娘正在给我爹上家法呢，全府上下都在围观。为何你会有肚刀？楚群竖起大拇指，坑爹还得是你呀，梅福贵。香香哥哥，咱们快进去吧，挖坟，去晚了没得挖了。小傻西激动的魂儿都跟着跑了。云素看着他的神情，胸口有种说不出的稚闷。你到底是想挖梅家老祖的坟，还是想挖回复我的坟啊？是棺材。乖，小富贵儿，你家棺材都是黄金实馅的呀。没人品，那些人的屁股没白卖呀。还好吧，黄金又不值钱。说完，梅富贵感到阵阵寒意，还以为是祖宗显灵。老祖恕罪，老祖莫怪啊！明天孙儿一定给你烧100个美女纸太婆下去，给你洗掉。居然有羡慕没人品的一天。黄金棺木撬开后，全然不见尸骨，里头躺着的竟是一个牌位。楚群眼睛忽然涩了下，那牌位上刻着的那行字是“楚一侯之灵位”。没人品，你这家伙！他压下眼底的潮气，小声嘀咕：“愁死了。
这什么审美呀？美人品那些年卖屁股的钱，是不是都拿来做这个牌位了呀？韩农深吸了一口气，又是个笨蛋，破坏气氛还得靠梅福龟呀。我家老祖的骨头呢？没了？怎么就剩个牌位了呀？这不是楚一侯的牌位吗？怎么会在我家老祖的棺材里啊？我家老祖的骨头呢？梅福贵忽然像是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难道楚一侯是我祖奶奶？梅富贵，你是真敢想！谢谢你这种好大孙，楚一侯要不起。韩农悠悠道：“你家老祖要听到你这话，估计得活过来谢谢你呢。”没准还真活过来了。韩农和梅富贵齐齐吓了一跳，前者想到了什么，脸色古怪；后者却是脑洞大开，恐惧的左顾右盼。楚群让梅富贵把坟茔恢复原样，然后就被韩农拉到了一边。楚楚，你可别告诉我，你怀疑那骷髅头是梅任平？不然呢？我没事干来挖他的坟。绝经啊！楚群一言难尽地看着他。你和那骷髅头在禁区下不是打过交道吗？没认出他是谁啊？韩农委屈。你指望我认出个死人头，还是梅人品的死人头？楚群麻木地点头。也对，是我要求过高了。那次活着的时候你都日常无视他，更何况是死了？更何况那会儿你是真瞎了。如果真是梅人品的话，那很多事儿就解释得通了。不过他怎么会在禁区里呀？谁知道呢？那憨子可别是去给他陪葬的，怪我没把他认出来。不过他现在不在自家府邸待着，又跑哪儿去了？换你敢待啊？楚群和韩农对视了一眼。骨头汤陈塘一脚千里之外，难怪梅中在梦里被浸猪笼，梅福贵被天打雷劈呢。呵呵，老梅死得好惨啊，心疼死我了。梅这家风太牛了吧！心疼是真心疼，想笑也是真想笑。梅人平要是死了，绝对是给笑死的。云素抱着自家儿子默默走开了。再待下去啊，他觉得孝道这条路，自家儿子会走得越来越野。谭太优疑惑地看着地上的死人头，弯腰将它捡了起来。白天他窥探了楚群身上的气场，总觉得那颗跟在他身后的球很奇怪，跟着气息而来。然后，王者归来吗？王者归来吗？谭太优若有所思。骤然，谭太优眼神支棱了起来。梅富贵、梅中，你们两个龟儿子，你们完呐！楚群在舆图上标注了一些地方，这些地方都有功德晦气出现过，咱们分头去找，若有发现，传音给对方。往13楼的人也活动起来。等大家分开后，云素指诀一掐：“主君有何吩咐？”找头。庆哥，我觉得主君真的变了。楚群虽是小祖宗他娘吧，可主君和他不是没感情吗？他俩过去说是死对头还差不多呢。世事难料，活久见呗。儿子都有了，以前那点鸡毛蒜皮的小打小闹算啥？不也不是啥深仇大恨。当年楚一侯率部众和妖国打了那么多仗，还不是深仇大恨啊？两族交战哪有不流血的？妖族死妖，人族死人，战场上交锋，他楚一侯能赢，那是他的本事。咱们妖族敬重强者。再说你那时小，有些时局并不清楚。若不是楚一侯的话，人族和妖国可不止打几仗便止了干戈。主君当时也并不想与人族开战，但要达成和平共存，势必要付出代价。可他死了，主君被断尾，妖族被震在缥缈海下，这些血债总是真的吧？你也说了，那是他死后的事了。他本就不是我们的仇人，那些血债也算不到他头上。我知道，我是担心以后要打开缥缈海的封印，主君必须找回九尾，人族定不会希望妖国现世。若以后他知道真相，还会站在主君这边吗？不知道，想那么多做什么？相信主君便是。说的也是啊。两人对视了一眼。帝君不灭，妖国永存。大花啊，你说我家老祖不会成妖怪了吧？我爹那不孝子居然把老祖的头沉塘了。梅福贵痛心疾首。俺记得你还准备拿他煲汤来着。胡说八道，我何曾啊？俺记得你还准备拿他煲汤来着。胡说八道，我何曾啊？富贵选择性示意。我日日跪拜我丹王老祖，晨起3炷香，隔三差五的给他烧纸人老太婆。俺记得你在禁区踢了他好几脚。都说了不是同一个头吗？我丹王老祖的头圆润丝滑，岂是那些石头脑袋可比的？是没？妞妞不懂，妞妞觉得你在忽悠。
忽然牛大姐站定不动了，一道修长的身影出现在前方。哎，那不是白天给小君君送钱的大傻子吗？他不太对劲。美福贵，这大傻子疯了吗？牛大姐下意识出手，她身体猛地一僵，与之同时，谭太优像是力竭一般，闭眼闭嘴昏死了过去。梅福贵，我去，大花！富贵心里一咯噔，牛大姐嘴里发出咆哮，梅富贵撒手就跑。疯了，牛疯了！梅福贵，你个天打五雷虎的乖儿子，你给老子站住！牛大姐冲着梅富贵追去，嘴里咆哮声不断，表情既愤怒又猥琐。富贵使出吃奶的力气在狂奔。小君君，表弟秋郎，救命啊！牛疯了，疯牛病了！凄厉的惨叫声缭绕在王都上空，分布在王都别的角落的楚群、云素和韩农齐齐抬头。没咚的一声，牛大姐摔在地上，爬不起来了。牛大姐抬头看到了少女疑惑的眼神。你跑什么？牛大姐忽然趴好，姿势娴熟的撅起翘臀，羞中带惧的屁股给你，求放过。这娴熟的华贵决定羞辱，除了没人品，没谁了呀。云素感觉太阳穴很痛。到底千年前楚一侯身边都围着一群怎样的极品啊？附在牛大姐身上的那缕魂儿，绝对是没人品无疑了。箭头已经找着了，云素从楚群怀里抱走西西。有些乏了，我回家等你。他在场的话，有些事儿只怕他不好说。云素走后，韩东把昏迷过去的谭太优也捡了过来。这小子不知怎么和老梅的头搞在一起了，先带回去吧，还不滚出来！扑通，牛大姐昏睡过去。走吧，先去娇娇的地盘。血谋领域一展开，楚群就把死人头拿了出来。还不显形？等着我给你烧香上供呢。珊珊啊，我死得好惨呐！我那不孝子孙啊，天打雷劈呀！还要把我煲汤磨粉，骨灰拌饭，还把我陈塘啊！周韩农，你个睁眼瞎！老子就在你面前，你次次视而不见，老子的牙都被你打烂了，你个死长虫！不愧是你啊，没人品，生前就丑，死了更丑。你知道的啦，人家对长得丑的一贯记不住嘛。死长虫，你记得住啥？你就记得住藏贵那翘臀膀子胸大肌是不是？韩农脸色骤变，眼里杀气直冒。逼我炖了你是不是？炖啊！老子头骨煲的汤，你个死长虫不喝，你母鸡鸡！一龙一头骨面对面的菜鸡互啄，生前吵，死后还吵，你俩怎么就不腻呢？老梅，你是不是吃味娇娇每次只黏着藏龟，不搭理你啊？哈，爱我，这死老梅不配！呸！珊珊，你这话就丧良心了。我叫没人品，又不叫没品位。嘿嘿，明明就很在乎对方嘛，一个比一个嘴硬，都不坦白，还是我最坦白最可爱了。这小木头又胡说八道。短暂的沉默却藏满了久别重逢后的喜悦。今夜我刚把你的坟挖了，老梅，你给我弄的牌位还挺值钱的，谢谢啦。嗨，自家兄弟说这些，说说吧，你的脑袋怎么会在禁区里啊？楚群戳了戳他的死人头，可别告诉我你也学这些傻子们给我献祭了。献祭了屁股就剩个头了。死长虫，你是不是要闹？献祭是不可能献祭，我一单休，手不能提，肩不能扛，我拿什么献祭啊？那怪了，你好端端怎么跑到禁区里去了？现在可都过去1000年光景了，你这意识居然还在。我又不是傻的，当初珊珊你被害死后，这几个傻子一个跟一个的没了，我必须见了木木，知道献祭的事情。我没啥本事，就算献祭，那天道他也瞧不上啊。但我知道珊珊，你迟早有一天是会回来的。等你归来之日，就是楚家那群傻缺付出代价之时。有些事死人做不了，活人能做。我没任凭称单王，你珊珊就是单胜。楚家那群草包说楚一侯是灭世魔头，我就非要造一个单胜珊珊出来不可。他们要世人骂你和你唾弃你，我偏要世人高功颂德，给你立庙立身，对你顶礼膜拜。我要我梅家后人能尽世家富贵，我要天下财宝尽归我门下。等珊珊你归来时，就可东山再起。韩农怔住了，
木木也呆住了。记忆中的梅人平瘦弱白面像个书生，唯独骂人时有泼妇之悍勇，埋屁股时有常人难以企及之下限。可他们唯独没有见过他这样霸气的样子。楚群垂眸笑了起来，盖住眼底潮气。可恶，被你装到了，老梅。活得那么丑，死了后倒挺会耍帅的嘛。那是。哎，等等，你们是在看我吗？老梅，你混蛋！我眼睛里进砖块了啊！不是，你们不会都哭了吧？哇，长处，你居然会流泪啊！木木，你就别凑热闹了啊！珊珊，你在哭啊？我老天哦！哎，你快给我大声点，我居然能把你弄哭！我操，我太牛了吗？你又不死你，正感动呢，你打什么岔呀？他深吸了一口气，谢谢你啊。老梅，男人的声音一如千年前，仿佛变回了少年时。自家兄弟说这些。不过老梅，你是怎么进得进去啊？楚家人最后还是对你下手了。不是吧？是我自己走进去的。我那会儿已经快死了，交代完身后事就去进去了。不是珊珊女入梦叫我去陪你的吗？我那会儿我都死得梆硬了，哪来的本事叫你来陪葬啊？就算叫，我也应该叫个皮毛厚实的。很奇怪，老梅，你就没怀疑过？怀疑呀，不过那会儿我都要死了，怕个啥呀？好有道理，竟然无从反驳。事实上，我进去后没走多远就嗝屁了，鬼知道我就剩个骷髅头了，怎么还有一口气在？还有梅富贵那龟儿在禁区里把我刨出来后，我才醒过来。楚群若有所思，他心念一动。哎呀，大姐，你可算是想起我了。梅任平被召入禁区，是你捣的鬼？我哪有那本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没准是他太想你了呢，又或者是因为他知道太多。这一幕楚群可太眼熟了。因为知道太多，所以被堵嘴吗？天道，哼，这老狗到底想干什么？先是诱惑我们献祭，然后又接二连三地抹掉我们的记忆，阻拦我们和主人重逢。老梅知道献祭的事，天道老狗把他骗进禁区，是想捂住嘴巴吧？这个就你们自己去猜了，我也是猜的。再说，就算我想说，也得我说得出来啊。是吗？那他变成骷髅头这事儿，你别告诉我你什么都不知道。他笑容透着危险。禁区是你的地盘，天道可管不着。或许是他太想见你，临死前许了愿吧。禁区里邪魔之气纵横，恰好成了他的机缘，也说不准。听上去真有道理啊。对啊，你看我都老实交代了，以后是不是别给我上刑了？把他丢回权杖。默默把他的舌头拔了，真话说不出，鬼话躺着走，他那舌头留着也没必要了。这破门板子嘴里没有一句实话，不过他越是遮掩，越是说明有鬼。富贵那边，楚楚，你准备怎么解释啊？他接受能力挺强的，他的子孙他自个儿解决。我就是个头盖骨了，我咋解决？离开你的领域，我连话都说不了。我有主意了，子长中，我要上你。韩农条件反射就是一巴掌给死人头扇了过去。楚群隐约听到了裂开的声音。哼，头盖骨裂了。哼，缠我身子，梅人品，你胆儿够肥啊！死长虫。各种污言秽语一股脑的往外倒。我说上你身，把你身子挤给我试试。啊，早说嘛，不见。行了，你俩别闹了。好吧。韩农一脸嫌弃，碎碎念个不停，感觉怪恶心的。梅人品，我警告你啊，敢用我的身体乱来，你就完了。压死了你！老子又不是藏龟。提起藏龟，免不得又要和梅人平闹上一闹。楚群由得他俩去闹，就要上身前，韩农忽然想起一茬。梅人平，你个天天卖屁股的，到底是怎么娶到媳妇的？话还没有说完，韩农身子一颤，上身的刹那，梅人平抬手就往脸上拍了一巴掌。早就想打这死长虫的脸了，可算让我如愿了。打完之后，他开始龇牙咧嘴，各种扮丑，拉嘴角，戳鼻孔，还不忘在屁股上也拍了2下。这长虫的屁股还没我翘呢。画面猥琐到了极点，楚去那么一眼看，毕竟是娇娇的肉身，不好打，要克制。作大死！我只服梅人平，等他夫人结束，朱娇娇绝对要把他的骨头煲汤的。干正事儿去！楚群实在忍不住，转身踹了他屁股一脚。娇娇最后问你的问题，你怎么不回答呢？老梅，别提，是老子2辈子的痛。你们这些渣女，欺骗我们这种纯洁少男的心，哼，下贱！说完的气呼呼的找不孝子孙报仇去了。我渣女？我渣谁了？
千古奇冤呐！默默，我这是被误伤了吧？那人品当初不会是被人白嫖了，又被人给甩了吧？我觉得主人你真像了。下回可以介绍表弟和他认识认识。现在的男孩子出门在外要当心呐。正在家里带娃的妖皇大人身子有点烫，总觉得有人在念叨自己。我家主子他不对劲儿，他刚刚居然扭屁股。没人凭啊！你真是在死和挫骨扬灰之间反复横跳啊！淡定，小场面，莫慌。小君君救我！嘿嘿嘿嘿，你跑得脱！今天老子要让你个不孝子孙知道什么叫残忍！郡主啊，醒了就好，给钱，那走人啊！谭太优一愣，13楼住一夜很贵的，我救了你，谭太公子总不好还让我掏钱吧？有道理。谭太优点头，放下一锭金子后，后知后觉的惊恐。这里是青楼？谭太公子若是觉得吃亏的话，敲2个姑娘。不必。今夜镇妖司公干，逮捕一只骷髅小妖，托谭太公子的福，此妖已归案。不过，此妖身份还在核实中，不知谭太公子有没有什么消息提供啊？我并不知道那骷髅头是何物。是吗？我还以为你知道呢。毕竟这大半夜的，谁会没事干在城里到处闲逛啊？谭太又看了他一会儿，忽然压低声音道：树、龙、骷髅头。主人，这小子果然有鬼。什么意思？郡主知我何意，在下无意冒犯，只是有事想与郡主商量。明日午后，郡主可有时间？好说。谭台家这一代的窥天者就是你吧？谭太优瞳孔骤然缩紧。谭台家有了窥天者的事是秘密，怎会有人知道呢？楚氏皇族一贯喜欢防微杜渐，东篱王府出了个窥天者，想来陛下会很头疼。楚群笑吟吟地看着他，我不喜欢被人威胁，你既然来威胁我，那就别怪我威胁回去了。郡主不要误会，在下……楚群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明儿见。醒了没，表弟？他低头在他身上细嗅了嗅，除了玉香外，还有淡淡的酒气。喝酒了？你带着七七回来，结果一个人喝闷酒？没有。你醉了？没有。怎么比娇娇还磨人啊？云素，你在闹什么别扭啊？没闹。那骷髅头是梅任平，我的旧友。楚一豪，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楚群将这些告诉他，等于是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你早就猜到一些了，不是吗？娇娇也好，梅任平也好，以你的聪明才智，不会想不到。是要告诉他，他就是楚一侯了吗？说他坦白的话，自己可要坦白。7年前他们之间的关系可算不上友好啊。接下来我告诉你的是，你不要吓到。其实我是丹圣珊珊。你是谁？丹圣珊珊，我知道一时半会儿你很难消化，这个消息对你的冲击太大了。没想到吧，我竟是如此强大之人。楚群叹气，像是怕吓着他似的，眉目里偏要裹着得意和奸猾。丹圣珊珊？丹圣珊珊与楚一侯竟是同一个人。听说我是丹圣珊珊就吓成这样，这要是知道我是楚一侯，表弟不得吓得打摆子。既如此，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可好？好啊，我最喜欢听秘密了。给我下销魂饮的人并非楚明玉。不是那渣女老太婆，那是谁啊？楚家人与你有莫大关系，还能是谁啊？与你丹圣珊珊有关系的楚家人，不就只剩楚一侯了吗？怎么可能？睡了你的事……等等啊，你让我捋捋。云素眸色微动，眼底浮出戏谑。哼，猜到了吗？怎么可能啊？这也太狗血了！你对我好，难道是因为……不，这不对啊！我是人，这不合理呀！我是人，这不合理呀！你以为是谁啊？你说的楚家人与我有关系，结合上次你说的，事发在30年前，楚家从我这儿上属3代，有且仅有的2个符合年纪的女人，那就是楚明玉和我那位便宜长公主母亲。虽说我也觉得谢俊10有8九不是我的便宜亲爹，但你更不可能了呀！你想啊，要是我那便宜娘酱酿了你，有了我得是个半妖吧？云素深吸了一口气，面具下额上的青筋直冒。楚群敏锐地感觉到了杀气。无毒不食子，我劝你冷静。楚群，不愧是你啊，楚一豪，不愧是你，
这你敢猜，真能猜啊！狐毒不食子，你想让我做副部长？认你当个金主爹爹也不是不成，不过我还是觉得金主表弟更好听点。真不知道你这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表弟你有点飘啊，吾乃是丹圣珊珊，论真实年纪可是你的长辈，你要懂得尊老，知道吧？不知所谓。云素斥了他一句，心下更多是无奈，是他之前诸多遮掩，把他给绕进去了。表弟这么温柔，来日定是个好爹。方才在想谁啊？刚刚他感觉楚群看自己的眼神不太对，像是透过他在看另一人。一位兄长，很好的一个人。表弟还真是狡猾啊！我的老底都交代了，你还和我藏着掖着。有道理，想知道吗？我的秘密。秘密这种东西，当然要自己挖掘出来才有意思了。你要藏好点啊，表弟。你也要藏好一点，楚群，别让我抓到你的心。楚一后。所以说，当初到底是谁睡了你呢？不是我那便宜娘和楚明玉的话，就只剩下，总不能是远地吧？滚！恼羞成怒了，该不会真被我说中了吧？远地还是个男女通吃？果然对他兴起偏执什么的，是自己的错觉。楚玉侯这等渣女，还是该拧断了脖子最好。小娟娟，救命！救命啊！富贵儿，你怎么才来呀？你不知道我昨夜过的是什么日子呀？太残忍了！哇，你真惨！还好还好，我祖宗比我更惨。你快去救救他吧，去晚了咱们中午只有吃席的份儿了。你祖宗和你怎么说的？他说你是丹圣珊珊转世，不过我觉得他是死太久死傻了。丹圣珊珊是个男人，就算转世也不能转世成个女人嘛。小君君，你说是吧？梅任平到底在哪儿？走走走，我带你去。娇郎正准备拿他煲人头汤呢。香香哥哥，人头汤好喝吗？最好别喝，傻头煲傻汤，喝了会变傻的。那漂亮哥哥还用傻头煲汤，咱们得快点阻止他才行，不能让他变成傻哥哥。楚楚，你个没良心的，你说而去！我脏了呀！梅任平那个死卖屁股的，他玷污了我的身子呀！那个贱人，昨晚他用我的手摸了好多臭男人的屁股。什么？他竟如此荒唐，太过分了！你等着，我这就替你讨回公道。楚群一走，韩农哭声顿止。算他梅任平好狗运。表弟，借一步说话。好，表弟和娇郎关系几时这么好了呀？漂亮哥哥和香香哥哥关系不好吗？我觉得他们挺好的呀。你小孩子不懂，以前他俩可是暗流汹涌的很，难道又是我家老祖的功劳？以表弟的聪明才智，应该早就猜到我到底是谁了吧？妖君朱寒农，楚楚可有告诉你他是谁？他说自己是丹圣珊珊。他没骗你。我知道，楚楚的性子一贯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把你当成朋友，便不会对你的秘密刨根究底。他心胸宽广，但我这当妖的就不同了。他骤然看向云素，龙目中闪过异彩。你做什么啊？你做什么啊？果然如我所料，你把变色之力给了楚楚。猪龙一族的神通之一罢了，能连通旁人的视野。刚刚我连通了你的视野，看到的却是黑白之景。表弟对我家楚楚可真够舍得的呀。是与楚群待久了吗？竟对他身边的人都松了防范，否则这条小龙岂能得手？行了，现在你对我家楚楚的狼子野心我也知道了，以后咱们便是自家人了。狼子野心？用词不对，狐子野心。我家楚楚可是很抢手的，虽然我觉得表弟你维护不错，但可不代表我就站在你这边呢。眼睛之事莫要告诉他。表弟，你这就不对了。追姑娘默默付出这一套可是会吃亏的。我对他无意。当狐狸的就是嘴硬。作为交换，你替我保守秘密，我替你取回剩下的一只龙目与龙鳞。云素，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想保护他，所以试探我。我将变色之力给他，并不能代表什么。区区变色之力，便能判断人心吗？他从未谋算身边人之心，所以祸尽人心。与其试探我，倒不如好好利用我。朱寒农，我给你这个机会，让你替他来利用我。表弟，
你还真是吓到我了呢。很令人心动的交易，但不行，我若真利用了你，楚楚会生气的。龙木龙鳞纵然不取回来也没什么，你若真要帮忙，我倒的确有件事想拜托你。你说。你既知我是竹寒农，那应该知道我乃楚夷侯旧部。昔年楚夷侯被害身亡，而我们这些旧部与天道做了一场交易，献祭自身，换他一线生机。所以这才是他为了竹寒农不顾一切，不惜毁了手，失了变色之力的原因吗？因为他昔日战友为他献祭。当然，天道骗了我们，楚夷侯并未归来。你想我帮你什么？朱雀在你手上吧？你既猜到我是竹寒农了，他就没告诉你点什么？他能告诉我什么呀？他知道寒农在怀疑什么，干脆将朱雀放了出来。小军，竹寒农，没想到你还活着呀！哼，你这白眼鸡都没死，我怎么舍得死啊？你可是全告诉他了？告诉什么？当年的事我也记不清了，甚至连那丫头的模样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对不起他，要打要杀，皆随你。模样都忘了，这白眼鸡没认出楚楚来。你可敢指天立誓？我朱雀发誓，方才所言绝无假话。他的确忘了楚群的模样，没有撒谎，是那狐狸太聪明，自己查出来的。楚夷侯出事时，我不在他身边，朱雀你目睹了全程，应该知道怎么回事才对啊。朱雀把曾经告诉过云素的事儿又复述了一遍。他忽然力竭，楚家11草包早知他身体有异。是，我怀疑，当年有人向楚家那11个草包通风报信。你怀疑楚夷侯身边有叛徒？表弟你年少，你别看我现在实力不咋样，毕竟没了龙木、龙鳞和妖丹，楚夷侯单手吊打全盛时期的10个我都没问题。云素哦了声，这点他信。那渣女小骗子打人的确狠。当年守在他身边的妖君是谁？般若。我记得他，孔雀明王，妖君般若。你忘了楚夷侯的模样，倒把那死孔雀记到牢靠。都是当机的，所以记得这么清。你个长虫，还种族歧视？有你说话的地儿吗？闭嘴，白眼鸡！你怀疑那位般若妖君？除了藏龟，我谁都怀疑。藏龟在我眼前献祭，血肉神魂归于山川河流。至于其他人，我可不清楚。若是真叛徒，定不会为了楚夷侯献祭，势必好生生的活在这世间上。我这表弟你在镇妖司里有人，我希望你帮我细查此事。既然妖君般若当年一直在王都常伴楚夷侯左右，若找到他的残魂，想必就能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吧。或许吧，那只死孔雀一贯爱惜羽毛，若有残魂在，也不知他现在是个什么德行。我曾查过与楚夷侯相关的旧典，里面也提起过8大妖君：桃源妖君木木、烛龙妖君韩农、山川之主藏龟、孔雀明王般若、杀戮协同吞佛、魅灵之祖拜月、南海蛟王听息。但旧典中只记了这7位，第8位妖君是谁啊？一直以来跟随在楚夷侯身边的妖君，本就只有我们7人。至于你说的第8位妖君，或许指的是楚夷侯最后收的那小子吧。般若和吞佛那小子熟悉点儿，我与藏龟当时已去了东篱了。哦，那小子与表弟你倒是同族，可惜是个秃尾巴狐。第8位妖君是狐族。你俩干嘛去了？背着我有小秘密？是啊，我和表弟好着呢。楚楚是不是吃错了呀？不曾想云素很不给面子，直接走开。闷狐狸，不解风情。不是啊，香香哥哥会变出尾巴给姐姐玩，还会脸红红，很有风情的。的确，长尾巴的表弟风情万种。是吗？手好悬了？可以无限畅摸了。你别后悔啊。一言为定，你等着。我一定等着，楚夷侯。果然啊，之前是我操控心了，还以为是只闷狐狸，结果是只闷骚狐狸。什么尾巴呀？表弟为什么会有尾巴呀？哎呀，就那种小玩意儿，南风馆很多的啦，你知道的嘛。有些人就是喜欢妖族的尾巴呀、耳朵呀，那些小官为了揽客，弄个假尾巴很正常的啦，增添情绪的啦。还有这等好东西啊！不过小群群，你为什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啊？你几时去南风馆那种好地方了呀？还不带我去？你是毒食啊！你祖宗告诉我的，想我当年还是个纯情美少女，
涉世不深，不知世间险恶，结果遇到了这没人品。从此我便懂了太多我那个年纪不该承受的污秽之事。唉，也是遇人不淑啊。我人已经来了，说吧，澹台世子想怎么打架呀？武斗儒斗都可以，不过价钱不一样。我建议你两者都要，我给你打个折。在下真不是找郡主打架的，而是有事想请郡主帮忙。我拒绝。请郡主留步，容在下道明缘由，一字一金。都是朋友，拘礼干嘛呀？金钱的魅力果然巨大。在下此番其实是想请郡主去一趟东篱。请我？原因？不瞒郡主，我澹台家历代生于东篱，祖祖辈辈皆为山川之民，澹台家能绵延至今，也是受了山主庇佑。山主？东篱州何时有个山主呢？郡主可知山川之主藏龟啊？这小子怎么知道大龟龟？他刚才说的山主指的是藏龟。1000年前那位女魔头的妖君，他是你们的山主？正是。可是我怎么听说那女魔头的妖君都死了？7年前的往事在下并不清楚，只是家族世代供奉山主的残魂，澹台一族皆是山主的仆人。倒是有意思，你们供奉的山主乃楚一侯旧部，楚一侯是楚家的罪人，你却来找我帮忙。澹台世子，你找错人了吧？山主现在危在旦夕，澹台家一直流传着一句真言：千年至，气运出，自气聚于中州，如虎双修者可救东篱。当日如虎双修，只有郡主与帝臣了。那你为何偏偏选择了我？澹台幽，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澹台幽身至忽然恍惚了起来，下意识答道：观岸交织，一片大雾，有树影、龙影、奇怪的球，还有好多辨不清的影子，还有毁灭。毁灭什么？毁灭一切。你是开启者，是根源。澹台幽吐了口血出来，气若游丝的，像是被人揍了个半死。好家伙，准备从这小子嘴里套点话，哪曾想这么脆皮，差点给套死了。澹台世子身子虚呀，澹台世子身子虚呀，不兴用自己当耳来碰瓷的啊。郡主，你可是对我用了法术吗？我不是，我没有。刚刚我都记得，我一直没那么不坚定的。郡主如果没用手段，那些事我绝不会说出来的。行吧，那一会儿你结账的时候啊，我给你打8折。这位郡主真的好难搞啊。既然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你不如再说说帝臣，你从他身上看到了什么？没看到，我没机会见国师。果然帝臣的衣服难扒呀。不过郡主身边那位天道眷顾者，我倒是看到了一些。说说看。他身上有妖的气场。就这么简单？还有火焰，很奇怪的火焰，像是藏在万顷深海下的熊熊妖焰。那些火焰如果被放出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看不透他，也看不透郡主你。你说你们澹台家为山主仆人，有何证据？自然是有的，澹台族人的神魂中都有山主印记，这是他给我的赐符。澹台幽一下子被射住，感觉有什么刺入了自己的神魂深处。是大龟龟的印记吗？的确有藏龟的气息。藏龟献祭后还留有意识，应该不会才对啊。这小子窥天者的能力很麻烦呀。你先前说你们族内一直流传的真言是从何而来？一直就有口口相传啊，且我族内祭祀能与山主通灵，山主已多次托梦，气数将衰，否则此番我也不会铤而走险来找郡主了。我观这小子很是好骗，他们澹台一族不会遇上大忽悠了吧？跟你去东篱，我有什么好处？郡主知道古灵花吗？什么？唯有圣人与大妖埋骨之地才能生出古灵花，当时能开出古灵花的地方只有楚一侯的埋骨处。郡主若愿意去东篱，不论能否拯救山主，我族都愿意拿出一朵古灵花赠予郡主。先把今天的钱给了吧，事关重大，你回去等我消息，我先考虑考虑。搞了半天，东篱州下也有他的残躯啊！哼，还真是正瞌睡就有人送枕头了。不过这事儿来得太蹊跷，楚群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楚楚，以后带表弟好些吧。带表弟好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他待我向来极好，除了爱藏小秘密这个缺点外。这次的事儿你怎么看啊？有蹊跷，但值得走一趟。澹台家你应该查过，可曾听说过那什么真言？东篱人奉山川为神，他们对藏龟的敬畏是刻在骨子里。澹台家也的确一直在祭拜，所以这才显得奇怪。我有种直觉，或许这次东篱之行会是个关键。楚楚，你还记得般若吗？般若，我应该记得他才对啊，可我想不起他的模样了。其他人呢？还记得多少？
小和尚和阿鱼的模样清晰点，月亮我就只记得他那头长发了。为何楚楚对般若的印象会那么模糊呢？难道他死孔雀真的是背叛者？怎么到现在还记恨着般若？哼，谁记恨他了？我就是看不惯他老是眼睛长头顶的傲慢德行。当孔雀的嘛，一贯骄傲。他是孔雀又不是天鹅，老觉得别人是蛤蟆想吃天鹅肉。眼下倒不如想想怎么顺理成章的去东篱。算算时间，楚明玉那老太婆也该被远地吸成人干了。你的另一只龙木和龙鳞还在远地手里，咱们去东篱前得想法子搞回来才行。啊，这事儿啊，楚楚，表弟的能耐是不是很大呀？应该不小，有时候我都看不透他。你和他果然有事。我事先声明啊，我严词拒绝了的，是表弟他自荐珍惜。啊呸，口误，是他自告奋勇说要替我拿回龙鳞龙木，他猜出我是朱寒农了。他替你拿？他怎么拿？这傻狐狸不会要去冒险吧？楚楚，你急眼了？你为什么急眼啊？你被老梅传染了。娇娇，你是不是傻呀？你说我为什么急眼？换成藏龟要去找死，你急不急？哦哟，你和表弟什么关系？我和藏龟什么关系？我和表弟是朋友关系，难道你和藏龟不是？哎呀，难道你俩之间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关系？嘿嘿，是不是谁上谁下的关系啊？困了，我睡觉美容去了。急眼了，主人，朱娇娇的急眼了。我就说吧，他和大龟龟肯定有一腿的。陛下找臣，所谓何事？朕让李春去了一趟禁区，奇怪的是，禁区之下竟真没了古灵花了。国师觉得这禁区之下的古灵花究竟落于了何人囊中啊？在臣手中，陛下莫非舍不得？岂会，国师乃朕肱骨，区区一朵古灵花罢了。既如此，臣想再向陛下讨要2件东西。国师但说无妨。烛龙之木，烛龙之鳞。国师已拿走了太长公主身上的龙木，竟还不够啊！陛下，臣与陛下已然结契，臣的力量终归会属于陛下，不是吗？自然，这世间唯有国师不会背叛朕。那龙木龙鳞于朕也亦无大用，给了国师也无妨。只是古灵花，日后莫要再取了。既然国师已出关，那便收拾，准备去一趟东篱吧。东篱？何故？东篱谭台家手里有不少古灵花，朕修为日渐瓶颈，不可缺少此物。再则，朕要你去替朕看看，东篱王一贯对朕这中州之主颇有微词，若此番东篱王还是那般顽固，替朕杀了吧。好，此去东篱，国师就将楚晴那丫头带上吧，也好让她跟着你历练历练。陛下，国师近来越发目中无人了。妖性难寻，他乃妖皇血亲，天生血脉高贵，要他屈居人下，自然是不服的。可纵是高贵如妖皇，也只是我楚家的手下败将而已。而陛下所言极是，他帝臣再不甘，也已沦为陛下的妖奴，生死全在陛下的一念之间。不过目中无主的奴才，还是要吃点教训才行。将烛龙木与龙鳞拿给他吧。说起来，那2样东西好像被朕丢进复古鬼煞中了。不过以帝臣的修为，想来要去除鬼煞之毒也不难吧。表弟回来啦！云素脚步骤停，露出警惕之色的盯着他。表弟，你那是什么反应啊？怎么干了亏心事了？你想干什么呀？我能干什么？你过来呀，我又不会吃了你。你大概不会吧？云素神色如常的面朝他走去。木木，给我绑了他！你又要闹什么呀？你闭嘴，安静。楚群，别胡闹。安静，别逼我堵你的嘴。等我检查完毕，确认你没有受伤，我就松开你。对，漂亮哥哥说了，香香哥哥，你为他以身犯险，没准受了重伤。但是你跑得太快，他没捉到你，所以必须让姐姐给你好好检查，仔仔细细，不能放过你身上每个角落。你要听话哦，宝宝会监督你的。好一个孝顺儿子。楚轩，我没受伤，表面好像没有损伤，但还剩下下半身和血肉筋骨与神魂。西西，钻你哥哥裤子里，帮他检查检查。宝宝遵命。小傻鸡就要奉旨坑爹，
下一刻，一股无形的妖力将他丢出了屋外，然后轻飘飘地放在了地上。你的眼睛，你为什么总是不听话呀？你既这么想检查，那就别假手他人。楚群，你敢吗？我不敢。笑话，姐姐笑傲南风馆撸哭美妖男的时候，你这小狐狸还没长毛呢。表弟，你有一点点调皮哦，恃宠生骄。我可不是那位龙娇娇，有点拈酸吃醋那味儿了。销魂也发作了。我知道啊，你尾巴都出来了，眼睛都变色了。你销魂瘾发作，就是立刻变身我都信。因你而起，你来解决。尾巴能够？不够。我拒绝现身，咱是有原则的。要么你憋着我给你找只美女狐狸来，要么我给你杀只鸡冷静冷静。为何要杀鸡啊？狐狸不都爱吃鸡吗？没啥是一碗鸡血解决不了的，实在不行就2碗。你受血沸腾，咱鸡血下肚。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收敛了玩世不恭和与他一争高低的好胜心。云素，我担心你，你老实告诉我到底有没有受伤，不然就算把你扒干扒净，你生我气，我也还是会继续动手的。晚些告诉你。行吧，看在尾巴的面子上。楚一豪，你就知道尾巴。累了。主任，你表弟他居然敢瞧不起你，你回来，他区区一条尾巴而已，能让你累啊？他胆子也太大了吧！你要么直接干了他吧，让他知道什么叫人心险恶。我刚刚扒你衣服做事，应该直接把你面具摘了，看看你这狐狸的表情到底有多狡猾。会有那么一天。说话算话啊！伤在哪儿了？左手。复古鬼杀，你疼不疼啊？还好，尚能忍受。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道理你都不明白，你是不是傻呀你？我是说傻人有傻福，以后我疼你哈，表弟。真好骗，到底谁傻呢？复古鬼杀的鬼气是缠在骨头里的，像万千蚂蚁啃咬骨髓，最是难受。原地干的，他把龙木龙鳞泡在了鬼杀里。你等我会儿，我去炼炉药。我想想啊，我现在手上的药材。你真是单圣珊珊，单圣之名该不会是没人凭鼓吹出来的？没见识，我现在是修为不如过去，不然随随便便炼一枚通天丹出来，让表弟你脱胎换骨成为天妖。你曾给过多少妖通天丹呀？当然不可能啊！楚全脸上罕见露出了肉疼之色。没尾误人呀！表弟刚刚的眼睛倒让我想起了一尾美妖，早年就我上辈子还不是单圣那会儿遇到过的一尾妖，真是从未见过那么漂亮的尾巴，太美了。然后呢？原来当年的相遇他还记得呀。我这个人呢，乐善好施，见那尾美妖身受重伤的样子，所以就把通天丹送给他了。乐善好施是这样吗？难道不是偷偷摸了我的狐尾，狠狠地拽了一大片毛，被抓到后原地罚跪才献上的丹药？山怎么了？为何叫楚群啊？赠我流仙裙，待我掌中蛟，取名那人是这么说的。楚群啊？复古鬼杀的毒该不会进脑子里了吧？名字很好听，会有人待你掌中蛟，待你如珠宝的。你呢？云素不是真名吧？表弟的真名叫什么？归兰。帝归兰，无人唤过的名字，妖皇之名唯能告一人，写于婚书上，交尾结发，成契成盟，好听。远帝下了旨意，让帝臣率人前去东篱，会带上你。远帝？这么巧？帝臣出关了吗？与帝臣一道去东篱啊。表弟你会一起吗？不一定。你不和我一起？受伤不便，有些私事也要留下处理。表弟不在，以后岂不是没尾巴摸了？归兰呀，你说帝臣的衣服好扒吗？你可是不作死就不舒服。表弟居然抛弃我们，太没义气了呀！你怎么看上去一副要过劳死的样子啊？常言道，没有耕坏的田，只有累死的牛。我现在就是头牛，快死了的那种。那牛大姐有伴了，天天逼着我学习，白天就算了，梦里也不放过，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呀？过去你天天烧香拜佛求着学手艺，现在你家祖宗手把手教你，你还不乐意了？那哪一样啊？不知道我家这祖爷爷急什么，赶着投胎似的。再说不还有小君君你在吗？老梅他很急。急啊！小君君，你是不知道我过的牛日子。晚些我替你说说他。主任，怎么了？没什么。
或许是我多心了。他认识的梅人平一贯是生死看淡，人死鸟朝天的那种性格。他要传授梅夫龟炼丹之术，再正常不过，但不该这么急才对呀。是什么让他不得不加快速度？当国师的就是舒服。我们骑马，帝臣坐车。我们骑马，帝臣坐车。真想把马车给他抢了。说起来，我的宝贝小西西呢？他又跑哪儿去了呀？大概是去他爹坟头依依惜别了吧。也对，咱们这次去东篱一时半会儿的也回不来。爹爹，宝宝想死你了。爹爹，你想不想宝宝呀？帝熙，不可顽皮。爹爹刚刚好像我认识的一个哥哥，他也是狐狸哦。不过他和爹爹不一样，他会给宝宝买糖豆豆吃，宝宝尿床了也不会打宝宝屁屁。更喜欢他？才没有，宝宝最爱的永远是爹爹。油嘴滑舌，倒是与你娘亲一个样。明明是嘴甜，吃了糖豆豆就会变甜啊，所以宝宝以后要多吃糖豆豆。然后牙疼，去玩吧。爹爹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吗？是从何时起变得不一样了呢？帝臣下意识放开了神识，少女的嘀咕声慢慢传入耳中。国师就是了不起啊！富贵儿，咱不拔他衣服了，先把他马车给抢了吧。马车？以他的性子，若真让他骑马到东篱，定又要闹了吧？去提醒谭太优，楚群也在随同人员之列。楚君这又是卖什么药吗？郡主，世子为郡主准备了车驾，此去东篱路途遥远，郡主上车歇息吧。正瞌睡就有人送枕头，行啊，那就去吧。富贵儿，走啊。三皇子殿下，这谭台家的人未免也太没眼色了，居然给楚群准备车驾，也不给您。闭嘴！这要死里不讲身份，楚群的无视规矩，国师不会纵容的。于是乎，大半天时间过去，帝臣都没有任何反应。帝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多谢郡主。谢早了，这次是远帝下旨，让帝臣带上我。恭喜啊，世子，两个如母双修都要跟你回老家，陛下实在是体贴啊。国师此去东篱，只怕是陛下另有旨意了。若我猜的不错，应该是为了打探我父王的态度，再一个目的也是冲着古灵花去的。打住！权力斗争那是另外的价钱，别找我，这活我不接。不管怎样，还是先谢过郡主。路上有什么需要，郡主吩咐便是。倒的确有件事儿，这次你也见着帝臣了，可从他身上瞧出什么了？在下还没机会。确定是没机会？其实是在下修为不够，回天术施展过多会折损寿数，所以需要休养一段时间。这样啊，等你恢复后，帮我窥视帝臣一次。放心，等价交换我懂。这倒不必。做买卖就是要银货两清，人情债我不要。行了，就这么着吧。世子回去洗洗睡吧。这位郡主看上去比国师好接近，实则是真难搞。哎，小君，你和刚那小子又做什么交易了呀？帮他家干点活，顺便这一趟去东篱看看，能不能找到个老朋友。楚去没多说，示意他把梅人瓶放出来。哎呀，可算是能出来透气了，憋死老子了！那葫芦里太闷了，在里头待着和睡棺材似的。你不对劲儿。哎，是啊，我不对劲儿，我难受死了。哎，珊珊，你赶紧说点好话，哄哄老子。你的魂力变弱了，怎么回事？魂力变弱？什么情况呀？还不是你个龟孙闹的！为了教你，老子不眠不休容易吗？妖兽啊！啊，怪我了！那老祖你不要嗝屁了吧？那你可别教我了，我宁愿当小白脸找小群群求包养。富贵儿，你安静会儿。教他那么累，那你着急什么？你别给我扯开话题啊，没人品。咋的？你还不信我？怕我死球了？嘿嘿，老子命这么硬，能死？老天都受不了老子！啊，放心好了，我还等着你东山再起，带老子去南风馆里继续叱咤风云呢。还卖屁股啊？嘿，你个龟儿！主人，老梅在撒谎了。不过他不肯说实话，以他现在的魂力，也扛不住我用术法逼供，魂力的确变淡了。为什么会这样？不好下定论。固魂丹不知道对老梅有没有效？问题是炼制固魂丹的话，我手上还差一味药啊。
主人是说生金灵泉？没错，金器贵重，可护神魂。生金灵泉乃是炼制固魂丹的主药，不可替代。过去有藏龟在，他掌管10万山川，这些灵矿灵宝的位置他最清楚不过了。现在，没准朱娇娇知道呢。他过去就是个管家婆，藏龟又纵容他，哪有宝贝了，第一时间就告诉他了。楚军传信给韩农后，很快收到了回音。东离边境无量山中便有生金灵泉。我就说吧，朱娇娇那管家婆妥妥知道藏龟的宝贝在哪。按照现在的速度，到无量山应该要不了多久。可问题是，咱们要怎么脱身去找这宝贝呢？当当当当，宝宝闪亮登场！嘿，这办法不是送上门来了吗？楚群，过来。楚群挑眉，嬉皮笑脸的跟了上去。你不是要玩吗？美男，你在说啥？捉迷藏，找狐狸。傻兮兮，你到底和你爹说了啥？赌注为古灵花，本君奉陪。开始吧。要不是傻兮兮在他权杖里待着，他绝对怀疑这父子俩是在合伙坑他。谭太瑶忽然膝盖骨一软，跪在了地上。这世子，你给我行此大礼做甚？省得人是怪不好意思啊。不是。刚刚他在帝臣身上看到的气，分明和那个叫云素的天道眷顾者一模一样。国师帝臣就是跟在楚群身边的表弟云素。国师大人，来寻楚群的。是啊，话说小群群他没和您在一起，该不会真动手扒帝臣衣服被灭口了吧？他在西面，或者你们想留下来陪本君？不用，大可不必。澹台世子留下吧。富贵兄，你们不能这样抛弃我呀！国师，若无事，在下先行告辞了。澹台世子，祸从口出。国师放心，我什么都没说。不过，若国师要对他不利的话，我还是会说的。你与他之间的交易，本君不会妨碍，但也仅限于交易。你澹台家最好没骗他。国师竟真是站在楚群那边的。救命啊！救命啊！几道身影逃窜在林间，一团黑雾在后方紧追不舍。木木，几个山民劫后余生，抬头就见一名肤色冷白的少女从林中走了过来。你是谁？这开场白挺有意思啊。大人，救命啊！大人，小人的儿子被恶妖抓走了，请你一定要救救他呀！是吗？恶妖把他抓去哪儿了？那边过去就是了。大人，实不相瞒，那边还有金矿，那些恶妖都盘踞在矿洞里，求大人救救我的儿子，到时候金矿任由大人取用啊！哇哦，金矿有意思，故意给我指条错路，是想让我替你们杀了恶妖，好方便你们继续挖金吗？还是说最好我和恶妖两败俱伤，你们坐享渔翁之利？那几个山民脸色骤变，看他们被恶妖追，还以为是无辜的山民，所以救一把。结果这几个家伙居然存着坏心思，生金灵泉在的地方必有金矿，咱们还能不知道在哪儿？这几个家伙简直就是自作聪明。看来是不该救啊。既然不该救，那接下来是死是活，就看你们自己的运气了。楚群走后没多久，两道身影也出现了。救命！二位少侠，少侠，姑娘，救救我们呀！哎，奇怪，这几个家伙怎么被吊在这儿啊？要救吗？救个串串，救老祖宗要紧。你为什么不救我们？天打雷劈，你不得好死！你见死不救啊！一群傻子，当小爷傻呀！一看你们那副贼相就不是个好东西，真识去吧！梅富贵，你怎么也进林子了？是不是梅任平出事了？我老祖他不动了。怎么会这么快？明明他进了林子前，梅任平的情况都还好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忽然就不动了。先别废话，跟我来，我要找一味药给他炼丹。主人，生金灵泉应该就在矿洞最下方，得先把这些金子挖开才行。不用，大花，用遁地术到最下层，替我把金泉取出来，切记不可沾身，用土石封住。楚群原地起丹炉，先将服药炼制了起来。梅富贵看着他粗暴的炼丹手法，越看越觉得眼熟。珊老妹，丹圣珊，我去，原来跟我一起做生意的那个珊也是你啊，小圈圈。楚群翻了个白眼儿，
这会儿没工夫搭理他。没用？为什么会没用？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啊？老祖他不会真的……不会的，他肯定是睡着了。楚群没吭声，他还在思索着问题所在。他总觉得自己是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是啊，你当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果然是你。故友重逢，生死离别，实在可怜可怜啊！楚一豪，喜欢我送你的这件礼物吗？梅任平已经死了，之所以神魂能保留到现在，靠的全是禁区内的魔气。这世间能操纵魔气的只有我。想要梅任平继续存活，唯有我以魔气给他续命。楚一豪，你故友们为你献祭，为你不惜献出自身的一切，我真的很想知道啊，为了他们，为了梅任平，你又能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所以你想要什么？取下封印你的魔猴之手？不，我现在更想要的是你。我？你缠我身子？吾乃新兴大魔王，岂有那么下贱？我缠你身子个鬼，谁要睡你了？还说你不下贱？我是那意思吗？再说，睡我，你发育健全了吗？你生气的命根子都攥在本魔王手里，你竟然还敢侮辱我！哼，口舌之力，你赢了又如何？照样救不了梅任平。不信，你就继续与我耗下去，反正最多到今夜子时，梅任平再吸纳不到魔气，便要彻底烟消云散。子时吗？那至少还有半天的时间。还好，我还以为是马上要死了，那就不急了。梅任平真的是你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吗？为什么不急？哼，可笑！你以为你炼丹就能救他吗？就算你恢复巅峰时期，你也照样救不了他。因为魔气嘛，是吧？你们当魔的原来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好厉害啊！啊，也还好。欣欣被夸得一愣，下一刻暴怒：本魔王在威胁你，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淡定淡定，是我不好。楚一豪，你有病吧？你绝对有病吧？反复无常这个词就是为你造的吧？你真的是人吗？咱们当魔的都没有你这么善变。为了表示我对新兴大魔王您的尊重，他骤然出手，以灵气为刀，削断了欣欣的一条胳膊。我很看得起你，所以借你的魔气入药试试。楚一豪，淡定，好歹是个便宜魔王，别这么沉不住气嘛。不就是条胳膊嘛，反正你又不是长不出来。你够狠！本魔王可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楚群没理他，炼自己的丹还是一枚固魂丹，不过里面裹藏了魔气，但结果依旧无用。哼，本魔王说过，你只能来求我。楚群，何苦挣扎呢？成为本魔王的使徒，我非但不会杀你，还会帮你把昔日的伙伴一个个的救回来。发育不良，想的倒是美。如果非得交易才能救梅任平，我干嘛不选天道，反而选你啊？你横看竖看也只是个阶下囚罢了。你真觉得那狗东西会帮你？以你的脑子，别告诉我你到现在还没察觉出问题。他压根儿不想你复活，更不想你找到昔日那些伙伴。你比任何人都清楚那条老狗有多阴险，他对你有多忌惮。这一点你上辈子应该就有体会才对。是啊，所以为什么偏偏是我呢？他为什么偏偏针对我？你这破门板子又为何盯上我？应该说不只是我，还有妖皇吧。我的残躯，妖皇的狐尾，都成了阻止你打开背后那扇门的工具，仿佛我和那只狐狸的存在也只是工具人罢了。他一直知道眼前这女人聪明，可是她真的太聪明太敏锐了。你还有天道都拿我和那狐狸当冤种啊！欣欣，你知道1000年前那些人叫我女魔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为什么楚群身上会有这个家伙的存在？相传魔能吞噬万物，而我也能。欣欣，你说如果我吃了你的话，是不是就能救老梅了呢？我想一定可以的，对吧？楚一和你住手！住手！啊！
人与魔的身份在这一刻发生了逆转，谁才是人，谁才是魔？谁是主，谁是奴？要么死，要么奉我为主。我摩罗星奉楚一侯为主，限我身世魔种，饶恕我，求您。这就是你真实的模样，摩罗星。我低估了你，但是楚一侯，魔不会真的屈从为奴，要驯服我，没那么容易。是吗？来日方长。现在我命令你，救梅任平。摩罗星直勾勾地盯着他，站起身来。遵命，我的主人。自他身后又出现了那扇恐怖血门，门轻轻展开了一条缝隙。主人最好快一些将梅任平放进去。魔门开启太久，难保不会引来天谴注意。到时候诸魔雷劫一来，咱们可要当对死鸳鸯了。没文化就闭嘴！自魔门中伸出了一只漆黑的手，楚群能感觉到那魔手的气息与摩罗星的一模一样。这扇血门后藏着的，只怕是这少年魔王的真身。他将梅人平放到了魔手上，随着血门关闭，魔气渐渐消弭。12个时辰后，梅人平便能出来。你给他找一具不错的肉身。主人，跪下。砰的一声，摩罗星跪在他身前，脸色难看。这个高度就对了。幼稚。给幼稚如我的当狗的你又高贵了。现在咱们该好好聊聊了。你想知道的我说不出口，不过有件事我倒是可以告诉你，楚一侯，你要小心一点哦。他笑容诡谲。小心一点你的影子，它很危险，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楚群没有吭声，神色平静地盯着他。你能强行与我结契，依靠的是你影子的力量。保持清醒吧，别失控了。小心狐狸。他的身影逐渐和楚群融在一起，准确地说是钻进了他的影子里。血眸领域中，楚群猛地捂嘴蹲了下去。他张嘴剧烈的呕吐了起来，吐出来的却全是血。主人，帮我看看，长出来了多少？在楚群背上竟也生长出了和摩罗星身上一样的黑色魔纹。亲娘骨上没有再扩散开了。主人，你又乱来，咱们过去都说好了，不能乱用影子的力量。事急从权嘛。他低头又吐了起来，边吐边骂：那摩罗星真难吃，富贵的丹药都没这么冲的。虽是影子吞噬对方，可每一次楚群都会感觉恶心，那种鲜活血肉像是真的经过自己咽喉和嘴里进入的食管一般，每次吃了就吐，吐的还是他自己的血。看你以后还乱吃东西不？破玩意儿狗屎心，还不如富贵练的10把丹呢。被绑回影子里的狗屁魔王心。这小木头，总有天本王要收拾了你。摩罗星舔了舔唇，他看着自己所居住的暗影世界，目光看向远处，眸底闪过了一抹畏惧。在暗影世界的深处，有着一团比黑暗更深的影子，那才是令他畏惧的根源。楚一侯的身上为什么会有深渊的影子？镇妖司的人全部入了林，白夜更是首当其冲。半路上他们就遇见了谭太幽。小叶，哎呦！兄弟重逢，白夜和谭太幽心里欢喜无比。楚明轩见状却道：怎么就谭太世子一人？梅福贵呢？他随国师走了。嘿，世子爷遇见国师了。帝臣就是匀速的事，这位千阙统领想来也是清楚的。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林中血气冲天，只怕是那些入林的山民遭了不测，咱们得赶紧过去才是呢。哦，是计，该死恶妖，残杀百姓，必须全剿了。你怕是想把金矿给剿了吧？一行人就要深入，刚到分岔路的歪脖子树下，3具无头尸体映入眼中。白夜认出了其中一个，赫然是自己之前见过的山民，他心下一紧。这3人的死状怎会是这样？他正觉得奇怪，明明之前那些山民都是被吸干血死的。忽然，冰冷的男声从左前方传来：“都滚出去！”帝臣的身影出现在众人前方。国师大人，前去，带人退到里外，任何人不可擅入。白夜闻言心里一急。国师大人，当务之急是先救山民啊！帝臣冷冷地睨了他一眼，林中骤然卷起狂风，所有人都被掀飞到10米开外。帝臣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悸之感，他感觉到楚群动用了血眸领域，息息在他的权杖内，那个小家伙这会有无比躁动。到底发生了什么呀？血眸领域里，我身体里有那么多血吗？亏了，这得够几盆毛血旺了吧？木木气得想哭，可惜木木你现在还没有人形，不然哭起来肯定好看死了。我觉得你哭起来应该也很好看。你怎么来？话还没有说完，霜雪激澜的冷香撞入鼻息间，楚群被胡伟卷入了一个炽热的怀抱中。表弟，他眼巴巴地盯着他，颇有点可怜楚楚的样子。这么久没见，一来就凶我，是不是过分了点儿？楚群，你是真的不懂自爱是不是？是啊，不然表弟你来疼疼我。之前是为了韩农，这一次又是为了谁？没人评吗？你楚一侯情深意重，可你为什么就不能顾念着自己一点，哪怕就一点？我真没事儿，就是乱吃了东西被恶心到了，吐点脏血，过3天就好了。你这张嘴就没有过实话。云素拖住了他的后脑勺，低头吻住了他的唇，唇温软。幻觉吧？直到有什么试图撬开他的唇齿，他试图挣开，可扣在他后脑勺上的手阻断了他的退路。唇齿被撬开的刹那，有什么被补进了嘴中，不容的推拒滑入咽喉，身体内鼓噪的疼痛被止住。楚群感觉到了磅礴的妖力，他大惊：“你咬我！”哼，不是不怕痛吗？不是，你俩这是什么发展路数啊？刚刚的暧昧强吻都是泡沫吗？表弟，你这嫌弃一推也太真情实感了吧？你这样会孤寡一辈子的呀！你被我气疯了，把腰单给我做什么？借你3天，没准备送你。楚群，别挑战我的耐性。干！关心我还凶巴巴的，表弟你口是心非啊！我真的拿你没辙啊，奎兰。彼此。狐狸都这么会勾引人的吗？凶我的是你，咬我的是你，哄我的也是你。表弟怎么那么多副面孔啊？面孔再多，对你也没用啊。楚一侯，石头脑袋。谁说没用？你看我都拿你没辙了。告诉过你多少次了，男孩子在外面要学会保护自己。妖丹乃是妖族的性命根本，最重要之物。若给了坏人，不还你了怎么办？你是坏人？我坏得很。怕了没？那你还得努力努力。你若真如世人说的那般坏，我倒还放心一些。如此磅礴的妖力，没个上千年能累积的有。这只狐狸不止100年道行吧？别人是扮猪吃老虎，表弟你这叫什么？吃人？好一只恶妖！表弟值得呀，如此好活，不收成第9妖君，简直说不过去。桃源妖君木木，你将他的神魂种在了自己的神魂里。
嗯。你手里的那根拐杖就是他的本体？是权杖好吧？那是树灵界最高的审美。表弟，你怎么和那些庸人一样没见识呢？权杖甚美。哼，果然表弟和自己一样有品位。没人屏的问题解决了，算是解决了吧。顺便把那个破门板子也给解决了。那只魔物，你借我妖丹，我也给表弟你一份大礼，好不好？一条血色泛金的漂亮虎尾出现在楚群的手里，妖皇之尾送给你，喜欢吗？归兰，不是喜欢尾巴吗？留下吧。听那条长虫说，你们还有不少故友。悄悄那家伙怎么什么都告诉你啊？等到了东篱，我再收拾他。你乃狐族，这狐尾对你好处更多。先出去吧，不然富贵儿该哭丧了。先祖没任凭之灵位，你还真是个大孝孙啊，富贵儿。小君君，表弟，你什么时候来的？云素没理他。小君君，我祖宗他放心，还在喘气儿，牌位我帮你收着，等他醒了送给他。啊，那可不行，他妥妥又要毒打我了。梅富贵破涕为笑，我就知道小君君你能救他，不过老祖宗他能喘气，打我2顿也没问题。臭贫，麻溜干活，把这金矿挖了，咱们就。楚群声音一顿，这才注意到周围的变化。哎，金矿呢？挖完了呀。大花挖矿那叫一把好手啊，嗖2下就解决了。俺的那20头美男牛什么时候能有？你挖的矿呢？在俺肚子里藏着，一手教美男牛，一手教矿。等着，到东篱了，我一定给你安排上。要身强体壮的，富贵那样的不行。我咋了？大花不带你这样当牛的。吵吵嚷嚷，热热闹闹。那是云素，他何时来的？我让他过来的。镇妖司众人这才没起疑，那人是帝尘。探探又混乱了，眼神在帝尘和云素间疯狂来回。什么情况？帝尘和云素怎么可能同时出现？主君这是从女魔头手里拿回那条尾巴了？恶妖已除，重新上路吧。且慢，请问国师，那些山民是何情况？那些挖矿的都死了啊。死了？是啊，我们进去的时候见人都死了，都被吸成人干了。还是没能救得了他们吗？楚群挑了挑眉，他不晓得白夜是谁，不过看那个坦太妖站在一起，估计也是东篱的人。还有件事，先前我们在林中遇到了3具尸体，那3人并非死在妖族手里，是谁杀了他们？已经死了吗？什么尸体啊？这位兄台你戏好多呀，有完没完啊？的确是有3具无辜者的尸体，当时镇妖司的人也在，他们都看到了的。小野，你别说了，本君杀的。帝尘把那3个白眼狼杀了。国师，为何？他们只是普通百姓。想杀便杀了。主君，你这也太会玩了，大号背锅，小号作陪，双开666啊！走吧。怎么了？我4座都请了一下，罢了，不想欠他人情。他嘀咕完，扭头对那愤愤不平的白夜道：“3个不知道感恩的白眼狼罢了，纵然国师不杀，他们也必死无疑。哦，对了，我忽然想起来了，矿洞里还有个幸存者，是个午休，兴许还活着呢。你们没顺手救出来？我们与那人非亲非故，有必须要救的理由吗？救人还需要什么理由？再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明知危险又没那本事，架不住贪念，自己往死路上送，死了怨谁？”说完，他懒得搭理白夜，拽着云素上了马车。
帮帝臣说话做什么呀？我自作多情行了吧？谁让他是西西的秃爹呢？就你这样，还想当个坏人啊？因为天色过晚的缘故，大队伍还是没急着上路，在原地安营扎寨了。白夜还是带人去把那午休救了回来，那人也是命硬，愣是撑着一口气没嗝屁。啊，的确是无量村的人来找的我，他们说这里有金矿，出了恶妖后，金矿分我一半。天杀的陈二，他们3个就不是人！我与恶妖搏命的时候，那蝙蝠妖数量太多，他们仨一个拿亲儿子当挡箭牌，另外2个也不管大家，看了逃命的生替。那孩子被自己父亲推出去送死了吗？这些山民从始至终都知道食人恶妖是什么，那天也是故意隐瞒。所以那只蛤蟆精真的没有撒谎，他是想要救这些山民。小叶，阿尤，我不会冲动，我就是觉得自己是个睁眼瞎。我去给国师道歉，东离参将白夜特来向国师请罪。先前是白夜失礼，不明真相，斗胆责问国师，白夜愿领惩戒。退下吧。白参将还是回去吧，我家主君没怪罪你，你要再磨蹭下去啊，可就是打扰我家主君休息了。既如此，白夜这才离开。话说，那金矿没了，一点渣渣都不剩。所以国师大人先前不让人进去，难道是为了金矿？楚军和梅福贵也在里头，这妖精和炼屎的一贯逮啥薅啥，更别说余素也来了，他们仨那可是棍犯呀。所以国师是给他们3个行方便？就算他们仨加起来，也不可能那么快把一整座矿给搬空吧？那所以还得是，千阙自然也听到了这些窃窃私语。哎呀，主君的名声，到头来还是毁了呀。宝宝想保护姐姐嘛，可是宝宝太弱了。如果宝宝像哥哥一样厉害的话，就能帮姐姐打坏人了。之前是为了防着这小家伙乱来，所以封印了他那2条狐尾，或许应该替他把封印解开了。男孩子保护自己的母亲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男子汉可不会哭鼻子，要变强更不能哭鼻子。宝宝不哭，宝宝是男子汉。小男子汉，但你狐尾多一些，力量也会变强，就能保护想保护的人了。尾巴，香香哥哥，你帮我照顾姐姐，宝宝先去找自己的尾巴。小家伙哧溜就没影了，云素心里默叹了口气，知道他是去找帝臣了。双开老父亲不得不分心切号，意识归于帝臣的那具分身上，眼睛一睁就看好大儿钻进了马车，泪眼汪汪。姐姐，爸爸，不是刚刚才说自己是男子汉不会哭的吗？小家伙和他娘一样，都是小骗子。练坏了手臂后，他的整双手都呈现出如玉的光泽感。楚群并没有立刻醒过来，他内视着自己的这具肉身，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复活后，摄魂血眸回归了，影子里的那东西也跟着来了。不，血眸与影子都与他的神魂羁绊在一起，问题还在眼下这具肉身中。到底问题在哪儿呢？楚群的影子兀自飘动了起来，少年纤细的身影从影子里冒了出来，他手上下意识的拳紧，骤然少女睁开了眼，眼眸冷冽如杀人刀，真正的杀气却从斜刺而来。狐尾拳住楚群，把他拽入怀中，云素单手拥着他，冷冷盯着摩罗辛。摩罗辛嘶了一声，断手被黑雾卷起，重新接回了断腕处。火气别这么大嘛。要狐狸表弟受伤没啊？没，他伤不了我。楚群刚准备告诉云素，这不穿衣服的骚浪贱就是破门板子欣欣。你俩报告了没啊？我说狐狸，你……摩罗辛话还没有说完，云素右手食指轻抬，
摩罗星的身体瞬间被锋刃切割的散架。死狐狸，你够了没啊？本魔王又没碰你女人一根汗毛，你把我五马分尸过分了吧？没文化你就闭嘴！这是那个破门板子欣欣，他已与我结契，被封在了我的影子里，伤不了我的。我知道。摩罗星现在伤害不了楚群，可不代表这头魔没有歹意。那要不你把它剁成肉泥，再出出气？我亲爱的主人，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呀。死的确不会死，但不代表不会痛。这当狐狸的就是会拈酸吃醋哈，不就是掐了一下这女猫头的脖子吗？瞧那气性大。妖皇陛下果然够霸道呀。你擅自从影子中出来，所谓何事？摩罗星，不想我绞了你的舌头就别废话。废话刚到嘴边就被堵回去了。我出来自然是想要提醒下主人你啦，现在已入东离州，千万小心行事。东离禁区里的那家伙已知道你们来了。东离也有一只魔？既有禁区，自然有魔。那家伙可没我正直，下贱的很呐。主人可别阴沟里翻船哦。他说完这句话后，身影就逐渐消失，回归了影子中。这个消息倒不算意外，反而还替他解惑了。他一直觉得藏龟的残魂在东离苏醒这件事有蹊跷，冥冥中有只手引导着他走这一遭。是东离禁区下的那只魔吗？话说回来，我怎么感觉你把妖丹给了我，实力半点没被影响呢？你不是送了我妖皇之尾吗？你炼化了？那么快？还没。云素面不改色的撒着谎。那个摩罗心就被束缚在他的影子里，岂不是真的形影不离了？西西呢？那小家伙怎么又不见了？云素这才想起被自己抛下的儿子。你既无事，那我先炼化下狐尾。他说完，把楚群无情一推，闭眼打坐。妖皇陛下业务是真的繁忙呀。完了，爹爹傻了。爹爹，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帝熙，你何时才能不孝啊？东离州中心城。马白虎，你不是藏龟，你根本不是藏龟。石像的神情看上去是那么悲天悯神，像是听到了蛙人的怒骂一般。骤然，石像睁开了眼，露出了诡异的笑容。好可怜啊！谁能想到，昔日一身灵玉，羡煞凤凰的孔雀明王，竟变成如此丑陋的模样。献祭皮囊雀羽，换有魂龟。你们这群人与楚一侯之间的羁绊，可真让人羡慕啊！本都为之感动了呢。失去了灵羽，真身、美貌，甚至嗓音，孔雀明王妖君般若，你为楚一侯牺牲了一切，值得吗？你闭嘴！你不配提阿楚的名字。本王听说，楚一侯最讨厌的妖物便是蛤蟆，他若是见到你，应该会一刀砍死你吧？就算阿楚认不出我，就算他一刀砍死我，他还是阿楚，是世界上唯一的阿楚，是会为我搜罗百鸟羽，为我织凤翎，赐我冥王血的阿楚。灵语、美貌、声音，这算什么？我所有的一切全都是阿楚给的，谁也不能伤我的阿楚。可笑，实在可笑！你们这群人，可笑至极。楚一侯已经到了东离，很快他就会是本王的囊中之物。不过你放心，本王不会立刻吃了你，越是绝望的灵魂才越美味。冥王般若，
你的挚友注定会在你面前再死一次。这一次，你还能献计什么去救他呢？阿楚已经复活了，他来东篱了。他现在不能来东篱。自爆逃生吗？对自己可真够狠的呀！逃吧，去找你的挚友，最好死在他的手下。本王早就在你身上种下了魔气，只要你见到他，那一切都由不得你了。保护他，保护他，保护最好的阿楚。楚群久违的做梦了，梦到的还是1000年前的往事。巴结楚无忧，将他丢进了地窖，让人捉了上百只癞蛤蟆，把他在癞蛤蟆堆里关了7天7夜。7天7夜断水断粮，唯一的口粮就是癞蛤蟆。楚一侯上辈子这辈子最讨厌的东西就是癞蛤蟆。楚群，你……云素话还没有说完，楚群一扭头。好家伙，小君君，你这孕吐呢呀？谁干的好事呢？楚群阴恻恻地盯着他。你……富贵瞬间感觉杀意刮骨，对上了云素幽沉的视线。小君君，你不能毁我清白啊！人家初恋都还没有呢，怎么可能把初夜给你啊？做噩梦，梦到吃了你炼的丹。有那么难吃吗？再说，你也咋吃过我炼的丹呀？楚群梦了一夜癞蛤蟆，这会儿正糟心呢，揉着眉心不耐烦道：“你不在自己马车上待着，过来干嘛？”给你们送早饭呢。谭台小悠悠给的，我觉得这世子爷不错，能处。不过他昨儿好像被国师给吓破胆了，我看他那气质委屈的像个小媳妇儿似的，也不晓得国师昨天对他干嘛了。先去洗漱。吃了早饭再去一样的呀。果然儿子的坏习惯都是随你的是吧？西西也是，早晨起了不洗漱就吃饭。小小一只狐狸还不爱干净，爱吃糖又不爱刷牙。现在就去。哼，男人，你好烦。男人还是不能太精致太讲究，还是要糙一点才好使。你看表弟，简直是个管家婆。唉，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我是纵容了他。正吐槽着，楚群就听到了林子里的动静，是谭太优那薄脸皮和白夜在说话。现在王府的事儿都由大祭司掌管，这什么时候的事啊？你说的蛤蟆精又是什么情况？大祭司好端端的下令活捉一只蛤蟆精做什么呀？怎么回事？他今儿一天是和蛤蟆过不去了是吧？谭台世子，二位少年，出门在外记得隔墙有耳，说悄悄话要掐结界的嘛，不然很容易被不正直的人偷听的啦。放心，我就不同啦，我极其正直。多谢楚群郡主提醒，白夜铭记于心。小叶，你怎么还和小时候一样好骗啊？好说好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嘛。此话有理，昨夜阿优也与我说了，郡主，你是咱们东篱的贵客，为挽救山主而来的。啊，那是后话，还早啊，挽救不挽救的不好说，反正那玩意儿10有8九不是藏龟。送你们的山主去投胎，早死早超生倒是可以，如果这算挽救的话。你们东篱王府到底怎么个情况？王爷不管事儿，全那什么大祭司说了算。我没记错的话，你之前说过那个什么千年真言，山主做梦说他自己快要嗝屁了，都是那大祭司说的吧？郡主，烦请郡主不要对山主不敬，毕竟咱们已经进入东篱了。且不说你们拜的山主10有8九是个冒牌货，若是真的藏龟的话，那家伙最讨厌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祭司。你们的山主会让你们献祭吗？会，但只是一些牲畜，这也是对山主的敬意。楚群注意到白夜的神情不太对劲儿。说起来，
国师身边的千阙统领似乎在找世子，世子要不先过去一趟？这样的吗？那我先失陪了。小叶，你切莫对郡主失礼了。郡主是故意支开阿优的。澹台世子离家多年，想来并不清楚东离州的情况。我观小白将军对祭祀山主之事好像有不同的看法。白夜犹豫了片刻，像是顾虑着什么不敢说。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说了。郡主，你知道东离州的忌讳？山川之主葬归，凡他必有之地，念其姓名必有回响。他能听到此间万物之声，那冒牌货也有葬归的这个本事。这些藤萝真能隔绝山主的感知吗？白夜始终不太放心。你们东离王府特意找我来救你们山主，我总得有点本事吧？不然我拿什么救他？靠我的美貌吗？好吧，这位郡主的确长得美。有些事情阿优并不清楚，连我也是成为参将巡守东离各地时才发现了不对劲。大祭司在用妖族当祭品。妖族？小白将军竟是同情妖族不成？说是恶妖道罢了，可又不是所有妖族都为非作歹，有些小妖甚至连普通人都伤不了。哦，对郡主或者真妖司的人来说，妖族不分善恶，都该杀吧。居然还是个热血愣头青啊！除了妖族呢？仅仅是这个的话，不足以让你这么怀疑吧？准确说是太多了。东离州哪来那么多妖族呀？多？是啊，我上月回中心城，就见祭司府的人抓了足足上百只妖族。听手下人说，隔三差五就会有妖族被抓成祭品。我白家乃东离巡夜使，历代都有巡查东离各地的职责在身。东离州这么多年来，从未有过有妖族这么频繁的出现过。动辄百只，隔三差五就抓，像这样频繁的抓妖祭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1年前吧，阿优被送去中州当质子的这段时间。东离王为何不管事？王爷闭关修炼了，除了大祭司外，没人见得到他。楚群又问了一些，这才拿起权杖，信息量很丰富啊。主人，1年前的话，那就对得上了。主教要1年前到过东离，那时候他也没听说过什么真言啊，也没见东离州如此夸张的祭祀山主。所以问题就出现在这1年里。东离这地方有古怪啊，并且谭太优等人的记忆好像也有点古怪。往回走时，楚群忽然问道：东离这边盛产蛤蟆精吗？郡主何出此言？就刚刚听到你说你们的大祭司要抓一只蛤蟆精。国师大人。他视线落到了地晨膝上的那只睡得四仰八叉的小狐狸，眼神支棱了一下。那分明是西西啊，可是屁股后面竟然有3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地晨清晰地感觉他呼吸急促了起来，那双眼死死地盯着儿子的尾巴，都要冒光了。搞定楚一侯只需要1条尾巴，1条不够，那就3条。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尾巴呀？何事？放开小傻西，让我来。楚群，你找本君有何事？不是国师叫我上来的吗？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那你下去吧。国师此番是为了古灵花来的吧？古灵花我也能给你，日后有事来找我，不用去找云素。郡主是要维护云素？与你无关，谁出力无所谓，只要你能得到古灵花不就行了？国师你觉得呢？云素倒是幸运。帝晨眼底藏着笑意，并未看他。作为交换，此番东离之行，我要驱策镇妖使的权利。好。帝晨递给他一块玉牌，上刻有一个陈字，乃是他的随身之物。这男人到底想要干什么？话说西西怎么回事？帝晨没吭声。国师？帝晨闭着眼还是没说话。他是在无视我吧？他绝对是在无视我。
故意的。我去，这死秃爹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国师大人要无视媳妇，而是胡大彪真的太能砍了。云素，这次必须得靠你了，你赶紧想法子拦住楚群啊！他和国师多待一刻，国师就多一份危险啊！不是，他就多一份作死的可能啊！他刚刚的眼神绝对没错，他就是想去扒了国师的衣服的。太吵了，实在是太吵了。分神控制2具身体，对妖皇陛下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奈何2头都不是省油的灯啊！意识大部分回归帝臣身体后，他对上了一双阴恻恻的眉目。你要扒本君的衣服啊？你不说我都险些忘了这茬呢。男人，你是在邀请我？楚群是被赶下车的，楚群拿着他的贴身玉牌站在马车下，一脸的不爽不忿不舒坦。楚明轩注意到了他手上的玉牌。楚群表妹，你手上的是国师的玉令，他将此物给你了。国师抱恙在身，决定东离之行的管事之权交归我手。什么？惊呼声不断，有人脱口而出：凭什么？凭我打人痛，凭我杀人不眨眼，凭我报仇不隔夜，凭我妖星不好惹。谁想来试试？真妖司一众沉默。牛，不愧是熏头啊！青头，你咋把这东西忽悠到手的呀？大概是怕我扒他衣服。那，给你个宝贝。东西转了一手，又回到自己手上。云素的心情很复杂。这是国师的玉令，小君你真把他衣服扒了呀？扒了，从里到外扒得干干净净。他痛哭流涕地把玉令交给我，跪求我饶他清白，东离之行奉我为主。牛啊！云素就静静地看着某人吹，某人装，某人骗。楚一后嘴里就没个实话，不过他没想到他去找帝臣会是为了他，回来后只字不提与帝臣的交易，又将玉令给他，默默在背后为他做这些事儿，真是够傻的。这么想让帝臣奉你为主吗？慢些吃。云素抬起手开去他嘴角的碎屑，心里下意识想到，若为你的群下臣，倒也无妨。队伍重新启程，前往东离中心，走了半天后却被迫改道。沔川上游忽发大水，前往的路全被淹了，只能绕路回中心城了。我之前赶回来时，沔川河道还好好的，昨夜并未降雨，怎么会突发大水呢？当务之急还是先回中心城吧。好在这两岸并无村落，没有百姓伤亡。珊珊啊，你怎么能这么爱我呀？为了我，你居然牺牲自己与那狗屎性交易，还让他住进你的影子里。你说你是不是暗恋我呀？呵呵，我何德何能啊？你太有眼光了。呵呵，头很痛，逼疯他真的只需要一个媒人瓶。一道突如其来的风像是巴掌一般把媒人瓶扇在了地上，吧唧，安静了。干得漂亮！楚群对他竖起大拇指，连连打着哈欠。唉，不行，我太困了，得睡会儿。睡吧。云素声音刚落，一个脑袋就靠在了他肩头。这么快就睡着了吗？楚群的眉头紧皱着。又做噩梦了？云素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到了东离之后，他就睡得不太安稳，昨夜也是一直在梦魇。悄然用妖力感知了一下，确定楚群身体没什么状况，他才稍微安心。却听他忽然嘀咕了一句：“般若。”般若，孔雀明王般若。朱雀。云素在心里唤道。风摇湖里，朱雀冷冷回应：“干嘛？那只孔雀与你可相熟？冥王般若常年陪伴楚一侯，驻守王都，应该与朱雀打过不少交道才对。不少。凤凰都拗不过那只假孔雀，我能入他的眼。
假孔雀？别人是山鸡变凤凰，他是山鸡变孔雀。说起来，他才是那死丫头的第一个妖君，跟随他最早的存在。这般若本是死丫头的八姐楚无忧，那疯婆娘养的一只血统低微的妖奴。那疯婆娘怪虐杀妖族，死丫头修炼天赋觉醒的晚，那会儿楚王宫的人都当她是个废物，她也常被那疯婆娘欺负。记得有次楚幽还把她丢进了地窖里，让人往里倒了上百只癞蛤蟆，断水绝粮，逼她在里头待了7天7夜。林素的手指骤然全紧。好像就那一次吧，他俩境遇相同，般若常常被楚幽虐待，那死丫头时不时也会给他送药。朱雀回忆着，我记得是般若把他从地窖里放了出来，后面楚幽大怒，打断了般若的4肢，拔了他一身的羽毛，用铁笼将他锁起来，衣不蔽体让人围观。再后来死丫头就觉醒了，10年废柴无人知，一朝觉醒破万劫。他觉醒后便是万劫，何等的天纵之姿啊！如武双修在他面前都不够看的，他是灵修，当世唯一的灵修。你猜他觉醒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干什么？朱雀冷不丁笑出了声，风烟湖里一片漆黑，而他眼中却满是憧憬和追忆。他是真的记仇啊！那时他可比现在疯多了，他单枪匹马的杀进了楚无忧的宫殿，杀光了楚无忧的那些手下，当着他爹楚皇的面将楚无忧的脸皮给剥了下来，只是为了那般若出气。朱雀是羡慕般若的，楚群过去常常来偷拔他的朱雀羽，也是为了那只假孔雀。楚群又做梦了，他恍惚看到有个人在逃，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孔，但就是诡异的知晓那人是般若。楚群眼睁睁看着那只蛤蟆精将般若吞噬殆尽，杀意裹满心头。杀了蛤蟆精，杀了蛤蟆精，替般若报仇，杀了他，杀了他。楚群骤然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身处在一片黑暗中，他意识从梦里醒了，但又未完全醒。这里是……我亲爱的主人，您终于醒了。狗屎心，你忘记吃药了？嘿嘿，识时务者为俊杰吗？我的意识怎么到影子里来了？我哪知道，我还以为主人你是怕我孤单寂寞冷，特意来陪我呢。是影子把楚群的意识拉进来的。为什么把我拉进来？摩罗心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团暗影变化成尾巴的样子，在楚群面前搔首弄姿，各种讨好。离谱，深渊之影居然是舔狗，还在跪舔楚群。别撒娇。摩罗心嘴角抽搐，他仿佛看到了一条委屈大黑狗。现在你知道影子为什么拉我进来了吗？影子是在保护你，先前你梦魇的时候，天道的气息出现了。狗天道吗？那场梦里似乎有个声音一直在引导他，杀了蛤蟆精。为什么偏偏是蛤蟆精？嘿，主人，你和影子……当魔的都这么会看清局势啊？嘿嘿嘿，若你早早告诉我，影子会保护你，我何苦做大死呢？所以，你知道影子的来历？摩罗心刚想开口，表情又苦涩了。天道狗，影子狗，怎么这一个个的都狗的喜欢堵人嘴呢？影子他不让我说，不过他的存在很厉害。既然他不会伤害你，届时依靠他的力量对付东篱禁区的那只魔就简单多了。你是废物摆设。当然了，您最忠诚的仆人小星星愿为您效犬马之劳。嘿，愿意归愿意但打不打得过得另说呀。这么废物，那我要你何用？废物利用也是用嘛，毕竟有我在一日，没人凭都能活呀。那只魔物的强大远在我之上，越是靠近中心城，我越能感觉到它的魔气。要对付魔族，却得先知它是何魔物才行。你不是说你们魔族都是些没脑子的鸡零狗碎吗？感情分类还挺齐全啊。嗨，谁没有年少轻狂、有眼不识泰山的时候呀？过去的话，不作数，不作数。那你就给我好好感知，
细细查探。如果他能化形，此刻一定是可怜巴巴的狗狗眼。你老实点。楚群说完，意识里开影子。是表弟的尾巴。楚群醒来后，发现自己枕着一团毛茸茸之物，声音又娇又媚，偏偏他还下意识地用脸在尾巴上又蹭又吸的，正是陶醉的忘乎所以之际，一只手抓住他的后衣领，把他提拎了起来。你故意的是吗？我才刚睡醒，你在说啥？主人，你居然对表弟色色！阿正，我不是，我哪有？我只是蹭了蹭尾巴好吗？哎，不对，等等。他下意识观察起云素此刻的姿势，云素是坐在马车上的，虎尾就耷拉在他腿上，而他刚刚是枕在尾巴上睡觉，所以刚刚他蹭了半天是对着……表弟，我可以解释，误会，冤枉，千古奇冤啊！香味渐浓。解释？晚了。那怎么办？天地良心，他真没想色色表弟呀。你觉得该怎么办啊？云素瞳色幽沉，周身上下洋溢着不好惹的气息，乌瞳深处却藏着笑意，想要逗一逗他。那我帮你那啥弄弄尾巴。云素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胡尾卷着他的腰轻轻一提，将他放到了他的腿上坐着。表弟，这个姿势不太好吧？哪里不好？有点离谱了。楚群。他又念起他的名字，一字一句，尾音下沉，暗沉而好听。楚群吞了口唾沫。表弟，云素，你销魂瘾又发作了？是吧？云素语气淡淡，早已和销魂瘾没什么关系，只是一靠近他就会失控罢了。与我亲近会不舒服吗？不会。虽是个石头脑袋，但也在慢慢开窍了吗？他目光缓缓落在他唇上。3日了。啊？腰丹是吧？怎么拿出来啊？不会真要开膛破肚吧？怎么给的便怎么拿回来啊？归兰，你该不会是想亲我吧？我会吗？云素神色不变，坦荡的与他对视。木木，你觉得他会吗？这不会吧？表弟看上去不像想不开的样子呀。他给你腰丹的时候可嫌弃了，一把把你推开，还不停的擦嘴唇来着呢。那我觉得表弟挺委屈的。主任，你别忘了他过去的凄惨遭遇，每次的销魂瘾发作让你摸尾巴时，他看上去都可怜极了。我这么罪大恶极啊？大概因为是主人你，所以表弟才能忍耐至今吧。表弟这壶能处啊，有尾巴真让你落。主任，你要好自为之啊。云素见他脸色变幻不定，估摸着他是在和那根小木头聊天呢。桃园妖君小木头，的确是根木头，不能处。忽然觉得竹寒浓那条长虫还挺能处的。来吧，表弟，我准备好了。唇温软，然而被吻的人却像是一根木头。闭眼。云素趁虚而入，撬开他的唇齿。楚群心里窜起惊疑。拿回腰丹需要这样吗？木木装死。妈哟，这场面是他不给钱就能看的吗？楚群笨拙而僵硬，他刚想要把云素推开，马车内窜进来了一个毛茸茸的存在。啊！姐姐，你居然和香香哥哥背着宝宝干这种事！楚群当即推开云素。怎么偏偏这时候西西来了？他回头的刹那，错过了男人眼底一闪而逝的狡猾。楚群则被入眼的一幕给惊到了。你是西西？哥哥，姐姐，
你们刚刚是在亲嘴嘴吗？你们为什么要亲嘴嘴？是姐姐嘴里有糖吗？楚群感觉自己脸在地上被摩擦出了火。有糖，很甜，让人还想再吃一次。知道怕了？你个狐狸，你不会缠我身子吧？原来你怕这个呀？你故意的。这叫学以致用，看你以后还乱不乱来。所以你是在报复我？就因为我睡蒙圈了蹭了你尾巴？哇，你不是狐狸，你是狗吧？木木长松了一口气。别吓死我了！这才是我认识的表弟嘛，报复心又强，手段又毒的男狐狸精。傻弟，我不配他动真格啊！主人你别逗了，表弟何其想不开才动真格的呀？哪个带毛的妖族看到你不害怕？他想秃尾巴吗？说得好，以后别说了。说得很有道理，但为啥我听着那么不顺耳呢？干，就不该当好人。姐姐，你们不理宝宝。理。西西怎么一下子多了2条尾巴出来？宝宝本来就有3条尾巴呀，还不是爹爹他死后我太伤心了，尾巴就离家出走了。死了的秃爹静静地看着儿子。果然，狐狸的尾巴都挺有自己的想法哈。有吗？画出人形后的他萌得让人心都要化了。楚群有点忍不住低头，快坐在西西的小肉脸上吧唧了一口。呀，姐姐亲宝宝。宝宝要不好意思了。哇，小傻鸡好萌好乖，我也想抱抱。谁能抵挡小肉团的诱惑呀？云素看着旁边的母子俩，眼底弥漫开了笑意。姐姐，宝宝把尾巴找回来了，以后就可以保护你了呀。真的吗？楚群佯装惊讶。哇，咱家西西太厉害了，以后姐姐有靠山了。那必须的。西西被姐姐表扬。西西以后不准备变回狐身了？宝宝可以不变回去吗？他低着头有点委屈。以前宝宝只能偷偷变回人形，池子里的人都不想和小狐狸玩。云素眸色微暗，过去西西跟着他在镇妖司内，的确只能以狐身露面，小家伙受了不少委屈。他心像是小孩子，渴望朋友，但这千年颠沛何曾有交朋友的机会呀？那就不变回去，就这样挺好的。不过西西要把尾巴藏好了，不然坏人盯上了咱们西西的漂亮尾巴怎么办？我祖宗跟那个乖乖哦，1天时间而已。小君君，你和表弟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吗？你家怀孕生娃到娃长大只需要1夜啊。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嘛。再说你先前叫的那么惨，好歹小君君你也是单圣珊珊嘛，死1000年了你都能复活呀。他凑过去小声逼逼。你随手练点什么一发击中生死丹，1日怀胎生法丹，1日长大成才丹，多大点事儿嘛。你真是个鬼才，我怎么没想到单圣珊珊的炼丹手艺还能这样使。忍着把富贵打死的冲动，楚群刚准备给西西安个名头。姐姐给宝宝当娘亲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呀。好家伙，这是小傻西。别闹，姐姐哪能给你当娘啊？给你当爷爷倒是可以。为什么姐姐要给我当爷爷啊？云素意味深长地盯着他。哼，好家伙，
楚一侯，你个女魔头，有你这么占便宜的吗？你想给主君当爹啊？丫头，你们这是打哪儿折腾出一个娃娃呀？胡大彪看那小傻西，眼神都挪不开了。那天在山洞里捡的，受了伤，我把它丢乾坤袋里养着了。这么乖一奶娃娃，你丢乾坤袋里，你当它是地里的土豆啊？可怜见的呀，表弟，你怎么也不管着群头点啊？李逵心肝都疼了。来，叔叔吧，叔叔给你买糖糖吃啊。糖糖，李逵，你个不要脸的，滚开！你那一下巴胡子把小宝贝儿的皮肤扎破了，你负责得起吗？周静一脚把李逵踹开。来，乖仔，哥哥给你骑大马。云素干脆把这楚群默默走开了。小傻西被一群人高马大的怪叔叔围在中间，小家伙瞪大了眼，好慌啊！哦，这群怪叔叔们好奇怪啊！奇怪归奇怪，但是他们好像都很喜欢宝宝。小傻西脸蛋红扑扑的。宝宝可以骑大马吗？宝宝也有糖豆豆，请叔叔们吃啊！哇，小祖宗太可爱了，终于有人能陪小祖宗玩了。小傻西是挺讨人喜欢的，但这是不是太讨人喜欢了点儿？天赋神通，狐族的天生魅惑，类似，算是一种亲和力吧。云素没有解释太多。帝西是天生魅铁，不过这小家伙是孩童心性，并无那些杂念野欲，所以旁人看着他只会觉得喜欢，并不会生出那种旖旎念头。主人，你怀疑那蛤蟆精有问题？这段时间我总是梦到般若，但梦里我看不清他的脸。梦里暗示我杀蛤蟆精救般若，若不是影子将我的意识拉走，没准我这回还真要被狗天道给算计了。的确奇怪啊。那个主人，有件事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你直接讲。其实我和竹娇娇怀疑过孔雀大姐。你们怀疑当年八大妖君里出了叛徒，他就是那个叛徒？是。竹娇娇已经见过朱雀了，知道了当初你被杀之前的情况。那一年你甚少外出，几乎都是在闭关，桃源山你都很少来，只有般若一直守在你的身边，所以我和竹娇娇才觉得。不怪你们，这是天道给我设下的一个圈套，天道不喜欢般若。这话我记得主人你过去也说过，可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我杀了鲲鹏，等于是杀了天道的爱宠，后又取了他的妖骨换给般若。天道嘛，一贯妒忌英才，尤其这个英才还是踩在天道爱宠的尸骨成长起来的。中心城，一道身影从王府里出来，钻进小巷后消失不见，须臾后出现在一家客栈内。主子，王府内一切如常，东篱王好像真的闭关了。关于那位山主，王府的人都是怎么说的？与谭台幽的口径一致。还有一事，那些献给山主的祭品有问题，并非是妖族。不是妖族，恐怕是活人。属下不知他们用了何种手段，所谓的妖族身上沾染的并非妖气，倒像是丹王前辈身上的那种气息。韩农眸色一沉，魔气？还真是魔呀！打着藏龟的名头残害他的信徒吗？还有一事，近段时日王府一直在捉拿一只蛤蟆精，据说那只蛤蟆精乃是山主亲自授梦给大祭司捉拿的。一只巴掌大的纸鸢从船外飞进来，乃是楚群的传书。般若不会背叛。既然楚信那孔雀，我便也信了。不过好端端的，他忽然提起那孔雀做什么？姐姐，谁欺负了你啊？他们骂宝宝有天生没娘养，他们还骂宝宝是小杂种。云素眸底卷起寒潮，楚群看过去，却见那两人脸上一左一右一个小小的巴掌印儿，看样子是小傻西打的。怎么回事？
我们带着西西在外面逛了一圈，回来后西西见他俩在用饭，就过去拦着他们，说他们的饭菜不干净，让他们别吃。这西西本就是一片好心，这两个家伙却恶语相向，不听劝还要吃那饭菜。后面西西着急，就把他们的饭菜给掀了，这两个就骂西西小杂种。你们顶嘴啊，仗着人多势众是吧？讲不讲道理啊？我们好端端的吃饭，是这小屁孩过来胡说八道，说什么我们吃了脏东西会死，他诅咒我们在先，骂他两句怎么了？怎么了？我告诉你会怎么。威压骤降，无数藤蔓从地上冒起来，直接将两人捆成粽子。客栈内骤然刮起疾风，那风如巴掌一般，狠狠地抽在陈三两人的脸上。楚群捆人，云素打人，两人配合简直不要太默契。没一会儿，陈三和蒙西就被抽成了猪头。楚群表妹，只是误会一场，人你也打了，该收手了吧？误会？那地上这些饭菜你吃了吧？楚群，你是在侮辱本殿下吗？抱歉，忘了你高低也是个皇子啦。楚明轩脸色难看到了极点。既然你们的主子不肯吃，那就你们两个大聪明吃吧。忽然，被打成猪头的陈散和蒙西身体抽搐了起来，他们掐着自己的脖子，痛苦的惨嚎，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生出了金牙和利爪。众人大惊失色。妖气？他们身上怎么会出现妖气啊？这两人是妖不成？到底怎么回事啊？两人转眼就发了狂，站起来就朝距离最近的楚明轩攻去。该死！楚明轩脸色骤变，他实力本就和这两人差不多，冷不丁被围攻，立刻落了下风。高贵的三皇子殿下，现在还觉得我家西西是在胡说八道吗？楚明轩惊怒交加。那些饭菜真的有问题。群头，陈三他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俩这是人还是妖啊？周兴忍不住道。两人被打晕后似乎又恢复了正常人的模样，众人惊疑不定。食物的问题，里面有邪气。如果是水的问题，那我们大多数人都喝过客栈的茶水，我们也没变成陈散两人那模样啊。应该是量的问题，修炼者体内有灵气，少量邪气入体不会那么快产生变化。至于外界那两人，方才我见他们还饮了酒的。还没醉。郡主，你看看这酒是不是有问题啊？这哪里是酒啊，这分明是血吧。澹台世子，咱们进一步说话。小白将军，那两个妖化的镇妖使和楚家那倒霉蛋的模样，你应该很眼熟吧？白夜没吭声，澹台悠先愣住了。感情世子爷还不知道呢。那让你们先聊个三吊钱的。楚君说完，走到窗边找云素去了。发现什么了吗？此地乃重镇，路上的行人却不多，你不觉得奇怪吗？楚群看着下方，的确冷清的过分了点儿。你到客栈后没有喝水吧？担心我了？不觉温柔了的尾音有些撩人。担心啊。那只蛤蟆精有什么问题吗？般若。然后楚群朝天上指了指，又指了指自己的影子。云素微蹙了下眉，这通无声的手语交流，他还愣是把楚群要表达的意思弄明白了。郡主，听小叶说那两名镇妖使妖化的模样，你可是知道什么？还需要我告诉你？身为东篱世子，你应该很清楚才对。活人化妖，所谓的祭品，都是被魔气沾染的普通百姓罢了。怎么可能？究竟是谁在背后捣鬼害我东篱百姓啊？还没想明白？自然是你们早晚三炷相拜的山主啦。这不可能，山主是我东篱之神，他绝不可能做这种事，更何况他身为虚弱呀。澹台幽，既为东篱世子，为山川之民，那就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把你的天赋神通都用到正途上，去看看你脚下的山河，远方的苍穹，这片山河大川眼下真正的模样，这片山河大川眼下真正的模样。澹台幽只觉得自己灵魂都在震荡，
铺天盖地的黑气，像是从万银地下冒出来的邪意，缭绕着东篱的山河大泽。血光与怨气交织成雾障，遮挡住了苍穹。真实的日光都被阻挡在了重云叠嶂之外。东篱，他的国家竟已成了一处怨孽盘踞的恶土。怎么如此？山主他……假的。至少这1年来，你们供奉的山主都是冒牌货。过去你们用牲畜祭祀便罢，用妖族当祭品，哪怕那个冒牌货篡改了你们一部分的记忆，但这根本性的错误，你们居然就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有问题？山川之主藏龟本体为一座山，自身亦属妖族，他吃黄金、铜矿、银矿、铁矿，就是不吃血肉植物。用活物给他当祭品，还不如给他挑2斤花肥呢。就是，大龟龟最爱拿黄金当糖豆子嗑了。谭太游和白夜已然呆滞了。行了，真相已经告诉你了，高低你也是东篱世子，还不赶紧行动起来？带上你的人马，先去镇上府衙。这里乃是重镇，大白天街上却连行人都没几个，只怕已经出事了。哎，我这就去。中心城的人应该夜里就能到，如果镇子真出了事，届时也有帮手。你父王无端闭关，大权旁落到大祭司手里，那冒牌货又是直接和大祭司联系的，那位大祭司派来的人，8成几率不会是友军。与其指望他们，你还不如少废话，跑快点。另一边，千阙也问明了情况。掌柜和客栈里的伙计看上去都很正常。至于那酒水，是今早刚从中心城运来的。另外，听掌柜的说，最近镇子上在闹疫病。疫病？说是许多镇民都染病了，好像是镇旁的河水不干净，喝了那水的都浑身长水泡，畏光见不得太阳。楚群向掌柜的问了路后，就和云素一道离开客栈，前往镇旁的河道上游。一出去，他二话不说要往云素背上爬。抓紧我！下一刻，楚群被他打横抱起，两人的身影直接从原地消失。镇外河畔，表弟，你真快！主任，不行对男人说快字啊！啊，是吗？楚群随口加了句：“啊，说你快是夸你，没别的意思。”还能有什么意思啊？作为孤寡7年没谈过恋爱先当爹的妖皇陛下，对某些方面的知识多少有些匮乏。果然呐，整条河在他眼里看来都是漆黑一片，被魔气染得厉害，水里有股腥味儿，是妖血，血中有毒。那个中毒的伙计身上的水泡像是蛤蟆的瘤子。你为何觉得蛤蟆精和般若妖君有关啊？我之前不是梦魇吗？梦里有个声音一直引导我去杀蛤蟆精，说是如此就能救般若。楚群冷笑，思忖着如今的情况。有妖在河里放了自己的妖血，他的目的不是害人，而是救人。会是那只蛤蟆精吗？找到那只蛤蟆精，是不是就能找到和般若有关的线索了？急流不断的河水下，一道身影在水下摇摆不定，丑陋的身形隐藏在水草之中。他怔怔地看着河岸上少女的身影。杀主，杀主！我觉得水下好像有东西在看着我，我下水去看看。水中有毒，我去。云素跳入河中，不断下潜。河水中不见活物，但他还是在水草中发现了一物。刚刚在水下的是蛤蟆精，你与他交手了？没有。云素摇头，他下去时并未发现蛤蟆精，只看到水草内的这节断肢。他移动速度很快。怎么会是你？你怎么可能还活着？祭坛上的石像睁开了眼。本王也没想到啊，你还活着呢。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花儿为鸟，其名为鹏。鲲鹏一族乃天道眷属，可惜
最后一只鲲鹏死在了楚一侯手里。天道对你还真是眷顾有加呀！鲲鹏一族，昆锤云。苍天有眼，给了本尊复活的机会，报当年血仇。倒是你，堂堂魔族4魔之一的五阴魔，只有这点本事吗？你以为在这只死孔雀身上种点魔气，就能驱策他去杀楚一侯？要不是本尊去得及时，这只死孔雀只怕已和楚一侯相认了。般若之前在水下认出了楚群，虽情切于自己此刻的丑陋，但还是想浮上水面与楚群相认。可他念头刚起，昆锤云就出现了。没想到吧？当年楚一侯拔走了本尊的鲲鹏骨，还将骨头给了你，区区一只卑贱山鸡，也配用本尊的骨头？兜兜转转，本尊的鲲鹏骨还是回来了，而你做鸡都没资格，只配做一只癞蛤蟆。为什么我献祭掉的鲲鹏骨会在你的身上？何止是鲲鹏骨，还有楚一侯精心为你创造的那具肉身。他费尽心机助你扶摇直上，替你洗掉卑贱的山鸡血脉。不得不说，你变成孔雀后的肉身的确别有滋味。你竟然吃了阿楚送我的冥王参！伤心，愤怒，伤心就对了。什么8大妖君，不过一群蠢货罢了。昆吹云手中出现了一枚妖丹，是烛龙妖丹，是很浓的妖丹。天道对阁下的确够大方，从这些妖君身上骗来的宝物，就赏给了你这么多呀。天道可是巴不得楚一侯死，怎可能因为你们的献祭就让他有活过来的机会？一群蠢货！都过去1000年了，连自己主子到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般若浑身凉透，愤怒到了极点，一股魔气将他死死摄住，让他动弹不得，更无法再自爆逃生。昆吹云，你和楚一侯的旧怨，本王可懒得管。你是天道的走狗，难道天道没告诉你吗？本王与他可有的是账还没有算清楚呢。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至少目前来说，咱们都要对付楚一侯。可笑！天道的狗东西怪放狗屁的，你这天道走狗就一嘴的屁话。1000年前，要不是他过河拆桥，本王会被困在这地底。我魔族恶毒邪恶，他天道道貌岸然，虚伪至极。他害怕楚一侯，怕是费尽心机都要他的命。1000年前，他不要脸到了那种地步，不还是没能杀了他吗？狂悖魔物，休要胡说八道！天道不过一念之忍，才给了他楚一侯一条生路罢了。他与他手下那些妖君，都是这世间蛀虫，死不足惜。你说楚一侯是蛀虫？当初要不是你吃光了1城的人族，他会来斩杀你。论起仇怨，本王和楚一侯之间还真没多大的仇。相反，他的存在对我们魔族来说还是好事呢。没有仇？哼，那另一位呢？你说天道忌惮楚一侯，你们魔族何尝不是忌惮那一位？否则当年你们作圣要与天道合谋，此番我愿将这烛龙妖丹送上，当做结盟的诚意。本王倒想知道你准备做什么呀？天道神君已替咱们铺好了路，接下来自然是送一出好戏给那楚一侯。朱寒龙就在城外，这场戏缺了他可不行啊。楚群收到韩龙的传信后，神色更加奇怪了。娇娇已经离开中心城了，不过他说不久前在城外感觉到自己妖丹的气息出现在了中心城内，他不能100%肯定妖丹的气息消失得太快。我记得他说过，
他的妖丹献祭给了天道。是啊，自从到了东篱开始，狗天道插手的越来越频繁了。如果韩农的感觉没错，那么这事儿就离谱了。有一只神秘大妖手持着烛龙妖丹，抓走了蛤蟆精。本该献祭给天道的妖丹，为何会出现在一只神秘大妖的手里？天道送的？那当年韩农他们的献祭算什么？天道忽悠他们玩的吗？楚群在心里也对木木道：我真的怀疑狗天道看我那么不顺眼，怎么会同意接受你们的献祭，给我一线生机的？我现在也怀疑的很，若是公平献祭，一物换一物了，换来主人你的魂息归来，倒也值了。可他为什么要阻拦主人你找到我们呢？他引导没人平入禁区给你陪葬也是，简直就是故意往狗屎心手里送一个对付主人你的筹码嘛。没有找到蛤蟆精，还冒出来了一只神秘大妖，局面越发扑朔迷离了。楚群传信给了韩农，让他别在城外逗留了，赶紧过来与他会合了再说。咱们先回镇上，赶紧把假祭品的事处理了。再耽误下去，我怕局面又要生变了。中心城里的那只魔我不算特别忌惮，但加上狗天道的话，敌明我暗的局面怕是要扭转了。别怕，以后有我。楚群失神地看着他的背影，一贯骚话满嘴跑的他，此刻竟不知说什么好了。天道吗？若天道待他不公，那便灭了这天。苍穹上骤然云雾翻腾，重重云障遮住了天光，似是在恐惧着什么。帝臣先走一步，那男人也察觉到了不对劲了。1个时辰内处理好镇上之事，即刻启程，不要耽误。楚琼直接去了马车上，一眼假寐，整理起这一路来的线索，冷香入鼻，他知道是云素进来了。表弟，你说帝臣葫芦里卖什么药啊？现在狗天道和狗屎魔一起发难，再腹背受敌的话，那就真是一锅乱炖了。不用管他。行啊，我信你。我在一日，帝臣绝不会与你为敌。听上去你和帝臣的关系非同一般啊。云素这一次没有再闪躲。解决完这一次的时候，我便告诉你。好。是不是又困了？有点。东篱这鬼地方，到底为什么总是让他犯困啊？天道那狗东西又想来他梦里搞事情，这狗东西是不是变态啊？今夜开始，咱们一起睡吧。啥？一起睡？自建枕席这么猛的吗？好呀好呀好呀，那尾巴是不是能借我当枕头啊？以进为退，觉得我会避着你啊？楚娟嘴角轻扯。楚然怎么办呀？你完全被表弟看穿了。楚群也纳闷了，这要换以前，表弟早把他丢出马车了。娘嘞，这狐狸的道行又长了，你再也不是那个经不起撩的纯情小表弟了。承蒙赐教，跑什么？我会吃了你。吃我估计你还是舍不得的，是吧？未必，太瘦了，养肥些再吃也不迟啊。表弟好狠的心呐。所以你要乖一点，楚轩。不听话，我一定会吃了你的。云素垂眸，盖住眼底的偏执野欲。楚群舌尖在上颚顶了顶，说不出身上哪有毛病，反正酥麻了一下。啊，表弟好酥，他天然撩是不是啊？我的小心肝扑通扑通的，好想让他放开主人你冲我来啊！在和那根小木头偷偷聊什么呢？木木说让你对他色色。主人您出卖我，人家才没有缠表弟呢。西西挺喜欢他的，交给西西好了。不可以！那小狐狸惯咬的咪咪，原本有些凝重的氛围被这么一巧合倒轻松了起来。楚群闹了一会儿后，的确也困了，他枕在云素的腿上，迷迷糊糊的就要睡过去了。睡吧。楚群困得睁不开眼，
睡梦中感觉有什么开过自己的唇，他下意识地舔了舔。药丹拿回去了吗？班上没有等到云素的回答，他彻底睡死了。云素垂眸看着他的唇，低头吻过他的唇，品尝着他的味道。胡伟将他卷入怀中，包裹在一团温暖之中。云素闭上眼，皱起了眉，克制地放过他的唇。又失败了呢，大概他想在你体内多待一会儿吧。胡色撩人，人不知，木木已经惊呆了。这是秘密，知道了吗？小木头。面具下的那双妖瞳化为了赤金色，神秘而威严。木木已然呆了。好家伙，表弟你真有两副面孔啊！你不会真缠主人的身子了吧？千雀过来通禀，云素没有叫醒楚群，只撩开了窗帘。启程便是，火速前往中心城。他说完，对后方的梅福归道：“你上来一趟。”哇，表弟偏心，我也要睡你大腿。放你祖宗出来，我有事与他讲。小表弟，找本丹王干嘛呀？你既是丹王，想来知道如何炼制清正丹吧？自然知道，你是想用清正丹破解魔气？这事儿可不容易。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呀，魔气已渗透进洞里的大江大河了，许多洞里百姓都食了沾染魔气的水，就连田里的农作物也是如此。我就算炼再多清正丹出来，也解不了燃眉之急。再者说了，清正丹须得引浩然正气，你看洞里这鬼地方，哪里还有浩然正气？我有啊。那这镜子里有浩然正气吧？你个龟儿，哪儿搞来的？这两面护心镜内藏有2滴精血，乃是修出浩然正气的大儒之血，应该能助你炼出清正丹。你只需将此丹炼出来，如何破局，我自有法子。品级呢？你是丹王，想来炼制出7品以上的丹药，不在话下吧？7品丹药能引动天象，连雷劫都能招来，说炼就能炼。要的便是引动天象，不然找你这丹王做什么呀？云素手附在楚群脸侧，细看的话，一直有一层淡淡的灵气环绕在楚群身周，将一切嘈杂之音隔绝在外。你若不炼，那便等他炼吧。7品丹药而已，算个啥？还用不着他出手。云素看了他一眼，抬手丢了一样东西给梅福归。什么东西啊？神农鼎！我的亲娘嘞！神农鼎怎么会在你手里？炼出清正丹，神农鼎归你，不会让你吃亏的。不成。表弟，你是不是没把我当自己人啊？咱们是铁三角，帮你和小群群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我老祖和小群群更是生死之交，咱们之间的情谊用得着这什么破鼎吗？龟儿啊，这神农鼎啊，破鼎2字大可不必。云素看着梅福归，不管从任何方面来说，这小子在他面前只能算是个小辈。他一路走来孤单惯了，有许多忠心的下属，有避不掉的责任重担，但要说朋友却寥寥无几。梅福贵，我并非真的云素，并非你的表弟。你说出来干嘛呀？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知我并非真的云素，你还想着当我表哥啊？不怕是我杀了你真的表弟？你要真滥杀无辜了，小群群才不会和你做朋友呢。反正我认识的表弟是你。你是不是嫌我给你们拖后腿了？不想被甩下，那就努力奋起直追吧。我和楚群不会在原地等你，你要学着跑快一些。云素眼眸渐渐化为赤金色，他抬起手，十指指尖触在梅福归的眉心，金光如豆，有什么钻进了梅福归的眉心中。带上神农鼎下去吧。我就知道表弟心里是有我的，老祖你听到了吧？他心里是有我这个表哥的。啊，听到了，你给老子消停点儿，拱得像条蛆似的。那他摸我额头那一下是做什么呀？我感觉啊，我脑子好像一下就变聪明了。是赐福，这龟儿运气是真好啊。啥玩意儿？
反正你小子走了天大的狗屎运了。这表弟也太神秘了吧！他不但有神农鼎，还能给人赐福啊！他到底什么来头啊？赐福和祝福有啥区别啊？我也没感觉我修为长进了呀。没中那龟儿是怎么叫儿子的？为何梅福贵这小子蠢钝如猪？这赐福是有讲究的，此人要么有大功德，要么得许多人信仰。就说东篱信奉的山川之主藏龟，他能为自己的属民赐福，但却赐福不了别的人。可云素，你不是他信徒吧？他刚刚给你福鼎赐福，赐你的可是气运。这世间最难求的就是气运，谁不想成为气运之子呀？表弟那么牛的吗？不信你就练几路丹试试，看看是不是百练百赢。你小子这回真是傍上金大腿了。那可是妖皇赐福啊！算了，有没有？这年头给女魔头当小弟的福利这么好吗？他现在就和楚军搞好关系还来得及吗？好羡慕，好想要啊！耳畔响起了云素的传音。赵家楼率北原妖族前来驰援，困住东篱全境，不得放一人离开。主君竟然准备调动北原潜伏的力量，看来东篱的局面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啊！也不知主君的另一具分身去做什么了。帝神，你到底是谁啊？本君会以魂火助你暂时掌回朱雀羽，你的力量能拿回过去的8成。作为交换，你要拿命护住朱寒诺。只有凤凰一族的涅槃火才能助我重新长出朱雀羽，你的魂火怎么可能？朱雀话还没有说完，帝臣掌心燃出了一团金色的魂火，他目光骤然呆滞。从那团魂火中，朱雀感觉到了一种可怕的气息，古老神秘，难以窥视，像是从远古洪荒而来的气息，凌驾于血脉与灵魂之上。他身体颤抖，不受控制地跪了下去。当那团金火落于他灵台中后，分筋错骨般的疼痛传来，与之同时是一股强悍无比的力量，几乎要撑爆他的肉身。魂火入体的刹那，他看到了地上的真身神影，这个男人分明是……你是妖皇？你居然是妖皇啊！去守着朱寒诺，莫要废话。你是妖皇，也就是说小傻仙是1000年前你和死丫头一起生的？好家伙，楚军那死丫头当年没烧你的尾巴，她直接把你给睡了吗？不愧是你呀，死丫头，不愧是你，睡了妖皇不说，还生了崽儿，还让妖皇单身父亲养崽7年，这到底当年发生了什么呀？魔技悄然降临，形成魔障，挡住了韩农和南枝的去路。韩农都来不及提醒南枝，小豹子就从他身边消失不见了。我去！在他前方出现了一道高大的身影，男人半身赤裸，古铜色的肌肤，无一不充斥着野性与美。啊！站在他前方的男人赫然是藏龟的模样。你们当魔的是不是只会这种下三滥招数？变出藏龟的幻象来，我就会手软不杀。主人，我这就来帮你。南枝化为本体，成了一只巨大的黑豹，朝着韩农直扑而来。韩农白眼都要翻上天了。这狗屎魔的障眼法玩的还真够溜的。韩农左右开弓，一边对敌假藏龟，一边对付南枝。巨大的火鸟振翅而来，朱雀火中带着惊艳，带着令人心悸的气息。朱雀！他不甘心地看了眼被困在魔掌中的韩农，身影消失于黑暗中。朱雀，你怎么会过来？你的鸟毛长回来了？局势有变，云族让我来保护你。楚群又做梦了，不是噩梦，胜似噩梦。梦里他居然和一个男人在。梦中，楚群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是分裂开的，他能清晰认识到自己是在做梦，可梦里的他自己，哇，何等的孽畜妖精，又主动又殷切，搂着男人的脖子，那叫个所求无度啊！奇怪的是，任他怎么看都看不清男人的脸，那种欢愉感没有强迫和不情愿存在，他甚至能感觉到
自己对这个男人是有感情的，这就离谱。梦境混乱，脸红心跳的画面让楚群都有点麻了。从一开始的他占据主动，到后面他全然被动，对方像是化身成了野兽，带着要将他拆骨入腹的凶狠。他求饶想跑，被抓着脚踝又拽了回去，一次又一次。恍惚间他听到男人在笑，对方贴在他的耳畔，唇描摹着他的耳廓。他笑他，小姐，他唤他，楚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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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群猛地睁开眼，又梦魇了。云素皱起眉，他在整个洞里布下了阵法，隔绝了天道的窥视，应该不会再影响到他才对呀。对，噩梦，超级大噩梦。你脸怎么那么红啊？楚群个哆嗦，下意识闪避，眼神惊恐。楚群，发生什么了？你别瞒着我。我说还不成吗？表弟，你现在翅膀硬了，动不动就凶我。少插科打诨。好吧，现在你是云，硬翅膀表弟素，我惹不起你。就一个平平无奇的梦而已。在梦里，我与一个男人深入交流了一下人族存亡大事。他眸子眯了起来。什么？你梦到的男人是谁？这是重点吗？哎呀！小奶音传来。哥哥，你又在偷吃姐姐嘴里的糖了吗？你好好反省。姐姐干坏事了吗？香香哥哥闻上去酸酸的。酸？大概他没洗澡？怎么不和大彪他们一起玩了？大彪叔叔他们骑马嘛，硌得宝宝屁屁疼。姐姐，宝宝想和小星星一起玩。小星星？你是说摩罗星？对啊，可以吗，姐姐？楚群沉吟了会儿，让摩罗星从影子里滚了出来。去玩吧，他要是欺负你，就咬他。好的呀。小傻西，你是不是把屎拉裤裆里了？怎么那么臭啊？胡说，宝宝1000岁了，才没有把粑粑拉裤子里呢，坏星星。我是看在大狗狗的面子上，才把你收成小弟的呀。以后你要叫我大哥。行，大哥。大狗狗，你说要教宝宝厉害的本事，可以帮到姐姐，现在可以开始教了。小主人血脉贵不可言，你拥有无穷无尽的潜力。第一课，奴就教小主人吃东西好了。吃东西？是吃糖豆豆吗？小傻西眼睛一亮。是比糖豆豆好吃多了的东西。小主人觉得摩罗星闻着可美味。影子，你……他的声音被力量锁住，咆哮不出。影狗，你当个人吧！宝宝吃掉它的话，它不就死翘翘了吗？吐出来就好了，它不会死的。虽然过程里它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受，不过小主人放心，星星坚强，不怕困难。可去你的坚强星星，不怕困难，老子怕的要死！影狗，你是真的狗？你堵老子嘴不说，你还控制老子身子。可是星星看上去好像快哭了耶。那是感动。啊？他迫不及待想为小主子效命了。影狗，我去！宝宝会努力的，星星，你跑快点啊！宝宝会努力抓到你，然后吃掉你的。去你的可爱，去你的奶萌，越可爱越要命。他就知道那女魔头和死妖皇生出来的崽绝对不是什么良善的货。楚群看着韩浓的传信纸鸢，陷入了沉思。表弟还真是面面俱到哎，我还以为他只安排了老梅那边呢。我觉得表弟来头还不是一般的大，他居然给福贵赐福了，他该不会和大龟龟一样也有功德供奉在身吧？楚群猛地起身，云素，睡觉，又偷偷对我好，偷偷帮我出力，傻子才默默付出，你知不知道？
那双梧桐下聚起笑意。好。云素自然而然地搂住他的腰。知道了，楚群。楚群呼吸微滞，从未有一人念他的名字如念情话，如述情语。以后不许瞒着我，要主动汇报，学着邀功请赏。赏什么？云素视线滑落到他的唇上，楚群咽了口唾沫。赏你一顿毒打。不是要睡觉吗？这个姿势着实不太舒服，老费腰了。尾巴给你，老实一些。其实我也不是时时刻刻都那么缠尾巴的，不过不摸白不摸。朱雀是你叫去中心城的？韩农和他又入城了，你有什么计划？帮你提前布置一下罢了。你醒来后应该会做差不多的事，带走蛤蟆精的神秘大妖的身份我已知晓。是什么来头？鲲鹏，那只鲲鹏身上死气盘布，却又沾染着天道的气息。阿楚知道了吗？阿楚知道我变成蛤蟆精了是吗？对不起，阿楚，对不起。放心，楚楚什么都知道，他会来救咱们的。狗天道把你塞进蛤蟆的身体，又暗中使坏，想引导楚楚杀你。楚楚从白夜口中听说了你的事儿，料到你被抓住了，我是归进来通风报信的。五阴魔王，被我说中了吧？这长虫和朱雀果然是别有居心。草率了，在本魔王面前耍心眼，你们还乐掉？本尊正愁该如何让他对我深信不疑呢？既然他觉得蛤蟆精才是孔雀搬入，那这件事情就再好不过了。死扁毛畜生，你想做什么？哼，你们就等着给楚一豪陪葬吧。上你这死鸟放风，你竟然没注意到那狗屎魔和狗屎鸟在偷听，这下完了，楚楚他们危险了。就朱雀你这狗德行，也想和我并称卧龙凤雏，你也配？般若呼吸骤然缩紧，当年他俩定下了一句行动暗语卧龙凤雏，但凡韩农提起那句暗语，说明他又要开始阴人了。五阴魔和昆垂云以为自己技高一筹，看破了韩农和朱雀的算计，殊不知黑毛精这是恶妖啊！镇外水源被人放了邪气，饮水者皆变异妖化，被妖化者所伤便会长出黑毛，形同精怪。荒谬！荒谬！此乃事实。大祭司怀疑我说谎，那就问问你东篱之民好了。尔等指天立誓，如实作答。若有虚假，天诛地灭，不得好死。我等皆敢立誓，楚群郡主所言确凿。的确是有邪魔作乱，把普通百姓变成了妖啊！我们都被骗了，那些被抓去祭祀的并非妖族，而是百姓啊！我们成了刽子手了。是真是假，世子爷出手便知。谭谭有手敷在楚明轩的头顶，下一刻抽泣声连连响起。只见楚明轩身上的黑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为缕缕黑气，消失不见。他那张宛如被几十个女妖精给轮了的惨白俊脸暴露在了众人的眼前。这不可能！大祭司被邪魔附体了！所有人都惊惧地朝四面散开，只有楚群立在原地未动，他直勾勾地盯着大祭司。哟，这么轻易就露面了，你还挺敞亮的。五阴魔附体于大祭司身上。不愧是你，不愧是人族天骄啊！就算你识破了本王的阴谋，又怎样？你能救一人，还能救得了整个东篱吗？砰的一声，大祭司的身体炸成了血雾，而五阴魔的声音还在东篱的上空响彻。你既要斗，本王陪你斗到底。这满城东篱之民，我看你能救多少？楚群，你可得快点！要是完了，你最珍贵的朋友，可就是本王的腹中之物了。楚群纹丝不动，骤然一道道光柱拔地而起，在高空交织成一点，化为一道光牢，笼罩住整个中心城。这光牢是怎么回事啊？
哼，还能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主君的存在了？很好，除了个别人，剩下的都不是孬种。摩罗心，你跟着谭太优一起。魔能吞噬魔，这一次我给你机会进步。摩罗心眸光大亮，宝宝也要去。西西一蹦就骑到了摩罗心的脖子上。你屁娃子，你够了！把老子吃了又吐出来无数次，老子都被你吃虚了。好不容易能进补了，你还来抢，狗嘴里抢饭，你丧不丧良心啊？好，他也想看看影子偷偷摸摸教了小傻戏什么东西。老臣恭迎世子回归东篱。是吗？大祭司真希望本世子回来。梦离奉你之命来迎接，却以下犯上，妄图造反，不知是不是大祭司你的意思啊？世子明鉴，老臣绝无造反之心呐。梦离是山主最虔诚的信徒，他定不会做叛逆之事，除非有人对山主不敬，对山主不敬者都该死啊！说得对，对山主不敬，该杀该死。要不是山主显灵，只怕这一次咱们都要惨遭邪魔毒手。澹台世子不愧是山主亲自点名的传人，有你在一日，定能保东篱无恙。山主亲自点名的传人，本祭司怎么不知？话说你又是何人？你管我是谁？横竖比你高贵，世子爷贵为东篱未来之主，山主托梦于他，钦点他为传人，还能有假？你这老头好生奇怪，既是东篱之臣，自家少主成了山主传人，你不高兴反而还质疑，是何道理啊？山主传人何其重要，正因为事关世子爷，所以才马虎不得。此乃我东篱内务，你是何人？凭什么插嘴？东篱内务？东篱难道不是中州之属地吗？怎么，东篱王是要另立山头了？大祭司慎言为好，这位是楚群郡主，中州皇族。原来是郡主大驾，方才是老臣失礼了。你不但失礼，你还失责。来人呐，把三皇子殿下抬上来。中心城已成魔窟，楚群和云素直奔祭司府而去。阿楚，阿楚，般若。蛤蟆精朝楚群狂奔而来，张开双臂就要拥住他。阿楚，我终于找到你了，阿楚。对不起。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把蛤蟆精扇飞到了墙上。楚一豪，你难道本尊暴露了？般若，我的若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这手，我这剑手怎么就控制不住啊？我也不想的，若若，可是我一看到蛤蟆我就条件反射，我就害怕。你伤着没有？昆春云惊疑不定，死死盯着他，没吭声。若若，你是气我刚刚伤了你吗？我让你打回来好不好？阿楚，我怎会舍得伤你？若若，我的好若若，若若，你嘴里怎么那么臭啊？我知道，定是那狗天道害你如此的，对不对？他不但把你变成蛤蟆精，还让你张嘴就臭不可闻。他想让所有人都厌恶你，恶心你。阿楚，咱们快去救韩农他们。昆春云忍着就地斩杀了楚群的冲动，装成着急的模样，只想将他赶紧引入地宫禁区。娇娇怎么了？他为了救我，困在了禁区内，无法脱身。咱们抓紧时间，晚了他恐有危险。若若，你带路。他是……昆春云还是朝云素看了一眼。他是表弟，老梅家的亲戚。老梅是谁呀？昆春云佯装认识的点了点头，全然不知自己已漏洞百出。你拿好权杖，一会儿他会护你周全的。想想表弟救我狗命，表弟委屈委巴，事后补偿，忍着。这贱人，你朋友都要死了，
你现在还有精力跟小白脸眉目传情，你侬我侬。阿楚，咱们不下去吗？我去开道。表弟，若若是我的命，你绝不能让她被伤得一丝一毫，知道吗？主人快跑！表弟好强的杀气啊！楚群脚底抹腰，跑得不要太快。楚群，昆锤云那个蠢货，被楚一号和妖皇杀得团团转也不自知。那狐狸已经取回一条尾巴了不成？明明他的本体在城主府，怎么楚一号身边的这具身子也是本体？昆锤云，要怪就怪你自己蠢，可不是本王过河拆桥。若若，韩农真被关在这里面吗？怎么没人啊？难不成被转移了？昆锤云也愣住了。怎么回事？武阴魔那老狗不是说在这里设下了阵法了，只等楚一侯这贱人一进来就会入魔吗？怎么他和云素都还神志清醒？楚主小心，快杀了这蛤蟆精，它是假的。不可能，那条烛龙不可能逃出来才对。眼前这个韩农是武阴魔，你过河拆桥！就是现在，动手！少女的手臂已穿腹而入，在她体内搅动翻找着什么。楚群径直盯着她的眼睛，勾唇笑了起来。找到了，在她掌中赫然握着一枚妖丹，烛龙妖丹。该死！武阴魔的分身炸成黑雾，远遁到10米外。你们早就知道了，朱汉农就是故意送上门的。昆锤云，你这个蠢货！狗屁天道给了你指令，你家天道把鲲鹏骨还给了你，怎么不顺带把脑子也还你啊？武阴魔不敢再久留，转身就逃。楚群也不急着去追，他逆向已经被扎成筛子的昆锤云。不愧是狗天道的爱宠，当初我拔了你一身骨头，将你碎尸万段，竟然还能活下来。不过你家狗主子的手艺不行啊，瞧瞧你这身体缝补的。你别以为你赢定了，你赢不了天道，你会死，你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你咬嘴胖臭，天道是把你从粪池里捞出来的吗？天道既把烛龙妖丹和鲲鹏骨都给你了，般若的肉身呢？哼，肉身啊，你是说你费心为他打造的那具冥王身？那肉身不管是享用起来还是吃起来都异常美味呢。这样啊，那你就没什么用了。顷刻间，昆锤云就成了个血人。我替你动手，他血脏。楚群看向他，勾唇笑。他的骨头我有用。云素嗯了声，他的整条脊骨都被云素给抽了出来。鲲鹏骨乃天地至宝，更蕴含了鲲鹏一族的神通。默默，这扁毛畜生先交给你了。我说狗屎魔啊，看了这么久的戏该出来了吧？还真准备让我们去找你不成？输给你二人不亏。不过你别忘了，本王手上可还有3个人质呢，咱们何不坐下来好好谈谈呢？谈？有什么好谈的？你不就是想让我把你身上的封印解开吗？武阴魔正欲开口。没问题啊。武阴魔的本体出现在了楚群和云素眼前，与之同时还有3道身影。当看到般若的刹那，楚群眼神激荡了下。不能让阿楚看见，不能。楚群心里一涩，他把视线从般若身上挪开。那一瞬，般若松了口气，却又怅然若失。你最好别和本王耍花招。若你当真愿替本王解开封印，本王保证定与你携手对付天道，助你荡平心中怨恨。若你敢耍花招，本王就先杀了你的挚友季奇。少废话，我替你解开封印没问题，先放人。你当本王是傻子吗？放了人，你反悔还不简单啊？本王势单力孤，可比不过你人多势众。简单，先放2个人总行了吧？
好歹是一个魔王，我给你留个人质，算是卖你个脸面。别挑战我的耐心，大不了鱼死网破。我和表弟联手，未必强杀不了你。武阴魔沉默，他能感觉到地面上的局面已被控制住。这会儿的摩罗星不在他身边，妖皇分身地尘也在城主府，再耽误下去，局面只会对自己不利。可以，但本王要留下竹寒农。好。寒农倒是一脸无所谓，朱雀愕然地看着他，般若却在不断地摇头。现在将他换回去根本就是浪费名额，应该让小长虫回去才对。别矫情，这次我不和你争风吃醋，你麻溜快点。般若对上了那双微微泛红的眼眸，他下意识地想要推开楚群。傻弱弱，不管变成什么样，你永远是最好的般若。抱歉，让你久等了。般若想抱住楚群不撒手，可现在不是时候。替我照顾好般若，这一次你能做到吧？朱雀怔了下，血液几乎逆流，他用力点头，哪怕是死，他也不会让般若出事儿。他要赎罪，他终于肯给他机会赎罪了。哼，人已经给你了，还不快来拔剑？这就来，大爷你别急呀。到底谁是魔呀？楚群大步朝武阴魔走去，看也不看旁边被捆绑着的寒农。他手握在古剑之上，握住的那一刹，他竟感觉脊骨发痛，好像是回到了1000年前自己死前的那一刻般。对，想起来了，被拔掉脊骨时，他好像还有一口气儿在呢。我要拔剑了，武阴魔，你可要准备好。准备好。城主府，城中未被引走的妖化百姓悉数被带来了此处。帝臣设下阵法，在中心处坐镇。梅富贵，立刻接单，其他人速速退开。梅富贵放出神农鼎，灵火大作，无数灵液在炉鼎内翻滚，逐渐凝结成一颗金色元丹，浩然正气涤荡于天地之间，一层又一层的丹韵叠加在金丹之上，金光熠熠。你到底行不行啊？这么久功夫，母猪下崽都下10个了，你才挤了个头出来。6重丹韵，6品。这练屎的竟能练出6品丹，他是丹王转世不成？梅富贵不是才100阶吗？见鬼了，他不是要练6重丹，他准备冲第7重。7重灵丹配得上一个神字，可引发天象了，引出丹劫了。梅富贵脸色煞白，美人瓶的神魂现在就附在他体内。不行，我灵气不够了。帝臣出现在他身后，摒除杂念，速速接丹。磅礴灵力如海潮涌来，他催发出的灵火骤然变烈，轰隆一声巨响。当第7重丹韵出现在金丹上时，众人听到了苍穹上的雷鸣，天上风云诡谲，乌黑雷云乍现，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拨开了云雾，紫色雷霆如长龙穿梭。清正神丹现世的刹那，帝臣的声音骤然响起：封神听令，血丹破天。罡风卷起，将清正丹引入半空之中。可是这是要做什么？与之同时，地宫之下，楚群，他用力拔出了武阴魔身上的古剑。楚群身上暗影滔天，影子化为利刃，破开寒农身上的束缚。一切都在眨眼间发生，快到让武阴魔都反应不及。千年了，1000年啊！本王的封印终于解开了。属于武阴魔的魔王本体想要降临人世，比之前更显汹涌的魔气拔地而起。四方土神听令，地裂。上方地面骤然裂开，强光骤然刺入。武阴魔愕然地抬起头，他看到了自己头顶正上方悬浮着的那枚7重神丹，也看到了神丹之上的苍穹。风起云涌，劫云浩动，拔地而起的魔气像成了某种催化剂，将本就蠢蠢欲动的雷云刺激得发狂。原本银色的雷霆骤然变成了骇人的紫雷，紫雷劫为天罚。雷电轰鸣之中，他痛苦怨恨的声音响彻于天地之间。你们竟敢耍弄本王！你们竟敢！
雷惊电绕，紫色奔雷如一把把利剑，苍穹上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以雷霆为剑劈向地底。黑色魔气冲天而起，不断抗击着雷劫。你们以为引出天罚就能灭了本王？做梦！武一魔一步步朝楚群他们走过去，即便身体已被劈得焦黑，魔血四溅。本王就算拼得重伤，也要先灭了你们！魔气嚎啕，他歇斯底里的怒吼。到头来，楚群一行人看都没看他一眼。还差一点。狗天道是真不够意思，魔王都要现世了，他还藏着掖着的。你到底行不行啊？这么久功夫，母猪下崽都下10个了，你才挤了个头出来。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令自己灵魂都在颤抖。苍穹上，劫云也感觉到了什么，紫色奔雷变得更加密集。看来得帮你这狗屎魔加点料啊！那个女人来自深渊，深渊啊，可以毁灭一切的深渊。那一瞬，武阴魔的双眼被黑暗笼罩，变得漆黑一片。在他的神识之中出现了一个黑洞，恍惚间，他窥见了深渊内的一道身影，古老、诡异、可怕，像是深渊所化的本体。在那身影之下的血海中，藏着一双双眼睛，那些眼睛闭着，唯有一双是睁开着的，化为影子盘踞在那道身影之旁，像是一条大黑狗。而那道血色身影宛如一个女子，她于黑洞中慢慢的回头。武阴魔看到的是影子的记忆，他看到了深渊的本体，那本体与楚群的身影何其相似。深渊的气息在他身上蔓延，惊动了天罚，紫雷如瀑冲刷而下。那一刹，苍穹上像是出现了一只眼，劫云盘踞成眼的模样。那只眼惊恐无比地看着下界。深渊的气息出现了，深渊的气息怎会出现？来了。深陷雷霆瀑布的武阴魔终于知道楚群他们在等什么了。疯子，楚妖和妖皇都是疯子。他们竟是以他为诱饵，故意打开封印，让他本体降临人间，从而引出天罚。他们是想将天道引出来。这两个疯子，他们是要弑天之眼。武阴魔已顾不上楚群他们要做什么了，他只想逃回魔界，再也不出现了。他知道天道为何非要灭楚群不可了。那个女人来自深渊，深渊啊，可以毁灭一切的深渊。这瞎眼老狗也配称为天？哼，城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啊？这是天罚呀，怎么会降下天罚呢？先前出现的分明是丹劫，为何会变成天罚？中心城下方的那些不祥黑气又是怎么回事啊？天道诛邪，天道这是在帮我们是不是啊？谭太瑶窥视着苍天，看到了那双眼，他眼睛骤然刺痛，流下了血泪。他猛地闭上眼。不，天道不是在帮我们，天道想灭了东篱，他是想灭了咱们所有人。这怎么可能？东篱何辜？天道不是庇佑众生的吗？怎会对东篱众生起杀意啊？哼，天道庇佑众生，笑死！说他真的庇佑你们，假山主怎么来的？从一开始，你们东篱就是天道的放逐之地，所谓的天道不过是睁眼瞎罢了。摩罗星嗤笑着，仰头看着苍穹上的劫云之眼。嘿，他害怕了呀！原来他也会害怕。既然这么怕，做甚要去惹那两个疯子呢？谭太优听到了摩罗星的嘀咕，他能猜到两个疯子之一是楚群。那么另一个呢？难道是帝臣？他们到底是要做什么？嘿嘿，大概是要报仇吧。终于开眼了吗？你欺我妖君，辱我挚友，世人尊你为天道，你这瞎眼老狗也配称为天？哼，他想当真眼瞎，咱们就让他真瞎。汉农抓起如死狗一般的昆锤云，将他丢给般若。般若狞笑着，迎着劫云之眼，当着狗老天的面撕裂了昆锤云的身手。你天道辱我，欺我，害我挚友，今日我就以你爱宠祭旗。
妖君奔入，请战！妖君寒浓，请战！妖君奔入，请战！妖君寒浓，请战！妖君嬷嬷，请战！东里之地卷起疾风，无数光团冲天而起。妖君藏龟，请战！诸君，随我杀！我未曾祸这苍生，未曾害这社稷，然你天道不公，视我如洪水猛兽，独留恶意。耳既眼瞎，今日我便废你此眼，看你如何窥，如何视，如何高坐云端，世间万物。劫云之眼暴怒，无数雷霆对准楚群等人的方向劈来，似要毁灭万物。那天雷如破釜，要将山河破碎。城主府的方向，帝臣手中出现了一把断剑，剑气纵横，带着要剿灭一切的杀机。帝臣手在剑柄上用力一推，剑气如长虹破天而去，斩向了天道落下的第一道雷霆。楚群看着突然出现的七杀断剑，眸光一闪，楚群，持剑。楚群一把握住七杀剑，七杀剑在他手里挣扎了一瞬，就发出了愉悦的剑鸣声。寒浓，只听龙吟声响起，一条身披银鳞的烛龙出现在雷霆之中，一道身影立在龙首之上，少女飞衣猎猎，血眸嫣红，以妖皇之名号令皇天后土，封禁此间。楚一侯为剑，地归兰为盾，前者灭你生机，后者断你退路。万千雷云大作，劫云之眼惊怒，逃无可逃，避无可避。少女乘龙上九天，一剑破天门。楚群全力劈出一剑，七杀断剑发出巨大剑影，斩在劫云之眼中。烛龙冥王桃源，山川之力汇聚于剑气之上，漫天红雨落下，像是苍天血泪。楚群抬手，那枚度过了丹劫的清正丹出现在他掌中，他用力捏碎了清正丹。娇娇，引风来。寒浓吹出了一口龙息，风气卷起清正丹里的浩然正气，温柔地拂向东里各地。无数光团出现，攫取住一缕缕的浩然正气，将这些正气送入妖化百姓的体内。妖皇，吃了你，他又会吐吧？不要，我有药，我不会再与你们为敌了。这狐狸他不是妖皇，他不只是妖皇，你是……云素的手指落在他的眉心处，轻描淡写的触碰。武阴魔眼神呆滞，在他手下化为寸寸黑灰。好美。不及你。这是狗天道在哭吗？大概吧。那他哭起来还挺好看的。合作愉快啊，归兰。合作愉快，楚群。大战结束，魔王已除，天道已瞎。楚群这波也累得够呛，虽手缠云素的尾巴，楚群猛然惊醒，一把将云素推开，转身跑开。啊，表弟你怎么老是忽冷忽热的呢？男人，你好难拿捏啊。若不让你欠着点，你会主动仰高？谁让你是个小渣女呢？楚一豪。我不管，以后我还是家里的大总管，钱得归我管啊。死孔雀，我之前让着你，不代表以后让啊。你可不许霸占楚楚不放。般若不听不听，只当寒浓是在王八念经。对不起啊。啊？我先前怀疑你来着。既然你诚心道歉，那我就原谅你好了。谁让你就是一条被宠坏的小长虫呢？山风轻扬，吹过两人身畔，一点光团飘摇在两人身侧，很快消失不见。斩天眼时，我好像生出了一种错觉，我飞得畅快极了，感觉天地间的风都在拖着我，就像藏龟在我身边似的。小藏吗？那时他好像也有这种感觉，他也回到了阿楚的身边。藏龟他又在什么地方呢？结束了。邪魔陷于东篱，假借山主之名荼毒百姓，天道庇护弃他们于不顾。醒来的百姓源源不断，不知是谁率先开口。我好像做了一场梦，梦里成龙上天了。我也是，
我还看到一个飞衣少女，手持断剑，乘龙破天。还有，你梦到了吗？那真的是梦吗？不是。谭太悠摇头，他乃窥天者，在那场梦里，伴随烛龙腾空而起的光团，是山川之主的力量。那一位的意识还在，他让所有东篱百姓见证了那场旷世之战。纵然天道不公，也有人挥剑斩天，讨一声公道。是他带人斩了天眼，庇护了东篱。白夜愣了下，反应过来他口中的他指的是谁。接下来的事你看着处置。大号下线，小号上线嘛。姐姐，郡主。谭太悠激动地走到他近前，就要跪下，一缕灵气突住他的膝盖。谭太悠抬眸，却见楚群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谭太世子，你做得很好。原来郡主倾囊相助。我没做什么呀，出力的是摩罗星和西西，还有你们自己。谭太悠感激地看着他怀里的小傻西，这个小家伙的确异常强大。还有那位叫摩罗星的少年，若非是他们，东篱百姓怕是要折损不少。魔气已除，剩下的事就由你这位世子爷去操办吧。我也要休息了。楚群狠狠夸奖了小傻西一番后，倒头就睡。云素进了房内，哥哥，姐姐好累的样子，我们出去吧，让她好好休息。我陪着她，你出去帮忙。啊，香香哥哥好狡猾！哎呀，宝宝吃多了，放臭屁屁了。云素哭笑不得，掐了风诀，驱散屋内的异味。吃什么了啊？魔豆的，嘎嘣脆，比糖豆还好吃。魔气，可有不舒服？没有，超好吃的。确定西西无事，云素也放下心来。出去玩吧，顺便消消食。香香哥哥是不是又想吃姐姐嘴里的糖糖？云素怔了怔，神色古怪。姐姐嘴里的糖那么好吃吗？你不能吃了。啊？为什么？小孩子吃牙齿会掉光的啊。不吃了，宝宝不吃姐姐的糖了。若若，阿楚，我身上脏。若若，刚打完架好累啊，别推我了。般若立刻抱紧他，啥也不管了。这才是我的好若若。哼，楚楚，你偏心！那剑魔把人家脸都划花了，疼死我了！你新给我买的花衣裳也弄破了，我不管，给我买新的。木木也不甘心了，一个拐棍嘟嘟嘟的蹦跶过去。啊！小木头，你瞎是不是？差点捅到我喉咙眼里去了。小长虫，你好烦啊！小木头怎么也这么不听话？三人一木头拱在一堆儿，欢声笑语，好不热闹。云素站在不远处，看着他身边的热闹，听着他发自内心的笑声，先前被推开的那丝不悦也淡了下去，不自觉地勾起唇。朱雀眼里带着羡慕，那是他无法融入的世界。让我回风妖湖吧。若若，我又把鲲鹏骨给你拔出来了，等着啊，我一定再替你打造一尊冥王身出来。般若想哭，可他眼下这具肉身压根没有眼泪。我能明白，他是他的若若，他是他的阿楚，他们曾是相伴最久的挚友，一同在楚王宫那个吃人的冰冷城池中长大，相互取暖，相互依偎，从弱小变得强大。我永远相信阿楚。表弟，快过来！般若看着他，总觉得很熟悉。若若，这是表弟龟。楚群声音忽然一顿，有点小私心的把那个名字咽了回去。就叫他云素吧。我的真名不愿让旁人知道吗？楚群。般若好奇的冲云素点了点头，云素颔首回以一礼。镇妖司的人快过来了，他们留在此地不太合适。楚群回过神来，点点头。若若，你和娇娇暂时去城外避避，待我处理完后面的事，接你们进城。哦，对了，梅人品也回来了哟。那家伙竟然也还活着。走吧。他二人离开后，楚群紧绷的背脊才松弛下来，
匀速在后方辅助了他。在他手里出现了一把缩小的古剑，他将古剑塞回楚群手里，这是他过去的脊骨。楚群看着古剑，抬头看向他，想说什么，最终只有笑意染上唇畔。他觉得自己和归兰间好像不用再去解释什么。剩下的事可以交给我，你睡会儿。不用，安抚完局面，我要睡上个3天3夜。好。尾巴借我当枕头。楚群说睡3天3夜，真是说到做到。这一次斩天之眼耗费了他太多神魂的力量，肉身的实力又与神魂力量差距太过悬殊，体内脏器内损不轻。他说是在睡觉，实际上是在炼化过去的脊骨。这些纹路怎会又长出来了？1000年前他的身体就是这样，因为频繁使用影子的力量，每次吞噬掉一些东西后，肉身上就会长出暗影魔纹。木木，我觉得我现在这具肉身不太对劲啊，这张脸越来越像我过去了。哎，还真是哎，我以前就觉得纳闷，虽说主人你现在用的这具肉身也是楚氏族人，可未免与你过去长得也太像了吧？以前只有6、7成相似，现在都有8成了。不止如此，下一刻他出现在城中一条漆黑巷子里，他头微微一偏，身影又回到屋内，暗影穿梭的力量也回来了，虽然用起来有点费劲儿。楚群神色怪异，这具身体越来越像我自己的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啊？高老大，咱们尊敬的主人，他和深渊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不该你知道的少问。高老大，你神通广大，身为小弟的我若然太弱，岂不丢了你的面子？你看，嘿嘿，你想要的一切，只有他能给你。拿你的忠诚来换吧。嘿，看来主人他的来头是真的不容小觑啊！用忠诚赌一个未来嘛，这买卖似乎也不亏啊。木木，上一次在王都禁区内给你的魔珠炼化完了吗？已经炼化完了。主人是想我分魂化形吗？你总待在我神魂里，不能和其他人说话，不觉得闷吗？闷倒是不闷，可分魂的话，主人你不是又要挨一刀啊？多大点事儿啊！现在蛟蛟龙的龙丹也拿回来了，般若的冥王身要重塑的话，还需得百鸟羽和凤凰真血。百鸟西林，你若不化形，怎么掌控世间之木？怎么帮我找漂亮的雀雀啊？知道了。不过分魂的话，咱们先把养魂泉找到吧。我记得大龟龟以前偷偷藏了一汪泉眼，分魂后主人你养魂泉附身，也能少遭些罪过吧。楚群嘴上嗯了2声，摸了摸自己的小腹。话说，表弟的妖丹怎么还在我身体里啊？呀，主人，表弟好像拿不回去妖丹呢。什么？真的，上次你睡着，表弟也试着要把妖丹拿回去，可是失败了。哎，表弟是真好啊！主人，你看他又纵容你摸尾巴，又惯着你的臭脾气，还帮咱们把蛟蛟龙的眼睛和龙鳞都给拿回来了。这等好药，世间难寻。主人，以我之见，你要不把它收了吧？收来干嘛？洗脚啊？捏脚暖床都成，反正我觉得表弟靠谱。你不要因为人家被老太婆扎过，就嫌弃人家身子不纯洁嘛，人家心灵美啊。我先去找表弟，顺道看看富贵儿和美人品。这一睁眼没瞧着表弟，心里还怪别扭的。妹妹，你不要摸人家屁股嘛。珊珊，这臭豆腐胖臭啊！让他俩继续睡吧。打完架了，那男牛啥时候给俺安排？安排，一会儿就给你安排。牛大花，你少跟着富贵学啊！当年多纯真一头牛啊，瞧瞧现在什么样，一天天的就知道想美男牛。瞧见表弟了吗？去哪儿？真是把表弟放在心尖尖上了呀！一醒来就找他呀？那是，表弟真绝色，不想他我想你呀，小周周。周兴打了个寒战，连连摇头。胡大彪道：表弟一大早就跟千雀统领出门了，不知去哪儿了。
出去了。国师呢？闭关呢。东篱中心城里居然也有一家13楼。楚群是真没想到，韩农开个妓院还开出分号来了。败家子的钱好赚啊！再说这种地方打听消息，隐藏身份都方便得很。阿楚好像有哪里不同了。还真是。楚楚，你的模样好像越来越像过去了。楚群嗯了声，与他们大致说了下自己身上的古怪情况。影子的由来一直是个谜，横竖他也不会伤我，暂且先不管吧。现在先得把木木和般若的事情解决了。养魂泉在什么地方？娇娇你知道吗？那玩意儿啊，就在谭台家人手里。我记得藏龟是把那东西赐给谭台氏了。说起来，有件东西该还给楚楚你了。楚群眨了眨眼，感觉到变色之力的回归，下意识摸了下右耳处的耳坠。这耳坠虽然漂亮，也配楚楚你的很，不过还是还给表弟为好，不然他可就太亏了，又送你妖丹，又送你变色之力的。这狐狸啊，出钱出力，卖身卖心的，哎，也不知道他图个啥呀。他把自己的变色之力给我了。是啊，表弟这狐吧，脾气怪，冷冰冰，瞧着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内心呀，真是火热又滚烫。虽不知道他是怎么瞒过你的，不过上次我趁他不备，偷偷连通了他的视野，看到他眼中所见皆是黑白，就知道他把自己的变色之力给你了。后面小木头又告诉我，他还把妖丹也给了你了。楚楚啊，这等好狐，过着这村啊就没这店了，不收了他，你很难收场啊。我先回去了。楚群匆匆跑了，韩农啧啧了好几声，偏头对上了般若诧异的目光。你那是什么眼神啊？你不是最爱拈酸吃醋吗？我还最爱给楚楚找美男妖暖床呢。表弟很好。唉，那狐狸好到我都想把它收了。韩农唉声叹气，低头喝了口茶，猛地吐了出来。呸！烫！奇怪，刚刚这茶明明不烫的呀，是不是死孔雀？你动的手脚？我没有。一团光团从屋子里默默飘走，无人察觉。阿楚的狐狸还是这么情有独钟吗？你想什么呢？图灵？你说楚楚最后收的那个妖君，我记得他是一条秃尾巴狐啊，他怎么了？般若想了会儿，又摇了摇头。图灵的名字是楚群给第8妖君取的，准确来说，他一直叫对方为秃灵，外号小秃。般若也说不上来，就是看到云素时，他总会想起小秃。但小秃的尾巴是秃的，实力也没那么强，关键是还很丑，丑的和他现在不相上下。伤着了？伤是不可能伤着的，剑柄对的肚子又不是箭头。没，这年头剑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抬起头对上了那双眼，幽深清冷，眉宇紧蹙着。表弟该不会是你儿子吧？你是真敢想啊！不可能吧，帝臣是人，表弟是狐，再说这年纪也对不上啊，表弟是他爹还差不多。帝臣是不是人还真不好说呢。帝臣想到之前曾答应过他，待此事结束便告诉他自己的身份，正要开口之际，楚群将他的手推开，虽还是笑眯眯的，但帝臣却感觉到了嫌弃。他非常嫌弃帝臣，面对云素时他可不是这样的。云素很快会回来。说完召回七杀剑，转头就走。楚群揉着肚子，纳闷地盯着帝臣的背影。这男人怪怪的呢。云素，表弟！拳头好勇，刚和国师卿卿我我完，现在就去找表弟。啊，这到底谁绿了谁呀？妖皇陛下有点累呀。云素看着一阵风般刮到自己近前的少女，眼神有片刻的恍惚，像是还没从国师的状态切换回表弟。不许说话，跟我回房，我要好好收拾你。
楚群气势汹汹，拉着云素径直从一群吃瓜群众面前经过。归兰，你好样的，非常好，藏得够深啊，连我都瞒过了。他知道了？难道是因为刚刚以帝臣的身份与他太过接近？楚群，你生气了？你说呢？告诉过你多少次，默默付出会吃亏，你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把自己的变色之力给我，你这狐狸当得真够大方的。原来他知道的是这个呀。哦，知道了。那双眼里藏着笑意。说正经的，不许和我插科打诨。一贯插科打诨的好像都是他呢。只是暂时将变色之力借给你，不用有负担。要但你也说只借我3天。他有自己的想法，不愿意回来。哪来那么多想法？都跟你尾巴学的？这么不听话，该打！云素嗯了声，胡卫出现，卷住楚群的腰，轻轻一拽，他顺势被他拽进怀里，迎面坐在了他腿上，鼻尖险险地撞上了他的鼻尖，四目相对。你干什么？他不听话呀，给你机会教训他呢。楚群没绷住，笑出了声，正要说什么时，他身体猛地颤了一下，背后窜起剧烈的灼烧感，并不痛，却格外难受。怎么了？楚群，我的背。他能感觉到是背上的暗影魔纹在躁动，暗影魔纹居然不受控制，想要破体而出似的，宛如一只恶兽嗅到了血液的腥甜，拼命想要挣脱他肉身的束缚，去吞食饱腹。很难受吗？不是难受，就是……楚群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烧灼感并未在肉体上作用出疼痛，更多的是一种灼心，像是蚂蚁在热锅上一般的焦灼、紧迫与难耐，就像是毒瘾发作了一般。让我看看你的背。楚群啊了一声，抬头看着他，只在那双眼里看到了紧张和肃重。那我脱了。抱紧我。冷风扫过背脊，微微泛凉，惊起战栗。他手探了过去，即刻被那暗影缠住，像是带着小锯齿的鱼儿咬在了手上，又像是出生的奶猫用乳牙咬着他的指腹。暗影中带着一股不可抗力，拉拽着他的手附在了楚群的背上，手指顺着他的颈部，沿着背脊一路下滑至腰线下。楚群呼吸猛地一滞，本是替他查探身体可有异状，情况却陡转成旖旎。楚群呼吸略显急促了一些，血背微微起伏，他垂眸将美景一览无余。那些暗影魔纹有一种异域妖异之美，牵着他的手摸索在他的背上，手指落在他的腰窝处，楚群又抖了2下，一种极端的羞耻感充斥着脑海。好家伙，元素平时销魂瘾发作，我给他摸尾巴时，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啊？有点羞耻，又爽得起飞，关键还停不下来呀。他手一不动，背脊上又开始火烧火燎的。你背后的引魂有些奇怪，我试着用妖力帮你缓解一下。那你试试吧。妖力凝于指尖，点在他背脊上。刚刚那一下，他一整个头脑空白，头皮发麻，脚趾头都抠紧了。元素抵抗着暗影的拉拽，将手挪开他的背。痛？不是痛。元素眉头越皱越紧，他手刚挪开，那暗影又开始拽了，不依不饶的想要将他的手又拽回去。你身上的情况我从未见过。何止你没见过，我自己都没见过好吗？这年头啥玩意儿都有自己的想法，影子都有。你继续。别用妖力，太刺激了，就像之前那样碰一碰就好。云素的身体倏然僵了一些，他愕然看着怀里这个毛茸茸的小脑袋，看到他耳朵红的都快滴出血了，心里顿生出一种荒谬绝伦的感觉。他该不会也同他销魂瘾发作是一样的吧？若是不舒服了，便告诉我。
楚群含糊的嗯了声，强忍着没把心里憋着的那句话吼出来：“你搞快点啊！”想什么呢？魂儿都飞了。想表弟啊，表弟最近都躲着主人呢。嘿，楚楚这儿对咱们的纯情小表弟干嘛了呀？人家居然躲着你。我是那种人？我啥也没干好吧？是我背后的暗纹魔影，他有自己的想法。我无辜，我冤种，千古契冤。阿楚，你心虚了。珊珊啊，你是不是又下贱的偷摸人家尾巴了？该不会好吐了吧？你说你呀，想不到还不从实招来。人家也不知道嘛，反正就主人在表弟身上脱了衣服拱去，还让表弟一个劲儿的给他捏腰挠背，吓得我都不敢看啊，可怕死了。众人倒吸了一口气，韩农嘴角的笑容控制不住上翘。为啥拱去啊？小君君，你身上长虱子了呀？嬉皮笑脸插科打诨干什么啊？说正事。正事儿。哎呦，表弟厉害呀，这是终于要把石头脑袋砸开窍了。我和谭太优已经商量过，为借他家的养魂泉一用，届时我将木木分魂而出，他也能化出实体。何时？过2天吧。东离王妃嚷着要办一场谢宴。还有件事儿。他看向韩农等人。那日我斩天眼的事，东离百姓都在梦中看见了。这件事儿我也有所听闻，的确有些奇怪。并不奇怪，这里是东离啊，娇娇。韩农愣了下，内心忽然有什么被狠狠一触，他不自觉握紧了拳。其实是表弟点醒了我。苟天道诓骗你们献祭，拿走的势必是你们最珍贵之物。藏龟是当着你的面献祭的，他的神魂血肉都化入了东离的山川江河，连你也找不到他的残魂气息。找不到，看不见，摸不准，但未必就是消失了。就像苟天道把般若的灵魂塞进癞蛤蟆的身体里。咱们逆推一下这个思维，藏龟献祭的或许是自身的存在，无人能知、能见、能触，但它又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只是我们无法察觉罢了。一点光团停驻在了楚群的指尖，他看着自己的指尖并没有感觉，却莫名觉得那处好像有点温度。楚群指尖轻轻一动，东离便是藏龟，此处的一草一木，吹过的山风，或是溪流浅川，都是他。藏龟，楚楚，藏龟他还能回来吗？还能吗？全力一试吧。他已成东离，若能集东离万民的信仰于一身，香火供奉，或许能让他回来。那一定没问题。东离百姓人人奉他为神明，只是香火供奉并不难。这次那狗屎魔的遗害太深，你别忘了东离地广，中心城的百姓是知晓真相，可其他地方呢？天道故意纵容那狗屎魔假冒藏龟，打的就是这个算盘。他想动摇东离百姓对藏龟的信仰，借此抹杀他归来的可能。苟天道，等着吧，这次只戳瞎了他的眼，下一次定要彻底灭了他。整整2日，楚群没有见云素，他是真不知道云素跑什么地方去了。他敢肯定，这狐狸是在躲着自己。千雀统领，郡主呀，找我什么事儿呀？云素呢？不知道呀。他平时不天天和你黏在一起吗？今晚夜宴，国师会来吗？楚群神色看不出喜怒。这个呀，主君的事儿，我这个当下属的哪知道呀？你找本君何事？楚群快步朝他走去，正要问他云素的事儿，忽然注意到他衣襟处粘着的狐毛。楚群下意识伸出手，想把那簇毛给摘下来。帝晨身子倏然一紧，下意识将楚群的手给掀开。楚群没料到他反应那么大，被掀得朝后退了一步，后方就是台阶，他一脚踩空。帝晨骤然上前，熟稔地搂住了他的腰身，将他往自己怀里一转。在他手触及他腰身的刹那，两人的身子同时一颤。楚群感觉自己的背窜起了烈火，一如那日云素触碰自己一般。楚群差点一声鸡叫，他一蹦倒飞出老远，
浑身乱抖，这回真如拱区似的了。奇怪的是，他与帝晨拉开距离后，背后的卓毅就消失了。楚，你别过来！楚群拿着拐棍指着他，惊觉失态后，他扯出假笑。夜宴要开始了，国师大人别急，慢慢来。他说完扭头就走，匆忙的步伐自走慢了，后方就会有狗追上来咬似的。好家伙，主君牛啊！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女魔头恐惧致死了吗？主君，别过来！气息过后，帝晨气息才顺了一些。他拂袖撤去周身的冰诀，让你找到寒泉，可找到了？卑职问过谭台家的人了，谭台家的后山便有一处寒泉，乃千年寒魄汇聚而成。主君，你身子……本君没事，去东篱王说一声，夜宴后借他家寒泉一用。诺。千阙领命，抬起头已不见帝晨的身影。怪哉，主君和女魔头怎么都奇奇怪怪的？这2天也没见主君用表弟的身份和女魔头厮混，难道2人吵架了？统领大人，您瞧见丁字院的云素了吗？怎么你们要找云素？此人怎么了？嗨，哪是我们找啊，是丁字院那群人都在找。这云素消失好几天了，听说楚群郡主找他都快找疯了。楚群和云素一贯形影不离，他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统领，听说就……哎呀，楚群郡主把云素小表弟给那个了。哪个呀？睡了呀！好多人亲眼见到他，云素衣衫不整，满脸酡红的从他房间里跑了出来。东篱王府的人都知道了呢。听负责打扫的下人说，那天楚军房里丢出来的衣裙都是扯烂了的。哎呀，这2人也不知道谁对谁下了手。果然还是先婚后爱了。可主君到底是怎么爱上的呢？那女魔头那么变态，逮着尾巴就撸。你们这么闲，那感情好，去帮东篱王府的下人把马桶刷了吧。统领啊，我们冤啊，我们这不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再说这也是国师大人有关啊。怎还扯上主君了？楚君不是把国师大人衣服也给扒了吗？你说他又和云素小表弟不清不楚的，又招惹国师大人，还在13楼有一堆相好的。这些天他逢人就问云素的踪迹，这云素又失踪了。那几人面面相觑，有人小声道：这私下已经有流言在说，是国师大人不忿楚群拈花惹草，斩草除根，把云素给灭口了。好家伙，流言猛于虎，你们是真敢想啊！主君自己杀自己吗？世子爷介意我抱你一下吗？这……谭太优的脸又不可遏制的红了。郡主啊，不对，失礼。楚群拱了拱手，直接越过他。在他心目中，这谭台小悠悠完全就是曾孙子辈的小崽儿。这脑袋一犯轴，忘了人家还是个纯情小郎君了。主人，你到底是要干嘛呀？我背上的玩意儿不对劲儿啊，我不得证实下到底怎么回事。谭太优闹了个大红脸，目光颤颤地盯着他的背影，就见楚群径直就往丁字院的众人走过去。大彪，过来让兄弟我抱一个。死丫头，你想我死，直说。小大彪，你个老爷们儿扭捏个啥呀？老周、老李，群头都是丁字院的，不带自相残杀的。这大晚上的，群头你别吓唬人好不好？我有相好的，我守身如玉，我签了生死契，但我不卖身啊。丁字院剩下的老爷们儿也都一个劲儿的摇头，看他像看一个老色批。霞姐，兔崽不吃窝边草呢。抱一抱咋的啦？我身上带刀能戳死你们呀！富贵儿，过来。哎呀，小君君，你这闹的，好嘛，人家就勉为其难让你吃豆腐好了。楚群忽然抱不下去了，来吧。你边儿去。富贵被推开，受伤极了。小君君，你过分了啊！说好的铁三角呢？
楚群哪里还顾得了什么铁三角啊？他不敢想象自己要是抱了梅富贵，背后那玩意儿真有反应，自己梅富贵怀里拱去的德行。帝臣和东篱王是同时出现的，两人进来时看到的就是楚群端着酒杯满场飞的一幕。兄弟，干了这杯还有下杯，喝。喝不动了是不是啊？来，叫爹爹，爹爹抱抱好大儿。为父的好大儿何在啊？过来抱一个。那豪迈的拥抱，那故作粗犷的嗓音，让人怀疑楚群是不是被一个鸡鸡汉子妖给夺舍了。帝臣眸色沉了下去，身上霜雪裹具，旁边的东篱王都感觉到了寒意。他老人家回过神，为难的笑了笑。郡主啊，果然天性纯善，不拘小节啊。楚群，你在做什么呢？啊，国师来了。楚群笑了笑，冲帝臣举杯示意，转身就如没事人般回到自己的席位上。他转身的刹那，笑意未改，眼神却冷了下去。酒的确喝了不少，但醉是真没醉。他逮人就抱，试了一个又一个，背后的暗影魔纹屁反应都没有。迄今为止，能让暗影魔纹失控的就只有云素和帝臣。怎么就这么巧呢？偏偏是他俩。谢东篱王款待，都愣着做什么呀？继续奏乐，继续舞啊！一个小脑袋瓜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姐姐，你喝酒了？他嗅到了小傻西身上的酒气。宝宝跟着大彪叔叔他们来的呀。你们都不理宝宝，有好喝的甜酱酱还藏起来。不过宝宝聪明，会藏起来偷偷喝。楚群刚想抱住这小家伙，结果他滑得像条鱼似的，哧溜就从他手里跑没了。爹爹，席间死寂。既偷吃了酒，还偷吃了糖，你倒是越发没规矩了。宝宝喜欢吃糖糖吗？爹爹都吃过姐姐嘴里的糖糖了，还不许宝宝吃。爹爹坏。帝臣身子倏然僵住了，少女的视线灼热无比，从对面射来。不知是谁摔碎了酒杯，一众镇妖石。好家伙，这是我们不花钱就能听的。小傻鸡的爹是国师，闹呢呀，表弟是他爹还差不多。不过小君君啊，你这嘴里哪来的糖啊？你把吃过的糖给国师？哇，你是有点小气了啊！二手糖哪有送人的道理啊？楚群目不转睛地盯着帝臣，眼神耐人寻味到了极点。偷吃他嘴里的糖，这话怎就那么耳熟呢？帝臣没有抬头，小家伙一鸣惊人后就打了个酒嗝，窝在他怀里睡着了。他是睡了，剩下的烂摊子丢给了爹。秃爹此刻或许真的快头秃了。楚群喝了口酒，似笑非笑地看着帝臣。他嘴里也没有糖，如果非要说谁尝过他嘴里的糖，那个人只会是云素。他背上的魔纹反应古怪，与其他人再怎么接触也如死水，唯独遇上两个人后就如烈火烹油，令他火烧火燎。或许不是两个人，由始至终就是同一个人呢。国师，饮一杯如何？好。帝臣端起酒杯将饮时，说好的饮一杯，国师这是做什么？他直勾勾地盯着他，将自己杯中酒饮去一半，将自己饮过的那杯酒送到他的唇畔。生气了。酒入喉，如燎原暗火在胸腔肺腑内点燃。甜吗？国师大人。现场吸气声无数，看向他眼底那团熟悉的暗火之色，嗅到他身上散发出了冷香后，他满意的笑了起来。不胜酒力，有些醉了，多谢东篱王款待，我先下去休息了。他说完扭头就走，眼间死寂。
众人低头想看帝臣，又被求生欲硬生生的扼住了。楚义侯一贯小气，哪能被人这样欺骗着？本君身体不适，先行告退，暂借府上寒泉一用。寒泉处，帝臣脱去外袍，将自己浸入泉水，寒气缭绕，如化似仙。难怪世人都说狐族狡诈，一人分饰两角，演技不错呀。归兰，暗火在烧，野玉在疯长。楚群，别闹，又香了呢。归兰，销魂瘾发作了。明明是寒潭冷泉，帝臣额上却布着薄汗。啊，不对，我是该叫你云素呢，还是帝臣呢？长得不花，玩得挺花呀。是啊。是啊，你觉得我在夸你？不是吗？楚群盯着他看了许久，说是被气到二佛升天也不为过。楚群，帮帮我的尾。忽然他脸上怒意散开，邪气地笑了起来。故意激怒我，想我动手撒气，觉得我将火散出来，这事儿便了了。为何你总这么聪明啊？聪明？若真聪明，会被你耍得团团转。撤手起身之际，狐尾从水下而来，卷住他的腰。楚群身子颤了下，松开。帝臣状若未闻，手贴上了他的背，不等他翻脸，帝臣搂紧了他。不喜欢尾巴了？哼，区区一条尾巴。水面下又多了一条狐尾，绕过背，轻贴在他脸侧。明明是破水而出，那狐尾却未失半分。你瞧不起谁啊？第三条狐尾悄然钻入他掌中，讨好一般轻挠着他的掌心。楚群嘴角扯了扯，背脊紧绷到了极致，脊骨处的灼意像火在烧。随着狐尾的出现，越撩越烈呀。帝臣，云素，真的是同一个人吗？或许还是这个模样，你更习惯一些。他的脸上多了张面具，身形也起了一些变化。面具下那双冷寂梧桐掀开，这一次楚君没再含糊，直接将他的面具掀开。面具下的脸与帝臣时的模样如出一辙，只是霜雪稍减，更多了清艳的少年气。骗人的狐妹子。还喜欢尾巴吗？哼，真的不喜欢了？他的唇贴近他的耳畔，楚群握紧手中卖乖的那条狐尾。3条尾巴了不起啊？你干的坏事关你尾巴什么事？别想蒙混过关。好，那由你处置，可行？不稀罕。真的吗？男人的指腹扫过他的背脊。你背后的暗纹好像有自己的想法。楚群恼羞成怒，在他将要翻脸的刹那。楚群，我错了。你说我犯的错与狐尾无关。3条狐尾，一条缠着他的腰，另外2条讨好般的绕住他的手。高高在上的妖皇，眼神攫取着自己的猎物，放下所有姿态，沦为裙下臣，狡诈如寻常狐妹子那般，轻言讨好着，诱惑着。楚群，帮帮我的尾。到手的狐尾岂有放过的道理啊？撸，不把他薅光撸秃，他就不是楚一侯。清闲。见那恶向胆边生的样子，帝臣不及松一口气，就被他故意使坏的手法给刺激的眉头频频紧皱。非秃了你不可。帝臣腰力凝于指尖，顶在他背上，楚君差点尖叫了出来，狠狠的一口咬在了脖子上。听到了对方的青丝声，楚君咬得更狠。帝臣哭笑不得。到底谁才是狐狸啊？狐狸可以咬人，人就不可以咬狐了？哪来的道理啊？说好的不许用妖力。你背上的暗纹想要？荒唐。他的狐尾荒唐，他背后那玩意儿更荒唐。他是来报复解恨的，鬼知道怎就变成自相残杀了呢？霜雪与烈火交织，烧狐思维崩坏理性，像从高空坠下，浑身绷紧，头皮发麻，将坠入深渊之际，又被清风荡起，吹到飘摇的羽毛之上，浮浮沉沉。楚群顾不得看他那狼狈，
他闭着眼都能想到自己此刻的模样有多狼狈滑稽。当背后灼人的热意终于退去后，他头枕在他肩膀上，无意识的大口呼吸着，冷不丁又想起了那个离谱的梦。楚群猛地将他一推，转身就走。帝晨拉住他的手腕：楚群，我不该骗你，抱歉。没错，你不该骗我，你不该纵容我在妖域里打秋风，不该帮我出头教训徐武，不该帮我对付楚明玉，不该包庇我去拿烛龙木，不该替娇娇夺回龙木龙鳞，不该把自己的变色之力给我，不该助我除魔斩天眼。他反握住他的手，眼里是恨是怒是恼是埋怨，却又是无可奈何。你干了那么多不该的事，你让我怎么生你的气啊？你太狡猾了。帝晨愕然地看着他。我最气的就是明明你骗了我，我还不能生你气这点。对我那么好，我要气你，我岂不是不仁不义了？朋友当成你这样，你简直是不给人活路。桂兰，你可恶至极。我可恶至极，可我并不是想做你的朋友，我由始至终都怀揣着莫大的私心。所以你给我好好反省，我也要适应一下你是帝臣的这件事。好。他不舍得松开他的手，楚群转身要走，猛地又回过头，恶狠狠地将他的衣服给扯开。我说过的，我要扒了国师的衣服，说到做到。你给我受着！啊！手中拐棍脱手。主人，你刚刚居然屏蔽我，说好的教训表弟，这种大场面你居然不让我看。教训个鬼！那只狐狸太奸诈了。楚群想起自己刚刚在他怀里被他抚背时的德行，就脚趾头抓地，气呀，恨自己不争啊！他楚一侯能值小儿夜哭的女魔头，这一波栽惨了。楚楚，小木头，你们到底什么情况呀？表弟找到了，好端端的你们教训他作甚？主人这回被冤惨了，活脱脱的大冤种啊！表弟那家伙不是，帝神那家伙太狡诈了。怎么又扯上那国师了？表弟就是国师，帝神和云苏是同一个人。云苏就是帝臣？那可不，要不是小傻西坑爹，主人还被蒙在鼓里呢。那小家伙喝醉了，当众说帝臣吃了主人嘴里的糖。哼，明明只有表弟和主人听过。亲了。韩农嘴角诡异的上翘，般若比划了半天，最后放弃，双手竖起了大拇指。楚群回过神，发出鬼叫：亲个鬼啊亲！是妖丹，是拿回他的妖丹。啊，头一次听说拿回妖丹要用亲嘴嘴这个方式呢。哎呀，孤陋寡闻了呀。你们那是什么表情啊？不是我缠的是表弟的尾巴，又不是他的嘴巴。都一样，都一样，尾巴嘴巴都有个疤嘛。帝臣就是表弟的话，那说明他就是狐狸，那西西岂不是他的亲儿子？这个男人都有儿子了，还亲阿楚，干！这奸诈狐狸，他该不会是想让楚楚给他儿子当后娘吧？后娘？带着小傻西去挖他坟的那种吗？小傻西也不靠谱啊，他爹就在眼前，这么久了那小家伙都没认出来，这也太傻了。不傻怎么叫小傻西？不过楚楚，你去找表弟算账，就没问问这件事？楚家人给他下了销魂引是一回事，有了孩子又是另一回事。若楚家人缠他身子，总不至于缠出个孩子来吧？他莫不是有别的相好？人家的私事爱说不说，有什么好瞎打听的？韩农刚想数落他，就被般若拉住。般若摇了摇头，比划了下，韩农这才不甘心的忍着。今夜你不回东离王府了，住这儿。楚群哼了声。喝酒吗？喝。成，我给你拿酒拿菜去。韩农把拐棍放桌上，跟般若一道出去了。死孔雀，你拉着我做甚？楚楚，
那石头脑袋眼看要开窍了，咱得用劲儿给他砸开。砸开后呢？喜欢一个有妇之夫？呸！我家楚楚何等翘楚，天下男妖随他采摘，犯得着去自降身份？那不就对了。表弟和西西是否是亲父子，现在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婚配，可有夫人，也无人知晓。阿楚一贯不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你再怎么鼓劲儿也是无用。再者，阿楚若是真喜欢他，用不着你砸，自会开窍。若他不开窍，只能说明这男人不配他心动罢了。楚楚的脑瓜子有多硬，这孔雀的脑瓜子就有多直。在这死孔雀眼里，全天下的雄性都是一个品种，垃圾。这垃圾里分了小垃圾、大垃圾、普通垃圾，男人算啥？楚楚上辈子孤寡到老，不是没理由的。要不是献祭，你妥妥也是个孤家寡鸟。男人顶多是我人生的点缀。所以说，听熙迟迟不肯分化是有原因的。好端端的，怎扯到听熙身上去了？妖君之一，交往听熙。鲛人一族成年后才会分化出男女，听熙早早就成年了，不过却一直没有分化。某些孔雀是不明所以，但身为大总管的韩农嘛……哎，身边这群感情智障真的好难带呀！木头疙瘩、石头脑袋、没品屁股，再加个鸟脑子。还好藏龟本体虽是座山，但到脑瓜子里却有料。飘摇的光团跟在韩农身后，落在他头顶的金冠上，扑闪扑闪的，仿佛男人沉声在笑。哼，都是傻瓜，就你最聪明了，韩农。千阙同僚，大事不好了！又闹什么幺蛾子呀？有人登门求见国师，他自称是国师大人的相好。除了那女魔头，主君哪来的相好啊？哪个不要命的敢碰瓷到主君身上？好家伙，这要叫女魔头知道了，还不把主君给撸秃？妖皇陛下要是秃了，妖族的脸可就全没了。是个男人，就13楼那个头牌娇郎，他说自己千辛万苦到了东篱，就是追主君来的，说主君始乱终弃。那人不是楚群郡主的相好吗？富贵，那人你也认识啊？你倒是说实话呀！啊，国师也太厉害了吧！他什么时候和小群群搞一起的，我都不知道。现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娇郎也搞到手了。亲娘嘞！我妖族陛下声名尽毁啊！哇，男人妖成这个样子，没天理了吧？难怪能当头牌。所以他到底是群头的相好，还是国师的，还是……娇郎，富贵少爷，娇郎大哥，你可吓死我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妖君朱寒农吗？咋是个骚浪贱啊？娇郎，你什么时候和国师有一腿的？这个嘛，自然是我与国师的小秘密了。啊！你们太过分了，居然都背着我有小秘密。昨夜这小子不是也在宴会上吗？他还没反应过来帝臣就是云苏，是他那便宜表弟，没任凭那死喝大酒，还没醒不成？我的小晨晨呢？主君在内院等阁下，请吧。好。小晨晨，人家可想死你了。退下吧。千阙颔首，赶紧退走，顺道去院外把那群不怕死跟来偷窥的真妖士给轰走。一个个都胆肥了是不是？主君的热闹也敢看？结界落下，韩农瞬间收起了先前那妖艳奸货的样，目光放肆的上下打量着帝臣。原来你面具下长这样。楚群呢？该吃吃该喝喝，昨夜整整叫了10个美男妖作陪，揉肩捏腿加洗脚，好不快活呢。这会儿估计还没睡醒吧。韩农说着，不知从哪儿掏出2坛子酒水来。这酒不错，昨夜楚楚喝剩的，来点儿。坐。听说楚楚左拥右抱，你半点也不急。明明初见他时，这狐狸一身寒血酸气，现在竟这般稳得住了。
帝晨盯着他带来酒，看了会儿，然后神色如常的举杯喝了下去，面色如常。他不会。哼，怎就不会？笃定我家楚楚非你不可不成？他不开窍，男色在他眼中比不上一条尾巴。这话实在。你就知道那些美男妖没漂亮尾巴了？替他出气来了。你手段高，他定舍不得打骂你。司孔雀不想我插手，我来就问你2件事，你我能给个准话是最好不过。希儿是我亲子，我身边并无别的女子。哼，你倒是聪明，我还没问就先回答了。小傻西是你亲儿子，你身边没别的女子，那这儿子是怎么冒出来的？他和楚群之间有太多纠缠，西西是他和他的孩子，但这个当娘的却全然不知。但这并不怪他，到现在连他对过去的事都是雾里看花。昨夜楚群走后，他思量了一夜，自己的真实身份，希儿与他的母子关系是否该坦白告知。若是他的话，知道西西是他的孩子，定会待希儿如常，百般千般好。可自己与他呢？哪怕他与他现在再如何亲密，帝晨却比任何人都清楚楚群对他无意，他视他为朋友知己，信任他，看重他，可他对他依旧没有男女之情。纵使那些撩拨纠缠，也都是他狡诈无赖的算计，是因他背后古怪的暗纹所起。听说你被算计中过销魂饮？小傻西是那么来的？算是吧。对方全然不管不顾，楚君都不知道怎么去管去顾。再说当年他生下西西后没多久便被害身亡。罢了，我不问了。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妻？那等抛夫弃子的渣女不要也罢。你这狐狸有眼光，肯定瞧不上渣女。这世间女子，我家楚楚说第2，便没人配得上第1。听上去你不像是来找本君麻烦，倒像是来开导本君的。甭管是人是妖，活在这世上，有所爱有所求，都是幸福。你看楚楚的眼神里有什么？我瞧得一清二楚。楚楚的确不开窍，可我与他认识至今，也是头一次见他为一个人失态成那样子。韩农端起酒杯喝了口。呸！你到底是怎么喝下去的呀？他的确是来替楚楚出气的，故意将酒水换成了2壶白醋。昨夜的身边真的男妖环绕。装，继续装，还是算吧。哼，我去接他。13楼，楚群在厢房内睡得4仰8叉。水，热热，水。喝醉了还是这么没规矩。你干嘛又变成表弟的模样？不是渴吗？先喝水。楚群直勾勾盯着他，就着他的手把茶水喝了。还生气吗？没气了。知道我是帝臣，觉得不如以前自在了？楚群没吭声。原来胆子这么小吗？啥？谁胆小啊？我？不是一直想要扒帝臣的衣服，挖帝臣的坟？我送上门来了，你反而露怯了？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杀自己，还请我去挖你的坟？我嘴把式，昨夜我可是把你给扒了。真厉害。哼，小小表弟，你。楚群与他四目相对，看到了他脸上的笑意。帝臣不会这样笑，云素也不会，只有归兰会如此。西西知道自己爹有2副面孔吗？不知道。我听西西说，他娘已经死了。说死了倒也没错，只是又活了，挺厉害的。睡了帝臣的渣女就是楚家人的话，帝臣4舍5入，岂不是他的侄孙女婿？小傻西就是他的不晓得第几代的好大孙。帝臣看他变化莫测的神情，就知道他估计又开始不着边际的乱想了，屈指在他额头上一弹：不孝子孙，天打雷劈！你跟富贵学坏了是不是？希儿管你叫姐姐，管我叫爹，你该管我叫什么呀？我算是知道你为什么戴面具了，顶着这张脸说这种话，不打你都说不过去。帝臣盯着他看了会儿，胡为悄然钻进了他的掌心，缠绕住了他的手。我是归兰，你只当我是归兰就好。不管何时何地，我以何种面貌出现，这一点绝不会变。他依旧是他，他依旧是他的他。
行吧，看在尾巴的面子上，既然只当你是归兰。楚群凑过去，那尾巴我要无限畅撸，妖域里的灵草我要无限畅薅。回去你就给我升官，随随便便整个紫袍统领啥的，俸禄和你一样就成，我不贪心。哎，等等，让我想想还有什么来着？你棺材里啊，不是，你国师府我还没去过呢，宝贝多吗？掌心的胡伟说没就没，帝晨扭头就走。你站住！表弟，帝晨，混蛋归兰，说好的一起挖你的坟呢，一说正事你就跑，你别跑！果然啊，对这个不开窍的石头脑袋小渣女还得吊着。啊，宝宝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姐姐，你带宝宝去买漂亮花衣裳好不好？西西想穿新衣服？不是啊，是宝宝答应了大哥哥，要帮他买一件漂亮的花衣裳送给娇娇哥哥。大哥哥是宝宝新交的朋友，可是宝宝喝了甜酱酱，忘记了。是什么大哥哥呀？西西，你新朋友叫什么名字啊？大哥哥叫龟龟。龟龟，不是乌龟儿子王八蛋的龟吧？是藏龟吧？是藏大腿子吧？除了他和珊珊你，谁还会给死长虫买花衣裳呀？西西，你是何时见到他的呀？就宝宝和小星星一起打猪猪妖那天呀，大哥哥无处不在，不过大家好像都看不到他，也听不到他说话。宝宝觉得他好孤单哦，所以宝宝就和他做朋友啦。楚群脑中空白了一刹，耳边和脑海里响起了梅人平和木木的爆哭声。藏龟果然还在，他一直在。西西，你可真是我的大宝贝。小傻西呀了一声，小脸红彤彤的，开心的尾巴又冒了出来。宝贝，那位大哥哥现在也在吗？不在啊，大哥哥不是随时都会出现，他现在有点虚弱，不过他经常会去找娇娇哥哥。我去找韩农。去吧，带上西西。表弟，你不去啊？有事。诸君，王都那边有动作了，原地派人来东篱了。楚明轩有何动作？一直在往王都传信，他信里添油加醋说了许多主君与女魔楚义侯的事儿。不过这些信都被卑职拦下了。庆哥说王都那边尚且不知东篱的情况，远地近日有突破的征兆，所以急着派人来要古灵花。主君，卑职有一事不明，过去我们都以为主君你段伟和楚义侯遇害都是楚家11草包的手笔，现在看来其中内情盘综复杂，天道和魔族都牵涉其中。楚家11先祖倒像是明面上的卒子，现今大陆上不乏一些以天道徒自居的卫道士。若天道利用这些人曝光主君你和楚义侯的身份，咱们后面的计划恐怕都会被扰乱。他做不到。为何？纵使天道也被某种规则所约束着，他忌惮楚群，想除他灭他，却不敢让局外人知道他的身份，连同本君的身份也是如此。天道想杀他，而魔族想杀我，只恨不能立刻杀了远地。主君现在已找回3位，要杀他易如反掌。帝臣此举是为了救出镇妖司中的妖族，所以这不惜自降身份，明明是妖族之皇，却要担上残杀同族的恶名。时机还不成熟，远地身上藏着一些秘密，别大意了。那楚义侯那边呢？他已找回了不少昔日伙伴，实力也恢复了许多。以他的脾气，能忍着不收拾那些不孝子孙？昔日妖族与人族交锋，屡次败给他。战场之争非一人武力之战，你真当他只有那一世修为啊？远地遣谁来东篱了？许天赐。谁？就是之前投在楚明轩麾下那许家小子，
他叔叔徐武还来找过楚一后麻烦，被他一刀砍了。主君忘了？帝臣自然没忘，只是远帝竟派了这样一个脓包过来，着实让他有些意外。许天赐的姑姑是贵妃，听说现在怀了龙翼。司星剑说气运鼎，许贵妃此胎定能觉醒楚氏血脉。远帝大喜，这才重赏了许贵妃的族人。许天赐也跟着沾了光。觉醒楚氏血脉，若那婴孩真有觉醒血脉的天赋，那么从他的命格被劈下的这一日起，就注定是个悲剧。许贵妃自以为自己是喜得麟儿，母凭子贵，却不知自己腹中儿已成其父眼中石了。来得好，回来吧，丧龟，怪想你的。虚风停摆，光团里低沉的男声响起：韩农，我一直在的。娇娇，龟龟大哥哥就在娇娇哥哥旁边。谁在我旁边？藏龟。荷塘边，男子飞衣绿袍，妖冶俊美的脸上一片湿身，一点光团停驻在他的脸侧，像是有只无形的手开过他脸侧滑下的泪。还是这么爱哭啊，娇气。娇娇哥哥不哭鼻子了呀，大哥哥都叹气了。他笑话你是哭包来着，比宝宝还会哭鼻子呢。楚群不由莞尔。藏龟，你个石头铁疙瘩，在我身边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谁是哭包了？我朱安农顶天立地，就不知道哭字是怎么写的。你听到了就给我吱不出声，你就给我炫一个。荷塘旁的风卷起旋儿，几片落叶啪嗒吧唧扇在了韩农的脸上。你完了！你敢打我脸？等你回来我打不死你！藏龟，我一定打死你！好。唉，娇娇哥哥不哭啊！大哥哥说等他回来了，让你打死他。好，咱们西西宝贝，帮哥哥一起打死他。那我们轻轻打，打坏了龟龟，娇娇哥哥，你又要哭鼻子了。好，藏龟看到没有？我有帮手了。看到了，你厉害。娇娇哥哥你笨笨，龟哥哥哥在你身后呀，你干嘛冲着那边喊话？韩农立刻转过身。藏龟，龟龟哥哥，不能乱摸男孩子头啊，会长不高的。听到没有？又拍我头是不是？我长不高都怪你。光团里胡搅蛮缠。楚楚，藏龟，怎么找到藏龟了？山民的香火祭拜会让藏龟的神魂慢慢凝聚，这点是没错的。能回来就好，就好。不过藏龟说的石之心是什么？是他的心脏。心脏？藏龟不是没有心吗？有是有，不过不在他身上。藏龟没骗你，他的那颗心有点毛病，虽是他的心脏吧，但不听他的话就是了。楚楚，你说人话。太卜掌3易之法，一曰连山，一曰归藏，一曰周易。归藏寓意后天之气，当年我以连山归藏为他赐名，故意颠倒了归藏2字，将后天之气改为先天之气，助他成圣。过程中崩掉了一块山石，也就是他的石之心。藏龟为他先天肉身，而那颗石之心名为连山心，则是他残留的后天之身。那颗心桀骜不驯，藏在10万大山中，具体在何处，只有藏龟自己才能感应到。只要找到连山心，藏龟再塑肉身就不难了。还是楚楚你聪明，那么早就帮藏龟留了一线生机。误打误撞罢了。其实过去连山心对藏龟来说等若一处命门，而且吧，那颗心有自己的想法，至少1000年前是这样的。他不愿意回归藏龟的肉身中，晋升先天。心脏还能有自己的想法？
这年头啥没有自己的想法？影子和尾巴都有自己的想法，一颗心有自己的想法算得了啥？先别想了，横竖藏龟今天已经透支了，不能再出来了。明天再让西西帮忙问问，看他能否感应那颗心的具体所在。只能如此了。西西我暂时交给你了，这些天跟着娇娇好不好？让他给你买糖豆豆吃。糖豆豆。小傻西眼睛发光，他咽了口唾沫。可以是可以，姐姐不陪宝宝吗？姐姐有事要去忙。好吧，那可以把小星星也放出来吗？宝宝答应了小星星，要帮他变强变大。男子汉小丈夫，说话也要算话的。嘿嘿嘿，还小丈夫，屁屁毛都没长齐。哎呀，史虫虫你讨厌！小爷，我是你梅大爷，晓得不？好吧，虫虫大爷。楚楚，你是要……耽误这么久了，该分魂了。等木木出来后，还要搜集百鸟羽和凤凰血。现在加上10只心，咱们可没工夫耽搁。梅任平，你也别闲着，滚回王府教富贵炼丹去。表弟这一天天的神出鬼没，不晓得又跑哪去了。先前我没追上你们，回来就找不着他人了。千雀统领，你瞧见我家表弟了吗？千雀听到此等智障问题，愣是沉默了3秒，耳边响起了地产的传音，他脸色古怪。你找你表弟？表哥找表弟不是很正常的吗？他那般爱我。行，你跟我来吧。他径直把梅富贵带去了地城客居的院子。表弟这会儿和国师在一起啊，那我在外头等他好了。你进去就知道了。老祖怎么办？我害怕呀。怂瓜蛋子怕个球，给老子上！不就是个国师吗？他还能吃了你啊？梅富贵胆气一壮，扭头要冲，就看到前方倚门而立的男人。何事？国师大人，我是来找我表弟的。你说。富贵无语了，他低头小声逼逼。啊，国师是听不懂人话吗？梅富贵，本君听到了。误会，都是误会，国师我没有。梅富贵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地产眉心处出现了个刻西形眉间印。我去！不会是国师大人啊？脑门上长花，还挺好看的哈。就是有点眼熟的说呢。我是地臣，也是云素。扑通，梅富贵双膝着地，跪得有点干脆。没吃午饭，腿没力气。好家伙，你是狐狸表弟，我西娃娃的爹，你胡子也行啊！你是不是想拐了我家珊珊，给西娃娃当后娘？这没家祖孙。楚群呢？小群在泡温泉呢，让你赶紧过去给他搓背。木木，我分魂之后，你只管重塑自己的肉身，不要分心管我，知不知道？我知道，青壮，但主人你也要爱惜你自己，玉髓管告，你放心大胆的吃吧。行，会心疼人的小木头。他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心神凝聚。一棵树要挪活，就得保证其全虚全矣。根须附近的土壤免不得被深挖刨掘。楚群要做的就是将自己的神魂一刀刀剖开，将木木的神魂连根拔起。第一刀割裂时，饶是他身体都禁不住颤抖了一下。烈火刨落，硬生生将皮肉撕裂，又或者千万钢针刺骨，都不足以形容这种痛。第2刀，第3刀，楚群的脸色煞白如金纸。他往嘴里塞了一大捧桃园玉髓，木木强忍着哽咽声，不敢打扰他。第99刀，楚群连呼吸都变得轻不可闻，宛如死了一般。主人，可以了，我现在可以脱离出来了，别再割裂神魂了。不够，还差最后一点。若此刻让木木脱离，他的根基会受损。就算后期再怎么以灵草秘宝进补，
也恢复不到巅峰。第1009刀，那一刀纵横而下，楚群差点将自己的神魂完全剖开。木木，自他身体里挣脱出了一道巨大树影，根茎错落，像是一条条经络与血管，硬生生被抽离而出。剧痛如海潮，铺天盖地的袭来，摧毁他的意志和神识。楚群死死咬牙坚持，眼瞳充血，眼睛、口鼻乃至耳朵都不断流出血来。默默也在全力挣脱，他用足了所有的力气。撕拉，像是什么被扯开的声音。默默终于挣脱了他的神魂，咬紧牙关，神魂气泪，不敢有丝毫耽误，更不敢回头看楚群一眼，一头栽进了桃源权杖内。楚群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一般，一头朝前栽过去，扑通一声栽进了养魂泉内。他正脸朝下，整个人漂浮在水面上，看上去就如同死了一般。帝晨赶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楚群，帝晨跃入水中，将他抱起。楚群闭着眼，脸色煞白。他稍稍感受了一下，就能感觉得到他此刻的神魂堪称千疮百孔。心念一动，所有玉髓悬空而来，在他掌心之上被炼化为灵露。只是他现在已痛昏了过去，无法进食。帝晨只能含住灵露，以口一点点补给他。不知过去了多久，帝晨感觉怀中少女动了动。楚群皱眉睁开了眼，长吐出了一口气，呻吟声在对上那双阴沉冰冷的乌瞳后卡死在了喉咙眼儿。痛死我了，表弟，我的亲表弟，桂兰呀，我遭大罪了，必须3条尾巴摸摸才能止痛。我看你是还不够痛，一睁眼就找尾巴，插科打诨，就说你处咬嘴了呀！你凶我，你居然凶我，我都这么难受了。装什么？没准备训你，收起你那一套。楚群立刻不嚎了，这回真成死狗了。你早说嘛！帝晨哪有训他的心思呀？他知道他当初为了保住桃源木，将木木的神魂种在了自己的神魂内。木灵神魂本就特别，他以自己的神魂为土壤，就料到会有今日的分魂之痛，这是无可避免的。还疼吗？好多了。话说，你怎么来了？梅福贵说你让我来替你搓背。啥玩意儿？富贵那嘴，李普他娘给李普开门，李普到家了，你不会信吧？他应该通知我来替你收尸。不愧是你，小嘴喝了10斤砒霜吧？全喂给你了。啥？他下意识舔了舔唇，好像嘴里还有桃园玉髓甜甜的桃子味儿。楚群寻思着自己先前那死狗德行，帝晨这么做也是适极从权，他没啥心动，也半点不矫情。喂得好，下次别喂了，再喂收费。睡吧。泡水里你不难受吗？省了沐浴。你真是学坏了，都会开玩笑了。泉水中两人相拥，胡伟轻抚着其背，连帝晨也未发觉，水下少女背后的暗影悄然蔓延，如丝如缕，与胡伟轻绕，似撩拨，似缠绵。困意渐起，帝晨不自觉地闭上眼，与他相拥而眠。楚群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梦境光怪陆离，像是一段他从未见过的记忆。头顶是猩红的血月，像极了妖月里的月亮。楚群记得自己曾经见过，但始终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血月下立着一个少年，身姿笔挺，清艳冷寂，一袭红衣似染了血那般。是表弟？楚群疑惑，紧跟着他看到了红衣下探出来的那条尾巴，光秃秃的没有毛，很是难看。少年一剑斩下巨妖的首级，抬手间，天上的血月逐渐缩小，在他掌上凝聚成一块血红色月亮形状的晶石。楚群，接着。少年将月亮血晶丢给了他，他接过血晶，抬头朝少年看去，入眼却是一张疤痕密布的面容。不是表弟，你是谁？帝晨鲜少做梦，而这一次的梦境极为奇怪。
梦里他坐在湖畔，湖水里却倒映不出自己的脸，有人唤着什么。小兔，小兔，听说巨妖族的血液极漂亮，我摘来给你拴在尾巴上，铁定好看极了。那声音不知从何而来，魅惑磁性，他从未听过，却觉得熟悉。小兔是谁啊？帝晨睁开眼时，感觉到后方有阴影笼罩，他冷然回头，一张雌雄莫辨的少年面容近在咫尺。哇，近看表弟你更美了耶！你到底怎么长的？我可以摸一摸吗？不可以。木木，对啊，就是我恢复人形了。我美吧？就比竹娇娇差一点哦。我能感觉到主人已经没事了，不过他在水下面干什么呀？都吐泡泡了。帝晨身子僵了一下，方才木木在背后突然袭击，他没来得及顾上楚群，此刻才发觉睡着后他竟是滑到了水下，且脑袋偏偏枕在一处不合时宜的位置，冷香血浓。帝晨赶紧将他捞起来，也不知他在水下泡了多久，将他平放在岸边。楚群，吓死我了，做了个噩梦，我掉湖里了，还有人用拐杖一个劲儿对我的脸。哪个混蛋在梦中如此大胆，丢我拐棍？呸！木灵一族的脸。木木，成了。必须的呀，主人你受了那么大罪过，我不成也得成啊。棒极了，不愧是我的小木木。必须的，以后给主人你洗脚的事儿交给我了。主仆俩一个比一个不正经。表弟，楚群刚要拉着帝晨一起狂欢，才触到他的手却被他给扬开。楚群诧异，刚刚他摸到帝晨的手好烫啊。你怎么了？手怎么那么烫？脸也红了？没事。可我闻着……帝晨冷冷瞪着他。表弟，你要是去13楼，绝对是个花魁，妥妥没竹娇娇这头牌什么事儿了。寒意骤起，木木打了个哆嗦，怕怕的躲到了楚群背后。表弟好可怕呀，看上去好像要吃人。尾巴拿来。楚群，松手。自家兄弟，你与我客气什么？你的尾巴哪条我没有摸过，你哪根毛是分叉的我都知道。赶紧的，说来就来。谁与你是兄弟？虎尾进出，3条虎尾卷住他的腰，直接将他拉坠到身前。这一次他背后的暗影魔纹竟然规矩的很，没有作妖。楚群乐得左右开弓，先前分魂后太痛了，尾巴在手都没有精力去摸。此刻3条毛茸茸的虎尾，他恨不得一把全部抱住，把脸埋在上面狠狠的吸。哇，主人，你现在活脱脱像个变态啊！傻木的，还不走？木木咽了口唾沫，一时间不太理解他的意思，试探性的问道：表弟，你是在邀请我一起吗？那好吧，3条尾巴，主人的确有点忙不过来啊。楚一号，我可以杀了你这妖君吗？你这次也太快了吧！你别说话。哎呀，表弟又害羞了不成？他偏头避开他的眼神儿，脖梗与耳根还残留着绯色，青眼疏离。哇，好一个狐妹子呀！娇娇地位不保呀！帝晨冷冷瞪他一眼，扭头就走。主人，让你嘴贱，表弟生气了。唉，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禁斗了。表弟，归兰，你等等。生气？与他在一起，若只有那点气量，只怕日日都要喝10几碗孟婆汤才行。只是这石头脑袋虽不开心，但却是个不吃硬的，只能软着吊着。表弟，我错了，你为虎大方，何必与我区区大女子一般计较呢？别笑，丑。表弟，你怎么说实话呢？我丑？你俩美上天。帝晨指诀一掐，画出了一面水镜，放在他面前。面色清白似鬼，喜儿见你这模样，夜里都要吓哭了。楚群看脸水镜里的自己，闭嘴了。好吧，的确脸白的像个鬼，吓哭10个小傻鸡不在话下。吓人和丑是2个概念，表弟，
你践踏了我的尊严。没个正经，后面几天好生歇着。这脸色实在是太差了些，目光落在他唇上，一贯娇艳的唇此刻都不见血色。是背还是要抱啊？表弟好有力，表弟好强好大呀！什么？没听见就罢了。听见了，听见了，背，我要背。唉，我这小身板啊，柔弱不能自理，走不动路了，必须表弟背我才行。表弟呀，你定不忍心见我又晕过去吧？主人，其实我……帝晨斜睨了傻木头一眼，木感觉到了寒气扑面而来，话卡在了喉咙眼儿。上来。表弟的背好宽啊，表弟好有力，表弟好强好大呀！女魔头闭着眼趴在帝晨的背上，说着全然不走心的骚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再胡言乱语，丢你下去！主人别怕，我接着你啊！楚群扑哧一笑，逼疯他只需要一个梅家人，逼疯归兰是不是只需要一个小拐棍呢？楚群趴在他背上，没由来的觉得安心。他打了个哈欠，有种莫名的熟悉感，总觉得很早很早以前他也这样趴在谁的背上过。是谁呢？梦里那个秃尾巴少年是谁呢？归兰，妖域里的血月是怎么来的？捡的。当年段伟醒来后，身边除了西西，还有一枚月亮血晶。可笑的是，这月亮血晶竟如装饰一般被系在他仅剩的那条尾巴上。他自己定不会做这等羞耻之事，虎尾鸡坠就如猫系铃铛，仿佛成了谁的玩物一般。怎忽然问及此事？好奇，我老早就想问了啊！我记得以前西荒巨妖的枉死城里就有一轮血月，原先我还以为是楚家那群草包从妖族那里抢来的呢。既是你捡的，那血月就不知来历了。哎，归兰，你尾巴秃过吗？没有。楚群哦了声，没再问了。他趴在帝晨背上，不觉又睡着了。回去后对外宣称你乃镇妖司暗部第5统领。哇，那我官职岂不是比主人还高了呀？糊涂鬼！你拿棍戳我干什么？帝晨茫然，莫名其妙，他哪有？楚群直接一个回手掏。光天化日，主君你在做什么呀？你说我在做什么？他手里握着七杀剑。原来是掏剑吗？楚群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帝晨神色冷漠。楚明轩讪讪扯了扯嘴角，没等他开口掩饰，楚群和帝晨齐齐抬头朝西边的苍穹望去。木木衣袍都没穿好就冲出房门，千雀紧随其后。13楼内，般若为小傻鸡吃饭的手一顿，韩农推开窗户，看着西方苍穹上由远及近而来的那一群黑点儿。哼，还真是被楚楚料中了，来得够齐呀！妖马身披鳞甲，乌蹄踏云，从苍穹上奔跑而来。领头的男人一身白衣，眉眼间带有睥睨众生之意，一身傲骨难折。天马营奉陛下圣旨巡视东篱，东篱王还不出来见驾？许天赐，怎么会是他？还混进天马营了？他气息怎会如此之强？明明他过去只有1000件而已啊！谭太又带其父接旨，众人跪拜领旨。宣完旨意后，镇妖司的人相继皱眉。远帝这时候派许天赐来，是怀疑国事不成？拿着鸡毛当令箭，这厮当初不是信誓旦旦说再也不穿白衣了吗？现在又把白衣套上了。哼，好大的胆子，敢侮辱本使！区区镇妖司绿袍，也敢不把陛下亲封的钦差放在眼里？该杀！杀意如刀，骤然朝周静袭去，威压如海，众人色变。万劫！许天赐怎会突破成了万劫啊？刀气迎面劈来，生死关头，一柄断剑破空而来，破碎刀气。许天赐眸光一凝，骤然后退3步。七杀！少女冰冷的声音响起，七杀断剑乖乖回到楚群身边，绕了一圈后回到了帝晨的手上。楚群哟，又把白衣穿上了。许大少说话还真如小刀划屁股，
蹦出来的屁都不是。郡主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不懂规矩。不过没关系，本钦差现在不与你计较，毕竟这年头夫为妻纲，横竖陛下已答应了，将你赐婚于我。七杀剑谄媚地飘了过来，剑柄抖动着，很是乐意。天马营的副将产生道：郡主，许统领乃许贵妃亲侄儿，陛下对他重视有加，若真杀了他，万劫午休哪有那么娇气啊？开膛破肚而已，死？不至于，不至于。宛如将一头猪开膛了一般，鲜血哗啦啦的流下。楚群骤然丢开七杀，素手插进了他的腹腔，寻找着什么。有人已经受不了这场面，呕了起来。妖精，不，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女魔头啊！这女魔头不能出，有人他是真剖啊！楚群，邪念的笑意渐渐淡去，温度回归眼底，他刚刚有点失控了。哎呀，我的手脏了，洗干净就好。帝臣握住他的血手，那就麻烦陈郎你帮我洗手喽。王府前一片死寂。陛下莫不是想让这瓜娃子直接死啊？这是千里送人头来了，上赶着投胎啊！下一刻，锋刃席卷而来，许天赐持刀展开锋刃。我乃钦差，奉旨而来。国师，你胆敢对我动手？闭嘴！严灵为父，吴敬威压如山岳，朝许天赐压下。你想娶我？你杀我义兄，我要你成为我许家父，日日跪在他灵堂前，为他披麻戴孝。你也配！楚群一脚踹在了肚子上，楚群身影如风，刹那逼近，一拳捶着他腹部。许天赐目眦欲裂，张嘴就要吐出一口血之际，楚群一个上勾拳，把他涌上来的血硬生生又给捶了回去。许天赐这万劫，怕不是个假的吧？所有人心里都浮出这个念头。这年头的万劫如此废物的吗？楚群抓住许天赐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头发，把他往台阶前一丢，一脚踩在他胸口处。娶我？你有那命吗？他想不明白，自己都突破万劫了，为何还会被楚群肆意践踏？本郡主倒是挺好奇的，这么短时间内，你是怎么突破到万阶的？把你剖开来看看，能不能研究出个所以然呢？今天怎么了？那许天赐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我的影子想杀了他。可有发现？那家伙挺奇怪的，若不是七杀的杀气会缠在人的伤口处，他的肚子只怕早就愈合了。咱们离开中州时，他只是千阶中品而已，现在却有了万阶中品的实力。他的血味很奇怪，有一股邪气味。啊，表弟我不干净了，得在尾巴上蹭蹭才会香。那你就脏着吧。狐狸，你的名字叫无情。不过远帝给我和他赐婚这事儿实在荒唐，他是故意让许天赐来恶心我，还是怕我无聊准备送个出气筒过来让我砍？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赐婚之事我并不知。今日我对他动手，你会有麻烦吗？不会，你想做什么只管做便是。那归来你想做什么？许天赐暂时不能死，我要用他和楚明轩办一点事儿。一个让我可以名正言顺出现在西荒的理由。你要去西荒？很急吗？他轻轻点头，可以说是迫在眉睫。因为不放心他，所以他现在还在东篱逗留着。火绒一族的圣物再不找回来，怕是这一族都要绝后了。他是妖皇，1000年前他无端失去了9尾，醒来后妖国隐灭，大部分妖族被镇压在缥缈海下。继承王冠，当负其重，他也有他不可避免的责任。西荒嘛，你接任镇妖司之主后，内域里那些明面上死去的妖族，其实都活得好好的吧？当初我内域考核，你是故意让我放走那些无辜大妖的。归来，你辛苦了。一人担负骂名，世上只当你是冷血无情的斩妖之人，人族畏你，妖族恨你，
他挺懂这是什么感觉的。是有点苦。第一次有人对他说你辛苦了，身为妖皇，承责负重，本就是理所当然才对。那我请你吃糖，苦的话吃点糖就不苦了。希儿也说过这话，所以傻儿子那么爱吃糖，其实是遗传他的娘亲的吗？真的很想了解他更多一点，他的爱恨，他的喜好，不只是石海沉沟里的那些只言片语，而是眼前这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喜有悲的楚一豪。在过去你我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呢？不愧是西西，想法和我一样优秀。哎，当年扎了你的楚家渣女虽不是个东西，但看在她生了这么乖的一个小甜饼的份上，日后你找到她拧断她脖子就行，可以留个全尸。好，脖子倒是在幻境里拧断过很多次，五马分尸也不是没在幻境里做过。楚一豪，我与你之间的仇早就了了，谢谢你赐给了我人生的那一颗糖。顺口问一句，去西荒做什么？找一样东西，天地熔炉。那不是火融一族的圣物吗？此物还留在西荒。火融一族生于烈火，若无天地熔炉洗礼，活不过双10之年。楚群没有再往下追问，帝臣离开后，木木便过来了。主人，这许天子到底什么鬼啊？居然敢娶你，活腻歪了呀！楚群总觉得这话隐约也冒犯了自己，但没有证据。那厮再打鬼主意，先别急着搞死了，暗中盯着，他身上有古怪，能让他的影子抱起杀意。许天赐身上藏着的秘密不简单的。木木，你还记得小佛吗？主人，怎么忽然想起小兔狸来了？刚才表弟提起西荒，我便想起当年我在西荒的乱葬坑里捡到了吞佛。天道哄骗你们献祭，夺走的是你们最珍贵的东西。若是吞佛的话，你说天道会夺走他的什么？小兔狸是半妖，杀性难血，当年是主人一直镇压着他的杀性，维持着他的人性的。若天道要夺走的话，肉身磨灭可以重塑，神魂残缺可以再聚，怕就怕得抓紧了呀。吞佛、拜月、听息，还有小突突，得尽快找到他们才行。西荒地下枉死城，尊上，人族此番派来的探子以悉数斩杀。哼，尸体便赏给你们了。忽然少年睁开了眼，混账！鲜血自王座流了下来。是谁动了我的血奴？他感觉到放出去的血种在颤抖，差一点就被人掐灭。楚明瑶那蠢女人，究竟将血种给了谁了？少年站在镜前，脱去外袍，露出了狰狞的内在，却见他的胸膛唯有骨架，里面空荡荡的，却有一颗鲜红的心脏在他身体内跳动着。取了你一滴血，肯定很疼吧？对不起啊，都怪我没用。少年病态地笑着，手抚着镜中心脏的影子，自谋痴狂。等我，再等等我就好了，姐姐。等我杀尽这苍生，杀尽负了你的所有人，小佛永远陪着你好不好？只有你和我。郡主，这位是我小妹谭台雨，她对你仰慕已久，非要跟来。是。谭台雨一个劲儿的点头。郡主姐姐，你太野了，国师都被你拿捏得死死的，我辈女子楷模啊！好说好说，百阶中品的午休，我天赋不行，比不得大哥。倒是未必。好了，现在你人也见着了，先退下吧，大哥还有正事要和郡主谈。好吧。郡主姐姐，这是我爹给我的百灵手串，可自主吸纳天地灵气，就当是见面礼了。你爹要教教我怎么让臭男人服服帖帖，俯首称臣。谭太优头疼欲裂，二话不说把自己妹妹推了出去。令妹的志向挺与众不同的。她被家父和我宠坏了，请郡主
前辈不要见怪。说正事吧，为远帝派的那群钦差来的。远帝此举定是为了追要古灵花，再来恐是怀疑东篱有不臣之心吧。古灵花暂且不提，东篱臣服的是谁呢？我东篱永远是山主之民，只有一个主人。即便这个选择会站在芸芸众生的对立面。前辈，何为众生啊？天道不公，借我东篱，东篱万民不是众生吗？借我东篱的众生也是众生，怎就是我们站在众生的对立面啊？分明是这不公天道，私心偏颇，他就弃我们在先，是黑是白，便由不得他来评判。心态挺好，心气儿也高，但实力要配得起野心才行。晚辈的确太弱了。放眼如今的东篱，断壁残垣，纵有人才，也被那该死的五阴魔给当作粮食给吞噬掉了。百废待兴并非假话。弱没关系，谁不是由弱变强的？谭太优，我的身份暂时还不能让世人知晓，但不管是我还是藏龟，或者是为势必会到来的将来，我们都需要一个根基，前提是你做好了准备。谭太优愿为山主，为前辈效死，只求以公平，求给我东篱万民活于此世的尊严。起来吧，要活下去，要尊严，都得靠自己争取。跟上。谭谭又忙不迭地跟着他出去。默默拎着他，磨磨唧唧的。夜里，中仙城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地动山摇。好在谭太优早有准备，带着将士们去安抚民心。可随即入眼的那一幕幕，就震撼了所有人的心神。黑影重重叠叠，张牙舞爪，宛如巨人。银霜月辉之下，一棵棵参天大树宛如长了腿一般，整齐有序地移动入城，朝着祭祀府的废墟之地而去。树长腿了，真是活久见！要不是没有妖气，我还以为这些树都成精了呢。表哥，我这辈子的见识，怕是都在东篱给长了。女魔头这手笔也太大了吧？要不要这么惊世骇俗啊？号令木灵，这是他那个妖君木木的神通吧？主君，这动静会不会太大了点啊？封锁好消息，那丫头让他好好休息，才分了魂又去折腾自己。不过楚野侯这是准备做什么呀？他自有打算。帝臣没去过问，但能察觉楚群好像有点急。是因为远帝派了人了，还是因为他听说要去西荒了？国师大人，许天子是陛下派来的人，楚群当众剖了他，东篱王府更将天马营的人都软禁于此。国师大人真要一直纵容他们吗？国师莫不是忘了离行前陛下的嘱托了？秦阙笑眯眯上前，捂住楚明轩的嘴，直接把人拖走。许天赐的身体猛地一颤，面露痛苦，但就是醒不过来，像是有一把剑在他的灵台处搜刮，翻找着他的记忆。几息过后，帝臣挪开了手，眸色冷峭。原来是投靠了楚明瑶啊！远帝长女，皎月公主楚明瑶，那女人此刻应该在西荒才对。帝臣刚刚试着寻找了她体内那滴血残余的力量，但并无所获，仿佛那滴血是活的，感受到危险后还会自己隐藏起来。那就废了试试吧。他淡淡道，随手就废了许天赐的丹田。秦阙已经把楚明轩给控制住，打晕丢进了柴房，被召唤后马不停蹄又赶来了。来了，主君，卑职来了。会去世之术吗？啥？去世？哦，不就是阉割上了那玩意儿吗？主君你还说的挺文呀。替许天赐去了吧，去干净一些。帝臣说完走了。啊，这脏活卑职也不会啊。血？那得多晦气啊！主君，你还不如罚我去掏狗屎。你骗了俺的身，还要骗俺的金矿，说好的美男牛一头都没见着。祭司府废墟，牛大姐挖完了灵矿也回来复命了，但眼神幽怨。大花，你冤枉我，这事是谭台小悠悠的锅，他这世子爷当的，找区区20头美男牛而已，明我替你批评他。牛大姐撇嘴，然后死死盯着木木。大花，你看我干嘛呀？木木，你不当拐棍后，
你的气息怎么也变了？变了吗？没变吧？总感觉很熟悉呢，老让俺想起在妖域里戳俺屁股的坏蛋。木木和楚群勃然变色，楚群默默退后。富贵干的，不是我。破案了，富贵才没那个胆子。原来你是，肯定是你，就是你这根小拐棍毁俺清白。主人，一回头还有个屁的主人呢，楚群早就跑了。西荒枉死城的妖奴们瑟瑟发抖，敢废了本尊的血奴，敢浪费姐姐的心血，你能废，本尊还不能救吗？割了还能长回来，这家伙是韭菜成精了吗？帝臣，你竟敢！话还没有说完，帝臣心念一动，许天赐脑中一片空白，剧痛洗脑，他听到自己的丹田好像又碎了。再割。千阙表情如丧考妣，袖子一撸，硬着头皮上了。通佛骤然睁开眼，又来！东篱，愚蠢、笨蛋、傻缺、憨包，告诉过你多少次了？炼丹时法随心动，一念成丹。抛开书本枷锁，让灵药听你指挥，而不是你去顺从药性。老祖，我觉得那样不对。哼，那你说说看，怎样才对？说不出来，我就是觉得这样不舒服嘛。人活着还吃苦受累不舒服呢，要不死了算了。为什么不能舒服呀？我觉得越舒服炼出来的丹也越舒服呀。成，你练，我看看你舒舒服服炼出来的舒服丹是什么玩意儿。梅富贵闻言来精神了，撸起袖子就开始练丹月。老祖，你看我没说错吧？越舒服炼出来的丹越牛，这可是我第一次炼出来有丹韵的丹呀。丹韵是有了，但也更抽了。大彪啊，周哥老李，你们来的正好。来，我自创丹方炼出的宝贝，正确是药的，师兄弟就吃了它，一人一颗，正好3颗，齐齐整整的，有劲。谁和你是兄弟？去你的齐齐整整，你自己死去。三人扭头就跑，梅富贵在后面追，他们跑，他追，他们插翅难飞，不得不视死如归。富贵，兄弟这回纯粹是为了一个义子。我走后，替我照顾80岁的老母亲。回黄渡后，春风楼连吃3个月，80天西凤酒，不讲价，赶紧是一口闷。吃，有小爷在，保证你们棺材都是黄金的，实心的。三人对视了一眼，硬着头皮把舒服丹丢嘴里了。下一刻，三人齐齐倒在了梅富贵脚边，浑身颤抖，一股难以言喻的臭气从三人身上冒了出来。干，我的丹这么牛吗？吃了直接变屎人啊！哎呦，完了，大彪他们不会直接牺牲了吧？周遭灵气疯狂涌动，梅人平一声大叫，都懒得和梅富贵解释，神魂直接撞进了身体里，操纵梅富贵的身体，对胡大彪三人道：保元守遗，绝对不能昏迷过去，速速吸纳天地灵气，快！胡大彪三人此刻只是不能动，但意识却是清醒的。听到梅富贵的话后，三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忍着分筋错骨般的剧痛，快速吸纳灵气。胡大彪三人周围出现了一片雾蒙蒙的怪异景象。丹引灵物生，改天象规则，这小子真练出来了一个了不得的玩意儿啊！东篱之西，西西，藏龟真感觉到连山星在这边。龟哥哥哥是这么说的。小傻西吃着糖葫芦，一个劲儿点头。他之前说的南边，去了南边又说在东边，他是不是睡久了，脑子瓦塌了？地面旋起了风，几片枯叶朝韩农扫了过去，韩农一巴掌拍碎。说你两句长脾气了是吧？这一次绝不会错。一炷香后，韩农从一处沼泽里爬出来，花衣裳都被泥浆弄脏了，他咬牙切齿。我把下方翻遍了，有个鬼的石头。光团颤了颤，或许在北边。大龟龟又说在北边，他是不是分不清方向啊？忘了那厮是个路痴了，让藏龟指路找他的石之心，就离谱吗？
楚群很久没有这样酣畅淋漓的练气过了，除了木木，没人知道他暗影之中做什么。楚群出来时刚要一屁股坐下，却被人接住了。这个时候需要3条尾巴摸摸才有力气啊。胡伟缠住他的腰，轻抚他的面颊。不要了。当然要。楚群抱住胡伟，用力蹭了2下，还狠狠吸了2口。帝晨皱了一下眉，头皮有点发麻。既然都给摸了，干嘛只给1条尾巴？你太贪。你小气。意犹未尽才会心心念念，太容易到手，反容易见异思迁，渣女一贯如此。让你休息，你倒是闲不住。楚群感觉到他渡了灵力过来。桂兰，我搞了个大家伙，想不想看看？不是明日才公开吗？其他人嘛，自然要等到明日。若是你的话，可以破例。这话的意思是说他在他那里也是例外吗？想看。他想要成为这个例外。闭眼，跟我来。穿过那层暗影结界，楚群的声音带着笑意。睁眼吧。明明外间已是黑夜，此间却如白昼。出现在帝晨眼前的是一重楼，看上去平平无奇。怎么样？乾坤在内。请吧。金石为墙，铁木为筋骨，四合虽空旷，但浓郁的灵气化为了绵绵细雨，且灵气自主运转，绵绵不绝，生生不息。在正前方有一处金光灿灿的天梯，朝上不断延伸，看不到尽头。带你去看看上面的风景。帝晨握住他的手，楚群勾唇一笑，下一刻两人出现在了一处高台上。圆形的平台宛如星轨，头顶是无垠星空，距离天近极了，仿佛伸手便可摘星。夜风拂面，星轨平台之下是快速游走的云海，透过间隙可以看见地面上一些竹豆般的灯火。这并非一重楼，而是一件器，已有灵韵，假以时日定能生出气量。的确如此，他还会继续成长，现在还不是他最终的高度。他到底还有多少令人惊叹之处，是自己不知的呀？1000年前若他并未陨落，或许不是自己与他比肩而立了，而是遥望相背。楚一号，你到底还能给人何等的惊喜？东篱的山河好看吗？好看。如此高楼，如此大的气魄，如此强的野心，如此女子，如何能不好看呀？此楼可破天。有时我真遗憾，若我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呢。怎能有一人能如此懂他？现在也不晚。倒也是。此楼可取了名？登天楼。我看这苟天道很是不爽，不把他踩在脚底狠狠的摩擦，难消心头恶气。桂兰，可要一起？求之不得。帝晨握紧他的手，漫天繁星，夜幕之下，两人相视一笑。此楼还差一面匾，你来写如何？既名登天，此匾就不能弱了气势。这夜色与星光如何？尚可。送你。楚群略显诧异，下一刻他眼露惊艳之色。他看到帝晨眼瞳化为赤金之色，如有流光驶过，墨发化为银丝，如9天上的冷雪。不喜欢吗？喜欢。就是吧，上一个像你这么又美又强又取叶摘星的狐狸已经死得梆硬了，1000年了，你们狐族怎么还有这毛病啊？你在说什么呀？就是你们妖族，你狐族死得梆硬的那个妖皇啊，那个棒槌狐狸。听说他过去没事就爱舞文弄墨，还非得用夜华为墨，星石为画布。青丘有片石头林，里头全是鬼画符，都是他画的。那手艺，我用脚趾头夹出来的画都比他画的好看。哎，据说因为他这怪癖，不少狐族老爱大晚上对夜鬼叫，有点道行的就爱学他去摘什么星光夜幕，结果引来流星雨，烧秃了好多狐狸。这群蠢狐狸啊，一蠢蠢一窝。唉，不过也不怪他们，问题出在头头上。楚群。女魔头深情款款地看着他。
从这里把你丢下去，能摔死吗？哈，与你无关，不许和我说话。说了要和你绝交，咱就绝交到底。你说的，绝交1天，1天也是绝交。我拿你当朋友，你居然把我从天上丢下去。起初楚群以为他开玩笑的，结果他真把他丢下去了。当然，他这么记仇的人，肯定拽着他一起跳楼了。你说摔不死？哼，于是你就试试。梅富贵，你练了什么玩意儿？熏桃儿，小小大彪，嚯，直接从浓眉大眼糙汉子变成浓眉大眼肌肉猛男小白脸儿。我胆儿小，臭丫头，你好好说话。哼！大彪，你的修为回去了。胡大彪此刻的修为一跃成为了千阶上品。要知道，他当初因为私放鲛人，被远帝身边的大太监李春废了根基，是帝臣出手保了他的命。命虽保住了，但修为跌成了百阶上品，且这辈子的修行路都夭折了。不对，不只是回去了。楚群目露一彩，他忽然出手，一掌朝胡大彪劈过去。手掌将触及胡大彪时，一层水幕出现在胡大彪前方，宛如结界一般，将他给护住。水灵护体，精锐之气藏于骨。大彪，厉害呀！我自己也没想到，富贵这回新练的使丹效果太牛了。切，好说话，什么使丹？少爷这是改天换地大牛丹。梅富贵若是有尾巴，这会儿绝对翘上天了。哈哈哈！是，你牛，你最牛。富贵啊，咱爷们儿前场面话不说了啊，以后我大彪这条命都是你的啊！你要以身相许啊！啊，大彪，你好这口啊！梅富贵，这罪存在一日，这人就不能处啊！他为何有水灵结界？我想不明白。水灵之力他控制不住，倒像是一个被动保护他的玩意儿。胡大彪曾救过一只鲛人，那就难怪了。鲛人的祝福，2次觉醒啊！老梅，你们这回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切，说这些，我让这小子又练了9枚，不过以他目前的实力，1天顶开3炉，1次能有3枚成功的就不错了。大牛丹配合你的登天楼，还怕培养不出一批强者来？珊珊，我从未忘记过当年我们的夙愿。楚群造登天楼从不是临时起意，在很早很早之前，他还是楚爷侯时，他身边围聚着许许多多的伙伴时，便有的夙愿。他们所有人的夙愿，不只是让地上人成天上主，更想让凡尘亦能升仙，寒门亦能登天。脏了，我再也干净不了了，我不干净了。好家伙，他就离开了2天而已，咋感觉世界都变了呢？主角，又跟着我，干嘛？帝臣走到他近前，看脸谦怯，将里面收拾干净。是，被直接就去。要脏一回了啊！你让他干了什么？感觉活都裂了。帝臣没吭声。问你话呢？不是说绝交1天，不让我和你说话吗？你故意的是不是？说话是不是代表和好啊？欠着，等着吧，迟早我要把你从山顶丢下去。好，主君料理干净了。你到底让他干嘛了？鬼知道他这2天经历了什么，硬生生掌握了一门技术，成为了手艺人。略施小戒。刚刚那声娘炮音是这家伙发出来的。宝贝飞走了。行，我的宝贝呢？你看到我的宝贝了吗？人家的宝贝哪里去了？宝贝呢？你看到我的宝贝了吗？人家的宝贝哪里去了？许天赐精神显然失常了，所以略施小戒指的是他体内藏着一滴血，可令他伤而不死，不断复原。这是整整割了2天2夜的韭菜呀！割一茬长一茬，一茬又一茬。不愧是你，表弟。帝臣皱了皱眉，总觉得这句夸奖里带着浓浓的侮辱性质。
行吧，让我来瞧瞧这韭菜精的身体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他没有靠近，脚下的影子却如活了一般，探出一脚刺进了许天赐的身体里。骤然，影子找到了什么，许天赐的身体剧颤了起来，痛苦地惨叫了起来。影子从他的身体里抽离出来一滴血，被影子拽了出来。那滴血即将被拽离之际，许天赐的眼睛里闪过了一抹诡异的紫光。这滴血，楚一侯的血，这就有意思了。西荒王子成，吞佛静静坐在王座前，宛如石化了一般。那可是姐姐的心头血。惊怒之下，吞佛动用了力量，要一窥到底是谁在与自己作对。他透过许天赐的视野看到了一张脸。姐姐，那分明是姐姐的脸啊！那滴血被取走后，他也失去了对许天赐身体的掌控，到最后只从许天赐的记忆里搜刮出了一个名字：楚群。楚群，他叫楚群，他怎么会叫楚群呢？一定是他。我去找他，我要去。少年一袭血衣走在黄沙间，风沙飞扬间，他身上的血衣渐渐褪色成纯白，额上的血色莲花也消失不见，紫眸也变成了普通人般的褐色眼瞳。一行商队经过，阿爹，那边有人。商队赶紧停下，几个侍从把少年从黄沙里捞起，确认人还活着后，赶紧喂了水。谢谢你们救了我。你怎么会一个人走在黑沙大漠里？不知道这里靠近王死城吗？孤身上路很容易被妖物吃掉的。我是来找我姐姐的。你和你姐姐走散了？她被王死城的恶妖给抓走了。放弃吧，被抓进王死城的人有死无生的。不会的，我一定要找到姐姐。我只有姐姐了，只有她了。唉，阿爹，要不咱们带她回镇子里吧，留她一个人在沙漠上，她会死的。可她的来历……阿爹，要是弟弟还活着，没被抓进王死城，应该也有他这么大了。哎，行吧，把人带上吧。但商队不养闲人，他得靠劳力换饭吃。阿爹最好了，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我叫古兰朵，以后你就把我当姐姐好了。你叫什么名字呀？少年眸光悠悠一动，脸上露出了一抹纯真的笑来。我叫小佛。古兰朵牵起少年的手，无人发觉，黄沙之上，少年的影子狰狞如恶鬼。这一日，恶鬼混进了羊群中。姐姐，你要带宝宝去找谁啊？找你爹啊！啊，宝宝的爹爹已经死翘翘了呀，他的坟头在王都城，又不在这里。姐姐最近手头又紧了吗？这里没有爹爹的坟可以挖哎。抬头就见死了的秃爹从抄手游廊走了过来。香香哥哥，父爱在摇晃，摇摇欲坠。香香哥哥，姐姐要去挖我爹爹的坟，你要一起吗？地溪。香香哥哥怎么知道宝宝叫地溪？很好，这个小傻子不但爹在眼前识不清，甚至忘记了自己喝醉酒卖了爹的事儿。关键都这么久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提醒他。嘘，咱们悄悄的，不能被发现了。楚群眨了眨眼，悄悄提醒：西西去喂你哥哥吃，剥了糖纸送他嘴边，乖一点，嘴甜一点。一会儿你爹揍你的时候也能手软一点。哥哥抱抱。帝晨不为所动。香香哥哥，抱抱嘛，宝宝请你吃糖豆豆。这冷酷无情的爹。冷酷无情的秃爹看着自家崽儿那可怜巴巴的乖巧样，弯腰慢慢的半蹲在他近前。洗手了吗？啊哈，宝宝手是干净的。帝晨保持怀疑。楚群友被这父子俩给笑到，他托腮看着帝晨，像是第一次认识他这人那般，明明嫌弃儿子是个小埋汰，却还是吃了他递上去的糖，
吃糖前要洗手，不洗手的话有什么惩罚？照妖灵卷10遍。这是爹爹给他立的规矩啊。你爹爹真的死了？也有可能还活着。对不起，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笑的，除非忍不住。西西啊，令尊这是在出土和入土间反复横跳呀，不知是什么神通，竟如此了得。啊，大概是因为爹爹舍不得我吧，总想回家看看。楚群真的不行了，你养的好大儿啊，回家看看。帝琛冷冷地给了他一记眼刀子，看着近前的儿子冷笑。有子如此，为父倒是死而瞑目了。爹爹！小家伙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香哥哥，就是爹爹。萧煞溪想到了长久以来自己的孝顺举动。爹爹，你居然装成香哥哥骗宝宝！爸爸都不知道。再装哭，为父就让你真的哭出来。宝宝没有装嘛。帝琛闻言不语，就这么盯着他。就装了一点点，只有一点点嘛。爹爹，我错了。宝宝不该说爹爹死掉了，宝宝认错。爹爹，不要生宝宝的气好不好？虽是情有可原，但你也的确犯了不敬父母之过，罚你抄写孝经100遍，戒糖3月。宝宝愿抄1000遍，能不能？不能。哭完了就去抄书。爹爹，宝宝真的错了。想吃糖。允许你想。楚群看着男人游刃有余地教育着孩子，恩威并施，眼里却有温柔。干，为毛他觉得这刻的归来前所未有的有魅力呢？成熟男人魅力四射啊，成熟的狐妹子魅力更是惊人。尤其这个成熟狐妹子还是单身父亲，独自养崽儿，还把崽崽养得软萌至极。哎呀，如果1000年前能认识归兰的话，应该会毫不犹豫地把她给拿下，留在身边，替自己洗脚吧。哎，小孩子嘛，不吃糖堪比要命。慈母多败儿。真要是我儿子，那我得把他宠上天。的的确确是你儿子，你现在已经够宠着他了。希儿性子率真，先天不足，所以不通世故，但他是个好孩子。那是。哎，说起来，西西应该是半妖吧？帝琛嗯了声。按理说西西的年纪应该也不小，我记得狐族好像是500年才算成年，越是纯血，成熟期反而更晚。半妖的话，按说西西已经成年了才对啊，但他始终只有3岁小孩的模样。是你压制了他的妖性吗？半妖多残忍嗜杀，此为天性，但希儿不同，他从小便是如此，并未失控过。或许儿子并非没有半妖的凶性，而是他身上有着比半妖凶性更凶悍的存在，譬如吞噬魔的能力。半妖嗜杀的确是天性，但体内亦有人性，若能有人帮其压制，好好引导，并非无可救药。过去在楚一侯身边也有过一个半妖，杀戮邪童，吞佛。如果当初他的父亲也能如你这般的话，或许吞佛也不会变成那样吧。13楼，韩农洗了10次澡，险些把自己搓掉一层皮。这几天他把东篱的东南西北4个角翻遍了，见鬼的是之心，他怀疑藏贵是不是死太久，脑子都死成石头了，白瞎了他那10几套花衣裳。藏贵你个废物，但凡你不是路痴，
我就能跟着楚楚去西荒了。现在让小木头死孔雀趁虚而入，他俩肯定要背着我和楚楚勾勾搭搭，抱他大腿搂他腰，趁机篡了我妖君之首的位置。妖君之首不是我吗？小长城，你真的好吵。我要是小藏，我就不出现，找一个脾气好的长城，不是更好吗？我脾气不好，我哪里不好？一阵清风围着般若旋了下，力度很温和。哎，般若，你别欺负他。纠正一下，我才是妖君之首。妖君之首，舍我其谁？懒得搭理藏龟那笨蛋。司孔雀，你把楚楚给我照顾好了。楚楚去西荒，除了找残躯，其实是想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小邪童吧。般若点点头。要说八大妖君里谁最不好搞，非那小鬼莫属。也不知道狗天道把他折腾成什么样了，过去就够糟糕的了，现在不知道还能糟糕成什么样。南之帮韩农把茶给满上，好奇道：主子，吞佛妖君很难缠吗？要说杀孽和杀性，他绝对是最重的。他发起狂来，除了楚楚，见谁都砍。当初藏龟都被他砍断了一条胳膊，也亏藏龟是山川之主，胳膊断了也能接回去。南之悚然，烦人的是那小子的占有欲，在楚楚面前乖得跟孙子似的，背地里谁敢接近楚楚，他便要吃了谁。你当我楚楚那般出色一女人，因为什么到死都是个单身狗啊？八大妖君内还有这样的存在？整了半天，楚一侯一直孤寡源于此啊！韩农正说着，脑袋忽然挨了般若一巴掌。司孔雀，你动手做啥？不要出口伤人，你知道的，小佛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其实是个乖孩子。要你多嘴。韩农是喜欢吞佛的，因为喜欢，所以才会碎碎念咒骂这么多，因为喜欢才会害怕，害怕吞佛变成那个没有人性只有杀性的存在。顶嘴儿的兄弟们都是站在你这边的，国师当男人不行？许天赐那土狗真的是疯的没边了，他居然连东篱给陛下的贡品都敢抢。楚明轩也是个脓包啊，居然被许天赐给结成人质了。你说那许土狗是不是对楚明轩余情未了啊？这是因爱生恨啊？那厮真喜欢男人？你没见他这次过来又把白衣穿上了？那土狗就是色胆包天，我估摸着他还在打国师的主意呢，不然他老那么执着白衣做什么？胡大彪没掺和两人的闲聊打屁，全程诡异的瞄着马车。小大彪，你挤眉弄眼瞅啥呢？啊，木头岭啊，这云素表弟怎么没和死丫头一辆车呀？吵架了？在东篱的这段时间，云素在镇妖司众人眼里那个叫神出鬼没，每每众人都觉得他已经死了的时候，他又活着出现了，不免让人感慨国师还挺大度的。或许吧，你好奇你自己去问问呗。正好奇着呢，前方云素所在的马车停了，云素从马车上下来，他看了眼胡大彪几人。马上要入大泽，内有毒瘴，水源皆不可饮用，在此地补足所需之物。水源的事我和若若去解决，富贵多炼些辟谷丹，路上也饿不着。走时娇娇说这魑魅森林外围有一种魍魉果，表弟你和木木去帮我摘点呗，有妙用。讨厌，人家也想和主人一起去取水吗？为什么带大斑斑不带我呀？大概你没有尾巴吧。哎，大斑斑也没有尾巴呀。表弟，你把尾巴借我，咱俩联手把主人抢过来。现在真的太吵了。胡大彪三人跟在后面，表情各异。李逵小声道：木木统领为什么叫群头为主人啊？我总觉得咱们仨好像上了贼船。才发现呀。木木忽然回头看向他们，笑得可甜了。完了。李逵和周静夸张地做出怕怕的表情，倒是胡大彪一副生死看淡的德行。表弟啊，这次国师不在，对你来说是个机会，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呀。顶嘴儿的兄弟们都是站在你这边的，你加把劲儿，这一波西荒之行一举把死丫头拿下。国师怎么了？国师吧，我觉得不行，不是说他人不行啊，是当男人不行。爷们儿嘛，长那么好看干什么？又不顶用，招蜂引蝶的，连许土狗那种货色都因为他屡屡找死丫头的麻烦，
晦气。就是，我也觉得国师不适合当丈夫。咱们群头那性格跟他在一起，谁也不服谁，铁定天天打架，天天吵。而且他还有儿子了。这个忽略不计。西宝那么乖，谁不想给他当爹呀？帝晨漫不经心地摘下面具，睨向他。怎么？胡大彪原地石化，立定不动了。国师当男人不行？我刚刚说的是梦话。白日梦少做。他要变回匀速的样子，重新戴上面具，径直朝前而去。彪哥，这是梦吧？表弟，国师，那啥，我刚刚是产幻了，对吗？看，木木从后走来，一副过来人的姿态，拍着他们的肩膀。年轻人呀，咋就这点承受力呢？这在哪儿到哪儿呀？等你们知道主人就是楚一侯，还不直接吓晕过去啊？还有什么？新世界的大门在向你们招手呢！恭喜你们上了贼船，准备迎接风暴吧！这鱼很肥，宜烤。哇姐、大姐，你们在说什么？你们不要仗着我是小娃娃就欺负我呀！我啥子都可以干的嘛！小胖的求生欲不可谓不强。行了，少嘴花花，自己去挖一处泉眼，路上给你当澡堂子用。小胖也不废话了，一头栽进水潭里。此去西荒，水系法术在那地儿完全无法施展。染衣于石，可防梦魇，趋吉避凶。阿楚，你肯定不会吃它，是准备用它的洗澡水来防灾吗？魑魅森林里的毒瘴会让人产生幻觉，咱们倒是没什么。胡大彪三人的道行差一点，再者西荒的地方，过去原本就是妖族的地盘。我记得过去那边盘踞最多的就是梦魇、巨妖、火龙、凤凰四族。我问了表弟，那边现在虽有人族镇压，但暗处活动的妖族却不少，且这部分妖族对人族极为仇视，暗地里没少猎杀人族。那边最值钱的不是灵石，反而是水源，一处泉眼，且还有驱恶防灾的泉眼，能派上大用场。一团火光从空中坠落，远处森林燃起了大火，火焰隐隐有一团鸟形。凤凰，那边好像是表弟和木木过去的方向。到底什么情况？那火里有鸟？不对，怎么是个人啊？凤凰啊！现在陆地上居然还有凤凰呀！他们没被震到缥缈海下吗？就见那团火光中，凤凰之影化为一道女子的身影，火焰里像是藏有什么东西附在她身上，试图钻进她身体内。滚出来！拂袖间寒霜散去烈焰，就见那凤凰女浑身上下像是被血液给裹住一般，无形之力如网一般将她给擒获，黑色魔气在血液中沸腾，最后便炼化成了一滴黑红色的血液，悬在了帝臣近前。这是魔血！刚刚他就是感觉到这血液里有强烈的魔气，所以才出手的。凤弯弯睁开眼，只看到了一张清艳冷静的侧脸。彪哥，这娘们没穿衣服，吓死我了！我的眼睛啊！我看到别的女人的身子了，我眼睛不干净了，我想好的知道了，就得抠了我的眼珠子呀！你们礼貌吗？姑娘，你快把衣服穿上吧，太吓人了。谁要你们的脏衣服？卑贱人族！你们敢侮辱我，我非为了你们不可！他身体又卷起火焰，火焰化一。哟，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啊！哟，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啊！楚群笑盈盈的从林中走来，横之大，一锅炖不下；凤虽小，味道却正好。大彪、周静、李逵，起锅烧火，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你说谁是鸡？尖叫声响彻不绝，妙龄女妖被丢进了铁锅，下方大柴大火，差点姜蒜去腥啊！我有姜蒜，我常备。小胖，你为什么要随身备姜蒜？我是鱼摆摆的嘛，吃鱼不要姜蒜，腥的打脑壳啊！你这种自身是食物的自觉性有点优秀呢。
那边那条鱼妖，你居然跟人族一伙，你寡廉鲜耻！啊，不是，你们神经病吗？为什么出门还要带铁锅啊？凤凰过去在妖族中地位极高，女凤更是地位尊贵，过去从未听说过大陆上还有凤凰。是啊，的确，还有东离的邪魔也是。这些年妖族作祟虽不少，镇妖司也一直在抓，但有强大血脉的妖族并不多。但现在怎么好像越来越多了呀？魔的气息。这操纵的方式可觉得眼熟。你说许韭菜？许韭菜体内有一滴楚夷侯的血，这凤凰姬体内有魔血。那位皎月公主莫不是已经和西荒的魔物勾结起来了？可能性极大。这么说来的话，今天这锅鸡汤暂时喝不了了。桂兰，你说这一次该不会妖皇之尾也在西荒吧？帝琛眸光微动，没吭声。魔族、楚夷侯、妖皇，我怎么觉得这两个冤种每一次都在一起呢？明明当初也没死一起啊。大冤种看着二冤种，帝琛无语。对了，朱雀你带上的吧？帝琛点了点头。把它放出来试试。都是雀雀，好歹是个亲戚，一会儿好交流。人族走狗朱雀，你这下贱畜生，居然还活着！他化为人形后的模样，应该只有1000年前的人见过才对。这只凤凰横看竖看，年纪都不会太大才对。你认识本族？当年你杀我族长辈，夺其凤凰血，更强夺我族宝贝涅槃果。你的画像从1000年前就挂在我族内，凡凤凰一族日日唾你面，是要杀你不可。般若和木木默默把视线挪到了别处。哎呀，我的瓜子儿呢？是你吧？死丫头，就是你吧？丫当初是不是幻化成我的样子去凤族打秋风了？整了半天，当年你给我的涅槃果是这么来的呀？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啊。当年凤凰一族死了一位长老，守护的涅槃果也被夺走。凤凰一族因为此事大动肝火，杀去人族境内。后来没后来了，杀过去的10几只凤凰，据说都被楚夷侯腌制成了蜡鸡。朱雀，你这强盗、小偷、贱种！我分明就是个冤种。般若皱了皱眉，咕咕了一声：“瓦姐，你为啥说这雀雀是在胡说啊？”阿楚幻化成朱雀的样子去了乌通林，也是他杀了凤族长老没错，但并非强夺走涅槃果，是凤族与阿楚交易在先，阿楚替凤凰一族的楚凤天女扛下降生劫，作为交换，凤凰一族给他一滴凤凰精血和涅槃果。可凤族事后毁约，还想强杀阿楚，言而无信的小人是他凤族。杀就杀了，废话个什么劲儿？当年他能杀你族长老一次，现在就能杀你。朱雀后槽牙一紧，这锅他背。没错，再敢造次，取你精血，拔你凤羽。你们敢？我是凤族的天女，杀了我，凤族必定举族追杀你们到死。天女？这看上去很识物的雀雀，就是当初我帮着挡下降生劫的那枚蛋。路子走窄了呀！当初这货还是蛋的时候，我就该把它煮了。天女，堂堂凤族天女，就这实力啊！要不是我被奸人所害，就凭你们也想抓住我？他再不会承认，因为降生劫是靠别人帮着扛过去的，所以他的实力充满水分。木木，树藤从天而降，直接把凤弯弯从锅里拖了出来。他尖叫了一声，脸上就挨了一鞭子。2个问题：一，你身上的魔血从何而来？2，凤族现在还有多少人存在？凤弯弯压根儿不想回答，可楚群用了言灵之术，他的嘴不受控制的张开。凤族全族上下只剩50人，被囚于楚明瑶那人族贱婢手中。他与王死城的血尊联手残杀妖族，那魔血就是血尊的手段，可以控制妖族，让我们不能逃出西荒。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是长老爷爷他们集合了所有人之力，
压制住了我体内的血种，助我出逃。哇，你还是全村唯一的希望啊！吧唧，希望的泡泡碎了。知道自己逃了，全族陪葬，不还是逃了？逃都逃了，这会儿哭啥哭啊？你们懂什么？我乃天女，只要我活着，凤族就不会灭族。只有我才能号令百鸟遵命。我千辛万苦来到东篱，就是为了集结力量，替族人报仇。哎，东篱哪来的力量听你差遣啊？鸟归于林，东篱山川鸟兽众多，更何况这地方是山川之主的埋骨之地，我自有办法让他为我所用。什么办法？不能说，这是我最后的底牌了，关系全族兴衰。说。连山心，长老以前救过一个叫连山心的男人，那个男人与山川之主有关系。连山心在何处？我不知道，我有他的信物。当年他曾说过，拿着信物到东篱，会还我凤族这一人情。信物呢？凤弯弯身体不受控，摊开手掌，在他掌心出现了一枚只有指甲盖大小的石头。木木即刻上前拿走那颗石头，朝林子里走了去。韩农到处寻找着石之心，不曾想那颗心已幻化出人形，难怪一直找不着呢，显然是故意躲着的。若有这心无在，还怕调不出连山心来。凤族天女的血应该不错。楚群需要凤凰血替般若重塑冥王身，这只傻鸟正合适。天女，哼，垃圾罢了，还比不上一只寻常的凤凰。她是凤族最尊贵的小公主，即便妖族沦丧，即便她被抓到楚明瑶手底下为奴，也没当面受过这等屈辱。凤凰应劫而生，一只连降生劫都是别人帮着挡下的凤凰，也配得上天女之称？外强中干的货色罢了。哼，倒也是啊。传说凤族天女一旦降生，成年后就能媲美天妖。她这德行啊，怕是连天妖的脚脖子都够不着吧？那这个雀没得用，是不是可以炖汤了？表弟，你觉得呢？此去西荒找楚明瑶，正好缺一个投名状。表弟你太坏了，我好爱。哼，你可以再加点。你们敢？你们不能把我送回去！我与你们什么仇什么怨？你们要这样对我？那我们先前还救你呢，你恩将仇报的时候，就哪来的底气啊？你们不能抓我回去！我身份尊贵，不止凤族，你们要是害了我，妖族、举族都不会放过你们。吹，又开始吹了。你刚刚才说了，你族人都要成死雀雀了，咋个那么能吹牛呢？还妖族、举族，雀雀姐，你当你自己是个啥嘛？我乃妖皇之妻，命定的妖族皇后。莫名其妙就有了外遇的妖皇本人，抬起了头。你背着死丫头在外面乱搞。妖皇皇后，命定之妻，不行，笑死我了！妖皇就这口味啊！情有可原，狐狸嘛都喜欢吃鸡。帝琛深吸了一口气，久违的窜出了咬断他脖子的冲动。楚群感觉后脖梗凉了下，这今日份儿的笑话险些乐死他了。魑魅森林，说是森林，却不见一棵树，云山雾绕，看不见方向。这水带劲儿啊，居然有酒味又不辣喉。大彪灌了好几口，感觉比西凤酒还好喝呢。不对吧？我喝着是水果味的呢，甜滋滋的。啊？为啥我喝着是鸡汤的味道呢？小胖被他们问得羞涩极了。哎呀，好水不问出处嘛。知道真相的般若挪开眼，悄然干呕了一下。这魑魅森林的幻物真是一年比一年浓啊，不错，很好。后面那辆马车上，默默打开乾坤袋，里面满满当当装着的全是王良果。那些果子形同丹丸，乾坤袋一打开，王良果就不断吸收着周遭的雾气。王良果竟会吸收此处的雾气，有何用处？好奇啊，吃一颗你就知道了。
帝晨看了他一眼，拿过果子服下，入口微涩有回甜。吃了，未见变化。急什么？变化很快就来了。魑魅物加亡良果，服下后能使人进入极乐幻境，满足内心藏得最深的欲望。帝晨表情微僵，手指紧张的全紧。1颗入魂，2颗欲罢不能，3颗如痴如醉，4颗就……楚群正说着，却见帝晨的眼神骤然起了变化，马车内香味骤然转浓，那双眼里燃起了偏执暗火。你这变化还真是说来就来。不过，好家伙啊，表弟你居然是这种狐！你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欲望居然是……楚群话还没有说完，腰身就被狐尾卷住了。楚群被压在了下方，脖子剧痛，他能感觉到有尖牙刺破肌肤，甚至没入了血肉里。更剧烈的痛意没有再传来，他感觉腰身上的狐尾僵住了，这种感觉很熟悉。千年前，他似乎也做过同样的事儿。他又听到了那个在梦中出现过的女子的声音，娇媚暗哑，哭求咒骂着，咕哝着那些让人面红耳赤的言语。他看到自己握住了对方的手，穿过他的细指，与他十指紧扣，金牙放过了对他脖颈的折磨，附在他耳畔，笑着斥他。娇气。帝晨神智刹那回归，他慢慢松开嘴，怔怔地看着他。我……帝晨哑然失语，目光闪烁，脸上写满了狼狈与懊恼。狐狸咬脖子，要么是求爱，要么是猎杀。敢问你是前者还是后者啊？抱歉。他还是有些失神，刚刚脑子里冒出来的记忆，那个声音好像是楚群的。过去他也曾这样咬过他，是他们被下销魂饮那次吗？也不怪你，是我没有提前告诉你亡良果的作用。他一直盯着他脖子的咬痕，皱紧了眉头。小问题，一会儿就好了。下次再咬我，我一定把你牙给掰了。不是小问题，别动。说话间，扶手在他颈侧，楚群感觉到了一阵酥麻，柔软湿润。楚群感觉自己背后的暗影又久违的开始作妖了。狐族惯爱咬着伴侣，你可知为何？楚群心惊肉跳。合欢时，狐族的尖牙会分泌一种魅物，此物不解，你会难受。我就是个作死冤种吧，这都能坑到我自己？怎么解？不会是要合欢吧？合欢就没必要了吧？咱俩这关系干这事不合适啊。你背后的影子似乎不是这个想法。帝晨的手抚摸他的背，楚群站立，他用力把帝晨往外推，感觉到他的抗拒，帝晨心里一沉。这块铁疙瘩终究还是没有开窍。为什么我会紧张啊？不是抵触，而是紧张，这简直莫名其妙。楚群惊疑间听到了一声叹息。咬你时，我是后者。后者，也就是把他当猎物在咬，也就是说，魅毒啥的是在吓唬他。背后的暗影魔纹猛地消停，楚群一把将他推开。不愧是狐妹子，报复心够强，报仇不隔夜，还真和他一样。他慌了。楚群，若他还是那块不开窍的顽石，为何会慌呢？干嘛？狐狸发情时牙齿带魅毒，捕猎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毒啊？我拿你当兄弟，你居然要咬死我啊！我心跳好快，肯定是你的毒闹的，你太狠了，混蛋龟兰！帝晨听着他不开窍的时言时语，头一次不觉得头疼，因为这块石头真的在开窍了。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骂你呢，你笑这么开心，还笑这么好看。楚群，你要再接再厉啊！哈？我努力啥？你是疯了吗，龟兰？说话颠三倒四的。让你的心跳得更快点。魑魅森林的这一段路，胡大彪三人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忘。魑魅亡良果吃了后产生的极乐幻境，的确让人欲仙欲死，沉沦其中。但楚群给他们的要求是，必须亲手打破美梦。那幻境便是他们内心最渴求之物，或者是最珍视之人。
而破梦唯一的办法就是斩碎这些虚幻。饶是胡大彪这等猛汉，在斩碎美梦后醒来的那一刹，都忍不住嚎啕大哭。他梦到了自己死去的兄弟，李逵和周静也是差不多的状况。对此楚群没有丝毫心软，修行一路多的是迷惑人心的梦幻泡影，若道心不能坚如铁石，迟早死在半路上。唯一让他惊喜的就是梅福归了。这小子真的是个奇葩，即便是他第一次用这法子修炼时，斩碎美梦后那种感觉都难受极了，偏偏梅福归醒来后如打鸡血般的亢奋。这小子的幻境到底是什么？每个人每次经历的幻境都不相同，贪嗔痴爱恨变幻不断。每次都是姑娘。啥？每次都是姑娘找他将将娘娘。妖兽啊，老子怎么生出这么个后代呀？梅福归那幻境全是初恋，斩完第一个初恋，吃下一枚果子，又是第二个初恋。别人是斩贪嗔痴爱恨，他的幻境全是斩初恋，还次次不重样。不愧是你的种，老梅。你说你当初给他赐福作甚？又怪我了。嫉妒啊，酸呀，富贵儿，好狗运。要不你也给我赐个福，等到了西荒，咱就去挖宝贝去。哎，那地儿过去是你们妖族的老巢，地底下宝贝老多了。老弟啊，见者有份啊！地禅闭着眼，手一扇，一只屎壳郎飞出马车，伴随着阵阵国粹声响起，梅人平忽然惨叫了一声，马车骤停。你把老梅拍死了？他哪有那么用力呀？主任，老梅撞死人了！珊珊啊，这是碰瓷儿啊！这丫头突然钻出来，差点撞死我。忽然出现的少女让人意外，地禅眸色微沉。她身上有魔气。楚群走了过去，伸出手的刹那，一道血红色的光从少女身上弹出来，如结界一般护住她。妖血结界？她身上怎么会有小秃驴的妖血结界？楚群驱散结界，立刻查看少女的伤势，确认她只是怀有内伤，但不危及性命，赶紧给她喂下丹药，用灵力催发药性。古兰朵悠悠醒来，在看到楚群的刹那，她恍惚间还没回过神来。你身上为何会有妖血结界？古兰朵脑子还是混沌的，没听清他说的什么。楚群却等不及了，他手附在少女的灵台上，搜寻着对方的记忆。下一刻，他在那记忆里看到一张熟悉无比的脸。吞佛。楚群一同搜魂，看到了古兰朵的记忆。木木，现在妖军中只有你和娇娇实力恢复的差不多，梅福归他们正在关键时刻，你照看着。主任，你要先行一步吗？楚群点头，他把牛大花也叫了过来。魑魅魍魉果你吃了没用？牛大花摇头，他吃了那果子压根没产生幻想，完全就是牛角牡丹。这么说来，大花你对那20头美男牛也不执着吗？不执着，但不要俺吃亏。本想晚些再给你提升实力，但既然魑魅魍魉果对你没用，你的心性想来也用不着再去凿炼，保持如今的本我就好。牛大花能感觉到楚群赐的那滴血里蕴含的磅礴力量，远胜于诸多天才地宝。他诧异地看着楚群，此血能助你突破，但能突破到什么境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西荒为黄沙之地，你的控土之术将有大用。牛大花，这次我需要你。俺知道了。木木会替你护法，你只有3个时辰突破，3个时辰后我会启程。去吧。阿楚生气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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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小佛还活着，绝对是个值得高兴的好消息，但能让阿楚气成这样，只怕……楚群回了马车上，3个时辰够他炼制出那个老物件了。楚群，你怎么了？3个时辰后我要启程去西荒，先走一步。我陪你。好。地尘目光落在他手边的那些金石灵宝上，知道他要练气。这个时候练气？那个小佛是妖君吞佛？妖君吞佛，
号称杀戮协同，半妖之躯却杀性滔天，唯楚一侯可镇。血尊、吞佛、天道，帝臣隐约猜到了什么。你要炼制什么？一个老物件，最好不会派上用场。帝臣看到他脸上此刻的笑容，觉得有些刺目。不想笑可以不用笑，至少在我面前不用隐藏自己的情绪。吞佛是个很善于伪装自己的孩子，他过去在我面前一直很乖巧，乖巧的像个可以随意揉捏的小面团子。可我知道，我不在时他是什么模样。他就那个叫古兰朵的小姑娘时的样子，就和他过去失控干了坏事，在我面前卖乖时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他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崩溃瓦解，化为死寂。希望我的猜测是假的，但我觉得那该死的狗天道应该不会给我这种侥幸，所以我要亲眼去确认那个小家伙是不是干坏事。你若要帮我遮掩下吧，别让般若知道我在练气，他太敏锐了。不能让妖君般若知道。所以你炼制出的东西又会伤了你自己吗？俺嗅到了血味，从西南方飘来的，里面还有一股这小姑娘身上残余的气息。过去。他毫不意外自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吞佛。小朵，姐姐。奔狼听到了身旁少年的哽咽，楚群失神地看着那道身影，与记忆中那个关爱在自己面前羞涩微笑的男孩重叠在了一起。姐姐！吞佛哭着嚎啕着朝楚群奔跑了过去，心脏在胸腔内砰砰作响。他已然没有血肉了，但这一刻他好像又感觉到了血肉回来。再乱吃东西，我打爆你的头啊！小光头，以后你就有家了哦。吞佛哭得像个半大的孩子。楚群失神了片刻，他垂眸轻轻拍着他的肩，像是安抚着一个小朋友。帝臣站在旁边静默地看着，没有显露出丝毫的情绪。你长大了，小佛，比我高了。我太开心了，姐姐，你回来了。楚群开去他脸上的泪。以前的你可从来不哭鼻子。吞佛愣了下，紧张地握住他的手。姐姐不喜欢我哭吗？我不哭，我再也不哭了。笨小孩。他是元素，你叫他哥哥就好。另一个是牛大花，新朋友。哦，云素哥哥。帝臣微微颔首，神情遮掩在面具下，看不出喜怒。姐姐怎么知道我在西荒？本就要过来，路上偶遇了古兰朵，感觉到了你的气息，我就赶来了。姐姐，这里说话不方便，我带你去见木木和般若他们吧。木木和般若姐姐也回来了。还有老梅。真好，当那么早就找到了你，可我现在不想见他们。我们能不能明天再走？我有好多话想单独和姐姐说。楚群看了他一会儿。好，依你。太好了。小朵，你没事吧？我没事。小佛把我送到了魑魅森林，我恰好遇到了群姐姐他们。大哥，我都快被吓死了，我真的以为见不到你了。我没事，多亏了小佛前辈，他带着我从血尊手底下逃走了。楚群看着相拥的兄妹俩，听着奔狼诚挚无比的感谢话，只觉如针刺耳。姐姐，那血尊是怎么回事？那是只魔物。姐姐，他的事儿我慢慢告诉你。我有件东西要给你，很重要的东西。楚群点了点头。群姐姐，原来你就是小佛一直在找的姐姐吗？可是，小佛，你不是说你姐姐被血尊抓走了吗？他拿走了一件我姐姐很重要的东西，我抢了回来，所以他一直追杀我。古兰朵这才释疑。不管怎样，恭喜你，能和家人团聚是最幸福的事了。希望你和群姐姐能在一起，
以后再也不要分开了。吞佛怔了下，看着他点点头，沉沉的了一声。姐姐，我们好久没一起用过饭了。楚群任由他拉着自己。黄沙下有东西。帝晨摇了摇头，冷寂眼眸下暗流汹涌。云素哥哥，一起啊！帝晨不疾不徐地上前，一风荡起微尘。沙漠边僻的小村沉浸在过要重逢的喜悦中。黄沙之下有什么悄然游走着，黄沙之上的人们似乎毫无察觉。今晚我守夜。帝晨轻声说道，朝他伸出了手。楚群疑惑地把手递了过去，温暖的腰力传递过来，像是有温柔的风掠过了心头，安抚着他烦躁不安的心绪。这是做什么？楚群，不论何时我一直在的。他懂了他的未尽之言。谢谢。只管做你想做的事，剩下的交给我。阴冷世骨的眼神如毒蛇一般从后方而来。云素哥哥和姐姐的关系真的很好呢。他牵了姐姐的手，他摸了姐姐的脸，姐姐对他笑了，姐姐怎么能对他笑呢？对于吞佛的酸言酸语，帝晨连眼神都没给几分，就去了村口。如他说的那般，今晚他守夜。这云素的气息真的很熟悉啊！当初不断磨灭许天赐身上姐姐血种的，就是此人吧？姐姐，床我已经帮你铺好了，今晚我睡地上，就和以前一样。洗脚水我也烧好了。姐姐，我帮你洗脚，你快过来啊！暂时不洗了。不洗就不洗吧。姐姐，我给你准备了礼物。他慢慢拉开衣襟，上袍滑落，楚群瞳孔颤抖了一刹。他看到了吞服脖子以下的身体，唯有累累白骨，不见血肉。而在那嶙峋的肋骨之间，藏着一颗血红色跳动着的心脏，扑通扑通，如活物一般跳动着。吞佛小心翼翼地将手伸入胸膛，将那颗心取出来，捧在双手之间。姐姐，你的心我帮你抢回来了，你看，它还跳动着呢。楚群看着那颗心，只觉胸膛像被刀剖开了一般。小佛，谢谢你，但为了这一颗心，不值得。怎么会不值得？它可是姐姐你的心脏啊！只要是为了姐姐，什么都值得。姐姐不想要它了吗？楚群没有吭声。姐姐，是不是嫌它脏了？对不起，姐姐，我不是故意要弄脏你的心的，对不起。姐姐，你嫌弃我了吗？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不会不要你，永远不会。咔嚓，一道颈圈般的法器锁在了他的脖子上。吞佛眼里浮现出了恐惧，脖颈处的法器内生有无数刀刺，深深刺入皮肉，鲜血流淌了下来。法器上还有一条锁链，锁链的另一端被楚群握在手上。果然，我骗不了姐姐啊！你都知道了，镇邪锁久违了，是来见我之前就炼制好了吗？其实不用的，就算姐姐你要杀了我，我也不会反抗的。你会乖乖听话，那你就撤去村子下方那些布置，放过那些村民。从见到吞服的那一刻起，楚群就感觉到了黄沙下方隐藏着的妖物，以及村民身上若隐若现的魔气。姐姐你总是这样，这些人的死活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1000年前你为人族做的还不够多吗？可他们又是怎么对你的呢？仅凭一些风言风语就视你为魔头，你的功绩被抹除，你的付出被污蔑，你所做的一切都成了楚家人的嫁衣。我所做的一切皆是随我本心，这是我自己的道。我没那么高尚，我也有自己卑劣的私心。你就是我存在的私心，我本该杀了你。姐姐你可以杀我的，不管你对我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的。我知道。你向天道献祭了血肉人性，是因为我。你杀了这么多无辜者，也是因为我。你变成血尊为祸一方，皆是因为我。你杀了古兰朵的亲朋好友，
更是因为我。我不舍杀你，是因为我的私心，但我绝不能放任你继续这样下去。你犯下的罪孽，也不能就这么一笔勾销。楚群握着金刚杵，狠狠地刺进了自己的胸膛，刹那间，犹如无数钢针从脖颈刺进了神魂内。吞佛痛苦地跪倒在地，捧在掌心的心脏掉落在地，沾满了灰尘。不，姐姐，姐姐！他想要挣脱脖子上的法器，可当楚群将金刚杵刺进自己心脏的那一刻，法器就消失不见了，而那种联系却一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约束降临。是因为这个男人，姐姐你才不要自己原本的心了吗？你说什么？为什么不要这个心？我错了吗？可我不觉得杀他们是错的。不，我错了。姐姐你不喜欢我乱吃东西，我让你不高兴了，就是我错了。我错了，姐姐生气了，生气就不要我了。吞佛，楚群察觉到他现在很不对劲儿。我要杀了你，杀了你！古兰朵拔出匕首朝吞佛冲了过去，几乎同一时间奔狼也动了，他双目充血，恨意刻骨到了极点。楚群和地尘瞬移到了近前，一左一右将古兰朵和奔狼掀开，让他们避开了从地上冒起的血刺。你还想杀人？血刺坠地。不，我没想姐姐你受伤的。他脑子很乱，前所未有的乱。忽然他感觉到有什么不动了，吞佛低下头，楚群也怔了一下，被吞佛死死抱在怀里的那颗心脏停止了跳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枯萎，最后竟如焦炭一般碎在了他的掌心。不，这是姐姐的心，为什么碎？不能碎，不能碎啊！那颗心碎掉的刹那，有什么东西悄然钻回了吞佛的身体里，一道身影骤然出现在他身后。那人与吞佛生的一模一样，只是一身魔气滔天，正是血魔。他抓住吞佛的衣领，就要将人拖走。把人留下！无尽暗影从楚群身后招摇而出，血眸世界降临。地尘铜色泛金，七杀剑悬空，数不清的路纹拔地而起，封住方寸天地。都是自家人，打打杀杀的多少和谐。放开吞佛！楚群沉声说道，眼瞳化为血色。血眸看到他的眼睛，触及他身后飘摇的影子后，你的影子看上去好可怕。他又看了眼悬顶的七杀断剑，目光落到杀意凛冽的地尘身上，表情更愁苦了。哇，你男人也好可怕！你们两个一起打我，我好怕吧？怕归怕吧，这小光头暂时不能交给你们。血魔勾唇笑道，他的身影骤然融入吞佛的身体中，吞佛的紫眸化为血色。我与这小光头乃是一体，看死我，他也会死的。楚群眸色阴沉，持戟一斩，吞佛的身体被拦腰斩断。血魔面露愕然，小光头的姐，你也太凶了，孩子都要被你打怕了。哼，打不过你们，罢了罢了，我投降。哼，才怪！下一刻，他断成两截的身体消失在了血眸世界里，只有声音在回荡。打不过，但溜还是溜得掉的。小光头的姐，消消气哦。放心，我不疼。我和小光头就在王死城里等你大驾光临。是我害死了爹娘，是我把那恶鬼带回了镇子上，大家都是被我害死的，被我害死的。
苦到了极点，依然说不出安慰的话。如何安慰？怎么安慰呀？他们认贼作友，他们如小丑般被那恶鬼耍得团团转。楚群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他们兄妹。帝晨握住他的手，眉头死死皱紧。没事。他深吸了一口气，朝古兰朵兄妹走去。奔狼收敛悲色，目露警惕：“你们别过来！”抱歉，抱歉，抱歉，能换回我父母他们的命吗？能吗？你弟弟就是个恶鬼，我一定会杀了他的，哪怕付出一切，我也要杀了他。好，但以你们兄妹目前的实力，别说杀他，连他的身都进不了。此事就不劳你费心了，还是说你要杀了我们灭口？当然，似我们兄妹这等蝼蚁，自然由你们斩杀，毫无还手之力。楚群没吭声，从怀里拿出了2个玉瓶，放在地上。白瓶里面有2枚丹药，可助你们觉醒。红瓶里的玉髓可养神魂，觉醒之后能提升修为。要报仇，也得有报仇的实力才行吧。与其白白牺牲，不如先让自己变强。奔狼怔了怔，神色复杂地看着他。他比古兰朵要冷静一些，也记得先前吞佛发狂的时候，是楚群2人出手救了他们兄妹。你不阻止我们报仇？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你们杀他理所应当，这药或用或丢，随你们。他们本以为楚群要替自己弟弟开脱，说一些求他们原谅之类的话，又或者直接要了他们的命。毕竟在这个世道下，强者杀弱者，很多时候不需要什么理由。大哥，我要变强，我要替爹娘报仇。小朵，他说的对，没有实力，谈何报仇？现在的我太弱了。奔狼看着一夕之间长大的小姑娘，重重点头。好，大哥陪你。跟上去，若有生死危机，帮一把。牛大姐点头，身影遁入黄沙之下。楚群目光似冷月，清明而苍凉，心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阵痛。他能感觉到是吞佛的杀意一直在沸腾，但忽然那痛楚停了下来。在血魔带着吞佛逃走的这段时间内，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腰身忽然被柔软之物卷住，他被轻轻拉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我没事的，桂兰。你有事？真没事，别小看我。那便当我有事，我不太舒服，就靠一会儿好吗？楚群。帝晨感觉到了他的颤抖，感觉到了胸口处如湿了大片。怀里的他没有发出丝毫声音，甚至连呼吸的节奏都不曾乱，就像一个满身伤痕仍维持着坚强形状的雕像，从未有一刻似现在这般。他愤怒于自己断了尾，愤怒于自己的力有不逮。楚群的失控也只是片刻。按照凤弯弯说的，天地熔炉在血尊手里，只是没想到吞佛就是血尊。他和那只魔的情况有些奇怪，像是融为一体了。楚群，你的道心没乱，我又不是真正的圣人，我也有私心，但纵然我私心再大，也不能颠倒黑白。吞佛变成这样是因为我，这是我欠他的，我欠他的，我还。但他欠那些无辜惨死者的呢？我无法替受害者宽恕他，我没那个资格。我唯有的资格，就是阻止他继续错下去。若能找回吞佛的人性，或许能让他的罪孽减轻一点。楚群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虽然疯狂，但也是他如今能想到的唯一偿还其罪的法子。要我说，小光头的姐，你是真的很心安。血魔去而复返，刚一现身，七煞剑悬顶，无数符箓将他封住，金光为笼，困死了他。可怕可怕！小光头的姐夫，你刚刚要是用了这一招，我就算跑了也要半残呀！呵，你还敢回来？楚群抬手，暗影又在他掌中画出了一柄黑色长戟。
你不要因为我现在和小光头长得一样你就砍我啊！我好冤种的。你冤？既然你这么冤，何妨冤上加冤？我认输，我投降，我不跑。姐姐姐夫，咱们坐下来先唠一碗血的功夫嘛。我可是来投诚的呀。楚群和帝晨都冷冷盯着他。嘿嘿，小光头的姐，你应该感觉到了吧？小光头这会儿已经消停了。耍什么花招？哼，疑心病真重，怕了。他垂下手臂，在肚子里掏了掏，一脸吃痛地挖出了一枚血红色的魔珠，随手丢给了楚群。魔珠入手，楚群微愣，这是魔族的力量本源。他吞噬过摩罗心，知道这东西对魔族来说有多重要，等同妖族的内丹。我已经展现出我的诚意了，现在可以好好谈了吧？楚群握着魔珠，手里的黑暗场景消失。吞佛现在什么情况？自然是如你所愿，人性回归，血肉复苏。打击太重，那小子呀，现在已经疯了。他的人性归体了，那颗心，他的人性被锁在那颗心里。他的魔猴之心。姐，手下留住，你捏得我很疼啊。是啊，天道把他的人性藏在了魔猴之心里，这些年他食人吸血，全为了维持那颗心的活度。可是吧，那颗心之所以活着，依靠的全是他的人性。狗天道哄骗那小子，让他罪孽加深，就等着他亲手把这份大礼送到你手上呢。魔猴心碎，人心归体。哼，你早知天道的算计，更知道吞佛的人性就藏在那颗心里。是啊，我早知道，可纵然我告诉他又如何？你死之后，他本就憎恶着苍生，没了人性就没了约束。再者嘛，他当初闯入禁区，二话不说吞了我也得报复回去嘛。不过现在我仇也报了，那小光头陪我的这1000年，我也不算无聊。他要是真疯了，我以后又委实有点寂寞呢。不要废话，说重点。他吃掉的那些人肉身还在，他抽走的只是血液，那些尸体肉身都藏在我的体内呢。楚群目光悠悠一动，血眸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只要将那些人的灵魂重新找回来，复活他们，足够偿还他犯下的一部分罪孽了吧？因为那本就是你的力量。深渊。死去的都是些普通人，人死魂消，如何复活？我刚刚才知道，那小光头有时间法则的能力。他这会儿把王死城里的时间给停滞了，把自己和妖奴全都封锁在了里面。若能不停地回溯时间，回到他杀人时的节点，收集那些人消散掉的魂魄不就行了吗？至于如何让那些魂魄与肉体重新融合，以你俩的本事，应该能想出法子吧？天地熔炉。天地本为大熔炉，万物生灵皆为其中的熔火，而人族为生灵之首，本身也是一顶小熔炉，将他们的身体变为气，魂魄化为火，重新投入其中，火能重塑。其实血魔说出的这一方案与楚群先前那个疯狂的打算不谋而合。魂、气、大熔炉，若能具备这3点，此法的确可以一试。但要不停地回溯时间，以吞佛的力量能做到？拼个死无全尸，大概能。若死无全尸能偿还犯下的罪，那已是万幸。真正困难的是回到那时间节点后如何补魂。补魂不太容易，凡人之魂太易碎，不可轻触，否则就算带回，醒来也是个傻子。为啥楚群会觉得这件事是最困难的呢？对他来说，这不该是最容易的事情吗？除非小光头的姐，你是不知道自己的影子是什么吗？你知道，但你能说出口吗？不管是摩罗心还是五阴魔，对他的影子一直是讳莫如深，像是被某种规则束缚着。对魔族来说，他的存在是禁忌，是不可名状的恐怖，一旦提及便会被抹杀了存在。你可以利用他的力量，
因为那本就是你的力量。深渊。天地熔炉在你手里吧？不在啊。我要那东西做什么？不在。那凤弯弯难道是在撒谎？凤凰一族那傻子天女告诉你的，那就难怪了。楚明瑶的确曾用的东西与小光头做过交换，不过后面的女人又把天地熔炉要了回去，东西又回到了楚明瑶手里。若在那女人手里，为何那蠢鸟会感觉不到？楚明瑶的女人可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呀。哦，对了，妖皇之尾也在他手上。我听说他从你们手里换走了许多妖族，用作何用？不知。我说了嘛，那女人没表面那么简单。她的那座明光城很有意思，我和小光头都进不去。这位大公主有那么大的能耐吗？王死城被小光头用时间法则给封住了，你二位一时半会儿的也进不去的，咱们倒不如分头行动。我回去哄哄的小光头，你二位去把楚明瑶给解决了。滚吧。嘿嘿嘿，得嘞。血魔笑眯眯的就要离开之际，纵然吞佛吞噬了你，魔猴之心和妖皇之尾该是封印你的存在，又是谁替你解开这封印的？唯有的破解之法就是他取出魔狐之心，在他未曾到来之前，这2重封印应该都还落在了这只魔身上才对。可他除了不能离开西荒外，行动简直自由得很。血魔脚下一顿，比起其他小杂魔，我有那么一丢丢的特别。好奇的话，问你的影子吧。又是影子，看来我的影子和魔族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真不去王死城开眼？楚群摇头。有阵邪所在，我能感觉到吞佛是否有异常。这血魔的魔珠在我手里，也不怕它反水。现在天地熔炉才是最重要的，不管对我还是对你来说，逆转阴阳需要此物，你要救火荣一族也非得拿到此物不可。帝晨看了他一会儿，点了点头。这一夜的纷纷扰扰委实让人心累，两人也没再贸然行动，在戈壁下生了一团火，就地靠着石壁休息了一下。帝晨抬手落下了一层结界，挡住乱吹的沙尘。你对楚明瑶了解多少？见过几次面，了解不算太多。他被远地贬来西荒时，只有千阶中品的修为。千阶中品？看来这大公主到了西荒后，也有了别的际遇，否则不至于让血魔都说不简单。的确不简单。明光城中有我布置的眼线，但从未察觉楚明瑶的不对劲之处。要么他伪装得太好，要么你的人已经被他发现了。西荒的眼线主要是与北原潜伏的妖族在联系，若然北原那边的情况暴露，局面会乱的。还好你事先有所准备，两具分身两头并进。你国师那具分身应该也快到西荒了吧？明天日落前应该能到。楚明瑶当初为何被贬？为何？好像是因为他威胁远地，若不让楚明瑶滚，便要杀了那女神。至于为什么威胁嘛，不清楚。山哥，出东篱了吗？出落日成了，再翻过一座山，就彻底离开东篱了。咱们为什么要离开东篱啊？我听说现在世子革新新政，办了学宫，平民百姓也可以入学宫修法了。若我能入学宫的话，或许就不用再拖累你了。哪有什么拖累不拖累的？马车将入山林，忽然停了下来。男子看着前方，脸上的笑容渐渐淡了下去。山哥，怎么了？没事儿，前方有东西拦路，我去处理一下。安安，你在车上别下来啊！手一挥，一道结界笼罩住马车。唉，为什么不能放过我？哼，放过你？你本就是藏龟的心脏。那是1000年前的事情，如今他是他，我是我，他要归来，
凭什么就要抹杀我的存在？哟呵，既然你与藏龟分得这么清楚，各走各路，那这些年你躲在东篱，偷盗藏龟留给东篱万民的遗宝做什么？你口口声声要与他划清关系，那还借他的声名做什么？许诺要还凤族人情，还说有脸说你能号令东篱？东篱遭难时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私拿东篱之宝，转头翻脸不认人，你哪来的脸与藏龟划清干系？我只是想成为我自己罢了，不是山主藏龟之心，只是单纯的连山心。可是大龟龟，他给过你时间啊，你和他之间不是有约定吗？他给你时间做你自己，让你追寻自己的道，还给过你机会彻底斩断和他之间的联系，是你自己放弃了呀。斩断和大龟龟的联系，你就会变成一颗笨蛋石头，再也没有现在的灵气和力量，是你自己不愿意的嘛。他的确是一颗卑劣的心，胆小懦弱自私，他一直试图从藏龟的阴影中走出来，却又借助着藏龟的蒙阴活下去，躲了1000年，他也的确是躲累了。我可以任由你们处置，但我有一个要求，治好马车内的姑娘。感情你一直以来偷窃东篱之宝，都是用来救你的小情人了。大龟龟好像也气疯了。小星星，你当星星的为什么要这么贱嗖嗖的呢？关我屁事，老子站着也中枪。1000年前楚夷侯死时，你和藏龟都不在中州王都吧？他忽然开口。你想说什么？当时我人在中州王都，我知晓一个秘密，一个连楚夷侯本人都不清楚的秘密。楚楚那等机灵鬼，会有什么事他自己都不清楚？这卑鄙心反而清楚？那日在东篱斩天眼的就是他吧？也只有他才有那等风采，也只有他才能让中山之神朱寒农甘为坐骑。昔年他那般厉害，却死在楚家的11草包手里，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他是中了何等手段？哼，无非是狗天道算计，利用11草包当刀罢了。那他失了姻缘的事儿，你也知道。韩浓的冷笑僵在脸上，悬空的光团摔在他肩上，摩罗心嘴角也是一抽，死死盯着林山心。姻缘是什么呀？可以吃吗？你呀，就是你爹的阳缘和你娘的姻缘的结合物。你说什么？1000年前楚夷侯失去了姻缘，且我知道夺走他姻缘的男人是谁。哦呦哦呦，那该死的狐狸终于要掉皮了吗？娇娇哥哥，大龟龟说他感受到猪猪石头没撒谎哎。楚楚1000年前被人给，到底是哪个混蛋？哪个混蛋？说！除非你答应救人，否则我不会说。别试图对我用搜魂术，我情愿自毁，也不会将肉身还给藏龟。是吗？他抬眸看向前方马车，一个颤巍巍的身影从马车上小心翼翼地走下来。那是个容貌清秀的姑娘，可惜一双眼是灰蒙蒙的，无法视物。山哥，山哥，你还在吗？结界隔绝了声音，安彩瑜全然不知道前方发生着什么。他是无辜的，楚夷侯若知道你滥杀无辜，绝不会原谅你。无辜？他一身死气早就断了生机，是你用东篱之宝强行将他的魂魄锁在那身体里，本就是个死人，还是抢夺东篱之宝续下的命，如何杀不得？他没死，他是毒恶之体，所以才会死气缠身。保住他的命，你们不会亏。去你的！把毒恶之体养在东篱，你是想拉东篱陪葬？若被人知道东篱有个毒恶之体的存在，不管人族还是妖族，只怕都要杀疯了眼来抢夺。我只想替他求一个庇护之所，如果落在其他人手里，他必死无疑。我没有撒谎，等藏龟用这具身体归来后，他自会看到我的记忆。他是我最后的私心，我把他交给你们，便不会再生二心，我会乖乖由你们处置。藏龟，立刻马上把这具肉身给老子炼化了，最好没骗人，否则藏龟炼化了肉身后，我第一个杀了这女人。无数光团涌入连山仙的肉身内。大龟龟终于要回来了，可是姻缘到底是什么呀？为什么娇娇哥哥那么生气？就是睡了，
男人把女人睡了，你懂不懂？睡完了就生崽，然后生出了你这实在崽。哦，原来没了姻缘就会生宝宝，这么说宝宝就懂了嘛？不对，小傻心脑瓜子疯狂转动。娇娇哥哥，你为什么管死去的女魔头姐姐叫楚楚？楚楚不是我的姐姐吗？我刚刚是不小心把楚楚给卖了吗？我姐姐是楚一恒。那姐姐岂不是被坏猪猪睡了？没了姻缘就会生宝宝，那姐姐岂不是还生了一头小猪猪？对不起，他是真的忍不住了。对，你姐姐就是被坏猪猪睡了，还生了你这头小猪猪。你笑什么？我笑了吗？坏心心，你笑得好大声，宝宝都看到你的后槽牙了。笑得那么开心，幸灾乐祸。不对，你应该也知道什么吧？楚楚说过，天道封了你的嘴，有些事你无法说出口。虽然说不出来，但不代表不知道。这条龙是真的精，你不是烛龙吧？你是龙精吧？连山星没唬人，1000年前真有一个王八犊子对我楚楚下了黑手。摩罗星眨了眨眼。看样子是真的啊。下一个问题，小傻西刚刚是不是真相了？摩罗星这货连眼睛都不敢眨了。眼睛都不眨，如此刻意，我楚真有娃娃了。请问你到底是怎么判断出这些答案的？被睡了就够离谱了，居然还有娃娃了！不，我楚楚青春无敌美少女怎么可能当娘呢？就是小傻西这样的可爱仔仔就算了，这要是生了个孽子的话，不对，被睡了有可能，生孩子怎么可能？这人族女子怀胎10月才生，楚楚死前的几个月，司空却一直与她在一起，怎会不知道她怀孕？你黄点老子呢？毁灭吧，司长种。对，您猜的都对，女魔头至死都是少女呢。你猜个屁的真相！你们就一辈子蒙在鼓里，娃在眼前却不实吧？小星星，你刚刚是在撒谎吗？宝宝嗅到了一丝丝谎话的味道啊！要不你还是把我吃了吧？他真的不想陪着一群疯子疯了。这条长虫明显已经精分了。韩农这会儿的确不正常，要不这藏龟现在在炼化肉身，他二话不说已经飞去西荒了。不成，这事儿得找人商量。干，藏龟你行不行？你赶紧把这肉身练吧了。仔细搜刮看看那连山星脑子里的记忆，看看到底是哪个野男人敢对楚楚下手。天际有流光飞来，纸鹤悬停在他眼前。是姐姐的传信娘娘。他还没想好怎么告诉楚楚这天大好消息呢。看到纸鹤上传下的内容后，韩农本就难看的脸色更加雪上加霜了。女魔头在西荒出事了，楚楚找到吞佛了。那小子被天道骗走了人性，藏龟你快一点儿！狗天道，这一回不把你的手脚给砍了，老子不姓朱！有坏猪猪欺负姐姐了吗？笨蛋爹爹是不是都没有照顾好姐姐呀？你的笨蛋爹爹肯定有好好照顾楚楚的，是那头坏猪猪太可恶。等娇娇哥哥砍下他的手脚，给宝贝煲汤好不好？那宝宝要去帮姐姐打坏猪猪，可是娇娇哥哥，您和大龟龟……没事儿，你的大龟哥哥很快就能回来了。乖宝，那娇娇哥哥就把楚楚拜托你了。宝宝是男子汉小丈夫，一定可以保护姐姐的。坏心心，我们去西荒帮姐姐打猪猪药，还有那个欺负过姐姐的坏猪猪男人，宝宝要去挖他的坟。挖坟，好样！令尊出土，一家团圆，全靠你这大孝子了。你，好样的！血魔那边我还是不太放心。木木，你和般若去盯着他，留在明光城外方便策应。胡大彪，你们仨不错，可算是突破万阶了。把气息收敛起来，维持在1000阶水平就行了。大姐，我可以。你跟着吧，就说你是表弟的干儿子。可以啊，这个干爹非常可以。
主人，所有人都安排妥当了，那傻凤呢？楚群的容貌一点点发生变化，变成傻凤的样子，而凤丸丸则被他收入了蜂妖湖中。怎么，傻凤美得让你心动？那只凤凰没你这般美。说什么猪猪话呢？他这会儿分明幻化的和傻凤一模一样啊！眼睛太好看了些吧？是吗？楚群幻化出水镜，试着调整了下自己眼睛的形状。现在呢？还是好看。他再次微调。这回呢？为什么还是好看呀？你耍我呢？眼为心神之窗，你的眼睛太美，已被识破的。楚群看着这个一本正经夸奖自己的男人，久久找不出语言。闭眼。啊！说什么？妖风一族的韦后真。你拿针扎我？黄蜂韦后真最多狐狸心。归来你是人不是？不是啊。你好样的，你给我等着！死狐妹子，死表弟，死归兰！以你肉身的强度，12个时辰后就会消肿。过了时辰，记得自己扎一下。他的眼神透过缝儿看着手上的针，又看向近前那张俊美到天怒人怨的帅脸，确定帝晨没和自己开玩笑。你的眼睛太美了，不这样会被拆穿的。我觉得吧，这次解决完西荒的事情后，你就放弃找那位楚家渣女报仇吧。帝晨眉梢一挑，看他那眸色一深。真的，我觉得你没准还要感谢人家，要不是那一顿销魂饮，就你孤寡一辈子吧，还当爹呢，你也配？你给人当儿子还差不多。帝晨透过他那窄小的眼缝，愣是读懂了他的未尽之言。谢谢。不谢，当兄弟的提醒你是应该的。显然两人说的谢指的不是一回事儿。妖皇陛下看着眼前这坨铁疙瘩，也没了怜香惜玉的心了。戏要演到位，下去吧，自己把锁妖链拴上。下次他一定要拿韦后真狠狠地扎他的嘴。黄沙遍野，临近明光城时，忽然整个沙漠都颤动了起来，一剑穿云，如破光阴，朝帝晨的马车直袭而来。短剑自马车内飞出，将剑矢从中破开。剑气对上剑气，荡起狂风，黄沙如浪拍岸，激荡向两侧。七杀绞断剑矢，朝其射来的方向直袭而去，杀气震天。尘霄渐定，露出远方的一队人马。楚明瑶立在巨妖背上，一手握着锁链驾驭巨妖，另一只手拿着长弓，七杀断剑悬停于颈侧，剑气在他颈部划破一道血痕。他遥望远处，眼看着那道清艳孤冷的身影从马车中走出来后，眉目里迸射出了锐利的光芒。国师大人，多年不见，你还是这般不懂怜香惜玉呢。两方人马对峙，楚军坐在囚车上，看着前方立在巨妖背上的楚家大公主，眸色悠悠一动。这就是楚明瑶吗？果真有点意思呢。国师大人还不出来见一面吗？一别多年，本宫可是对你思念已久呢。毕竟差一点咱们就结成夫妻了，不是吗？结成夫妻？啊，对了，他对楚明瑶不清楚、不了解、不熟悉。哎呀，果然狐狸的嘴骗人的鬼。搞了半天，你们这是老情人见面呢。下一刻，剑气绞断他脚下的战车与束缚巨妖的锁链，那只巨妖立刻挺直了背脊，嘶吼着要将楚明瑶给甩下去。孽畜！巨妖一声哀嚎，轰隆倒地，身上冒出阵阵焦糊，倒是没死，但气息却微弱了下去。把这孽畜拖回去，其他人退下。他大笑着朝帝晨走过去。国师大人，这一言不合就动手的脾气，还是和过去一样呢。废话说完了吗？这丑东西，该不会是从我手里逃走的那只蠢凤凰吧？此凤凰试图逃出西荒，在半道上被主君撞上，便抓了回来。
还真是只蠢鸟。本宫已在城中设宴，为国师接风洗尘，请吧。帝臣回了马车上，并未给他什么目光。国师变口味了，不养狐狸，改养鱼了。那是主君新说的意思。帝胖胖，国师这是想当爹了呀？这位大公主还真是和过去一样，见到国师就发浪。以前没少在国师手里头吃苦头，怎就是不计教训呢？更别说这一回。干爹，那个明光城看上去好吓人啊，像个死人脑壳。不是像，巨妖一族先祖深入巨情，可抗山岳。这座城乃是用其先祖的头颅所建。我听说巨妖族最看重的就是头颅了，死后头颅都要入族中墓地，神魂才会安息，子孙才能绵延。如今活在这片大陆上的妖族，谁的日子又好过呢？先前那个坏姐姐骑着的巨妖才3米高，应该还是个巨妖宝宝吧。帝臣闭上眼，没有理会这条便宜儿子鱼了。干爹，那个坏大姐是不是缠你身子啊？大姐要是吃醋不理你了咋个办哦？小孩子都这么聒噪的吗？干爹，帝胖胖想清蒸还是红烧啊？把这巨妖带下去，狠狠鞭笞1000。至于这个丑东西，大公主留着你还有用，带他去看看他那群族人是什么下场。楚明瑶到底想做什么？楚群暂时不清楚，但此行的目的之一，天地熔炉，他算是找着了。这座白骨天梯就是从天地熔炉内生长出来的。真是好手段啊！可楚明瑶哪来的这种手段？天女，你怎么……凤凰一族望着楚群，哭得叫个撕心裂肺呀！怎么还给抓回来了呀？扁毛畜生还敢哭闹，抽到这群畜生老实为止。几个监军过来，挥舞着铁鞭抽打着凤凰们。我乃凤族天女，你敢伤我？哼，屁的天女，阶下囚哪来的胆子大放厥词啊？敢动我族天女，我必要尔等血流成河！卑贱人族，尔等必死无疑！死你爹啊！这群凤傲天呀！咱就是说放狠话也看看场合好不好？不等你们让人族血流成河，你们自己就成河了好吗？骨灰一盒盒的。你敢伤我，我便自绝于此。我若死了，剩下的凤凰必定自绝。到时候，我看你们拿什么来维持熔炉内的涅槃火。监军面露迟疑，阴恻恻地盯着他。闹什么呢？一名身穿重甲的男人走了过来，楚群觉得这脸有点熟悉，是叫廉振。廉振目光落到楚群身上，微不可察地顿了下，就转向监军。大公主有严令，看好这群凤凰，绝不能让他们轻易死了。廉将军，这凤婉婉胆敢逃逸，大公主说了要给她一些教训。此妖女交给我，本将军自会收拾她。婉婉，你怎么成这样子了？你不是都逃出去了吗？怎么又被抓回来了？楚群心道，果然凤婉婉记忆里的廉振就是个舔狗模样。运气不好，遇见了中州来的国师。帝臣，那的确是不走运。他为人心狠手辣，杀妖无数。高傲凤凰能看得上卑贱人族，利用罢了。摄魂血眸悠然转动，廉振眼神支棱了起来。楚群压低声音问：我逃走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楚明瑶建这一座天梯是要干嘛？你逃跑后，大公主震怒，她用天地熔炉为地基，用凤凰血点燃涅槃火，再用群妖尸骨搭建天梯，目的是为了替天圣开路。天圣？是的，大公主是天道徒，来了西荒后得圣徒大人传道，圣徒大人说了，只要造出天梯，才能让天圣降临，世间妖魔皆能除灭。所有铸造天梯者都是有功之臣，可飞升。我就是担心你会遭遇不测，所以才急着助你逃走。婉婉，大公主有圣徒大人相助，她实力已破万入害了。她只要建造好天梯，就能成为圣徒，到时候只怕连陛下都要退位了。圣徒，天道徒，
造天梯迎天圣下凡。那位圣徒大人也在明光城内？我不知道，只有大公主才能见到圣徒大人。楚群也没指望他知道太多事儿，但该问的还是得问。楚明瑶和血尊交易的妖皇之尾拿来做什么了？林震又是一脸茫然，楚群估摸着也套不出什么有用的话了，打了个响指，林震清醒了过来，全然不记得先前卖主的事儿。婉婉，你放心，我会设法再救你出去的。怎么救？只要能瞒住大公主就行。现在帝臣来了光明城，就是最好的机会。大公主对他垂涎已久，知道陛下派她来西荒后，就做好了准备。今夜她与帝臣春宵一刻之时，就是你逃跑的最佳机会。啊，归兰这么倒霉的吗？为什么总有楚家渣女想睡他呢？你别帮我了，我是利用你的。我是九天玄凤，你是人族蝼蚁，怎么能配得上我呢？楚群说出了凤弯弯的真实想法。婉婉，我知道你是不想连累我，你放心，就算死，我也要救你出去。你再坚持一下，你等我。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不是没道理的。弯弯，大长老，凤族一贯爱惜羽毛，重视容貌。不过1000年时间，这凤霄化为人形后，竟成了老太婆。孩子，你快过来。楚群上前，作势挽着凤霄，下一刻就被对方反握住手腕，一股浊意在腕前出现。你不是弯弯，你究竟是谁？凤弯弯在我手上，不想他死就老实点。你到底想干什么？看你这德行，没几天活头了吧？楚群逆向他，凤霄的气息很弱，想来是伤了本源。做个交易，你给我一滴凤凰精血与白鸟羽，我救你凤凰一族。就凭你？给你脸就接着。救你一族那是你占便宜，反正凤弯弯在我手里，大不了杀了他，取了他的精血也是一样。这做事风格，这说话语气，为何那么熟悉呢？还有这交易内容，总感觉过去发生过。若你真能救我族人，老身可以与你交易，但你若敢戏耍老身……凤霄话还没有说完，噗的吐了一口血，骇然的看着自己的手。他刚刚本想悄悄给楚群种下妖印，不曾想却被反噬了。哼，自作聪明的老妖婆。楚群冷笑，幻境骤起，他一把掐住凤霄的脖子。寒子凤凰真当他善心没处使吗？给了生路，非要自寻死路？精血我给你，白鸟羽我也给你，只求你放弯弯一命，救我凤族。少废话，先交货。一滴金灿灿的凤凰血从眉心处冒了出来，那滴精血一出，他整个人更加虚弱。楚群即刻收住凤凰血。白鸟羽在我的凤灵内。楚群看着他头顶竖起的那撮呆毛，抬手就给拔了，呆毛入手变成凤灵。他感应了一下，里面果然藏着白鸟羽。楚群随手把凤霄一丢，又将凤弯弯给丢了出来。你对弯弯做了什么？保他狗命，不然就你们这鸟脑子，蠢都够蠢死的。楚群看着昏迷过去的凤弯弯，想起一件事来，拿出帝神给的尾后针，对着傻凤的眼皮直接扎了2针。你，此女简直是恶毒至极。楚明瑶居然自保妖皇之尾在他手里，一次请主君你过去，难道远帝告诉他了？帝臣曾诓骗远帝自己是妖皇后裔。远帝从不信任自己的儿女，正好本君也想会一会他。帝臣离去后不久，屋内一处阴影内钻出来一道人影。郡主，帝臣人呢？去见楚明瑶了。哦吼，那完犊子了。怎么了？小事情。楚群喝了口茶。就是表弟的贞操估计又要没了。唉，真惨啊。那你还有心情喝茶？你渣不渣啊你？你男人都要被别的女人睡了，女魔头你还不赶紧去护肤？楚明瑶并未出现，
整个房间内飘着淡淡的木香，却不知这香气从何而来。一条鞭子骤然从后方袭来，帝晨头也不回，握住鞭子，那鞭子上似有口气，在他手上重重咬了一口。帝晨手腕一动，直接将那鞭子挣断，血液从掌心滴落，一道身影从黑暗中走了出来。真香啊！果然，国师大人并非人族呢。帝晨冷冷盯着他，国师听闻妖皇之尾，便即刻赴约。想来那尾巴对你来说很重要了。他忽然垂眸看着自己流血的手，终于发现了吗？可惜呀，晚了。这座龙中塔可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呢，一入此塔便等于进入我的域内，你便是我的玩物，任由我摆布。你真的好香啊，香得让我恨不得立刻把你给吃掉。吃我？凭你？还是凭你身上藏着的恶臭之物啊？呀，被发现了呀，还真是奇怪呢。明明那一位没有见过你才对，可为何你给他的感觉会那么熟悉呢？丁晨敏锐地察觉到了塔内的变化，这处域很奇怪，不知为何给他的感觉有些熟悉，总觉得过去自己也来过这处域。国师的定力还真是高呢，妖族生性喜淫，国师大人何必拘束着自己呢？本宫会让你享受到何为人间极乐。忽然楚明瑶皱起了眉，盯着帝晨，你身上阳元的气息为何不纯？你竟与女人欢好过？谁？滚出来！下一刻，黑暗化为实质缠绕而上，一把漆黑的暗戟横在他颈侧。表弟，这女人不能除啊！想睡你还嫌你不是个厨？你是谁？暗影，你为什么能操纵黑暗？好熟悉，我见过你，我曾见过你。楚群眉头一皱，察觉出来了古怪之处，他暗戟直接一削，砍下了楚明瑶的头颅。下一刻，这个女人就如泡沫般在眼前消失不见了。傀儡吗？我能感觉到那女人还在塔内，但具体方位找不准，像是躲起来了。我在地下城有发现，你应该也看到那鬼迷日眼的白骨天梯了吧？那骚大姐背后有个什么鬼圣图？楚群一边说着自己的发现，一边走到窗边，伸手一推，手竟穿过了窗户，无法触碰。这不是楚明瑶的玉，而是一方法器。这里是混沌塔，混沌时间，塔内100年，塔外1日。他曾来过此塔，且不是独自一人，而是与混沌塔。怎么有点耳熟呢？在什么地方听过来着？混沌塔易进难出，唯有破之，方可出塔。在塔内能窥见人心深处最深的秘密，哪怕是被遗忘的秘密。住手！这鬼地方强攻出不去，得破开执念才能离开是吧？大概。或许不是破开执念，而是公开处刑。住手！一路尾随，薅人尾巴，被抓现行，信单保命。你胳膊肘往外拐。走吧，去下层。这事儿居然还成了他心里的执念了，到底是有多后悔？东宫，太子寝宫，一个豆芽菜似的小身板躲着宫人，悄然猫进了寝宫内，却不小心绊了一下，眼看要栽下去，一双大手扶住了他，顺势将他抱了起来。又偷跑出去了，调皮的小13。你是太子哥哥楚彦温。大哥哥在写什么？呵呵，写小13的名字呀。大哥哥教你好不好啊？此字唤群，一为一，侯为君，合在一起便为群。以后定会有一人赠小13你刘仙群，待你如掌中蛟。掌中蛟是什么？吃的东西吗？你呀，
就知道吃，是不是又偷吃糖了呀？记忆如潮水涌现，不等楚群再细细回味，楚彦文和小丫头的身影就消失不见了。他人生里的第一颗糖就是太子哥哥给的呀。女子修长的腿从那紧实有力的腰身两侧延展开，云发缭乱，玉露潺潺，有人在呜咽，有人在沉笑，声声堆砌，浪拍岸。女子伸手一偏，露出了庐山真面目，那张脸赫然是楚群。女魔头脸色依旧镇定的一批，妖皇陛下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面对此等公开处刑，俊脸上也是一片云淡风轻。此混沌塔也不知是哪个下贱胚子炼制的，用这种下贱幻境，是想乱人道心啊！我是不会上当的。都是假的。话音刚落，对面幻象里的楚群发出了一声急促的尖叫，女魔头险些咬碎了后槽牙，老脸滚烫。我不来了，你滚开！娇气，狗男人，我要杀了他！图灵，你够了没？图什么？图灵？这个男人是小图？图灵，你的妖君？什么我的妖君啊？我不知道。帝晨脸色阴沉，他起初也觉得这男人是自己，可刚刚他注意到这男人背上有不少伤疤，然而他自己身上并没有那些伤疤。再者，图灵不是他的第8妖君吗？难道当年的晋升天妖后失忆的那一年，该死的，这段记忆到底是他的还是楚群的呀？我知道楚明瑶身后的狗圣徒是谁了。先前楚明瑶说此塔乃他所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混沌塔应该是成了楚无忧的东西。不过这样子，他并没有完全掌握混沌塔，记忆混乱成这样，难怪先前认不出我的。楚无忧，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没脸见人是吧？也对，你的脸皮已经被我给扒下来了。楚一侯，他又回来了，怪物，这个怪物又回来了！楚无忧本以为杀了楚群之后，自己将得到焕然一新的人生。明明他们计划的那么周全，当他们亲手斩断其头颅，将他五马分尸后，噩梦才真的开始。像是从深渊下涌出的黑暗，几乎能吞噬一切。楚无忧拼了命地逃进了混沌塔内，才保住了一口气。他只记得最后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金眸银发。他听到那男人撕心裂肺地喊着楚群的名字，那个男人竟主动投身进了深渊之内，任由黑暗将他侵蚀。楚一侯那贱人明明都被他们五马分尸了，因为那个男人，他的身体竟又险些复原了。最后竟是逼得天道出手，才又将那贱人斩杀了一次。本是要将他的身体给彻底打碎的，可他的每一具残躯上都缠着一条狐尾。而楚无忧的下场最是凄惨，他因窥探了一眼深渊，险些魂飞魄散，残躯残魂只能寄生在混沌塔内。他苦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机会，只要造出天梯，他就能脱离混沌塔，就可以和其他兄妹一样成为天圣了。楚一侯，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真是意外之喜啊！我亲爱的八姐，你居然还活着！你为什么还能活过来？怪物，你这个怪物！惊不惊喜？意不意外？1000年前的旧账，今日可算能一并算了。三哥，救我！三哥，11草包内还有人活着。混沌塔和楚无忧骤然消失不见，楚群和帝晨被掀出塔外。那是什么？登天路，现凡躯。兄妹俩的眼神渐渐起了变化。献我肉身，恭迎天圣！献我肉身，恭迎天圣！站住！牛大姐拦在两人身前，却见两人不为所动，完全被蛊惑住了。她一人一个大耳刮子过去，不曾想兄妹俩还是不行。牛大姐猛地想到了什么，拿出水囊，里面装着小胖的洗澡水，对着兄妹俩的脸直接泼了过去。古兰朵兄妹一个机灵，慢慢恢复了神智。你怎么会？我们刚刚怎么了？好家伙，小胖娃的洗澡水那个管用啊！
喂，醒醒！吞佛毫无波动，对外界毫无感知。唉，所以说呀，小鬼就是不好，承受力跟个脆皮儿似的。你要是再不醒，你姐姐可就没了。吞佛依旧没有反应。嘿，这都不行。好吧，我就勉为其难去帮你姐姐收尸了。哦，对了，当年将她分尸的楚家人成天圣了呢，估摸着这回你姐姐又要死在那人手里了。好惨哦，这回肯定不是五马分尸了，妥妥死无全尸啊！姐姐，伤过姐姐者必须死！无尽鲜血从他身体里涌出，冲出王死城。哎，你发疯就发疯啊，为什么老扎我呀？我是冤种吗？哎呀，年轻人火气别这么大，你听我说完嘛。他就朝明光城杀去之际，血魔拽住了他的手腕。冷静点，小光头，滚开！你姐姐哪有那么好杀呀？更何况还有你姐夫在呢，还刚刚唬你的。天上的玩意儿，哄骗凡人为他献祭，死的人越多，那家伙的力量越强。你多救一个人，就是在帮你姐姐的忙啊！不用手碰他。你怎么来了？吞佛他。小光头醒了，在帮你救人呢。这天地熔炉与当初交于楚明瑶是不一样了，一旦沾染就会被吞噬，成为祭品。你怎么知道？你的另一只深渊之眼被夺走了吗？深渊之眼，楚群眸光一闪，是指他的摄魂血眸吗？要封住天地熔炉，只能用你本身的力量。楚群，别再抵触他了。你在说什么鬼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就算你不懂，你的影子也懂啊。你男人快撑不住，别耽误了。他和你一样都是残血，力量不如过去，对方可是有天道秩序加持的。暗影在他身后飘摇，恍惚间他好像看到了一条大黑狗在对自己不断摇尾巴。鸣奴影子脱离了他的身体，变为了一头巨大的黑犬。7年了，你终于想起我的名字了，主人。血魔虔诚地看着他，盖不住眼中的狂热，他双膝跪地。没错，我第一次见您时，您就是这个样子的。楚群听不到外间的声音，他的眼前只有一片黑暗，他的意识清醒地坠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暗中。姐姐，主人，我姐姐怎么了？她怎么了？没事，只是昏过去而已了。不过最好赶紧让他醒过来，否则不止天上那个要完蛋，咱们也要死了的。我要一处僻静的地方，血魔留下，其他人都出去。吞佛咬紧牙关，听话，不然你姐姐醒不来，你姐夫还要砍死你的。木木脸色凝重，他和般若一左一右，架起吞佛的胳膊就往外走。他到底怎么回事？力量失控了吗？他现在的肉身还没完全恢复，扛不住深渊的力量外泄。那条大黑狗在明光城内帮着控制深渊之力，不过力量太大，大黑狗也扛不住那么多，只有他醒过来才能压制住那些力量。深渊。帝晨皱紧眉，虽有疑惑，但也知道现在并不是追问的时候。如何唤醒？这我哪知道啊，不过他身上的深渊印记对你很是喜欢，除了你，现在也没人能靠近他呀。下一刻，帝晨拂袖一扇，就把血魔丢了出去。用完就丢，无情，不愧是两口子，这偏心偏的没人看。起初他以为暗影魔纹和深渊之力是敌我不分，无差别吞噬，找到帝晨后他才发现，嘿呦喂，深渊之力和暗影魔纹像是认识帝晨一般，压根儿不会伤害他。暗影魔纹缭绕而起，勾住他的脖颈，将他逐渐朝楚群拉近。帝晨赤金色的眸子悠悠一动，这暗影魔纹是在教他怎么唤醒楚群吗？罢了，别信你吧。无边无际的暗影飘摇，似雀跃，似欢呼。暗影之中，男人紧拥着少女，吻上了她的唇。亲吻法未能唤醒睡美人群，但那不正经的魔影却乐此不疲，死死摁着他俩的头，不让分开。更离谱的事儿还在后面呢。楚群宛如提线木偶般的被暗影拉扯起来，坐在了他身上。混账东西！他勃然大怒，手上燃起妖火，挣脱魔纹。你在摸哪儿？他看到了缠在自己手腕上的暗影，在楚群醒来的刹那，哧溜跑得没了影儿。自己居然
被算计了。楚群的意识其实一直是清醒的，他感觉自己清醒的坠入黑暗中，对外界的感知也一直在。他倒想看看这魔文准备把他和地尘怎么样。我会负责的。其实我意识一直是清醒的，只是醒不过来。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这被强迫的不小心碰了我一下，你就负责。那我摸了你那么多次尾巴，我完全没想过负责这事儿。桂兰，你这样显得我很渣呀。你不渣。我渣？哼，小渣女，你在讲笑话吗？现在这些都不是重点了。你身上的影子到底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我好像曾在一个黑暗世界里生存过许久，因为太过无聊，就用暗影捏了一只小狗，然后它成了我的影子，大概就是这样。随手用暗影捏了只狗，这狗就有了意识，成了影子，甚至能有那等强悍的力量。听上去你好像不是人。听上去你好像在骂我。那你的影子现在稳定了？地尘还记得明光城内那些疯狂冒出来的黑暗第四。楚群闭眼感受了一下，他醒来后，明光城内那些失控的深渊之力也稳定了下去。明奴这会儿不用分心帮他压制，正在痛快的破戒呢。稳定了，暂时没什么问题。血魔呢？那个冤种知道的东西不少，他肯定晓得我是什么情况。哎呀，咱就是说，咱姐夫就是厉害啊。姐夫？楚群看向地尘，地尘看着他没解释，也没反驳。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我知道的全都说了呀。你难道还没想起来？血魔还没有说出口，脑中却响起了明奴的声音：住口，不可说。我怎么？口哥不让我说呀，要不您问他。深渊二字不可说，乃是禁语。主人的肉身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在没有找回那件东西之前，他一旦想起深渊下的事儿，势必会让那几个沉睡的老东西也跟着苏醒。上一世已经功亏一篑，其中一个老东西苏醒了过来，与天道合谋，毁了主人的道。这一世绝不能再让他们得逞。姐姐，我想看你笑，就像出狱时你让我笑给你看那样。他从乱葬坑里亲手捡回家的小光头，他亲自教他说话，教他变字儿，教他微笑，他亲手点燃了烈火，送他入了坟茔。姐姐，谢谢你，遇见你是我这一生最幸运的幸运。对不起啊，我做了坏事让你伤心，对不起，到最后我都没能保护好你的心脏。最后是你帮小佛了了遗憾。地尘抬手开了开他眉间的涟印，带着遗憾走总归不好。楚群看着他，第一次主动的撞入他的怀中。不和你说谢谢了，归来。好。胸膛处的衣衫带着潮意，半晌后，楚群从他怀里退出来。小佛就是程姐哈，有了他的莲花金印，我这美貌翻倍啊！哄骗10几个年轻美男妖来给我洗脚，妥妥没问题。他那般占有欲强，你若骗来10几个小妖，还不全被他拆骨入腹活吞了呀？有理啊！护人虽是，但路还要走下去。天地熔炉还给你。楚群将化为丹炉的天地熔炉交还给地尘，这下火绒一族应该也有救了。之前黑暗吞没了混沌塔，楚明瑶的尸骨可在里面。楚群怔了一下，天地熔炉是被他用影子收了，但混沌塔并不是他吞的。哇！小灰狗从床上蹦了下来，跑到了两人脚边，嘴巴一张，吐出来一个小玩意儿。明奴，你乱吃的什么东西啊？混沌塔？原来被明奴给吃了呀！他再一感受，皱起眉。楚明瑶的尸骨不在里面。那个女人该不会还没死吧？楚一侯，我大难不死，他日就是你的死期。不能回中州，那里也不安全。去南渊，想法子去南渊。是爹爹的气息。
小星星，你快走，快走！不是爹爹，是奇形怪状猪猪妖拿着爹爹的尾巴。小星星，打他！尾巴，尾巴，爹爹的尾巴！哎呀，你好笨啊！你把它撕开呀！你行你上，宝宝上就宝宝上。四方莹莹乖乖听话，替宝宝撕开它。又是这黑影！怪物，楚银河，怪物！莹莹，尾巴，尾巴！黑影洞穿楚无忧的身体，从他体内拽出了一条泛着金光的狐尾，恭敬地送到了小傻西手上。宝宝替爹爹找到了一条尾巴，爹爹肯定要表扬宝宝的。我说，那个女人或许有点用，你确定不阻止影子把她捏死？有用吗？莹莹，你不要捏死她哟，我们带她去找爹爹和姐姐。这一次，深渊之影竟没有听小傻西的话，楚无忧仿佛刺激了深渊之影。小傻西一声大叫，那只影手硬生生将楚无忧给捏爆。影子居然不听话，西荒是发生了什么吗？还是说楚群出事了？哼，你脏脏，不许摸宝宝尾巴！黑羊显然着急了，啵的一声变出了一朵花。宝宝不接受讨好，莹莹你不听话，宝宝要和你绝交一天。我天才无敌的小主人，你和他绝交半天吧，这可是魔晶兰草。这魔晶兰草可是魔族的宝贝，都绝迹几千年了。这个花花是黑色的，看上去又不好吃。不好吃你给我呀！你看那边不还剩下半个坏女人没死吗？没准太有用，宝贝咱得收着，万一你爹爹和姐姐有用呢？小星星，你想要这朵黑花花？怎会？您忠心的仆人，一切都是为您着想。哇，宝宝还说你想要就送给你，既然你不要，那就算了吧。我最可敬的小主人，其实我吧……小傻西尾巴卷走黑花花，递给了摩罗星。小星星，你要坦诚一点。大青青说，只有女孩子才会把想要说成不想要。遵命，我的小主人。中州那边有动静吗？胡大彪正要开口，帝臣从外进来。西荒已与外界完全隔绝。国师大人，中州还没察觉，这不合常理啊。东离之乱是因为你当时在打掩护，但西荒事发突然，且动静远胜东离，不该没有反应才对啊。贺青传来消息，帝臣将密信递给他，楚群看后眉头微蹙。连中州和西荒接壤的边陲之地都没看到那日的乱象。我环西荒查看了一圈，发现了缘由。你说，西荒之地在移动。移动？近段时日的山火频发，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西荒正在脱离整个陆地，火山之外已出现了峡谷裂缝，生机断绝，灵气丧失，此地在被放逐。待火山喷尽，最多1月，海水灌输，此地就会永远从世界消失，就如同昔日的妖族被震入缥缈海下。帝臣点头。冥奴用半具身躯堵住了天之界，让苟天道无法再对西荒下手。于是乎，他另辟蹊径，干脆让西荒沉海。有此可能，但我更趋向于在此之前西荒就被动了手脚。细细想来的确奇怪，楚无忧既能附身到楚明瑶身上，他在西荒一顿瞎折腾，还不如回中州去找远地这便宜后代。好歹一国之君，蛊惑人心，名义上又掌握着镇妖司，想捉拿妖族来铸造天梯，不是更方便吗？且西荒的情况一直被瞒得天衣无缝，连你当初都被欺骗了。除非楚无忧他也不敢让中州知晓西荒的情况。远地，这是楚无忧舍近求远的唯一解释。
远帝身上藏有秘密，这秘密令楚无忧不敢让对方知道自己还活着，所以龟缩在西荒，借由天道的力量斩断西荒和外界的联系，把这里弄成了一个世外隔绝之地，然后在这边猥琐发育。要不是楚群和帝晨来了这边，没准真就让那女人发育成熟了。死呀！魔后国师，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破局啊？想叫就叫，憋什么憋？群头儿知道楚群就是楚一侯后，他和李逵、周静愣是几天都没睡着觉。先退下吧，此事我们好好想想，让梅任平和富贵抓紧多练些辟谷丹。灵草管木木要，修炼者食辟谷丹就可，别与百姓抢口粮了。要么想法子阻止西荒沉底，复苏此地的生机和灵气，要么把西荒之民悉数迁走。两族加起来6万人呢，6万人迁徙，哪是说说那么简单的？就算能迁去哪儿啊？东篱吗？那边才刚刚安定下来，这个时候不好添乱。复苏此地灵气，我或能解决。怎么解决？听说过灵眼吗？万宝录中有记，天地有灵眼，运灵物造生机。但这不是传说吗？没人见过。难不成在你手上？帝晨点了点头。有件事我一直纳闷来着，妖域里的灵气哪儿来的？我没看到里面有运生灵气的阵法。我分割了一小块灵眼丢进去的。你割的那一小块大概多小？1/10。归来，你到底知不知道灵眼意味着什么？知道，可我不缺。贫穷折断了楚一侯的脊梁。表弟啊，归来啊，求包养。我炼丹炼气样样在行，看人我还技术强。这些我也不缺。那你缺啥？缺个暖床的。咱就是说，你是怎么顶着你那张性冷淡的脸说出这种骚话的？当真？给你暖床你就把灵眼贡献出来？不是暖床我就养你吗？帝晨清嗯了声，神色冷淡，浑不在意，笑意全藏在眼底。暖就暖，为西荒万民，别说暖床，给你的尾巴洗澡都成。给我洗澡？哼，这事儿倒不知是美了谁啊。灵力的事能解决的话，剩下的就是阻止西荒沉底了。若是能找个东西把西荒之地给托起来就好了。不过打哪找这么大个玩意儿出来呢？你的炼气术呢？有句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炼制登天楼，我可是把娇娇的私房钱都给掏空了。而且吧，东篱的登天楼炼制的没你想象的那么容易，能那么快完成，是因为1000年前我就成功炼制出了雏形。在炼制出雏形前，失败了不知道多少次。不过也不是不能试试，就是这时间。混沌塔不是在你手上吗？若在混沌塔内尝试，那里的时速与外间不同，你就有足够的试错时间了。表弟，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说吧，需要哪些东西？楚群也不废话，赶紧取来笔墨，写下所需材料。他密密麻麻地连写了几页纸，帝晨看过后，神色没太多变化。大概就这些。第1页纸是必须之物，后面2页的天材地宝就尽量吧，能找到最好。实在不行，我再想想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明日给你。楚群眨了眨眼。怎么？全都有。万年冷铁和万年黄昏木比较难得，其他的还好吧。桂兰，你们狐族这么豪的吗？以前没听说呀。帝晨见他一脸的不甘、不爽和懊恼，想起了一件轶事。听说妖族早年间族内曾出现了好几件失窃重案，有人潜伏几大强族的密地，将他们的宝贝一扫而空。是吗？闻者伤心呐，这贼可真牛啊！
啊，我是说这几个妖族真可怜。我倒觉得那贼可怜。啊？听闻那贼还潜入了妖皇的私库啊，结果一件宝物没拿就走了。他潜入过妖皇的私库，什么时候？他怎么不记得？对上帝晨玩问的眼神，楚群红唇微张，逐渐意识到什么。你别告诉我，你祖宗的宝贝都藏在那堆他画画写字的破石头里啊！正是那片被你称为鬼画符的石头林。哼！一瞬间，楚群捂着心口，痛，剧痛，痛到无法呼吸。这不是真的，自己竟从金山聚宝旁经过，那只老狐狸是不是有病啊？老菜帮子什么癖好？把宝贝藏在他那堆破石头里，这谁能认得出来？老菜帮子，忽然觉得也不缺暖床的了。你反悔，狄桂兰，你别好的不学，净学你那棒槌祖宗。哼！燕皇陛下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老狐狸死都死了，无子无孙倒是孝顺得很，还不许人说半句坏话。不缺暖床，那你缺啥？缺个磨牙的。你不是狐狸，你是狗吧？楚群又和帝晨绝交了半天，他觉得这狐狸真的是狗变的，居然又咬了他一口，还咬的是脖子。不过若不是这一口，他还没发现自己脖子上竟然多了个印记，一个柯西印记。他换了琴衣，臭着一张脸，准备去暖床了。阿楚，今晚你睡里面吧。他休息几个时辰，准备再去巡守一趟。今夜你好好歇着吧，我和表弟有对策了。哎呦，瞧把我家若若累的，这小脸都没水分了。是何对策？表弟土财主，他手里有灵眼，可以复苏西荒灵气，领我入混沌塔炼气，看看能不能炼制出个顶用的法器，不让西荒沉海。他居然有灵眼，不过炼气的话，材料他要啥啥都有，我都怀疑他把他祖宗的坟给挖了。也不是没可能，西宝不也挺热衷挖坟的吗？感情这还是家族遗传。他说着抱起枕头准备出门。阿楚，你要出去啊？穿这身？去给表弟暖床。暖床？是啊，若若，我命苦啊，表弟抠死了，拿我当磨牙棒，还要我给他暖床，他才肯借灵眼给材料。大女人士可杀不可辱，暖床乃下人之事，他怎能这样呢？还不如让你帮他洗脚。我觉得洗脚更侮辱我。这样的吗？表弟若是实在缺人伺候，为大义，没有什么不可舍。这样，阿楚，你与表弟商量商量，让木木为他暖床，实在不行，我可替他洗脚。若还不够，让老梅去帮他搓个背。你们这牺牲太大了吧？哎，算了，还是我一人承受下所有吧。不就是暖床吗？等着，我这一腔热血，今晚把床都给他烧没。小木头，阿楚此番为了救西荒，付出太大了。我真没想到表弟竟然是那种狐狸。发生何事了？般若道明来龙去脉。表弟3条尾巴还不够暖和吗？还要主人替他暖床，岂有此理！我找他去，要暖床我也可以啊。般若点头。站住！你们都给老子站住！你俩到底是什么品种的木头疙瘩和愣头鸟？天呀，难怪珊珊到死都是单身狗。表弟让珊珊暖床，那是情调，是乐趣好吗？何来情调？何来乐趣？哎，心好累啊！这是一群傻子队友吧？说真的，你俩就没考虑过有朝一日珊珊嫁人的事儿？男人那种垃圾配得上阿楚？吓人，侮辱谁呢？主人那叫娶妇，而且把主人那么好，一个肯定不够呀，不然怎么能伺候好主人呢？要我说，10几8个都行，洗脚、暖床、捏肩、揉腿。珊啊，你要不还是单着吧？你的妖精们是真的不能处啊！你回来了。他侧翻了一下身，把铺盖卷得更紧了些。这就是你的暖床？楚群眨了眨眼，嗯了声，带着点鼻音，有着平时没有的娇软柔糯。
被子被掀开，冷意灌入，他硬生生的被挤到了旁边。到位了吧？我可以功成身退了吧？冰冷刺骨。我就差热情似火了，你给我说你冰冷刺骨？你这活不诚实。是吗？冷气眸底卷起炙热暗火，胡伟卷住他的腰身，将他拉拽入他怀里。楚群鼻梁轻撞上他的下颌，手抵在他胸膛处。可我还是觉得冷，一定是你没有认真暖床啊。要不我再给你整个汤婆子来。楚群。男人的声音里藏着太多复杂的情绪。干嘛？你脑袋里是有石头吗？他抓着胡伟的手，陡然用力了几分。石头脑袋砸死你信不信啊？归来。楚群嗅到了渐浓的冷香，他脸色微妙起来。你在撩拨我？我明明是在威胁你，到底谁撩拨谁啊？明明是他二话不说挤上来，还用胡伟缠着他。你是销魂瘾又要发作了吗？感觉你脑子开始不清醒了。碧晨沉默不语，楚群叹了口气，熟门熟路地抚着胡伟。碧晨头微微一侧，手穿过他腰侧，落在他背上。他背后的暗影立刻不安分了起来，无声被他咬碎在咽喉。你偷袭？是撩拨。明明销魂瘾发作的是他，为何窘迫狼狈的人成了自己了？你别这样啊，我负不起责的。你倒是渣而自知啊。他不是渣，他只是想给千万尾巴一条家啊呸！楚群承认自己就是怂了，图灵那事儿他还一筹莫展呢，如今他和帝晨……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渣了。不想负责，但却不讨厌与我如此，是吗？楚群干巴巴的了声，眼神躲避，的确不讨厌，还挺喜欢的。若没有那个图灵，会负责吗？都说了，混沌塔里发生的是假的。混沌塔那是假的，那刚刚你我之间呢？我脖子上的印记到底怎么回事啊？烙印而已，剑心印。什么意思啊？帝晨没给他解释。狐族剑心印只给予伴侣，烙印越深，爱意越浓；烙印消失，则爱意全无。图灵是你的妖君，查清楚你与他的过往，给我一个交代。交代？还不走？还想留下暖床？若图灵不是自己，那该怎么杀了那只秃尾巴狐，还不让他记恨自己呢？我有那么一丢丢，就一丢丢，缠表弟。主人，你不是一直缠表弟的吗？这谁不知道啊？表弟3条尾巴呀，你缠得多正常啊？正常吗？可我不想负责呀。哎呀，也不是不想，就是小秃那边。怎么又扯上小秃了？好复杂吧？珊珊，咱知根知底不整虚的，你就实话实说吧。你和表弟都缠对方缠得很吧？我缠他，他勾引我缠他。听上去表弟很有心机的样子，不过这也正常。过去朱小娇和小佛争宠的时候，不也经常找些带尾巴的漂亮小妖来缠你吗？是这样的吗？大斑斑，你闭嘴，你别说话。你还是出去巡守吧你。真的，他觉得身上不开窍，80%的功劳都要归般若。说的对啊，这事儿老梅你有经验。若若，你和木木出去放放风。般若和木木一脸幽怨的离开了。我可是成熟的小木头了，都能结果子了。主人怎么信老梅不信我呢？也不知是何种经验，老梅有，咱们没有。如果阿楚需要，那咱们也要学起来才是。我有一个朋友，真是熟悉的开场白呢。他吧，记忆有点不全乎。然后呢，他身边有个狐妹子，贼缠人。他吧，一遇到这个狐妹子就容易被勾引，与这个狐妹子在一起呢，就觉得开心，喜欢和她亲近，摸她尾巴，还喜欢。可是吧，前段时间
我这朋友隐约记起了一件事，且这件事那狐妹子也知道了。啥事儿啊？就我朋友他吧，过去好像吃了窝边草，把自己的朋友给睡了。什么？珊珊你牛啊！你把谁睡了？都说了不是我，是我朋友，我朋友。他美目猛地亮了起来。我想到了，材料到手，出渣女被狐妹子搅乱了心湖，哪有心情睡觉啊？直接入了混沌塔内准备练气。杂念摒除，一门心思干正之后，楚群也无暇顾及其他。混沌塔内时间和外界不同，外界时间一晃2天过去，楚群还没出来。都2天了，阿楚不会出什么事吧？也正常，当初为了练登天楼，珊珊没少失败。练气和炼丹一样，要练神丹神气，哪有那么容易呀？他还没出来。般若点头，我去看看他的情况。为什么不行啊？按理说在这里勾画铭文应该可以啊，这个结构没问题才是。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啊？帝晨走到他身前，看着他乱如鸡窝的头发。你这是准备用头发筑巢啊？来啦，先出去吧。不用，我再想想，快好了，就差一点点。帝晨见他这状态，一时半会儿只怕也清醒不过来，干脆抱起他离开了混沌塔。我的天，珊珊这都馊了吧？表弟你是真爱啊，这都抱得下去？阿楚，这是怎么了？味儿有点大呀。练气练魔怔了，你替他清洗一下吧。般若点了点头。以前他炼制登天楼时也是这样。嘿嘿嘿，常态。世人都说他是天才，我觉得他其实是个疯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种。水上将楚群的神智拉回来了些。出来了吗？若若，现在外面什么情况？山火熔浆爆发，齐齐朝中心倒灌，我施法挡住了。现在王死城就如孤岛。孤岛。楚群若有所思，看着浴桶内自己的倒影，目光落在了额头的莲花印上，他美目猛地亮了起来。我想到了，莲花就是莲花。阿楚，衣服。帝晨在殿外听到了里面的叫声，殿门打开的刹那，他拂袖将媒人瓶扇飞，虎尾巨出，卷住冲出来的少女，将她裹得严严实实。楚群，我想到了，我想到法子了。般若追出来，赶紧往他身上罩了一件斗篷。荒唐，衣服都不穿跑出来，你！楚群回过神，哎呀了声，扭头回殿内换衣服。哎，表弟你别走，把木木、千雀、牛大姐都叫来，咱们一会儿一起去干活。虽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但他是不是也太不拘了一点？小疯子。表弟反应够快，很有当妖君的潜质呢。当妖君给他洗脚吗？之前我一直想着炼制出法器托起西荒，但要承在一郡之地，还要留出灵眼的位置，实在困难。灵眼一开，则生机又泄，实在难以两全。帝晨看着他，只觉若看到一湖光，锋芒毕露，桀骜难驯。所以你现在的法子是？这法子得感谢小佛，不生亦不灭，欲生阴莲花，西荒火山无数。我就将西荒炼制成一朵火莲，浮于海上。枉死成为莲心，已成为灵眼，以西荒地势火山为连脉，生生不息，自成经络，自成一体。西荒为不死莲，脱离天道掌控，自成一方天地。是错觉吗？怎么感觉到了一丢丢小光头的气息呢？西荒不死莲，开天地之先河。西荒脱离天道掌控，成不死莲国，火海蕴生机，灵气自给自足，妖族人族皆可在此地共生。昔日明光城统领连震拜见魔侯，末将愿率明光城千名将士，愿效忠魔侯，护不死莲国。效忠魔侯，听命于你。本郎代替原天水城百姓宣誓效忠魔侯。妖族暂且不论，连震、本郎，你们可知效忠于我，便意味着要与天道为敌，要与中州为战。天道不公，视我等为草芥。魔侯为西荒斩断枷锁，让我等成自由之民。我们不只是为魔侯战，更是为自己战。末将负议，楚明瑶愚弄我等，出使皇族不仁不义，绝非明主。不死莲国广开自由之门，不论人族妖族，皆会被此地接纳。尔等的忠诚，本侯收下。莲国铁律有3：1. 残杀平民妖族者，杀无赦；2.
煽动两族内斗者，杀无赦；3不忠不义叛离者，杀无赦。不论这苍生如何，西荒之地，妖族与人族的前尘旧恨已被烈火焚尽了。楚群任令连镇为左将，暂领明光城旧部；奔狼为右将，暂领天水城旧部。两人归于般若麾下。巨妖宝宝麾下妖族则暂听木木号令。平定易，安定难。不死连国出现，需要经手之事众多，事务繁杂。楚群是忙得连喘气儿的功夫都没有。此刻他真是格外怀念澹台小悠悠。澹台世子在安定民心、整肃内务上绝对是一把好手。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啊，对，踩踩腰，我的腰啊！想当年10几个美男妖给我捏腿，现在居然只有一只奶狗。唉，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听上去楚一侯1000年前真是飒爽风流啊！男妖环绕，身边还真是不缺人。汪！哪里，见笑，都是假把式啊！表弟，我要批评你了。这些天我们都在忙，你却不见胡影，是不是在偷懒？有件正事与你商议。你说。我想让火龙一族回归西荒，取一处山脉安置天地熔炉，还他们故居。这是理所应当的呀，就选佛叶城附近吧。那座城池本就是为了安置妖族。一座佛叶城恐怕不够，除火龙一族外，还有一些原本的西荒妖族也想回归。西荒原本就是妖族故地，倦鸟归林，合情合理。你可有看好的地方？西荒过去是属于妖族，但现在不死连国属于你，大量妖族重归，难免起内乱，也会动摇你的权利。不是还有你吗？灵眼和炼器灵宝都是你提供的，狗天道动手那日，也是你用光阵替所有人扛劫，换取逃生的时间。不死连国是我的。楚群起身站在他近前，勾唇笑道：但也是你的。不怕我夺你权？我的权也不是那么好夺的。1000年前他嫌懒，所以懒得去抢那些虚名，而今这虚名纵然他不要，也绝不会给狗天道。帝臣依稀想到1000年前，过去他最欣赏的便是他这一番大气魄，而今野心展露峥嵘，那双眼里的侵略性穿透灵魂，如此美，如此危险，只会让他更加欲罢不能，想要将它变为只属于自己的珍宝。夺我的权，你舍得吗？哼，愿为群下臣。真是不甘心呀，很想把这狐狸占为己有呢。有时候真想直接当个渣女算了，不过他和土灵之间的旧事没调查清楚前，就对归兰下手的话，即使侮辱了他，也是侮辱了自己，更是侮辱了小秃。良心这东西真是个坏东西。我手上有一件秘宝，你一定感兴趣。烧了，赶紧！是真的秘宝，你母亲留下来的。慢着，我没撒谎，那件东西很重要，远帝一直都想找到那东西。楚群并不好奇什么异物，不过远帝想得到那东西就有点意思了。一个黑匣子，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被封印了。黑匣子，封印？你说的该不会是这玩意儿吧？楚群从藏幽界里掏出了一方黑匣子。怎么会在你手里？当初的弟弟许飞在他房内与小厮乱搞，他屋内被盗，黑匣子也不翼而飞。过了这么久，真凶终于露面了。我好奇了，这黑匣子既然是长公主的遗物，怎会落到你手里？谢菲菲给你的？哼，难怪她毁了容你还不离不弃呢。是想从她身上套出打开这黑匣子的法门？所以说，你压根儿不知道这匣子里是什么玩意儿吗？不还是个废物？拖下去，烧了。不！李逵捂住许天赐的嘴，直接把人拽出去。烈火岩浆就是他许久才的葬身之地。这是妖族之物，你认识？这是须弥匣。有什么用？你能解开吗？用处？帝臣抿唇，这东西就是他过去的剑匣呀，能克制7杀的凶器，能有什么用？并无大用，我试着解解。
匣子里放着3件东西，一颗死人头，一条尾巴，还有一撮用红绳系着的软毛。楚群捧起死人头，帝晨拿起虎尾，2个冤种端详着自己的残躯。整了半天，我揣着我自己的死人头四处溜达，为何不早拿出来啊？忘了，不止你富贵的宝贝堆积生辉，我也富贵好不好？这撮毛又是什么来历啊？胎毛？胎毛？小孩子的？不对，这是狐族幼崽的吧？是自家儿子的。小傻西小时候的毛就是这样的。看上去这幼崽还很营养不良呀。帝晨瞪了他一眼，将胎毛贴身放好。楚群干巴巴地笑了笑，目光落回自己的死人头上。手骨与虎尾封印摩罗心，脊骨与虎尾封印五阴魔，心脏与虎尾封印血魔。唯独这一次，他的头骨和虎尾像是被人故意藏在了这匣子内，而那一撮胎毛又是谁的？这匣子怎会成长公主的遗物呢？你的脸是不是也变得像过去了呀？你怎么知道？你又没见过我以前长什么样子。你说过。我说过吗？楚群疑惑了片刻，没去怀疑他。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我总觉得我现在这具肉身像是特意为我准备的，不，准确说在逐渐变回我过去的身体。顾大如对我那位便宜母亲的死语焉不详，我曾猜测或许他和楚明玉一样都成了远地进阶的踏脚石，但现在来看，我目前所用这具肉身的来历也是疑点重重。谢俊应该不是这具肉身的生父，长公主与他的事你可清楚？帝晨摇头，他过去并未留意小小的文远侯府，更不知他会重生归来。楚群摸着下巴，看着角落里鹌鹑似的楚明轩，笑容和蔼极了。该森，来，过来，来，把你那可爱的脑瓜子动起来，给老祖解解惑。老祖，我真不，我知道一些。我听我母妃说起过，以前宫内有传闻，姑姑她曾与自己的妖氏有染。妖氏？什么妖？好像是一只影妖。如这肉身的生父真是那位妖氏的话，妖肯定不是妖的。但如果和影有关的话，很大可能不是魔，就是血魔提过的所谓深渊之物。远帝肯定知道点东西。或许还有一个人也知道。顾大如不是送了你藏幽戒吗？里面也有长公主的遗物吗？楚群莞尔，差点把那老头忘了。说起藏幽戒，他记得里面还有个大家伙来着。楚群没有急着拿出来，他看着楚明轩，眸子微眯。杀了好像又有点可惜呢。那就物尽其用。一道魂印被打入了他的体内。魂印入体，你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想都在我的掌控中。乖孙，以后就看你表现了。楚明轩如丧考妣地瘫坐在地，从今日起他就成了楚群的提线木偶，敢生半分谋逆之心，当场暴毙。我记得藏幽戒里还有个大家伙，你赶紧看看有法子解封没？这把剑。帝晨单手握住大剑，奇怪的是，那大剑被他触碰后立刻弹出一道剑气，像是很抗拒他的触碰。七杀剑骤然出现，对着大剑就砍了下去，温那2道剑气对冲。你的七杀怎么回事啊？他和这剑有仇吗？不。帝晨感觉怪异，七杀显然认识这把大剑，他能感觉到七杀的情绪，像极了在捏酸吃醋。奇怪的是，这把大剑很不喜欢他。骤然大剑劈开七杀，像是感觉到了什么，破窗而出。好家伙，居然还会溜！天空一声巨响，宝宝闪亮登场。宝宝肚肚饿了。啊，小星星快跑，大剑就要戳你屁股了。跑个傻子，就是干。他反手抓住小傻西的衣领，把奶娃娃朝远处一丢，周身魔影滔天，傲然回首要与大剑来个正面交锋。本魔王
剑气擦身而过，显得碍事儿似的，直接给他拍飞。大剑悬停在小傻西身前，颤抖了起来，剑身上的体袖片片掉落。小心心，这把大剑掉皮皮了，他是不是有皮肤病啊？剑有没有病他不知道，但屎娃子是真皮。地城和楚群赶到时，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幕：那把桀骜不驯的大剑丢去一身尘垢，寒光熠熠，一身煞气尽脸，宛如一个没骨头的皮筋儿似的。一个小奶娃坐在剑身上咯咯的笑，时不时被剑身弹起。爹爹，姐姐，爹爹，宝宝好想你呀！帝熙，不成体统。不要体统嘛，不要体统，要姐姐亲亲。亲亲，必须亲亲。怪了，到底七杀为啥和他打起来？那大剑怎么又成小傻西的了？是他来找宝宝的哟，他说他和宝宝是好朋友。他向你认主了？对啊，宝宝剑好乖的，他还可以变成弹床床。为毛长公主的遗物会向小傻西认主吗？西西能和他交流，那你问问他，他到底什么来历啊？小傻西看向大剑，尾巴摇晃了几下。宝宝问过了，他说他就是为宝宝生，为宝宝死，为宝宝哐哐撞打墙的保护剑。这是狗腿剑吧？姐姐，你生崽崽了哟！女魔头石化了。啥？妖皇陛下身子一僵，直勾勾地看向儿子。我生崽了？我本人不知道。你知道生崽崽是什么意思吗？就瞎说。宝宝当然知道了，娇娇哥哥说了，阴元加阳元一起睡觉觉，就会有宝宝。帝熙，休要放肆！爹爹，你凶我！那金豆豆眼看就要掉下来了。你凶西西干嘛？他又没说错。不过西西啊，爹爹凶你是他不对，但这种话也不可以随便乱说啊。是猪猪连山心说的，姐姐你把姻缘给别人了，和人睡觉觉了。小星星也说这样就会有崽崽。蒙罗星站着也中枪。我什么时候说过？什么鬼？我又和谁睡了？他人在西荒，怎么谣言都传到东篱了？除了图灵，你还和别人有染？我是那种人吗？千古奇冤啊！摩罗星，到底什么情况？其实吧，他大致说了一下事情经过，女魔头如芒刺背，妖皇陛下眼神如锥。姐姐，你就是和人睡觉觉了吗？可是姐姐为什么自己不记得？好奇怪。哼，他上一世还有海王潜质，遍地开花吗？当年天道与你们魔族许诺的交易内容是什么？开界门，令魔族入主人间。他让你们做了什么？我的任务就只是守门而已，守住界门，但天道言而无信，最终将我封印，我也与界门同化。如此说来，五阴魔与你该是差不多的任务。打开界门，但魔族并未降世，天道不会干无用之事。只有一种可能，界门的打开是为了让别的存在降世，而那个存在才是鸣奴忌惮的，也是天道真正的合谋者。不可去忠诚，他没死，他还活着，我们都被他给耍了。人间将沉，再不登天门就要彻底陨落了。眼下是最后的机会了。天域神主已亡，天域动乱，但只要登天，总归能活下来。这些是楚无忧记忆最深刻的东西，直接灌输进了楚明瑶的脑子里。他没死，这个他指的是谁？难道是远帝？否则为何楚无忧不敢入中州？人间将沉，天域混乱，人间为何要沉了？
而天域，楚群看向苍穹，那狗天道所在的上界也是混乱一片。天域神主又是谁？难不成天域神主才是真正的天道？如今的天道主只是沐猴而冠，并非真主。爹爹，爹爹，不要生宝宝的气嘛！未生你气。那爹爹在生谁的气？姐姐吗？因为姐姐和其他哥哥睡觉觉。弟媳，未正之事不可妄言。为父教你的，可是忘了？可是有人证啊！爹爹是担心有人和自己抢姐姐吗？当爹的心很累。爹爹，你是不是喜欢姐姐，想和姐姐睡觉觉？弟媳，宝宝猜对了，宝宝真聪明。宝宝还知道姐姐的小秘密哦，爹爹想不想知道？说来听听。姐姐她是楚一侯啊。面对儿子得意而期许的注视，竟是他？是啊是啊，爹爹你没想到吧？爹爹是不是很开心？因为爹爹你一直很欣赏楚一侯啊，过去你常常提起他，宝宝从没听你那样夸过一个人呢。在与楚群重逢前，自己经常提起楚一侯吗？有吗？有啊，至少有800次。妖皇陛下哑然，这小家伙怎么会记得比他还清楚？你喜欢楚一侯吗？宝宝喜欢姐姐，姐姐是楚一侯，宝宝就更喜欢了。因为爹爹也喜欢他呀。那你娘亲呢？宝宝也喜欢娘亲，虽然宝宝没见过他，不过娘亲她如果见过我，肯定会喜欢我的吧？当然，你娘亲她非常喜欢你。如果姐姐就是娘亲就好了，这样爹爹也开心，宝宝会更开心。或许她就是你娘亲呢。宝宝就知道爹爹喜欢姐姐，爹爹是想让姐姐给宝宝当娘亲吗？好呀好呀。怎么该聪明的时候又傻起来了呢？诸君，中州急报，出事了！珊珊，出事了！我和富贵得立刻回中州才行。怎么了？刚刚千雀小子收到贺青的传书，说梅中那小子突发恶疾，这事情有古怪。啊，对了，好像还有别的情况，他已经去找表弟了，你也赶紧去吧。楚群即刻用暗影瞬移回宫，还没进殿，就听到了里面杯斩碎裂的声音。出了何事？帝臣冷冷盯着他。不久前，远帝任命了一人为镇妖司府主。夺权？任命的谁？横空出世的一人，此人自称屠灵。假的，不可能，这明显是远帝的花招，小秃怎么可能为他所用？你倒是对自己的妖君信任无比啊。爹爹手受伤了，肯定好痛痛。瓷片割开了帝臣的手，血液流淌。姐姐，你不帮爹爹呼呼吗？呼呼才不会痛啊。这点小伤对妖皇陛下来说简直不值一提。这伤口也太吓人了吧！呼呼，必须呼呼。缺钱哥哥，你愣着做什么？快帮姐姐打水取伤药来啊！去，卑职就要去。不过现在城中水源吃紧，卑职得去找干净的，这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缺钱哥哥笨蛋，这点小事还要宝宝出马。小伤，不劳魔后费心了。不小，你别闹脾气，我不喜欢看见你流血。他也灵气帮他清洗伤口，又取了药膏出来，小心翼翼地涂抹上去，一边涂一边呼呼吹气。楚群，你知你此举像什么吗？我估摸着，我现在在你眼里不像个好东西。不过再气，你也别作践自己的身体啊。作践你？
楚群哑然，他还是第一次从帝臣嘴里听到这么难听的话。我失态了，抱歉。你走吧。楚群看了他一会儿，站起身，刚转身，手就被拽住。让你走就走，你几时这么听话了？谁说我要走了？我是口渴，准备去斟杯茶。帝臣呼吸一滞，看到了他眸中的狡猾，气恼地将他的手丢开。你嘴唇有点干，也喝点。剑烂缠花，狡诈反复，毫无真心。骂得好，再给你倒杯茶，接着骂。不知所谓。楚群看向他，认真道：图灵在这个时候出现，就像是一场谋算好的局。有小佛这个前车之鉴在，你不该看不破才对啊。帝臣自然明白，但明白与控制是两回事儿。你倒是冷静。我一点也不冷静，我怕死了，怕你生我气，怕你不理我了，也怕你气着自己。巧舌如簧。帝臣冷冷看着他，心里有什么在疯长。说正事吧。眉中忽然染疾，恐怕也有问题。先前我搜查了楚明耀的记忆，得到了一些线索。楚群与他大致说了一下，帝臣蹙眉，他的想法和楚群一致。你怀疑天道是假的，远帝或许和楚家的11草包有关。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第一次见远帝时，我就觉得奇怪，他和楚玉生长得一模一样。你的四哥，太子楚彦温的胞弟。有了楚明月和楚无忧共生这桩事，楚玉生没死，也活在人间，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远帝若是楚玉生的话，他应该早就认出我这张脸才对啊。等回了中州，自能查明。楚群点点头。我一会儿召集般若他们嘱咐下西荒的事，就准备返程之事。北原那边，火龙一族和别的妖族将要过来，你是与我一道回去，还是晚点再来？让你独自回去，好与图灵再续前缘。哼，这个图灵是真是假还不好说呢。他最好是假的。楚群想说什么，转念又想，好像说什么自己都像个脚踏两只船的渣女。在想什么？我在想，如果局面互换，当年给你下销魂饮的楚家渣女出现，且你还是我现在这种反应的话，我会如何？会如何？应该会把你碎尸万段，再把那楚家渣女剥皮抽筋。综上所得，归兰你真的太大度了。是在夸他没错，但是总觉得夸得他更难受了。你为何会想杀楚家渣女？归兰，能不能把你的妖丹借给我用一用？温热的唇撞了上来，妖皇陛下冷寂清艳的脸上染上了愕然。楚群在他唇上吻了一下，抽身就起。归兰这么聪明，应该懂我的心思了吧？突然借妖丹是有点唐突，你不借也正常。我先去处理正事，你好好养伤。谁说我不借？吻降临而来，爱欲挣脱了束缚，不受控制的野蛮生长，碰撞上燎原野火，玉色焦灼燃烧，交缠在一呼一吸之间，是攻城略地，是海潮倾覆。楚群感觉脖梗处的那处印记在发烫，烫到头脑发昏。楚群，大事不好，出事了！千阙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木木更是瞠目结舌。刚刚他们看到了什么？表弟，你啃主人嘴巴干什么呀？又找糖吃吗？哎，缺钱，你踩我干嘛呀？你们当木头的，是不是都缺那根弦儿啊？方才牙疼，国师大人替我检查一下而已。这样的吗？方式好特别啊！下次表弟也帮我检查检查吧。何事？西荒外有大批人马压境，是中州来人。原来是玄仲将军和朱前辈，好久不见。玄仲拜见郡主、国师大人。西荒与中州断联，陛下忧心大公主，国师与郡主安危，特命本将军率军前来护驾。哦，这可真叫我受宠若惊呢。既然郡主和国师无恙，那烦请二位加上大公主一起，随末将回朝吧。不急。是啊，来都来了，喝口茶再走也不迟啊。
玄仲心神一凝，下一刻，树藤与妖血朝大军两侧席卷而去，将他们包围。后方一道身影骤降，金色法轮流转，女子一身金甲，巨大羽扇如刀斧凿入地面，轰然地裂3尺，巨大裂痕断绝后路。木木和血魔含笑走出来，虎视眈眈，般若手放在扇刀之上，立于千钧之后，睥睨众人。玄仲将军，朱老前辈，请吧。朱老前辈也是奉旨来请我和国师回去的。我不是，我是来滥竽充数的。楚群扑哧一笑，白丽丽在马车上，老顾出事了。楚群神色终于起了变化，他朝马车看过去，木木心领神会，立刻过去将白丽丽从马车内抱出来。主人，他伤得好重啊，他的腰丹碎了。王爷，顾大儒的妖势怎会在你的马车上？他怎么伤成这样了？要你管？你和老子又不是一条心。告诉你，万一你卖了老子找谁哭去？楚群快步上前，白丽丽哇的吐了口血出来。怎么会这样啊？我刚刚想用妖力压制他的伤势，结果他好像更严重了。楚群立刻握住白丽丽的手腕，察觉到了她体内的情况很不对劲儿。扶好她。暗影在楚群身后飘摇，钻入白丽丽的身体。白丽丽脸上痛苦之色更重，忍一忍。随着一声闷哼，几根细如毫发的银针从白丽丽指尖射了出来，那些银针落地就开始疯狂扭动，竟是一条条银虫。虎火一燃，将银虫稍微挥尽，恶臭蔓延开来。是残心骨，这毒术不是早就被封禁失传了吗？残心骨，毒术，到底什么东西？早年间妖国的酷刑对人族无用，残心骨入体，蚕食妖丹，蛊虫游走四肢百骸，啃噬经脉，先是丹碎，再是血肉骨尽，最后啃噬妖魂。此酷刑独在，直到妖魂被啃食殆尽的那一刻，中蛊者才会彻底死去。顾真由呢？他……你先别说话。太师傅有难，我不会坐视不管。楚群想让白丽丽先休息，不曾想她却摇着头。别救了，顾真让你别救他。他说中州危险，你绝不可回去。木木，把人带去偏殿好生养着，让梅任平过来为他医治。帝臣看了千阙，后者也赶紧过来帮忙。白丽丽被带下去，楚群的右眼忽然发烫，他骤然对玄仲出手，暗影齐出，将玄仲包裹住。下一刻，他掐住玄仲的咽喉，咒喝：“滚出来！”玄仲痛苦地惨叫了起来，在他右脸颊处骤然裂开了一道口子，一只鲜红的眼珠冒了出来，疯狂乱转。楚群右眼化为猩红，玄仲脸上的眼珠在对上他的右眼后，立刻炸开，化为了血雾。楚群这才丢开玄仲，玄仲跪坐在地，捂着莫名就多了个血洞的脸，神色坚毅又痛苦。刚刚那是什么？我的脸怎么回事？刚刚你脸上多了个红眼珠子。楚群，怎么回事？他脸上的是复眼，摄魂血魔的另一种能力。刚刚那只复眼想要睁开窥探咱们，被我感觉到了。帝臣目光沉了下去，右眼在楚群身上，而玄仲脸上被人种下了复眼，也就是说，看来我的左眼某些人想用的非常得心应手啊。这得心应手，不给点利息怎么行？中州王都擎天殿，元帝站在镜子面前，嘴里发出青丝。他身体上没有丝毫伤势，而镜子里的他，左眼赫然是血色的，一缕鲜血从左眼里流淌了出来。这报复心还真是和千年前一样啊！你醒来的太晚了，差点坏了大事。要彻底压制住我那位好大哥的意识可不容易，若不是他，本王何至于被钳制这么久？不过也多亏了他，他果真和楚十三一样特别。倒是你，当年本王费了大功夫分出一缕魂，创造出了你这个二重身，让你替本王执掌中州。楚十三复活，你竟未察觉；还有那帝臣，妖皇并无后裔，此妖可疑至极，
你狂妄自大，被他算计了都不自觉。主人恕罪。本王要的肉身准备好了吗？主人放心，那具肉身主人一定会满意的。既然那镜中人能重伤顾大儒，又岂会发现不了朱武王你呢？什么意思？请君入瓮。故意让你救人，派你来西荒，就是为了让我知道顾大儒的命攥在他手里。陛下为何要这么做？顾大儒是社稷肱骨，陛下怎会？怎么不会？老子亲眼所见还能有假？远地那老小子假仁假义惯了，老子就是知道你不会信，所以路上才瞒着你。他要郡主你回中州，下一纸诏书不就行了吗？这一点朱武王也想不明白。一纸诏书，他也配？一道畏畏缩缩的身影被领了进来，到了楚群身前，楚明轩扑通一声跪下。孙儿拜见老祖。老祖？什么老祖啊？1000年前，世人都爱唤我灭世魔头楚一侯。楚一侯？楚一侯？楚明瑶与其先祖楚无忧勾结，险些将西荒覆灭，现已被本侯斩除。玄仲将军若要找他，怕是来迟了。不过你来这一趟也辛苦，自不能白跑。三皇子在此，本侯就将他送还给你了。老祖，孙儿不走，孙儿给您当牛做马，我搬砖可在行了。三皇子，你这是？玄仲难以置信，他看向楚群，惊疑不定。您真是楚一侯？木木，送玄仲将军和三皇子去明王府休息。木木领命，走到两人身前，意味深长道：走吧，玄仲将军。朱武王鼻子忽然动了动，诧异地看着木木。你身上怎么有群丫头那根小拐棍的气息？木木高深莫测的表情垮掉，炸毛道：你才拐棍呢，你全家都拐棍。朱一之，你会不会说话呀？朱武王也羞怒了。是朱一之，不是朱一之。不对，你怎么知道本王的名字？木木下颌一抬，哼，自然是见过你了。明王府，玄仲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麾下亲人会变成这般模样。此时刚到，他就听到嘶吼声起，一出房门就见亲兵一个个变身成2米来高、浑身披着鳞甲的怪物，他们嗅着新鲜血肉的气味，疯狂地想要冲出明王府去吃人，却被结界挡住。事发时，若不是般若出手把玄仲从怪物群里拎了出来，只怕他已成亲兵的腹中食了。般若立在屋檐上，一只手背负在后，左手朝下一压，又是一道冥王经轮落下，将这些化为怪物的将士狠狠地压在地上。可怕可怕！若姐姐，你一出手，我都没得玩了。孔雀冥王可怕如斯，所以咱姐有对象吗？男人只配被我若姐姐砍死。小木头，你废话太多。你俩若闲着无事，要么去练兵，要么去安抚城中居民。千雀和木木立刻闭嘴，玄仲失魂落魄地看着下方。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得去问你口中的好陛下远帝呀。不是不信吗？现在亲眼见识到了他的手腕，还坚信你那好陛下是个明君呢。玄仲面如死灰。用朱武王的话说，玄仲此人够忠心够正直，但午休脑子不太转弯，事实没摆在眼前，说什么都不肯信。现在他对远帝的明君滤镜不碎也得碎了。此乃巫术，子不语。子时已至，化为灵蛇巨怪，食活人血肉肝脏。活人被食之后，生于躯壳，成为活尸，故尸术者驱策。白昼已至，巨怪重新变回人，而活尸则成行尸走肉。1000年前，楚家先祖曾用此巫术造了1支万人军，曾令南渊4郡
尸红遍野。睁大眼好好瞧瞧吧，这就是你们奉为先贤的楚家先祖造出来的好东西，也是你们效忠的远帝送你们的大礼。玄仲脑中嗡嗡作响，世界在这一刻仿佛都坍塌了。杀千刀的远帝，他到底把人命当成什么？咒骂声声响起，却是牛大花带着朱武王来了。这可是中州人族的好儿郎，他们有何罪过要变成这样？元帝到底是何时对他们动的手脚？子不语需要用精血喂饮。是践行酒，是走前的践行酒。大军出发之前，元帝亲自送行，他歃血于酒鼎中，与众人同饮。我也喝了那杯酒的，为何我没事？你没事儿，你脸上的洞哪来的呀？那你得去感谢阿楚，应该是他替你除了复眼的时候，顺便解决了你身上的巫术。那我的这群兄弟们是不是也有救了？救不救，那就要看阿楚他愿不愿意了。本侯固然能救他们，可玄仲将军又能给本侯什么呢？过去玄仲将军提点过本侯，这份恩义，本侯已经还了。只要魔侯能救下我这群兄弟，玄仲愿献上自己的性命，是杀是剐，全凭魔侯你处置。一人之命换千人。玄仲面露难堪，他也知道自己这所谓的交易是在占楚群的便宜。甚好，听上去本侯倒是不亏。玄仲愕然地看向他，良将一人可抵千人，玄仲将军乃栋梁，值得本侯出手。玄仲，谢魔侯赏识，此恩敏感五内，即日起愿为魔侯大人效死。般若和木木对视一笑，对此早有预料。千阙和朱武王神色复杂地看着楚群，总觉得他或许从一开始就打着将玄仲收为己用的算盘，将这千人纳入明王府，早早就在明王府设下结界，等的就是这么一出，一举将远帝送来的祸患化为己用。好一招借力打力，谋算人心呢。今夜过后，玄仲归心，这千名将士必定也感怀他的救命之恩。枉死城中百姓知悉中州远帝的恶举，更会同声一气，人心拧成了一股绳，一举三得。千阙想到千年前妖国大军屡屡在楚夷侯手下吃亏，又瞄了眼自家妖皇陛下此刻那挡不住的欣赏之色。主君你抓点紧啊，这世间还有什么成就感能比得到这女魔头的心更牛的了？妖皇和楚夷侯喜结连理，简直太酷了，好不好？时局紧迫，容你率人在西荒休养3日，本侯会赐给你晋升之药，助你晋升万阶。3日后，我要你率军前去南渊。3日晋升万阶？不信？万阶是大白菜吗？说晋升就晋升？别的地方或许不是，但在西荒和东离还真就是大白菜了。当然，只有吃得下苦、根骨悠久的大白菜才能进阶呢。玄仲和朱武王都惊心不已，前者冷静下来后想到了什么，下意识道：魔侯派我去南渊，想要我做什么？封锁边境，堵住中州与南渊的出入口。当然，如果够闲，你替本侯把南渊的掌控权给夺来，那就更好了。原来魔侯收服末将是这个打算。你的确是良将，心性根骨都是上乘。同样的，你的家世背景也是我看中的能力。玄仲将军，对我来说，你至关重要。玄仲对上他的那双眼，只觉一切心思都被洞悉，不知怎么的双颊发烫，慌张的低下头，有一种惊心动魄之感。南渊如今的掌权人玄天启，乃是你大哥吧？魔侯放心，末将定会说服我大哥。玄家家训，守正除恶，绝不会助纣为虐。此番我会派人与你一道去南渊，除了堵住中州的退路外，到了南渊后，还有一事为重中之重。魔侯请说。南渊之地，人族与妖族纷争最重，你此行第2件任务就是平息兵戈。玄仲愣了下，这件事他不敢保证。
玄仲将军只管好人族这边就是，让你大哥释放妖族奴隶，让他们回归属地。作为补偿，我许诺他一次晋升的机会。这个诱惑可以说是难以拒绝，但是魔侯，南渊那边的局势复杂，纵然我大哥愿意，妖族那边不用你们操心，管好人族便是。释放南渊的妖族奴隶是为了帮我？干嘛为了你啊？有没有好处？谁说没好处啊？帝晨目光从他的眉眼处慢慢下挪，胡尾卷住他，主动钻入他的掌心。只给尾巴吗？表弟，要不要换一种方式诱惑我呢？不太懂，你教教。楚群搂住他的脖子，装模作样的狐妹子。帝晨偏头朝他靠近。爹爹呀！楚群听到那声音刹那，只觉头发丝倒竖，砰的一声巨响，妖皇陛下感觉有排山倒海之力迎面拍来，他重重的撞在墙上。帝晨，中州之行说什么你也得听我的，没得商量。撞在墙上的妖皇陛下嘴角抽搐。姐姐，你和爹爹在吵架吗？啊，宝贝西来了呀。没吵没吵，姐姐是与你爹爹在探讨正事。可是，哇，爹爹好惨呐！表弟，本侯言尽于此，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好啦，本侯还有正事要办。西西，好好教教你爹爹什么叫听话。这么大一人了，还不如个孩子懂事。唉，爹爹，你太没用了吧！宝宝上次都帮你创造了机会，你怎么又惹姐姐生气了呢？唉，找为父有何事啊？宝宝忘记把宝贝给爹爹了。小家伙像是憋着气，小屁股扭来扭去，手还伸进屁股兜兜里，一个劲儿的掏。帝晨看着他的举动很头疼，同时很疑惑。你到底将随身空间藏在何处了？嘿，这是宝宝的小金库，爹爹不许问，宝宝也要有自己的小秘密嘛。心念一动，丢了一个留影珠在对面，将这段画面记录了下来。当当当当，是爹爹的尾巴啊！宝宝厉害吧？爹爹，快表扬宝宝，要亲亲，还要糖糖。从楚明瑶手里拿回来的？亲亲。帝晨哭笑不得，蹙着眉，他往小家伙嘴里塞了一颗糖。亲亲嘛，姐姐最喜欢亲宝宝了。帝喜，你是男孩子，唉，不可胡闹。爹爹小气，宝宝嘴里有糖糖都不亲宝宝，明明你都会吃姐姐嘴里的糖糖。小经抄完了。宝宝要去陪宝宝剑玩了，不然他一个剑好可怜的，都没有朋友的。说起那把剑，希儿，那把剑可有告诉过你一些别的事？譬如它的真实来历？没有啊。剑爷爷，为什么不能告诉爹爹你会说话呀？老奴的存在乃是禁忌，你爹爹太聪明了，他知道了定会追根究底，在他没找回所有的护卫之前触动禁忌，只会牵连了你和我。你姐姐，可是爹爹那么厉害。你姐姐和你外公更厉害，你爹算个嘚儿啊！不许骂爹爹，宝宝生气了。哎呀，错了，老奴错了，孝顺他爹，算得厉害。哎，不过宝宝的外公是谁啊？爹爹都没说过。剑爷爷你怎么知道？您外公那是世间最厉害的存在，他是毁灭之源，是恶难之主，是万物归一之终点啊！听上去外公像个大坏蛋。生与死本就是轮回，一生一灭，是循环也是正道。在老奴的家乡，死亡并不是悲伤之事，
那意味着新的开始，一切都将于黑暗中复苏，于灰烬中觉醒，于黄昏中见曙光。本以为还有好长一段时间你才会生根发芽呢。你说你会不会开花呢？有没有莲藕啊？可别先长个人头出来。少女神色温柔，细致轻点着莲叶。小佛，乖乖长大，等姐姐从中州回来再来看你。主君，是卑职办事不力。他将顾真的元神带走，本意是为了保全顾大儒的一线生机，却被楚玉生钻了空子，利用顾大儒的肉身来大做文章，毁坏楚群的名声不说，最严重的却是他以顾真的肉身伤人食人，人血人肉为大罪孽。顾真修的乃是天地正道，否则也不会有这一身浩然正气在。而那人血人肉就如墨星溅上了白纸，彻底污浊了浩然正气。顾真的道被毁了呀。跪着干嘛？表弟，你还体罚下属啊？还不起身？呵呵，主母还是你好。何清见状，心形滚蛋。孽障不除，太师傅元神归体，势必会走火入魔。他这么多年的修行，恐怕也要毁于一旦，从此心结加深。我同你一起寻破解之法。帝臣握紧他的手，楚群点了点头。梅福贵的父亲情况如何？表弟啊，救救咱爹啊！咱爹不能死啊！妖皇陛下也不知自己怎就多了个便宜爹，妖力沉入梅中体内，帝臣眉头微拧。这是表弟能治不？你就告诉我，咱爹还有没有救啊？能，他被人施下了云梦结，所以才会如此。解开梦结，元神归位后就会醒来。这梦术不是主君过去创造的吗？帝臣单手结印，以魂火之力解开梅中身上的梦术。就听梅中猛地深吸了一口气。爹，我亲爹，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要回来吃你的席了呀。福贵，婉儿，楚君郡主，不是珊珊老祖，你在可就太好了呀。在，我在。是不是想找远地那狗东西算账？我知道，就是他给你下的毒手。不，还真不是他，是一个叫图灵的王八犊子。那狗东西一露面就把我拍晕，还说是为我好，好个屁呀！梦里梅福贵你这臭小子追着问我喜欢什么棺材。最可气的还不是这，图灵那个小王八犊子，居然说他是楚群，是咱们珊珊老祖的夫君。女魔头瞬间绷住了。哎呀，小君君，图灵不是你的妖君吗？好家伙，你吃窝边草啊！哼，妖皇陛下绿了。这么说，那个叫图灵的小子没唬人，他把我搞去做噩梦，真不是害我。中云梦结者形同假死，相当于另一种形态的元神出窍，并不会损害肉身神魂。小君君，那你这窝边草到底是忠是奸呀？棍儿啊，咱能闭嘴就别逼逼。你不爱我了，你凶我。表弟他凶我。哼，若不心虚，凶他做甚？借题发挥，漂亮啊，归来。楚群，随我出来。来就来，怕你啊！他转身跟上，却被梅富贵拽住，往他手里塞了个小瓶儿。嘛玩意儿？最新研制的魑魅迷魂香，表弟一会儿要是和你闹，你就滋他，趁他病要他命。不是，要他芳心，毁他清誉，扒他衣服，虐他身心，让他对你百依百顺。别说当兄弟都不帮你啊！富贵儿啊，你这孩子真是打小就聪明。那是。吃醋啦？哼，没有。没有个鬼，一股子老坛酸菜的味儿。你轻点儿，压死我了。那图灵或许是有非敌。我也这么觉得。他保全了梅中，又出言提醒了贺清，但却一直不肯露面见我，这点很奇怪。
他露过面，你没注意到？什么时候？顾大如出事时，他就在附近。帝晨与图灵对视过一眼，之后那家伙就消失了。他以为楚群也察觉到了呢。小秃当时也在，我真没看到，他刻意躲着我，但却在你眼前现身，这是何意？查一查就知道了。他消失之前，淳宇说过一个地方。何处？鬼葬山。楚群隐约记得这地方不在王都附近，似乎在南田郡。你准备去？我觉得还是我去合适。这么急切想见你的窝边草啊？渣女沉默，她说不是有人信吗？去吧。真同意啊？不吃醋啦？大局为重。私信来讲我不愿意你去，但于公来说，图灵是你的妖君，他是真是假是忠是奸，你最有判断权了。况且目前这时局你不在王都城更好，省得又被所谓大义所裹挟。会被大义裹挟住的又不止我一个。身份不同，立场不同。我乃妖族，纵然我对那些人撒手不管，也无人可直对一二。而你不同，这世间总有人学不会感恩。奸诈的狐妹子，无端骂狐，是有凭有据。从一开始就想让我离开王都，即便我不主动请缨，你也会设法让我去鬼葬山吧？所以楚一侯这一次愿意听话吗？那姑且卖你个面子。归兰不会害自己，他想让自己离开王都，或许还有更深一层的打算。楚群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信任帝晨，就如同信任自己。我即刻出发前往鬼葬山，般若留在王都替你镇住局面。镇妖印的号令之法我教于你，如此也算万无一失，应该能控制住局面。半炷香后再启程吧。楚群疑惑地嗯了一声，唇覆牙而下，声音烟碎。一会儿有人过来会看到。你会怕？说好的不咬脖子的。地龟兰，王八蛋，羊！鬼山出现了！啊，这个山真的好鬼啊！远处大雾弥漫，一座宛如鬼头的高山在雾中若隐若现。有山吗？我怎么看不到？我也看不见。女魔头也看不见，这也太离谱了吧！栓子，过去看到过鬼葬山的都是些什么人？好像都是小孩子，大人好像看不见鬼山。这鬼山有意思啊，还有年龄鄙视链啊！看不见，自然别提进去了。姐姐，宝宝看得见，宝宝可以进去。我可以陪西西弟弟。啊？可是栓子哥哥你很没用哎，帮不上宝宝的。我可以给你加油打气啊！你救了我，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抛下同伴。来了，鬼珊珊来了！不好，石娃子！莫罗欣都抓住小傻西了，眼见着他和栓子从自己眼前消失。他们应该被强行拉入鬼山了。那怎么办？石娃子不会遇到危险吧？那把剑也跟着进去了，应该不会有问题。哎呀，爹爹不要打宝宝的屁屁，宝宝是不会把宝贝交出来的，是给娘亲打棺材的。剑奴顾不得那么多，用力往那小屁股上一拍。哎呀，剑爷爷，你欺负宝宝！小祖宗，这里情况不对，你别哭别哭，哎呦，你要把剑爷爷的心肝都哭碎了哟！剑爷爷快看，怎么会是他？这男人身上的气息。宝宝记得你的脸，你是猪猪大坏蛋。三条尾巴从小傻西的屁屁后蹦了出来，狐尾就要绞过去之际，剑奴惊呼：小主人不可！为什么呀，剑爷爷？他不是出医生啊。好嘞。小家伙，
你身上有我熟悉的气息呢。明明和猪猪大坏蛋长得一样，但是大哥哥，你好好看，快赶上爹爹啦！大哥哥，你是谁啊？为什么和坏蛋猪猪妖长得一样？为什么在这里呀？我是谁？我也不知道呢，好像有人让我守在这里，可我想不起来了。小傻西这才注意到男人的身体不太对，准确说他并非实体，更像是元神。楚彦文和楚医生长得一模一样。大哥哥，你是楚彦温吗？不知道呀。剑爷爷，大哥哥好像是个傻的。这把剑好像见过呢。老人家，你的声音我很耳熟，你是我的故人吗？故人？他的故人都在深渊下头摆烂呢。我乃是深渊神主的佩剑，除了深渊王族和王族身边的剑士，没人听过我说话才对啊。这小子……男人不知从哪里变出来了小甜果，递给西西。小傻西也不怕被毒死，直接往嘴里塞。甜的，好吃，宝宝还想要。小家伙，你身上为什么有2股不同的气息呢？大哥哥，你说话宝宝都听不懂呀。一股气息我很熟悉，很喜欢，好像是属于我亲近之人的。不过我想不起来那人是谁了。他应该对我很重要吧，但另一股气息很让人讨厌，那气息好像就是源自这3条尾巴，真的很讨厌啊。小傻西是深渊王女和天域神主的孩子，身上自然是有深渊和天域的气息了。太子哥哥还活着，他还活着。西西，你还能看到鬼藏山吗？在那边，但是他在跑。姐姐快追，他跑好快，剑爷爷和栓子哥哥还在上面呢。旷野上，一精神少女抱着奶娃在狂奔，后方还有个满头小红辫的精神小伙跟着。西西，追到了没？快啊！姐姐你慢点，过了，他急转弯了。干！有病吗？你们是不是有病？到底跑什么呀？太子哥哥，楚彦温，你跑什么跑？你回头看看呀！你别躲在山里不露面。楚彦温，咔，木头没了，化为了齑粉。太子哥哥，楚彦温，你是不是聋了？我在叫你，你听到没？别躲在里面不出声，你回头看看我呀，你大爷！听这骂声，小主人是回到少主身边了。楚彦温是在叫我吗？这个小姑娘是谁啊？好凶的样子。他就是你要找的人呐，你等的人，你还劈什么柴啊？快露面去见他呀！不可能，老人家，你不要因为我失忆就说谎骗我啊！我虽然不记得我在等谁，但我肯定他定是个可爱的小朋友，温柔的像小猫一样。你到底对你的便宜妹妹有多大的误解啊？小猫，他就算没有参与千年前的冤种大乱斗，也敢肯定自家王女和温柔2字不会有半毛钱关系。是真是假？你好歹停下来看看呀。好吧。有一道身影从山中飘了出来，那人拖着一把大剑，衣袂翻飞，温柔金贵自骨子里流露出来。小13，以后你就叫楚群可好？愿有人将小13放心头，赠你流星群，待你掌中蛟。他还活着，他真的还活着。你是谁啊？熟悉的声音，陌生的问话，让楚群喉头一塞。我不认识你，刚刚是你在骂人吗？你好凶啊！我等的人是个温柔的小可爱，果然老人家骗了我。走了。楚彦温和鬼藏山又从楚群眼前消失了。忍不住想笑是怎么回事？楚彦温，你跑什么跑？你脑子瓦塌了？自己的妹妹都认不出来？你跑，你有本事跑一辈子，我抓到你非打断你的腿不可！楚彦温，你个混蛋，
你是不是傻了你？他跑，他追，是不是插翅难飞不清楚，但楚群是濒临崩溃。女魔头，你是不是认错了？那不是你大哥吧？你们什么兄妹情？糖皮做的吗？这么醉，你站在他面前，他都没认出你来。哎，他真的好凶好吵啊！女孩子这么凶，找不到婆家的。这点你放心，你妹孩子都7岁了，你是不是哪里有毛病啊？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等谁啊？不知道啊。要是知道的话，我就不会一直等了。老人家，你不太聪明哦。你真的是个傻子吧？楚一豪的名字你没印象吗？楚13呢？楚彦文眨了眨眼，似乎在哪里听过。那楚群呢？这名字你总记得吧？楚群，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好熟悉啊。大哥，深渊外是什么样子的？你再不出来见我，我真的生气了。大哥，有什么在灵魂深处颤抖着？楚彦文的身影从鬼葬山中消失。有没有搞错呀？你倒是把老夫带上啊！你再不出来，我真的生气了。我很难哄的，你别以为还能像小时候那样拿颗糖就能哄了我的。你站住，你别动，我过来，我慢慢走过来，我不凶你不打你，你别跑啊。他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试探地走过去，唯恐人没了，更怕自己眼前所见的是幻觉。楚彦文，你就是个骗子。楚彦文看到他红了眼，忽然感到莫大的恐慌。别哭。眼泪坠下，楚群的右眼化为猩红，血毛不受控地出现。我记得你的眼睛，为什么只有一只是红色的了？就记得我的眼睛，你最好努力想想还记得什么。这么凶，还这么会哭啊？这果子很甜，吃一点甜味，不哭了好吗？那红果果吃进嘴里的刹那，他被酸到眼抽筋，脸变形，用尽毕生忍耐，他咽下去，感觉牙都要被酸掉了。是没熟吗？是拿错了，这是酸果，惩罚那些不听话的小家伙用的。他是真的想当一个温柔的妹妹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原谅你。大哥，你想起我了吗？没有，虽然想不起，但我等的人应该是你。肯定是。我记得我有个妹妹，我记得楚群这个名字，我记得她想要桃园木开花结果，想要住大房子，想要好多毛茸茸的尾巴，想要吃甜甜的果子。是你吧？你长大了。是我。我长大好久了。笨哥哥，什么都忘了，怎么还记得这些？原来傻哥哥真的是姐姐的大哥哥。小傻西拍着手，太好了，以后宝宝也有大哥哥了。这个小滑头是妹妹你的孩子吗？哇，大舅哥你好眼力啊。这是西西，我好朋友的孩子。这样的吗？可这小家伙身上的气息和妹妹很像，不过我想也不是。妹妹，你不像嫁得出去的。长大后不像，太凶了。你真的是我的亲哥，我真的会谢。才不会啊，姐姐要嫁肯定有人娶的，比如宝宝的爹爹呀。姐姐，你不是最爱拔爹爹的衣服了吗？还给他吃你嘴里的妹妹，你先回山，看来有很多事情，咱们要慢慢聊聊。图灵是怎么成为他的妖君的？怎么成为的？大概是因为小秃不要脸吧。帝晨面无表情。实话，他尾巴秃了，戴着面具，长得也不好看。阿楚一开始对他万分嫌弃，但小秃不要脸的很顽强，尤其是他那条秃尾巴，
像是认识阿楚一样，死死缠着不放。阿楚只是去黑市里走了一圈，遇上小秃，全靠他碰瓷。妖皇陛下内心很复杂，虽然还没有面对面好好与那图灵聊聊，但眉庄身上的云梦结足以证明很多事情，唯有他会施展，由他创造的云梦结图灵也会，只有一种可能，如今的图灵或是他一为所化，反正他的尾巴一贯有自己的想法，而千年前陪伴的小渣女沦为他妖君，与他混沌塔内胡来的那图灵，的的确确是他本尊呐。他忘记了前尘，失去了最重要的那一段记忆，可如今的那条尾巴图灵倒像是记得一切，他的记忆在那条尾巴里，真相昭然若揭，妖皇陛下已猜得八九不离十，并且有了证据，但是吧，我觉得图灵不至于此。你又不是小图，你怎知他不会？他可会了，给阿楚洗脚跑得比谁都快。有时候他真的希望自己不是图灵。我不是第三者，我没有插足别人感情。小傻西他娘已经死了。所以你是喜欢上了一个官夫，准备给小滑头当后娘吗？其实我不急，我想先立业。所以你是真心喜欢小滑头的父亲，那只叫帝尘的狐狸？楚群用力点头，他简直不要太喜欢归兰。那小秃怎么办呀？图灵？过去我只当他是说胡话，因为那时候想不起你。可小秃言之凿凿，你与他乃夫妻，他乃我妹夫啊。男人能三妻四妾，女人自然也可以，只要你喜欢，大哥不反对你找几个夫婿。不过小秃脾气不太好啊，他与你闹的话，妹妹你降得住吗？大哥，你说我要是当一个始乱终弃的渣女，你会瞧不起我吗？楚言文面带微笑，没有回答。那你是气我，还是气王都城内的那只狐狸？图灵周身裹在黑袍里，脸上戴着面具，眸色幽深地看着楚群，不见喜怒。讨厌鬼小秃来了呀！哎，你又不请自来，好没礼貌啊！图灵没有理会楚言温，默默转肩看着楚群。你是小秃？他不是吗？他此刻的感觉很奇怪，眼前的图灵，他觉得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图灵，更像是一具空壳。你不是小秃，你体内没有灵魂，但你……他想不出来该怎么形容，就那感觉是图灵，但又不是图灵。果然，你什么都忘了。我忘了啥？我明明都记得。发过的誓，给过的承诺也忘了是吗？混沌塔内，你对我做过什么也忘了吗？你不能仗着我不记得就颠倒黑白啊！这茬我记得，是你，不是，是图灵先对我下手的。图灵对你下手？妹妹，他对你做了什么呀？夫妻之间行夫妻之事罢了。你住口！我何时嫁人了？哪门子的夫妻啊？混账东西！继位名为正确，你就敢登堂入室，欺我妹妹年幼无知吗？他乃妖君，他夜夜找我暖床，怪我，是我教导无方。妹妹，你这样自己会吃亏的呀！救命啊！大哥，要不你先出去？你俩荒唐！屋内，荒唐群看着荒唐秃，抬手直接摘下图灵的面具，暴露在楚群眼前的这张脸的确称不上好看，上面盘踞着许多金色的纹路，像是繁复的花枝，又像是神秘的皱纹。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明明你就不是小秃。我是图灵，也不是图灵，我乃他的狐尾，虽无他的灵魂，却有所有你与他的记忆。好家伙，原来尾巴真的有自己的想法呀！表弟没骗他。那图灵的本体呢？在何处？对你来说还重要吗？你既还记得与我之间的事，却还与王都城内那只狐狸不清不楚。渣女！有一说一，他差点以为是归兰在骂自己。你说的对，我真的太渣了。可怎么办？表弟他现在有5条尾巴，还不秃。
自己身体里存在的记忆和执念是不是自我欺骗？这女人真的太渣了吧！差点就被你反客为主绕进去了。你绕来绕去，就是不肯说小兔本体的去向，是不想我找到他。哦，发现了吗？他的确不想他找到他。为什么不想我找到他呢？你方才说你只有执念和记忆，也就是说，真正的小兔与我一样，都忘了彼此。可他若是忘了我，自然也不会来找我。你也不用这样兜弯子，除非真正的小兔早就出现了。你该不会以为王都城里那只狐狸是小兔本体吧？不是吗？他身边出现过的狐狸只有桂兰，总不可能是小傻西吧？是不是觉得如果图灵是他，那你就不算移情别恋了呀？小渣女，你真的是渣的明明白白的呀！嬉皮笑脸逗什么乐子？西西，进来，躲外面偷看什么？姐姐，姐姐，宝宝在。西西，他像不像你爹？姐姐，你眼睛没事吧？别看脸，我说气息。他气息是不是和你爹的一样？你爹的尾巴，你这当儿子的总认得出来吧？尾巴？图灵垂眸看着这小家伙，手指轻颤了一下。他不是，爹爹才没有这么又丑又不听话的尾巴，爹爹的尾巴可听话了。猪猪尾巴怎么可能是爹爹的嘛？他的气息和爹爹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不是，居然不是，怎么可能不是？西宝，你要不再认真瞧瞧？真的不是，姐姐，你要相信宝宝。我要是信了你，我就完犊子了呀，宝。哼，闹够了吗？本体在哪儿？图灵重新带回面具。处理完正事后，我会带你去找他。楚群，莫要分不清轻重缓急。楚群笑了，有意思。难道有人说他分不清轻重缓急？此番我时间不多，必须尽快回到楚医生身边。别耽误正事儿，让你大哥进来吧。我来了。楚医生以贵妃之子为新躯壳，以怨气为食，欲将自己修炼为噬魔之体。一旦成功，他便能吞噬万物。在他身后还有人在推波助澜，楚明珠被我安插在他身边做眼，楚明月则为手。他们将以天夜城为据点，打开魔门，引魔降世。魔？或许不能称之为魔吧，他引来之物来自比魔更幽深黑暗之地——深渊。那二字不可说呀！看来今天是个坦白局啊。所以深渊与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困惑在他心里太久了，不是天大无嘴，就是莫名其妙的规则阻拦，明奴到死都不敢告诉他真相。今天他都要看看这真相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深渊有神族，隐世不可出。您便是我深渊一族的王女，只有您才能率领深渊一族走向复苏啊！您老捡重点，说完您去边上慢慢哭。明明王女过去是个严肃又正经的小可爱，为什么在人间转世了几轮，她就如此不着调了？老人家痛心疾首地解释起楚群的身世之谜，说到最后不免有习惯性地放出老话：一切都将于黑暗中复苏，于灰烬中觉醒，于黄昏中见曙光。王女，你必将带领诸军封神拜相，你……可以了，可以了。说真的，你不去当邪教头子可惜了。老奴句句属实啊！王女，你怎么能怀疑我？我看着你长大的呀！说了半天就是，我有一个爹，他现在半死不活了；我有一个家，但是大部分族人都在摆烂，个别人别有用心想篡位。我这个冤种呢，在人间轮回，就为了找那什么传国玉玺式的神印。总结的太到位了。整了半天，我还真不是人。深渊，若妹妹是深渊，
那我是谁？楚玉生乃是你的恶念所化。那家伙说你亦是深渊王族，是深渊王女的亲哥哥。怎么可能？王女还有哥哥这件事，老夫岂会不知？那人唤他禁言。禁言。刹那间，整个鬼藏山地动山摇，深渊般的黑洞口骤然出现在了楚彦文的身后，无尽黑链从洞口中探出，绑缚住了他。大哥，大哥，姐姐，宝宝来帮你。小傻西虎尾变长，卷住楚彦文的腰。屠灵、剑奴、摩罗星齐齐出手，试图斩断黑链。然而他们所有人的攻击都如撞上虚无，被后方黑洞所吞噬。楚彦文眼神呆滞，恍若失去了意识。大哥！血眸领域骤然出现，无数血眸怒视黑洞。敢吞噬我大哥，今天我非吞噬了你不可！黑洞骤然扭曲了一下，楚群晃眼间在那黑洞深处看到了什么。宝宝又没力气了。大哥，醒过来！鲜血从楚群右眼里流淌出来，滴落在楚彦文的手上，像是进入了他的皮肤。楚彦文骤然深吸了一口气，醒转过来。黑链在此刻停下了拉拽，黑洞依旧盘踞在他身后，他的眼化为了重瞳。对上那双眼时，楚群怔了一下，有什么在脑海里浮现。他见过这双眼。蛮骨退下。黑链骤然退回黑洞之中。居然是蛮骨，蛮骨居然能听你驱策，难道是当年召我出深渊的是你？大哥，你……我没事，我全都想起来了，小妹。没事就好。大哥，你吓死我了。我既想起来了，就必须得回深渊一趟。我陪你。你去不了，你的身体还未完全恢复完整，回不去深渊之下。别担心，我只是想起一些事情，还有一些东西须得我回去去处。我会回来的，我保证，很快。可是，楚彦文摇头，制止了他接下来的话。他看向剑老爷子。剑奴，老奴在。保护好本王的妹妹。吾以灰烬之主之名，赦你封印，允你现身。小妹，找到楚医生，然后将他……楚彦文起身，在楚群耳畔说了什么。我要你向我保证，此法绝不会损害你丝毫，否则我再也不认你这哥哥了。大哥保证。他松开楚群手，朝后退了一步，目光深邃地看了屠灵一眼。这条虎尾上的气息，他也想起是属于谁的了。天域神主，那个臭小子原来也还活着呀！可惜现在不是找他算账的时候。人间王都，帝臣感觉到了楚群的气息，瞬移到了城外。少女的身影撕裂黑暗走了出来。你是在为那根窝边草魂不守舍？我是狐媚，还不放开我家王女，搂什么搂，抱什么抱？青天白日尚且如此，夜里你还不登堂入室啊？剑爷爷，你坏话，不许搞破坏。你是那把剑化形了？剑奴感觉他口中的剑字儿发音不太对。正是老夫。狐媚，你还不放开王女？王女？楚群吗？他没松手，反而搂得更紧了些。先回镇妖司说正事。好。我见到了屠灵，他并非敌人，而是卧底在楚医生身边。还有一个好消息，妖域里的那些妖族都还活着，被他藏在了鬼藏山里。只有这些？归兰，我大哥还活着，我见到他了。楚彦文。楚群点头。还有许多事，包括我的身世和来历，但很复杂，一时半会儿我真不知该怎么同你解释。那便处理了眼前的问题，你再慢慢告诉我也不迟。正好我也有件事要告诉你，也很复杂。屠灵去了天业城，楚医生背后之人不是苟天道，而是……楚群指了指下面，冥奴和剑老爷子所来之地。深渊。我大哥回去了那里，
他会设法斩断背后那群狗东西的手脚，为我们争取时间。楚群快速与他说起目前的局势。楚玉生以怨气为食，咱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他的口粮。说起来，这王都城上空的怨气比我走时可浓烈了100倍不止。桂兰，你干嘛了？哼，既然楚医生是把这些怨气当口粮，那就再好不过了，让他多吃一些也无妨。还有一件事，我让梅福龟炼制了子不语的解药。富贵炼出来了。他在丹道上的确颇有奇才。那小子啊，可不就是个鬼才吗？解药虽炼出来了，但人救不救，看我的心情。你的心情？我开心了，便把解药给你，让你去救人。我不开心，那这些人就跟着一起担惊受怕好了。楚一侯如此人杰，肯定也不会为了这些不相干的人，特意纡尊降贵来讨我开心吧？为那些人自然是不可能的，但狐妹子太勾人，让我色令智昏了怎么办？楚一侯不至于此。那可未必。我有一个朋友，被一个狐妹子迷了心窍。要说那狐妹子也就俊俏了些，尾巴多了些，奸诈狡猾了些，可偏就让他喜欢到不行。有多喜欢啊？大概比喜欢他的尾巴更喜欢他吧。没了，小军，我跟你说啊，我真是被榨干了，一滴都不剩了。楚群捏着鼻子，我寻思着我也没走多久，你怎么就呕馊了？我没馊啊，是这回那丹，味儿虽大，但相信我啊，功效无敌了。楚群挺怀疑的，这解药如果真发下去，子不语是没了，这命是不是也跟着没了呀？明奴呢？晕了。帝晨站在门外不肯进来，楚群快步走出去。帝晨见他出来，后退了5步，拉开距离。帝晨几个清洁术落到他身上。表弟，给我也来点。富贵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最终，帝晨几个清洁术砸过去不说，还把人丢进了院子里的池塘。半炷香后，梅富贵干干净净地站在2人跟前。小君君，我丑话说前头啊，这解药咱不能白给啊。那是自然，咱们多大家底儿啊，这些可都是钱。天夜城里现在可是有一堆下头来的怪物摩拳擦掌，等着咱们呢。这中了子不语后，变成鳞甲巨怪，丑是丑了点，但随便拉出一只，都是最低1000阶武修的实力。哦，小君君，你是要反利用一波啊？这不是楚玉生自己送给我的吗？这送上门的怪物军团，不要白不要嘛。魔侯要让那些中了子不语的百姓上战场，他们都是普通百姓，如何能与楚玉生斗啊？本侯是在告知诸位，不是请示诸位。魔侯此举与楚玉生有何不同？你们把苍生性命视为什么？是没什么不同啊。要说唯一的不同便是，我给了他们一条生路。想活那就拼命，想死那随便摆烂，靠自己的力量换取解药，这很公平。给他们下子不语的是楚玉生，又不是我，我可没有救他们的义务。你可知如此会死多少人？你如此做，不觉得愧对顾真对你的期许吗？闻屁臭，放你的狗臭屁！老人家大步走进来，脸色还有几许苍白，但眼中光彩熠熠。顾真，你好了。老夫再不好，等着你这老匹夫又拿大义做榜，要挟我的好徒孙吗？顾老匹夫，老夫不曾想你也是如此谄媚之人。你一口一个徒孙，可知堂上坐的那位究竟是谁？那又如何？你且听这丫头教诲我什么。楚群起身自堂上下来，恭敬地对着顾真行了一礼。太师傅。嘿，乖孙儿乖孙，问老匹夫听到了没有？这是我顾真的徒孙，我顾真还没死呢，尔等就敢欺他至此？哎，顾真，
我等并非要逼魔侯就范，但苍生于个人，孰轻孰重，你难道也辨不清吗？文必少，你可为苍生孝思，此点老夫敬你。文官护朝纲，武官守秩序，将军保太平，天子守社稷，此为职责。文武乱纪，将军怯战，天子昏聩，此等蛀虫，才该杀该骂该斩。楚一侯于中州有何职责？既无职责，他帮或不帮，全民的喜怒又有何不可？退一万步讲，那狐妖臭小子，他乃妖族，人族死活关他屁事儿。就因为他们活得久，本领强，就必须普度众生，哪来的歪理？你文辟朝生不出儿子，别人能生，是不是也怪别人家媳妇儿没帮你生儿子？我呸！讲道理就讲道理，你还人身攻击！顾老狗，你满口污言秽语，你这也配有这身浩然正气？怎么，又开始嫉妒老夫有你没有了？文字早来便是用的，阳春白雪高雅，屎尿臭屁就低贱了。你不拉屎撒尿放屁啊？也高怪，你打小和先锋就长这3寸丁的个头啊！太师傅淡定淡定，来，喝口茶。表弟，奉茶呀！帝臣叹了口气，斟了一杯茶，起身上前递给了顾老爷子。顾达如拿过就一口闷了。哼，什么破茶，寡淡无味。啊，你真的啊？难怪。我太师傅这嘴啊，牛皮。归兰，你说你当初要是拜他为师，一天不得被骂上10顿不带重样的？帝臣想起自己当云素那会儿，这位大如一口一个好徒儿的献殷勤，现在却眼睛角角都见不得他，落差感还挺强的。顾大如骂人骂的是酣畅淋漓，文相等人被骂的是无言以对。顾真，你说了半天，不还是赞同魔侯让百姓参战的举动？老夫不赞同啊！老夫何时说赞同了？一群人头猪脑，老夫骂了半天，骂的是你们得寸进尺，又不是骂这事儿。那你……文相目露期待。老夫不赞同又如何？老夫只能怨自己实力不济，救不了苍生万民。既无实力，眼前就这一条生路，为何不去把握？种无种子不语者，化为巨怪，杀亲食友，已非寻常人。这是楚玉生赐向苍生的毒刃，为何不能反将这毒刃赐回给他呀？你们眼前只见所谓大义，却忘了此战真正的仇敌是谁。浩然正道，修的是自身，行力所能及之事，而非携大义旗帜要挟他人。魔侯，此战老夫请为先锋。文相等人被刺激的都立下了军令状，也不再婆妈，纷纷退场了。楚群倒了杯茶，屁颠颠的跑顾真身边去。太师傅口渴了吧？还得是您，没了您我这委屈哟。我乖乖徒孙斟的茶就是香醇可口啊。这茶不就是他先前煮那一壶吗？这会儿还冷了，哪来什么茶香？爹爹和娘亲怎么还不出来呀？宝宝3个糖果都吃完了，他们都不想宝宝吗？简爷爷，娇娇哥哥，我们进去看看嘛，看看嘛，就看一眼。宝啊，这可不兴看。娇娇哥哥，你的表情怎么怪怪的？眉毛一直抽筋筋，你是哪里不舒服吗？还叫哥哥，该改口叫舅舅啦。对，喜宝以后也要叫我舅舅，知道不？可是宝宝管富贵哥哥，你叫舅舅的话，以后管梅爷爷叫什么？姐姐和梅爷爷才是同辈呀，宝宝应该管他叫舅舅。富贵哥哥，你是他的
曾，不知道第几代曾孙。你应该管宝宝叫爷爷。对，这辈分捋对了。小富贵啊，在座的可都是你的爷啊。富贵就不懂了，自己怎么突然就降辈儿降到尘埃里了？娇娇舅舅，宝宝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娘亲不认识宝宝和爹爹呀？还有，为什么爹爹也没认出娘亲呀？因为有坏猪猪故意让楚楚和你爹爹忘了彼此，所以他们不是故意瞒着咱们宝贝西西的哦。哼，宝宝就知道，又是坏蛋猪猪妖。宝宝以后要努力修炼，打死他们。楚一侯也会怕呀。这叫敬儿情切。儿子在身边这么久都没认出来，万一西宝生我的气怎么办？他不会。那走吧。大青青没有骗宝宝，宝宝就是爹爹和娘亲爱情的结晶啊。爹爹肯定爱惨了娘亲，难怪他这些年来一直提楚一侯的名字，每次说起娘亲还会躲起来以泪洗面。以泪洗面，这点老朽没想到啊。我也没想到，表弟内心的情感竟如此充沛吗？爹爹的内心火辣又滚烫。妖皇陛下的内心是否火辣滚烫不得而知，但此刻的老脸的确是又辣又烫。桂兰，你已经爱我到如此地步吗？你这么美，哭起来肯定更美。你想的也很美。娘亲，对不起啊，宝贝，娘亲不是故意忘记你的。西宝不要生娘亲的气好不好？娘亲给你道歉。别哭，西宝乖啊。楚你个冤种，你怎么还把西宝弄哭了？小君君，你是不是勒着西宝了呀？侯君，还是把西宝给我吧。让开，老朽带娃一把好手，放开小主子，让老朽来。帝晨，表弟，帝归兰，快，你走什么走？你跑起来啊！爹爹，不急，慢慢说，你吓着你娘亲了。孩子没有娘，该是多委屈呀！自责、懊恼、心疼在内心盘踞碾磨，难受至极。宝宝也有娘亲了，娘亲以后一直陪着宝宝，好不好嘛？娘亲一辈子和咱西宝在一起，再也不分开。西宝不哭了好不好？娘亲心疼。忽然，楚群感觉手上一热，五儿，你这是……娘亲，你抱宝宝太紧了，宝宝没忍住放了个臭屁屁。你好，咱们的儿子是不是有点儿……你问我，儿子你生的，以教教你的聪明才智，不需要我再重申一次我的光辉过往了吧？起开！表弟啊，哦不，应该叫小秃才对。卓汉农，自重。梅富贵，你又胡闹什么？人家想你了吗？以后咱们就真的是一家人了，表弟。哎，不愧是我，不愧是你啊，我的秃表弟。1000年前咱们就是一家人，现在又重聚，难怪我看你第一眼就觉得丝滑顺眼。是吗？以后有福同享啊，表弟。悄悄发哪门子癫啊？穷疯了，见钱眼开。娇娇舅舅一直打听爹爹有多少宝贝呢。那你说了吗？宝宝这么聪明，当然全告诉他了呀。这儿子就很绝。李晨，你还愣着做什么？跑啊！离那条龙远点儿！他见着宝贝就想偷，他缠你。楚楚，
你个重色妄意的，你闭嘴！别仗着自己和表弟有一腿，就离间我和表弟的兄弟情谊。疯了，这龙疯了，他开始胡言乱语了。藏龟，你不管管吗？你拿金子把他砸清醒啊！侯君见谅，臣囊中羞涩。唉，委屈他了。你是不是有毛病？他现在缠着我的桂兰不放，他还委屈了。正热闹之际，般若来了，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哟，司空姐忙完了，这是来吃瓜？来晚了。般若没理会韩农的阴阳怪气，把切好的瓜放桌上，一块递给楚群，另一块递给小傻西。西宝，记得把西瓜籽吐掉，不然肚子里会长出西瓜的哟。真的吗？那宝宝都吃掉，是不是就可以有更多的西瓜吃了？小兔要吃瓜吗？小兔二字儿还是让帝臣略感头疼，他摇头谢过。你什么反应？为何如此淡定？不就是表弟是小兔，西宝是阿楚和他的孩子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不值得大惊小怪。阿楚，有事等你出面一下，夜里再召小兔给你侍寝吧，别把正事耽误了。妖皇陛下面无表情地看着孔雀寡王，想当年这孔雀可是自己调楚群的最大阻力。他不是般若故意当拦路鸟，纯粹是因为这位孔雀的脑子里就不存在男欢女爱这4个字儿。成，我去就来啊。般若对帝臣点了点头。你能回归我很开心，小兔，以后给阿楚洗脚的事还是交给你了。哼！孔雀明王丝毫没感觉到不妥，牵着楚群的手就走了，姐妹俩手拉手走的那叫一个利索。知道你最大的威胁是谁了吗？你们就没想过挽救下？唉，那怕不是比登天还难。相比较下来，自家的小渣女至少还开窍了，开窍后的手腕也层出不穷。所以，不幸的那个是谁呢？反正压力给到听息了，这压力就没消失过，也不知道那条笨鱼现在在哪儿哦。蛟王听息，魅灵拜月，剩下这2位妖君到现在还没有踪影呢。听息，本君记得听息乃女子，她喜欢般若妖君。听息压根儿没分化呀，没有性别，怎会是女子？表弟，你记错了吧？记错了吗？可他那条尾巴里的记忆中，听息明明已成女子了呀。拜拜拜拜 See ya. See ya. See you guys later.